春闱一过，大景朝步入4月天。保平府松阳县云溪村，早起就听到喜鹊叫的沈婆子坐在临窗炕上描写样，顺手从针线篓子里拿过黄历翻了翻，嘴里小声嘀咕道：“按理说旭哥高中状元的消息都传回来这么久了，他自个儿也该来封家书才对。”对面已经足月的苏玉婉抚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微微笑着：“娘，经理不比咱们乡下，相公高中状元，有的是人情世故要打点应付，一时顾不上家里也是有的。”“对，是我心急了。”沈婆子一听，眼角的皱纹笑深了几分。自打儿子沈旭高中状元，沈婆子进出都能听到村里人喊她一声老夫人，可把她腰板都给喊直了。她左盼右盼，就盼着儿子能来封家书接他们一家上京，好让他把这老夫人的名头坐实。怎料黄历都快翻褪色了，京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沈婆子是个急性子，越等不到就越急躁，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了一通。相比之下，倒衬的对面的苏玉婉格外淡定。她是沈家的童养媳，从小就伺候着沈旭长大。这些年为了供沈旭读书，她学会了小商小贩的生意经。为了节省开支，苏玉婉不敢租铺面，走街串巷卖吆喝是家常便饭。有时为了给她买一支笔一块墨，她得从家里装上1罐咸菜，啃上半个多月的糙面馒头。不敢病，不敢倒，就怕一病一倒，银钱跟不上往书院里烧。好在她这些年的起早贪黑没白瞎，沈旭高中了，还是能让祖坟冒青烟的新科状元。想到这些，苏玉婉唇角微微往上翘了翘，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沈旭是在去年跟他圆的房，之后因为要专心考试，就一直住在书院里，直至上京春闱。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当爹。就算沈旭这会儿来了信，以苏玉婉的状况也没办法马上上京。要上京，至少也得出了月子。苏玉婉并不着急，她养了这么多年的相公，人就在那儿，又不会跑，终归早晚是要团聚的。眼下最紧要的是安心等临盆，到时去了京里给她一个惊喜。婆媳俩正说着话，院门口突然传来小姑子沈宁激动的声音：“娘，你快出来，大哥来信了。”沈婆子一听，忙抬头往窗外看，果然瞧见女儿手里捏着信。她不禁喜出望外，笑道：“怪不得一大早就听到喜鹊叫，果真是有喜事。”将手里的鞋样随手往炕桌上一丢，沈婆子回头吩咐苏玉婉：“你挺着肚子别乱动，我去瞅瞅。”大孙子眼看就要出生了，儿子也来信了，双喜临门，他可不想在这节骨眼上再生出点糟心事儿来。满怀激动地下了炕，沈婆子伸手去打门帘。原本安静坐着的苏玉婉突然皱起眉，肚子传来的阵痛让她几乎坐不稳，一只手撑在旁边的炕柜上，肩膀半靠着。“娘！”在沈婆子出门之前，苏玉婉艰难地开口喊出声。沈婆子惊了一跳，才迈出去的左腿急忙收回来。“玉婉，是不是要生了？”苏玉婉忍着疼嗯了一声。“快躺下！”沈婆子急忙扶她去里屋床上，把高高的枕头抽开，让她平躺，又转身往外小跑。见沈宁还捏着信杵在院门口，沈婆子急躁不已：“宁姐儿，你别愣着了，先把信收一收，赶紧的去村东头请你赵大娘。”赵大娘是村里的稳婆。沈宁闻言站着不动，朝产房方向看了眼，不屑地撇了撇嘴。沈婆子瞪他一眼：“糟心玩意儿，老娘还使唤不动你了。”见沈婆子要自己去请赵大娘，沈宁忙一把拉住她：“娘，你先别管大嫂了，你看看这个。”“啥？”沈婆子刚要说话，沈宁突然竖着手指嘘了一声，随后把自己刚看完的信摊开来，递到沈婆子跟前。沈婆子早年有个中过童生的爹，跟着勉强认了字。寻常的家书她能看懂。沈宁递来的信有2封，沈婆子的目光当先被写着休书2个大字的那一封所吸引。她狠狠一震，生怕眼花，急忙把休书凑到跟前细看。休书上沈旭言辞平和，说他早年不小事，任由爹娘买了好人家的姑娘来伺候自己而不自知，对苏玉婉百般愧疚。如今状元及第，他在京都遇到了心头所爱，不该再拘着苏玉婉留在沈家，愿放她离去。念在多年相伴的情分上，想来苏玉婉也不忍拆散他和心爱的女子，还望成全。另一封家书上细说了他入京后的种种经历。他在乡试时就曾被身为主考官的吏部侍郎留意到，此番入京见他高中状元，吏部侍郎直接来了个绑下捉婿。他与吏部侍郎的千金一见生情，已经定下婚约。信上还说，等沈婆子把家里的事料理完，他就马上着人来接娘和妹妹入京。所谓的料理家事，指的便是一脚踢开苏玉婉。自幼相伴长大的妻子，如今成了累赘。沈婆子一个头2个大，旭哥儿是不知道苏玉婉怀了身孕的，他现在要休妻，那大孙子怎么办？娘，你还犹豫什么呀？沈宁见他娘摇摆不定，撺掇道：“大哥娶了官家千金，咱沈家以后在京里也算有头有脸了，光要门楣的事儿，这还用得着想吗？”沈婆子从沈宁这话里觉出点味儿来：“宁姐儿，
你怎么个意思？沈宁扫了眼外面，确定没人经过，这才低下头，小声说道：苏玉婉肚子里揣了个小的，而且马上就要生了，一旦她离开沈家，小的就得扔给咱娘俩，以后去了京里，那位辛大嫂能容得下这娃吗？沈婆子一惊，就听沈宁继续道：大哥是不知道苏玉婉怀了身孕才写的休书，要我说，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生产，一尸两命，送他们母子上路永绝后患。沈婆子听得脸色都变了。沈宁撇着嘴，继续添油加醋：反正当初要不是我们家花钱买了苏玉婉，她早就死了，这条命本来就是爹娘给她的，养她那么多年，如今用得上了，她当然要还回来。转了转眼珠子，沈宁最后道：我话就撂这儿了，娘辛苦把大哥供出来，要是为了这玩儿，不惜影响到大哥和辛大嫂的感情，妨碍到大哥的前程，那您就留下这对母子吧。沈婆子听完，越想越是这么个理，没有哪家千金愿意给人当后娘。她心里的那丝纠结顿时烟消云散，眼神黑沉沉的狠了下去。第二章，母女俩的计划。产房里，苏玉婉满头大汗躺在床上，双手死死抓着床褥，剧烈的阵痛让她险些喘不过气来。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沈婆子走进屋，将眼底的情绪压下，走到床边，叹了一口气说道：玉婉，实在是不凑巧，赵大娘今儿去了别的村接生去了。怎么会这样？苏玉婉紧紧咬着唇，一颗心都悬了起来。此前大夫曾说过她身子底较虚，生产时需得十分留意，否则极有可能难产。沈婆子握着她的手，用安慰的语气说道：你放心，娘已经让宁姐儿去镇上请别的稳婆去了，很快就会回来，你再忍忍啊。苏玉婉只好继续忍着疼痛，祈祷宁姐儿快些将稳婆带回来。然而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沈宁回来。娘，宁姐儿回来了吗？苏玉婉疼了一天，这会儿说话都十分费劲。许是已经在路上了，玉婉你再坚持坚持。沈婆子一直在安慰她，可明明是安慰的话，却让苏玉婉倍感煎熬。云溪村离镇上不过10里路，按说1-2个时辰也该回来了，怎么会去了1天？难道说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她心里着急，乱糟糟想了一通。忽的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苏玉婉浑身绷紧，只觉身下一股暖流涌出，下一刻鲜血染红了被褥。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双唇抑制不住的在颤抖。娘，我流了好多血，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事？闻言，沈婆子掀开被子，一脚往里看，顿时一惊。苏玉婉这是难产大出血了，看来连老天都在帮着续歌儿。极力掩饰住内心的喜悦，沈婆子继续用安慰的话拖着她：别怕，女人生孩子都会经历这一遭的，你再坚持一下。苏玉婉哪里还有力气坚持，疼痛折磨了她一整天，现在又流了这么多血，脸上惨白的可怕。她感觉昏昏欲睡，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肚子里的孩子许是感知到了危险，朝她肚皮踢了几脚。母子连心，苏玉婉感受到孩子似是在向她求救。她挣扎着又拉回了一丝意识，拼着仅有的一点力气，伸手拔下头上的木簪子，掀开被子，一下一下的扎在腿上，利用疼痛感让自己保持清醒。这是她和相公的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千万不能有事。沈婆子没想到苏玉婉为了保住孩子，居然会对自己这么狠，她顿时有些慌了。直到腿上被扎出一片淤青，苏玉婉总算清醒了过来，但失血过多，也只是勉强吊着一口气。她抓着沈婆子的手，颤抖着双唇说：娘，救救我的孩子。此刻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保不住自己，也要拼尽全力保住孩子。沈婆子却将手抽出，看向苏玉婉的眼神逐渐变冷。玉婉，这辈子就当沈家欠你们母子的，你带着孩子好生投胎去吧。苏玉婉怔怔地看着沈婆子：娘，您在说什么？这时候房门被推开，在门外偷听了许久的沈宁走了进来。顾不得去深思沈婆子话里的意思，苏玉婉满怀希冀朝门口看了过去，以为终于将稳婆盼来了，谁知进来的只有沈宁一人。沈宁走到床边，看了苏玉婉一眼，冷嗤道：啊，命还挺硬。苏玉婉震惊地看着沈宁，不敢相信他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沈宁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朝他凑近了些说道：大嫂，实话告诉你，稳婆不会来了，今日你和孩子都必须得死。你说什么？苏玉婉愕然地睁大了眼，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沈宁觉得面对一个将死之人，也没必要再隐瞒了，便坦然说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被绑下捉婿，很快就要迎娶京城吏部侍郎家的千金小姐了。闻言，苏玉婉心间猛地一颤，整个人浑然僵住，全然忘记了身上的痛。他的相公被绑下捉婿，要娶别的女人？不可能，相公明明说过，等他高中就会接我们母子一块上京的，又怎么可能会娶别的女人？见他不信，沈宁将手里的休书丢在床上，冷声道：看看吧，这是我大哥的亲笔休书，你看了也好死个明白。休书？苏玉婉紧蹙起眉头，艰难的伸手拿起信件。
早年他伺候沈旭，跟着他认了不少字，对他的字迹再熟悉不过，这却是他的亲笔。展开信笺，休书2个大字狠狠刺痛了苏玉婉的眼。他拿着信的手不由控制地颤抖了起来。真的是休书，他果真要休了他。苏玉婉呼吸一滞，气息越发紊乱起来。待看完所有内容后，他只觉整个天都塌了下来。相公要休他另娶，他要抛弃妻儿去娶官家千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玉婉怔怔地看着信，实在难以相信。明明离家时他还向他承诺，只要高中就立刻接他去京城过好日子。如今他中了状元，他也终于要迎来他们的孩子，可等待他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看清楚了吧，大哥在信上明明白白说了要休了你。沈宁的话在苏玉婉耳边炸开，他陡然惊醒，才恍然明白过来，沈宁的那句稳婆不会来了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压根儿就没去请稳婆。这一瞬间，苏玉婉全都明白了，他们母女分明是串通好了，故意不请稳婆，想让他难产1尸2命，好替沈旭铲除他这个障碍，让他能如愿迎娶官家千金。要知道他沈旭能有今日，可全靠他，到头来他们一家人却要将他赶尽杀绝。真是好狠的心。他抬眸望向沈婆子，低哑着嗓音道：这孩子可是你们沈家的亲骨肉，你们连自家血脉都不放过吗？自知这是有些对不住苏玉婉，沈婆子声音低下：玉婉，你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孩子，相信这孩子也像你一样能理解他父亲的。旭哥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爱之人，又能在仕途上帮到他，你就成全他吧。第3章1尸2命后重生。苏玉婉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用我们母子的命去成全他，您不觉得这样做太自私太残忍了吗？都说虎毒不食子，此刻的沈家人却比恶虎还要狠毒。沈婆子一噎，顿时说不出话来。沈宁走上前，满脸不屑地道：你的孩子生出来也只会和你一样低贱，留着只会成为大哥的污点，只有新嫂嫂那样高贵的身份生下的孩子才配做我们沈家的骨肉，你如何能同他比？再说了，当年要不是爹娘从人牙子手里将你买回来，你也不能多活这10几年，没有沈家也没有你的今日。你这条命是沈家给的，现在沈家要毁你的命，你也没资格怨恨。沈宁一席话让苏玉婉心如刀绞。在沈家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将沈宁当作自己亲妹妹疼。每回从镇上回来，他都会给沈宁带好吃的好玩的。沈宁想要买漂亮的裙子，苏玉婉就省吃俭用攒下钱给他买，不管他想要什么都会尽量满足他，更是将沈婆子当作自己亲娘一般，尽心竭力地伺候着孝敬着。他数年如一日起早贪黑挣钱养家，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他的相公、婆婆、小姑子竟都要他的命。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苏玉婉实在难以承受，只觉胸口处一阵气血翻涌，下一刻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来。沈宁嫌弃地后退了2步，冷笑着看着他，脸上呈现一抹得逞之意。只要苏玉婉死了，很快大哥就能迎娶新嫂嫂，届时他便可以仰仗新嫂嫂的身份，在京城挑一门更好的亲事。脸上露出迫不及待的神情。沈婆子则是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心中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也不想亲手杀死自己的亲孙子，但事已至此，只能安慰自己，以后新儿媳会给她再生个更金贵的大孙子。苏玉婉奄奄一息躺在床上，伸手抚上肚子，那里一片冰冷，再也感受不到孩子的心跳。她无力地闭上眼，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孩子，对不起，是娘没有保护好你。再睁眼，她含恨看着床前2人，赤红的眸子里染上深深恨意，直至最后一丝意识消散，方才闭上了眼。村道上牛脖子里的铃铛声和着9月秋风从贴着大红剪纸的破窗户吹了进来。午睡刚醒的苏玉婉呆呆坐在炕上，用了将近1盏茶的功夫，才反复确认自己是重生了，重生回到了即将与沈旭圆房的这一日。耳边传来沈婆子熟悉的声音，她手中拎着一件做工粗糙、毫无任何刺绣的大红布衣裳。玉婉，你睡醒没有？睡醒先把衣裳上身试试，娘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头去。苏玉婉没听，扫了眼屋内，夯土墙黑瓦片，几根瞧着不太结实的房梁支撑着顶部。这是她的房间，炕头摆放着一只掉了漆的柜子，一旁四四方方的木桌上是她从村里小媳妇儿们手中收来的绣品，还没来得及送去县里卖。为了省吃俭用，抠出银钱来供沈旭读书。这一年的他恨不能一个铜板掰成2半花，从来不舍得往自己房里添置东西。整个房间色调灰扑扑的，半点没有女儿家的气息。想到他掏心掏肺的付出，最终不过是让这家人吸饱了血，回过头来要了他们母子1尸2命。苏玉婉心底的恨意便一阵阵往上翻涌。旭哥要备考，明儿个就得搬到书院里去了，你抓紧点儿，今晚跟他圆了房，也好早日为老沈家生个大胖孙子。沈婆子还在耳边絮絮叨叨，叹气声一声接一声。旭哥中解元时，公家虽然赏了些银两，但他明年上京，少不得处处要花钱。家里条件你是清楚的，暂时拿不出余钱来给你们办喜酒，你先将就将就，
等旭根考上去，在京城扎稳了根来接你，娘一定让他风风光光给你补办。苏玉婉翘了翘唇，眼底浮现一抹冷嘲。是了，沈旭中秋那会儿考的乡试，一举高中拿了榜首，从小有名气的沈秀才一跃成为保平府人尽皆知的沈介元。沈介元要奔着明年的春闱去了，他老娘急等着抱孙子，又不肯花钱让俩人堂堂正正办个婚礼，只一件大红衣裳，往破窗户上贴张剪纸，就想让他继续当牛做马，伺候他们一家子。可怜他上辈子竟听不出这话里头的敷衍，只一门心思扑在沈旭身上，盼着他好，盼着他高中，盼着他早日回来接自己一同入京。思绪收回，苏玉婉接过沈婆子手中的嫁衣，都不等沈婆子出去，她3两下就给换上了。回过头来，苏玉婉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懊恼的呀了一声。穿上嫁衣，那就是新娘子了。我又不能出门，又不能干活的，我这屋里还有几件衣裳没洗，鞋子也没刷呢。谁家新婚屋里放脏衣裳旧衣裳的呀？她满心纠结地看向沈婆子，娘，现在可怎么办？总不好使唤拧紧儿吧？说着，埋头去翻脏衣裳，一副准备穿着嫁衣自己出门洗的架势。沈婆子眼皮子跳了跳，以前怎么没发现苏玉婉这么多事儿？要真让她穿着这身衣裳去河边浆洗，老沈家的脸还要不要了？你别折腾了，我让拧紧儿去洗。沈婆子从她手中把脏衣服搂过来。苏玉婉满脸的过意不去，在沈婆子即将出门的时候，又指了指门后，娘，还有几双鞋子。沈婆子绷着脸，弯腰拎了鞋放进木盆，心里莫名的来气，可这节骨眼上又不能挑苏玉婉的错处。大孙子要紧，只能抱着衣裳去沈宁屋外喊她出来洗。沈宁一听要他娘要他给苏玉婉洗衣裳，顿时暴跳如雷。娘，你没昏头吧？平日里一家子的衣裳都是苏玉婉在洗，她都多少年没自己洗过了，凭什么让她伺候苏玉婉？沈家院子小又不隔音，沈宁的话一字不漏传入了苏玉婉耳朵里。苏玉婉隔着门板道：娘，没事儿，你放那吧，我晚些时候自己洗就是了。晚些时候那是圆房的时候，时间短了，万一怀不上就白瞎了。沈婆子皱皱眉头，眼神逆向沈宁，今儿是你大哥大嫂的好日子，你给他洗件衣裳能死？沈宁少有见他娘对他黑脸的时候，当即有些讪讪的缩了缩脖子，不情不愿地端着木盆朝着河边走去。第4章，故意激怒。晚饭也不是苏玉婉做的，沈宁十指不沾阳春水，完全不会。沈婆子不得已，只能自己下厨，端了一份进屋给苏玉婉。厨艺太差劲，苏玉婉象征性的吃了2口就搁下了。天色彻底暗下来时，沈旭才在他娘的催促下推开了苏玉婉的房门。房内点着油灯，昏黄光线把这间苏玉婉曾与孩儿一同殒命的血腥屋子粉饰的温馨又和暖。灯下苏玉婉的容颜越发娇丽，她的长相在云溪村算是出挑的，今日只是稍稍打扮一下，便格外明艳动人。沈旭望着她，神色有些怔怔的。虽然在沈家当了多年的童养媳，但这些年为了银子一直在外奔波，常常早出晚归。沈旭更是一门心思放在书本上，到了现学以后，只有休假才会回来。他和苏玉婉算得上真正的聚少离多。印象中那个瘦瘦小小的女孩，仿佛一晃眼就长成了眼前亭亭玉立的模样。他对苏玉婉谈不上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更多的是习惯。他习惯了一回到家就有人端饭泡茶倒洗脚水，习惯了他什么都提前为他收拾打点好，不用他再费心，更习惯了他每个月如数上交银子，让他手头宽泛，不至于在书院里抬不起头。只是想到银子来源，沈旭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头。他走过去，坐在苏玉婉旁边，跟他说：等我明年春闱高中，你就把手上的生意都断了。他不想让同僚知道自己家中有个做小商小贩的妻子，那会让他脸上无光。苏玉婉闻言，心中冷笑连连。沈旭上辈子说过同样的话，只是他瞎了眼蒙了心，听不出里头的深意，只当沈旭是怜惜他成日里出去抛头露面，打算在高中之后接他去京城享清福。甚至他偶尔走或经过县城，想去书院看看沈旭，都被他给勒令禁止了。苏玉婉本以为是自己去找他会影响他读书，如今想来，哪是影响他读书，分明是影响他名声。他从不对外承认自己有个童养媳的妻子，更不会让人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低人一等的小商小贩。收回思绪，苏玉婉笑着点头应下：好啊，一切都听相公的。沈旭正要松口气，听到他话锋一转：只是我手头上的货积压了不少，要想彻底抽手转出去，还得花不少银两。他叹息着，一副不忍心麻烦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他的纠结模样。相公前不久高中解元，公家赏了100两银子，你能不能匀一部分给我？否则没钱善后，我怕扯皮惹上官司，到时候会坏了相公的名声。沈旭一听要花银子，顿时有些后悔自己嘴多，本不该在这节骨眼上提出来的。毕竟到明年春闱还有半年的时间，他自己还有的是花钱的地方。可话都已经放出来了，
又抹不开面再收回去，只得顺着往下问要多少钱。50两，50两。沈旭深吸了口气。苏玉婉说：“我跟人签了长期契约的，一旦违约要赔银子。当然了，如果相公觉得不方便，那我继续做就是，3年的契约也不算长，一晃眼就过去了。3年？”沈旭只要一想到自己都高中了，他还要出去走街串巷，为了几个铜板跟人讨价还价，顿时觉得蚂蚁在身上爬，最终咬牙答应了。只是这钱本想着明儿一早再找相公要的，又怕相公觉得大清早的晦气，可你明早就要离家了。苏玉婉望着他，表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沈旭微微拧眉，说了句：“你等我一会儿。”便转身出了屋子。看着他的背影，苏玉婉勾了勾嘴角。沈旭自诩读书人，心里很是看不上他做这些小生意，这么多年从没有问过他关于生意的事，自然也不知道他说的契约是真是假。堂屋里，沈婆子和沈宁还没睡。沈宁晚饭前洗了一堆衣裳，10个手指头都泡白了，正在跟他娘嘟囔抱怨。见到沈旭进来，他的抱怨声戛然而止。沈婆子一脸纳闷：“旭哥，你怎么跑出来了？”沈旭想了又想，还是开口：“娘，之前我给你的那50两银子，你先拿出来给我。”好端端的，要银子做什么？沈宁一脸不乐意。那些钱明明说好了给他攒嫁妆的，大哥将来当了京官，他就是官老爷的妹妹了，嫁妆可不能太寒酸。沈旭不好说，他想让苏玉婉停了手上的生意，含糊道：“玉婉那边生意上出了些问题，急需用钱。”凭什么？沈宁拍桌而起，怒瞪着眼。沈婆子也皱起眉来：“出什么问题了？要50两这么多银子，先前也没听玉婉提起过呀。”儿子说的含糊，他这个做娘的可不能含糊。白日里给苏玉婉缝制嫁衣时也没听说这事，怎么偏偏这会子说急需用钱，还一张口就要50两？知道自家娘有顾虑，沈旭抿了抿唇，说道：“总之您先拿出来，以后有钱了我再还给您。”还未等沈婆子开口，沈宁就疼得站起身来，一口回绝：“不行，大哥，你难道忘了这50两银子你说过留给我做嫁妆的吗？”沈旭瞧他一副着急的模样，笑道：“大哥没忘，你放心，以后大哥会再给你备一份更丰厚的嫁妆。可是我都已经16了，村子上像我这般年纪的都已经嫁人了。”沈宁气急又委屈，沈旭只好安慰他：“眼下你大嫂的生意急需用钱，你要体谅一下。”沈宁一听怒了：“大哥的意思是苏玉婉的生意重要，你妹妹我的婚姻大事就不重要吗？”这沈旭一时哑口无言。宁姐儿，今儿是你大哥大婚的日子，你这么大声吵嚷像什么话？沈婆子睨了沈宁一眼，而后看向沈旭说道：“这也不怪宁姐儿如此激动，她也到了一婚的年纪，若是没有一份好嫁妆，哪里能挑到好人家？”沈旭面露为难：“可我已经答应玉婉了。”“你答应了，我可没答应。”沈宁说完就出了堂屋，怒气冲冲地朝东屋走去。沈婆子头疼不已，生怕他一时冲动闹起来，忙叫沈旭跟去看看。第5章，差点烧了房子。东屋，苏玉婉静坐在炕床边，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沈宁怒气腾腾地走了进来。“苏玉婉，你这个贱人，明知那50两银子是我的嫁妆，还向大哥开口要，你安的什么心？”苏玉婉面无波澜，好似对沈宁会冲进来质问早有预料一般。这些年家里的银子都仅供着沈旭读书，以至于沈宁的婚事一拖再拖，如今就指着这50两能挑门好亲事，若是50两没了，以他那蛮横的性子，指定是要闹翻天的。苏玉婉之所以顺势向沈旭开口要那50两，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沈宁闹起来。他悠悠站起身来，平静的眼眸凝视着沈宁：“今儿什么日子，宁姐儿不知道吗？一进门就这般破口大骂，未免太没教养。”“你！”沈宁怒火中烧，扬起手就要朝苏玉婉脸上扇去。“宁儿！”恰巧这时沈旭走了进来，制止了他：“你这是要干什么？”“大哥，我……”沈宁讪讪缩回手，狠狠瞪了苏玉婉一眼：“我只是想警告他，甭想打我嫁妆的主意。”苏玉婉唇角微翘，笑道：“若我没记错的话，这50两银子是公家赏赐给相公的，如何支配应该是相公说了算。”此话一出，沈宁直接暴怒，指着苏玉婉就骂：“苏玉婉，你算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你不过是个低贱的童养媳，别以为嫁给大哥就能翻身做主人，低贱就是低贱，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啪！沈宁话才刚落，脸上就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吃痛的捂着被扇红的脸，不可思议地瞪着苏玉婉：“你竟敢打我！”一旁的沈旭也十分震惊地看着他，印象里苏玉婉性子最是柔弱温婉，此刻却完全像是变了个人，尤其那双眸子似乎多了几分凌厉。苏玉婉直视着沈宁，义正言辞说道：“长嫂如母，我身为你的大嫂，有义务替娘管教你。你如此肆意妄为，不敬长嫂，若是传出去，旁人只会觉得沈家教养子女不当，届时不仅娘会受人非议，
就连你大哥的名声也会跟着受损。听到这话，沈旭看向他的目光有了些许变化，他竟是这样为他着想。沈宁却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他愤恨地扬起手想要打回去，却被沈旭拦住了。沈宁红着眼，恼怒地看着他：大哥，我可是你亲妹妹啊，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被他打吗？从小到大，爹娘都没打过我，他凭打我？沈宁泣不成声，哭嚷着要讨个公道。沈旭虽一向疼爱沈宁，但苏玉婉毕竟是为了维护他的名声才动的手，便只好安慰沈宁：好了，别哭了，这是你爷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改日大哥给你带最爱吃的芙蓉糕，这事就算过了。不行！沈宁顶着红肿的半边脸，依依不饶道：他打了我，我凭什么就这么算了？大哥，你难道要偏帮着这个贱人来一起欺负你妹妹吗？沈旭被他吵得头疼，神色有些不悦的道：你闹够了没有？沈宁一愣，这还是第一次大哥对他说重话，都是因为苏玉婉。他气得浑身发抖，怨恨的目光扫向苏玉婉，积攒了一天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苏玉婉，你这个贱人！他气红了眼，顺手从一旁的桌子上抄起一个杯子，不管不顾就朝苏玉婉砸了过去。谁料杯子没砸到苏玉婉，反倒是砸到了炕桌上的油灯，咣当一声，油灯被打翻在床褥上，顺着灯油，火光瞬间蔓延开来。沈宁反应过来的时候，炕床上已经火光四起，他吓得愣在原地。苏玉婉则微微蹙眉，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他的预料，但总算是破坏了洞房。不好，快到外头去！沈旭连忙拉过惊慌失措的沈宁，紧接着另一只手朝苏玉婉伸了过来。苏玉婉不动声色地别过身子，抬脚出了门。在堂屋听到动静的沈婆子匆匆忙忙跑了过来，见沈宁和苏玉婉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站在院子里，她急忙探头往屋里头看去，里头沈旭已经将火及时浇灭了，除了炕床上被烧得一片焦黑，其他地方倒还好没烧到。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沈婆子心惊不已，扭头问一旁站着的苏玉婉。苏玉婉却是看了沈宁一眼后垂眸不语。沈婆子眉心一跳，绷着脸看向沈宁：宁姐儿，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宁被那突然窜起来的火吓得不轻，这会儿正哆嗦着身子，说话也不利索。我不是故意的。沈婆子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怒斥了她一句：你简直是胡闹！沈宁咬着唇，委屈落泪，她只是想教训一下苏玉婉，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都怪苏玉婉。沈旭出来后，沈婆子拉着他上下查看一番后，确定安然无恙，才松了口气，这才扭头询问苏玉婉：玉婉，你没事吧？可伤着哪里没有？苏玉婉故作害怕的瑟缩了一下身子：我没事，所幸相公及时扑灭了火，否则一旦火势扩散开来，只怕整个沈家都要遭殃。听到这话，沈婆子又回头狠狠剜了沈宁一眼：大喜的日子你想干什么？沈宁悻悻地看了沈婆子一眼，再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沈婆子知道他为了那50两银子的事心里不痛快，却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胡闹，直接把旭根的洞房花烛夜都给毁了。这下他想抱孙子的心愿更是遥遥无期了。且瞧这情形，东屋今晚是不能住了，家里又没有多余的房间，如何安顿他俩还是个问题。沈婆子正苦恼着，苏玉婉主动提出，不如就在他原来住的屋子将就一晚。那屋子就挨着东屋，原来是堆放杂物的。苏玉婉来到沈家后，沈婆子便将杂物腾出去，简单收拾后放了张木床给他做房间。房间十分逼仄不说，里头的床也只勉强够容纳一人的。沈旭自然也知道这点，便说：儿子去书房睡就成。沈婆子皱着眉，深深叹了一口气，也只能这样了。他看向沈旭：今晚就委屈一晚，明儿娘就把东屋收拾干净。沈旭点头：夜深了，娘也早些歇息吧。沈婆子这才拉着沈宁各自回了屋。苏玉婉也困了，转身便要回自己屋，却被沈旭叫住了：玉婉，今夜委屈你了。他有些歉意地看着他。苏玉婉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便扭头回了屋。第6章忍气吞声。隔天辰时已过了大半，苏玉婉还不见起，沈婆子又只得自己去厨房做早饭。沈宁睡眼惺忪地走到厨房门口，见又是自家娘在做饭，问道：娘，怎么又是您做饭？苏玉婉呢？还没起。沈婆子往灶堂里添了一根柴，头也没抬地道。沈宁一听顿时不悦了，这都什么时辰了还没起，才成亲就睡懒觉，他也太不像话了吧，娘您就不该纵容他，应该把他揪起来好好立立规矩。沈婆子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要不是你昨晚闹那一出，我何至于要忍这口气？闻言，沈宁撇撇嘴，火又没烧到他，分明就是在躲懒。行了，还嫌昨天惹的祸不够大吗？该干嘛干嘛去。抱孙子的愿望落了空，沈婆子对沈宁也没有好脸色。沈宁气哼哼地转身出去了。早饭做好后，沈婆子来到院子，
瞥眼瞧见沈旭从书房出来，他对儿子扯出一脸笑容：“早饭已经做好了，快去洗漱吧。”沈旭点点头，洗漱完进了堂屋。沈宁见到他，神色有些讪讪的道：“大哥，昨晚的事对不起。”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家大哥，生怕他真的生了他的气。沈旭看了他一眼，淡淡说了句：“坐下吃吧，往后不可再这般胡闹了。”沈宁一喜，他就知道大哥还是疼他的，便又像往常那般露出了笑容：“宁儿知道了。”看着兄妹俩谈笑如常，沈婆子一脸的欣慰。沈旭端起碗，想起一早上都没见到苏玉婉，便随口问了句：“怎么不见玉婉？”沈婆子接过话：“她还没起。”沈旭微微凝眉，略思索了片刻后起身说道：“我去看看，坐下吃你的。”沈婆子叫住了他：“他醒了自然会出来吃，你一会儿还得去书院，可别耽搁了。”沈旭也没多想，便又坐了下来。吃过早饭后，沈婆子给沈旭收拾好了行囊，又拉着他叮嘱了好一番：“旭哥儿，去了书院后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还有，现学路远，你到镇上雇一辆马车坐着去，别舍不得钱累着自个儿。儿子知道，娘别担心。”沈旭一一应着。这时苏玉婉才慢悠悠从屋里出来：“娘，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起晚了。”她走过来，略带歉意地道。沈婆子强压下心底的不满，挤出一丝笑：“不打紧。”一旁的沈宁看不过眼，嗤笑一声道：“这放眼整个云溪村，就没见过谁家新媳妇睡到日晒三竿了才起来的，真不知道咱们家是娶了个媳妇儿，还是娶了个祖宗。”苏玉婉笑着看向他，本该是要早起的，只是夜里睡得不大好，浑身酸痛无力，许是被昨晚那场火惊到了。你……沈宁被他的话噎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沈婆子将沈宁拉到一旁，换上一副关切的面容，对苏玉婉道：“不舒服你就去歇着，身子要紧。”苏玉婉淡笑：“相公要出门，我就是再不舒服也得起来相送。”随即走到沈旭跟前，冲他淡淡说了句：“相公此行一路小心。”就再没别的话。沈旭微微拧眉，以往他要出门，苏玉婉都会细细叮嘱一番，今日却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他不由多看了他两眼，他还是那副娴静淡然的模样，只是那双眼似乎多了几分沉稳与不同。苏玉婉淡笑着望向他：“相公，怎么了吗？”回过神，沈旭压下思绪，对苏玉婉交代了一句：“玉婉，我走后就劳你照顾娘和宁儿了。宁儿她性子骄纵了些，你做嫂子的多担待担待。相公这是哪里话？有娘当家做主，我相信宁姐儿绝不会再做出像昨晚那样冲动的事。您说是吧，娘？”苏玉婉笑着看向沈婆子，沈宁早已气得咬牙切齿，沈婆子也不自然地笑了笑：“这是自然的。”沈旭这才安心出了门，一直目送着他出了村子，沈婆子这才扭头回了院里。苏玉婉难得睡了个好觉，精神不错，去了厨房给自己盛了碗白粥，拿了个馒头。转身之际，却被沈宁堵在厨房门口。沈宁背靠门框，斜视着苏玉婉，冷哼道：“做媳妇的大早上睡懒床，起床就吃现成的，真是不要脸。”苏玉婉看着他，要说吃现成，放眼这些年，一日三餐，哪一顿不是我做的？我要是你，都没脸说这话。你……沈宁再一次吃瘪，气得直瞪眼。苏玉婉直接无视他，抬脚跨出了厨房。“你这是怎么了？”沈婆子进来，见到沈宁一脸火气站在厨房门口，上前问他怎么回事。沈宁切齿道：“还能怎么回事？都是苏玉婉那个贱人，自从嫁给大哥后，越发变得猖狂起来了，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听到又是和苏玉婉闹不痛快，沈婆子没来由的烦躁起来。沈宁继续愤愤不平道：“您瞧他，这才刚成亲就如此目中无人，往后还得了，娘您可不能坐视不理。”沈婆子听后无奈的道：“我能如何？你爹生前硬把她买回来给你大哥做媳妇儿，如若不然，以你大哥的才学与样貌，就是娶那知县家的千金也是绰绰有余的，就不能休了她吗？”沈宁试探问道。沈婆子睨了他一眼：“你说的轻巧，苏玉婉是沈家童养媳这一点，整个云溪村无人不知。休了她，你大哥就要背上抛弃糟糠之妻的骂名，不仅要受人指点，对他的仕途也会有影响。”沈宁窝火的道：“当真是个狗皮膏药，无法甩脱了。”沈婆子叹了口气，一开始她也是十分不愿让苏玉婉做沈家媳妇的，毕竟苏玉婉是从人牙子手里买来的，实在配不上旭哥。沈老爹死后，沈家一夜间失去了顶梁柱，一度连温饱都成问题，更别提还要供养沈旭读书。这时候苏玉婉拿出了10两银子，解决了沈家面临的困境。一问才知道，那10两银子都是他平日里倒卖山货和绣品攒下来的。看在他能挣钱养家的份上，沈婆子这才勉强同意留下他。第7章找茬。苏玉婉慢悠悠吃着早饭，上辈子为了多挣些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一家人忙活早饭，自己只带着2个馒头出门。挨饿是常有的事，他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这样好好吃过一顿热乎早饭了。
老天垂怜，让他得以重生，他绝不会再委屈自己。一边吃一边梳理着上一世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来算，还有半年沈旭就会高中状元。不出意外的话，届时他会和前世一样，在高中当日被绑下捉婿，接着就会寄回修书来。他是很小的时候被沈家从人牙子手里买回来做童养媳的，不记得父母亲人，没有宗亲可依，离开沈家得靠自己过活。所以在这之前，他必须做好离开后的万全准备。这些年他挣的钱都供养沈旭贴补沈家了，合离之前无论如何也得要让沈家人把他的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吃完早饭，苏玉婉回了自己屋。沈宁见他关上了房门，才走到堂屋门口，看到一桌子没收拾的碗筷，他顿时火上心头，叫来了沈婆子：“娘，您瞧瞧，这苏玉婉吃完饭拍拍手就走，连碗筷也不收拾，这像话吗？”沈婆子朝里头瞅了一眼，脸色也不太好看，但还是说：“算了，他不是说了身体不适吗？他说不舒服，您就信啊？”沈宁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苏玉婉，谁家做媳妇的还没有个不舒服的时候，却也照样伺候公婆，洗衣做饭，怎么到他这里就这样金贵，一点事都做不了了？娘，您要是再不拿出点做婆母的威严来，今日他敢装病躲懒，明日他就敢踩在您头上作威作福了。听了沈宁的话，沈婆子眸光深了几分。沈宁又继续说：“再说了，他是咱们家从人牙子手里买来的，又不是三媒六聘娶进门的，他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沈婆子越听越觉得是这个理，思忖后转身往苏玉婉的屋走去。沈宁得意一笑，连忙跟了上去。屋里，苏玉婉刚换了身衣裳，就听见房门被敲得砰砰作响。她打开门，见沈婆子正冷着脸站在门口，身后沈宁正一脸看好戏的模样看着她。苏玉婉微微皱眉，问道：“你有什么事儿吗？”沈婆子还未张口，沈宁便阴阳怪气的抢先说：“我说大嫂，大哥这都还没考上状元当上官，你怎么就先享上福了？”苏玉婉故作听不懂的样子：“享福？可不是享福嘛，早上赖床不起，让娘做早饭就算了，吃完拍拍手就下桌，也不收拾刷洗碗筷，哪有一点做儿媳妇的样子？”沈宁说着，脸露出得意之色。昨日苏玉婉就以新婚为由，将一堆的活儿都丢给他，又以大哥的名声为借口打了他一巴掌。今儿不给这个贱人一点教训，实在难解他心头之恨。苏玉婉又岂不知沈宁想找茬的心思，不疾不徐道：“宁姐儿说这话可真是好没良心。这些年我挣钱养家，供养你大哥读书，没一日清闲。不过就是今日没干活，便说我享福。要照这么说的话，这个家里最享福之人，要非宁姐儿你莫属了。从小到大，宁姐儿这双手除了端碗吃饭，可是一点活都没沾过。”沈宁气急了，怒声道：“苏玉婉，你少在这强词夺理！我是娘的亲闺女，娘心疼我，不用我做事有什么不对？你是沈家买来的童养媳，这些本就是你应该做的。”宁姐儿。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沈婆子朝沈宁递了个眼色，示意她闭嘴，又看向苏玉婉，绷着脸道：“玉婉，宁姐儿话虽说的不好听，但有一点没说错，你如今是沈家正经的媳妇儿了，相夫教子，操持家务，那都是你做儿媳妇应该尽的本分。”苏玉婉心下冷笑，上辈子她为报答沈家的救命之恩，勤勤恳恳的伺候一家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最后却落得那样一个凄惨的下场。重活一世，还想让她继续当牛做马伺候？休想！苏玉婉淡淡笑着，正因我如今是正经的沈家媳，更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挣钱的要紧事上。这2年买卖本就不好做，我若再将精力浪费在洗衣刷碗这些小事上，就更加挣不到钱了。咱们吃穿差些倒是没什么，可开年相公就要入京，面对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打点应付少不了银钱。娘你也不希望相公到了那繁华之都，却因为囊中羞涩，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吧？沈婆子一听，脸色变了变，细想过后，觉得苏玉婉说的倒也在理。京城那样富贵的地儿，没钱站不住脚跟。虽说此前公家赏了旭哥100两银子，但刨去给宁姐儿做嫁妆的50两，其他的给旭哥添置了些笔墨纸砚和书籍，又打点了书院的夫子和山长，手头上确实不剩什么钱了。开年入京的盘缠路费，还是得依靠苏玉婉。想到这些，沈婆子眼睛珠子一转，当即缓和了脸色：“玉婉，你说的也对，挣钱要紧，往后你就专心生意上的事，家里的活让宁姐儿去做就行了。”沈宁一听，顿时急了，没教训到苏玉婉不说，这些活还反倒落在了他头上。他恼恨地瞪了苏玉婉一眼，上前来拽着沈婆子的胳膊央求：“娘，我不想做那些粗活，要是把我的手伤了，我以后还怎么嫁人？我不要。她的手保养得这么好，要是被水泡粗了，往后还怎么挑选好亲事？只是洗衣刷碗这些轻活，伤不到手的。”沈婆子安慰他：“可是……”苏玉婉笑看着他：“宁姐儿这么不情愿，难道在乎自己的手大过你大哥的前途吗？”沈宁气得差点跳脚，恨不得上前撕烂他的嘴：“你胡说什么？当然是大哥的前途重要了。
既然如此，我正巧换下了一些衣裳，您姐儿一会儿便拿去洗了，记得要洗干净些。沈宁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行，我一定好好给你洗。第8章看铺子。母女俩走后，苏玉婉关上了门，桌上的笸箩里满满放着她之前收来的绣品，这些原本是要拿到镇上去卖钱的，她却只拿了个空包袱，再把枕头底下原本要留着给沈旭做衣裳的1两银子带上，出了门后往村口走去。村口老李叔正好赶着牛车要出村，苏玉婉出了2文钱的车费，坐上了牛车往镇上去。清水镇不算大，商铺却鳞次栉比，街道上人潮如流，小贩们的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一眼望去，货摊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沿街吆喝的小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看着他们便想起前世的自己。前世的自己也是这般，走街串巷，高声吆喝，只为能多赚些钱，让沈旭在书院过得舒服些。现在想想，真是不值。他沿街走着，经过一家药铺时，想起前世自己怀上孩子后，沈婆子为他请了一次大夫，大夫说他常年气血双亏的厉害，但沈婆子为了省钱，并没有给他抓药补身子。孩子月份越大，他身子就越虚，这才是导致他出现难产的根本原因。姑娘，您是看诊还是抓药啊？苏玉婉走进药铺，一个小药童忙上前来招呼。看诊。这一世他不会和沈旭圆房有孩子，但自己的身子也要调养好，才能徐徐图之。那您这边请。药童将他带到看诊区，坐诊的是一个发须花白的老郎中。苏玉婉坐下后，老郎中为他把了脉，又观看了一下他的面色，最后说道：依我看，姑娘你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气血亏虚。果然是这样。苏玉婉问：可有什么办法调理？老郎中笑着道：最简单的调理办法就是吃的营养一些，我再给你开几副补气血的药，你早晚兼着喝。多谢大夫。拿了药付了钱后，苏玉婉出了药铺，走到拐角处时，打眼间对面一家空铺子上挂着租赁的牌子，他顿足转而向对面走了过去。铺子门开着，从里头走出来一个穿绸缎衫、身形稍胖的妇人。苏玉婉笑着上前，开口问道：敢问您可是这店铺的东家？妇人打量了他一瞬，态度十分冷淡：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见您这铺子挂着租赁的牌子，想看看铺子。原来是想租铺子。妇人又上下扫视了他一圈，觉得面前这姑娘穿着实在寒酸，想来也是租不起的，便冷冷回了他一句：我这铺子租金可不便宜，请问您租金多少？按年租，1年10两银子。10两银子的年租确实很贵，换做以前，苏玉婉是绝对舍不得租的，现在他得为自己打算了。我能进去看看您这铺子吗？你要租吗？妇人觉得他租不起，并不想跟他多浪费时间。苏玉婉笑着说：我也得进去看看合不合适，才能决定租不租不是。妇人动了动嘴角，本想拒绝，转念一想，这铺子反正也空了这么久，给他看看也无妨，便说：那你进去看吧，给你一盏茶的时间。这妇人态度十分的差，苏玉婉行商这些年，这样的人见过不少，也就没往心里去。他走了进去，这店铺规格虽不是很大，却也算敞亮，整体装潢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许多地方都破旧了。让他惊喜的是，这间商铺居然还是店宅结合式，商铺后头还有一个小院子和2间厢房，前铺开门做生意，后院10多出来居住，这样的规格十分合他的意。苏玉婉出来后，妇人问他怎么样，要不要租？租。闻言，妇人一改先前的冷淡态度，立马带上笑脸：那成，10两银子准备好，我今儿就可以租给你。只是苏玉婉顿了顿，说道：我暂时还拿不出租金。啊？妇人脸上的笑又立刻褪去，不耐烦地道：你没租金，还浪费我这么长时间，赶紧走。妇人做事要赶他走，苏玉婉不疾不徐从身上掏出买完药还剩的500文钱，全部塞到他手里。您看能不能宽限几日？几日后我保证一定会带租金来。原本一脸凶煞的妇人顿时又变了张脸，她掂了掂手里的钱，还不少，语气这才稍微和软了一些。看在你这么机灵的份上，这铺子我就给你留几日，最迟3日。3日后，你若是还没租金，我就租给别人了。多谢东家，3日后我一定来。再三道谢后，苏玉婉转身离开。走在喧嚣的街上，苏玉婉思绪烦乱，她前些年挣的钱全都供养沈旭和贴补沈家用完了，身上再没多余的钱，这租金得想法子让沈家给他吐出来。玉肌养颜膏，美容养颜润气色。哎，看一看瞧一瞧嘞，祖传的玉肌养颜膏，独家秘方，美容养颜，用了包您年轻漂亮10岁。走至一处巷口时，苏玉婉被一位卖脂粉香膏的女人吸引住，她顿足站在货摊前看了好久。女人以为她是被自己的吆喝声所吸引，便更加卖力地推荐自己的货品。姑娘，你看看，这是我家祖传下来的玉肌养颜膏，美容养颜滋养肌肤，用了保准你容颜焕发，年轻10岁。
苏玉婉的视线落在女人手里的瓷盒子，玉肌养颜膏，还真是巧啊，全让她在这儿碰到了。这东西她前世见过，沈宁听信了商贩的话，花费30两银子买了3盒，每日擦脸确实变白变好看了。但3盒用完后，她的脸一夜之间长满了红疹子，严重到溃烂流脓。而这女人坑完人便跑了。姑娘，买1盒试试吧，独家秘方美容养颜。多少钱1盒？女人笑呵呵地道：10两银子1盒，绝对有效，没有效你随时来找我。苏玉婉稍稍靠近女人，挑眉问道：那若是用了之后起红疹子、烂脸，该去哪里找你？女人一听，脸上顿时慌了，她扫视了眼前女子一眼，实在想不起这女子何时买过她的养颜膏，明明她每卖1盒就换一处地方的。见形势不对，女人眼珠子一转，转身就想跑。罗三娘，你往哪儿跑？女人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色惊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第9章引鱼上钩。苏玉婉看着罗三娘，淡淡一笑：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住在水阳村，家里还有1双儿女，闺女吴珍珠，儿子吴贵宝。罗三娘一惊，面色惶恐又警惕地看着苏玉婉：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女人不仅知道她的名字，还连她儿女的名字都打听得这么清楚，究竟有何目的？苏玉婉看着她手上的玉肌养颜膏，轻斥：你卖这害人的东西，应该会想到有人找上门的一天吧？前世沈宁差点被这养颜膏害得毁容，他寻死觅活闹了一通，沈旭无奈只好到官府报案。因着沈旭的身份，衙门很快抓获了罗三娘。罗三娘原是松阳县石峰村人，前2年死了丈夫后被婆母赶出家门，带着2个孩子回了水阳村娘家，之后就一直靠行骗贩卖玉肌养颜膏养活1双儿女。衙门审判罗三娘期间，苏玉婉曾陪同沈宁一块去衙门指认，所以才会如此清楚罗三娘的信息。姑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这玉肌养颜膏可是100年的老品牌，用多种名贵药材所制而成，人人用了都说好，何来受害人一说？苏玉婉挑眉：除了名贵药材，你是不是忘了里头还有一种名为汞的成分？汞可是有毒的。罗三娘心头一惊，这女人怎么会知道她的养颜膏里含有汞的？这东西一般大夫可验不出来。你血口喷人，我卖的东西我还不清楚里头有什么成分吗？罗三娘咬死了不承认。苏玉婉，是不是血口喷人？去衙门让县老爷审一审便可分明。听到衙门2字，罗三娘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慌乱。若是真去了衙门，她可还有命出来？再三思忖后，她转而哀求道：别，姑娘，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一次吧，或者我把银子退给你。我就是个做小本买卖的，混口饭吃不容易。苏玉婉直视着她：我问你，你这东西一共卖了多少盒？3，就3盒。你没扯谎，真的就3盒，我没骗你。这东西我上个月才开始卖的，但由于卖的贵，没多少人上，没多少人买，而且清水镇我今儿是头一次来，先前都在别的镇上卖。罗三娘每卖1盒就换一处地方摆摊，就是怕有人用出问题后找上门。苏玉婉眸光微动，也就是说这一世她在沈宁之前先遇到了罗三娘。姑娘，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要养活。罗三娘一个劲儿的求饶。苏玉婉挑了挑眉：放不放过你是衙门说了算，但要不要告发你是我说了算。罗三娘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听得出苏玉婉这是要谈条件，便道：只要姑娘肯放过我这一次，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苏玉婉指了指一旁的巷子，示意她到无人的地方去谈。老实点，你也不希望你的儿女下半辈子只能在牢狱中探望你吧？这话一出，罗三娘即便是真有开溜的想法也不敢了。儿女就是她的命，苏玉婉此话无疑是掐住了她的命脉，便收了摊子，乖乖跟去了巷子。姑娘，现在可以说了吧？你有什么条件？苏玉婉见她已然被自己拿捏住，这才说道：很简单，只需要你配合我做一件事。罗三娘先是一愣，后连连点头：好，只要姑娘不告发我，我都照姑娘说的办。回到云溪村已是傍晚时分，进村前苏玉婉特地将罗三娘给的1盒玉肌养颜膏拿出来，涂了一些在脸上。这养颜膏虽说用多了会烂脸，但偶尔用一次还真能让肌肤变得莹润白皙。她将盒子收好后，若无其事地往村里走去，没有直接回沈家，而是绕到了村尾。哎，这不是玉婉妹子吗？坐在院门口遮豆角的刘家媳妇方秀娥猛然瞧见迎面来了的美人，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苏玉婉。是我，秀娥姐。苏玉婉停下来，笑着和她打招呼。方秀娥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惊讶出声：玉婉妹子，你咋突然变得这么漂亮了？这时沈宁正好串门回来，路过刘家，老远就看到苏玉婉和方秀娥聊得热火朝天，他顿时冷下了脸，暗骂了句晦气，继续朝前走。经过苏玉婉身旁时，不经意瞥到苏玉婉的脸，他顿时愣住。玉婉妹子，你快告诉我，
你是用了啥东西变得这么白这么漂亮的？俺也想变漂亮些。方秀娥一边夸赞苏玉婉的脸，一边面露羡慕。沈宁也纳闷苏玉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漂亮了，便故意放缓了脚步，竖直了耳朵偷听。秀娥姐，你快别打趣我了，我能用什么好东西？也就是今儿在镇上遇到了一个卖神仙膏的商人，说这神仙膏能让人变美，我便舔着脸问他要了一点试用，没想到效果如此神奇，还真把我变好看了。果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方秀娥听得一脸神往，那头的沈宁也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挪不动步子了。苏玉婉点头，可不是嘛，你瞧我这脸，只是试用而已，效果便如此明显。那商人说了，若是坚持使用的话，还会越来越漂亮。只可惜这神仙膏卖的极贵，得10两银子一盒，我是买不起了。方秀娥一惊，10两这么贵？苏玉婉叹了口气道，那位商人说了，这神仙膏是他家祖传秘方，原本只供西域皇室的娘娘们用的，若不是西域发生战乱，他祖上逃到了大景朝，这东西10两银子还买不到。原来如此，方秀娥恍然地道，怪不得总听人们说西域遍地是美人，原来就是用了这神仙膏的缘故。沈宁听着越发好奇了，这神仙膏真有这么神奇吗？瞧我光顾着说话了，宁姐儿，你啥时候来的？苏玉婉撇头，发现沈宁就站在不远处。被发现偷听的沈宁有些窘迫地转过身来，同时他又再次看清了苏玉婉的脸，果真是比原来漂亮不少。沈宁心里莫名的不爽，不想搭理苏玉婉，径直走了。方秀娥吃道，这沈宁可真是任性，你这大嫂与他说话也不搭理。苏玉婉淡笑不语，搭不搭理他不要紧，只要鱼儿上钩就好。第10章鱼儿上钩。回到沈家，天已经渐黑，东屋烧黑的墙面，沈婆子已经重新粉刷了一遍，炕床上也重新放了2床新被子。苏玉婉便又搬回了东屋。晚饭十分简单，一锅糙米粥，一碟清炒山笋和几个粗面馒头。沈宁心里惦记着神仙膏的事，吃饭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的。沈婆子一边吃着饭一边叹气，哎，旭哥一走，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也不知道他在书院过得好不好，能不能照顾好自个儿。娘，相公这么大的人了，会照顾好自个儿的。苏玉婉适时的安慰了一句，娘要是实在放心不下，我明儿正好要去县里买丝线，不如我替你去看看相公。沈婆子双眼一亮，也好，上回我给他那的鞋底今早忘了让他带上，你明儿带去给他，还有这眼看天气就要转凉了，也给他多带2件衣裳。我也一块儿去。沈宁冷不丁来了一句。沈婆子皱眉问他，你去干啥？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呀。说完，沈宁看向苏玉婉，大嫂，你明儿几时出发？苏玉婉淡淡挑眉，卯时。好。待苏玉婉吃完离开堂屋后，沈宁才对沈婆子道，娘，你从我嫁妆里拿20两银子给我。沈婆子愣了一愣，问他，你突然要20两银子做什么？沈宁想了想，说道，我想给自己添置些脂粉首饰啥的。那也用不着20两啊，顶多2两就够了。哎呀娘，2两银子买的脂粉首饰能好吗？我如今都到了一婚的年纪，不好好打扮一下自己，怎么能寻到好亲事？虽是搪塞的话，却也是沈宁的心里话。她一心想嫁到富贵人家，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奈何自己没有生的一张倾城貌，她不得不为自己谋划。要是那神仙膏真能让她变漂亮，那嫁入高门也就指日可待了。沈婆子拗不过，便回屋拿了20两给她，并再三叮嘱，除了买脂粉首饰，别的你可不能乱花。沈宁笑嘻嘻点头，知道了娘。隔日，沈宁早早的就起了。苏玉婉将沈婆子要捎带的东西都装在包袱里，吃过早饭就和沈宁2人坐上了老李叔的牛车去往县里。除了他俩，牛车上还坐着一个衣着破旧的妇人，妇人名叫金翠兰，此行是要去镇上采买。金翠兰见到2人，笑眯眯的搭话，这是沈家娘子和沈宁妹子吧？这要巧，你们也去镇上采买吗？沈宁神情倨傲的看了他一眼，便将头撇到一边。自从他大哥中解元后，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攀关系，看着多烦。见状，金翠兰脸上的笑变得有些僵硬。哦，是去县里给我家相公送些衣物。苏玉婉笑着接话，缓解了金翠兰的尴尬。金翠兰微笑道，还是沈家娘子好脾性，沈介元有你这样的妻子，真是好福气。苏玉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嫂子说笑了。这有句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自从你家相公中解元后，我瞧着玉婉妹子也是越来越漂亮了，这要是再稍加打扮，恐怕连那镇上的富家千金也要逊色3分呢。沈宁在一旁听着，满脸的鄙夷与不屑，一个童养媳而已，别人拍2句马屁，还真以为自己能跟千金小姐比吗？真是可笑。金翠兰无视他，继续和苏玉婉说着恭维的话。沈宁不屑地哼了哼，等她变漂亮了，这些人想恭维她还没这个机会。牛车一路摇摇晃晃，到镇子口时，金翠兰下了车。老李叔一挥牛鞭，往县城的方向赶。哎，等等，我也在镇上下车。沈宁叫住了老李叔。苏玉婉问他，
你不是要去县城看你大哥吗？沈宁支支吾吾道：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下次再去看他。那行，你事办完了早些回去。苏玉婉故作关心的叮嘱道：不用你管。沈宁丝毫不领情，冷冷回了一句，就转身走了。苏玉婉唇角勾起一抹冷笑：老李说去县城吧。好嘞。牛车一路驶到了县城，苏玉婉来到文轩书院，只是托门房小厮帮忙把包袱送进去给沈旭。玉婉，他转身正要走时，沈旭正好从书院出来。小厮见他来，便顺手把东西交给了他。这会子是课间时间，有不少学生的目光都朝这边投了过来。苏玉婉知道沈旭很不想让同窗知道他这个童养媳的存在，要不是为了隐于上钩，他也不想跑这一趟。这会儿东西送到，他也不想多待，便离开了。不料沈旭却追了上来：玉婉，你等等！苏玉婉皱眉，停下了步子。沈旭走到他面前，待看清他的脸时，忽是一怔。见惯了他素面朝天的淡颜，这样薄施脂粉的他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很美。他低低说着，脸颊不自觉染上一层薄薄红晕。苏玉婉面上始终淡淡的回了句：我还有事，先走了。就朝前走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沈旭心底莫名的升起一丝落寞，站了很久，直到有人叫他才回了书院。苏玉婉又坐着老李叔的牛车回到了镇上，下车后直接去了西街尾巷。巷子里正站着一个穿青衫的年轻妇人，此人正是罗三娘。罗三娘见到他，露出一脸笑意：姑娘，你可算来了。如此守时，苏玉婉倒是挺意外。怎么样，是成了吗？成了，成了。罗三娘从怀里掏出20两雪花纹银，笑道：整整20两，1分不少。苏玉婉接过银子，看了他一眼：你没暴露自己吧？姑娘放心，我蒙了面纱，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办得不错。罗三娘顺势道：那姑娘说好的，不会去告我。苏玉婉笑了笑：我既答应了你，就不会食言，但你也别侥幸，若是再卖那东西，即便我放过你，别人也不会放过你。罗三娘连连点头：姑娘放心，我绝不会再卖了。第11章调理身子。苏玉婉回到沈家的时候，沈宁早已经回来了，这会儿正躲在屋里试用她花重金买来的神仙膏。沈婆子刚在河边洗完衣裳回来，一进院子就把盆子往地上重重一放，脸色不太好看。晚间吃饭时，沈宁见自家娘一脸郁色，便问她：娘，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脸色这么难看。说起这事，沈婆子就一肚子的火，还不是村上那王婆子，昨儿她家儿媳妇才生了的小子，今儿在河边洗衣服时就显摆个没完。显摆就显摆吧，她还故意问我啥时候抱孙子，这不成心来恶心我吗？王婆子的儿子王生与沈旭曾是3年同窗，两人又是同一届中的秀才，村上人难免会将两家放在一块比较。后来相识，沈旭中了解元，王胜却不幸落榜。如此大的差距，使得王家同沈家再没有任何可比性。一向争强好胜的王婆子也暗戳戳记恨上了沈家。她如今抢在沈婆子前头抱上了孙子，自然是要在沈婆子面前显摆显摆，好扳回一局的。听到侍卫这时闹不痛快，沈宁劝慰他道：娘，您同他置什么气？大哥要是中了状元，便能直接封官，他家王胜不过是一个穷酸秀才，能和大哥比吗？这话沈婆子听着舒心不少。如今在这村里，谁见了他不得恭维几句，还不是因为旭哥比那王家小子有本事？他王婆子再怎么显摆孙子，儿子也只能在镇上做个教书先生，能有什么前途？但话又说回来，旭哥如今都中解元了，小两口却还没圆房，叫他心里怎能不急？便将目光放到苏玉婉身上：玉婉，你也得上心，等旭哥下次休沐回来，抓紧和他把房圆了，好让娘早日抱上孙子。苏玉婉笑笑：娘，不是我不上心，若是新婚夜没出那样的事，我同相公也早就圆房了。听到这话，沈宁面上一虚，撇开了头。沈婆子不自然地笑道：娘知道，上次的事儿不怪你，宁姐儿一时冲动坏了事，娘也说过她了。如今东屋我都给你拾掇干净了，就等你怀上沈家的孩子，娘也好灭灭那王婆子的威风。哎，苏玉婉叹了一口气：我如何不想早日怀上沈家骨肉给娘长脸，可即便是圆房了，我也未必就能让娘如愿。沈婆子一怔，这是什么话？苏玉婉面露愧疚地说：前些日子我去看了下大夫，大夫说我身子太虚，想要怀上孩子恐怕没那么容易。他来沈家后，每日都有干不完的活，可谓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家里的肉和鸡蛋也没他的份，如此日复一日，身子不虚才怪。怀不上孩子怎么行？你嫁给旭哥，首要任务就是要给沈家延续香火。沈婆子一本严肃地道：身子虚，买些药调理一下不就行了？苏玉婉为难地道：大夫也说要好好调理，可这调理身子的药材实在太贵了，这些年我挣的钱都交给娘了，身上实在是没钱。话说到这里，沈婆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就是想问他要钱吗？便问他要多少钱。苏玉婉10两银子。10两？沈婆子差点没两眼一翻撅过去。一旁的沈宁也瞪大了双眼，10两？你当自己是什么千金之躯啊？调养身子要花这么多银子？缓过气后，沈婆子也问他，你看的什么大夫？不会被骗了吧？只是调理身子，怎么要这么多银子？苏玉婉道，大夫说了，我常年气血双亏，得抓些滋补的药材，按疗程调养，故此药钱要贵些。您放心吧，我去的是县里最大最有名的保和堂，里头坐诊的黄大夫祖上在京城任职过御医，还曾得皇上亲赐妙手回春的匾额，绝对诚信可靠。保和堂里的黄大夫是人人皆知的名医，沈婆子也听说过。他还听说黄大夫给人看诊诊金可不便宜，去那儿看病的人都是非富即贵，难怪要10两银子。这个苏玉婉放着镇上便宜的药铺不去，偏跑到保和堂去看诊，真是长本事了。沈婆子气得不轻，胸口剧烈起伏着。沈宁斥责苏玉婉不懂事，只是调养身子而已，非得用那么贵的药干啥？苏玉婉看着沈宁，大夫说了，我这身子虚得很，要是不用好一点的药材，很难调理好，调理不好就难以怀孕。难道您姐儿不希望我早日怀上你大哥的孩子吗？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沈宁瞪着他，不是就好。苏玉婉又笑着看向沈婆子，娘，我这也是想尽快把身子养好，好早日怀上孩子，让您高兴高兴。再说了，娘不是一直盼着抱孙子吗？为亲孙子花这10两银子，想必您不会不舍得的吧？沈婆子嘴角狠狠抽了一抽，一口银牙咬得咯咯作响。苏玉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她要是不拿银子，就是舍不得为孙子花这个钱。可10两银子，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沈婆子想张口说什么，又听苏玉婉说道，当然了，如果娘舍不得银子的话，我也不想令您为难，大不了怀孩子的事就先放一放，过几年再说。这话听得沈婆子又是一阵气血上涌。旭哥都20岁了，和他同龄的男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要是苏玉婉肚子一直没动静，别人该怎么看沈家？她在王婆子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最后，沈婆子狠狠一咬牙，应了，回了自己屋一趟，拿来了10两银子。她心里疼得如滴血，但为了孙子，花了就花了吧，反正往后苏玉婉挣的钱也是要交给她的，也只有如此安慰自己，心头才稍微好受一些。苏玉婉笑着接过银子，说了声多谢娘，就回了东屋。她离开后，沈宁气得直咬牙，这个苏玉婉不过是调养身子而已，竟如此狮子大张口，娘您也真是，怎么就答应她了？沈婆子脸色铁青，我不答应还能如何？难不成不要孙子了？沈宁撇撇嘴，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觉得10两就这么给苏玉婉，未免太便宜她了。行了，又不是用你的嫁妆钱，你心疼个什么劲？沈婆子也没心思吃了，起身回了屋。第12章病倒。加上沈婆子这10两，总的30两银子到手，苏玉婉隔天就去了镇上，把铺子租了下来。胖妇人看着手里的10两银子，对苏玉婉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先前那副看不起人的嘴脸也变得和善了起来，全程笑眯眯地指导苏玉婉在租契文书上签字按押。好嘞，租契已签，恭喜了，往后苏姑娘就这铺子的掌柜了，我就住在南街头的青花巷里，往后苏姑娘有什么事都可以到那里来找我。多谢东家。哎，往后叫我孙二姐就成。孙二姐将2把钥匙交给苏玉婉，苏玉婉又向她打听了这镇上修葺铺面的匠人，孙二姐将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了她。之后孙二姐离去，苏玉婉用钥匙打开了铺子，进去后站在属于自己的铺子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租铺子用了10两银子，手上还剩20两，她得好好规划一下如何利用这20两来翻新一下铺面。现在的铺面虽也勉强能用，但太过破旧了些，开门做生意，门面对客人的印象十分重要，这一点不可小觑。孙二娘提供了一家可以承包铺面修葺的木匠馆，苏玉婉按地址找了过去。木匠馆刘掌柜是个发须花白的老头，人十分热情和善，听说苏玉婉要修葺铺面，立刻将他请到中堂，并端上了热茶。苏玉婉开门见山问道，掌柜的，听说您这儿承包铺面修葺，我想问一问，铺面整体修葺的话大概要多少钱？刘掌柜摸了摸花白的胡须，笑道，若是没有材质与风格要求的话，最低40两就可以。闻言，苏玉婉深吸了口气，最低都要40两银子，他手上只剩20两，远远不够的。但铺子都租了，不修葺的话，何时才能开业？苏玉婉又与刘掌柜谈了一下，得知铺面整体修葺的话，大约需要2个月左右的工期，需要请到2、3个木匠和漆匠。动工前需要先交一部分定金，修葺完后一块结算工钱。也就是说，苏玉婉可以先请人修葺，在这2个月里准备好工钱就行了。成，那就先动工。按照掌柜的要求，苏玉婉先交了15两银子的定金。掌柜接过钱，笑呵呵道，好嘞，姑娘真是个爽快人，
我这儿给您开个单据，明儿就能动工。休憩的事敲定后，苏玉婉便要想办法筹到剩下的工钱。这个钱还是得让沈家吐出来。一晃1个月过去，不知不觉空气中添了丝丝凉意。连续喝了1个月的药，苏玉婉的气色看起来比以往好了很多，肤色也从以往的蜡黄暗淡变得白净通透起来。起床后，她简单拾掇了一番，出了屋，准备去镇上。走到院门口，沈宁拦住了她：“大嫂，你没看娘都病倒了吗？你怎么还要出门？”上回苏玉婉以调理身子为由，让沈婆子一下掏了10两银子出来，可让沈婆子难过了好长时间，这2日竟病倒了。这一病，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就全落在了沈宁身上。沈宁一向懒惰惯了，平日沈婆子让她做点活都抱怨个没完，这下子饭要她做，衣服要她洗，还要挑水劈柴，她哪受得了？娘都病了2日了，你除了送过1次水，就再没关心伺候过，这传出去像话吗？苏玉婉反问：“娘病倒了，不是还有你这个闺女吗？难道你不能伺候？”沈宁咬牙瞪着她：“侍奉婆母本就是你做儿媳应尽的义务，你如何能推卸到我这个做女儿的身上？这么说你是不愿伺候？”苏玉婉沈笑：“你少胡诌，我自然会照顾我娘，但你也必须得留家里伺候，不然这么多活谁来做？”苏玉婉眉宇间露出些许为难：“我留在家里照顾也不是不行，只是我上回才收的那批货，这2日已经催着结货款了，这时候若是耽搁了生意，到时候交不上货款，可如何是好？”沈宁气笑了：“苏玉婉，你上次才从娘手里拿了10两银子，怎么会交不上货款？我看你分明就是在找借口。宁姐儿这可就冤枉人了，那10两银子是娘给我调理身子用的，我都买药用光了，哪会是找借口？”“什么10两银子？你1个月就用光了？”沈宁瞠目结舌地看着他，气得眼睛都快要冒出火星子。苏玉婉扬了扬唇角：“要不这样，宁姐儿帮我把那货款交了，我便可以安心留在家里照顾娘，如何？”沈宁气愤不已，怒指着他道：“苏玉婉，我警告你，别想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解决，娘你也必须要伺候，否则我就让大家伙来看看，你犯七叔之条，不孝敬伺候婆母这一点，就足以让你进猪笼的。”听了这话，苏玉婉只好妥协地道：“那行吧，你都这样说了，我只有留在家照顾娘，只到时候若是货款交不上，恐怕会惹上官司，别的不怕，就怕影响到你大哥。”沈宁顿时噎住了，脸色十分难看。就听正屋掩着的门缝里传来沈婆子的声音：“宁姐儿，莫要为难你大嫂，让她去吧。”俩人在院子里的对话，沈婆子都听到了。沈家算是耕读传家，能出一个解元不容易，续根往后是要入仕途的，名声对他尤为重要，万不可惹上官司。沈婆子都发了话，沈宁也不敢再说什么。苏玉婉含笑道：“如此就辛苦宁姐儿照顾娘了。”说完就冷冷转身出了门。沈宁一跺脚进了沈婆子屋里。沈婆子躺在床上，神色恹恹的，见沈宁一脸的火气，就耐着性子劝他：“宁姐儿，你也别恼，你大哥如今要备口，万不能因家里的事影响到他。至于你大嫂，家里还得指着他挣钱，只能暂时委屈你。你放心，等你大哥中了状元，正式封了官，娘定会好好补偿你。”沈宁在床边坐下，在沈婆子脑后垫了个枕头，又将已经量好的药喂给她：“娘，瞧您说的，女儿伺候您也是应该的，并没有怨言，我只是气不过苏玉婉，她对你也太不上心了。您病了2日，她一共也就来过这屋1次。”沈婆子叹了口气，只盼着你大哥早日金榜题名，娘也能扬眉吐气。第13章幡然醒悟。苏玉婉来到镇上，先是去包子铺买了2包子垫肚子。来到铺子，工匠们都已经各就各位干起了活。这些人中，领头的黄叔是个年纪稍长的老头。苏玉婉每日去了店铺，他都会和他汇报每日的进程。黄叔说店面翻修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就剩刷漆这一道工序了，预计再有半月就能完工。没想到工期比预想的短，他也得抓紧准备工钱了。到了午时，工人们回去吃饭，苏玉婉也出了铺子。他走到对面馄饨摊，准备吃碗馄饨，一抬眸，在不远处的货摊上看到了罗三娘。与上回不同的是，这次罗三娘竟摆摊卖起了绣品。苏玉婉皱了皱眉，径直朝他走了过去。罗三娘正在向行人推销自己的绣品，猛然见到苏玉婉，心里还不自觉的有些发怵。在他走近后，罗三娘忙解释道：“姑娘，你放心，我现在卖的是绣品，不是玉肌养颜膏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将货摊上的绣品展示给苏玉婉看。往货摊上扫了一圈，苏玉婉有些惊讶：“你还会刺绣？”罗三娘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会的，早些年我便是摆摊卖这些，只是做刺绣费时间，又不大挣钱，后来我才在那玉肌养颜膏上动心思。不过你放心，往后我不会再卖那东西了。”苏玉婉淡笑看着他：“我相信你。”罗三娘冲他一笑，由衷的说了声谢谢。其实卖那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整日提心吊胆的，直到遇到姑娘，姑娘的一番话让我彻底醒悟，与其犯险挣大钱，不如安安分分挣小钱。
改回卖绣品之后，虽说挣得很少，但胜在安稳，不用再整日提心吊胆，也不用到处换地方，怕被人找上门。苏玉婉觉得罗三娘这个人悟性很高，一点就透。从侧面来说，也是她自己救了自己。若她不理会苏玉婉的话，坚持卖那玉鸡养颜膏，出了事迟早都会进牢狱。但她听了，那么她这一世的命运将从此改写。你卖这些绣品，一天能挣多少钱？苏玉婉问他。罗三娘如实说道：如今这世道，绣品不好卖，一天也就能挣个几十文钱，勉强填饱肚子。想多挣钱吗？苏玉婉又问他。罗三娘微怔，随即点头道：想，当然想了。苏玉婉说：明天这个时辰，你就在这个位置等我，我给你几个花样子，你要是绣得好，我按市场价收。市场价？罗三娘愣了。像他们这种摆摊卖绣品的，哪个不是把价格压到很低，才勉强能卖出去一两件？苏玉婉却说可以给他市场价。罗三娘只觉是遇到了贵人，连忙点头：好好好，明日我准时在这儿等姑娘。第二日，苏玉婉又来到了镇子口，罗三娘果然准时在等候。姑娘你来了。罗三娘一张瓜子脸，笑起来风韵十足。若不细看她眼角处的几丝细纹，真是一点看不出是生了2个孩子的母亲。苏玉婉从袖中掏出几张图样递给她，看看能绣吗？接过一看，罗三娘微微蹙眉，这些图样看起来十分复杂。苏玉婉，这些图样都是我自己绘的，市面上的绣品大多都是寻常花样，缺少新意，自然卖不出高价。她经常会自己设计花样，让村子里那些会绣活的小媳妇们来绣，再以低价收回来，高价卖给绣房铺子。罗三娘很惊讶，没想到眼前女子小小年纪却有着非一般的经商头脑。她随即点头说：我想试试看。苏玉婉很欣赏她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笑道：好，3日后送到南陵路第2家商铺。罗三娘点头：好。对了，还没请教姑娘芳名。我叫苏玉婉。苏姑娘，那就这么说定了，3日后我一定准时将绣品带来。罗三娘十分有信心地说道。与罗三娘谈完了事，苏玉婉就回了云溪村。一进沈家院子，她就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太对。沈婆子的屋子里隐隐约约传来对话声。沈旭回来了。大约是从窗户瞥到他回来，沈婆子叫了他一声玉婉。苏玉婉只好进去沈婆子的屋里。沈宁和沈旭都在，沈婆子看起来好多了，这会儿正斜靠在床边，将苏玉婉叫到了床边。沈婆子拉起她的手放在沈旭手里，笑道：正好，旭哥今日休沐回来，你如今身子也调养的差不多了，今晚就把房给圆了。1个月不见，沈旭没想到苏玉婉变化这么大，握着她的手心微微有些发烫。苏玉婉抽回手说道：娘如今病着，就别操心这些事了，先养好身子要紧。娘，您就听玉婉的吧，养好身子要紧，这事不急。沈旭也说道。沈婆子看着他：你回来，娘这病也好了大半了，娘只盼着你俩快些圆房，娘也好早日抱上孙子。沈旭朝苏玉婉看了过来，只见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从沈婆子屋里出来后，他和沈旭一前一后回了东屋。苏玉婉一直没说话，沈旭感觉有些不自在，便问他：你最近可好？挺好的。苏玉婉语气很淡。眼看气氛又陷入了尴尬，沈旭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他：这个是特意给你挑的，打开看看吧。苏玉婉打开，里头是一对精致小巧的耳环。你可喜欢？沈旭轻声问。苏玉婉只是淡淡看了一眼，就又将盒子盖上还给了他。耳环很漂亮，只是我成日跑货，实在不适合戴这个。沈旭皱眉，这其实也是他第一次送他礼物，他不接，他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拿着吧，你我是夫妻，送给你的东西岂有再拿回来的道理？可苏玉婉确实不想要，也不能当着他的面扔了，便说：不如给您姐儿吧，她一向喜欢这些。沈旭脸色微微沉了下来，他就这么不喜欢他送的东西？他只觉心里乱糟糟的，莫名有些烦躁。苏玉婉不知道沈旭今日会回来，也烦。上次借助沈宁破坏了洞房，这次他又该如何躲避？第14章质问。为免再生出上次的事，这次沈婆子特地叮嘱沈宁老实待在他屋里，这次必须要让他俩把房圆了。东屋里，苏玉婉和沈旭同坐在炕床上，两人相对无言。桌上的油灯被换成了红烛，许是沈婆子提前换的。在苏玉婉回来之前，沈婆子就对沈旭交代了一遍，让他这次务必要同苏玉婉圆房。沈旭一向重孝，沈老爹生前硬把苏玉婉给他做童养媳，他心里即便不愿，也没有违逆。如今沈婆子让他和苏玉婉圆房，他也会听从，无论他是否心悦眼前女子。烛光微微晃动着，沈旭看着苏玉婉因吃了药气色转好而微微红润的脸，眸光微漾。他犹豫了一下，缓缓伸出手，在即将触碰到苏玉婉的手之际，苏玉婉突然站了起来。我去用水。沈旭神情微动，
脸上不觉有些发烫。苏玉婉去了厨房，一脸的愁容，恍然间瞥见灶台上放着的几颗蒜瓣，她心思一转，将大蒜拿了起来，一咬牙放进了嘴里嚼，辛辣刺鼻的味道熏得她险些睁不开眼，连鼻腔里都充斥着强烈的大蒜味。嚼到差不多的时候，她吐掉蒜渣，伸出手往手心里呼了一口气，熏得她直皱眉头。出了厨房，她又往茅房走去，捏着鼻子在里头蹲了足足1刻钟。再出来时，她身上简直说不出来的臭。回了屋，沈旭还坐着，看样子像是在等她。苏玉婉关上门后，缓缓走到了炕床边。由于两股味道夹杂在一起的冲击力实在太大，她一进门，沈旭就嗅到了一股难言而喻的味道，她不由皱起了眉。苏玉婉走到她面前，伸出手做事要给她宽衣，时辰不早了，相公早些歇息吧。她一张嘴说话，强烈刺鼻的味道便朝沈旭扑面而去。沈旭眉头拧得更紧了，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苏玉婉又故意往他面前凑了凑，怎么了相公？这一凑近，他身上散发的味道就更加强烈了。眼看苏玉婉的手就要伸到他腰间，他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要不再洗洗？苏玉婉毫不在意地道，方才已经洗过了，莫不是相公你嫌弃我？沈旭抓住的重点在已经洗过了几个字上，眉头更加皱得紧紧的，嘴角强扯出一丝笑来，不是，不是就好。苏玉婉笑了笑，那就早些休息吧。说罢，他脱了鞋，直接就往床上一躺。那随意的睡姿看在沈旭眼里十分的不雅，他神色复杂，愣在原地好半晌。相公，你还不睡吗？见他许久没有动静，苏玉婉故意喊了一句。踌躇了一会儿，沈旭吞吞吐吐地说，我想起来今日要背一篇文章，你先睡吧。就出了屋。隔天一大早，沈婆子就起来在厨房忙活，还让沈宁去村上买了块新鲜肉来，煮了一锅瘦肉粥。他昨儿瞧着旭根都清瘦了，想必是书院伙食不好，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得好好补补。瘦肉粥煮好后，他又摊了几个饼，另炒了2碟小菜，并1碟腌咸菜。沈宁闻着味儿就进来了，见到有瘦肉粥，眼睛都亮了。哇，今儿什么好日子啊，吃得这么好。沈婆子病了几日，今日总算能下地了，脸上也有了些好气色。瞧你这话说的，不是好日子就不能吃好了？沈宁撇撇嘴，不用说他也知道，哪回不是大哥回来，伙食才会这么好。行了，别出招了，去叫你大哥大嫂起来吃早饭。沈婆子吩咐他道。是。沈宁不情不愿地出了厨房，才来院子里，沈宁就瞥见沈旭从书房出来，他险些以为自己看错了，还揉了一下眼睛，没看错，大哥就是从书房出来的。难道说他俩昨晚没在一个屋睡？仿若发现了天大的事般，沈宁惊慌失色地跑回了厨房。娘，不得了了！沈婆子见他慌慌张张跑进来，皱眉吃道，让你去叫人，咋搞得跟见了鬼似的？沈宁凑到沈婆子耳边说道，娘，我刚才瞧见大哥是从书房出来的。什么？沈婆子顿时变了脸色。你没看错，我绝对没有看错，看那样子，大哥昨晚定是在书房睡的。抓着这点，沈宁添油加醋地说道，这苏玉婉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大哥难得回来一次，他竟然让大哥睡书房。闻言，沈婆子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早饭时间，苏玉婉最后一个进堂屋，走至沈旭身旁落座。回想起昨天晚上见到的那副情景，沈旭还有些不能平复心情。看着面前的粥，他一点胃口也没有。对面坐着的沈宁，眼神在俩人身上来回扫动了一圈，看好戏般看向了苏玉婉。苏玉婉无视他的视线，顾自吃着粥。从他进来，沈婆子就一直冷绷着张脸，想来是知道了他们没圆房的事。因着沈旭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沈婆子没有当面质问他。这时，沈旭站了起来，对沈婆子道，娘，儿子这就准备回书院了。沈婆子眉头一紧，怎么就着急走？回来了怎么也得在家多待1日啊。昨儿见娘气色不好，原是想多待1日陪陪您，但儿子瞧您今日已好转许多，便也就放心了，想着早些回去，免得耽误课程。沈旭说这话的时候，苏玉婉淡淡挑了挑眉。沈婆子看着他，倒也是，学业要紧，可你也得吃了早饭再走吧。不了，我不太饿。沈旭说完，转身就走了。不吃怎么成？沈婆子想让他拿2张饼路上吃，一眨眼，沈旭已经走远了。苏玉婉也吃完了，正要起身出门，被沈婆子叫住了。你先等会儿，我有事问你。苏玉婉便留了下来。沈婆子坐了下来，一脸严肃地看着苏玉婉，冷声质问，我问你，昨儿晚上你和旭根圆房没有？第15章猜疑。苏玉婉淡淡回道，没有。闻言，沈婆子脸上带了怒意，你说说吧，为什么没有圆房？苏玉婉抿了抿唇，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沈婆子见状，将沈宁支了出去。原本还等着看好戏的沈宁，只好气哼哼地离开了堂屋。旭根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为什么又没有圆房？你这个妻子究竟是怎么做的？沈婆子凝视着他，语气冷若冰霜。上回没圆成房，姑且是事出有因，这回沈宁没有去闹事，苏玉婉也调理了1个月的身子，却还是没有圆房，这怎么都说不过去。沈家娶她是为了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若是连这点都做不到，要她何用？沉默了半晌，苏玉婉才开口说出原因，并非是我不愿圆房，而是相公不愿意圆房。沈婆子皱起眉来，旭哥儿不愿，这怎么可能啊？虽说沈旭对苏玉婉一直很淡，却也没有到厌恶的程度，他怎么可能不愿意圆房？苏玉婉语气委屈地道：若不是相公自己去的书房睡，难道我还能赶他去不成？沈婆子这就更加纳闷了，明明昨晚他交代旭哥儿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又为何临了跑去书房睡？莫不是你伺候的不好？沈婆子狐疑地看着他。苏玉婉说：若是儿媳伺候的不好，大不了相公说我2句，可相公连我替他宽衣都不让，想来不是这个原因，只怕什么？沈婆子半眯起眼眸，只怕相公是外头有了人，才不愿与我圆房。说完，苏玉婉表现出一副委屈欲落泪的模样。沈婆子呛了一下，忙斥道：胡说！旭哥日日在书院，怎会外头有人？你身为他妻子，不找自己原因，倒怀疑上自家男人了。苏玉婉认定道：若非如此，儿媳再找不出他不愿与我圆房的原因。沈婆子一噎，同时心中也暗暗起疑，难不成旭哥真是在外有了其他心仪的女子？联想起今早旭哥对苏玉婉那冷淡的态度，沈婆子眸色深了深。就听苏玉婉又说道：我自来到沈家后，便一心一意地服侍着相公读书，这几年更是为了全家生计在外奔波，若相公始乱终弃在外有了别人，就当真是忘恩负义。沈婆子一惊，忙上前去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瞎说什么？兴许旭哥只是白日念书乏累了，绝不可能是外头有人。读书人重名声，尤其是沈旭这样几代才出一个的解元。沈婆子就指着他金榜题名光祖耀祖，若是这时候给他扣上了一个始乱终弃的臭名，那他的前途可就完了。可苏玉婉依旧不依不饶，若仅仅是读书累了，歇着便是了，何必去书房躲我？娘这般质问我，却又维护着相公，真是叫儿媳有苦难言。娘不是这个意思。沈婆子换了一副脸，笑着道：娘的意思是这其中许是有什么误会。苏玉婉，我也不希望相公会是那样的人，毕竟抛弃糟糠之妻，这传出去可是要遭天下人比诸口罚的。这话听得沈婆子脊背一寒，只等下次旭哥回来好好问上一问，可不能让他一时糊涂自毁了前程。沈婆子讪讪笑着：旭哥自然不会如此糊涂，你这个做妻子的得信任他。先前还一脸质问的沈婆子，这会儿变得满脸堆笑，好言好语安抚苏玉婉：旭哥是我生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往后这话可不能乱说了，若是让外人听到了，岂不影响旭哥名声？苏玉婉没吭声。沈婆子又道：自然了，昨晚的事让你受了委屈，下次等旭哥回来，娘定会替你讨个公道。不管有没有这事，沈婆子都得先稳住苏玉婉，万不能让她再有这样的怀疑。那娘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苏玉婉看向沈婆子。沈婆子忙道：没了。那我就回屋了。沈婆子怕她觉得自己偏袒儿子不顾及她，又故作关心地问了她一句：娘一会儿要去一趟镇上，你想吃什么跟娘说，娘买回来给你做。这钱世家今生2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沈婆子这样关心她，无非是为了堵住她的嘴。苏玉婉便指着院角鸡圈里的一只老母鸡说：不用那么麻烦了，医馆大夫说喝鸡汤能滋补身子，不如就炖只鸡。沈婆子脸上的笑容一僵，狠狠抽了抽嘴角：行，一只鸡而已，只要能堵住她这张嘴，吃了就吃了。苏玉婉出了堂屋，躲在墙角偷听的沈宁连忙走了进去。娘，刚才苏玉婉说大哥外头有人，这是真的吗？一向将苏玉婉视作眼中钉的沈宁听到此事，内心不禁激动了起来。沈婆子睨了他一眼，好不容易将他打发了，你别搁这儿没事找事。沈宁撒娇的挽着沈婆子的手：哎呀娘，我也不过就是问问而已嘛。你说万一大哥在外头找了个家世好的女子，咱们家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苏玉婉这个讨厌的女人了？怎么，你是想让你大哥背上抛弃的骂名吗？沈婆子恨铁不成钢的斜了他一眼。沈宁连忙解释道：娘，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会害大哥呢？若大哥真的有别的心仪的女子，想要另娶，又不是只有休妻这一个办法。沈婆子听得有些发懵，问他：你说的是什么办法？沈宁朝他凑近了些，用只有2个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了一段话。什么？听完，沈婆子惊得睁大了双眼。娘，您小声些。沈宁警惕地朝东屋那头看了一眼。沈婆子缓了缓心神后，严肃对他道：你这话给我烂到肚子里去，往后不许再提。且不说你大哥外头有人，这是真假犹未可知，就单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将你大哥置于危险的边缘。倘若哪日被揭开，咱们一家都得受牵连。沈宁哪里知道自己随口一说的办法会如此危险可怕，便点头保证道：
我以后不说便是了。第16章预料。中饭时，沈婆子还真炖了一只鸡，母女俩看着苏玉婉吃得津津有味，心疼的在滴血。尤其是沈宁，眼神里都快长出刀子来了。家里的鸡都是要留着下蛋卖钱的，就连大哥中解元那天也只不过煮了几个鸡蛋，却因为苏玉婉的三言两语，娘就把整只鸡都杀了。这个苏玉婉可真是越来越讨厌了。吃过饭后，苏玉婉再次坐老李叔的牛车去了镇上，来到铺子，远远的就看见罗三娘在他门口站着。罗三娘也看见了他。先前苏玉婉将地点定在这儿，罗三娘还十分纳闷，直到见到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铺子门，才恍然过来，苏姑娘，这铺子竟是你的呀？苏玉婉点点头，等很久了吧？进来说。此刻工匠们都回去吃饭了，两人进去后，苏玉婉又将店门关上了。罗三娘仰头看着里头的崭新陈设，笑赞道：“这铺子修葺的真漂亮。”苏玉婉笑笑，将他请到了一旁的桌椅坐下。店铺还未开业，没有热茶招待，还请三娘见谅。苏姑娘客气了。对了，上次你给我的花样子，我都已经绣完了，你看看如何？罗三娘从自己的包袱里将绣好的6条帕子拿了出来，每条帕子上所绣的图案都不一样。苏玉婉倒是很惊讶，这还不到3天时间，她就绣完了。仔细一看，还是用的盘金绣，不错，绣工很是精湛细腻。苏玉婉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句。罗三娘笑道：“能入得了姑娘的眼就好。”苏玉婉看完之后，对她道：“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些一共给你200文钱。”闻言，罗三娘笑道十分欢喜，多谢苏姑娘。6条帕子200文，折算下来一条30多文钱，这可比她摆摊卖赚得多。顿时心里对苏玉婉升起感激。苏玉婉拿出钱袋，数了200文钱给她。接过钱，罗三娘眼眶有些微红，这钱她拿着，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便又问苏玉婉：“苏姑娘，你可还有别的活吗？我还会绣很多，香囊、肚兜都行的。”苏玉婉笑道：“活自然是有的，过2日你再来。”好好好。罗三娘应声后就准备离开了。苏玉婉又叫住了她：“对了，有件事忘了同你说。”苏姑娘，你说。上次在你手里买了2盒玉肌养颜膏的姑娘，这2天可能还会来镇上找你。罗三娘一听，顿时有些慌了：“找我？”上一次她害怕苏玉婉去衙门告她，便答应了帮苏玉婉做一件事，在第2日将摊子摆到离镇子口不远的地方，正常吆喝。按照苏玉婉吩咐的，要是有个穿粉衣、鼻尖有颗黑痣的姑娘来问价，便把那玉肌养颜膏的功效说得玄乎些，让她成功买下。如苏玉婉所预料的，真有一个穿粉衣、鼻尖有痣的姑娘来问价。经过罗三娘一通忽悠，那姑娘果然大手一挥，花了20两银子买了2盒。苏姑娘，恕我冒昧问一句，你认识那姑娘吗？罗三娘只知苏玉婉借助她赚了那姑娘的钱，却不知苏玉婉为何能这样笃定那姑娘还会再来找她。苏玉婉勾了勾唇角，认识，她是我小姑子。啊！罗三娘一时有些怔住了，原来苏姑娘已经成亲了，真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罗三娘面上惊讶，心里则在思忖，那姑娘既是苏玉婉的小姑子，苏玉婉又为何要坑她的钱？莫非2人有仇？苏玉婉没有与她说太多，只是道：“你放心，我见她买回去的2盒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脸上暂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她可能会再找你买。那我还要继续卖给她吗？”罗三娘问。苏玉婉问她：“那东西你家里还有多少存货？”罗三娘想了想，那东西我没敢制作太多，我家里也就还剩了3盒。3盒？苏玉婉对她道：“她可能这2日会到镇上找你再次购买，你想办法把剩下的3盒都卖给她，这次卖15两银子1盒。”这罗三娘这下可以肯定，苏玉婉与她的那位小姑子确实有仇了，不然哪有嫂子如此坑自家小姑子的，还坑得这么狠。但不管他们之间有何仇怨，罗三娘都没有过问，只听苏玉婉的：“好，我照姑娘说的做。”苏玉婉又交代她记得戴面纱。放心吧。罗三娘笑着点点头。聊完了事，罗三娘便离开了铺子。苏玉婉将包袱里的绣品拿出来，一一摆放在货柜上。这些绣品都是她重生前在云溪村里那些小媳妇手里收来的，有绢帕、香囊、荷包、鞋垫等。从前她不舍得租铺子，就是靠倒卖这些小玩意一文一文攒下的钱。如今有了铺子，她便要想着把生意做大。如苏玉婉预料的一般，2日过后，沈宁又来了一趟镇上。他凭着记忆找到了罗三娘的摊子。罗三娘一直盯着镇口，见到沈宁来了，才扬声吆喝起来：“玉肌养颜膏，祖传秘方，美容养颜。”沈宁走过来，罗三娘见到他便做出一副吃惊的表情：“哎呀，1个月不见姑娘，竟越发的漂亮了，怎么样？我没诓骗你吧？我这东西可是实打实的有效，用了就能变美，要是再用上几盒皮肤，还能更加水嫩光滑。”被他这样一顿乱夸，沈宁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同时心里又很享受被人这样夸赞，便说这东西确实好用，我还要再买几盒。只听罗三娘摇头道：“哎呦，那这可不巧了，我这就剩3盒，都已经被人预定了，姑娘得等下次有货了再来。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有货？”罗三娘道：“这玉鸡养颜膏的制作过程十分不易，起码得1、2个月以后才有货。”什么？沈宁一听顿时不悦了，指着他摊子上的3盒玉鸡养颜膏说：“那你这3盒先卖我。”第17章，遭贼。罗三娘为难地道：“这3盒已经被预定了，不能卖给姑娘。”沈宁趾高气扬地道：“你既然都说了是预定的，那就让他们再等下一批货也是一样的。”可这罗三娘还是有些犹豫。沈宁有些不耐烦了：“我加钱总可以了吧？”说罢，他掏出30两银子，并移调钱来。罗三娘还是摇头，实在是不好意思，姑娘，这3盒已经被人以每盒14两的价格预定了，不如这样吧，你要是能出比这高的价，我就先卖给你，1盒14两。沈宁瞠目结舌，顿时有些退却了。他这30两还是嫁妆钱，沈婆子藏得紧，他是偷拿出来的。另外这一调钱是他攒了好久的零用钱，总共也就31两，根本不够的。可他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怎么样，姑娘，可想好了？罗三娘适时的出声，机会难得，错过这次得等2个月了。2个月，沈宁可等不了。一咬牙，他说道：“我出每盒15两银子，你给我留着，我现在回去拿钱。”罗三娘笑眯眯地道：“好，我给姑娘留着，姑娘可要快些拿钱来。”沈宁于是又坐车回了沈家，正巧沈婆子出去洗衣服了，不在家，他偷偷溜进沈婆子屋里，关上门，从床脚下摸出一把钥匙，熟练地打开了床尾的木箱，在箱子最底下翻出了一个钱袋子。打开钱袋子，里头放着1张10两银票和一些碎银子。沈宁顿时面露惊喜，同时心里又有些忐忑，拿了这些钱，要是被娘发现后，只怕是会打断他的手，绝不能让娘发现是他拿的。将钱袋里的钱都装进自己的荷包后，他警惕地朝窗外看了一眼，确认沈婆子还没回来，迅速打开门跑到了东屋里。沈宁慌慌张张地在屋子里翻找了一圈，最终在炕桌上的笸箩里发现了一条绣有兰花的绢帕。他一愣，这绢帕看起来有些眼熟，好像以前苏玉婉也给过他一条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的在前不久洗衣裳的时候不小心被水冲走了。拿起帕子，他又蹑手蹑脚回到了沈婆子屋里，将帕子故意放在箱子旁显眼的地方。半个时辰后，他再次来到镇上。罗三娘见到他，笑着道：“哎呀，姑娘，你可算来了。你走后这段时间里，可有不少人出高价想买这3盒养颜膏，我都没卖给你，留着呢。”沈宁感激地道：“多谢你了，银子我已经带来了，你看看够不够？”他将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罗三娘清点了一下后，笑道：“够了，不多不少，正好45两银子。”那就好。沈宁长舒了一口气，将最后3盒玉鸡养颜膏卖给了沈宁后，罗三娘便收摊离开了。拿到东西，沈宁还有些沾沾自喜，幸好被自己买到了。虽然花光了嫁妆钱有些心疼，但他觉得只要自己变美后能凭美貌嫁入富贵高门，那这些钱也算花得值得。罗三娘离开后，就绕到了苏玉婉的铺子里。苏姑娘，成了，整整45两银子。见到苏玉婉，罗三娘便将银子全数交给了她，视线落在其中那张10两的银票上。苏玉婉眸色深了深，沈宁果然偷拿了沈婆子的钱。罗三娘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好奇，小心翼翼地问她：“苏姑娘，你别怪我多嘴，你和你那位小姑子之间难道是有什么仇怨吗？”问完，罗三娘就有些后悔了，这毕竟是苏玉婉的家事，她这样贸然开口问实在有些唐突了。苏玉婉看着手里的银子，眸底浮起一抹冷意，确实有仇，我此举不过是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钱，前世他们一家人吸他的血喝他的水，利用完他还要踩着他和他的孩子的尸首攀权富贵，这一世他岂会再让他们称心如意？罗三娘听得有些懵，见苏玉婉脸色冷得可怕，便没再多嘴问了。良久后，苏玉婉恢复神色，对他道：“这一次多谢你了。”罗三娘笑得一脸真诚：“苏姑娘甭跟我客气，我如今是打定了主意跟着姑娘赚钱，往后姑娘有什么事只管招呼我一声就成。”说实在的，他觉得苏玉婉的出现似是在冥冥之中指引了他，将他从悬崖边缘拉回了正道，如今又给他提供了挣钱的机会，却是他的贵人无疑了。直觉告诉他，跟着贵人混准没错。苏玉婉说起正事来：“对了，这次我要给你的是个大活儿。”闻言，罗三娘双眼一亮，跟着他走到了柜台边。只见苏玉婉拿出了几个鞋垫的花样子，一匹白棉布和几包绣线。这次绣鞋垫越多越好，店铺开业要用的。绣鞋垫啊，那我最拿手了。罗三娘问：“姑娘多久要？可限时间？”“时间不限，啥时候绣好了拿来就成。”“成，那我就卯足了劲儿好好绣，一定不让姑娘失望。”罗三娘拿着东西离开后，
苏玉婉关上了铺子，将身上的银子拿去钱庄兑换成了银票，贴身放好，这才回了云溪村。回到沈家，院子里静悄悄的。苏玉婉一进东屋，就见沈婆子一脸怒然地坐在炕床上，沈宁则在一旁站着，母女俩俨然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苏玉婉故作不明所以地走过去，问了句：“娘，这是出什么事了吗？”沈婆子冷哼了一声：“确实是出事了，咱家竟然遭贼了。”说话的同时，眼神直直盯着苏玉婉，仿佛已经认定了她就是那个贼。遭贼？怎么会这样？苏玉婉面露惊讶：“家里可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吗？”“哟，被偷了什么？大嫂难道心里不清楚吗？何必在这装模作样？”沈宁也在一旁阴阳怪气道。苏玉婉朝他看了过去，不明问道：“宁姐儿这话是什么意思？”沈宁嗤笑一声，掏出了那条绣有兰花的帕子。那贼盗光了娘屋里的银子，不小心落了条帕子，可我怎么瞧着这帕子像是大嫂屋里的那条。第18章反转。苏玉婉拿过帕子看了看，良久后说道：“这帕子不是我的。”沈婆子闻言看向了沈宁：“宁姐儿，你不是说这帕子是你大嫂的吗？”沈宁早就料到苏玉婉会否认，于是说：“娘，我没看错，这帕子就是大嫂的。您应该还记得，几个月前大嫂也给过我一条一样的帕子，但我的那条在前段时间拿去河边洗的时候不小心被水冲走了，这一条只能是大嫂的。”这事沈婆子也知道，如此看来，这盗贼就真是苏玉婉无疑了。好啊，我沈家把你买回来养大，没成想竟养出了个家贼来。沈婆子十分震怒。沈宁得意地笑了笑，顺势在沈婆子面前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来：“娘，这女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就连女儿仅剩的30两嫁妆银子也被她偷了，这次您可不能再这么轻易放过她。”沈婆子也气得不轻，原先是看着苏玉婉老实勤恳，还能挣银子，才同意留在沈家给旭根做媳妇儿，哪会想到她竟惦记上了家里的银子，这可真是引狼入室。沈婆子手狠狠拍在炕桌上，怒声道：“苏玉婉，这下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苏玉婉神色始终淡淡的：“银子不是我拿的，你还想狡辩吗？”沈宁恨恨地看着他，继而说道：“你才刚与大哥成亲那日就打上了我嫁妆银子的主意，如今又有铁证在，这贼人不是你又是谁？”随即又看向沈婆子：“娘，这个女人偷了咱们家这么多钱还不承认，咱们必须要报官，让大哥休了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沈宁内心暗暗得意，这样一来，既把偷拿银子的事栽赃到了苏玉婉头上，又能以偷盗为由把苏玉婉彻底赶出沈家，简直一举两得。沈婆子冷冷看着苏玉婉：“你犯了7出之条中的盗窃之罪，沈家必不会留你。念在你与旭哥儿夫妻一场的份上，我可以不报官，但这事我会通知旭哥儿，到时让他写封休书。你拿了休书就离开沈家，好自为之去吧。”娘说的对，这样手脚不干净的女人留在咱们沈家，只会败坏大哥的名声，必须要将她赶出家门。正当沈宁为沈家即将摆脱苏玉婉这个狗皮膏药而感到高兴之时，苏玉婉走到床边，从枕头下拿出了另一条绣有兰花的帕子，走到沈婆子跟前，将帕子展开：“这才是我的帕子。”沈婆子与沈宁同时一愣，这是怎么回事？沈婆子看向沈宁：“宁姐儿，你不是说刚才那条帕子是苏玉婉的吗？怎么这会儿又冒出一条一模一样的来？”沈宁脸色有些慌张，他从苏玉婉手里一把夺过帕子，仔仔细细看过，最后脸色一变，指着苏玉婉道：“这分明是我被水冲走的那条帕子，怎么会在你这儿？”苏玉婉将帕子拿回，翻过另一面来：“你看仔细了，这帕子背面可绣着我的名字，怎么会是你的？”闻言，沈宁朝帕子看去，见绢帕一角绣着一个小小的婉字。沈婆子也看到了，她瞥眼看向沈宁，脸色十分难看。苏玉婉轻笑着说道：“方才宁姐儿口口声声说那盗贼落下了一条帕子，鉴于我的帕子相似，就怀疑盗贼是我。如今我拿出了自己的帕子，宁姐儿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你手中这一条帕子又是谁的？”你……沈宁连忙看向沈婆子，否认道：“娘，这帕子不是我的，我的前段时间就被水冲走了。”宁姐儿说被水冲走了，可有人看见？若没有人看见，仅凭宁姐儿一句话，如何能证明？苏玉婉直视着沈宁，那眼神似是能看透人心一般。沈宁没来由的哆嗦了一下。沈婆子脸上怒气更甚，问沈宁：“宁姐儿，你说这帕子究竟是不是你的？”“不是的，娘，真的不是我的。”沈宁极力否认。苏玉婉微微挑眉：“宁姐儿，铁证如山，你还狡辩什么？这帕子分明就是当初我送你的那一条。”“不是。”沈宁恼怒地道：“苏玉婉，你别想冤枉我，我的帕子确确实实被水冲走了，这帕子明明是……”“哦，是什么？”苏玉婉凝视着他。“是。”沈宁吞吞吐吐说不出来。他要是说出这帕子是从苏玉婉屋里拿的，就会暴露他故意栽赃苏玉婉的事。可若是不说，苏玉婉便会一口咬定帕子是他的。可这明明是从苏玉婉房里拿的，
根本就不是他的。等等，如此说来，苏玉婉房里一共有2条一样的帕子。他猛地看向苏玉婉，此时此刻，他才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这是让苏玉婉给算计了。这个贱人！沈婆子一张脸阴沉沉的，再次开口问他是什么？宁姐儿，你把话说清楚了。沈宁怒瞪着苏玉婉，却只能改口：也许那盗贼就是村上人，我被冲走的帕子恰巧被他捡到了，这才盯上了咱家。事后故意将帕子放在箱子旁，好栽赃给大嫂和我。苏玉婉低低一笑，这么说，宁姐儿现在又不怀疑银子是我偷的了？沈宁切齿道：既然大嫂的帕子在，那盗贼自然不会是大嫂。哦，那这么说来，宁姐儿是不是还欠我一个道歉？你……沈宁咬了咬牙，只好向他道歉：对不起大嫂，先前是我没搞清楚，冤枉了你。心里却是恨不得将苏玉婉碎尸万段。苏玉婉又看向沈婆子：娘，既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那您看休妻的事。沈婆子脸色难看至极，既然此事你是被冤枉的，那娘收回方才的话。她说罢，狠狠剜了沈宁一眼，要不是这死丫头信誓旦旦说那帕子是苏玉婉的，她也不至于这会儿脸被打得啪啪响。沈宁此刻就如鹌鹑般缩着脖子，没敢说话。对了，宁姐儿不是怀疑此事乃村上人所为吗？娘，您看是否要继续报官呢？苏玉婉看向两人问道。第19章开业。沈婆子闭了闭眼，似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说道：这么多银子丢了不是小事，本该报官，可眼看着旭哥就要入京赴考，这会子报官怕是会影响到他，还是等春闱过后再说吧。苏玉婉挑挑眉，没说话。沈宁则暗暗松了一口气。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沈婆子起身朝门外走去，沈宁连忙跟了上去。关上门后，苏玉婉看着手里的帕子，冷冷一笑。沈婆子可不傻，她岂会因沈宁几句话就相信那贼是村上之人？之所以不报官，想必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果不其然，才出了东屋，沈宁就被沈婆子叫去了他的屋里。关上门后，沈婆子便冷声质问他：宁姐儿，你给我老实说，我屋里那些银子是你拿的是不是？沈宁一惊，不知道沈婆子为什么会突然怀疑到他头上，依旧矢口否认道：娘，不是我怎么会偷拿您的钱呢？哼，你是我生的，你那些心思可瞒不了我。尽管沈宁已经极力掩饰脸上的慌张，但沈婆子还是瞧出了破绽。我这屋里箱子的钥匙可只有你和旭哥知道在哪，况且若真是盗贼所偷，定是要乱翻一通的。可这箱子里除了钱袋子不见了，其他物件都还好好摆放在原来的位置，那就说明这偷银子的人十分清楚我的钱袋子具体放在哪里。沈宁哆嗦了一下，后背瞬间激出了一身冷汗，可还是咬紧牙关不承认。那万一是那盗贼提前来咱家踩过点，也不无可能啊。沈婆子冷眼瞅着沈宁，先前是看他确知凿凿地说那帕子是苏玉婉的，沈婆子想着要是能借此机会堂而皇之的休了苏玉婉，也未曾不是件好事，便没有揭穿他。谁料苏玉婉竟拿出了证据。娘，沈宁被沈婆子盯得心里直发怵，终是招了，是我拿的。沈婆子伸出手指头狠狠戳在他脑门上，死丫头长本事了你，敢偷你老娘的钱，说钱呢？钱被我花光了。沈宁讪讪地看了沈婆子一眼。沈婆子一听，差点气死过去，咬牙切齿问：连同你的嫁妆银子拢共45两全花光了，你都花哪儿去了？沈宁见自家娘发了火，连忙解释道：娘，我并不是乱花了，我是买了能让我变美的玉肌养颜膏。什么劳什子膏要45两，你准是让人家给骗了。沈婆子气得一张脸都扭曲了起来。娘，不是的，那玉肌养颜膏真的有效，您看我用了2盒，皮肤真的光滑白嫩了许多。沈宁一边解释，还一边凑近让沈婆子看她的脸。沈婆子气得5脏6腑都在疼，恨不得一巴掌朝她脸上呼过去。她咋就生了这么个蠢货？自上次的事之后，沈宁安分了一段时间，见着苏玉婉后恭恭敬敬喊嫂子，也不敢找茬挑事了。洗衣做饭也没听到她的抱怨声了。沈婆子对苏玉婉也是处处笑脸相迎，什么事都顺着她。毕竟家里已经囊空如洗，如今一家子就指着苏玉婉那点镜像过日子，就更加不敢惹苏玉婉不快了。苏玉婉也算过了一段时间的舒心日子。那头沈旭自从上次回来对苏玉婉产生了心理阴影后，就一直没再回来过。苏玉婉也乐得逍遥自在，一心搞自己的事业。这2个月里，苏玉婉没有去拿货，村上那些小媳妇老嫂子们绣的绣品都快堆成山了，光鞋垫就有几百双，这些是2个月前苏玉婉指定让他们绣的。如今手上有了钱，苏玉婉采取一次性结付了货款，一共18两银子。剩余的钱，她拿出25两结清了修葺铺子的工钱，又给铺子置办了几个货柜，定制了块门匾，再买了些绸布丝线以及纸笔等一应要用到的东西。一天下来，手里
就剩下了不到2两银子。看着空瘪瘪的荷包，苏玉婉不得不感叹一句：钱真是不经用。好在开业事宜都已经准备完毕，往后就可以好好挣钱了。临近年关，来往镇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苏玉婉挑了个好日子，在腊月初1这天正式开张。罗三娘知道她今日开业，特地前来送了贺礼。苏姑娘，恭喜恭喜了，开业大吉。苏玉婉喜笑着接过贺礼，由衷的说了声谢谢。苏姑娘客气了，你如今是店掌柜了，往后我还指着你多带我一块挣钱呢。这个自然。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过后，苏玉婉正式揭牌，红布揭下，花梨木的匾额上写着玉秀阁3个端正典雅的大字，这是她给自己店铺取的店名。各位父老乡亲们，小店今日开业，欢迎大家进店挑选购买。开业3日内，本店推出优惠活动，凡是进店消费满50文钱的，就免费送1双精美鞋垫，满100文钱送2双，以此类推，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还有这样的优惠活动，真是第一次听说，当真稀奇。掌柜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还有这样的好事，走走走，进去看看。玉秀阁门口站了不少凑热闹而来的人，陡然听到这样的活动，大家都觉得十分新鲜，就是有不买的也想着进去看看。起初不少人只是抱着进店看看的想法，但没想到这玉秀阁的绣品十分的精致独特，有些花样图甚至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十分新奇。这香囊咋卖的？一个年轻女子指着货柜上绣着并蒂莲的香囊问价。苏玉婉笑着道：姑娘好眼光，这香囊上的并蒂莲有着恩爱白头，相守到老的好意头，只卖65文钱。65文钱，别的店也基本是这个价。女子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并不是很想买。苏玉婉紧接着说：姑娘若买了香囊，就能免费领取1双精美鞋垫。随即拿出几双鞋垫在女子面前展示。看到鞋垫一瞬间，女子双眼一亮，免费送的鞋垫图案绣工居然比外头的还要好，顿时觉得捡了个大便宜，当即掏钱，香囊我要了，这是65文钱。好嘞，姑娘可以随意挑选1双鞋垫。其他人见免费送的鞋垫确实比外头卖的还要好，也都纷纷来了劲，争相挑起了绣品。第20章亏本。我这买满200文钱了，能领几双鞋垫？能领3双。哎，那我呢？我可买满500文钱了，我能领几双？您可以领6双。果真是消费越多送的越多，其他还在观望的人见已经有这么多人领到了鞋垫，心里也痒痒了起来。这样1双鞋垫在外头买怎么也得要20文钱，在这里既然凭消费就能免费送，很难不让人心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消费领鞋垫的队伍中。苏玉婉一时还有些忙不过来了，只得请罗三娘留下来帮忙。罗三娘自然是乐意的，怎么说她也是做过小生意的，应对这些事便更加得心应手。因苏玉婉推出的优惠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店里基本都是消费完排队领鞋垫的。苏玉婉在柜台负责收钱，罗三娘在一旁柜台帮忙发鞋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为啥先前苏玉婉让她绣鞋垫越多越好，原来不是要卖，而是免费送。这么好的鞋垫居然拿来免费送，罗三娘真是心疼坏了。与此同时，领鞋垫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店铺外，路过的行人都十分好奇，围了过来。得知买东西送鞋垫之后，店内又涌入了不少人。这一整日，苏玉婉和罗三娘的手就没停过，一个一直在数钱，一个一直在发鞋垫。两人忙得连中饭都没吃，一直到了傍晚，人才渐渐少了。发完最后一个人的鞋垫后，罗三娘直接累瘫在椅子上，苏玉婉的手也酸得不行。看着原本摆放的满满当当的绣品被扫荡了一大半，罗三娘简直不敢置信，同时又有些不解：苏姑娘，你这样卖真的不会亏本吗？罗三娘走街串巷这些年，也见过不少新店开业送东西的，但送的基本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像这样送鞋垫还买的多送的多的优惠，她还是第一次见。苏玉婉笑了笑，确实亏本。罗三娘很是不解，旁人做生意都是奔着赚钱去的，怎么到了苏姑娘这儿却是亏本做生意？苏玉婉笑着耐心解释道：这镇上的绣品铺子不少，同样的东西价格相差无几，所以我这新店若是不用点经营手段，吸引不了顾客的。罗三娘更不明白了，吸引顾客的办法有很多种，姑娘为何偏偏选择了亏本的这一种？苏玉婉，这镇上同样优惠送东西的店铺不少，我这里送的东西更好更实用，大家自然会选择来我这里购买。再者，顾客们抱着多买多送的占便宜心理，必然会选择多买，这样一来，我虽然亏本了，但大大增加了销量。最主要的是，在我这里占到了大便宜，往后大家再想买绣品，就会首先想到玉秀阁。开门做生意，首先得留得住顾客，留得住顾客才能留得住钱。话是这么说没错，姑娘难道为了留住顾客，要一直这么亏本下去吗？罗三娘还是不太理解苏玉婉所谓的经营手段。苏玉婉道：当然不会一直这么亏本下去，如今我要做的是吸引新顾客，借助他们把玉秀阁宣扬出去，等到店里积累了一定的老顾客，才能开始挣他们的钱。原来如此，
苏姑娘你可真厉害，竟能想到这样的点子。罗三娘听后顿时就明白过来了，看向苏玉婉的眼神满是钦佩。不得不说，苏姑娘不仅有经商头脑，还很有胆识，若是换做她，是断断不敢如此冒险的。苏玉婉谦虚一笑，我也是这些年走街串巷摸出来的经验罢了。对了，今日多亏了你帮我，否则我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走吧，请你吃饭。罗三娘早就饿得不行了，听苏玉婉这样说，也不客气了。锁上店铺门后，两人去了对面一家名为十为天的酒楼。苏玉婉点了一桌子菜，感谢罗三娘的同时，也庆祝今日新店开业。饭桌上，罗三娘笑得开心，今日店里的鞋垫差送了将近大半，后面得大量补货。苏玉婉将这活给了她，她又能小赚一笔。吃饱喝足后，两人一道出了酒楼。打边上来了个瘸腿的乞丐，捧着一个豁口的陶碗，走到两人跟前行起：“两位姑娘行行好，给点钱吧。”罗三娘见状，掏出了几个铜板，丢到那乞丐碗里。“谢谢姑娘，谢谢姑娘。”乞丐说了几声感谢的话，就捧着碗一瘸一拐的走了。苏姑娘，怎么了？见苏玉婉一直盯着那乞丐的背影，罗三娘出声问道。苏玉婉没有回答，回过神后，连忙朝着乞丐离去的方向追了上去。罗三娘见状，也跟着追了上去，可那乞丐早已不见踪影。罗三娘见苏玉婉一向镇定自若的脸上出现了惶然之色，小声问她：“苏姑娘，那乞丐可是认识？”好半晌，苏玉婉才回过神，目光悠远地道：“他右手背上的疤痕和当年拐卖我之人手上的疤痕很是相似。方才他不经意间瞥见那乞丐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疤，在他模糊的记忆里，隐约记得当初把他卖给人牙子的人右手手背上也有这样一道刀疤。他被拐卖的事已经过去了10多年，那人的面容他已经记不大清了，唯有他手背上的那道疤痕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可惜那乞丐已经走远了，他无法去验证他是否是当初拐卖自己的人。”罗三娘闻言有些惊讶，没想到苏姑娘小时候竟有着这样的遭遇。倘若刚才那乞丐真是当年拐走我的那个人，那么我也许就能通过他弄清楚自己的身世。苏玉婉很小就被拐卖，辗转到了人牙子手里，后被沈家买回家给沈旭做童养媳，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家人。唯一的线索就是当初拐卖他的人。听到他这样说，罗三娘当即道：“若是这样的话，我多帮姑娘留意着些。这清水镇不大，那些个乞丐又都经常聚集在马蹄巷那块的破棚子里，往那儿去找，说不能寻到。”第21章招贴。罗三娘的话提醒了苏玉婉，第二日来镇上后，她便往马蹄巷那走去。破旧的棚子内坐着躺着5、6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苏玉婉没敢走太近，只在远处不动声色地朝那边观察。然而在这群乞丐堆里，并没有看到昨日那个瘸腿的乞丐。他独身一人，不敢停留太久，便回了店铺。今日是开业第2日，昨日买绣品送鞋店的活动传开了之后，今儿人明显多了。罗三娘要赶制鞋店，没法帮忙，苏玉婉一个人手忙脚乱的。一早上过去，卖了20、30件绣品，送了大约40、50双鞋垫。直到临近吃中饭的时间，人渐渐少了，他才总算能歇口气，瘫软的坐在椅子上，揉着酸胀的手腕。苏玉婉就纳闷了，以前走街串巷卖吆喝也没这么累啊，怎么当上掌柜了，不用满街跑，反而还更累了。主要他也没想到这次活动能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要早知道的话，高低得请个伙计。拿出账本和钱袋子，苏玉婉粗略算了一下，昨儿总的卖出了30多件绣品，入账一共是3两8钱银子。今儿到现在为止，共卖出了23件，光一上午就入账2两银子。看这趋势，今日应该能比昨日赚得多。由此可猜，明日或许人还会更多，到时会更加忙不过来。于是中饭过后，苏玉婉果断提笔写了一张招贴挂在外面。开铺子没个人搭把手，实在忙不过来，尤其现在快到年关，镇上的人越来越多，店里就更有的忙活。招贴才贴出去不久，就引来了不少人围观，但也仅仅是围观过后就散了。苏玉婉纳闷，难不成是自己给的月钱太少了，没人愿意？可他给出了2钱银子每个月，也不算少了呀。正纠结着要不要把月钱再提高一些，就听身后传来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掌柜的，你这招伙计是吗？你看俺成不？”光听这声音，苏玉婉就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转过身来之后，整个人更是惊呆了。只见眼前站着位身形魁梧的姑娘，苏玉婉的身量已经算是高挑的，那姑娘却比苏玉婉还足高了一个头，身材也壮实的堪比男子。苏玉婉一时愣住了，这姑娘一看就不好惹的样子，她是招伙计，不是招打手啊。掌柜的，你这儿是不是招伙计？那姑娘见苏玉婉没说话，又再次出声问道。苏玉婉点头道：“招的。”那姑娘看都没看招贴，直接问她：“那管饭吗？”苏玉婉一愣，又点头：“管，中晚2顿。”姑娘一听，双眼顿时亮了，喜笑着说道：“那感情好，
往后俺就在你这儿干了。说完就一个跨步进了铺子。哎，这位姑娘，苏玉婉追了进去，只见那姑娘怒皱着眉头转过身来，你不会是想反悔吧？苏玉婉，不是，姑娘你就不先问问月钱多少？这姑娘许是不识字，若问月钱，苏玉婉便说少些，好让她自己离开。主要这姑娘的气场实在是太过于彪悍了些，一看就不是干这些细活的料。却见那姑娘摇头道：月钱有没有无所谓，管饭就成，俺不挑。苏玉婉一时惊愣住，竟有这样稀奇的人，不要月钱，只要管饭饱。而且看这样子是拒绝不了了，苏玉婉只好接受了。掌柜的，有什么活尽管招呼吧，俺啥都能做。还不等苏玉派活，那姑娘已经撸起袖子摩拳擦掌了。苏玉婉面上露出担忧之色，她这副样子不会把客人给吓跑吧？她走到女子面前，先是问道：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姑娘犹豫了一会儿，有些不太自信地说道：俺叫春眠。苏玉婉瞳孔有些不自觉地放大，难以置信这么一个孔武有力的女子竟然叫春眠，这巨大的反差着实让她忍不住惊讶。掌柜的，你这什么表情？你是不是看不起俺的名字？春眠明显从苏玉婉脸上看到了努力憋笑的表情。苏玉婉轻咳了一声，正色道：怎么会呢？那你姓啥？俺没有姓。苏玉婉愣了一愣，见姑娘像是不想说的样子，她便也不勉强了，对她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了解过后，才给她指派活计。活儿特别简单，就是在店铺里帮着打下手，招呼客人就行。苏玉婉还特地教了她几句招呼顾客的话术，并交代与客人对话不能太过粗鲁，要尽量温柔平和一些。春眠点头说：放心吧，俺都记住了。这时恰好走进来两个人，春眠记着苏玉婉的话，热情地上前招呼：两位客官里边请，咱们店里绣品种类繁多，您慢慢挑慢慢选。来人猛然见到身高体壮的春眠，受了不小的惊吓。春眠见状，特地加了嗓子道：客官。这不加嗓还好，一加嗓子直接把两人给吓跑了。苏玉婉站在柜台内看着这一切，脸上浮现一种无助感。他又招手把春眠叫到跟前，说道：春眠，不然你还是做你自己吧。春眠一听，爽朗的笑了：掌柜的你早说啊，为了让客人感受到温柔，俺这嗓子都加疼了。之后春眠就彻底释放自我，来了人就大兄弟大妹子的招呼：进来瞧，进来看喽，买绣品送鞋垫，便宜实惠还划算。大妹子进来看看，香囊帕子一应俱全。大兄弟里头请，给你家娘子买个绣织品。哎，大爷大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到就是赚到。还别说，客人十分吃他这一套，经他这一吆喝，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店里，空手出来的占少数。春眠一边忙活一边洋洋自得地看向苏玉婉，邀功道：怎么样掌柜的，俺这招揽客人的本领还够看吧？苏玉婉冲他竖起了大拇指：干得不错，晚上加餐。第22章，以后就跟着你混了。听到加餐二字，春眠双眼直冒光，多谢掌柜的。之后就吆喝得更加卖力了。真别说，春眠才来了一下午，这销量是蹭蹭往上涨。到了傍晚时，苏玉婉算了一下，一个午竟卖了3银子，加上早上的2两，今日总的入账5两银子，可以说是他做生意以来赚的最多的一次。掌柜的，店俺已经扫了，货柜也擦干净了，咱们去加餐吧。在苏玉婉算账的时候，春眠已经麻利地把店里收拾干净了，这效率倒真让苏玉婉惊讶又惊喜。今日能赚这么多银子，春眠有一半的功劳，苏玉婉决定好好犒劳一下他。锁上店铺门后，苏玉婉带他去了对面的十维天酒楼。上回他和罗三娘来过一次，菜品还算不错，价格也相对实惠。上了2楼坐下，店小二很快拿着食单上来了，向他们推荐店里的招牌菜。春眠早就饿得不行了，这会儿听着店小二嘴里的烤鸡、红烧鱼，更是一个劲儿的咽口水。苏玉婉看了他一眼，对店小二道：那就1只烧鸡，1份红烧鱼，2碗米饭，再来个汤。好嘞，2位稍等。俩人喝着茶，不多会儿，菜就端上来了。看着直冒香气的烧鸡肥鱼，春眠不再矜持了，撸起袖子，当先扯下1只鸡腿，正准备吃，突然想到对面坐着的可是掌柜的，他又将鸡腿递给苏玉婉，嘿嘿一笑：掌柜的先吃。苏玉婉好笑地道：你吃吧，这儿还有呢。闻言，春眠张口咬了上去，这一口外酥里嫩，酱香多汁，爽！3两下，1只鸡腿就啃了个干干净净。紧接着，小二给他俩1人端来了1碗米饭。春眠缩了缩指尖上的油脂，有些羞赧地对苏玉婉道：掌柜的，俺这人从小饭量就大，这1碗米饭不太够俺吃的。苏玉婉不以为意地道：饭不够再添就是了，俺就怕让你破费。说好了，晚上给你加餐，你就敞开了吃吧。他寻思饭量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左不过再添1碗饭的事。然而接下来的事彻底让他呆住了。
只见店小二又端上来5碗米饭。5碗！坐在周围的人都瞪大眼睛朝这边看了过来。苏玉婉也是满脸震惊，看来是他低估了绵绵所谓的饭量。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春眠已经干完了3碗饭。他见别桌的人都朝这边看，还时不时露出嘲笑的声音，怒了。看什么看？春眠凶狠地瞪向那些人，众人吓得连忙缩回了目光。对上苏玉婉，他便又变回一副笑嘻嘻的模样。那个掌柜的，你不会嫌弃俺吃的多吧？苏玉婉笑道：不会，嘿嘿，掌柜的你人真好，往后俺就跟着你混了。春眠往嘴里扒了一大口饭，诚恳地说道。苏玉婉，饭后结账时一共花了2000银子。苏玉婉恍然明白，为啥春眠说月钱有没有不重要，管饭就成。这一顿饭可就抵得上他1个月的月钱啊！春眠不好意思地戳着手，掌柜的，俺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没关系，苏玉婉安慰他，说好了给你加餐，我还不至于出不起这点钱。听到这话，春眠嘿嘿一笑，掌柜的大气。出了酒楼，眼瞧着天色也不早了，苏玉婉说：天儿不早了，回去歇息吧。对了，你家住在哪？远不远？春眠抓了抓脑袋，说道：俺没家。啥？苏玉婉一愣，皱眉问他：你是孤儿？不是。春眠摇头：俺是被家里人赶出来的。被你父母赶出来的？苏玉婉更惊了，这女孩虽长得壮实，但看起来也就14、15岁的样子，竟是被家里人赶出来的。提起这个，春眠拳头攥得紧紧的。俺父母早就去世了，是俺大嫂，她嫌俺吃得多，说养活不起俺，就把俺赶出来了。那你大哥呢？也纵容着你大嫂把你赶出家门吗？春眠恨恨地道：俺大哥一向惧怕俺大嫂，根本就不管这些。哎，苏玉婉不忍感叹，这娃也是个命苦的。顿时想起方才在酒楼里春眠说往后就跟着他混的话，他还以为是开玩笑的。想了想，苏玉婉对春眠道：先回铺子吧。春眠有些疑惑，但还是跟着苏玉婉回了铺子。进去后来到后院，苏玉婉指着后院其中一间房对他说：这2间房里床铺被褥都是新换上的，你挑一间先住下吧。掌柜的，春眠眼眶红红的看着苏玉婉，感动的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玉婉想拍拍他的肩以示安慰，抬起手却发现竟然还有些够不到。他一时尴尬，收回手爪说道：你既然在我店里做伙计，那我供你住也是应该的，安心住下吧。谢谢掌柜的，俺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干活。随后苏玉婉将1间房的钥匙给了他，又给他留了5文钱，明天早上起来肚子饿的话，先买些包子垫垫肚子。听到吃的，春眠脸上重新换上笑容，俺知道了。交代完了一切，苏玉婉让春眠从里头拴上铺子门，这才往镇口走去。回到云溪村，天刚好黑透，他进了院子就直接回了东屋。这段时间他基本都在镇上吃了才回来，沈婆子也就不做他的那份。忙了一天，身上都是味儿。苏玉婉去厨房打了桶热水，回屋洗了一遍身子，才躺在了床上，卸下了一天的疲惫，这会儿只想着睡个好觉。他才刚闭上眼，就听院子里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像是沈宁的。怎么了宁姐儿？沈婆子闻声跑去西屋，一进门被沈宁那长满红疹子的脸给吓了一跳。宁姐儿，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娘，我的脸毁容了。沈宁对着沈婆子哭得撕心裂肺。第23章毁容。苏玉婉又穿上衣裳，跟着来了西屋。一进屋，见到沈宁那张长满红疹子的脸，苏玉婉露出惊吓的表情来。沈宁连忙别过脸，不想让苏玉婉看到她如此狼狈的模样。她如今脸成了这样，苏玉婉见了，指不定心里怎么嘲笑她呢。宁姐儿，这到底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满脸起红疹？苏玉婉走到沈宁跟前，问了一句。沈宁没回答，她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明明之前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了红疹子？沈婆子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问沈宁：我记得你先前说在镇上买了什么玉鸡什么膏的，是不是用了那东西脸才变成这样的？经沈婆子这一问，沈宁恍然想起来，这段时间她几乎每日都涂抹玉鸡养颜膏。娘，一定是的，我这些时日就用了那玉鸡养颜膏，别的脂粉都没用过。你个死丫头，我就说你让人骗了，你还觉得捡了便宜。沈婆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这下子出事了吧？毁了脸不说，还搭了这么多钱进去。见苏玉婉在，沈婆子没说出沈宁偷光家里钱去买玉鸡养颜膏的事。沈宁低声哭了起来，都是那个可恶的商人，是他竟然敢卖假货害人。娘，您一定要帮我报官，把那黑心商抓起来。这时苏玉婉问他：你可还记得那商人的模样？沈宁咬了咬唇，摇头。他当时戴着面纱，说是染了风寒，怕传染给客人。我没看清他长什么样。苏玉婉又问：可知他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沈宁还是摇头。沈婆子看着他，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连他长啥样叫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报官？我……沈宁咬了咬唇，说道：“那不如让大哥出面替我报官。想那会儿大哥刚中解元，邻里乡绅无不来巴结的，就连那松阳县的知县大人也差人送了份贺礼来。大哥如此得脸，由他出面，衙门就是将整个清水镇掘地3尺，也定会将那人抓出来。”苏玉婉适时的说道：“若是由你大哥出面的话，此事确实会好办许多。只是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春闱将至，你大哥这些时日定是为了会考不舍昼夜的读书，若是此时叫他回来，只怕会影响他温习功课。”沈宁一听，当即冷哼道：“苏玉婉，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说来说去就是不想让大哥帮我报官，你的心怎么如此狠毒？”苏玉婉没再说话，而是不动声色地看了沈婆子一眼：“宁姐儿，你大嫂说的没错，你大哥不日便要入京，这个紧要关头万万不能让他分神。”沈婆子思忖再三过后，对沈宁说道：“娘。”沈宁难以置信地看着沈婆子：“难道为了大哥的前程，您就不管女儿我的死活了吗？我还是不是您亲生的女儿，您这样未免太偏心了吧？”顶着一脸痒痛难忍的红疹子，沈宁情绪十分躁动。沈婆子狠狠瞅了他一眼，这会儿说我偏心了，花钱买那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就不长点脑子？沈宁被自家娘呛得说不出话来，他哪里知道那是个黑心伤，他当时一心就只想着变美。娘，我知道错了，您想想办法，我的脸不能毁容，我不要毁容。他不能毁容，要是毁了容，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往后变成了丑八怪，就没人敢娶她了，他自己也没脸出门见人了。气过之后，沈婆子又安慰他道：“行了，别哭了，今儿已经晚了，娘明日一早就去请大夫来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沈宁含泪点头，他的脸时不时的就奇痒无比，他总是忍不住去抓，一抓就会痒得更厉害。沈婆子便决定今晚留在他屋里照看着，以防他忍不住把脸给抓破了。行了，你也回屋睡吧。安抚完沈宁，沈婆子扭头对苏玉婉道。苏玉婉便出了西屋，回了东屋。这一夜她睡得不太好，西屋总是传来沈宁的哭声喊声。隔天一大早，沈婆子就来敲苏玉婉的门。苏玉婉正好梳洗完要去镇上，打开门走了出去。只见沈婆子面色着急道：“玉婉，村里的程大夫不在家，宁姐儿的脸更严重了，你快些去镇上请一位大夫来。”只是过了一夜，沈宁脸上便肿成了馒头，还满脸流脓水，吓得他连忙从床上爬起去村头找程大夫。谁知这么不凑巧，程大夫今日不在家。苏玉婉道：“那行，我去镇上找找。”此时西屋内不断传来沈宁的哭声以及摔东西的声音。沈婆子让苏玉婉快去快回，便去了西屋。娘，我的脸毁了！沈宁崩溃大哭着，发了疯似的乱砸东西。沈婆子上前去抢过他手里的东西放下，耐心安慰：“宁姐儿，你别这样，娘已经让你大嫂去镇上请大夫去了，等大夫来，你的脸就有救了。”沈宁哭喊了一晚上，嗓子都沙哑了，他红肿着双眼看向沈婆子：“娘，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的脸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吗？”“一定会的，你再忍忍，等大夫来了，一定会治好你的脸的。”沈婆子抱住他，一个劲儿说着安慰的话，好分散他的注意力。闹了一晚上，这会儿在沈婆子安抚下，沈宁哭着哭着睡着了。给他盖上被子后，沈婆子就坐在床边守着。他昨晚被沈宁吵得根本没法睡，这会儿也来了困意，便眯着眼打起了盹。啊！一声惨叫，沈婆子被惊得猛然睁开了眼。“怎么了，宁姐儿？”“啊，你的脸！”就见沈宁脸上被抓得血肉模糊，脸皮全烂了。“我的脸，我的脸，娘，我的脸全烂了！”沈宁吓得大哭起来。他刚才在睡梦中感觉到脸上奇痒难耐，便在迷迷糊糊中伸手去抓，没想到就把脸抓成了这样。第24章寻衅滋事。这头苏玉婉来到镇上后，就直接去了铺子。春眠已经起了，在里头擦柜扫地。苏玉婉敲了敲铺门，他忙放下笤帚过来开了门。“掌柜的，早啊！”苏玉婉点点头，问他早上吃了没有。春眠笑着道：“吃了，俺吃了5个包子。”“那就好，收拾一下，一会儿该来客人了。”“好嘞。”今日是开业第3日，客人确实比前2日都多。春眠早上吃得饱，这会儿招呼起客人来就更加卖力了。“哎，进来瞧，进来看，活动最后一天了，错过就不再有了。”他嗓门大，这一吆喝，周围的人群都能听得到，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过来。这些人里，有些是第1次来，有些是第2次、第3次来。主要玉秀阁送的鞋垫太好，拿回去家里人都喜欢，便有了不少回头客。因是活动最后一天，今日大家的消费力比第2日要高很多，一上午的时间就卖出了40多件绣品，半天入账5两多银子。苏玉婉算完账，都有些不敢置信，看来这次的活动做对了。
明面上他是亏本送鞋店，但实际大大增加了销量。短短3天不到，就卖出了以往差不多1个月才能卖出去的货。苏玉婉面露喜色，将银子小心放进抽屉里锁好。谁是这里的掌柜？突然，一道高尖锐的声音自门外传来。苏玉婉抬头看去，3、4个妇人气势汹汹地走进来。领头的妇人膀大腰圆，一张圆盘脸上满是凌厉之色，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人。在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面色不善的妇人。一旁的春眠见这情形，撂下手里的活，走到了苏玉婉身边，冲几个妇人道：“你们要干什么？”领头的妇人扫了一眼，最后视线落在苏玉婉身上：“你就是这家店铺的掌柜吧？”苏玉婉神情从容地看向他：“我就是。你有何贵干？”“有何贵干？哼，臭丫头，你把我们几家店的生意都抢走了，你说我想干什么？”这几个人都是开绣品铺子的，这几日因为苏玉婉这里搞出买绣品送鞋店的活动，人都往玉绣阁跑，其他绣品铺子的生意自然就惨淡了。苏玉婉的铺子抢了他们店铺的生意，他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几人一合计便找上了门来。苏玉婉看着为首的妇人，笑道：“这位掌柜，您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都是开门做生意的，客人愿往谁家去是客人的意愿，怎么会是我抢了生意？”其中一个妇人怒声道：“别人家店铺开业都是送小玩意儿，你这送鞋店还买多送多，人都往你这儿跑，你可不是抢生意吗？”另一个妇人也道：“就是，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你这是扰乱市场。”面对几人寻衅的语气，苏玉婉不卑不亢道：“这位掌柜此言差矣，我只是附送鞋店而已，并没有刻意压低商品价格，怎么能是扰乱市场呢？但你送的多，这算不算破坏行规？”苏玉婉笑了：“据我所知，大景朝并没有哪条律令明令禁止商家不能额外多赠送顾客商品的。”你……那妇人气得面红耳胀，败下阵来。领头的妇人见苏玉婉小小年纪，嘴皮子却这么厉害，狠声道：“臭丫头，你偏要敬酒不吃罚酒是吗？”另一个妇人附声道：“大姐，今儿咱们必须要给这臭丫头一点颜色瞧瞧，否则往后他们家独揽生意，咱们就更没法挣钱了。都给我上，砸了他的铺子！”领头妇人一声令下，几个妇人便纷纷撸起袖子准备砸店。谁敢？春眠挡在苏玉婉面前，挥起拳头，恶狠狠地盯着几个妇人：“谁敢动一下店里的东西，别怪俺不客气。”几个妇人见这丫头人高马大，一身的蛮劲，顿时有些怕了，站在原地不敢动。领头妇人见状，恼怒地朝几人道：“你们这么多人，难不成还怕一个臭丫头吗？”几人对视一眼，便又往货柜走去，准备开砸。啊！只听得一声惨叫，春眠一只手迅速扼住了其中一个妇人的手腕，一个用力，便听到手腕骨头咔嚓作响。妇人疼得直哀嚎：“哎呦喂，疼疼疼！放开我，放开我！”见状，另一个妇人扑过来帮忙，直接被春眠一脚踹翻在地，力道之大，直踢的妇人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喊。其余几人都被春眠的身手给震慑到了，纷纷退到了领头妇人身后。领头妇人身子微颤了一下，暗骂了句：“一群不中用的东西。”春眠盯着眼前的妇人，眼神凶狠地问：“怎么样，还敢砸吗？”妇人哆嗦着身子，连忙道：“不敢了，不敢了，女侠饶命。”春眠朝苏玉婉看了过来：“掌柜的要放过他吗？”苏玉婉看向领头妇人：“那就要看各位掌柜的意思了。我们掌柜的问你话呢。”春眠目光凶狠地瞪向领头妇人，妇人被他瞪得直发怵，颤颤巍巍道：“那个，误会误会，姑娘别生气，我们这就走。”苏玉婉冷冷一笑，朝春眠使了个眼色。春眠一把松开妇人：“再敢来闹，手给你拧断！”“不敢了，不敢了！”妇人捂着手，面色惊恐地退后了好几步，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铺子。其余几人都畏惧春眠那可怕的力量，纷纷落荒而逃。这一场挑衅风波来得快，结束的也快。春眠拍了拍手，风轻云淡地看向苏玉婉：“掌柜的别怕，有俺在，他们不敢再来闹事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身手。刚才春眠教训几个妇人的模样，就连苏玉婉都有些被惊到。春眠嘿嘿一笑：“俺爷以前参过军，小时候跟着他学了2招。”苏玉婉朝他一笑：“表现不错，今日还真亏了有你。若不是有春眠在，那些妇人动起粗来，只怕他也是应付不了的。”苏玉婉顿时觉得自己捡了个宝。第25章医治。晚间时分，苏玉婉才带着一位大夫回了沈家。一进院子，就听到西屋传来沈宁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同行的张大夫听到这凄惨的叫声，眉头不由得皱了皱。沈婆子从西屋出来，瞪着苏玉婉，怒声质问道：“让你请大夫，怎么去了1天才回来？明明交代了让他早去早回，却去了整整1天。这个苏玉婉是诚心让您姐儿受折磨是不是？”苏玉婉不疾不徐说道：“今儿镇上药铺的大夫都忙，很难请到出诊大夫，这位张大夫还是我软磨硬泡才请来的。”事态紧急，沈婆子没再多说，
缓和了神色后，请张大夫赶紧进屋给沈宁看脸。原本闹腾不休的沈宁终于安静了下来，满怀希冀的朝这边看了过来。张大夫走到床边，对上沈宁的脸，被狠狠震惊到了。这姑娘除了一双眼睛还算正常，脸上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她行医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患者，一时有些无从下手。见着大夫一脸没把握的神情，沈宁不耐烦地问道：“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闻言，张大夫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沈婆子连忙上前打圆场：“不好意思啊，张大夫，小女疼痛了一天，难免气性大了些，并没有恶意的。”而后又看向沈宁，用眼神示意她收敛些。沈宁只好闭上了嘴。张大夫这才对着沈宁的脸进行检查。张大夫，小女的脸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变成这样的？沈婆子在一旁急得不行。最近可使用过什么东西擦脸？张大夫问。沈婆子忙去梳妆柜上将沈宁用剩的最后半盒玉肌养颜膏拿了过来。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擦了这个东西。张大夫接过玉肌养颜膏，先是闻了闻，后又取出银针一试，银针并没有变黑，这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妥。这不能吧？沈婆子愣了一愣，这东西要是没问题，我闺女这脸又是因何原因导致的？张大夫还是那句话，我已经检查过了，确实没有任何问题。这一下换沈宁纳闷了，怎么会没问题？明明她这段时间就只接触过那几盒玉肌养颜膏，若不是那东西引起的，她为什么会无缘无故长满红疹？苏玉婉一直没有说话，那玉肌养颜膏里的汞成分用银针是试不出来的，前世罗三娘被衙门抓获后才供出来的。那张大夫，依你看我家闺女这脸该如何医治？沈婆子问道。张大夫直言道：“这姑娘脸上有多处脓液淤积，须得先将脓液排出干净方能用药。那就请大夫快些为小女医治吧。”沈婆子面色微喜，语气也和善了几分。张大夫让准备热水，沈婆子吩咐苏玉婉去烧，苏玉婉没说什么，去了厨房烧水。接着张大夫又从药箱里掏出一把看着极为锋利的小刀来。看见那刀，沈宁害怕的哆嗦了一下身子，颤抖着嗓音问张大夫：“大夫，你拿刀干什么？”张大夫如是说：“先用刀划开你脸上的脓肿，将脓液引流排出。”用刀划脸。沈宁顿时吓得往后缩了一下，惊恐的看着张大夫：“我不要，我不准你用刀划开我的脸，走开走开。”见状，张大夫无奈的朝沈婆子看过去，沈婆子也被他的话吓得不轻，不禁多问了一句：“张大夫，这小女的脸本就破相了，再用刀划开，往后这脸还能看吗？”沈宁的性格，沈婆子最是清楚，她从小就十分在意自己的脸，现在说要用刀划开她的脸，她怎么会愿意？张大夫迟疑了一下，说道：“令爱脸上的脓肿过大，情况十分严重，若不尽快将脓液引出，任由其深入到骨头的话，只怕到时会有性命之忧。”沈婆子一听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脸色瞬变，握着沈宁的手安慰她：“宁姐儿别怕，听张大夫的，保住性命要紧。”沈宁怎么也没想到，那玉肌养颜膏竟然还能让人有性命之忧，顿时后怕不已。但更让他害怕的是，自己的脸要被划开一道道口子，这岂不是比毁容还要可怕？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沈宁说什么也不愿意，他拼命摇头：“我不要，我不要，娘你让他走，让他走。”苏玉婉将热水端进来后，就见到沈宁缩在床角，一个劲儿说着不要用刀划脸的话。无论沈婆子怎么劝说，他都不肯配合。张大夫脸上呈现无奈之色。苏玉婉将木盆搁在桌上后，静静站到一旁：“玉婉，你别干站着，快帮着劝劝宁姐儿。”沈婆子朝他看了过来。闻言，苏玉婉走进了床边，看着沈宁那种成猪头的脸，她劝道：“宁姐儿，你还是听张大夫的话吧，否则往后都要顶着一张流血流脓、丑陋不堪的脸，就更没法见人了。”沈婆子嘴角一抽，往苏玉婉这边狠狠斜了一眼，让她帮着劝劝。她却说这些伤人心的话，这不成心让宁姐儿难过吗？原本还在拼命抗拒的沈宁，听到这话，倒是慢慢的平静了下来。苏玉婉的话深深刺痛了她，她可不想变成那样让人笑话，尤其是苏玉婉。后又在沈婆子的几经劝导下，沈宁才肯配合张大夫进行治疗。苏玉婉退到一旁，暗暗看了张大夫一眼，张大夫也暗中朝他看了一眼，随后拿着刀在沈宁脸上脓肿的几处地方划开了一道道深口。沈婆子不忍去看，别过了头。约莫1个时辰后，沈宁的脸上抹了药，裹上了厚厚一层纱布，只剩眼睛、鼻子、嘴巴露在外面。整个过程都没听到他哼一声，沈婆子还有些惊讶，但其实沈宁是硬生生忍着不敢叫唤。云溪村不大，邻里邻居有啥大动静都听得到，他要是大声叫唤的话，整个村子都要知道他毁容的事了，以后就更没脸见人了。事后，张大夫开了一瓶药，交代沈婆子，这药有止血化瘀的功效，每日3次，记得给他涂抹在伤口处。好好，辛苦了张大夫，我送您。苏玉婉上前道：“娘，你陪着宁姐儿吧，我送张大夫。”也好。苏玉婉便送张大夫出了门，
掏出了事先说好的2两银子给他。张大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笑道：“姑娘客气了。”接了银子后，张大夫便离开了。第26章，一盒桃酥。临近年关，天气越发冷了，去往镇上购买年货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玉秀阁在开业那几日积累了不少回头客，如今活动结束后，生意也还算平稳。店里烧了盆炭火，没客人的时候，苏玉婉就叫上春眠一块坐在火盆边取暖。身上一暖，春眠就有些饿了，肚子不受控制的咕咕叫了起来。苏玉婉摇头失笑，起身从柜台拿出前2日买的一盒桃酥，打开盖子给他拿了2块，吃吧。春眠接过，冲苏玉婉一笑，放嘴里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露出满足的神情，哇，这个真好吃。苏玉婉将整盒都给他，好吃你就多吃点。看着苏玉婉递过来的桃酥，春眠愣了一愣。怎么了春眠？苏玉婉好奇问。春眠抬起头来，眼眶竟红了，他嗫嚅着唇说：“掌柜的，你是第一个这么对我好的人。”苏玉婉听完松了口气，还以为他怎么了，刚才那样着实把他吓了一跳。这话你都说过很多次了，我说过，身为掌柜，对伙计好是应该的。春眠眼泪汪汪的看着他，想起以前在家里，大哥买了一盒桃酥回去，其他人都有，唯独没有他的份。大嫂说他这个样子，往后也是嫁不出去的，是赔钱货。这些好东西给他吃，简直是糟蹋了。小侄子知道他馋桃酥，就把自己手里的桃酥丢在地上，用脚踩过，让他捡起来吃。那时的他就想着，有朝一日他一定要离开那个讨厌的家，自己挣钱，然后买一大盒桃酥。苏玉婉见他神情有些低落，猜他许是想起了往事，便问他：“春眠，你想家吗？”春眠摇头，不想，那个家已经不是俺的家了。他看向苏玉婉：“掌柜的，俺就愿意跟着你。”苏玉婉一笑：“当然好了，你好好表现，等挣了钱，我给你收婆家。”这话惹得春眠脸色一红：“掌柜的，你就别打趣俺了，俺这个样子，男人见了都吓跑，谁敢娶？”“谁说的？”苏玉婉笑着说：“我觉得你很好，是那些男人配不上你，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那个真心待你的人。”春眠认真听着苏玉婉的话，突然问他：“掌柜的，你的相公是不是待你很不好？”苏玉婉一愣：“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春眠想了想道：“因为俺觉得你笑起来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开心。”“是吗？”苏玉婉很惊讶，春眠竟然能如此细腻观察到这些。确实，自重生以来，他没有再真正开心的笑过一次。毕竟有着前世那样惨痛的遭遇，他又如何真正开心的起来？丈夫的背叛，婆母小姑子的不择手段，都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每每想起就心痛不堪。春眠又问他：“掌柜的，那你会和你的相公和离吗？你这小丫头才多大点啊，就和离长和离短的挂在嘴边。”苏玉婉假睨了他一眼，春眠一脸认真的对他说：“俺也希望掌柜的能找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苏玉婉不禁失笑，他会和沈旭和离的，很快了。过完年沈旭便要入京，等到他金榜题名那日，他还有份大礼要送给他。等到和离之后，他便守着这家店铺独自生活下去。至于其他的，他没想过。你们俩在聊什么呢？罗三娘扛着一大个包袱进来，笑眯眯地看着两人。三娘来了。春眠见到罗三娘就露出一脸的兴奋。罗三娘如今算是玉秀阁的御用绣娘了，这店里大部分的货都在她那儿拿。她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将绣好的绣品送到店里来，与春眠也早已相识了，就知道你这小馋虫在等吃的。早上刚烙的鸡蛋葱花饼还热乎着呢。罗三娘笑着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春眠。春眠接过后笑嘻嘻地道：“谢谢三娘。”然后打开布包，当先拿了一个给苏玉婉：“掌柜的先吃。”苏玉婉笑着摇头：“你吃吧，我不饿。”她起身走到柜台，罗三娘将包袱打开，里头有孩童虎头帽、虎头鞋、肚兜等大大小小50多件精致的绣品。苏玉婉清点了一下后，按照早前谈好的拿货价，一共结了15两银子给她。多谢苏姑娘，哎呀，我这跟着你啊，真是跟对了。罗三娘拿着银子，笑得开心。苏玉婉浅浅一笑，随即从柜台拿出一匹素色棉布匹来，对罗三娘道：“对了，三娘，我瞧着你绣工不赖，如今入冬了，想请你帮忙做2身冬衣。”“当然没问题。”罗三娘问他：“是照你的尺寸做吗？”苏玉婉指了指一旁正在吃鸡蛋葱花饼的春眠，给春眠做。春眠被家里赶出来后，就只带了一套换洗衣裳，而且都是破旧的不能再破旧的。如今天冷了，苏玉婉便想着给他做2身厚的。他还在长身体，衣裳稍微做宽松些，做起活来也方便。罗三娘笑道：“好，交给我吧。”他走到春眠那头，量了春眠的尺寸。春眠听说苏玉婉要给他做衣裳，高兴的不行，还问罗三娘能不能给他绣2朵花上去。他从小到大穿的都是他嫂子穿剩下的衣裳，还从没穿过新衣裳。罗三娘听了，
既心酸又心疼，笑道：“当然可以了，三娘一定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让你穿着过个好年。”“多谢三娘。”“傻孩子，客气啥？”中饭，苏玉婉、刘罗三娘在这儿吃。前几天她请人来在后院搭了个小厨房，又置办了锅碗瓢盆，买了粮油米面肉菜，自己开火做饭。春眠饭量大，顿顿去外面吃有些贵，自己买菜回来做能省不少钱，这些钱能给他家不少餐的。今日罗三娘在，下厨的活就被他包了。他做的菜很好吃，春眠就负责打下手。没一会儿，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就端上了桌，三人围桌而坐，有说有笑吃着饭，将这一方小院烘托得热闹而温情。第27章撒泼。大年30这天，天上飘了雪，屋檐上白茫茫一片，家家户户杀鸡宰羊贴春联，孩子们成群结队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整个云溪村被喜庆热闹的氛围笼罩，唯有沈家像是与这份热闹隔绝开来般。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挂红灯笼，也没有贴春联。沈宁自从拆了纱布后，整个人性情大变，每日躲在屋里不出门，也鲜少说话了。张大夫将他溃烂流脓的脸医治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几道触目惊心的疤痕，这让一向爱美的沈宁如坠深渊。每当夜深人静时，经常能听到她的哭泣声。沈婆子每日给她屋里送饭，她也不理。见她那副颓废的模样，沈婆子也是心疼的不行，想安慰又不知如何安慰。沈宁被毁的不仅是脸，还有她的人生，并不是安慰几句就能抚平她内心伤痛的。放下饭，沈婆子看了她一眼，无奈转身出去了。娘，宁儿还是不肯出来吃饭吗？沈旭站在西屋外，担忧的朝里看了一眼。他是昨儿回来的，回来才得知沈宁的脸毁容了。他去了西屋想安慰她几句，却被沈宁赶了出来，连他也不想见。沈婆子深深叹了口气，还是老样子，不肯出门，也不愿说话。沈旭想进去开导沈宁，沈婆子冲他摇了摇头，还是别进去了，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这些天，沈婆子该开导的都已经开导了，可沈宁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是默默流泪。沈旭知道容貌对于女儿家有多重要，他对沈婆子说：“儿子一定好好努力考试，等中了进士，请京城最好的名医给宁儿医治。”沈婆子欣慰一笑：“你有这份心，宁姐儿定是高兴的。”说完，他将沈旭叫到了堂屋。昨晚沈旭又是在书房睡的，他难得回来，却每回都睡在书房。沈婆子不免想起上一回苏玉婉说的话，便问他：“旭哥儿，你如实告诉娘，你是不是在外头有了别的女子？”沈旭一愣，皱眉道：“娘怎会这么问？儿子并没有。”这沈婆子就更不解了：“既然没有，那你为何总是睡书房，迟迟不肯与玉婉圆房？”闻言，沈旭眸光闪烁了一下，搪塞道：“儿子睡书房只是想静下心来多温习几遍功课，好在明年的会试中取得好成绩。”听他这样说，沈婆子便没再怀疑了，只是劝他：“娘知道你勤勉，可也得注意身子，别太劳累了。”儿子知道。沈旭说完便回了书房。沈婆子朝西屋看了一眼，暗暗叹了口气，随后去了厨房忙活。苏玉婉照常去了铺子里，绵绵已经穿上了新衣，这会儿正高兴地自我欣赏着，见到苏玉婉，她忙走上前来，笑着说道：“掌柜的，新衣服很漂亮，谢谢你。”苏玉婉笑看着她：“好看，这衣服的颜色很衬你。”绵绵还是第一次被夸，心里美滋滋的。春眠你个死丫头，原来躲这儿来了。门口走进来一个泼辣的妇人，指着春眠就骂。春眠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正在理账的苏玉婉见状，忙从柜台走出来。她打量了妇人一眼，又瞧春眠，好像对她有些害怕的模样，猜想此人也许就是将春眠赶出家门的大嫂。这位客官，春眠是本店的伙计，你有什么事吗？苏玉婉神色淡淡的看着眼前妇人。妇人一听春眠在这家店做伙计，顿时眼珠子一转，对苏玉婉笑道：“哎呦，想必你就是这家店铺的掌柜吧？我是春眠的大嫂，我叫杨桂花，这不是今儿大年30了吗？我叫春眠回去过年。”顿了顿，他问道：“掌柜的，春眠在你这儿做伙计，月钱多少啊？”苏玉婉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杨桂花在打春眠月钱的主意。这时春眠走过来，冷冷看着杨桂花：“你打听俺的月钱做啥？俺已经和赵家没关系了，你也别想打俺月钱的主意。”你！杨桂花气了个半死，她见春眠身上穿的料子不便宜的样子，猜想春眠在这店铺挣的月钱估计也不少，于是换了副笑脸对春眠道：“春眠，先前大嫂不过是随口说了你几句，谁想到你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这些时日，大嫂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如今可算是找着了。今儿是大年30，你跟大嫂回去过年吧，别再任性了。”说罢，他做事去拉春眠的手。春眠后退一步，一把甩开了他，郑重说道：“俺已经和赵家没关系了，往后那儿不再是俺的家，俺是不会回去的。”杨桂花一听，眉头皱得死死的：“春眠，你这丫头怎么这么犟呢？再说你又没嫁人，过年不回家，你去哪儿过？快跟我回去！”
说完又转看向苏玉婉，笑着道：“掌柜的，就劳烦你把我家春眠的月钱结算一下，家里还等着买年货呢。”苏玉婉挑眉说道：“春眠的月钱我自然会结给他，就不劳你费心了。”这话呛得杨桂花脸色一变，她看向春眠，好言劝道：“春眠，这大过年的你不回家怎么成？跟嫂子回家吧。”春眠冷笑：“先前你不是嫌俺吃得多，让俺滚出赵家自生自灭吗？这会儿怎么又叫俺回去？不怕我吃垮赵家了？”杨桂花一愣，这死丫头出来一遭，怎么嘴皮子变得这么厉害了？她只得讨好的说道：“上回的事是嫂子不对，你别放心里去，跟我回家吧。”“俺不会回去的。”春眠态度坚决：“俺说过，那里不是我的家了。”杨桂花见软磨硬泡都对她不管用，气得脸都绿了。“好，你不回去也成，你挣的月钱得全部交给我。”“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爹娘死后，是你大哥挣钱把你养这么大的。”春眠气笑了：“你也说了，那是俺大哥的钱，关着你什么事？”杨桂花理直气壮地说道：“你大哥的钱就是我的钱，我们养你大，你挣了钱就必须得拿回家里。”第28章除夕。经杨桂花这一闹，店铺外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春眠怕影响玉秀阁的生意，便发狠话让杨桂花赶紧走。杨桂花使出撒泼打滚的招数，往地上一坐，扬言道：“我不管，今儿你不把钱交出来的话，我就坐这儿不走了。”看热闹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的指责杨桂花太无赖，有的指责春眠不孝。春眠气得不行，撸起袖子准备揍这女人一顿。谁料杨桂花当先哭了起来：“哎呦喂，大家伙看看啊，我家这小姑子挣了钱不回报大哥大嫂的养育之恩就算了，还想动手打嫂子，真是没天理了。”杨桂花，你……春眠气的拳头攥得紧紧的。苏玉婉朝他递了个眼色，示意他稍安勿躁，又看向坐在地上的杨桂花，笑着道：“赵家嫂子这话说的不全，当着大伙的面也得说说在家是如何让春眠吃剩饭馊饭睡柴房的呀。”听到这话，原先还指责春眠的人纷纷转变了风向，转而指责杨桂花心肠恶毒，竟然如此虐待自家小姑子，怪不得小姑娘小小年纪就跑出来给人当伙计。杨桂花见状顿时慌了，连忙否认道：“大家别听她胡说，我从来没有虐待过我家小姑子，她在家里一向都是吃好的穿好的，住的也是最好的屋子。”她看向苏玉婉，露出怨毒的目光：“这家店铺掌柜是个黑心的，我说要带我家小姑子回家过年，她不仅不让，还不肯结算工钱。”正当门口众人面面相觑，猜测他话里的真假时，春眠走上前来，他一咬牙，将两只袖子撸了上去，露出两只胳膊上一条一条的淤青。大家看看，这些淤青是1个月前被这个女人打的，就因为俺没砍够柴，她就罚俺1天不许吃饭，俺饿得不行，吃了桌上剩的半个馒头，就被她用藤条打。看到春眠胳膊上的淤青，众人都倒吸了口凉气，就连苏玉婉都狠狠被震到。他只听春眠说过杨桂花给他吃剩饭馊饭的事，却不知道他曾经竟还被这女人打成这样。我说，你这女人可真够狠毒的，这小姑娘都拿出被你虐待毒打的证据来了，你还在这反咬一口？就是这天底下竟有这么恶毒的女人，简直是可恨，还好意思来要钱，呸，不要脸！面对众人的指责，杨桂花彻底慌了，她狠狠瞪了春眠一眼，爬起来跑了。之后众人也纷纷散了。苏玉婉这才把春眠拉到一旁，看着她手上的淤青，心疼地道：“傻丫头，你先前怎么没跟我说过你被你大嫂打过这事？”春眠笑道：“小事，反正都不疼了，还笑呢。”苏玉婉嗔怪地看着他，明明先前对付来闹事找茬的人都挺厉害的，怎么到自己头上就不知道反抗？俺那时也是怕大哥为难，往后俺啥都不怕了，他要是再敢来闹，俺一定会把他打跑。春眠一脸不怕事的表情。苏玉婉失笑道：“经此一遭，他估计也不敢再来了。”两人正说着话，罗三娘来了。方才我在街市买年货，听到有人说玉秀阁里有人闹事，苏姑娘、春眠，你们没事吧？苏玉婉对罗三娘道：“没事，那人已经跑了。”罗三娘松了口气：“没事就好。对了，那人是为何事来闹啊？”“那人是俺大嫂。”春眠向他解释道：“见俺在这做伙计，就打起了俺月钱的主意，隔这儿闹了一通。”罗三娘面露惊讶，只知道春眠命苦，被嫂子赶出家门，没想到他那嫂子竟还如此不要脸，跑到店里来闹，顿时心疼起了春眠。“春眠，今儿大年30，要不你和我一块儿去我家过年吧？”春眠双眸一亮，但还是推辞了：“还是不了吧，俺一个外人，大过年的去三娘家里不合适。”罗三娘笑道：“傻丫头，什么外人不外人的，咱们都这么熟悉了，你就去我家吃个团圆饭，再住上一晚，今儿我买了好多菜。”又看向苏玉婉：“只可惜啊，苏姑娘是有家室的，否则真想请你也一块到我家过年。”苏玉婉莞尔：“我就不必了，先前还怕春眠一个人在店里感到孤单，去你那儿也好。”虽然苏玉婉也有心想带她回去过年，可沈家毕竟不是她的家。
得了苏玉婉的肯，春眠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先前还以为大过年的自己得一个人在店里孤孤单单了。看出春眠的心思，苏玉婉便让他收拾收拾，跟着罗三娘去了。苏玉婉留在店里将账理清，再把地上打扫干净了，才回了沈家。云溪村的习俗是晚上吃年夜饭，因此沈婆子和沈旭还一直没吃，等着苏玉婉。这会儿见他回来，沈婆子语气有些不悦地道：“玉婉，今儿是除夕，明知一家人都等着你吃年饭，怎么也不早些回来？”苏玉婉面色淡淡：“事儿忙，回来晚了。”沈旭打圆场道：“倒也不算晚，往年也是这个时辰吃年饭，快坐下吧。”苏玉婉便在沈旭身旁落了座。沈宁还是不肯出来一块吃年饭，因此沈婆子连鞭炮都没有买，怕他听了闹心。吃饭间，沈婆子问苏玉婉：“玉婉，你最近生意咋样？明儿旭哥就要启程入京了，你看这盘缠的事。”苏玉婉放下碗筷，故作惊讶地看向沈旭：“啊，相公这么早就要启程上京了吗？”沈旭点点头：“路途遥远，须得早些出发。”“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前些个月刚盘下了一家铺子，如今才刚开业没多久，还没赚回本。”苏玉婉苦恼地说道：“可能暂时没钱给相公的。”“什么？”沈婆子砰地放下碗筷：“你啥时候租了铺子？咋没跟我提起过？”“苏玉婉，这不是这段时间您都忙着照顾您姐儿，一直没找着合适机会同您说吗？你怎么也不跟家里商量一下？这下旭哥的盘缠可怎么办？”沈婆子气得脸都白了。一旁的沈旭也深深皱起了眉头。第29章，要钱没有？沈婆子看着苏玉婉，满腔的怒火：“玉婉，不是娘说你租铺子这么大的事，你也不事先同家里商量。如今旭哥就要上京，没有盘缠，你让他怎么办？”先前他一口一个为了旭哥上京的盘缠，沈婆子才揽下了家里所有的活，只为让他多挣些钱。这会儿却告诉他拿不出钱来，怎能让他不有火？沈旭劝沈婆子：“娘，没关系，上京途中公家提供食宿和公车，明儿我去官府申请一下就行了。”沈婆子看了他一眼，说道：“公家补贴的银子才多少，哪儿够的？你出门在外，手头不宽裕，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急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沈旭一时语塞，自家娘说的也不无道理。苏玉婉淡淡地道：“我也没想到相公会将启程的日子提前，原想着等铺子赚回本了，就能有更多的银子给相公做盘缠的。”顿了顿，他又道：“不如这样，相公明儿多带些干粮出发，等我手头宽裕了，就立刻给你寄到驿站去，如何？”“也好。”沈旭语气淡淡的，面色有些沉闷。新婚那日他承诺给他的50两没有做到，如今上京没有盘缠，他也不好有怨言。那娘觉得呢？苏玉婉又看向沈婆子，沈婆子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家里的钱都被沈宁败光了，他自己也掏不出钱来，还能怎么办？也只能这样了。隔天一大早，沈旭便起了，沈婆子为他收拾好了行囊，又给他准备了一大包干粮和水，还煮了10多个鸡蛋，一同装进去了。沈旭提着沉甸甸的包袱，心里颇不是滋味。“娘，儿子这就走了，您在家保重身体，照顾好宁儿。”“好好，娘知道，你也要照顾好自个儿，每到一个驿站就给家里寄封平安信来。”沈婆子看着儿子，一脸的慈和与心疼。“儿子知道，外头冷，娘您回去吧。”“哎。”沈婆子站在院门口千叮万嘱，一直目送着儿子走远，偷偷抹了把泪，才回了院子。苏玉婉这时候才刚起来，看到他，沈婆子就一肚子的火：“旭哥今儿启程，你这做妻子的也不说起来送送。”苏玉婉面无表情地道：“昨儿店里事多，身子实在乏累，便多睡了一会儿。”见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沈婆子气更加不打一处来：“你瞧瞧你如今对自家丈夫是不闻不问的，哪还有半点做妻子的样子？”沈婆子如今真是后悔让旭哥娶她，本想着她嫁给旭哥后成了正经的沈家媳，能给沈家挣更多银子，谁料银子没挣到不说，气性还越发的大了。跟她这个婆母说话也是半点敬意都没有。听到这话，苏玉婉面色冷了几分，直直看着他，反问道：“那依您看，做媳妇儿的应该是什么样子？”沈婆子一噎，气得脸色铁青。苏玉婉无视他，直接扭头出了门。来到镇上时，店铺门已经开了，春眠正拿着一把铁锹在门口铲雪。这2日夜里下了不小的雪，路面上堆积了厚厚一层积雪，他便在门口铲出了一条道来，好方便苏玉婉和客人们来往玉秀阁。“掌柜的你来了。”见到苏玉婉，春眠笑着打招呼。苏玉婉冲他一笑：“小心些，地上湿滑，可别摔了。”春眠拍拍胸脯：“放心吧，俺做事稳当着嘞。”苏玉婉放心的点点头，进了铺子。“苏姑娘，苏姑娘！”才走进柜台，就听门外传来罗三娘急切的声音。下一刻，就见她着急忙慌的从外头小跑进来。门外铲雪的春眠见她如此赤急白脸的，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便也跟着进了来。“三娘，怎么了？你慢慢说。”苏玉婉见她喘得厉害，便倒了杯热茶给她，让她缓一缓再说。
罗三娘顾不得喝茶，缓过一口气后，对她说道：“苏姑娘，方才我送春眠来镇上，回去的时候在石井巷附近看到了那日的瘸腿乞丐，我怕认错，还躲在远处观察了好一会儿，发现他右手背上有一个和你说的一模一样的疤痕。”苏玉婉一听，面色一紧，连忙对罗三娘道：“快带我去。”想了想，他又对春眠道：“春眠，把铺子关了，跟着一块儿去。”春眠见他如此慌张，也没多问，将门关上后，跟着两人往石井巷去了。石井巷深处有间破旧的屋子，三人一路沿着巷子来到了破屋前。透过破败的木门，可以看到里头正躺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苏玉婉认出乞丐身上的衣服和那日见到的乞丐身上穿的是一样的，便扭头对春眠低语了一句。春眠听后点点头，随后缓缓推开了破屋的门，悄声上前摁住了正在熟睡中的乞丐。那乞丐睡得好好的，突然就被人莫名其妙的摁住胳膊，顿时又惊又猛：“放开我！你想干什么？”春眠加重了手上力道：“老实点，别动，我们掌柜的要问你话。放开我，放开我！”那乞丐在春眠手下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了。忽见门口走进来两人，乞丐抬起头去看，就见两名女子正居高临下望着自己。乞丐挣扎了一下，又冲着眼前二人喊：“放开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苏玉婉没说话，而是伸手扒开他右手上的衣袖，露出的手背上果然有一道疤痕。“你们到底是谁？要干什么？”乞丐被春眠摁得死死的，丝毫不得动弹，只能张着嘴大喊。苏玉婉确定了他手上的疤和当年拐走他之人手上的疤是同一个，目光紧紧地盯着乞丐，问道：“老实回答我的话，就放了你。”乞丐连连点头：“我问你，10多年前，你是不是拐卖了一个7、8岁的女娃娃？”女娃娃？听到这，那乞丐猛然看向苏玉婉，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他：“难道你就是？”苏玉婉直视着他：“没错，我就是当年被你拐卖的那个女娃娃。”乞丐脏污的脸上明显一慌，连忙低下了头。春眠手上一个用力，乞丐疼得滋哇乱叫，又抬起了头。苏玉婉冷冷看着他：“我问你，你当时是在哪里将我拐走的？我的家在哪儿？”第30章绅士。面对苏玉婉的逼问，乞丐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一旁的罗三娘直接朝他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怒声道：“赶紧说，不然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春眠也大大加重了力道，只听见乞丐胳膊处发出一声清脆的骨折的声音，疼得乞丐直喊：“哎呦哎呦，疼疼疼！我说。”在苏玉婉的盯视下，乞丐缓缓说道：“我不知道姑娘你家在哪儿。”罗三娘见状，又狠狠踢了他一脚，还不说实话。乞丐疼的五官都扭在一起：“我说的都是真的。”苏玉婉皱眉，和罗三娘对视了一眼，又接着问他：“那你是在哪里将我拐走的？”“是在途径宝平府的官道上。那时我逃难到宝平府，见官道上停着一辆十分华丽的马车，马车上有一个贵妇人正在给路上的难民们派发吃食，我便也上前去向那妇人讨要食物。可轮到我的时候，那妇人却说食物发完了。我那时实在饿极了，便冲上了马车，想试图在马车里寻找到些许吃的。那妇人误会我是打劫的，便让随行侍卫上前来抓我。情急之下，我见车厢里坐着个小女娃，便劫持了小女娃。后来呢？”罗三娘接着问。乞丐偷偷瞄了苏玉婉一眼，接着说道：“后来我劫持小女娃逃走了，逃了1天1夜，途中小女娃病了，全身发高热，奄奄一息的样子，我怕，所以就找了个人牙子把她给卖了。”听完，三人皆是唏嘘不已，尤其是苏玉婉，她呆滞地站在原地。自己被沈家买回来的时候，身上也还发着高热，差点没命，如此便对得上了。回过神后的苏玉婉脸上浮现一丝欣喜，她终于知道一丝关于自己身世的信息了。那乞丐提到的贵妇人，会不会就是他的亲娘呢？苏玉婉又看向乞丐：“你还记不记得那妇人的模样？”乞丐认真的想了想，最后盯着苏玉婉惊奇地道：“我记起来了，那贵妇人当时的模样与姑娘你如今的模样十分相像。”听后，苏玉婉心头一震，如此说来，那妇人便是他亲娘无疑了。最后，他又问那乞丐：“那你可知道那辆马车当时从哪儿来，又是要通往哪里去？”这乞丐仔细回想，最终摇头道：“这我就不清楚了。”说完，他又连忙向苏玉婉道歉：“姑娘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当年拐走你都是我的错，看在我实话实说的份上，你就放了我吧，求求你了，姑娘，求求你了。”罗三娘和春眠对视了一眼，皆看向苏玉婉，似是在等着她做决定。苏玉婉思忖了片刻后，毫不犹豫地对春眠道：“春眠，将他送去衙门。”三人跑了一趟县衙，在知县大人的审问下，乞丐招供了拐卖苏玉婉的事实，最后被收监了。回到店铺的时候，苏玉婉还在回想着乞丐口中的那些话：华丽的马车、贵妇人，还有随行侍卫。这么说来，他原来的家似乎还不是一般人家。
罗三娘也抓住了乞丐口中的这几点重要信息，这会儿笑看着苏玉婉，说道：“苏姑娘，若那乞丐说的都是真的，说不定你原来是一位高门大户家的千金呢。”一旁的春眠一听，顿时双眼亮晶晶的看着苏玉婉：“掌柜的，这么说，你真的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啊？”苏玉婉却道：“一切还只是猜想而已，何况这么多年过去，谁知会有什么变数？再者，苏玉婉顿了顿，说道：“那乞丐是在半道上将我劫走的，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仅凭那乞丐说的那几点信息，他还是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罗三娘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安慰道：“虽然没有具体信息，但至少知道你不是孤儿了，不是吗？”苏玉婉脸上总算重拾了笑容。三娘说的是，知道我不是孤儿，还有家还有父母，就已经是最好的欣慰了。至于能不能找到他们，那便只能听天由命了。一旁的春眠也安慰他：“一定会的，俺相信掌柜的一定会找到家人的。”苏玉婉笑着看着他俩，由衷的说了声：“谢谢你们。”今天要不是他们俩，苏玉婉根本不可能会知道关于自己的身世。罗三娘笑得爽朗，说啥谢不谢的，姑娘你带着我俩挣钱，我俩只是尽其所能帮你做了件事，这不算什么的。三娘说的对。春眠也点头道：“掌柜的对俺们这么好，俺们也要对掌柜的好。”这话逗得苏玉婉直笑，同时也在心里感激遇到了他们二人，才让他有机会抓住拐卖他之人，知道自己的身世。三人说话间，门口走进来一个胖妇人：“请问谁是这儿的掌柜？”胖妇人进来后，和善地冲三人问道。苏玉婉敛下情绪，站起身来对胖妇人笑道：“我就是。”胖妇人看了他一眼，又打量了一下店内，然后说道：“我听说你这儿的绣娘绣工十分精湛，还会盘金绣，想问问你们这儿接定制的绣活吗？”“自然是接的，您请这边坐。”苏玉婉忙朝春眠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去倒茶，然后又将胖妇人请到一旁的桌椅坐下。苏玉婉十分客气地问：“请问您是想要定制什么绣品呢？”胖妇人道：“是这样的，我家小姐下个月便要出嫁，想在你这儿定制一件独一无二的嫁衣，你看能接吗？”苏玉婉一听，眉头不禁微蹙，不着痕迹地看了一旁的罗三娘一眼。1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定制一件嫁衣是绝对不够的，除非几个绣娘一块赶工。但他熟知的绣娘里，会盘金绣的似乎只有罗三娘一个，所以他得先问过罗三娘的意见，若是完成不了，他便不能贸然接下。只见罗三娘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苏玉婉便对胖妇人道：“可以接。”胖妇人一听笑了，说道：“那就好，我们刘员外说了，只要嫁衣让我家小姐满意了，除了工钱还重重有赏。”第31章上门提亲。苏玉婉又问胖妇人：“还请您留下贵府地址，明儿我好让人上门为你家小姐量尺寸。”“我们刘府就在北平路同花巷内。”紧接着，胖妇人掏出10两银子：“对了，这是定金。”苏玉婉接下了银子，笑道：“成。”胖妇人离开后，罗三娘上前来，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10两银子的定金，哎呦，这刘府什么来头？出手可真大方的。”苏玉婉朝他笑了笑：“方才那妇人口中的刘员外，可是镇上的大首富，这镇上有好几家粮油铺子都是他家的。”“原来如此。”罗三娘恍然道：“怪不得那妇人说嫁衣绣好除了工钱，他家老爷还重重有赏，感情这才咱们这是碰到大主顾了呀。所以啊，到时候你可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绣制这嫁衣。”苏玉婉看着他，认真说道：“这单绣好了，不仅能大赚一笔，同时还能拓展咱们玉绣阁的生意。”罗三娘一听，顿时感觉肩头沉甸甸的，一本正经的点头道：“既然苏姑娘都这么说了，那我一定好好绣，定不让姑娘失望。”苏玉婉点点头，又对他道：“对了，方才那妇人说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吧？明儿一早你便去刘府给刘小姐测量尺寸。”“好，我知道了。”罗三娘点点头。雪下了几天便停了，过完了年，各家各户又都忙碌了起来。沈婆子还是一如既往的1日3餐往西屋里送，但多数都是原封不动又端出来的。这会儿沈婆子端了饭菜进去，见早上送进来的粥和鸡蛋都还放在桌上没动。沈婆子摇头叹了口气，放下饭菜后走到床边，轻轻拍了拍躺在床上的沈宁：“宁姐儿，起来吃点东西吧。娘知道你还在为脸上留疤的事难过，你大哥说了，等他考中进士，就请京城最有名的大夫给你医治。听娘的话，起来吃点东西吧。”沈婆子温声劝着，床上的沈宁却始终不为所动。如今的她面颊凹陷，形如枯槁，双眼呆滞无神，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看着她这副样子，沈婆子心里如针扎般难受。她深深叹了口气，又道：“宁姐儿，就当娘求你了，吃点东西吧。你这样总不吃不喝，你是想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沈婆子说着便红了眼眶。已经快半个月了，沈宁还是这样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她实在担心，再这样下去，沈宁迟早会没命的。娘，沈宁空洞无神的双眼看向沈婆子：“你说我这是报应吗？”
沈婆子一愣，连忙说：“呸呸呸，什么报应不报应的，瞎说什么傻话呢？如果不是报应，老天爷为什么要毁了我最重要的东西？”沈宁说着，伸手抚上了自己的脸，在触及到脸上那一条条凸起的疤痕后，他眼泪不受控制的往外流。见状，沈婆子握住他的手，安慰道：“不是的，宁姐儿，你别胡思乱想了。等你大哥金榜题名后，给你请京城的名医医治，你的脸就会好了。”真的吗？沈宁空洞的眼神里升起一丝光亮。我的脸还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会的。沈婆子见女儿眼睛里燃起了希望，面上露出欣喜，一定会的。在沈婆子的安慰下，沈宁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生机，起床吃了小半碗饭。这头罗三娘赶早去了刘府给刘小姐量尺寸，正午时分回了玉秀阁，一进来就见她垂头丧气的。苏玉婉疑惑地问她：“怎么这副模样回来？可是有什么问题吗？”罗三娘叹了口气：“哎，别提了，苏姑娘，你是不知道那刘小姐有多刁钻，明明人长得溜圆肥胖，却为了穿上身后显瘦，非要把嫁衣尺寸改小。你说这不是诚心为难人吗？”苏玉婉听完也有些愣着，一般嫁衣都是量身定做的，若将尺寸改小，万一到了新婚那天穿不上，可不就麻烦了。罗三娘也正是担心这个，所以当刘小姐提出要改小尺寸的时候，她当即便和刘小姐说了这样做的风险。可那刘小姐十分刁蛮，表示刘家付了定金，一切就都要听从她的。罗三娘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应下了。她看着苏玉婉，懊恼地道：“要早知道那刘小姐如此蛮横不讲理，这活儿咱就不该接。”苏玉婉，如今既已接了，再说这些也无用，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在满足刘小姐要求的同时，又能保证嫁衣合身。两人商讨此事到很晚，眼看着天都黑了，也没商量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苏玉婉只好道：“先回去睡吧，明儿再想。”罗三娘便回去了。苏玉婉理完账也回了云溪村，一踏进院子，就听到堂屋里传来对话声：“沈家嫂子，我家那小子可是从小就喜欢和你家宁姐玩，俩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若是你同意这桩婚事，往后我一定会待宁姐儿如同亲闺女的。”听这声音，好像是邻村的周婆子。周婆子家的儿子周涛从小就喜欢沈宁，前2年周家也曾请媒婆上门来说过亲，但沈宁自命不凡，看不上家境一般的周涛，便没有答应。之后在得知沈旭上京赶考后，周婆子又来沈家提了一次亲，但结果都是一样，被沈宁直接轰了出去。她要嫁的是富贵人家的子弟，根本看不上周涛一个小小的木匠。这一世，沈宁已经毁容，不知她会如何看待这门婚事。苏玉婉想着嫁衣的事，就没有去堂屋见客，径直往自己屋走去。不料周婆子见到她回来，倒是当先打了个招呼：“啊，旭哥儿媳妇回来了。”这下苏玉婉不得不往堂屋去了。周大娘进去后，苏玉婉笑着和周婆子打了招呼。周婆子穿着一身粗布麻衣，吊梢眉，三角眼，看着苏玉婉笑眯眯道：“哟，几年没见，旭哥儿媳妇都出落得这么好看了，想必宁姐儿也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第32章心高气傲。这话一出，沈婆子脸色当场就变了。苏玉婉没接话，只是默默坐到了一旁。不知沈宁已经毁容的周婆子还在对着沈婆子一个劲儿的夸赞：“我记得宁姐儿这孩子打小就长得精神，不怕妹子，你笑话我家那不成器的小子，至今还说非宁姐儿不娶，我这也是没办法，才厚着脸皮3番2次上门来提亲。”苏玉婉不着痕迹地看了沈婆子一眼，沈婆子脸色虽难看，却没有要下逐客令的意思。前2年周婆子来提亲的时候，沈婆子可是一口就拒绝了的，今儿竟陪着她聊了这么多，想来这次沈婆子并没有打算拒绝这门婚事。毕竟沈宁毁了容，再肖想嫁入富贵高门是不可能的了，一般的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如今的她。周家那位周涛既对沈宁念念不忘，若是沈宁肯同意，这倒不失为一桩好亲事。思及此，沈婆子换上一脸笑容，对周婆子道：“你家周涛人长得周正，又肯吃苦，我倒是喜欢的，只是这事儿还要看宁姐儿的意思。”一听有戏，周婆子连连点头：“是，婚姻大事嘛，总是要慎重思虑一番的。那这样，这60两银子的聘礼妹子你就先收下，还望你帮着说些好话。”沈婆子听到聘礼是60两银子，当即脸上露出惊讶。据她所知，周家条件一般，怎么会拿得出60两银子的聘礼来？许是看出了沈婆子的诧异，周婆子笑着解释道：“前年我家周涛在镇上开了家木匠铺子，生意不错，赚了些钱。”原来如此，周涛那孩子还真是不错。沈婆子听完，脸上的笑容深了几分。周婆子谦虚的笑笑：“和你家旭哥是没法比，不过勉强能养家糊口罢了。”说这话的时候，周婆子试探性的看了沈婆子一眼：“若是咱们结为了亲家，往后还得仰仗旭哥能帮扶一把。”沈婆子面上不显，心中却冷哼：“到底还是见旭哥前途无量，
想借婚事攀上沈家。若是以前不用沈宁出面，他也会一口回绝的。但现在沈宁的脸已经这样了，不好说婆家，即便心里看不上，沈婆子也没有明面拒绝。那这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了。周婆子起身后，又不忘对沈婆子说了句：“妹子，你可一定要跟宁姐儿说说好话。”沈婆子淡淡一笑，道：“放心吧，我会好好劝劝她的。”周婆子这才笑呵呵的走了。苏玉婉刚准备回屋，沈婆子又叫住了她：“玉婉，你等会儿。”闻言，苏玉婉顿住步子，不明所以的看向沈婆子。沈婆子问她：“旭哥儿都走了有半月之余了，你那店铺生意咋样了？”苏玉婉眸光微转，说道：“渐渐有些起色了，再有1-2月，应该就能赚回本了。”听到这话，沈婆子脸上的笑容便逐渐退了下去。出发时，旭哥儿身上总共就那么点银子，如何能坚持1-2个月这么久？他蹙着眉，视线落在桌上那60两聘金上。经过今日沈婆子的一番安慰后，沈宁脸上总算出现了一丝生机。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做刺绣，尽管绣得一塌糊涂，但这是唯一能让他静下心来打发时间的活了。沈婆子进来后，她破天荒的脸上露出笑容来：“娘，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见她在练习刺绣，沈婆子十分欣慰，仿佛从前的那个沈宁又回来了。在床沿坐下，沈婆子拉过她的手，笑着说道：“今日有人上门来提亲了。”一听这话，沈宁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好不容易才静下来的心又逐渐狂躁了起来。“娘，我说过了，我不嫁人，不管谁来提亲我都不会嫁的。”沈婆子见状，连忙向她解释：“宁姐儿，你先别激动，你听娘说，来提亲的不是别人，而是周家，2年前来提过一次亲的那个周家。”周家？沈宁脑海里有了些印象，但还是说道：“您推了吧，我如今这个样子，连门都不敢出，若让人见着了，指不定怎么笑话我，谁还敢娶？”他知道周涛对他的心思，当初他嫌弃周涛家贫，拒绝了他家的提亲，如今自己虽成了这样，却也没想过要嫁给一个木匠。沈婆子知道他一向心高气傲，温声劝道：“宁姐儿，你如今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婚事。娘看得出，那周涛自小就喜欢你，定是不会嫌弃你如今的样子的。至于那周婆子，她本就想借此机会攀上你大哥这棵树，将来好拉他家周涛一把。即便是知道你如今的情况又如何，看在你大哥的面上，他也还是要给你3分颜面的。如此一来，你若嫁去周家，日子也不会太难过。”沈宁听后，将手上的绣绷子往旁一扔，语气十分不悦地道：“连娘你也觉得我如今毁了容，只配嫁给一个破木匠，还得靠着大哥的名声才能在婆家讨一席之地吗？”沈婆子皱起眉头，忙道：“娘不是这个意思，宁姐儿你别多想，娘也只是想为你谋个好亲事。无论如何，你将来都是要嫁人的，与其把年纪拖大了，不如趁着现在有合适的人家。”他还没说完，就被沈宁抢了话：“娘是觉得我如今的样子会拖累大哥吗？还是嫌我这个样子给您丢脸了，这么急着想把我嫁出去？”“不是。”沈婆子连忙摆手：“娘怎么会嫌你呢？那就是觉得我拖累大哥了。没有的事，你这丫头别胡猜。”沈宁冷笑一声：“既不是，那您就不用忙活了，我是绝不会嫁人的。若您执意要逼我，我便只能去死了。”见女儿说的这么决绝，沈婆子无奈叹了口气道：“好，你不想嫁就不嫁了吧，改明儿我就把聘金退给周家。”沈宁双手紧紧攥着，她是毁容了，可若让她因毁容就嫁给一个自己打心眼里看不上的男子，她是万万办不到的。第33章棘手的事儿。回到东屋后，苏玉婉从床头的箱子里拿出了个木匣子，里头都是她这几年所见所会的各种图形花样。苏玉婉挑了几个比较适合绣在嫁衣上的图样，临摹在另外的图纸上。隔天，苏玉婉让罗三娘拿着图样去了一趟刘府。2个时辰后，罗三娘再次垂头丧气的回来了。“怎么了？难道这些图样刘小姐都不喜欢吗？”苏玉婉走上前来问道。罗三娘摇摇头：“刘小姐说了，她想要嫁衣上的图案是独一无二无人用过的，这牡丹、鸳鸯和石榴花图样太多人用了，毫无新意。”闻言，苏玉婉不禁皱眉。罗三娘有些气恼地道：“苏姑娘，不然咱把定金退给刘家吧，那位刘小姐的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又要花纹图案独一无二，又要嫁衣显瘦显身形，这单拎一个出来都很难办到啊。”顿了顿，罗三娘又道：“我还听说这刘家在咱们之前就已经找了好几家绣铺定制嫁衣，但一听刘小姐的要求后，都纷纷退了定金，表示办不到。”听完罗三娘的话，苏玉婉也陷入了沉思。市面上的嫁衣刺绣图样翻来覆去，无非都是这几种，为了与众不同，她已经在图样上做了一些改动。这样都还不行的话，她也有些无能为力了。罗三娘叹了口气道：“我还以为咱们碰到了大主顾，谁知道竟是碰到了个烫手大山芋。”苏玉婉拿起那些花样图仔细的看，忽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零碎的片段，她连忙拿出纸笔，
在纸上勾勒出脑海中出现的花样图。一旁的罗三娘和春眠见状，都走了过来。苏玉婉已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图样画了出来。她画的还是牡丹，只是这次的牡丹不再是伞状，而是成团状。大朵的牡丹周围以圆形状勾绘各种纹样，空隙处用符文填充，达到饱满鲜明的视觉效果。哇，掌柜的，这是什么新图样？真好看！春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样，一脸的惊奇。罗三娘也是眼前一亮，将花形和各种纹样聚拢成团状的图样，看起来比平常花样好看且奢华大气得多。她不禁问苏玉婉：“苏姑娘，你是怎么想到的？这种图案市面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苏玉婉放下笔，看着纸上的图样，也有些不可思议。方才我只是捕捉到脑海中出现的一些零碎图案，便照着画了下来，没想到会是这么好看的图案。随即又对罗三娘道：“三娘，不如你拿着这图再去刘府一趟吧。”罗三娘点点头：“好，这图样看起来新颖又贵气，比以往的都好看，想必刘家小姐定会喜欢。”半个时辰后，罗三娘面带喜色的回来了：“苏姑娘，成了，这图样刘小姐看了喜欢的很，说就照这样绣。”闻言，苏玉婉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展露笑颜：“喜欢就好，这第一步算是过关了。接下来是第二步，设计嫁衣。根据罗三娘带回来的尺寸，刘家小姐腰身比较粗，但她却要求嫁衣必须要显瘦，这也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罗三娘问她：“苏姑娘，你有什么主意吗？”苏玉婉如实说道：“刘小姐的尺寸，穿上嫁衣后想要凸显腰身和线条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想办法在整体上让她看起来不那么显胖。”确定了图样后，苏玉婉亲自去布庄挑选了一匹大红绸布、一匹红绢布和一包金线银线。为了绣好刘小姐的嫁衣，苏玉婉特地将后院另一间房收拾出来让罗三娘住。她白天在店里忙，晚上得空了便去后院帮忙。一连几天，她都忙到每晚戌时才回沈家。这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的苏玉婉被一声惊叫声吵醒。她穿上衣裳出来院子，就见沈宁蒙着一块面纱，也急急忙忙往正屋去。正屋里，沈婆子瘫坐在炕床上，一脸的惶然无措。“娘，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沈宁走到沈婆子面前，语气焦急地问道。苏玉婉也是第一次见到沈婆子这般惊慌失色的模样，猜定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好半晌，沈婆子才回过神，面色愧疚地看向沈宁：“宁姐儿，娘对不起你。”沈宁被他这没头末尾的话弄得莫名其妙，忙问他：“娘，您这是在说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沈婆子指着他床头的箱子，颤抖着双唇道：“我放里头的60两银子没了。”“什么？”沈宁惊得瞪大了双眼：“怎么会没了？那60两可是周家来的聘礼，要是没了，那她不嫁也得嫁了。”这可把沈宁急得不轻，一个劲儿问沈婆子是不是放别的地方忘记了。沈婆子无奈摇头：“不会是放在别的地方，我就锁在这箱子里的。今早我打开箱子，准备把银子退回给周家，谁料银子不见了。”说起这个沈婆子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从上回沈宁偷拿了她的银子后，她就把箱子的钥匙贴身放着，这箱子的锁也是好好的，可银子却没了影，难道是见鬼了不成？苏玉婉站在一旁默不作声，静静观察着屋中一切。事关沈宁的亲事，想必沈婆子不会说谎，那银子只可能是让人给偷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妹子，你可在家？”三人往窗外看去，就见是那日来提亲的周婆子来了。“娘，怎么办？是周家人来了。”沈婆子也皱起眉来，她本打算今儿去周家退聘礼的，没想到周婆子却先上门了。如今银子不见了，这下该怎么和周家解释？“娘，我不想嫁给周涛，您想想办法。”沈宁急的声音都在颤抖。沈婆子拍拍她的手：“放心吧，娘会想办法的。”随即看向苏玉婉：“玉婉，你同我一块去见客。”苏玉婉便跟着她出来，将周婆子请进了堂屋。“妹子，你家宁姐儿考虑的咋样了？”周婆子今日穿着一身赭红色被子，春光满面的，好似对这门亲事志在必得。第34章，不得不答应。沈婆子一脸苦闷地看着周婆子，不知该如何说聘金不翼而飞的事。这话说了，只怕也没人信。相反，周家只会认定沈家是私吞聘金而找的借口。周婆子一向不是个好对付的，若是她再将此事传了出去，续根的名声就要臭了。怎么样了，妹子？周婆子笑着看向沈婆子：“提亲的事，你可跟宁姐儿说了吗？”沈婆子嘴角强扯出一丝笑，说了。那宁姐儿咋说？沈婆子一时不知该作何回答。若说宁姐儿不愿，周家势必要拿回聘金，可聘金已经没了。此刻的沈婆子可谓是一个头两个大，怎么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怪事。怎么了，妹子？我瞧你脸色不大好看的样子。周婆子挑眉看向沈婆子：“可是宁姐儿不愿意吗？”
不愿意也没关系的，我也知道我家那小子配不上您姐儿，就麻烦妹子退回聘金。周婆子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沈婆子。坐在一旁的苏玉婉静静观察着周婆子。今早沈婆子前脚才发现聘金不见了，后脚周婆子就上门了，未免也太巧合了。尤其这会儿沈婆子都还没有明确表态，周婆子就急着要回聘金，这话多少带着点试探的意味。难道说周婆子已经知道聘金丢了的事？听到周婆子说要拿回聘金，沈婆子一时慌了，连忙道：宁姐儿她倒也没说不愿意，那也就是说宁姐儿是同意了这门亲事了。周婆子一听，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沈婆子没法了，这个节骨眼儿她不能说出聘金丢了的事，只好先拖着周家一阵，待筹到了银子再想办法把婚事退了。周婆子趁热打铁，既然宁姐儿同意了，那咱们就挑个好日子把亲事给办了吧，我看2月初1就是个好日子。这沈婆子略显为难地道，未免也太仓促了吧，2月初1就6天的时间，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到60两？周婆子却笑道：不早不早，我这边啥都准备好了，只等宁姐儿点头就能把她迎娶进门。听了周婆子的话，沈婆子一脸笑不是笑的表情。谁说我要嫁了？这时戴着面纱的沈宁走了进来，她刚才一直在门外偷听，想知道娘要怎么解决这事，谁知就听到了这些。见她进来，周婆子和沈婆子都愣了一愣。周婆子一脸笑意的看着她：这就是宁姐儿吧，2年没见都长这么高了。沈婆子则眼神闪躲，有些不敢看她。沈宁狠狠瞪了周婆子一眼，冷笑着道：周大娘，方才我娘说错了，我并没有同意这门亲事。听到这话，周婆子脸色一僵，扭头看向了沈婆子：妹子，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宁姐儿已经同意了吗？沈婆子看了看沈宁，笑着同周婆子道：周家嫂子你先坐，我和宁姐儿说会儿话。说罢拉着沈宁去了自个儿屋。堂屋里便只剩下周婆子和苏玉婉2人。周婆子朝苏玉婉看了过来，问道：旭哥儿媳妇，方才我瞧宁姐儿蒙着块面纱，她脸怎么了？提到这茬，苏玉婉淡淡挑了挑眉：哦，许是长了疹子。疹子？周婆子皱眉，长1-2个疹子何至于到戴面纱的地步，难不成长了一脸？苏玉婉没说话，这让周婆子更加怀疑了。正屋这头，沈宁怒声质问沈婆子为何要答应这门亲事。沈婆子无奈，只好对她说：宁姐儿，娘实在是没法子，若告诉她你不愿意，她便要拿回聘金，可如今聘金不翼而飞，你叫娘如何去答复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沈宁说什么也不想嫁去周家。沈婆子朝堂屋方向瞥了一眼，然后小声的说道：你放心，娘之所以先答应这门亲事，只是为了拖住周婆子，好有时间去筹银子，再找个合适的理由退婚。沈宁皱了皱眉，可万一这6天之内您筹不到银子呢？那我是不是就得嫁去周家了？沈婆子看着她，一脸保证的道：不会的，娘一定会想办法筹到银子的。她目光悠远地道：即便筹不到银子，你大嫂那店铺也总还值几个钱吧？沈宁有些担忧：这她能同意吗？沈婆子冷冷一笑：那店铺也算是沈家的，由不得她不同意。娘俩商量好后走出了屋子。见周婆子出了堂屋，一副要走的架势，沈婆子上前笑着问道：周家嫂子怎么不在堂屋里坐？周婆子语气淡淡的说道：宁姐儿既说没答应这门亲事，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还请妹子归还聘金，我这就不叨扰了。沈婆子心下一紧，忙与一旁的沈宁递了个眼色。沈宁走上前2步，语气轻软地道：周大娘，再进屋坐坐吧，宁儿还没给您沏茶呢。方才还怒气十足的沈宁，才一会儿功夫就换了副温柔乖巧的模样。周婆子眯了眯眸子，目光在这母女俩身上来回扫视。周大娘，请吧。见她站着不动，沈宁又唤了一声。沈婆子也顺势说道：周家嫂子，再进屋坐坐吧，方才咱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周婆子这才又抬脚往堂屋走去。沈婆子和沈宁对视了一眼，跟了进去。重新落座后，周大娘又问沈婆子：妹子，你和宁姐儿商量的怎么样了？这亲事还作数吗？沈婆子笑了笑，说道：我既收了你家的聘金，这亲事自然作数的。闻言，周婆子脸上又重新换上笑容：那就好，那没问题的话，就按照我说的日子，2月初1周家准时来接亲。沈婆子干干笑了2声：成，就照你说的。亲事谈妥后，周婆子起身告辞，沈婆子送她出门。临走前，周婆子问她：妹子，你家宁姐儿脸上到底是怎么了？怎地还蒙着面纱？沈婆子面色一紧，以长疹子为由搪塞了过去。周婆子面上关切，心中却暗暗生疑，怎么一说到沈宁的脸，这沈婆子和旭哥媳妇都一副古怪的表情。第35章打上店铺的主意。周婆子走后没多久，苏玉婉也出了沈家。今日老李叔没出车，苏玉婉便只能脚走去镇上。
出了云溪村，绕过河边，他看到前头不远处站着2个人。仔细一看，其中一个妇人竟是才走了没多久的周婆子。苏玉婉连忙躲到一旁的树后，探出半边头看去，只见周婆子对面站着个身形消瘦的男子。男子将一包东西递给周婆子，阴笑着道：“二婶，是我可给你办到了，您看我那赌债。”周婆子打开钱袋子，从里头拿出了10两银子给他，并厉声吩咐道：“拿去，你嘴巴给我缝严实了，若是敢泄露半个字，小心我把你欠赌债的事告诉你父母。”男子拿了银子，笑呵呵道：“放心吧，二婶，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等二弟娶了那丫头，可就是沈介元的妹婿了，往后小侄少不得还有要仰仗二婶的地方，到时二婶可别翻脸不认人才是。放心吧，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周婆子不耐烦地瞅了他一眼，赶紧走吧，别让人发现了。两人走后，苏玉婉才冒出头来，方才2人的对话，她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耳朵里。原来沈婆子锁在箱子里那60两聘金不翼而飞，竟是周婆子找人偷走的。这个周婆子为了促成这门婚事，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她用这样的手段吃定沈家，这下恐怕沈宁不嫁也得要嫁了。只是不知道沈宁落在这么一个手段非常的婆母手里，可会有好日子过。一晃到了正月底，沈宁站在沈婆子屋里，一个劲儿问沈婆子到底筹到钱了没有。沈婆子被他吵得心烦意乱：“宁姐儿，你别急，容娘再想想办法。”沈宁怎么能不急？明儿就是周家接亲的日子，娘要是拿不出60两银子，他该怎么办？你放心吧，娘一定会想办法给你退婚的。你先回屋，娘出去一趟。沈婆子安抚好沈宁，回屋换了身衣裳后出了门，往镇上去了。1个时辰后，沈婆子找到了苏玉婉的店铺里。春眠只当她是进店买东西，便上前招呼道：“这位大婶，进来看看，我们店里都是实心的绣品，款式多样，随意挑选。”沈婆子看着店里的装潢陈设，不由得一震。先前苏玉婉说租了铺子，她以为只是间小铺面，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么大的铺面。大婶儿，您想要什么？我可以帮您推荐。春眠见她进来后就站着发愣，好心出声提醒。回过神的沈婆子看了她一眼，冷声道：“玉婉人呢？我找她。”一听是找掌柜的，春眠不敢耽搁，招呼沈婆子坐下，便去了后院。苏玉婉从后院走出来，见沈婆子正站在店铺里四处张望，她淡淡道：“娘，您来了。”收回视线，沈婆子问苏玉婉：“这铺子修葺的这么好，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的这么多钱？”这铺子位于临街黄金地段，里头又是翻修过的，货柜桌椅啥的都是新的，估摸着没个50-60两银子盘不下来。苏玉婉这些年挣的银子都交给了他，哪还来这么多钱？苏玉婉：“借的。”“借的？”沈婆子狐疑地看着他，跟谁借的？店里来来往往不少客人，苏玉婉让春眠看着店，叫上沈婆子去了后院。“娘，您来不会就是为了问我钱跟谁借的吧？”沈婆子噎了一噎，随即道：“我来是想同你商量宁姐儿退婚的事。”“退婚？”苏玉婉不解地问他：“这事儿您不是该和周家商量吗？”叹了口气，沈婆子皱着眉头道：“这不是聘金的事还没着落吗？”苏玉婉眸色深了深：“那您的意思是？”沈婆子看向他，露出一脸和笑：“宁姐儿执意不肯嫁去周家，我这手头上又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你看这样行不行？不如先把这铺子转让了，把宁姐儿的事解决了才是要紧，铺子等以后手上宽裕了再开。”听完，苏玉婉面不改色地说道：“这恐怕不行。”“怎么不行？”沈婆子斜斜看了他一眼：“莫非你这个做嫂子的不肯帮小姑子？”苏玉婉没答话，只是转身走去了前堂，再次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封信。他将信递给沈婆子：“这是前2日相公寄回来的信，您看看吧。”闻言，沈婆子连忙打开信件，上头确实是旭哥的字迹不错。看完了信，沈婆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旭哥染上10亿了。”苏玉婉点点头：“相公如今住在平南驿站，说已经请大夫看了，身上所剩的钱只够买1贴药的，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给他寄钱去。娘若是让我这个时候把铺子转让了，相公可就没救了。”“啊！”闻言，沈婆子差点2眼一翻晕死过去。苏玉婉将她扶到一旁石凳坐下，好半晌，她才缓过神来。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染上10亿呢？沈婆子心急如焚：“我的儿，她如今孤身一人，身上没钱又没个人照顾，可怎么办？”苏玉婉：“相公已经请了大夫看，您别担心，这2日我想想办法多卖些货出去，尽快给相公寄钱去。”“好好，玉婉你一定要快些把钱寄去，莫让旭哥把病拖重了。”沈婆子一边说一边抹泪，也不提转让铺子的事了。如今这样的状况，自然是先救旭哥的命最重要。沈婆子走后，罗三娘从屋里出来，一脸焦急地看着苏玉婉：“苏姑娘，我方才无意中听到你和你婆母的对话，你家相公在路途中染上10亿了，要不要紧？我知道有家驿站寄物件银子特别快，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儿去？”
谁知苏玉婉淡淡摇了摇头，不用。啊！罗三娘有些懵了，不是苏姑娘自己说的她相公染上10亿快死了吗？怎么？苏玉婉没有对罗三娘解释过多。沈旭确实在路途中染上了10亿，但并不是现在，而是在半月前就染上了。这封信已经寄回来好些天了，苏玉婉一直没理会。不料沈婆子会打上她店铺的主意，她这才将信拿了出来。第36章，新婚受搓磨。2月初1这天，周家一大早就带着接亲队来到了沈家门外。还在睡梦中的沈宁被一阵鞭炮锣鼓声吵醒，他连忙从床上爬起，走到窗边看去，就见院子外站着周家的接亲队。沈婆子还出去开了院门。看到这里，沈宁双手拳头攥得紧紧的，他四周看了看，从桌上拿起一把剪刀，紧紧注视着院子里的一切。嘎吱一声，房门被打开，沈婆子走了进来。宁姐儿，你这是做什么？快把剪刀放下！一进来就见沈宁手里紧紧握着把剪子，沈婆子吓了一跳。沈宁拿起剪子对准脖梗处，冷声质问沈婆子：“这就是娘您给我想的好办法吗？”沈婆子面上闪过一丝愧色：“宁姐儿，先把剪刀放下，你听娘说。”“我不听。”沈宁红着眼，脸上满是失望：“我还以为娘真的会为我想办法退婚，到底是我太天真了。”“宁姐儿。”沈婆子唯恐她会伤害自己，面色绷得紧紧的：“你听娘说，娘也是没办法。你大哥在路途中染上了10亿，随时可能没命，你大嫂那店铺不能动。”沈宁冷笑一声，所以在我和大哥之间，娘永远只会先考虑到大哥，我的死活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吗？不是的，宁姐儿，你对娘来说同样重要。沈婆子一边说，一边朝沈宁那边悄悄挪近。趁沈宁不备之际，沈婆子一个迅速将她握在手里的剪刀夺了过去。沈宁见状，索性转身躺到了床上，冷冷留给沈婆子一句：“总之，我是不会嫁的。”眼看着围在院子外看热闹的村民越来越多，若是新娘子迟迟不出现，沈家只怕要遭人议论。沈婆子坐到床边，苦口婆心地劝她：“宁姐儿，娘知道你委屈，可身为女人，有几个不委屈的呢？你终日将自己锁在屋里，也不是个事。娘希望你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你过完下半辈子。如今娘还年轻，你在娘家尚且没什么，可若是娘不在了，你总不能还跟着你大哥大嫂一辈子吧？”门外的锣鼓声还在继续，媒婆在门外催促：“沈家嫂子，吉时快到了。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马上就好。”沈婆子朝门外应了句。这时沈宁转过身来，冲沈婆子道：“说来说去，还不是嫌我在家会给大哥丢脸吗？我嫁还不成吗？”说完，他起身一把扯过沈婆子拿进来的红色袄子穿在身子，又戴上了面纱，连梳洗都没梳洗，随便拨弄了一下头发，就打开门走了出去。打头接亲的周涛见到沈宁，脸上露出欣喜之色：“宁儿，我来娶你了。”周涛性子憨厚老实，终于娶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子，心中欢喜不已，便控制不住的想要表达自己的爱意。沈宁冷冷看了他一眼，没想搭理。周涛也不恼，脸上始终笑呵呵的。沈婆子出了院子，想再对沈宁叮嘱几句，可沈宁已经不想再听他说什么了。及时到，新娘子出门，周涛鼓足勇气，伸手一把抱起沈宁，将她放到了驴车上。又一阵鞭炮声响起，接亲队走上了回城路。宁姐儿，沈婆子再也绷不住眼泪，追到了院门外。驴车上的沈宁却已然心灰意冷，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苏玉婉站在东屋门口，淡淡看着这一切。沈宁想嫁入富贵高门的梦，在这一刻算是彻底熄灭了。3朝回门这日，沈婆子赶早就备好了一桌酒菜，却左等右等都没等到沈宁带着夫婿回门。她在院门口站到天黑，心里不禁胡思乱想起来，莫非是宁姐儿在周家出了什么事？周家堂屋内，沈宁面色惨白地跪在地上。周婆子冷肃地坐在椅子上，冷冷瞪着沈宁：“好一个沈家，老娘我花了60两聘礼，竟娶回来这么一个毁了容的丑八怪。”周涛坐在一旁，垂着头不言一语。新婚那晚，他被沈宁那满是疤痕的脸给惊吓到了，仓皇跑出了屋。躲在门外听房的周婆子见自家儿子如同见鬼般跑了出来，便走进了东厢房一探究竟。没想到就看到了沈宁那张巴巴赖赖的脸，可把周婆子吓得不轻，同时也恍然明白为何先前问起沈宁的脸，那苏玉婉和沈婆子会是那样的神情。感情沈家这是拿他当傻子糊弄呢，竟一声不吭把一个毁了容上不得台面的丑丫头塞给了周家。周婆子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就以骗婚为由让沈宁罚跪。沈宁在家一向骄纵惯了，哪受得了这气，当即便与周婆子争论了起来，甚至还对周婆子破口大骂。周婆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直接就给他上了家法，以顶撞婆母为由，用鞭子狠狠将他抽了一顿。沈宁被打得嗷嗷大叫，直到背上被抽出了血，周婆子方才罢休。第二日，沈宁顶着一身的伤无法下地，
周婆子又以伺候婆母不利为由，罚跪了她1天，且不给食物吃。沈宁只得乖乖跪，不敢反抗，反抗便会挨打。今日本是回门日，周婆子却故意不让她出门，又以新婚没有圆房为由，继续让她罚跪，目的就是不让她回去告状。沈宁已经跪了2天2夜，期间没有进一滴水1厘米，这会儿饿得头晕眼花，她乞求地看向周婆子：“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顶撞您了，给我点吃的吧，我好饿。”周婆子冷哼一声，从桌上拿起一个吃剩的馒头丢在地上：“进了我周家门，一切都得按照我周家的规矩来，你敢顶撞婆母，就得知道后果。”“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沈宁狼狈地趴在地上捡起馒头，拍了拍上头的灰，塞进嘴里就吃。她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周婆子嗤笑一声，又往地上丢了一个馒头。沈宁狼吞虎咽吃完手里的，又爬去地上捡。周涛见状，有些于心不忍，想开口向自家娘求情，但对上周婆子那双凌厉的眼睛时又怂了。第37章上门看望。玉秀阁，罗三娘奋战了1个月，可算是将刘小姐的嫁衣绣制完了。此时距离刘小姐的婚期仅剩1天，刘家掐着时间来取走了嫁衣。罗三娘可算是清闲了下来，伸了伸懒腰，来到前堂，见今日客人比较多，便帮着春眠一块招呼：“你们掌柜呢？”春眠一抬头，见又是上次的那位大婶来了店里，他笑着上前道：“大婶儿，俺们掌柜出去了，您要不先坐会儿？”沈婆子看了他一眼，走到柜台边，见上头放着账本，便伸手想拿起来看看账目。罗三娘眼疾手快，连忙伸手握住沈婆子的手，笑道：“婶儿，您就是苏姑娘的婆母吧？可真年轻啊！来这边坐，我给您沏壶茶。”转身的一瞬间，他朝春眠递了个眼色，春眠心领神会，忙将账本放进抽屉里锁好，抽了钥匙。掌柜的之前交代过，不能让他的婆母看到店铺的流水账单。沈婆子被罗三娘带到了后院，茶水喝了一杯接着一杯。看着罗三娘，沈婆子摆出一副主人姿态，问她：“你也是玉婉请到店里干活的伙计吗？”罗三娘笑道：“是，我也是这店里的伙计。”沈婆子脸色冷了冷，心道这苏玉婉也真是的，店铺才开没多久，就一下请了2个伙计，这1个月得开多少工钱？这头正说着话，那头苏玉婉从外边回来了，一进铺子便听春眠跟他说沈婆子来了。苏玉婉来到后院：“娘，您怎么来了？”罗三娘很识趣的出去了。沈婆子见他来，便首先问：“上回说给旭哥寄钱的事，你记了没有？”“记了。”苏玉婉如实道：“店铺才开张没多久，我手上没多少钱，先寄了5两银子。”沈婆子一听，皱眉道：“5两银子，这未免也太少了，你怎么不想办法多寄些？”苏玉婉：“这已经是2天内我能筹到的最多的银子了，有总比没有好。”这话说的沈婆子没话反驳，她深深叹了口气，只盼着旭哥收到钱买了药吃能早些好起来。随即她又想起宁姐儿归宁没回娘家的事，心里头担心的紧，便问苏玉婉有没有空，想叫上她一块去周家看看沈宁。苏玉婉答应了。她出来交代了春眠和罗三娘几句，便同沈婆子一道出了店铺。沈婆子一路上念叨着宁姐儿嫁得急，没给她准备什么，第一次去周家，想买些东西带着去。苏玉婉明白过来了，叫上她就是为了付钱。于是在沈婆子的注视下，她从荷包里摸出20文铜板，递给沈婆子：“给相公寄了银子，我手上便不剩什么钱了，这些钱娘您看着买吧。”看着他递过来的几10个铜板，沈婆子脸色黑得不像话，这几10个铜板能买啥？苏玉婉也一副无能为力的模样。沈婆子没法，只好拿过钱买了一盒点心。周家在距离云溪村几里远的竹峰村，2村虽近，可中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河上的桥早年被大水冲塌了，得绕道走，这一绕就去了小半个时辰。好不容易才来到周家，来开门的是周涛的妹妹周叔。“叔儿，是谁来了？”里头传来周婆子的声音。周叔不认识沈婆子和苏玉婉，便一时没答话。“我是沈宁他娘。”沈婆子解释道。听到来人是沈家人，周叔脸上忽地出现一抹慌张，对里头道：“娘，是沈家来人了。”过了一会儿，周婆子才走了过来，不慌不忙将人请了进去。进到堂屋坐下，周婆子笑着朝周叔递了个眼色，说道：“叔儿，快去沏壶茶。”周叔心领神会，点头走了出去。“亲家母，你今儿怎么有空来？”周婆子看着沈婆子，客套的笑了笑：“我正巧路过，就想着上门来看一下宁姐儿。”沈婆子笑着，随即问：“宁姐儿不在家吗？”从进门到现在都没看到沈宁，沈婆子不免有些疑惑。周婆子神色从容地道：“宁姐儿这几日不大舒服，我便让她在屋里休息。”“不舒服？”沈婆子面上顿时露出担忧之色，“是吃坏肚子了吗？还是受了风寒？她住在哪个屋？我去看看。”说话间，沈宁和周叔一道走了进来。“嫂子，你身子不好，我扶你坐下。”
周叔放下茶壶，又十分懂事体贴地搀扶着沈宁坐下，手却在暗中掐了沈宁一把，告诫她别乱说话。沈宁疼得暗暗咬牙，没敢吭声。宁姐儿，你可还好？是哪儿不舒服？看过大夫没有？沈婆子看着沈宁憔悴的面容，脸上泛起心疼。见到沈婆子，沈宁这些天的委屈一瞬间涌上心头，眼眶唰的就红了。张开嘴，刚想说什么，就看到周婆子凌厉的目光朝这边射了过来。她无奈只能改口道：“娘，我没事。”沈婆子又问她：“对了，回门那日怎么没有带上你丈夫一块回去？”碍于周婆子的威逼，沈宁咬了咬唇，只说：“那日我身子不舒服，所以没回去。可吃药了吗？瞧你这脸上都没有血色。”沈婆子只顾着关心沈宁，没注意到别的。苏玉婉却是发现沈宁不经意间露出来的后脖梗处有一块淤青，像是被打的。她不动声色地看向周婆子，只见周婆子双眼紧紧盯着沈宁，眸底似有威胁之意。看来沈宁似乎不仅仅是身子不舒服那么简单。苏玉婉看破不说破，继续喝自己的茶。在周婆子的眼皮底下，沈宁不敢多说话，都是沈婆子问一句她就答一句。沈婆子只以为是沈宁还在为上次的事生她的气，便也没多想。半晌之后，周婆子笑着对沈婆子说道：“亲家母，不如今儿就留在我这吃午饭吧。你难得来一趟，我总得好好招待一下。”沈婆子客气一笑：“亲家母不必麻烦了，看到您姐儿没事，我就放心了。家中还有事，就不叨扰了。”说完，起身和周婆子告辞。苏玉婉一道起身，两人出了周家门。走了没一会儿，沈婆子突然道：“哎呀，我包袱好像落在周家了。”第38章，跟我走一趟。最后是苏玉婉返回周家帮沈婆子取包袱，她才走到院门口，就听到里头传来咒骂声和哭泣声。贱蹄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刚才想趁机和你娘告状。我没有，你最好没有。我告诉你，你进了周家的门，就是死也得死在周家，别妄想还能回去沈家。过了好一会儿，苏玉婉才抬手敲了敲院门。谁啊？门被打开，周婆子见苏玉婉又折返回来，眼底明显闪过一丝慌乱。旭哥媳妇，可是落了什么东西吗？苏玉婉淡淡一笑，确实是落了东西，我娘的包袱忘了拿。好，你稍等，我这就去给你拿。周婆子说着，转身去了堂屋。苏玉婉往院子里看去，就见沈宁被罚跪在地上。对上苏玉婉的视线，沈宁先是羞愧的低下头，后又抬起头，用求救的眼神看着她。这时，周婆子出现，挡住了沈宁的视线。她将包袱拿给苏玉婉，顺便解释道：“那啥，旭哥媳妇，你别误会，这是周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新媳妇儿进门头1个月，每日都要跪祖宗，以示孝道。”闻言，苏玉婉挑眉一笑，既是周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那晚辈没什么好误会的。周婆子没想到苏玉婉这么好糊弄，笑着道：“哎呦，不愧是界园娘子，能如此识大体，这点宁姐儿就远远比不上你。”苏玉婉拿了包袱，不愿再停留，便道：“那我就告辞了。”“好好，你慢走，有空来坐呀。”目送着苏玉婉走远后，周婆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院门，扭过头，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换上一副冷凝之色。沈宁看着她，害怕的浑身直哆嗦。周婆子走到她面前，睥睨着她：“看到了吗？你如今嫁了人，便是夫家的人，就是娘家人看到你受罚又怎样？他根本就不会管你。”沈宁跪的膝盖都发痛发麻了，眼泪一个劲儿的流。他看得真切，方才苏玉婉明明看到自己向他求助了，可是他却视而不见。周婆子说的没错，苏玉婉根本就不会帮他。我劝你往后还是不要再白费力气了，要是乖顺听话，往后还能赏你一口饭吃，如若不然，你知道后果的。我听话，我听话。周婆子得意的笑了，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往后你是依靠夫家过日子的人，任何时候都要为夫家着想。沈宁哆嗦着身子点头道：“我知道了。”隔天，刘家派人来了玉秀阁。上回那个胖妇人笑呵呵地拿出一个匣子递给苏玉婉：“苏掌柜，恭喜了，我们刘小姐说很喜欢你设计的嫁衣，这里头是60两，50两是工钱，另外10两是我们刘员外赏的。”苏玉婉接过匣子，笑着道谢，并另外拿了5两碎银子塞给胖妇人：“这些钱妈妈拿去打酒吃，若是贵府再有这样的活儿，还希望妈妈帮着举荐1、2。”胖妇人见他如此上道，接过钱，笑得一脸和善：“苏掌柜客气了，叫我袁妈妈就成。你设计的那嫁衣款式独特新颖，我们小姐一穿上就惊艳了不少人，往后你这店里的生意必不会差。当然了，若是我们府上再有需要绣织品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帮着推荐你们玉秀阁。如此就多谢袁妈妈了。”苏玉婉笑着将人送出了门，转身回来时，就见春眠和罗三娘站在柜台边，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60两，俺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子，掌柜的你真是太厉害了。”春眠一脸崇拜地看着苏玉婉，眼里满是钦佩。罗三娘看着那匣子，也瞠目结舌地道：“
老天爷，一件嫁衣就赚了60两，这不是在做梦吧？苏玉婉失笑，当然不是在做梦。他从匣子里拿出了20两递给罗三娘，这嫁衣能顺利完成，你出力不少，这是你该得的工钱。我的？罗三娘有些不敢接，这嫁衣从剪裁到图样以及整体设计都是苏玉婉一个人完成的，她就是照着图样绣，实在不敢鞠躬。拿着吧。苏玉婉说，制作嫁衣可是件大工程，我总不能按小件给你算工钱。听他这样说，罗三娘也不再推辞，接下了银子，由衷的说道：谢谢你，苏姑娘。看着手里的银子，罗三娘越发坚定了跟着苏玉婉混的决心。春眠也如此，掌柜的人长得好看，又能挣钱，还经常给他加餐，他说什么也要跟着掌柜的混一辈子。三人正说话间，门口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做侍卫装扮的男子。谁是这儿的掌柜？男子一开口，浑身散发着凛冽肃杀之气。店里不少客人都被这男子的阵势给吓到，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跑出了铺子。春眠见来者不善，挡在苏玉婉和罗三娘前头，仰头问男子：你找我们掌柜的什么事？他身后，罗三娘附在苏玉婉耳边小声说：苏姑娘，她腰间别着一把剑。苏玉婉也看见了男子腰间别着的佩剑，那剑鞘上繁杂的暗纹图案似乎彰显着他不凡的身份。清水镇鲜少出现这样的大人物，这一出现就找上了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扫了眼面前的人，男子冷冷开口：我再问一遍，谁是这儿的掌柜？春眠正要说话，却见苏玉婉站了出来：我是，请问您有何贵干？男子冷冷地扫视了他一眼，问道：刘家小姐那嫁衣上的图案可是你亲手设计的？刘家小姐的嫁衣？三人皆是一愣，那嫁衣昨儿才取走，今儿刘小姐出嫁，刘家才结了剩余工钱，刚走没多久，这会儿却又有人找上门，难不成是那嫁衣出现了什么问题？想到这里，苏玉婉深吸了一口气，谨慎地答道：是出自我的手，可是那图案有什么不妥之处吗？男子没说话，盯着苏玉婉看了一瞬之后，对他道：请姑娘随我走一趟吧。第39章，丞相府二小姐。什么？春眠护在苏玉婉面前，质问男子：你要带俺们掌柜的去哪？罗三娘也上前来护着苏玉婉：那嫁衣我也参与绣制了，有什么问题我和苏姑娘一块面对，你不能单带她走。男子冷凝的视线扫过两人，没你们二人的事，让开。嘿，你这人很拽吗？春眠撸起袖子，一副准备干架的模样。春眠。苏玉婉朝他摇了摇头，随即看向男子：我和你走。男人随身带着剑，看起来是会武功的，硬碰硬他们敌不过的。掌柜的你别去。春眠十分担心。罗三娘也急得不行，那嫁衣到底出什么问题了，非要把苏姑娘带走？三娘，春眠，你们帮我看好铺子，别担心。苏玉婉留下这么一句话，就跟着男子出了铺子。掌柜的。春眠追到门口，却被男子伸手拦了下来。苏玉婉看着门口停着的华丽马车，有些愣怔。这马车的华丽程度，不像是刘府能用得起的。这男子究竟是什么人？请吧。男子走到马车旁，掀开了一角帘子，对苏玉婉做了个请的手势。上车之前，苏玉婉朝门口站着的罗三娘递了个眼色。罗三娘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冲他微微点了点头。随后，苏玉婉上了马车。随着马车缓缓行驶，他的心也跟着忐忑了起来。刚才在店里，男子提到刘小姐嫁衣上的图案，那图案是他根据模糊记忆里偶尔出现的一些图样绘制的，会有什么问题呢？马车行驶了约莫1刻钟后，便停下了。到了，姑娘请下车。男子冷硬的声音自车外响起。苏玉婉撩开车帘下了车，发现被带到了镇上最大的客栈——鸿福客栈外。他有些好奇地看向男子：不是刘小姐的嫁衣有问题吗？怎么来了客栈？照理不是应该去刘府吗？男子始终面无表情，声音冷冷地道：姑娘上去便知。苏玉婉踌躇了片刻后，跟着男子进了客栈，上了3楼。男子在天字1号房外敲了敲门，门随即被打开，开门的是一个穿绸缎衫的妇人。宁嬷嬷，人带来了。男子回禀完，便退到了门外。被称作宁嬷嬷的妇人在看到苏玉婉的一瞬间，瞳孔微缩，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激动，像，真是像。苏玉婉不解地看着宁嬷嬷，宁嬷嬷这才反应过来，将她请了进去。关上门后，宁嬷嬷将她请至桌前坐下，又给倒了一杯茶。在这期间，苏玉婉留心观察着四周，这间房里除了宁嬷嬷，便再无旁人。她无心喝茶，开门见山地问：这位宁嬷嬷，方才门外那男子因刘小姐嫁衣上的图案将我带到此处，请问可是那图样花纹有什么问题吗？宁嬷嬷一直盯着他看，半晌后忽然起身，扑通一声跪倒在苏玉婉面前，热泪盈眶道：小姐，老奴总算找着你了。小姐。苏玉婉懵了，吓得忙从凳子上起来去拉宁嬷嬷。宁嬷嬷，您是不是弄错了？宁嬷嬷起来后激动地握住苏玉婉的手，十分肯定地道：不会错，老奴不会看错，
你这张脸和夫人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准是我家小姐没错了。夫人，小姐。苏玉婉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试探着问宁嬷嬷：“您说的是我娘？”宁嬷嬷含泪点头：“是上京城丞相府的当家主母，小姐您的亲生娘亲。”丞相府？苏玉婉面色一变，惊得说不出话来。她的娘亲竟是丞相夫人，那她……宁嬷嬷看出了她的震惊，笑着道：“你是咱们丞相府的二小姐。”说着，宁嬷嬷双手合十，对着半空作揖，嘴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感谢老天保佑，让我顺利找到了小姐。”苏玉婉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得愣在原地，好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上回那乞丐嘴里的贵夫人就是襄府夫人，也就是她的亲娘。待回过神来，苏玉婉又问宁嬷嬷：“宁嬷嬷，我家寄在京城那么远的地方，您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会是丞相府的千金。说到这个，宁嬷嬷深深叹了口气，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帕子给她看。苏玉婉接过帕子，在看到帕子上的图案时，脑海里那些零碎的片段便与这帕子上的完美的重合在一起。帕子上团状的科巢纹样中间绣着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鹿。这帕子，小姐，这帕子是10多年前夫人亲自给你绣的。自从10年前小姐被掳走后，夫人就大病了一场，之后的日子里身子一直不见好，每日都对着这帕子流泪。相爷知道夫人一直为小姐的事伤心欲绝，便派人在当年小姐被掳走的地方一直寻找，这一找就是10年。可这保平府都快被翻遍了，也没有小姐你的丝毫消息。近日夫人身子的越发不好了，她怕撑不到找到小姐的那一日，便让老奴我一块儿来寻找小姐。好在老天保佑，老奴在这清水镇找了几日，今日偶然见到那刘家出嫁小姐所穿嫁衣上的纹样很是眼熟，便让叶侍卫去打探，这才顺利找到了小姐。说完这些，宁嬷嬷已是泪流满面。苏玉婉听完感到很是震撼，鼻尖微微有些发酸，原来这10多年来她的爹娘一直都在寻找她。宁嬷嬷掏出自己的帕子擦了擦眼泪，见苏玉婉穿着粗布衣衫，双手粗糙皴裂，她心疼的不行。小姐，这10多年来你受苦了。他们家小姐金枝玉叶，被掳走的这10多年，还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想想就觉得心酸。这10多年，苏玉婉确实受了不少苦。在沈家做童养媳的日子里，她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及笄后，为了供沈旭读书，不得不抛头露面，走街串巷吆喝买卖。才年仅18岁的她，脸上就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最让她苦的是，前世她没找到父母，没有身份，以至于沈家为了攀上金枝，就毫无忌惮地对她和她的孩子下了杀手。小姐，跟老奴回京吧。宁嬷嬷握着她的手，满是期盼地说：“相爷夫人找了小姐这么多年，见到小姐定会很高兴的。”第40章，务必要保护好小姐。回京？苏玉婉完全没有准备，或者说她还有事情没有完成。见她半晌没说话，宁嬷嬷问她：“怎么了，小姐？”苏玉婉笑着道：“没什么，宁嬷嬷，我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好，一时半会儿怕是不能跟您走。”原来是这样。宁嬷嬷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小姐有什么事，让叶侍卫去处理就成。他是襄府的领头护卫，交给他小姐尽可放心。”苏玉婉恍然，原来那位叶侍卫是襄府的护卫，怪不得行事如此雷厉风行。宁嬷嬷，这事儿得由我亲自解决。再有1个月，沈旭便会寄回休书来。前世沈家为了不让沈旭背上抛弃糟糠之妻的骂名，在他临盆之日害他难产而死，好让沈旭顺理成章迎娶吏部侍郎的千金。这一世，他不会让他称心如意，他要在他寄回休书来那一日，彻底揭开他丑恶的面具。宁嬷嬷不知道这些，但见苏玉婉态度决绝的样子，她便也没再多说什么，转身从随带的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钱袋子，递给苏玉婉：“既然小姐还有未解决的事，那老奴就先给夫人老爷去封信，等小姐的事处理完了，咱们再一块回京。这些钱小姐先拿去用，若是不够，再跟老奴说一声就是。”苏玉婉不肯接，说自己有钱。宁嬷嬷直接拉过她的手，将钱袋子塞在她手里：“小姐是咱们丞相府尊贵的二小姐，用自家府上的钱是理所应当的。”推拒不过，苏玉婉便接下了。想到自己来了这么久，三娘和春眠许氏还在店里担心着，她和宁嬷嬷说了原委，想回店里。宁嬷嬷听完，笑着道：“难得小姐身边有如此真心待你之人，小姐既担心，老奴便让叶侍卫送小姐回去，好叫他们安心。”“不用了，宁嬷嬷，我自己回去就成。”苏玉婉很是惶恐，叶侍卫那身打扮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了，我怕吓着我那铺子里的客人。宁嬷嬷听后一愣，随即将叶枫叫了进来，冲他交代了几句。叶枫听完宁嬷嬷的话，再看向苏玉婉的脸上多了几丝震惊，他朝宁嬷嬷拱手道了声是，就退出了门外。再回来时，叶枫已经换了身普通装扮，腰上的佩剑也取下了。宁嬷嬷对苏玉婉说：“小姐，老奴已经让叶侍卫换了身装扮，在回京之前就让叶侍卫守护在小姐左右。”叶枫抱拳朝苏玉婉恭敬地道：“小姐，
属下叶枫，往后就由属下保护小姐安全。苏玉婉淡淡点头，她其实不是很需要侍卫，但想着宁嬷嬷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便没有拒绝。临走时，宁嬷嬷又对她叮嘱了一句：“小姐，在你处理完事之前，老奴会一直住在这鸿福客栈。小姐若是有任何事，随时可以来这里找老奴。”我知道了，宁嬷嬷。出了客栈，便有小厮牵来马车。苏玉婉对叶枫道：“叶氏，叶枫，不用马车，走路回去。”叶枫一愣，随即应声道：“是，小姐。”便让小厮把马车牵走。还有，苏玉婉看了他一眼，在外人面前，你不要叫我小姐，叫姑娘就成。叶枫虽不解，但也不敢多问，只点头应是。之后，叶枫便护送着苏玉婉回了玉秀阁。虽说换了一身普通装扮，但叶枫那健硕高大的身姿，还是引来了不少路人的瞩目。掌柜的回来了。春眠一直守在店铺门口，见到苏玉婉回来，欣喜着跑上前来。见苏玉婉身后跟着的正是先前带着她之人，春眠冲他狠狠瞪了一眼，随后关切地看向苏玉婉：“掌柜的，你没事吧？”苏玉婉见他一副担心的模样，扬唇笑道：“没事，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罗三娘也闻声走到门口，见到苏玉婉安然无恙回来，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进了铺子，两人都迫不及待地问他那嫁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苏玉婉将叶枫支到门口守着，这才对他二人说道：“嫁衣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为啥派人来抓你？”春眠睁大双眼，一脸的疑惑。罗三娘睨了他一眼：“呸呸呸，什么叫抓？不过是请苏姑娘过去问话而已。”又看向苏玉婉：“好在苏姑娘你平安回来了，否则我真准备去报官了。”先前苏姑娘被带走的时候，对她使了个眼色，她很快反应过来，便记下了那男人的模样和马车的颜色。等到太阳落山，若是还不见苏姑娘回来，她就准备去报官。好在苏姑娘安然无恙回来了，她心里的石头也总算落下了。苏玉婉很感激他们二人在这样的时刻心记着她，便告诉他们是自己的家人找来了。罗三娘和春眠对视一眼，两人面上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春眠小声问他：“掌柜的，是你的父母找来了吗？”“是我家里的嬷嬷先找到了我，至于我父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苏玉婉如实说道。“嬷嬷？”春眠不懂嬷嬷是什么人，面露好奇。苏玉婉解释说：“就像管事妈妈那样的。”听完，春眠算是稍微明白了，罗三娘则是暗暗腹诽：苏姑娘家里都有管事嬷嬷，看来她的身份果然不一般。铺子打烊后，苏玉婉忙完，锁上店铺，准备回家。叶枫跟了上来。苏玉婉皱了皱眉，对他道：“叶枫，晚上你不用跟着我。”叶枫有些为难：“宁嬷嬷说了，让属下务必要保护好小姐。”话是这么说，可是她要回沈家，若是让沈婆子或者村上人看到她，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与沈旭和离之前，她还不想曝光身份，便对叶枫道：“真的不用，你白天保护我就行，晚上不用跟着我。”叶枫还是一动不动站在他身后。眼前这位二小姐可是向爷夫人找了10多年的掌上明珠，她若是没有尽职保护好，出了什么差错，可是要掉脑袋的。见他站着不动，苏玉婉又说：“放心吧，我就住在前头村子，雇车回去不会有危险的。”叶枫思索了片刻，对苏玉婉拱手道：“属下暗中跟着，不会对小姐造成困扰的。”暗中跟着？他正疑惑之际，只见叶枫一个闪身藏进了路边的树丛里，完全看不到身影。第41章凌云寺还愿。2月中旬，沈旭会试中会员的消息传了回来，沈婆子高兴的不行，第2日便带着苏玉婉去了寺庙里烧香还愿。到如今，沈旭已经连中2元，这可是老沈家几辈子都没有出过的大喜事。中了会员，就意味着有资格参加殿试，只要在殿试中再考中进士，沈家可就真正能光耀门楣了。凌云寺是位于松阳县西侧凌云峰上面的一座古老寺庙，据说这寺庙很灵验，因此来这儿上香的人特别多。前世这个时候，苏玉婉已经有了6个多月的身孕，便没有来，沈婆子和沈宁来的。如今沈宁嫁了，沈婆子便叫上苏玉婉一块儿来，正好也让她白白送子观音，好早日怀上孩子，为沈家延续香火。沈婆子跪在送子娘娘佛像前虔诚祈祷，苏玉婉看着她，只觉得讽刺。前世她的孩子都已经足月了，最终却还是沦为沈家攀附权贵的垫脚石。玉婉，你怎么不拜啊？娘听说这儿的送子娘娘很灵验的。沈婆子拜完见她静静跪着，不由皱眉说道。苏玉婉淡淡看向她：“我拜过了。”沈婆子这才舒展眉头，又再度拜了拜，才起身出了佛殿。一面走，她一面对苏玉婉说：“如今旭哥中了会员，再不久就能参加殿试，待他考中进士，就真正踏上了仕途之路。到时候你可得争口气，早日为我们老沈家怀上孙子。”苏玉婉没吭声，等沈旭考中状元，便是他恢复自由之身之日，为沈家延续香火这事，自有旁人来效劳。见他又没回话，沈婆子停下步子，语气有些不悦地问他：“你今儿是怎么了？
跟你说话也没个回应。苏玉婉正要开口，忽见前头周婆子带着周叔和沈宁一块进来了寺庙。哟，这不是亲家母吗？真是好巧啊！你今儿也要上香呀？周婆子一见到沈婆子，就露出一脸亲切的笑。沈婆子扭头见自家女儿也来了寺庙，心里十分高兴，对沈婆子也和气了几分。是啊，这不是旭哥考中会员了吗？我这做娘的便想着来庙里上炷香，感谢佛祖保佑。周婆子听完，眼角眉梢的笑意更深了。哎呦，那可真是要恭喜亲家母了。旭哥这孩子真是有出息，以他的才华，想必再过不久就能高中状元金榜题名了。哎，这话说早了，参加殿试的贡士何其多，我儿未必就能拔得头筹。沈婆子谦虚说着，面上却是掩饰不住的骄傲。周婆子继续恭维道：亲家母何必如此谦虚，旭哥有出息，你这做娘的功劳可不小，待旭哥中了状元，你可就是尊贵的老夫人了。哎呦喂，这往后我见了你，没准还得行礼呢。这话说的沈婆子心头一热，他家旭哥有出息，连带着他这个做娘的出门在外也受人敬仰，这受人吹捧的感觉就是令人心情舒畅。谈笑间，见自家女儿蒙着面垂头跟在周婆子后面，半句话不说，一副受了气的模样。沈婆子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对了，亲家母，你今儿来凌云寺是求什么？周婆子随即拉过沈宁的手，一脸慈爱地看着沈宁，说：这不是宁姐儿嫁入沈家有些日子了吗？我想着带她来拜拜观音菩萨，盼她能早日怀上孩子。对上周婆子的目光，沈宁害怕的打了个哆嗦，却还故作镇定的笑答道：婆母说的是。但其实不然，周婆子也是得知了沈旭考中会员的事，才刻意带着周叔和沈宁一块跟来的凌云寺。听到周婆子特地带着沈宁来求子嗣，沈婆子面上带了喜色。如此也好，若是宁姐儿怀上了孩子，日子有了盼头，便能往前看。只是宁姐儿至今都还蒙着面纱，不敢以面示人，这点让沈婆子心疼不已。也不知姑爷见到她脸上的疤，有没有因此苛待她。沈婆子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好好问一问她，今日在这儿碰到，想着总算有了机会，便拉着沈宁的手，想和她单独聊会儿。沈宁何尝不想单独与自家娘说说话，但是周婆子盯她盯得紧，不允许她和娘家人单独待在一起，便只能对沈婆子推辞道：娘，婆母她近日身子不太舒服，女儿得服侍在左右。沈婆子听完面上有些不悦了，周婆子明明好好的，哪儿需要服侍，分明是借口。她好不容易见到自家女儿，周婆子难道连聊会儿天的功夫都不给吗？见状，周婆子连忙解释道：哎呀，都是宁姐这丫头太孝顺，我都说了，只是头疼的小毛病，不用服侍左右的。难得你们娘俩在这碰上，那宁姐你就陪你娘，好说话吧。她笑着看向沈宁，眼底却露出威胁之色。之后，周婆子带着周叔进去佛殿。沈婆子连忙问沈宁：宁姐儿，上回娘去周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问你，你嫁去周家后，婆家人对你可好？姑爷他待你如何？一旁的苏玉婉也朝沈宁看了过去。面对两人的目光，沈宁有些欲言又止。沈婆子当即皱眉问他：莫非你在婆家受气了？沈宁张嘴刚想说什么，就见周婆子出了佛殿，这会儿正站在店门口盯着他。他忙摇头：没有。听他这么说，沈婆子才放下心来。这门亲事，沈婆子本来也是不大愿意的，因着沈宁的脸成了这样，再加上先前那聘金不翼而飞，家里又一时拿不出钱来退婚，才迫于无奈让沈宁嫁了。事已至此，沈婆子能做的便是尽量让女儿不在婆家受委屈。旭哥如今中了会员，势头正盛，想着周家也不敢拿气给宁姐受。眼看着周婆子一步一步往这边靠近，沈宁的心也跟着颤跳起来。她实在是受够了被周婆子虐待的日子，再不想回到周家去了，便鼓足勇气对沈婆子说：娘，其实娘，时辰不早了，咱们该下山了，这会儿铺子里应该很忙。苏玉婉适时出声。沈婆子点了点头，又看向沈宁：宁姐儿，你刚才想说什么？沈宁在张口时，周婆子已经带着周叔走过来了。宁姐儿，该去拜送子娘娘了。第42章，店铺扩展。沈宁想说的话就这么被堵了回去。他看向苏玉婉，恨得直咬牙。宁姐儿。周婆子见他发愣，又唤了一声：哦，好，我这就来。沈宁回过神，惊慌失措的应道。周婆子看向沈婆子，笑着道：亲家母，那我们就先过去了。沈婆子点头，正好我们也要下山了。在寺庙分别后，沈婆子和苏玉婉踏上了下山的路。对了，方才宁姐儿好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路上，沈婆子想起来这茬。苏玉婉淡声道：她才成亲没多久，定是有不少梯级话想与您说的。哎，沈婆子微微叹了口气，也是难为她了，毫无准备的就嫁了。好在那周婆子看起来对她还不错，我也算放心。苏玉婉挑挑眉没说话。沈婆子看到的都是周婆子想让她看到的，好不好的，只有沈宁自己知道。
走了没几步，沈婆子又停了下来。她扭过头四处张望，疑惑地道：“奇怪了，我怎么老觉得身后像是有人跟着？”苏玉婉眸光一转，说道：“许是您想多了。”“也许是吧。”沈婆子暗暗摇头，又继续往前走了。苏玉婉稍稍松了口气，她侧身往一旁的树丛里看去，那里静悄悄的，但她却能感觉到叶枫的存在。凌云寺里，沈宁拜完了送子观音后，就被周婆子拽到了一旁角落里。她怒声质问沈宁刚才和沈婆子都说了什么。沈宁如实回答：“我什么都没说。”一旁的周叔冷眼看着他，阴阳怪气道：“哟，大嫂，方才我分明见你一副想向你娘哭诉的模样，怎么这会儿又说没有了？”听他这样说，周婆子语气带了怒：“好啊，你竟还不安分！”说罢，啪的一巴掌打在了沈宁脸上，他脸上的面纱被打落，脸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子。沈宁吃痛的捂着脸，敢怒不敢言。看着他那张巴巴赖赖的脸，周婆子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为了以后能在沈旭面前给他家周涛谋个好前程，不得已利用聘金被偷的事促成了这门亲事，就沈宁这样的丑八怪，给他儿提鞋都不配的。大嫂，你都和我大哥成亲这么久了，怎么还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难不成你以为离开周家，沈家就会留你吗？周叔冲他嗤之一笑：“你娘这么重视你大哥的名声，会留你一个被休的弃妇在娘家连累你大哥一块被人耻笑吗？”你！沈宁含怒瞪着周叔，周叔狠狠瞪了回去：“你什么你？凭你这副丑样子能嫁到我们家，已经是你三生积来的福了，否则你这样子连乞丐都不敢要。”沈宁捂着脸，纵使满腔委屈，也只能独自咽下。回到镇上，苏玉婉去了铺子，沈婆子则是去了集市采买。沈婆子走远了，叶枫才从人群中走到苏玉婉身后。苏玉婉问他：“我们离开后，那蒙面纱的女子怎么样了？”叶枫如实回禀道：“回小姐，那女子被她的婆家人狠狠训斥了一顿，还挨了一巴掌。”跟随苏玉婉的期间，叶枫已经将她身边之人了解了个透彻。方才在寺庙暗角，他观察到那蒙面女子似乎对他家小姐有敌意，所以才会多加留意。知道了，你稍加留意就好，别暴露了自己。属下知道。回了铺子，苏玉婉便又是玉秀阁的掌柜，全身心投入到买卖上。叶枫则又继续坐在店铺对面的茶棚里，时刻警戒着玉秀阁的情况。自从玉秀阁为刘小姐绣的嫁衣一经面世后，便在整个清水镇掀起了不小的热潮，不少待嫁女子都来玉秀阁定制嫁衣。明明是卖绣品的铺子，硬生生经营成了绣坊。来定制嫁衣的人太多，罗三娘一个人忙活不过来，苏玉婉便打算再招几个绣娘。她连夜写了招贴，第二日便有好些个女子来了店里。这些女子都会刺绣，但绣嫁衣十分考验功底，苏玉婉设置了几轮考试，通过才能录取。到最后仅录取了2名女子，一名叫唐静，另一名叫秋烟。两人以前也绣过成衣，但没绣过嫁衣。苏玉婉安排他们俩跟着罗三娘学，并开他们每月1两银子的工钱。这3个月来，苏玉婉一共赚了130两银子。如今要扩大经营，店铺自然也得跟着扩展。他又租下了旁边即将倒闭的杂货铺子，改作绣房，供3位绣娘使用。铺子扩大后，玉秀阁里定制的活儿越来越多，苏玉婉也每日都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也没忘记自己要做的事。4月初春，乍暖还寒，距离春闱放榜已过去了1个月，如今也到了沈旭殿试的日子。这会儿是午饭时间，店里没人，春眠在后院午睡。苏玉婉招手将对面茶棚里的叶枫招了进来：“小姐，有何事吩咐？”叶枫还是改不了叫小姐的习惯。苏玉婉低声对他吩咐了一些事。叶枫听后不问缘由，只应声道：“小姐放心，到时属下一定办妥。”“好，你去吧。”“是。”叶枫转身出门之际，迎面走进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她身后还跟着2个丫鬟。打头的黄衣女子一进铺子就十分傲慢地问谁是掌柜。叶枫皱眉，出门后没有去茶棚，而是守在门外留意着里头的动静。苏玉婉敛下情绪，走上前来：“我便是，小姐需要什么？”黄衣女子看了他一眼，问道：“我听说你这儿绣的嫁衣十分精致，我想在你这儿定制2套衣裙。”“当然可以，姑娘想做什么样的，这边请，我给您量下尺寸。”苏玉婉笑着招呼女子。黄衣女子跟着苏玉婉去了一旁的小隔间里，量了尺寸后，又对苏玉婉说了她对衣裳的要求以及花样文案。苏玉婉一一记在本子上：“好的，姑娘过1个月来取。”“什么？竟要1个月这么久？”黄衣女子一听定做要这么久，顿时面露不悦。苏玉婉解释道：“实在不好意思，小姐，店里定制的衣裳太多了，您的排到了1个月后。”“那就先做我的。”黄衣女子盛气凌人地看着他：“这得按先后顺序来，否则对其他客人不公。”苏玉婉没有妥协。这时黄衣女子身后的一个小丫鬟站出来，怒声斥道：“大胆，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这位可是我们县太爷家的千金，你最好识相点。第43章，借一步说话。小丫鬟话音才落，就被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狠狠掐住了脖子。叶枫面色冷厉地盯着他：“你找死！”小丫鬟被男人死死掐住脖子，憋得脸色涨红，惊恐地看着面前之人。黄衣女子见状，吓了一跳，另一名丫鬟护在她面前，哆嗦着身子冲男子呵斥：“你是什么人？竟敢对我们黄小姐的贴身丫鬟动手？”黄小姐本名黄芊芊，松阳县现任知县黄怀中的独女。黄芊芊见男子迟迟不松手，自己的丫鬟被他掐得脸都紫了，气急不已，指着苏玉婉道：“你赶紧让他放开我的丫鬟，不然我让我爹抄了你这铺子！”叶枫，苏玉婉出声让叶枫停了手。小丫鬟被叶枫狠狠甩开，踉跄着倒在地上，一边喘气一边哆嗦。黄芊芊愤怒地看着叶枫：“我的人你也敢动？你才是找死！”说罢又看向苏玉婉：“臭丫头，你的打手惹怒了我，你若是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跪下来道歉。”这话说的可真是蛮横至极。叶枫拳头捏紧，指节咯咯作响。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女儿，竟然也敢如此嚣张，看来这松阳县的知县是不想要她头上那顶乌纱帽了。他正欲要开口，就听苏玉婉对黄芊芊道：“黄小姐，你的丫鬟辱骂人在先，我的手下只是给她一个教训，这很合乎道理吧？”黄芊芊怒视着他：“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讲道理？我告诉你，在这松阳县，我黄芊芊就是道理。”哦，苏玉婉微挑眉：“这么说，这整个松阳县都由你黄小姐和你的父亲黄知县一手遮天了？”黄芊芊丝毫听不出苏玉婉在套他的话，还很倨傲地道：“那是，我父亲可是知县老爷，岂是你这等贱民能惹得起的？你得罪了他的女儿，你这铺子就等着关门大吉吧。”叶枫冷冷看着他，方才他说的话，他一字不落地记下了，待回京便会禀明丞相大人。哦，不，他应该修书一封，立即禀明。黄芊芊睥睨着苏玉婉，冷笑道：“怎么样，怕了吧？怕了就赶紧给我跪下道歉。”黄小姐，祸从口出，你还是赶紧回去想想如何保住你父亲的乌纱帽吧。苏玉婉面不改色看着他，好心提醒道。然而他的话更加激怒了黄芊芊。黄芊芊气急败坏地扬起手就要朝苏玉婉打去，手扬到半空，却被一股力量给扼住。他回望过去，发现又是刚才的男人在阻拦他，更加恼火：“臭男人，放开你的脏手！”只见叶枫一个用力，黄芊芊的手腕处便发出了骨折般的清脆响声。啊啊！痛痛痛！放开我！黄芊芊疼得哭天喊地，整个五官都扭在一起。两个小丫鬟吓得缩在一旁，也不敢上前来帮忙。滚！叶枫再一个用力，直接把黄芊芊丢到了门外。小姐，两个小丫鬟颤颤巍巍跑出去扶他们小姐。铺子外头不少行人驻足往这边看了过来。这是谁啊？怎么还让人给丢出来了？听说是知县千金在苏掌柜的店里闹事，被苏掌柜的手下给丢出来了。原来是知县千金啊，怪不得如此嚣张跋扈。路人的议论声让黄芊芊颜面扫光，她更加记恨上了苏玉婉。被小丫鬟扶起来后，她恨恨地看了眼玉秀阁的门匾，转身走了。小姐，您别生气，不过是一个贱民而已，回头告诉老爷，老爷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其中一个小丫鬟安慰她道。讨回公道？黄芊芊冷哼一声，目光怨毒地道：“我不仅要讨回公道，还要让那个什么苏掌柜尝尝得罪我的后果。”与此同时，与他擦肩而过的女子在听到苏掌柜三个字时，忽然停下了脚步。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蒙着面纱的沈宁。沈宁从凌云寺离开后，被周婆子指使去集市上采买，却在行走间听到有人在谈论苏玉婉。这人在提到苏掌柜三个字时的咬牙切齿，足以证明他对苏玉婉深藏恨意。看着黄衣女子的背影，沈宁毫不迟疑地追了上去。这位小姐，请等一等。沈宁在她身后唤了一句。黄芊芊顿住脚步，面含怒气地转过身来。你谁啊？见叫她的是个蒙着面的女人，黄芊芊脸上闪过疑惑。沈宁稍稍凑近黄芊芊，在她耳边说了一段只有两人能听见的话，随后又问黄芊芊，不知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黄芊芊扫视了沈宁一圈，对两个丫鬟道：“去找间茶楼。”小姐。丫鬟佩儿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蒙面女子很是戒备，有些犹豫。黄芊芊朝丫鬟瞪了一眼：“还不快去！本小姐还使唤不动你们了是吧？”奴婢不敢，奴婢这就去。佩儿不敢违逆，连忙小跑着去找茶楼去了。一刻钟后，几人来到了一家名叫明香楼的茶馆。进到包厢后，两个丫鬟识趣地关上门，守在门外。还没坐下，黄芊芊就迫不及待问沈宁：“你刚才说那个苏玉婉就是沈介元？哦不，现在是沈慧媛了，是他的妻子。”沈宁点点头：“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黄芊芊狐疑地看着他：“因为我是他小姑子沈慧媛的妹妹。”沈宁答道。
黄芊芊一愣，你既然是他小姑子，为何还告诉我这些？因为沈宁眸底浮现一丝恨意，我和黄小姐一样，同样痛恨着苏玉婉。你恨她？黄芊芊又是一愣。沈宁叹了口气，看向黄芊芊，用略带遗憾的口吻说道：苏玉婉只不过是从小在沈家长大的低贱童养媳，其实我娘心里的儿媳妇人选一直都是像黄小姐这样高贵漂亮的女子，只可惜当年家里穷困。说着他瞄了黄芊芊一眼，才让那个身份低贱的女人做了我大嫂。黄芊芊听完，脸上浮现一抹红晕。沈旭他有印象，那年鹿鸣宴，他跟着父亲出席，见到了那位才貌双全的沈介元。当时他还曾对他芳心暗许，只是可惜听说他已经有了妻子，不成想竟是那个贱丫头。第44章，小小侯爷。听完沈宁说的话后，黄芊芊对玉婉的恨意更深了。这个贱人不仅指使手下伤她，还阻了她原本的大好姻缘。见黄芊芊脸上有了明显的情绪变化，沈宁唇角微微勾了勾，继续道：其实我早就看不惯她那副狂妄自大的嘴脸了，全身上下没有半点配得上我大哥。顿了顿，又看向黄芊芊，偏偏这女人就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甩也甩不脱。若是黄小姐能请动县太爷将她踢出沈家的话，也算是救我大哥出苦海了。黄芊芊疑惑问道：为什么说脱离苦海？难道你大哥也不喜欢她吗？沈宁面纱下的嘴角处勾起一抹冷笑，要是喜欢她，就不会从成亲到现在都还不与她圆房。啊！黄芊芊一脸的诧异，你的意思是，你大哥他一直都没碰过苏玉婉？沈宁点头，我大哥平日里对她都极为冷淡，更别提碰她了。听完这话，黄芊芊竟有些暗自欣喜，随即热切地对沈宁道：你放心，等我回了县衙，定会让爹爹好好惩治这个贱人。他握着茶杯的手一紧，眸中闪过一抹阴鸷，同时早年心里对沈旭的那一丝不为人知的情愫也逐渐被放大开来。当时若不是沈旭已经有了苏玉婉这个童养媳，他势必会央求父亲让自己嫁给沈旭的。如今得知他不爱他的妻子，黄芊芊便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玉秀阁赶走了闹事的黄芊芊后，叶枫问苏玉婉：小姐何不当场处置了那嚣张跋扈的女子？以她的脾性，可能还会再次闹上门来。苏玉婉沉吟片刻，说道：就是要她再次上门来闹，最好是打着她父亲的名头，大张旗鼓的上门闹事，如此才有证据将其连根拔起。叶枫听完，一向冰冷的脸上微微浮现诧异。面前的女子虽从小被掳走在农家长大，可行事作风却颇有相爷大人的影子。两人正说着，宁嬷嬷来了。她听说了今日玉秀阁发生的事，便急匆匆赶来了。小姐，你没事吧？一进门，宁嬷嬷就关切询问。苏玉婉平退了叶枫，笑着对宁嬷嬷道：嬷嬷，我没事。宁嬷嬷见她安然无恙，才稍稍松了口气。之后又问她那黄小姐因何事在店里闹，苏玉婉便将今日发生的事如实和她说了。听完之后，宁嬷嬷面色带了怒，一个小小的知县之女都敢如此放肆，由此可见她的父亲黄知县在这一带没少造事。带回京便将此事禀明相爷，定要将他革职查办。苏玉婉点头，嬷嬷说的是，方才我与叶枫也正是在讨论此事。宁嬷嬷脸下怒意，握住苏玉婉的手，语气带着心疼：小姐，委屈你了。以前没认回身份的时候，这样的事还不知小姐经历了多少。老爷夫人若是知道了，不定得心疼成啥样。若是换做别家小姐受了委屈，不说一哭二闹，那也必定要在父母面前撒一撒娇的。可他们家小姐的脸上从没表露过委屈之色，相反那双眼睛里总是透着一股子韧劲。宁嬷嬷是既心疼又欣慰。经过今儿这一闹，店里来往的客人少了些。午饭，宁嬷嬷带着苏玉婉去了酒楼包厢吃。宁嬷嬷不知道苏玉婉喜欢吃什么，就把店里的招牌菜每样都点了一份。宁嬷嬷，这也太多了吧，就咱们两人吃得完吗？苏玉婉有些惊讶，她在沈家的时候节俭惯了，在外跑货也从不舍得去酒楼吃。宁嬷嬷笑了下，不多，小姐，在咱们丞相府，主子们每顿的菜品至少也是10道，一顿10道菜，这未免也太奢靡了吧。丞相府果然是气派。苏玉婉竟有一瞬间觉得自己与相府有些格格不入，自己毕竟在农家长大，生活习惯以及见识所闻都比不上常年待在京城之地的家人。她有些担心自己去了京城能不能融入那个家。宁嬷嬷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给她加了一只烤乳鸽腿，然后笑着道：小姐，老爷夫人以及大少爷都是很好的人，等你回了相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大少爷？苏玉婉问宁嬷嬷，这么说我还有一个哥哥？宁嬷嬷点头，锦怀大少爷，小姐的嫡亲哥哥。嬷嬷同我说说哥哥的事吧。苏玉婉从小被掳，完全不记得自家哥哥是什么样。宁嬷嬷一面为他布菜，一面说道：锦怀少爷现年19岁，长相神似相爷，气宇轩昂中透着不怒自威的气场，
夫人缠绵病榻的这些年，景怀少爷没少帮着处理府中大小事，下人们都很服他。苏玉婉听得入神，听起来我的这位大哥不仅是个美男子，还很能干，可不是吗？宁嬷嬷笑着，小小和他八卦了一下，景怀少爷可是京都城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在世家贵女们的眼中，整个京都城唯有景怀少爷的美貌能与武安侯府萧小侯爷相媲美。萧小侯爷？苏玉婉好奇地问，竟比哥哥还要貌美吗？提起萧小侯爷，宁嬷嬷脸上的笑意变得有些意味不明。确实如此，但这位萧小侯爷混名昭著，且什么？苏玉婉还真被勾起了好奇心。宁嬷嬷话到嘴边又转说道，这萧小侯爷是个纨绔浪荡子弟，小姐还是少知道的为好，往后去了京城，若是见到了也远远避开就好。宁嬷嬷没有细说，苏玉婉也不欲再追问，又向他问起了父亲母亲。咱们夫人性子十分温柔，待下人也极好，相爷虽然平日里都是一副严肃不苟言笑的模样，但是待夫人却十分温柔体贴。宁嬷嬷说着，悠悠叹了口气，相爷每日不仅要帮着皇上处理朝堂政事，回到府里还要照顾夫人吃药，同时又心系着寻找小姐之事。这几年鬓边已有了不少白发，只盼着小姐回京后，夫人的病能好得快些，相爷也不用如此劳累。第45章，怎么会是休书？4月16这日，沈旭高中状元的消息传了回来，整个云溪村都沸腾了，大半的村民都去了沈家道贺。得知消息的周婆子也带着沈宁匆匆赶来了沈家。旭哥娘，恭喜恭喜了，旭哥一举高中新科状元，这下沈家可真的光耀门楣了。说话的是村里的老李郑王阿公，60岁的年纪，精神矍铄。哎呦，李正也来了，快请进来坐。要说旭哥能有今日，还得要感谢李正从前对沈家的照拂。沈婆子笑容满面地招呼着王阿公，将他请到了堂屋坐。当年沈老爹离世后，那段日子沈家日子过得十分困难。老李正得知后，没少给沈家送米送油，还给了沈旭2两银子，让他一定不要放弃念书。沈旭感念老李正的照顾，中了解元后，还经常带着东西去看望他。老李正坐下后，苏玉婉亲自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沈旭中状元的消息传开后，沈家门庭若市，苏玉婉被沈婆子要求留下来帮着招呼邻居乡亲。端起茶，老李正笑着对沈婆子道，要说感谢，旭哥最该感谢的应该是玉婉才是。这些年玉婉一个人起早贪黑挣钱养家，供养旭哥读书，真是不容易。如今旭哥有出息了，玉婉也算是苦尽甘来了。老李正说的诚恳，沈婆子笑着点头，是。李正说的是，玉婉这些年对沈家劳苦功高，等旭哥正式封了官，他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听到封官2字，一旁的周婆子双眼一亮，忙凑到沈婆子面前来，笑着恭维道，启佑亲家母，恭喜你了。我这一听说旭哥中了状元啊，就马上带着宁姐儿去挑了些东西来向亲家母道贺，这是上好的人参，听说补气血效果最好了。面对突然凑上来的周婆子，沈婆子眼角的笑意减淡，客气着道，亲家母破费了，这么珍贵的贺礼，我实在是不敢收。沈婆子岂能不知周婆子那点心思，平时也没见她往沈家送什么东西，一听说旭哥中了状元，就带着东西巴巴的凑上来，还送人参这么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有事相求。周婆子强硬的将东西塞在沈婆子手里，笑道，哎，你我已成亲家，说什么破费不破费的，太见外了。谁料沈婆子又将东西还回了周婆子手上，同样笑着道，你就真的不用了，亲家母能来道一声贺，我已经很高兴了。见沈婆子执意不肯收贺礼，周婆子挂在脸上的笑容僵了僵，她忙冲身旁的沈宁使了个眼色。沈宁不敢忤逆沈婆子，便拿过东西上前，笑着对沈婆子道，娘，您就收着吧，这也是婆母的一番心意。自家女儿都这么说了，沈婆子也不好驳了她的面子，便接下了。接着又问她，宁姐儿，上回你去拜了送子观音，怎么样？如今肚子可有动静了吗？沈宁垂下了头，面纱下的脸上浮现一抹苦笑。怎么会有动静？从成亲到现在，周涛压根就没碰过她。虽说平日里周涛装的一副好丈夫的模样，可只有他知道，他到底还是嫌弃他这张脸。见他神色有异，沈婆子以为是小两口闹什么别扭了，便压低声音问他，怎么了宁姐儿？是不是跟姑爷闹不痛快了？沈宁摇摇头，没有，我没事儿娘。不知是不是自己想多了，沈婆子总觉得成亲后的沈宁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话变少了，性子也似乎比以前沉稳了不少。门口陆续有客人进门，沈婆子便让他招呼周婆子，自己则是去了院子招呼来人。苏玉婉正在厨房泡茶，沈宁走了进去。苏玉婉，你如今很得意吧？苏玉婉扭过头，表示不解地看着沈宁，宁姐儿这话我不是很懂。哼，你装什么不懂？那日在凌云寺，你故意打断我的话，是何用意？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不清楚，宁姐儿有什么话就直说。沈宁冷哼一声，苏玉婉，你让我不好过，你也得意不了多久的，这状元娘子的位置，你坐不热的。苏玉婉抬眸看向沈宁，挑眉问他，
难不成宁姐儿是在咒你大哥这状元郎当不了多久？你……沈宁被他气得脸色铁青。苏玉婉，你还是这么令人讨厌。苏玉婉提起装满热水的茶壶，临走时瞥了他一眼。宁姐儿有功夫在这儿搬弄是非，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讨好你的婆母，免得日日罚跪受累。沈宁倏地瞪大双眼，被苏玉婉的话气得不轻。来到堂屋，沈婆子正在和一众亲友说着话。这一屋子的人除了老李正，无不是来恭维巴结的。苏玉婉将茶壶放下后，又再次给老李正倒了杯茶。旭哥媳妇，多谢了。老李正接过茶，冲苏玉婉笑了笑。苏玉婉笑意盈盈地看向老李正，阿公客气了，相公得偿所愿，沈家感激阿公还来不及，往后去了京城，还要劳烦阿公帮忙照看老宅。老李正喝茶的手一顿，去京城？苏玉婉点头，先前相公说过，等他高中了，就接我和娘一块去京城。闻言，老李正了然地笑道：原来如此，放心，都是村里邻居。你们去了京城后，这老宅子我会替你们看守的。正说着，门口进来一个男子，径直走到堂屋后，对苏玉婉道：这儿可是沈家吗？有沈旭的信。是，给我就成。苏玉婉接了信，男子与他对视了一眼后便离开了。院子里的沈婆子听到沈旭来了信，连忙脱开身走进了堂屋。玉婉，是旭哥来信了吗？沈婆子喜笑着问他。先前旭哥说过，待中了状元就会接他们去京城，如今他中状元的消息才传回来，就紧跟着寄回了信。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能去京城了。沈婆子一脸期盼地盯着苏玉婉手里那信。是啊，娘，定是相公来信要接咱们入京了。苏玉婉笑着将信递给老李正。今日这样大喜的日子，不如就让阿公帮忙读信吧。老李正一顿，随即推辞道：这不太合适吧？沈婆子笑道：没什么不合适的，李正对旭哥也算有恩，由您老来读，更能显出这信的分量。这会儿道贺的人都还没走，让李正当场读信，也顺便让大家看看他家旭哥有多孝顺。沈婆子一脸骄傲地站在李正身旁，等待着他读信。然而当老李正拆开信件之后，面上的笑意都僵在了脸上。这怎么会是休书？第46章，休夫啊，休书！众人听到休书二字，皆是一副震惊的表情。周婆子没想到今儿来道贺还赶上了这么一场好戏，一副兴致盎然的神情挤到了最前头。方才还一脸骄傲充满期盼的沈婆子，这会儿直接愣在了原地。她万万没想到旭哥寄回来的会是休书，偏偏还让李正给读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婆子此刻只觉脑瓜子嗡嗡作响，头疼欲裂，险些站不稳。那头沈宁听到休书的事也是震惊不已，他朝老李正手里拿着的信纸看了过来，就见上头清清楚楚写着休书二字。真的是休书，大哥要休了苏玉婉。他还看到大哥要娶之人竟是京城吏部侍郎家的千金，而苏玉婉则是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阿公，你莫不是读错了？相公他怎么会寄休书回来？他拿过老李正手里的信，半晌后颤抖着嗓音道：相公他竟要休妻再娶。休妻再娶，真没想到啊，这沈旭才高中状元就抛弃糟糠之妻，当真是薄情寡义。可不是吗？我听说沈旭这些年读书所花费的银子，可都是他的发妻辛苦挣的，一朝富贵了就休妻，简直忘恩负义。难怪俗话都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众人纷纷议论着，为苏玉婉抱不平。沈婆子此刻就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明明大好的日子，这旭哥是怎么回事？竟明着寄了休书回来。这下众人都知道了他要抛弃糟糠之妻的事，可如何能堵住悠悠之口？娘，这是怎么回事啊？苏玉婉捏着信望向沈婆子，当初相公死活不愿与我圆房，您还安慰我相公不可能是外头有人，如今他要休妻另娶，又该怎么解释？什么小夫妻成亲这么久，竟还没有圆房？啧，这么看来沈旭早就在外头有相好的了。沈婆子眉头皱得死死的，面对众人的议论以及苏玉婉的质问，她除了一个劲儿的冒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苏玉婉又红着眼眶对老李正道：阿公，今儿您也在，还请您评评理。我自来到沈家后，就一心服侍沈旭，每日抛头露面挣钱供养他读书，可现在他高中了，就要一纸休书休了，我去娶那吏部侍郎家的千金小姐，这对我未免太不公平了。老李正脸色难看至极，他万万没想到沈旭竟是这样一个人，一张脸上写满了失望。旭哥娘，玉婉说的是真的吗？旭哥早就在外头有相好的了。沈婆子连忙摇头：不是的，李正，没有的事儿。这个时候沈婆子还能怎么办？就算有，她也要咬死了不承认。同时她也十分的懊悔，要是早知道旭哥寄回来的是休书，她帮什么腔，还让李正亲自读，这下可怎么收场？一旁的沈宁看出自家娘脸上的无奈之色，便向她走了过去，悄声在她耳边说了些话。之后
沈婆子脸上的紧张之色褪去不少，看向苏玉婉，以商量的口吻道：“玉婉，娘知道这事儿是旭哥对不住你，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你若愿意成全，沈家定会好好补偿你的。”老李正也看向苏玉婉：“玉婉，你怎么看？”苏玉婉的为人，老李正是看在眼里的。单凭这些年来他一人挣钱养全家，沈旭做出此等休妻另娶的事，便是不仁不义，补偿也是应该的。今儿有他在，就断不会委屈了女娃。苏玉婉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1000两，若沈家要补偿我的话，就补偿我1000两银子。”1000两，众人一听，都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觉得苏玉婉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也有人支持苏玉婉，觉得沈旭如今都高中了，又与官家千金定下婚约，1000两应该不算什么。沈宁指着苏玉婉，怒道：“1000两，苏玉婉，你这分明是在趁火打劫！”老李正怒咳一声，朝他瞥了一眼，沈宁悻悻缩回了手。人群中的周婆子也朝沈宁狠狠瞪了一眼，暗骂：“这死蹄子，都嫁出去了，娘家的事掺和个什么劲？旭哥娘，你既说要补偿玉婉，那他提出的条件你可依？”老李正看向沈婆子，问道。沈婆子一脸为难：“李正，我是说了会补偿他，可是1000两这也太多了，我们旭哥这才高中，都还未封官，哪来这么多钱？1000两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老李正一脸严肃：“那你既说了补偿，却又拿不出钱，这事儿你要怎么解决？”这沈婆子一时哑然，心道这老头子未免也太偏帮苏玉婉了，1000两让他上哪儿弄去？这苏玉婉分明就是趁机讹钱。这时苏玉婉又再次开口：“这么多年，沈旭在书院花了多少银子？家里的吃穿用度、一应开销，哪一样不是我磨破了嘴皮、走破了脚挣回来的？如今他中了状元，又攀上了吏部侍郎的千金，竟连1000两都拿不出吗？还是说您说的补偿只是在众人面前敷衍我而已？”老李正的脸色越发难看了。沈婆子连忙对他说：“不是的，我并非敷衍，只是1000两不是小数目，我们沈家真的没有，也拿不出来。”苏玉婉看向沈婆子：“既然沈家一时拿不出钱来，那么我就不为难了。”沈婆子一听，面上浮现感激的笑：“玉婉，我就知道你一直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却只见苏玉婉将手里的休书撕了个粉碎，又找来了纸笔，自己写了一份休书。只不过这次是他休他。写好后，他将休书展开给众人看：“既然沈家拿不出钱作为补偿，就没资格休我，换我休了沈旭这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还请李正与众乡亲们给我做个见证，今日我便与沈旭彻底恩断义绝。”什么休夫？沈婆子险些两眼一翻，气死过去。看热闹的众人也是瞠目结舌地盯着苏玉婉手里的休夫书，休夫还真是闻所未闻。第47章3条罪状。老李正也被苏玉婉这一纸休夫书给惊住了。大景朝几百年的历史，还从未听说过有休夫的。苏玉婉此举可谓是惊世骇俗。你怎可胡言乱语？自古只有男子休妻，何来女子休夫一说？沈婆子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指着苏玉婉咬牙切齿道：“这个苏玉婉平日里看着默不作声的，竟敢说出休夫这等大逆不道的妄言，简直是无法无天。”沈宁搀扶着沈婆子也附和道：“就是苏玉婉，你好大的口气，还休夫？你以为你是谁？”苏玉婉沈笑着看向他们母女：“女人犯了7出之条，男人便可随意休妻；男人犯了罪，女人如何不能休夫？”你！沈婆子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苏玉婉当着众人的面继续道：“今日我写下这休夫书，是因为他沈旭犯了不忠不仁不义3条罪状，还望众人与我做个见证。其一不忠，乃是欺君之罪。沈旭在已有家室的情况下，还接受了吏部侍郎大人的千金，并定下婚约，必定是隐瞒了他已有妻子的事情。大景朝律令，若妻子没有犯7出之条，丈夫不得随意休妻。沈旭此举无疑是藐视王法，欺君罔上，视为不忠。其二不仁，乃忘恩负义之罪。自从沈老爷子死后，供养沈旭以及养家的重担便落在了我一个弱女子的肩上。这些年，我起早贪黑，走街串巷，无一日清闲，只为了沈旭能出人头地。如今他出头了，却嫌弃我小商小贩的出身，视为不仁。其三不义，他一朝高中，因贪图荣华富贵而抛弃糟糠之妻，视为不义。这数条罪状加起来，足以让我告到开封府去的。”闻言，沈婆子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娘，您没事吧？”沈宁连忙将她扶到一旁椅子上坐下。“怎么可能没事？”沈婆子都快被气死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今日会闹出这样的事来。苏玉婉列举的这几条罪名，随便拎出一条来，都足以葬送旭哥前途的。这要是真让他告去了开封府，旭哥这辈子可就完了。众人屏气凝神，听完苏玉婉列举的3条罪状后，纷纷为苏玉婉的沉着冷静叹为观止，同时也心疼这个从小在沈家长大的童养媳，自己辛苦供养出来的丈夫，一朝高中却转头要娶别人，换做别的女子，早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苏玉婉却能如此冷静，不急不躁列举出沈旭所犯的罪状，实在是令人佩服。人群中有女子出声支持苏玉婉休夫，并带动了不少人支持苏玉婉去府衙状告沈旭，还自己一个公道。声讨声愈演愈烈，眼看着闹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沈婆子急得满头大汗，坐立难安。沈宁也没想到苏玉婉嘴皮子这么厉害，三两句话就将所有罪过推到了大哥身上。眼见众人都往苏玉婉这边倒向，周婆子紧皱着眉头，顿时后悔送出那盒人参了。这万一苏玉婉真拿着这3条罪状去衙门状告沈旭，沈旭能不能封官恐怕还得另说，那自己花大价钱买的人参岂不是白搭进去了吗？想到这里，周婆子就一肚子的火，她挤出人群，走到摆放贺礼的桌边，悄悄将自己的那盒人参拿出来，刚想趁人不注意拿着东西离开沈家，迎头却见院外走进来几个官差，吓得他连忙又放下了东西，站到了一旁。谁是苏玉婉？领头的官差冲人群内大喝了一声。见是官差，院子里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自觉让出一条道。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官差大步走进了堂屋，扫视着屋内众人，再次问道：谁是苏玉婉？这又是怎么了？怎么会有官差来？沈婆子才被苏玉婉气了个半死，这会儿又见官差来，一颗心都提了起来。沈宁却拍拍她的手，小声道：娘，您就瞧好吧。什么？沈婆子一脸困惑地看着沈宁，只见沈宁眼底划过一抹冷色，面纱下的嘴角处噙着一抹得意的笑。这时苏玉婉上前2步，开口道：我就是，请问差爷找我所为何事？领头的差役二话不说，便对身后2人吩咐道：把他给我带走。是。2名差役得了令，便走上前去，准备羁押苏玉婉。见状，老李正忙站起身来护在苏玉婉面前，问官差：几位官爷，敢问这孩子犯什么事了？你们要将他押走？只听官差冷声说：他指使人打伤了我们县太爷的千金，县太爷下令捉拿他去问审。这话一出，引得众人又是一阵惊呼。沈家娘子，哦不，现在是苏姑娘了，她怎么会惹上县太爷的千金？谁知道啊，我听说县太爷十分疼爱女儿，这事要是真的，苏姑娘恐怕有难了。老李正笃定地道：官爷，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玉婉这孩子一向谨守本分，怎么会伤了县太爷的千金？只听官差不耐烦地道：这是县太爷的命令，岂容你智慧？老李正一夜担忧地看向苏玉婉，只见苏玉婉依旧面色平静：阿公，您别担心，县太爷身为松阳县的父母官，我相信他不会徇私枉法的。瘫坐在椅子上的沈婆子见此状况，忙看向沈宁，小声问他：你早就知道这事？沈宁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黄小姐本就记恨上了苏玉婉，她只不过在黄小姐面前稍加煽风点火，没想到衙门就派人来抓苏玉婉了。同时暗庆这官差来的正是时候，依照黄小姐那骄纵跋扈的性子，定不会轻易放过苏玉婉。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要休夫吗？他倒要看看这下苏玉婉还有什么底气来休夫。带走！领头官差一声令下，2名官差随即拿出镣铐。藏身在人群中的叶枫见状，迅速挤身到人群前，他正欲要出手保护自家小姐，就听外头传来一道浑厚苍劲的声音：我看谁敢抓我的宝贝女儿！第48章，别怕，往后再没人敢欺负你了。众人循声望去，就见门口浩浩荡荡进来一队铁甲侍卫，整齐站立成2排。紧接着，一个身穿绛紫色锦缎华服、头戴玉冠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男子约莫40岁的年纪，目似朗星，鼻梁高挺，相貌俊美刚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高贵之气。众人还在疑惑这位大人物是什么来头，就见当中有人上前跪在此人面前，恭敬行礼道：属下叶枫叩见丞相大人。丞相大人？这人竟是京城来的丞相大人！院子里的众人顿时炸开了锅，纷纷跟着跪下行礼，草民叩见丞相大人。那几个官差愣了愣，随即也跟着跪下了。沈婆子和沈宁齐齐瞪大双眼，惊诧万分地看着面前之人。这位丞相大人方才似乎称苏玉婉为女儿。2人愣神间，就见那丞相大人冷肃的目光朝这边扫了过来，母女俩吓得连忙跪下，颤颤巍巍道：民妇叩见丞相大人。苏胜一步步朝着苏玉婉走近，一向肃然的脸上眼眶微微泛红，嘴角难以抑制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阿婉。苏玉婉看着面前的男人，一时红了眼眶，也许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她才第一眼见到苏胜就觉得十分的亲切，眼中不觉盈满了泪，启唇声色地喊了一声父亲。这一声父亲落在苏胜耳里是那么的真切，他找了10多年，盼了10多年，终于他的女儿就站在眼前，不是梦也不是幻想，而是真真实实的站在他面前。乖女儿！苏胜激动不已，一把将苏玉婉揽到怀里，在没人看见的角度，眼角流下2行心酸的泪水。
这10多年来，他无数次幻想着找到女儿时的场景，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若是今日他没有赶到，他的宝贝女儿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良久后，他松开苏玉婉，慈和的笑着道：“乖女儿别怕，爹来了，往后再没人敢欺负你了。”苏玉婉含笑点点头，乖乖被苏胜拉到椅子上坐着。刚才是谁要抓本相的女儿？转过身后的苏胜脸容屏气，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肃穆之色。跪于地上的3名差役吓得瑟瑟发抖，领头的连忙解释：“回丞相大人，我们小的也是受县太爷的命令，不敢不从啊。”“哦，县太爷。”苏胜冷沉着脸色说道：“那就让你们县太爷过来，本相倒要亲自问问他，因何事要抓本相的宝贝女儿。”3人一听，更是吓得浑身直哆嗦，连连应是后惊慌失措地离开了。随后，苏胜走到了沈婆子娘俩面前，他让一屋子的人都起身，唯独让这娘俩继续跪着。沈婆子和沈宁万万没想到苏玉婉竟是京城丞相府之女，面对苏胜的凝视，娘俩抖如筛糠，头也不敢抬。2人中，以沈宁哆嗦的最厉害。他想起以往经常找苏玉婉的茬，还故意煽风点火，让黄芊芊请动黄知县惩治苏玉婉。如今苏玉婉找回了爹，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想到这里，他脸色唰地变得苍白起来。“你！”苏胜指着沈婆子，冷声问道：“就是你的儿子要休本相的宝贝闺女是吗？”被点名的沈婆子吓得肝胆俱裂，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丞相大人恕罪，丞相大人恕罪，我儿只是一时糊涂。”“糊涂？哼！本相看他清醒得很，知道攀上吏部侍郎这棵树能让他平步青云，就不顾夫妻恩情要休了阿婉。”苏胜面色冷如冰霜，说话时的语气更是令人生畏。沈婆子懊悔不已，她要是早知道苏玉婉原来有一个身份这么厉害的爹，定不会说出方才那一番话来。这下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一个吏部侍郎千金，得罪了丞相千金。沈婆子一咬牙，跪着爬到苏玉婉面前，祈求着道：“玉婉，对不起，是旭哥一时糊涂了，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旭哥他许是被逼无奈的，你看这样成不？娘给他寄一封信，让他拒了吏部侍郎家的千金，往后与你好好过日子。”苏玉婉嗤笑一声：“沈夫人莫不是觉得家父的官职比吏部侍郎高，更能让沈旭受益，便又改了主意了？”沈婆子一时哑然，苏玉婉那双眼睛就像是能洞察人心一般，将他心里所想的看了个透彻。苏胜冷哼一声，斜睨着沈婆子：“我苏家女儿不屑与你家那势利小儿为妻，阿婉既已写下休夫书，那么从今往后，她与你们沈家便再无半点瓜葛。”说罢，他将桌上那一纸休夫书扔到沈婆子面前。沈婆子拿起那休夫书，肠子都悔青了。这时，黄知县到了。早在差役口中得知他们要抓之人竟是丞相大人的女儿，黄知县这会儿十分惶然不安，进来后扑通一声跪到苏胜跟前：“下官叩见大人，不知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别废话了！”苏胜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冷睨着他：“黄承安，你好大的胆子！”黄承安吓得一激灵，整个身子都匍匐在了地上，连声道：“下官知罪，丞相大人恕罪，丞相大人恕罪，恕罪！”苏胜盯着他，周身散发着一股寒意：“是恕你纵女闹事事后报复，还是恕你身为父母官却不分青红皂白，徇私枉法？”“下官不敢。”黄承安哆嗦着结结实实磕了几个头，然后道：“丞相大人明鉴，此事小女也是受人挑唆，下官来之前已经狠狠教训了她一顿。”苏胜眸光半眯：“受谁挑唆？”黄承安不敢隐瞒，将从女儿黄芊芊嘴里逼问出的话一字不落地告知了苏胜。听完后，苏胜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到了一旁跪着的沈宁身上：“你就是沈宁？”抬起头来。苏胜冷峻的声音让沈宁瑟缩了一下身子，颤颤巍巍地直起了身子：“丞相大人恕罪，民女知错了。”第49章受罚。苏胜冷冷看着不断磕头求饶的沈宁，先前叶枫寄回京的书信里提到过，阿婉在婆家时便经常受到此女的欺负，如今成了人妇，越发不安分，竟还勾结知县之女借力欺负阿婉，当真是可恶至极。苏胜一撩衣袍，在主位坐下，冷眼看向黄知县：“黄承安，依你看，此女该如何处置？”黄承安紧张地抹了一把汗，恭恭敬敬道：“回丞相大人，此女心思歹毒，竟敢煽动小女借衙门的手谕对苏小姐施加报复，依照律例应当杖30。”他顿了顿，抬起眼皮，小心翼翼观察了一下苏胜的脸色，见丞相大人似乎对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又接着说道：“另掌嘴50。”苏胜扭头柔声问苏玉婉：“阿婉，黄知县的处置你看如何？”听到这话，沈宁浑身都在发抖，30大板下来，他不死也得残。他连忙爬到苏玉婉面前，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苏小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过我这一次，求求你，我真的再也不敢了。”沈婆子也爬到苏玉婉面前，涕泪横流地道：“玉婉，她
他才喊出这2个字，就遭到了苏胜投过来的一记冷眼，连忙改口道：“苏小姐，宁姐儿她已经知错了，求你放过她吧。好歹她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大嫂，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吧。宁姐儿这身板，30大板非把她打死不可，更别提还要长嘴50。”沈婆子和沈宁额头都磕破了，然而苏玉婉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苏胜看向自家女儿，面上带了柔软的笑：“阿婉，有爹爹在，你做任何决定都无需有顾虑。”他的话让苏玉婉心头一暖，原来有父亲撑腰是这么幸福。他冲苏胜婉然一笑：“知县大人秉公执法，阿婉没有任何异议。”苏胜听后朗声笑道：“好，不愧是我苏家女儿。”这话一出，沈宁和沈婆子齐齐变了脸色，眼看跪求无望，沈宁认命的瘫坐在地上，沈婆子还在一个劲的磕头求情：“饶命啊，苏小姐，没有教导好宁姐儿，是我这个做娘的错，要罚就罚我吧。”苏玉婉挑眉看着他：“好啊，那您就替沈宁吧。”啊！沈婆子一愣，显然没想到苏玉婉会如此不顾念旧情，好歹沈家从人牙子手里买下她，也算对她有救命之恩，她怎么能如此狠心？黄承安大手一挥，对差役命令道：“来人，行刑！”随后几个差役抬着一根长凳上前，将沈宁压至长凳上趴下，扬起长棍便狠狠打了下去。啊！沈宁被打得皮开肉绽，撕心裂肺的喊叫着，悲泣震天。村民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30大板过后，沈宁后背至臀部都已经血肉模糊，而他也因承受不住疼痛，早就晕了过去。宁姐儿、沈婆子跪在一旁，看着自己闺女被打得浑身是血，心疼的眼泪直流。苏玉婉则是面无波澜的看着这一切，前世惨死的画面，她没有一刻忘记。今生她若是软半分心肠，都对不起前世的自己和孩子。黄承安清了清嗓子，又对差役道：“泼醒他，接下来还有掌刑。”是。紧接着，差役将沈宁拖起来，提来一大桶冷水，猛地泼到他脸上。受击过后的沈宁又艰难地睁开了眼，后背传来的疼痛使得他面容都扭曲在了一起，连呼吸都是疼的。还没等缓过劲儿来，脸上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面纱被扇落掉地，露出他那遍布疤痕的真容来。众人见到这一幕，又是一阵唏嘘。天哪，沈家女儿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看起来像是毁容了，难怪沈家匆匆就把她嫁了。哼，叫她平日里狗眼看人低，该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倒霉蛋娶了她，这下估计连婆家都要受牵连了。以往沈宁仗着有个界缘哥哥，很是不把庄户人放在眼里，这会儿受了罚，大多数村民都在心中暗暗叫好。角落里的周婆子更是咬牙切齿，满肚子的火气，原还指望着通过沈宁攀上沈旭这个新科状元，让他提拔提拔自家儿子，哪成想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沈旭要休的苏玉婉竟是丞相府的千金，这消息本就已经很炸裂了，沈宁这个贱丫头还胆大包天，撺掇知县之女对苏玉婉徇私报复，这下子丞相大人岂会轻易饶过沈家？沈宁这件蹄子自己找死就算了，若是牵连了周家，可怎么是好？不行，得赶紧让涛儿写封休书，把这贱人给休了，与沈家撇清关系。念及此，周婆子又再次悄声出了沈家。这边沈宁受了50掌刑后，脸直接肿成了猪头，原本的疤痕处崩裂渗出了血，看起来十分触目惊心。他已经疼得全身麻木，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宁姐儿受完刑罚，沈婆子忙不迭地扑过来抱住自家女儿。沈宁疼得想哭，可是嘴巴周围都被打肿了，稍微一张嘴就撕心裂肺的疼。他抽抽噎噎的，身上脸上的双重疼痛使得他再次疼晕过去。宁姐儿，宁姐儿！沈婆子急得老泪纵横，但在苏胜面前，她又不敢哭出声，只能无声低泣。黄承安弓着身子行至苏胜面前：“大人，此女已受刑完毕，您看可还有什么吩咐的？”苏胜冷冷瞥了他一眼，他是受完罚了，黄知县的女儿当街闹事，又受人挑唆，知法犯法，又该当何罪啊？闻言，黄承安咚的一声跪在地上，战战兢兢道：“大人，小女她已经……”不等他说完，苏胜冷峻的声音又再次响起：“就与此女同等受罚吧。”啊！黄承安愣住，正欲开口求情，就又听苏胜说：“还是说黄知县真如林千金所说的那般，在这松阳县只手遮天，不顾王法有意袒护偏帮自家女儿？”第50章道别。黄承安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他可还想保住头上这顶乌纱帽，只得道：“大人息怒，下官绝不敢如此。此事小女也有错，理应受罚。若大人没有别的吩咐，下官这就立即回去执行。”苏胜看了叶枫一眼，叶枫立即会意，派了2名侍卫跟着黄承安一道回衙门。待黄承安走后，村民们也都纷纷散了。苏玉婉叫住了老李正：“阿公，请等一等。”老李正顿住步子，
转过身来，学着那些侍卫的样子，给苏玉婉和苏胜恭恭敬敬行了一礼。丞相大人，苏小姐，阿公不必客气，还叫我玉婉就成。苏玉婉起身扶起了老李正，又笑着对苏胜道：“父亲，这位是云溪村的李正，王阿公对阿婉一向照顾。”苏胜点点头，明白了女儿的意思，便问老李正：“你家中都还有些什么人？”老李正如实说道：“回大人，我家中只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平日以打猎为生。打猎，想必身子健壮，可愿让他来本相手下做事？”苏胜脸上敛去了方才的冷肃之色，换上一副平和的面容。老李正一听，脸上浮现惊讶之色，满是感激地道：“多谢大人抬举小儿，多谢苏小姐。”叶枫，苏胜吩咐他跟随老人家去一趟。是。叶枫领命，随后跟着老李正出了沈家。解决完所有事后，苏胜看向自家闺女阿婉：“欺负你的人，爹爹都处置了，你即刻便随爹爹回京吧。自从你娘得知你找到了的消息，就整日盼着与你相见。此回若不是爹爹拦着，只怕他拖着病体也要跟来这清水镇。”苏玉婉听完，面上浮现担忧：“父亲，娘她病得很重吗？”苏胜叹了口气：“10多年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自你被掳后，伤心过度，气郁成结，这才病倒了。”苏玉婉也想快些见到亲娘，便点头道：“好，不过我那铺子里还有些事情未处理完，父亲能否再等上2日？”阿婉说什么？父亲多依你。苏胜看着自家女儿，满脸的宠溺。苏玉婉修复后，当天就收拾东西搬出了沈家。回京前，苏胜安排她先住在鸿福客栈里。隔天一早，宁嬷嬷就敲响了苏玉婉的房门。苏玉婉起身打开门，就见宁嬷嬷端着一个托盘进来，那托盘里是一套料子极好的新衣和一套价值不菲的红宝石头面。宁嬷嬷进屋后，笑着对苏玉婉道：“小姐，老奴来伺候您梳洗。”苏玉婉想说自己可以，但想着日后回了丞相府也是要适应的，便没有推拒，坐到了妆镜前。洁面后，宁嬷嬷用蘸了桂花头油的梳子轻轻为她梳头，又给她挽了个京城实心的发髻。“小姐，这套头面是老爷亲自去银楼给您挑选的，老奴给您佩戴上。”宁嬷嬷拿起一只镶嵌红宝石的金丝发钗，正准备往她的发髻上插。苏玉婉微微摇头，指着其中一副红宝石耳坠，说：“就戴一副耳坠就成。”宁嬷嬷拿着发钗的手一顿，虽有些不解，但也并未多问，遵照苏玉婉的意思，只给她佩戴了一副耳坠。知道父亲疼她，但这套头面实在太贵重了，她尚且还没适应丞相府小姐的身份，不想太过招摇。之后，宁嬷嬷又伺候她换上了新衣裙，一袭水红缂丝蝶纹软缎石榴裙，恰到好处的剪裁，完美勾勒出她窈窕纤细的身材。简单的一对红宝石耳坠，衬得她大方又得体。“小姐，您可真美。”宁嬷嬷帮她整理好裙摆，看着她，犹如看到了当年还未出阁的夫人，忍不住赞叹道。苏玉婉浅浅一笑，看着镜中的自己，也是万分惊讶。俗话说得好，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一打扮，连她都险些认不出自己来了。若不是这双手上因常年干活留下的粗糙茧子无法磨灭，她都有些恍惚，这10年来所经历的一切，是不是一场梦？出了房间后，宁嬷嬷将她带到对面包厢。苏玉婉走进去，苏胜正坐在桌边，桌上摆满了精致的早食。“阿婉，快坐下来吃早饭。”苏胜见到他，脸上总是露出慈爱的笑。苏玉婉笑着走过去坐下，见自己送他的一整套头面，他只戴了一副耳坠。苏胜微微皱眉：“阿婉，可是爹爹送你的红宝石头面不喜欢吗？若是不喜欢，下次爹爹再给你买别的。”“不是的，父亲。”苏玉婉摇头解释道：“爹爹送的首饰，女儿很喜欢，只是女儿还不习惯一下子佩戴这么多钗环而已。”听他这么说，苏胜才松了一口气。他就怕女儿不喜欢他送的东西。随即，苏胜将一碟水晶虾饺放到他面前：“爹爹记得，阿婉小时候最喜欢吃水晶虾饺，快尝尝吧。”“好。”苏玉婉点点头，拿起筷子夹起一个，咬了一口，细细品尝着：“好吃，好吃就好。阿婉再尝尝这个燕窝鸡丝粥。”苏胜又亲自给他盛了一碗燕窝鸡丝粥。苏玉婉接过，笑道：“父亲您也吃啊。”“好好，爹爹也吃。”苏胜嘴上说着，手上却还不忘再给苏玉婉倒上一杯现磨的热气腾腾的豆浆。看着自家闺女吃得开心，他也跟着高兴，这一高兴便多喝了2碗粥，难得有今日的好食欲。饭后，苏玉婉提出要回铺子处理一些事，苏胜担心她的安危，便说：“阿婉如今认回了身份，这些小事不如就让叶枫去处理吧。”苏玉婉笑道：“父亲您有所不知，那铺子是我辛苦开的，里头的2位伙计也与我感情深厚，我如今要走了，怎么着也得好好与他们道个别。”听到这话，苏胜也不再多说了，只是吩咐叶枫跟随他出行，且务必要保证他的安全。之后，苏玉婉乘坐马车来到了玉秀阁，正在洒扫的纯棉见到一身华服的苏玉婉，惊得险些说不出话来：“掌柜的，真的是你？”正在柜台帮着记账的罗三娘闻声抬起头来，
在看到苏玉婉的一瞬间，也顿时惊住了。苏姑娘，你今天真好看。俩人还不知苏玉婉的真实身份，突然见她如此打扮，都有些好奇。苏玉婉让叶枫看着店，叫上他二人去了对面的酒楼。包厢里，苏玉婉点了一桌子好菜，对二人说：“其实我今日是来同你们道别的。”第51章交代。春眠和罗三娘对视了一眼，齐齐露出震惊的表情来。道别？掌柜的，你要去哪里？春眠紧紧看着他，眉头微微蹙起。罗三娘也满怀疑问，观察到他今日的穿戴与打扮都与平常不同，在内心猜想了一番后问他：“苏姑娘，可是你的家人来寻你了吗？”苏玉婉点头，莞尔一笑：“三娘猜的没错，的确是我的家人来寻我了。明日我便要跟随父亲一块回京了。”回京？罗三娘和春眠的脸上又再次露出惊讶。掌柜的，你家居然在京城啊？春眠双眼瞪得大大的，他虽然不知道京城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但他听人说过京城是整个大景朝最繁荣富贵的地方。罗三娘万万没想到苏姑娘竟还是京城人士。苏玉婉没有隐瞒，将自己是丞相千金的事告诉了他们。苏姑娘，你竟是丞相千金？罗三娘瞠目结舌地看着苏玉婉。春眠也惊住了，虽然不知道丞相千金是个什么概念，但看三娘的表情，应该是很不得了的人物。苏玉婉笑着：“其实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当初我也跟你们一样，十分的惊讶，甚至有些不敢相信。直到昨日见到了从京城来的父亲，与之相认过后，我才敢真正接受这个身份。”罗三娘了然地点点头，又问：“那苏姑娘和离的事都办妥了吗？”“都妥了，并非和离，而是我休夫。”说起来，昨日发生的事还让苏玉婉心有余悸。沈旭中状元的消息本该早几天前就传回来了，是他让叶枫想办法把消息暂时压下，同时又派人手在驿站截下沈旭寄回来的书信，再选在昨日放出消息，并让叶枫将信送到沈家，再趁机让李正把休妻书读了出来。前世沈旭便是考虑到他中状元的消息传回来，那日家里会有许多亲朋邻居上门，这才故意延了几日才把信寄回来。他绝想不到苏玉婉会用计当众戳穿他的计划。云溪村离镇上不远，昨日苏玉婉休夫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整个清水镇的人几乎都知道了。罗三娘当然也听说了，此刻看着苏玉婉，她面露钦佩：“苏姑娘，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勇敢坚毅的女子。”她很佩服苏玉婉这般坚韧果敢的性格，竟然能如此坦然且冷静地面对这样的事。想起自己当初丈夫在矿场干活意外被石头砸死，婆母为了私吞补偿金，便诬陷她是丧门星，克死丈夫，并把她和孩子赶出了家门。那时候的她，但凡能有苏玉婉一半的硬气，也不至于带着2个孩子流浪街头，连吃饭都成问题。想到这些，罗三娘就忍不住红了眼眶。“三娘，你这是怎么了？”苏玉婉见她神游天外，一脸的伤感，不由问道。回过神的罗三娘笑着摇了摇头：“我没事，苏姑娘，我只是有些舍不得你呢。”回想与苏玉婉相识，也不过才半年多的时间，苏玉婉却带着她赚了以往1年都赚不到的钱，这份情谊于她而言是珍贵无比的。还没有机会好好报答一下苏姑娘，就听她说要回京了。罗三娘为她找到家人而高兴，同时心里多少有些难过不舍。春眠也一脸难过的看着苏玉婉：“掌柜的，俺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他因长了副男儿般的身躯，受了无数嘲笑和欺负，遇到苏玉婉，他才真正体会到被人尊重的感觉。在家时，他从来只有吃剩饭剩菜的份，但在苏玉婉身边，他不仅可以每顿吃到饱，还经常加餐。苏玉婉于他而言，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突然听到他说要走，春眠连食欲都没了，面前的菜一口没动，低垂着头，情绪十分低落。苏玉婉看出他的心思，笑着道：“春眠，你愿意的话，我想带着你一块儿回京。”啊！听到这话，春眠猛地抬起头来，双眼亮晶晶的：“掌柜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府中嬷嬷说，等回京要给我配丫鬟，我想让你陪在我身边。”苏玉婉说道。春眠点头如捣蒜：“愿意愿意，俺愿意做丫鬟伺候掌柜的，嘿嘿。怎么样？这下可开心了吧？”一旁的罗三娘笑着打趣他道。春眠嘿嘿笑着，只要能跟着苏玉婉，他当然高兴，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苏玉婉又看向罗三娘，笑着说：“三娘，我走后想让你来管理铺子。”罗三娘有些受宠若惊，忙摆手道：“不，苏姑娘，我做绣活还成，哪会管理铺子啊？玉秀阁的生意日渐红火，我如今虽认回了身份，但这铺子的生意还是要继续经营下去。你跟了我半年，这半年也学了不少，如今让你做掌柜，你也可以趁此机会锻炼锻炼。”苏玉婉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把铺子的钥匙。听了苏玉婉的话，罗三娘不再推拒，接了钥匙。既然苏姑娘信任我，那我就帮苏姑娘好好管着铺子，一定将铺子经营得红红火火的。苏玉婉浅笑：“我信你。”从袖中掏出20两银子给他：“这20两你拿着，做活动资金，
春眠跟我走后，店里再招个伙计吧，往后有什么事就寄书信。罗三娘接过银子，点头道：好，姑娘说的我都记着了。交代完所有事后，三人这才动筷吃饭。离开酒楼的时候，罗三娘与他道别后，便独自回了玉秀阁，春眠则是跟着苏玉婉。没多会儿，叶枫就找到了苏玉婉这里。虽然上次叶枫强行带走苏玉婉的事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春眠看到他还是十分抵触。掌柜的，嘿嘿，现在该喊你小姐了。小姐，现在俺们要去哪啊？春眠挤在叶枫前头，一脸笑盈盈地看着苏玉婉。苏玉婉深深呼了一口气，对他俩道：无事了，回客栈吧。翌日一早，2辆马车由侍卫护送着驶出了清水镇。第52章回京。2辆马车，苏丞相单乘1辆，苏玉婉、宁嬷嬷和春眠同乘1辆。马车空间很大，内设小机，上面摆放着各种瓜果茶点。苏玉婉瞧着这些点心十分精致，尝过一块后发现味道不错，便拿了一块给春眠。春眠却不肯接。小姐，我现在是你的丫鬟，丫鬟就得守规矩，不能与小姐同吃一碟食物。在马车行驶途中，春眠主动问了宁嬷嬷在丞相府当丫鬟的所有规矩。得知丞相府规矩森严后，她再不敢像从前那般在苏玉婉面前无所顾忌。苏玉婉哭笑不得，没想到你学规矩还挺快。那必须的。春眠抿了抿嘴，改口道：身为小姐的丫鬟，这些都是我应该遵守的规矩。苏玉婉看出了他的不自然，笑道：规矩要守，但也不必要这么紧绷着。宁嬷嬷也笑着道：看得出来，小姐待春眠姑娘极好，春眠姑娘放松一些即可。咱们相府虽然规矩森严，但主子们对下人都极好。听到宁嬷嬷这么说，春眠那高度紧绷的神经才敢稍稍松懈半分。一路上主仆3人说说笑笑，倒也不觉乏闷。怕自家闺女受累，苏胜还特地下令每途经府县都要找客栈休息。最终历时大半个月才进了京城。京城繁华，一进城门便能听到马车外传来的熙熙攘攘声和小贩的叫卖吆喝声。行人们见是丞相府的车队，都纷纷靠边避让。马车拐至一处街角时，迎面冲过来一匹高头大马，眼看就要撞上，马上之人迅速勒紧缰绳，马儿前蹄高高扬起，长嘶一声后方才停住。赶马小厮也立即勒停了马车，由于幅度过大，致使马车狠狠颠簸了一下。小姐，你没事吧？马车摇晃间，苏玉婉身子也跟着颠抖了一瞬，春眠迅速伸出手扶住了她。没事。苏玉婉很快恢复了神态。宁嬷嬷皱眉，撩起窗帘子问赶马小厮怎么回事。小厮回道：嬷嬷，转角处遇到骑马疾驰而来的萧小侯爷，马受惊了。听到是萧小侯爷，宁嬷嬷便没再说什么，只让小厮继续赶路。马车绕过去后，那马上男子的目光随之看了过去，随着车帘子的飘动，苏玉婉正好朝外头看了出来。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对视了一瞬间。少爷，少爷，哎呦喂，我的祖宗，可算追上您了，街上人多，少爷可当心着点。男子身后，一个小厮满头大汗的朝这边跑过来。男子看着马车离去的地方，久久才回过神来，问身后的小厮：阿贵，方才那2辆马车可是丞相府的？阿贵喘着粗气看了眼走远的马车，回道：回少爷，是丞相府的马车。丞相府？男子眯了眯眸子，莫非是景怀兄？阿贵摇摇头，小的听说丞相府近日找到了失散在外多年的千金，丞相大人亲自去接女儿回京，想来刚才那2辆马车中便是丞相大人和那位千金了。相府失散多年的千金吗？男子眉心微蹙，眸光幽沉地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倒是听景怀兄提起过。马车行驶到城南，进入同春巷。来了来了！许氏一早收到了消息，丞相府门口站了不少婆子丫鬟。苏景怀搀扶着面色虚弱的苏夫人站在台阶上，翘首以盼地望着巷子口处。这会儿见着马车，苏夫人激动地抓紧了苏景怀的手，刚想说话，却又因紧张激动而咳嗽了起来。苏景怀连忙抬手轻轻为她拍背顺气：娘，没事吧？总归爹已经带着小妹回来了，您还是先进府吧，外头风大，免得受凉。苏夫人摆摆手，苍白的脸上难得出现笑容：不碍事，今日阿婉回府，我这个做娘的如何坐得住？这10多年来，苏夫人无一日不期盼着与女儿相见相认的这一天，如今真的找到了女儿，她心里不知多开心。若不是拖着这副病体，她真恨不得与相爷一块去保平府接女儿。如今只是在门口站一会儿，又算得了什么？等待女儿回府的这些时日里，她心里都是甜的。马车在门口停下，宁嬷嬷当先下了车，先是向苏夫人和苏景怀行了一礼，才撩开车帘与春眠一块搀扶着苏玉婉下了车。阿婉。看到苏玉婉的那一刻，苏夫人一眼便认出自家女儿，她再也绷不住情绪，上前将苏玉婉揽入怀里。娘，我是阿婉，女儿回来了。苏玉婉也紧紧抱着苏夫人，感受到自家娘亲的怀抱，她不禁鼻尖一酸，红了眼眶。婆子丫鬟们看着他们夫人盼了这么久，总算与小姐得以团聚，
也是忍不住潸然落泪。苏胜下车后，走到母女俩跟前，笑着拍了拍苏夫人的肩头：“夫人，阿婉回府，你该高兴才是，就别再哭了。”苏夫人这才松开苏玉婉，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眼角眉梢笑着：“老爷说的是，我的阿婉回来，我自然是该高兴。哎，阿婉，见过你大哥。”被点名的苏景怀上前2步，站立在苏玉婉面前，微笑着唤了声：“阿婉。”苏玉婉回以一笑：“大哥。”才刚见面，兄妹俩都还不是很熟，仅仅是互相打了个招呼而已。苏夫人握住苏玉婉的手，上下打量了她一圈，见她如此清瘦，面上泛起心疼：“我的阿婉，这些年受苦了。”苏玉婉搀扶着苏夫人，笑道：“娘，阿婉不苦，如今找到了爹娘和大哥，往后阿婉的日子就不苦了。”苏夫人面上欣慰，心里却心疼的不行。这孩子受了这么多苦，却丝毫没在脸上表露出来。她这样坚强，苏夫人却是满心自责。若不是当年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她应该是相府娇滴滴的小姐，被父母捧在手心呵护。娘，您身子不好，不能久站吹风，还是先回府吧。苏景怀担心苏夫人身子，又在旁提醒了一句。闻言，苏玉婉也对苏夫人道：“娘，咱们先进去吧。”“好好，咱们进去说。”见到女儿，苏夫人脸上有了些精神，说话也有了力气。第53章，一家团聚。进入府中，苏胜因去清水镇这几日耽误了不少公事，便先去书房了。苏景怀陪着苏夫人和苏玉婉来到正厅后，苏夫人立即吩咐管事妈妈让厨房准备些滋补好菜，给她家闺女好好补补身子，又嘱咐宁嬷嬷亲自挑选几个伶俐的丫头服侍阿婉，另外再把松雪阁里里外外打扫一遍，该添置的一应用具添置上。宁嬷嬷应声：“是，夫人。”“娘，您身子不好，就别如此劳心费神了，先坐下休息会儿吧。”苏玉婉见自家娘从进府后就一直为了自己的事张罗着，实在担心她的身子。苏夫人含笑拍拍她的手：“无碍，如今阿婉回来，娘觉得通身都舒畅有劲了。她这病本就是思欲成疾，如今朝思暮念的闺女找了回来，心情自然也跟着好了，心情好了才觉得有了精神劲儿。”没多会儿，宁嬷嬷端着药过来了：“夫人，该喝药了。”不同于往日嫌药苦不肯喝，今日的苏夫人端起药碗，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喝完了。宁嬷嬷面露欣喜，定是小姐回来的缘故，夫人今日喝药才会如此顺利。苏景怀也在一旁笑道：“看来小妹可比灵丹妙药管用多了，你一来，娘不仅有精神了，就连喝药也不皱眉头了。”苏夫人睨了自家儿子一眼：“景怀休要在你妹妹面前胡说，娘几时喝药皱过眉头了？”苏景怀不禁失笑：“好好好，是儿子说错了。”苏玉婉也不禁轻笑，来京城之前他还有不少担忧，但见到娘亲和大哥后，这些担忧都一扫而光了。正厅内一片其乐融融，下人们也跟着开心。自从小姐被掳走后，他们就没见苏夫人笑过，这些年府中也是清清冷冷的，从没这么热闹过。娘俩正说着话，苏景怀将一早准备好的礼物拿出，亲自递到了苏玉婉手里：“小妹，这是大哥给你准备的见面礼，数十年没见，也不知道小妹喜欢什么，可别嫌弃大哥的眼光才好。”苏玉婉笑着接过：“大哥送的东西，小妹岂会嫌弃？那打开看看吧。”苏景怀眉目清朗，笑起来时神态像极了苏胜。苏玉婉打开锦盒，只见里头是一只白玉玲珑如意簪，小妹可还喜欢？苏景怀还是第一次送自家妹妹礼物，很在意她的看法。喜欢。苏玉婉用指腹轻轻抚摸了一下那玉簪，触感极好。她虽不懂珠宝首饰，却也感觉得出这簪子价值不菲，想必是大哥千挑万选出来的。她合上盖，笑着冲苏景怀说了声：“多谢大哥。”苏景怀温润一笑：“小妹喜欢就好，不用跟大哥客气。”才坐下，苏夫人又招手把苏玉婉叫到了跟前。她取下了手腕上的镯子，套在苏玉婉的手上，笑道：“娘也有东西要给阿婉，这是当年娘出嫁时你的姨母、娘的姐姐所赠之物。”苏玉婉有些受宠若惊：“娘，这镯子太过贵重，女儿不能要。”在回京的路上，听宁嬷嬷提起过，苏夫人的姐姐，她的姨母乃是当朝皇后。苏夫人握住她的手，笑得温婉：“镯子贵重，娘的阿婉也同样珍贵。”这10多年来，苏夫人一直都活在自责中，怪自己当年没有保护好阿婉，才致使她被贼人掳了去。好不容易有了女儿的消息，却从宁嬷嬷寄回的信中得知女儿在那清水镇受了这么多苦，她更是心如刀绞。如今女儿平安回府，她这个做娘的恨不得把这10多年对她的亏欠都一次性补偿给她。苏玉婉知道娘这些年来因为当年的事一直活在自责愧疚中，如今她回来，娘好不容易这么高兴，她便没再推拒了。谢谢娘。傻孩子，谢什么？苏夫人看着自家女儿，一脸的慈爱。没多会儿，府中便传膳了。苏玉婉搀着苏夫人一起去了膳厅。苏夫人今日心情大好，比往日多吃了些。苏胜瞧着甚是欣喜，如今女儿回来，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饭后，苏夫人喝了药便要午歇，苏玉婉服侍苏夫人在昭华堂歇下，
才跟着宁嬷嬷来到了松雪阁。松雪阁位于府中西院，院落打扫得很干净，院角处放置了不少名贵绿植花草。一进院子，里头已经站了7、8个约莫13、14岁的小丫头，见到苏玉婉齐齐行礼。奴婢们见过小姐。这些丫头都是宁嬷嬷从下人中挑选出来的。小姐，这几个丫头往后就在松雪阁伺候您，您看看，若是有不合适或是不喜欢的，老奴再给您换。苏玉婉一一扫过丫鬟们的脸，最后只挑出了2个，除了春眠，再添这2个丫头就成，不需要太多。是，小姐。宁嬷嬷便挥手让其余几个退下，随即又对苏玉婉道：小姐，这2个丫头都是今年才进府的，左边的这个叫紫渊，右边的这个叫白露。2个小丫头齐齐向苏玉婉规矩行礼。奴婢紫渊反斜杠白露见过小姐。苏玉婉点点头，按照府上的规矩，主子是要对下人训话的。苏玉婉便简单说了几句，让他们各自忙活去了，只留春眠在身边。进入房中，里头各因家具摆放有序，红木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纱窗上绣着精美的花鸟鱼图。那间红木雕花床上铺上了新被，帐帘是她喜欢的淡青色。旁边的紫檀木梳妆台上摆放着10多个锦盒。苏玉婉有些好奇地问宁嬷嬷：嬷嬷，这些是？宁嬷嬷笑着解释：小姐，这些都是这10多年来夫人为小姐准备的生辰礼。每一年小姐的生辰，夫人都会挑选1件首饰放进这松雪阁。如今小姐回来，这些首饰也终于能见天日了。苏玉婉很惊讶，没想到娘竟然每年都为她准备了生辰礼。她从前在沈家的时候，从未过过一次生辰。看着这些锦盒，她不由湿了眼眶。原来在过去的10多年里，她一直被家人爱着，只是她不知道而已。第54章，变卖家产入京投奔。同日，梁府，沈旭跪在程府书房内，他面前是一脸怒不可遏的吏部侍郎梁成。一向好脾性的梁成，此刻眉目间皆是怒火。沈旭有些惶然，内心隐隐不安。梁成将那封苏玉婉亲笔写下的休夫书扔在沈旭面前，怒声道：沈旭，你好大的胆子，早有妻室为何不说？如今你抛弃发妻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就连封官的事皇上都没再提，你该如何收场？今日一早，他收到了这封匿名信，打开后看到上面的内容，可把他气得不轻，连忙就着人叫来了沈旭。沈旭入京后，因先前路途中身染10亿用光了银子，身上干粮也吃光了，还迟迟等不到苏玉婉寄银子来，无可奈何的他只好来梁府找梁成。在去年的乡试中，沈旭表现优秀，梁成便注意到了他，并亲自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在这京城里，沈旭唯一能求助的也只有梁成。梁成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二话不说，以门生的由头邀他入府中暂住，直至殿试结束。在这期间，梁成的女儿梁雨柔对沈旭芳心暗许，绑下捉婿也是梁雨柔闹着让梁成去做的。梁成一向疼爱女儿，便依了他。在此之前，他还曾问过沈旭家中有无妻室，沈旭说没有他，才给2人定下了婚约，只等沈旭封官后便可将女儿嫁给他。如今却爆出他不仅有妻室，还休妻不成反被休的丑事。沈旭捡起信看过后，脸上震惊不已。休夫书，他没想到自己只是寄了一封休书回去，苏玉婉却给他冠上了3条罪状，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已经寄了100两银子回去，并且特意在另一封信中交代了他娘务必用这些银子堵住苏玉婉的嘴，让他好心甘情愿拿着休书离开沈家，却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会将此事闹到了台面上。梁成冷冷看着他，继而又说道：你可知你的那位发妻就是丞相府失散10多年的千金？听到这话，沈旭彻底傻眼了。大人恕罪，我并不知道此事。当年苏玉婉是被他的父亲看着可怜从人牙子手里买回沈家的，后见他乖巧勤恳，便给他做了童养媳，直到成亲，他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从未听他说起过。怎么会？他怎么会是丞相府的千金？沈旭捏着手里的休夫书，脸上神情复杂。梁成冷哼了一声：我猜皇上迟迟未给你封官，不仅仅是你抛妻的事闹大受了影响，只怕这其中还有苏丞相的手笔。他苏家这10多年来一直在找女儿，如今好不容易找到，自然不会让其受委屈。沈旭面露惶恐，还请梁大人指点迷津。梁成气过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此事牵扯到苏家，恐怕连我也会受到牵连。如今你正处于风口浪尖上，请求皇上封官一事，只能往后再说。沈旭只能无奈应下。出了书房后，他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廊上。沈大哥，吏部侍郎千金梁雨柔笑着朝他这边走了过来。沈旭连忙将书信藏于袖中。沈大哥，怎么样？爹爹答应帮你出面请皇上封官了吗？梁雨柔走过来，便轻易地挽上了他的胳膊。他与沈旭的婚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因此他在沈旭面前毫不避嫌，只待沈旭封了官，他便可以如愿嫁给沈旭。沈旭心头烦闷，淡淡回了句：还没有。察觉他脸色不对劲，梁雨柔连忙问道：怎么了？
可是爹爹说了什么吗？我瞧着你的脸色十分不好。沈旭摇摇头，并非梁大人说了什么，而是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梁雨柔一头云里雾里，问他：沈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想起那封休夫书以及苏玉婉丞相千金的身份，沈旭唯有叹气，不知从何说来。你不说的话，我去问爹。见他愁眉苦脸，却又不肯说，梁雨柔急了。他和沈旭也相处了几个月，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样子，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身为他的未婚妻子，有必要问清楚。沈旭连忙拉住他：再给我一些时日，我定对你坦然。听到这话，梁雨柔也没再问他了。他知道沈旭一向不喜欢别人刨根问底，便对他说：沈大哥，待咱们俩成亲后就是夫妻了，往后你有什么事都不能瞒着我，好吗？好。沈旭淡淡应着，面上没什么表情。梁雨柔还沉浸在即将嫁给沈旭的喜悦中，根本不知道沈旭是早有妻室的人，也不知道他如今因休妻一事封官的事受到了影响。回到厢房后，沈旭瘫坐在椅子上，半晌后，他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掏出一块手帕。这手帕是成亲前苏玉婉亲自给他绣的，他盯着帕子上用银线绣的序字，眉心紧紧拧在了一起。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竟会是京城丞相府失散多年的千金。云溪村沈家，沈宁受了杖刑过后，第二日就收到了周家送来的休书。沈婆子万般恳求周涛不要休了沈宁，可周涛态度强硬，说沈宁德性不配成为周家媳，说什么也不会再要她。于是成了弃妇的沈宁便只能待在沈家。这些日子里，沈婆子连门都不敢出，出去便要面对村上人的指指点点。就连整个清水镇都在议论沈家出了个忘恩负义的状元郎。经苏玉婉那一闹，沈旭如今是彻底的臭名远扬了。如今在云溪村，沈家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存在。沈婆子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这么丢人过，愁得整宿睡不着觉。唯一的盼头就是盼着沈旭早些将他们娘俩接到京城，好逃离村上人的口舌议论。谁知却迟迟等不到沈旭的来信。沈婆子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她左右思虑过后，便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和宅子，换成盘缠，雇了辆车，带着沈宁踏上了上京的路。云溪村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如今唯有去京城投奔儿子。第55章，往后爹娘都会护着你。回京1个月后，苏玉婉在顿顿滋补营养品的娇养下，肤色肉眼可见的变得白皙光滑起来，原本消瘦的身材也变得曲线分明。坐在镜前梳妆，春眠笑嘻嘻地说：小姐，奴婢发现你来京城后越来越漂亮了。苏玉婉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在心中感叹，怪不得大户人家的小姐都养得娇滴滴的，每日燕窝人参确实能养颜美肤。紫渊挑起珠帘走了进来：小姐，有您的来信。苏玉婉接过信，打开来看，原来是罗三娘寄来的。罗三娘在信上说，玉秀阁的生意很好，订单明显比以前增加了，光上个月就盈利80两银子。另外，她又招了几个绣娘。信上，罗三娘还提了一下沈家，如今整个清水镇乃至整个宝平府都在议论沈家，那娘俩似乎经受不住，卖了宅子去京城了。合上信，苏玉婉嘴角泛起冷笑。沈旭如今因深陷舆论导致尚未封官，想必都不敢写信回去提接他们娘俩入京的事，娘俩就巴巴来了京城。他倒要看看梁家知道了此事会如何对待这母女俩。阿婉，宁嬷嬷搀扶着苏夫人走了进来。娘。苏玉婉放好信，连忙起身去扶。母女俩在外间坐下后，苏夫人对苏玉婉道：阿婉，爹和娘商量了一下，准备过些时日在府上设宴，正是向京中亲朋好友介绍咱们阿婉。苏玉婉闻言，手心微微收紧。苏夫人看在眼里，她伸手握住了苏玉婉的手，温柔地问道：怎么了阿婉？娘。苏玉婉欲言又止，我如今的身份出席宴会，只怕会给苏家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休夫一事已是离经叛道，此事能在宝平府迅速传开，想必也已经传到了京城。爹娘对他如此好，他不想因此影响到爹娘的名声。明白他的担忧是什么，苏夫人朝他这边挪了过来，将他揽在怀里，语气略显心疼。阿婉，从前都是怪娘不好，没有保护好你，才让你流落到那清水镇，受了这么多苦楚。如今你既与那沈家断了关系，就不要再想着那些糟心事，更不必顾忌什么。是那沈家小子有眼无珠，往后的日子里，爹娘都会尽所能的护着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苏夫人一番话，让苏玉婉忍不住红了眼眶。她像孩子般依偎在娘的怀里，尽情享受着母亲的疼爱关怀，内心温热而感动。或许是老天爷看她上辈子死得太惨，这辈子才会给她这么好的父母家人。早朝过后，众大臣离开金銮殿，听说苏丞相最近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平时与他交好的大臣们都纷纷上前道喜。苏大人，听说您最近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千金，真是恭喜了。说话的是户部尚书林章，与林章一块的还有御史大人张衡和周廷尉周准大人，两人也齐齐拱手向苏胜道贺：苏大人，恭喜了。苏胜笑得满面红光，多谢三位大人，小女能找回实属不易。2日后府上设宴，
届时还请几位大人都来喝杯酒。苏大人设宴，下官就却之不恭了。几人正说着话，那头吏部侍郎梁成和太医院史孙健走了过来。梁成老远就见到苏胜，却不敢像往常一般过去打招呼，他只好低着头装作没看见。身旁的孙院使却出声道：“哎，梁大人，听说苏大人最近找回了失散在外的女儿，很是高兴，咱们也去道个喜吧。”说罢就拉着梁成往前头去了。梁成眉头一皱，反应过来时已经站在了苏胜面前，面对苏胜投过来的目光，他一脸的惶然。哟，这不是梁大人吗？前不久梁大人绑下捉婿，把这届最优秀的新科状元捉回了家中，怎么样？令千金何时大婚？咱们这些同僚可都等着喝梁大人家的喜酒呢。不过说起来，这位沈状元都已经接榜2月有余了，皇上也对其赞赏有加，怎么却迟迟不见封官？听着几位大人的话，梁成宽袖里的手微抖了一下，额间也冒出了一层细汗。他微微看向苏胜，见苏胜正直视着自己，吓得连忙低下了头。啊，梁大人得了个好女婿，老夫还未道贺一声，可要在此提前恭喜梁大人了。苏胜盯着他，面上笑着，眼底却迸发出令人胆颤的冷意。梁成浑身一哆嗦，脸色都变了，连连拱手道：“苏大人谬赞了，下官下官。”他想说抢了苏胜的女婿实属不是他本意，他本无意得罪位高权重的苏丞相，可这话到了嘴边却又说不出来。不管他想不想得罪，都已经得罪了。哎，梁大人，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会儿的功夫脸色变得如此难看？对面的林大人见他满头大汗，不禁问道。梁成语塞，一个劲儿的抬手擦汗。还是一旁有人与苏胜打招呼，他才寻到机会告辞，匆匆离开了。回到梁府后，梁成才长长舒了一口气。爹爹，您回来了，怎么样？今天早朝皇上有提给沈大哥封官的事吗？梁雨柔见自家爹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关于沈旭的事。梁成脸上浮现不耐，冷冷说了句：“没有。”梁雨柔一愣：“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前皇上不是还夸赞沈大哥才华卓越，可担大任吗？为何却迟迟不封官？”面对梁雨柔的问题，梁成只是叹气，其他什么也没说。主要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说，要是沈旭单单隐瞒了有妻室的事，事情还至于这么严重。偏偏他那之前的妻子是苏丞相的女儿，苏丞相的夫人又是当今皇后的嫡亲妹妹，有这层关系在，苏丞相若是参奏了此事，皇上或许会为了安抚苏丞相而放弃沈旭这个新科状元，也说不定。这个时候，他要是敢在皇上面前提起此事，无疑会引火上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提也不问。迟迟听不到自家父亲的回答，梁雨柔急得不行，刚想再开口问什么，就见沈旭醉醺醺地走进了院子。见到梁成，沈旭忙端正了身子，恭敬行了一礼：“梁大人。”梁成见到他这个样子，气得冷哼一声，就转身走了。因为沈旭隐瞒妻室的事，害得自己每日在朝堂之上都战战兢兢的，他倒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梁雨柔满是心疼的去搀扶沈旭：“沈大哥，你怎么喝酒了？”他一路将沈旭扶到厢房，吩咐下人去煮醒酒汤，又打了热水来替他擦拭身子。迷糊中，沈旭将他看成了苏玉婉，他一把握住他的手，嘴里低低呢喃着：“玉婉。”第56章宴会。梁雨柔没听清，刚想凑近一些听听他要说什么，腰上就被一双大手环绕，下一刻跌进了他的怀抱。沈大哥。梁雨柔脸上泛起滚烫的红晕，娇羞地咬了咬唇。猛然看清怀里的人后，沈旭机不可察地皱了皱眉，他松开了手，刚想说对不起，就被怀中人儿的双手勾上了脖颈，随即他嫣红的唇瓣凑上了去。几日后，丞相府宾客如云，前来赴宴的除了苏家的各房亲戚和苏胜的朝中同僚，还有不少皇亲贵族，十分热闹。苏景怀站在门口迎接来客，抬头间见到2个熟悉的身影。景怀兄。来人扬声朝他打了个招呼。苏景怀笑着道：“萧小侯爷，您世子。”被称作萧小侯爷的男子乃是武安侯府的嫡子萧灵业，他身姿挺拔，穿一袭靛青色锦缎衣袍，乌发用玉冠高高竖起，五官轮廓硬朗精致，长眉入鬓，眸若星辰，厚薄适中的唇角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意。他身旁的宁世子是宁国公府嫡子宁志，一袭淡青色长衫，长相清秀，手持一把折扇，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气质。景怀兄，听说你那位失散多年的妹妹找回来了？宁志轻摇折扇，笑着看向苏景怀。苏景怀淡淡笑着：“是，家妹失散在外10多年，上个月才好不容易找到了。”萧灵业凑近苏景怀，一手搭上他的肩，勾唇道：“景怀兄如此貌美，想必你那妹妹也定是天仙般的人物吧？”两人都是京都城1顶1的美男子，两人站在一块儿，本该是极为赏心悦目的画面，却有不少世家贵女见了露出异样的目光来。只因京都城流传着萧小侯爷有断袖之癖，对女人不感兴趣的传闻。此刻见他与苏景怀勾肩搭背，凑得这么近，想来传闻不假，贵女们更是心都碎了。
苏景怀动作自然地拍开了萧林业的手，淡笑着道：“家妹年纪小，面皮儿薄，可经不起小侯爷这般打趣的。”萧林业立即收起嬉皮笑脸，正色道：“好了好了，不与你说笑了，宁之兄，咱们进去吧。”好。两人把带来的贺礼给了小厮后，便一道进去了宴会厅。宾客们都已经落座的差不多了，宴会正式开始。丫鬟们有序地穿梭在席间上菜，觥筹交错，乐不可支。萧林业和宁志以及各大世家的公子们坐在一桌，席间听到有人议论苏丞相的这位女儿，好像在回相府之前就成过亲，后又不知因何缘故与那男子断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听说是他那夫婿攀上了高门千金，才要休了他。没想到这位苏小姐不是个软柿子，竟当场撕了休妻书，反手写下了休夫书，休了他那夫婿。休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古只有男子休妻的，何来女子休夫一说？可不是，但这苏家小姐真就做出了此等壮举。啧，看来这位苏小姐可真不是一般女子。闻言，萧林业拿着酒杯的手一顿，休夫？哎，看啊，来了，那位就是苏家小姐。只听席间一声高呼，众人随着那人的目光看去，就见一个约莫17、18岁的妙龄女子挽着苏夫人的胳膊，款款走进了宴会厅。苏玉婉今日身穿一袭藕荷色拖地绣花罗裙，头上简单插着一只白玉如意簪，因回府后每日被补品包围着，她那长期菜色的脸色变得莹润白皙，五官也更加精致动人，只稍加打扮便明艳动人，清雅而又不失贵气。哎，不是说苏小姐先前嫁过人了吗？怎么看起来还似少女般模样？席间有人小声提出了疑问。萧林业也顺着众人的目光朝前方看了过去，这位苏小姐与苏夫人很是神似，看起来娇弱温婉。唯一让他感到好奇的是，这样柔弱的一个女子，真的如他们口中所说的那般不惧世俗，写下了休夫书吗？见他目光一直盯着苏玉婉，一旁的宁志打趣道：“萧小侯爷不是一向对女人不感兴趣吗？怎么盯着人家苏小姐看了这么久？莫不是见着苏家小姐貌美，突然转了性子了？”萧林业收回目光，瞥了宁志一眼：“小爷，我何时说过对女人不感兴趣了？”他知道自己名声不好，却不知已经被传成了这样。宁志挑眉：“既然感兴趣，那为何每次侯夫人提起给你娶妻的事，你就往我那儿跑？”提起这个，萧林业便一脸无奈：“要让你娶不喜欢的人，换你不跑。”宁志摇了摇折扇，淡笑不语。这时，上手的苏胜站了起来，走到苏夫人和苏玉婉面前。苏玉婉笑着微微冲他行礼：“父亲，乖女儿。”苏胜宠溺地看了眼自家女儿，端过酒杯，转对众人笑道：“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苏府宴会。想必大家都知道，我苏家小女阿婉在10多年前不幸被贼人掳走，故此才与父母分别数10余年。如今小女被平安寻回，乃苏家喜事，特邀亲朋好友相聚盛宴，还望大家尽兴。”一杯酒下肚，又有不少官员站起来给苏胜敬酒，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席间一世家公子在对苏胜敬酒之时，突然问了一句：“苏大人，听说苏小姐已有婚配了？”听到这话，苏胜并没有气恼，反而郑重着道：“小女流落在外时，确实已经许了人家，然遇人不淑，受了不少苦楚，这才与其恩断义绝。如今回了相府，仍是我苏家掌上明珠。”这番话不仅堵住了那些暗中议论之人的口舌，同时还宣告众人：苏玉婉即便已经有过婚嫁，但如今回了相府，苏家还是一样当宝疼着，谁敢妄加议论，便是与他苏胜过不去。于是，先前那些私下议论的公子哥们纷纷闭上了嘴。第57章送礼。之后，苏丞相携苏夫人的手在主座位置坐下，苏玉婉坐在苏夫人旁边。宁国公夫人朝二人敬了一杯，笑着道：“丞相与夫人恩爱和睦，可真是羡煞旁人。恐怕这整个京都城再找不出像你们这般的模范夫妻呢。京城这样的地方，但凡有点权势的男子，哪个后院没有几房妾室？但丞相府就没有。苏丞相就只有苏夫人这一个正妻，再没纳过妾。据说10多年前苏家女儿丢失后，苏夫人大病了一场，一度连下床都成困难。苏丞相衣不解带的在床边照顾了1个多月。放眼这整个京都城，又有哪个男子能做到这个份上？”苏胜看了一眼自家夫人，朝宁国公夫人笑道：“年轻时淑荣对我付出很多，我能做的唯有不辜负她。当年苏胜也只不过是贫寒家庭出来的一个穷酸秀才，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如今的苏夫人秦淑荣。苏夫人看中他的才华，便出资赞助他完成科考，直至状元及第。考上状元后的苏胜便第一时间去了秦家提亲。苏夫人母家是京城显赫的世家大族，本来已经对苏夫人的婚事有了安排，但苏胜为了娶秦淑荣，在门口跪了3天3夜，此事传遍了整个京城。秦家见他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再者苏夫人也对苏胜有意，便将女儿许给了他。苏胜也对秦家承诺，婚后会对妻子好，绝不会让他受委屈。这几10年来他也做到了，对苏夫人很是疼爱。这些回府后的苏玉婉也看在眼里，父亲其实是个外冷内热之人，他从不会与娘亲争吵，
也不会将坏情绪带回家里，永远都是把娘亲放在第一位。若说前世他最期盼的婚姻便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但世上不缺状元郎，缺的是像父亲这样能知恩图报的。苏夫人对上自家丈夫的目光，含羞一笑：“妾身身子不能饮酒，就请老爷带我回敬宁夫人这一杯吧。”苏胜拍拍他的手，端起酒杯回敬了宁国公夫人。看着这一幕，宁国公夫人脸上浮现羡慕，想起自家老爷，他就满肚的心酸。宁国公府妾室众多，光庶子庶女就有6、7个，宁国公更是偏爱妾室比他这个正妻多。每当这样的场合，府上妾室不能参宴，便要缠着国公爷也不能来。宁夫人朝不远处的宁芝看了一眼，深深叹了一口气：“苏小姐，初次见面，我是尚书府的江源。”尚书府嫡次女江源端着酒杯走到苏玉婉身旁，笑着打招呼。他父亲是礼部尚书江如海，与苏胜私交甚广，江如海便特地让女儿过来与苏玉婉打个招呼。苏玉婉刚要伸手端起酒杯时，微微迟疑了一下，她不会喝酒。这时紫渊端上一壶果酒，重新给她倒了一杯，并小声对她道：“小姐，这是果酒，不醉人的。”苏玉婉这才端起来，笑着对江源道：“江小姐，幸会。”见他喝的是果酒，江源笑着道：“我平日也喜欢喝果酒，我娘在家中自己酿了许多，苏小姐若是喜欢，改日我送一壶葡萄酿到你府上，请你品尝。”与其他世家贵女不同，江源性子开朗活泼，尤其那双笑起来就弯成月牙的眼睛，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苏玉婉莞尔一笑：“那就多谢江小姐了。”除了江源，还有不少世家小姐过来与苏玉婉打招呼，其中还有梁雨柔。“苏小姐，我是梁雨柔。”梁雨柔端着酒杯站在苏玉婉面前，面含笑意。她今日是自己来的，苏府本没有邀请，是她想来露个面，顺便给苏夫人带了一份礼物，想求她在皇后娘娘跟前替沈旭说说好话。沈旭因为封官的事整日酗酒，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无论如何她也要想办法帮一帮他。梁雨柔，苏玉婉的视线落在她银白的脸上，这就是吏部侍郎梁大人的千金，也是沈旭将要迎娶的女人。看她这样子，似乎还不知道清水镇云溪村发生的一切。苏玉婉看着她，淡淡一笑：“梁小姐，幸会。”梁雨柔又趁机让丫鬟把自己准备的礼物拿过来，走到了苏夫人面前，甜甜的喊了一声：“苏夫人，许久不见，您身子可好些了吗？”见是她，方才还笑容满面的苏夫人这会儿笑意微微淡了下去。原来是吏部侍郎家的小姐啊，难为你还记挂着，如今已无大碍了。自从苏玉婉回府后，苏夫人便积极配合大夫的治疗，心病痊愈了，身子自然也好得快。如今除了调养身子，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闻言，梁雨柔又笑着道：“苏夫人，我听说您格外喜欢翡翠，正巧家中心得了件水头不错的翡翠手镯。苏夫人雍容华贵，晚辈想着这镯子戴在您手上才能显出它的价值，便给您送来了。”说罢，让跟随的丫鬟把东西呈了上来。苏夫人打开盒子，里头赫然摆放着一只冰绿满色圆条手镯，水头上佳，一看就价值不菲。这梁小姐的未婚夫婿，本届的新科状元郎沈旭，便是伤害她女儿之人。如今沈旭因贪图权贵而抛弃发妻的臭名，惹得皇上龙颜震怒，因而迟迟未受封。苏夫人心知肚明，今儿梁小姐此举，无疑是为了此事而来。她却合上盖子，推回到梁雨柔面前，语气淡淡地道：“确实是件好东西，我年轻时确实喜欢翡翠，但如今年纪大了，反而不是那么喜欢了。梁小姐还是带回去吧。”听到这话，梁雨柔脸上的笑容明显一僵。她瞧苏夫人头上脖子上分明都佩戴着翡翠首饰，这哪是不喜欢翡翠，明显是不想收。梁雨柔有些纳闷，她都还没提起想求苏夫人在皇后娘娘面前替沈旭说说好话的事，苏夫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送的礼，未免也太不给情面了。她还想在苏夫人面前说上几句，却见苏夫人已经与宁国公夫人说上了话，她插不上话，便只能尴尬地带着东西离开了。看着她离开，苏夫人伸手握上了苏玉婉的手，美眸中流露出宠溺，那眼神似在告诉她：“放心，有娘在。”第58章，皇后娘娘的赏赐。当日来府上赴宴的世家贵女众多，又都为了讨个面熟来给苏玉婉敬酒，虽喝的是果酒，几杯下肚也微微有了些醉意。苏玉婉觉得有些闷，便和苏夫人说了一声后出了宴会厅。春眠、紫渊和白露跟在身后。“小姐，你还好吧？”春眠搀扶着她，见她面上红红的，有些担心。苏玉婉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脸，对春眠道：“有些闷热，扶我到亭子里坐坐吧。”“是，小姐。”几人来到了荷花池旁的亭子里，苏玉婉坐下后，有一股凉风微微吹来，她轻靠在亭柱边缘，感受着此刻惬意。“苏小姐。”梁雨柔讨好苏夫人不成后，又将主意打到了苏玉婉身上。她方才在宴会厅里一直留意着苏玉婉的一举一动，见她来了花园，便跟了上来。苏玉婉睁开眼，见梁雨柔也跟来亭子，微微蹙了蹙眉：“梁小姐，有事？”先前忙着讨好苏夫人，梁雨柔没有仔细留意，这会儿才真正看清苏玉婉的正脸。
长相和苏夫人八分神似，都是温婉美人。原先听那些小姐们私下讨论，说苏玉婉是从偏远的农户家寻回来的，一个乡下村姑必定长得粗鄙不堪，却没想到苏小姐不仅长得肤白貌美，举手投足间贵气十足。尤其是听说她被丈夫背叛后霸气休夫的壮举，让梁雨柔对这位苏小姐更加心生敬佩。她上前2步，笑着道：“方才我在这园子里闲逛，见到苏小姐也出了宴会厅，便想着上前来打个招呼。”说着，她坐在了苏玉婉旁边，见苏玉婉眉心微蹙，面色泛红，似是不胜酒力的模样，关切地问道：“苏小姐可是觉得头晕发闷？”苏玉婉眸光微动，淡淡看向她：“梁小姐怎知？”梁雨柔主动伸手拉起她的手，在合谷穴的位置按摩，并解释道：“苏小姐见谅，我知道这个穴位可以缓解头晕，所以就想替你试试。”“你还会医术？”苏玉婉颇为诧异地看着她，“只是略微学过一些皮毛罢了。”梁雨柔谦虚地笑着：“家母时常会犯头疼的小毛病，我便学了些按摩手法。”没想到梁小姐如此孝顺。苏玉婉经她这一按摩，头晕之症确实缓解了不少。这都是做儿女应该的。前些年到府上探望苏夫人的时候，她也是受头痛之症折磨，我还给她按摩过一次，夫人不嫌弃我手笨，还夸我按摩手法好。那之后，我便经常来府上为苏夫人按摩穴位，只为能替她减轻些痛苦。梁雨柔一面说，一面替她按着。“你倒是有心。”苏玉婉淡淡挑了挑眉，将手收了回来。梁雨柔轻轻一笑，随即面上露出苦恼的神情，只是不知为何，今日苏夫人好像对我很是疏离。苏玉婉语气淡淡：“许是梁小姐想多了，但愿是我想多了吧。”梁雨柔见苏玉婉还算好说话，便开门见山地道：“苏小姐，其实我今日是有件事想请苏夫人帮帮忙。”“哦，什么事？”苏玉婉就知道梁雨柔这么殷勤的主动找上来，还是为了沈旭的事，她倒想听听梁雨柔想怎么帮沈旭。是关于梁雨柔刚要开口，就见苏景怀从月牙门洞走了过来。“小妹，方才见你匆匆离席，可是身子不舒服吗？”苏景怀担心自家妹妹，甚至都没注意到一旁的梁雨柔。苏玉婉微笑着冲他道：“大哥，我没事，只是方才多喝了几杯果酒出来透透气而已。”“没事就好。”苏景怀面上的担忧之色褪去，温声道：“姨母来了，说要见你。”“皇后娘娘来了。”苏玉婉微微有些惊讶，不敢耽搁，忙起身整理了一下仪容，便跟着苏景怀去了宴会厅。梁雨柔听到皇后娘娘来了的消息，面上一喜，也连忙朝宴会厅的方向走去。宴会厅内，只见众人都匍匐在地上高呼：“参见皇后娘娘！”秦皇后一身正红色织金凤袍，头上戴着5凤朝阳挂珠，雍容华贵，在上手落座后微微抬手：“都平身吧。”“谢皇后娘娘。”众人落座后，秦皇后朝苏景怀身边的苏玉婉招了招手：“这就是阿婉吧？来，到姨母这儿来，让姨母好好看看你。”苏玉婉缓缓走上前，在秦皇后面前施了一礼：“臣女苏玉婉参见皇后娘娘。”“快起来！”秦皇后和颜悦色地看着她：“真不错，这相貌简直和你娘年轻时一模一样。要知道苏夫人年轻时可是京城第一美人，若不是当时苏胜对苏夫人死缠烂打，将她娶了回去，进宫的就很有可能是她。”苏玉婉微微笑着：“多谢皇后娘娘夸赞。”秦皇后又看向苏夫人，见她端坐在椅子上，精神焕发，不似以往那般总是病恹恹的，不免欣喜，笑着对苏玉婉道：“好在如今找到了你，你母亲才总算是重活过来一般，否则本宫真担心她的身子。”闻言，苏玉婉面露愧色，怪臣女没有早一些回到爹娘身边，害娘思念成疾。秦皇后微微叹气：“这也不能怪你，只怪当年掳走你的贼人罪恶至极，害你和家人分离了这么多年。好在如今你平安回到了苏家，也算了却了你母亲的心头事。”苏玉婉微微合手：“皇后娘娘说的是。”瞥眼瞧见苏玉婉手上戴着的镯子，秦皇后便知自家妹妹有多宝贝这个女儿。当年若不是苏夫人把进宫的机会让给了秦皇后，如今皇后这个宝座，秦皇后不一定坐得上，所以在后来苏夫人出嫁时，秦皇后便送了这个镯子给她，并告诉她，往后有什么难事都可以凭这个镯子进宫找自己。如今苏夫人将这镯子给了苏玉婉，这镯子的使用权便自然而然也就落在了苏玉婉头上。秦皇后将她招至身旁，从手腕上取下一只白玉手镯递给她，这只镯子就算是姨母给你的见面礼。苏玉婉受宠若惊，连忙跪下：“皇后娘娘，此物贵重，恕臣女不能收。”秦皇后却道：“你是本宫的外甥女，本宫送你的你就收着吧。”“臣女多谢皇后娘娘。”苏玉婉起身后，被秦皇后拉过了手，亲自给她戴上了镯子。这一幕可让在场的所有世家贵女们都羡慕不已，能得皇后娘娘的赏赐，那是何等的殊荣啊！第59章，她叫什么名字？苏玉婉谢过恩后，便回到了坐席。远处的梁雨柔见着皇后，此时心情大好，便顺势走上前去跪拜：“臣女梁雨柔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秦皇后凤眸一顿，淡笑道：“是梁小姐啊，
起来吧。梁雨柔却没有起，而是深吸一口气后说道：“皇后娘娘，今日是相府设宴，臣女本不该冒头，实在是臣女有事相求。臣女的未婚夫婿，本届的新科状元沈旭，自被皇上钦点为一甲状元后，还一直未受封。”放肆！只见秦皇后面色一沉，声音里透了几分怒意。整个宴会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梁雨柔身上。有知道内情的人暗暗替这梁家小姐捏了一把汗。沈旭做出了这样的事，他竟然还敢跑到皇后娘娘面前来求情。梁雨柔不知道秦皇后为何发这么大的火，当即被吓了一哆嗦，连忙匍匐于地，紧张地道：“皇后娘娘息怒，皇后娘娘息怒。”秦皇后冷冷看着他：“你那未婚夫婿为了娶你做出抛妻词等禽兽不如的恶行，你竟还有胆量到本宫面前来求情？什么抛妻？”梁雨柔顿时如被雷轰，愣在原地好半晌。皇后娘娘的意思是说，沈旭为了娶她抛弃妻子，可是沈大哥说他并没有妻室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众人见梁雨柔的反应，便知道他还不清楚这事，可见沈旭连他也隐瞒其中。苏玉婉静静看着他，只觉得可悲。沈旭连他也隐瞒，想必他也只是他攀附权势路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景朝虽没有明令男子不得休妻另娶，但前提必须得是女子犯了妻出之罪，否则将视为抛妻。在大景朝，抛妻是世人所不能容的，哪怕是京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后院纵使妾室众多，却也不敢动正妻的位置。沈旭一朝科举成名，为攀权贵抛弃发妻，如此狼心狗肺的行为，无疑触及到了明圣帝的怒点。前朝大臣无人不知，当年明圣帝的生母闵王妃便是被明康帝抛弃了的。当时各皇子争夺储君之位，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明康帝为了得到前国公爷许广平的扶持，毅然休了正妻闵王妃，转而娶了许国公府的嫡女为妃。当时的明圣帝才年仅8岁，却被迫与生母分离。父王为了争夺储位而抛弃的恶行，在年幼的他心里深深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明圣帝登基后便颁布了一条法令：凡大景朝男子，除非妻子犯了妻出之罪，否则不可随意休妻。梁雨柔回过神来的时候，已不知何时出了宴会厅。她紧紧攥着帕子，面色冷沉地出了丞相府。回梁府的路上，梁雨柔不断回想着今日皇后娘娘所说的话，她脸色苍白的不像话。沈大哥有发妻，却骗他说没有，难道他真如外界所传的那般，是为了攀附父亲的权势才与他定下婚约的吗？马车在梁府停下，梁雨柔还没下车，就听到外头传来哭闹声。她皱了皱眉，撩开车帘走了下去。怎么回事？门房小厮无奈回禀道：“小姐，这2个乞丐非说是沈状元的家人，赖在门口不走，小的如何驱赶也赶不走。”梁雨柔打眼看去，就见门口坐着2个浑身脏兮兮、蓬头垢面的女人。她用帕子捂了捂鼻子，对身边丫鬟道：“给些铜板打发走。”丫鬟佩儿应是，随后走过去给那2人丢了10来个铜板，并让他们赶紧离开。谁料那2人并没有去捡地上的铜板，而是问佩儿来人可是梁府小姐。听到佩儿说事后，沈婆子连忙迈着虚软的步子走到梁雨柔面前，激动地说道：“梁小姐，我是旭根儿的娘。”听到这话，梁雨柔微微一愣，随即冷哼一声：“一个乞丐也敢冒充沈大哥的娘？你们俩赶快把他们赶走！走，已经给了你们这么些铜板，别还得寸进尺。”2个小厮上前来，恶狠狠地驱赶。梁小姐，我真是旭根的娘。沈婆子一时着急，伸手去拉梁雨柔的衣裳，她身上散发的恶臭味熏得梁雨柔忍不住频频犯起了呕吐。沈婆子和沈宁身上银子不多，路途中舍不得住客栈，大半个月没洗澡，身上臭味熏天。小厮见状，直接一脚将她踢倒在地，赶紧滚，再不走送你们到衙门去。见自家娘被如此对待，沈宁不顾腿伤，一瘸一拐地走到这边扶起沈婆子：“娘，您没事吧？”沈婆子摇了摇头：“我没事。”梁雨柔止住呕吐后，正要赶紧回府换下这被乞丐摸过的衣裳，就听身后的沈宁喊了她一声：“大嫂！”强忍住恶心，梁雨柔又转过身来，盯着那个喊她大嫂的女子。沈宁赶忙道：“大嫂，我是沈旭的妹妹沈宁，这是我娘，我们真的没有骗你。”沈宁这个名字倒好像听沈旭说起过。梁雨柔下了台阶，在他俩身上扫视了一圈：“进来吧。”沈宁一喜，连忙扶着沈婆子，跟着梁雨柔一块进了府。绕过隐蔽，梁雨柔让下人先带他们2人去洗澡，又问佩儿：“沈大哥呢？”佩儿回道：“小姐，沈公子又去醉仙楼了。自从得知自己封官无望后，沈旭便整日泡在醉仙楼里，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梁雨柔语气带怒：“去把他给我找回来。”是。他去了正厅等着。没多会儿，沈婆子和沈宁便洗漱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被带了过来。母女俩都是第一次来到京城，这梁府又大又气派，只把2人看花了眼。进到正厅，面对一身锦缎华服、气质高贵的梁雨柔，母女俩显得有些紧张无措。
坐吧。梁雨柔淡淡对二人道。沈婆子和沈宁在客椅坐下，就听梁雨柔问道：“沈大哥先前的妻子，她叫什么名字？”母女俩一愣。先前沈旭寄回去的书信中说，待把苏玉婉打发出沈家后，来到京城，务必要隐瞒住他有过妻子的事。但后来事情有变，那苏玉婉摇身一变成了丞相府的千金，回了京城。且听梁小姐这语气，想必是已经知道了。沈婆子便如实说，叫苏玉婉。什么？苏玉婉？第60章，四目相对。丞相府这边，秦皇后怒斥了梁雨柔后，情绪明显不佳，只略微坐了一会儿便回宫了。此次宴会也就此结束。宾客们陆续出了苏府，萧林业和宁志走过来与苏景怀告辞，正巧苏玉婉也走了过来。苏景怀便向他介绍道：“阿婉，这位是武安侯府的萧小侯爷，另外这一位是宁国公府的宁世子。”闻言，苏玉婉的目光先是落在宁志身上，冲他微微施了一礼：“宁世子，苏小姐有礼。”宁志拱手亦冲他行了一礼，眉目间尽显儒雅气质，是个十足的温润公子。他又看向旁边的萧小侯爷，这位萧小侯爷确实如宁嬷嬷所述的那般，是个顶尖的美男子，那张脸完美的如同雕刻，饶是活了2世的苏玉婉，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仙姿神颜。只是不同于自家大哥那般的内敛沉稳，这位萧小侯爷眉目间透着张扬与不羁，气质也与一般养尊处优的世家贵公子不同。他浑身透着饱经战场与杀伐的凛冽，视线往上，男人一双深邃漆黑的眸子正好也朝他看了过来，四目相对间，双方眼中都透着好奇与探究。苏玉婉在好奇，当初宁嬷嬷为何说见了这萧小侯爷让他远远绕开。在他看来，这萧小侯爷除了容貌比一般世家公子出众些，其他并无什么不同啊。还是说此人有什么特殊癖好？而对面的萧林业则是在好奇，同一时间内京城传出了苏小姐休夫的传闻，又传出了那位新科状元抛妻另娶的事。结合今日苏丞相与苏夫人对那梁小姐的态度，莫非苏小姐休夫休的便是那位沈状元？我说小侯爷，你如此直勾勾盯着人家姑娘，是不是不太礼貌？宁志在一旁出声提醒道。意识到自己也盯着人家看了许久，苏玉婉连忙收回视线，向他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去了。萧林业挑挑眉，嘴角露出肆意散漫的笑意。苏小姐也盯着我看了许久，算是扯平了。一旁的苏景怀脸色一黑，看向萧林业的眼神不太友好。感受到苏景怀的视线，萧林业一挥手：“景怀兄，今日多谢款待，改日去我府上喝酒。”就和宁志出了襄府。府门外只停着一辆马车，是宁府的。宁志叹了口气，再次邀他同乘。萧林业毫不客气地上去了。前些日子，武安侯夫人在家中设宴，宴请了京城各家贵女来府上，让萧林业在这些贵女中挑一个完婚。谁知萧林业非但没参加，还跑去醉仙楼与宁志喝酒，把那些贵女晾在武安侯府一整日。武安侯夫人得知后气得不轻，将他关在家中，思过不得出门。今日他又是偷跑出来的。马车上，宁志有些担心地问他：“小侯爷，你此番偷跑出来，萧夫人定又要罚你，可想好应对之策了？”萧林业在宴上喝了不少酒，这会儿脑袋昏沉沉的，放心，小爷我何曾怕过。听到这话，宁志忍不住轻笑：“那就好，到了。”啊！萧林业猛地睁开眼，这么快就到了。下车后的萧林业在侯府门口踌躇了一圈，最后他走到守门侍卫那儿，问他：“今日我离开后，夫人可有发火？”侍卫机械地摇了摇头，属下不知。萧林业无奈，只好转身往侧门走，准备翻墙进去。才走2步，却听见府门被打开，阿贵从里头探出了脑袋：“小侯爷，夫人等你许久了，你总算是回来了。”果然，萧林业回过身，就见阿贵2只眼睛肿得跟馒头似的。“阿贵，你眼睛怎么了？谁打的？”萧林业走近，就见阿贵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看着他：“还能谁？夫人打的。夫人说阿贵没看好小侯爷，要打烂阿贵的眼。”闻言，萧林业叹了口气，拍拍阿贵的肩膀：“好，阿贵，你受委屈了，下个月给你涨月钱。”听到这话，阿贵那双肿的只剩一条眯缝的眼睛里冒出金光，嘿嘿一笑：“涨不涨月钱的无所谓，主要能替小侯爷分忧，就是阿贵的荣幸。”萧林业。随后，萧林业抬脚跨入大门，却在刹那间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剑气朝他而来。他步子一顿，随即一个敏捷的闪身避开了武安侯夫人挥过来的木剑。“娘，您又来这招？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武安侯夫人一个利落的转身，转动手中木剑，又朝自家儿子挥去。萧林业唇角微翘，转躲为攻，赤手双拳迎上了自家娘使出的招式。然母子俩势均力敌，几个招式下来也没分出个胜负。于是乎，母子俩又继续切磋上了。下人们都自觉退到了一旁，对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武安侯夫人乃是将军府嫡女，自幼习武，嫁给武安侯萧恒，成为当家主母后，也并没有因此改变她刻在骨子里的武魂基因，时不时的就会与萧小侯爷来上这么一段。
武安侯夫人已年过40，但身形动作一点不输当年。只见她抡动右腕，手里的木剑毫不客气地朝萧林业身上挥去。萧林业主防守，他身形如电，纵跃如飞，很轻松就避过了武安侯夫人的攻击。每到这个环节，都是侯府下人们大开眼界的时候。阿贵顶着一双污肿的眼，在心里默默为自家主子加油打气。然而每次都一样，到最后必然是萧林业主动败下阵来。母亲大人武艺无双，儿子认输了。萧林业嬉笑着向萧夫人求饶。萧夫人收回剑，睨了他一眼：“臭小子，不是让你在家撕过吗？怎么又偷跑出去了？”萧林业走上前，主动给萧夫人捏肩，笑道：“母亲大人别生气，今日苏府设宴，我身为景怀兄挚友，岂能不去捧个场？”哼！萧夫人冷哼一声，伸出手指头戳了戳他的额头：“你娘我给你设的宴，你就跑出去躲着，那别人家的宴你倒是一次不落。都20岁的人了，还不想着娶妻成家，整日吊儿郎当的，真不知道你这性子是随了谁。”萧林业嘿嘿一笑：“我是娘生的，自然是随了娘了。”第61章梅子酒。6月，大景朝进入酷暑时节，炙热的太阳将大地烘烤得发烫，枝叶被晒得蔫蔫的。苏玉婉斜靠在贵妃榻上，吃着冰镇的葡萄。紫渊白露挑开帘子，春眠抱着一个锦匣走了进来。“小姐，是三娘来信了。”苏玉婉抬了抬眼皮子，从春眠手里接过信，信上都是罗三娘对前3个月玉秀阁的账单总结。从趋势上看，玉秀阁如今是赚的越来越多。那匣子里装着的，便是这3个月玉秀阁所赚的银子，一共230两。放去库房里吧。是小姐。父母知道他在清水镇经营着一家铺子，非但没有对他经商的行为感到可耻，还让他放手大胆去做，并说女儿应有冲天志。苏胜攒下的大半辈子积蓄，足够庇佑一双儿女富贵度过一生的，但女儿有经商的头脑，他更多的是欣慰与支持。他赚的银子父母也没要，让他放私库里留着自己用。在丞相府，苏玉婉的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并且每个月还有50两银子随意支配。他自己也能挣钱，况且每天都待在府里，也用不了这么多银子，他便全部放在私库里存起来。小姐，宁嬷嬷从外头走了进来。苏玉婉面上露出笑：“宁嬷嬷，您怎么来了？可是母亲找我。”宁嬷嬷笑着道：“小姐，夫人刚午些，是礼部尚书家的二小姐来了，这会儿正在前厅呢。”礼部尚书家的二小姐江源。苏玉婉想起来了，上次在宴会上见过，是那个笑起来眼睛像月牙的江家小姐，便对宁嬷嬷说：“知道了，嬷嬷，我换身衣裳，这就去前厅。”换上一身鹅黄轻纱刺绣百蝶裙后，苏玉婉去了前厅。江源今日穿了一身淡粉色衣裙，头上簪着白玉嵌红珊瑚珠，双节如意钗，看起来俏皮灵动又不失优雅。苏玉婉走进厅内，脸上含着浅浅笑意：“江小姐，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江源冲她微微一笑：“没有，我也只不过刚来一会儿。”两人坐下后，紫渊和白露便端上了茶水和点心。江源笑着让丫鬟把自己带来的果酒给苏玉婉：“苏小姐，这是我娘3个月前酿制的果酒，今日开坛，我便带了一些来给你品尝。”江小姐有心了。苏玉婉没想到，那日只是在宴会上客气了一句，江小姐竟然还就真的给她送来了果酒。这次的果酒度数很低，平日里小酌几杯也不会醉，苏小姐可要试试。上次见苏玉婉喝完宴会上的果酒，脸上出现了红晕，江源便猜她是第一次喝，还不太适应，便特地带了这梅子酒来。苏玉婉没有拒绝，笑道：“好啊，紫渊拿2个杯子来。”“是，小姐。”紫渊拿来了2个杯子，倒上梅子酒后，端到了2位小姐面前。“江小姐，一块喝吧。”苏玉婉端起一杯，笑看向江源。“好。”江源端起另一杯。苏玉婉浅尝了一口，入口酸甜，干冽清爽，最主要的是这梅子酒没有丝毫辛辣感，只有清甜的米酒香味，喝到嘴里微醺而不醉。“怎么样，苏小姐，你可还喜欢？”江源看着她，轻声问道。苏玉婉笑着点头：“很好喝，比我家里买来的果酒还好喝。江夫人真是手巧，竟能酿出这么好喝的梅子酒。”听她说好喝，江源很是开心。“我外祖母家是经营酒庄的，所以我娘会酿一些简单的果酒，我家里还有许多种口味的。苏小姐喜欢的话，我下次再带些别的口味的来给你尝尝。”苏玉婉心头一暖，这位江小姐人美心善，待人也好。她来京城后，除了父母和大哥，江小姐还是第一个对她这么好的人。“怎么了，苏小姐？”江源见她一直看着自己，脸上不禁有些泛红。苏玉婉回神，笑道：“只是想到江小姐给我送了果酒，我也总该有些表示才行。”说罢，她让春眠去松雪阁把自己亲自绣的那枚如意并蒂莲香囊取了来。她将香囊递给江源：“江小姐，我一时没有准备什么回礼，这个香囊是我最近绣的，还望你莫要嫌弃。”江源接过香囊，欣喜一笑：“怎么会嫌弃呢？这香囊绣的好生精致，还散发着淡淡荷花香，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苏玉婉看着这位江小姐，打心眼里觉得
她比别的世家贵女好相处。两人正说着话，一身朝服的苏景怀走了进来。苏景怀在上一届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甲榜眼的好成绩，故进了翰林院任职编修。今日是他轮休的日子，处理完公事便回了府上。大哥回来了。苏玉婉忙起身介绍道：“这位是江小姐，礼部尚书家的二小姐，今日来给我送了梅子酒。”苏景怀面色含笑，朝江源看了过去，颔首行了一礼：“江小姐。”江源从椅子上站起，也回了一礼：“苏大公子。”“那你们聊，我先回明兰轩。”苏景怀说着，正要转身，江源轻声叫住了他：“苏大公子，这梅子久传而不烈，不如一同坐下尝一杯吧。”他性子直爽，毫不扭捏。苏景怀倒是没想到。苏玉婉也道：“是啊，大哥，你也尝一杯吧。江小姐带来的梅子酒很是好喝。”如此，苏景怀也不推脱，便在一旁椅子坐了下来。白露给他倒上了一杯梅子酒。苏景怀端起尝了一口后，赞道：“不错，确实好喝。入口既有梅子的清香，又有浓郁的米酒香。”闻言，江源双手攥着帕子，唇边露出浅浅微笑：“苏大公子喜欢就好。”随后，苏景怀的视线落在江源一旁桌子上的香囊上，这香囊很是精致。江源笑着看了苏玉婉一眼：“我送苏小姐梅子酒，这香囊是苏小姐回赠我的。”苏景怀了然的笑了笑，对江源道：“阿婉才回府不久，在京城也没什么认识的朋友，我瞧你们年纪相仿，又聊得投机，江小姐不妨常来府上，也好与阿婉有个伴。”听到这话，江源一双眼笑成弯弯月牙：“好啊，我也很喜欢和苏小姐聊天呢。”第62章，怀了她的孩子。梁府这边，沈婆子和沈宁前来投靠的事引起了梁成的不满。他将沈旭叫到了书房，拿出退婚书，要求他签字。先前他之所以留沈旭在府上，一是女儿与他有婚约，二也是看中沈旭的才华。原以为这位皇上钦点的金科状元，在他梁家的扶持下，必然能进入内阁，成为朝中重臣，有一番作为。谁知却因他隐瞒休妻的事断送了前程，直到如今，皇上都还没提起给他封授官职的事。尽管他已经用尽了办法想求见皇上网开一面，可前有苏胜从中作梗，后有秦皇后吹枕边风，皇上根本就不见他。偏偏这两位还都是他得罪不起的，思来想去，梁成只能让自己女儿与他退婚。一个前途无望的男子，梁成是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接过退婚书，沈旭颓然的脸上没有半丝神情。这些时日多谢梁大人的关照，我即日便会带着家人搬离府上。他正要提笔签字，门却忽然被推开，梁雨柔急忙冲了进来，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退婚书，撕了个粉碎：“不能签，我不同意。”“柔儿，你胡闹什么？”梁成浓眉皱起，气愤地看着梁雨柔。梁雨柔一同跪在沈旭身旁，昂头看着梁成，一字一句道：“我说我不同意退婚。”“你！”梁成气得不轻，明明已经让下人看住了柔儿的院子，他怎么还会知道退婚的事？梁成视线往门口看去，只见沈旭那个妹妹沈宁的身影一闪而过，躲到了门后面。他更是气恼不已，怒视着梁雨柔：“这事儿由不得你不同意，事到如今，你必须要和他退婚。”“我不答应，爹，我就喜欢沈大哥，无论他能不能封官，我都只认他做我的丈夫。”梁雨柔一脸倔强地看着梁成。沈旭一直木然地垂着头，如今的他已然成了这京都城最大的笑话，空有状元之名，却谋不到一官半职。就连同一届的探花郎袁卓都受封了编修，进了翰林院。再看看自己，他不禁自嘲地笑了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报应吗？是对他攀权富贵、抛弃发妻的报应吗？梁成见自家女儿冥顽不灵，指着沈旭怒声道：“他得罪了苏胜苏丞相的女儿，别说入翰林院了，就连一个地方小官的官职都谋不上。你是准备嫁给他吃糠咽菜，还是准备让他入赘梁家？”梁雨柔咬了咬牙，看向沈旭：“即便是吃糠咽菜，我也认了。”梁成被他这话气得脸色铁青，扬起手就想朝他脸上扇去，谁料梁雨柔昂起头，直视着他道：“您打吧，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打死算了。”听到孩子二字，一直默不作声的沈旭猛地转过头，不可思议地看着他，那神情仿佛在说：“这怎么可能？”忽而他脑海里想起半个月前的那个晚上，他喝醉了，将他错认成了苏玉婉。难道就是那一晚？梁成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脸色倏地变了，气得连手指都在发抖。我梁成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随即又转身狠狠一脚将沈旭踹倒在地。你这个畜生，竟敢在我府上做出此等禽兽之事，我打死你！梁成还想去踹，却被梁雨柔挡在了前面，红着眼哭求道：“爹，难道您想让女儿肚中孩子生下来没爹吗？”哭着哭着，梁雨柔又干呕了起来，紧接着直接晕了过去。柔儿再次醒来时，梁雨柔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沈婆子守在床边，见她醒了，面上露出欣喜来：“梁小姐，你可算醒了，怎么样？可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昨天晚上，沈宁跑回厢房，告诉他梁小姐怀了大哥的孩子，沈婆子都快乐疯了。她千盼万盼，可算是把孙子盼来了。梁雨柔并没有过多情绪，只是问他沈大哥呢？沈婆子答道：旭根被梁大人叫去了。闻言，梁雨柔面上顿时紧张起来。难道爹还是执意要分开他和沈大哥吗？不行，他还是得去看看。刚要起身，却感觉小腹传来一阵疼痛，他连忙捂住肚子。见状，沈婆子连忙去扶他。哎呦喂，苏小姐，您可慢着点，这女人刚怀上孩子，头3个月胎还没坐稳，务必要小心着。他老沈家好不容易有了后，他可得对梁雨柔盯紧点。这梁小姐性子如此冲动，万一要是磕着碰着他的大孙子可咋办？梁雨柔才刚下地，却见梁成大步从门口跨了进来。身子不舒服就好好躺着。他脸上还是冷绷着，语气里却是带了一丝关心。沈婆子见状，默默地退了出去。梁雨柔没见到沈旭，心里很是不安。爹，沈大哥呢？您把他赶走了吗？梁成见他这样，深深叹了口气，真不知道那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放心吧，爹没有赶他走，叫他去书房是商量你们俩的婚事。爹，您说的是真的吗？梁雨柔激动地睁大了双眼。你既都怀了他的孩子，爹难道还能骗你不成？梁成替他掖了掖被子，昨晚他确实很生气，但看见女儿晕倒，又听大夫说女儿的胎相不是很稳，受不得刺激，心疼的不行，无奈之下才改变了主意。自己就这么个女儿，即便对沈旭再失望，也改变不了他是孩子父亲的事实。而沈旭仕途无望后，这2个多月来一直如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常常以酒来麻痹自己，不愿面对现实。昨晚在听到梁雨柔说她怀了他的孩子后，竟有了那么一丝清醒。从梁成书房出来后，沈婆子又把他拉到了一旁。旭根儿，娘知道因为苏玉婉的事对你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谁也不知道她竟如此大有来头，会是丞相的女儿。如今雨柔怀了你的骨肉，你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梁老爷已经答应了你们的婚事，往后你可要为了孩子振作起来。孩子，沈旭嘴里喃喃着，那灰暗的眸子里渐渐染上了一丝明亮。第63章拜访。这天，苏玉婉正坐在窗前描绘花样图案，从春眠口中得知了沈旭即将大婚的消息。他颇有些意外，原以为沈旭仕途无望，梁成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真是没想到。春眠又凑在他耳边说：小姐，听说原本那梁大人都准备让2人退婚了，结果没想到梁小姐已经怀了沈旭的孩子，这才为2人筹办了婚事。怀孕了？难怪，这便也就能解释通了。苏玉婉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又问春眠：那母女俩最近可有什么动静？春眠回道：叶枫派人暗处盯着呢，母女俩除了待在梁府照顾梁小姐，倒是没什么动静，让叶枫继续盯着。是，小姐。勾勒完最后一笔，苏玉婉拿起图样，问春眠：怎么样？这花样子好看吗？春眠眼前一亮，点头道：好看，小姐您的手可真巧。毕竟前世行商多年，在松阳县接触过不少富家小姐，了解她们喜欢追逐时兴的款式与花样。她闲着没事的时候，便会研究新花样。把这个寄去清水镇，给三娘。是，小姐。趁着如今铺子生意好，再推出一些时兴款式，增加一下销量。紫渊端着盆进来，苏玉婉进了手后，白露端来厨房刚炖好的参汤。苏玉婉才喝了一口，就见苏夫人走了进来。娘，她放下勺子，忙起身去搀着。苏夫人笑着拍拍她的手，娘让厨房做了些点心，咱们娘俩一块尝尝。好啊，正好女儿也饿了。苏玉婉扶她在软榻上坐下，又让紫渊去把前2日江小姐带来的梅子酒拿出来，给苏夫人倒了一杯。苏夫人闻到这梅子酒的味道，便知道是出自江府。苏玉婉惊讶地道：娘，您怎么知道？我与那江夫人自年幼便是闺中好友，年轻那会儿，她时常邀我去她家喝这梅子酒，只是后来我这身子不好，便没再喝过她酿的梅子酒了。苏夫人说起这段往事，面上露出些许愧疚。她与江夫人不仅闺中时便要好，2人各自为家后也经常相聚，只是自从苏玉婉年幼时被掳走，苏夫人便寻无果后，便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这期间，江夫人曾多次前来探望，那时的小江源十分黏着江夫人，便跟着一块儿去苏府探望苏夫人。可苏夫人当时因为没能保护好女儿被掳走的事，导致有些精神失常，见到江源便会想起自家女儿，哭得很是厉害。江夫人怕勾起她的伤心事，之后便很少带江源上门了，但还是会经常关心苏夫人的身体状况。苏玉婉才知道，原来自己被掳走之后，娘也因此受了不少折磨。她握住苏夫人的手，宽慰道：女儿如今回来了，娘也该疏散心结，把身子养好，让女儿好好陪着您，孝敬您。苏夫人温婉一笑：好，娘听阿婉的。随即苏玉婉又道：娘既说很久没喝过这梅子酒了，今日便浅尝一口吧。女儿试过了这梅子酒度数极低，于身子无碍。好。苏夫人端起杯子浅啜了一口，江夫人酿的梅子酒还是那么好喝。
苏玉婉笑说：“江小姐上回一共带了2壶来，我正愁着是不是也该登门拜访，给江小姐送些回礼。正好娘来了，就帮女儿参考一下吧。”提起江源，苏夫人脸上的笑意便深了深。江源幼时随她娘来府上时，见到苏夫人看到她就总是流泪，她便问自家娘，听娘说苏伯母的小女儿被坏人掳走了，才会这么伤心。她便送了一颗自己最喜欢的糖给苏夫人，小小的人儿还安慰苏夫人不要难过。因此苏夫人对她很是有印象。娘太久没出门了，对她如今的喜好不太清楚，不过倒是记得江小姐从小便喜欢吃甜食。喜欢吃甜食，苏玉婉回想了一下，难怪上次江小姐来府上很喜欢吃厨房做的糖心酥，不如就做些甜甜的点心送去给她。隔日，苏玉婉从库房挑了一件首饰，又让厨房做了些精致的点心，和苏夫人一块出了丞相府。来到尚书府时，门口停着一辆马车，看样子今日尚书府有客。门房小厮见是苏夫人和苏小姐，便立刻将人迎了进去。前厅里，江夫人正和武安侯府萧夫人说着话，听到下人通禀苏夫人来了，很是高兴，快将人请进来。苏夫人和苏玉婉进到厅内后，江夫人走上前来，笑道：“苏夫人，难得见你能出门，快请坐。上回江小姐到府上送了梅子酒，阿婉便一直想着上门拜访，见萧夫人也在，苏夫人含笑看向她，没想到府上有客，没叨扰到你们吧？”萧夫人面带微笑：“苏夫人哪里的话，方才我和江夫人正好聊到许久不见你露面了，没想到你就来了。”瞥眼瞧见她身旁站着的苏玉婉，萧夫人目光一亮，称赞道：“这便是苏家小姐啊，果真是气质不凡。”萧夫人是随父上过战场的女人，一眼就看出了苏玉婉身上那不同于其他世家小姐的独特气质。她身形虽娇弱，那双眼睛却透着坚韧与沉稳。苏玉婉莞尔而笑，冲萧夫人和江夫人施然行了一礼。玉婉见过萧夫人、江夫人。江夫人也打量着她道：“难怪元儿说苏小姐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今日一见，果真是个好孩子。”面对2位夫人的夸赞，苏玉婉谦虚一笑，2位夫人谬赞了。这时江源从外头跑了进来，先是给萧夫人和苏夫人行了礼，而后笑着走到苏玉婉身旁：“苏小姐，我正想着你呢，你就来了。”江夫人笑着嗔怪道：“瞧你跑得一头汗，哪像个大家闺秀？”江源笑眼弯弯，掏出帕子擦了擦汗：“好了，苏小姐难得来府上，你便带着她去玩吧。”江夫人对江源道：“好。”江源笑着看向苏玉婉：“江小姐，咱们去花园吧。”第64章断袖之癖。出了前厅，江源便带着苏玉婉往花园方向去。从他口中，苏玉婉得知萧夫人今日是带着萧灵业上门赔罪来了。上回武安侯府举办的宴会，萧灵业作为主角却没有出现，害得各家小姐空等一场。江源当时也受邀在列。不过苏玉婉就纳闷了，参加宴会的世家小姐这么多，难道武安侯夫人每一家都上门去赔罪了吗？江源却摇头说道：“倒也不是，听说萧夫人给别家小姐都送了礼，却不知为何独亲自带着萧灵业来了尚书府。别家小姐都是送礼，到了江源这儿，萧夫人却领着自家儿子亲自上门赔罪。”苏玉婉似是想到了什么，笑着看向江源：“莫非在这些世家小姐中，萧夫人更为中意江小姐？”江源听了他的话，先是一愣，后连忙道：“苏小姐，你可别误会，或许只是萧夫人的意思，但我和那位萧小侯爷可都对彼此没有这个意思的。”见他如此紧张激动的解释，苏玉婉就更纳闷了，难不成江小姐还怕他误会什么不成？江源挽着他的手，低声说：“况且那位萧小侯爷也不一定喜欢女人吧？”苏玉婉一怔：“不喜欢女人？苏小姐没听说吗？”江源小声地道：“萧夫人为了自家儿子的亲事，可谓是操碎了心。可这位萧小侯爷呢，对萧夫人介绍的世家贵女都不感兴趣，反而整天和那宁国公府的宁世子厮混在一起。久而久之，这京都城便流传出萧小侯爷有断袖之癖的传闻。”断袖之癖？苏玉婉面露震惊，难不成当日宁嬷嬷和他说的，让他见了萧小侯爷离他远些，便是这个原因吗？两人走到了花园，老远便听见里头传来剑气打斗声。待走近了些，便看见2个年轻男子持剑在切磋。那是萧小侯爷和我大哥。江源无奈解释道：“他们2个只要凑到一块儿，就喜欢比试切磋。”苏玉婉往打斗声处看去，萧灵业今日穿着一身干练的蓝色锦袍，乌发用玉冠高高竖起，手持一柄青红剑，英姿勃勃。而他对面的男子江源的大哥江凡身穿灰色锦缎长服，五官硬朗，身手矫健有力，与萧灵业不相上下。江源拉过苏玉婉：“这里打斗声太吵了，咱们去荷花池那边的亭子里坐吧。”苏玉婉点头，跟着江源往前走去。余光瞥到前方而来的一抹倩影，江凡一个不留神，手中的剑朝来人飞了出去。萧灵业反应及时，腾跃而起，用手中剑打飞了即将刺向苏玉婉的剑。他修长挺拔的身躯立于他面前：“苏小姐，没吓到你吧？”说没吓到是假的，
苏玉婉只是觉得可以躲开，便没表现得这么明显。她淡笑着冲萧林业摇了摇头，没事，多谢小侯爷。萧林业稍稍挑眉，眸光落在他那波澜不惊的脸上。这苏家小姐真是奇了，剑都快要穿破，喉咙了却，还能如此面不改色。反观一旁的江源倒是吓得不轻，脸色都白了。他皱眉看向自家大哥，大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万一这件伤到苏小姐怎么办？江凡连忙走上前来，对苏玉婉表达歉意，实在不好意思，都怪我方才走神了，没吓到你吧，苏小姐。苏玉婉笑着摇头，没事，江大公子无需自责。江源看着两人，语气微微带怒道，下回不许你们在花园舞枪弄棒了。好好，下回换个地方。江凡笑着答应，目光又落到了苏玉婉身上，他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苏小姐，今日实在是不好意思，希望没有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不会，江公子无需介怀。苏玉婉再次道，那咱们走吧。江源挽着苏玉婉的手，朝荷花池那边去了。看着二人离开，江凡问萧林业，萧兄，方才那苏小姐莫非就是丞相府那位不久前才找回来的千金？萧林业捡起地上的剑扔给他，不错，就是她。江凡接过剑，又再次看向荷花池那边，这位苏小姐给人的感觉很不一般。闻言，萧林业眉梢高挑，看了看江凡，又看向前方亭子里的那抹身影，若有所思的勾唇一笑。这边江源和苏玉婉进了亭子，丫鬟们便端上了茶水和苏玉婉带来的点心。苏玉婉将点心推到江源面前，这是今早我让府上厨房做的，你尝尝，看起来很精致可口的样子，那我就不客气了。江源拿起一块，咬了一口，顿时双眼放光，里头的夹心竟然是他最喜欢的桂花蜜糖。他惊喜地看向苏玉婉，苏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款点心？苏玉婉当时只是让厨房做些夹心糕点，没想到正是他喜欢的，倒是意外之喜。原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江源吃完一块后，露出十分满足的表情，很好吃，真是谢谢你了，苏小姐。说完，他眼睛像月牙般弯起。对了，苏小姐，我有个不情之请。苏玉婉浅浅喝了一口茶，说道，说来听听。你能不能教我刺绣？苏玉婉笑道，可以啊，你想学绣什么？江源面上隐隐泛起一抹红晕，我想绣荷包。可以。苏玉婉放下茶盏，看向他，那荷包上面你想绣什么图案？江源想了想，道，就绣鸳鸯吧。鸳鸯？苏玉婉一顿，一般荷包绣鸳鸯多是给心上人或是夫君，乔江小姐这一脸娇羞的模样，想必是有了心上人了。看来这荷包意义非凡，那她可得好好教。很快，丫鬟拿来了绣线和绣绷子，苏玉婉在绸布上描绘出一对鸳鸯戏水，又穿针引线教江源如何下针。两人在亭子里刺绣的画面落在不远处阁楼上倚窗而立的萧林业眼里，想起方才那苏家小姐面临危险却从容不惊，气度沉稳的模样，他嘴角微不可察的翘起一抹弧度，不愧是能决然写下休夫书的女子，果真是奇。第65章新婚。6月20，梁府嫁女。因沈旭如今身份敏感特殊，这场婚事梁家并不敢大办，连宴席都没有摆。沈旭既没官职又没积蓄，梁成为恐女儿嫁给他受苦，便自己掏钱在城南给女儿置办了一套2进宅院，作为小两口的婚宅。一阵鞭炮声过后，梁雨柔拜别父亲上了花轿，大红盖头下的她画着精致的妆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手轻抚在小腹上，憧憬着婚后美好的未来。作为新郎官的沈旭驾于高头大马之上，穿着一身大红喜服，胸前挂着大红绸花，脸上却毫无半分笑意。接亲队来到城南沈宅，门口倒是站了不少人围观。沈宅这块匾是梁雨柔为了顾及沈旭的尊严让父亲置办的，她深爱这个男人，愿意为了他付出所有。按照程序，沈旭抱着他跨进了沈府大门。府上亦没有摆宴，梁大人特别交代了，一切须得从简，万万不能再惹皇上不快。沈婆子作为婆母，早就穿戴整齐，端坐在上首位置等候着了。沈宁亦是精心打扮了一番，站在沈婆子身旁，只不过脸上依旧蒙着面纱。这会儿见到小两口走进来，沈婆子笑得合不拢嘴。小两口拜堂时，梁雨柔却没有对沈婆子下跪磕头，一旁的沈宁见状，出声提醒她应该跪拜婆母，但梁雨柔却说，还请娘见谅，大夫说我这胎相不稳，不能做太大幅度的动作，怕伤及胎儿。沈婆子脸上的笑意微顿，勉强笑着说道，不打紧，身子要紧。梁雨柔作为心腹没有跪拜婆母，沈婆子心里多少有些不满的，但不满也无可奈何。谁让她是吏部侍郎家的千金小姐，如今沈旭没有官职，这一家老小都指着梁家过日子，沈婆子就是有不满，也只能憋在肚子里。拜完堂后，沈旭送梁雨柔回了婚房。沈宁气哼哼地走到沈婆子面前，娘，这梁雨柔分明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
什么胎相不稳都是借口，只是跪拜而已，哪就会伤到孩子了？沈婆子叹了口气，行了，你大哥现如今好不容易再成家，又有了孩子，往后你与你大嫂好好相处，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咱们沈家如今的处境，可处处都得仰仗着他。沈宁一噎，只好答应道：“我知道了。”优越阁内，沈旭将梁雨柔扶到喜床坐下，满屋刺目的红让他莫名的有些烦闷，转过身想出去透透气。相公，你要去哪儿？却被梁雨柔叫住了。沈旭头也没回，只说屋里闷，想去外头透一下气。那你早些回来，今日是咱们的新婚夜。梁雨柔声音娇柔轻软，听得人浑身酥麻。沈旭说罢，打开门走了出去。走在庭院里，沈旭满心烦闷。这些日子以来，无人知道他遭受了多少冷眼与嘲笑，有时候连他也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错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不该娶苏玉婉，便不会发生这一切了。当时的他只是觉得苏玉婉能挣钱又顾家，再者可怜他孤身一人无去处，才会答应娶她，并非是因为男女之情而娶她。来到京城后，他承蒙梁大人收留关照，认识了明艳娇媚的梁雨柔。在梁雨柔身上，他感受到了在苏玉婉身上从没有过的温柔与体贴，这让他不禁心生悸动。当他金榜题名，被皇上钦点为新科状元那刻，越发觉得苏玉婉小商贩的出身配不上他，所以才会在梁大人的询问下选择了隐瞒。不料梁大人会将自己女儿许配给他。当时的沈旭也觉得自己如今的身份就该梁小姐这样的大家闺秀才配得上，这才会写下了那封休书。他并非无情无义，实在是对苏玉婉毫无感情，不想如此将就过一生。他并未碰过她，即便是他离开了沈家也可以再嫁，可却没想到他性子这么烈，不仅列举了3条罪状，写下休夫书，还将此事都闹到了京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苏玉婉竟是苏丞相那被掳走10多年的女儿。难怪梁大人说，在朝堂之上，苏丞相处处针对梁家，每当梁成进言为他求情的时候，苏丞相总会出来阻止。苏玉婉这是要报复他。姑爷，丫鬟佩儿走了过来，小姐问您好些了没？什么时候回去？沈旭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去帮我取壶酒来。”可是姑爷，怎么，我使唤不动你了？不是，奴婢这就去。没多会儿，佩儿拿来了一壶酒，此前小姐交代过让她少喝酒。佩儿小声道：“姑爷，小姐有孕在身，您还是少喝些吧。”沈旭却冷冷看了他一眼：“没你的事了，下去吧。”佩儿无奈转身离去了。在石凳坐下，沈旭提起手里的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婚房里，梁雨柔等了许久还不见沈旭回来，心里泛起了担忧。他自己掀开盖头，叫来了佩儿。姑爷呢？佩儿面露紧张的回道：“小姐，姑爷他在前院喝酒。”梁雨柔一听，顿时怒了：“不是让你看好他吗？怎么又喝上了？”佩儿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小姐，是姑爷非要让奴婢去拿酒，奴婢。”废物！梁雨柔狠狠剜了他一眼，抬脚出了房门。来到前院时，沈旭已经醉趴在石桌上。相公梁雨柔上前去扶他，却瞥到沈旭手里攥着一条帕子。他皱了皱眉，伸手把帕子从他手里抽了出来。待看到那帕子上绣着的续字，他脸色倏地变了。这帕子分明是女人绣的。听说沈旭之前的妻子，如今的苏家2小姐绣技十分精湛，想来这帕子是苏玉婉之前给他绣的。看了一眼醉得不省人事的沈旭，梁雨柔捏着帕子的手紧了紧。都已经和他成亲了，竟还留着与那个女人有关的东西，他把他梁雨柔当什么了？第66章妖帖。沈旭大婚的事并没有对苏玉婉造成影响，反倒苏胜和苏夫人怕自家女儿听到消息会难过，送了不少珠宝首饰来给她以示安慰。苏玉婉哭笑不得，沈旭这样的男人哪会值得她伤心难过？她最近收到罗三娘的来信，说新图样很受女客们的喜爱，玉秀阁接了不少活儿。为了再把生意扩大些，她让春眠出去打探一下京城中有没有空铺出租。没想到苏夫人就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阿婉想要用铺子，怎么不跟娘说？苏夫人让宁嬷嬷把手里的匣子放下，打开后里面是厚厚一叠的地契田契。苏夫人将匣子推到苏玉婉面前，这里头有10多间铺子，家中不做生意，便都租赁出去了，大多都是临街旺铺，阿婉要用的话就拿去用。10多间？苏玉婉惊呆了：娘，咱们家居然有这么多铺子啊！苏夫人看着她笑道：这些啊，都是爹娘这10多年来为你攒下的嫁妆。竟然是给他攒的嫁妆！苏玉婉不由倒吸了口凉气，知道丞相府富贵，却没想到会如此富贵。这些田契地契看着怎么也有个20-30张。他让春眠打听过，在京城这样的地方，光一间普通铺子1年的租金便要100两银子，10多间铺子，光1年收租都能有1000多两，这可真是泼天的富贵啊！怪不得沈家人为了攀上吏部侍郎家的金枝，
会如此不择手段。只不过经历过生死的苏玉婉并没有再嫁人的打算了，她只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到足够多的银子，即便不依靠丞相府，也能自立自足。从匣子中拿了一张铺子的地契，她道：“女儿只是想把清水镇的生意扩展到京城，一间铺子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么多，其余的娘就拿回去吧。”苏夫人却说：“这些原本就是给阿婉传的，你便拿着吧，随你怎么支配。平日里您和爹爹还有大哥给阿婉送的那些珠宝首饰，都快把我这小院里的私库都塞满了，女儿怎可再拿这些？娘还是拿回去吧。”苏玉婉始终不肯接，苏夫人无奈，便说：“那好吧，娘就先给你攒着，若日后阿婉有了中意的男子，这便是你的嫁妆。”她打心眼里觉得自家女儿优秀，必然还能再遇良人的。苏玉婉却觉得良人难遇，与其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托在一个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因为外界诱惑而背叛自己的人身上，倒不如不去期盼，自己给自己安全感。苏夫人见自家女儿小小年纪就对男女之事彻底看淡，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必定是被那沈家小子伤得太深了才会如此。她握起自家女儿的手，用宽慰的语气道：“若是阿婉不想嫁人，爹娘养你一辈子，好不容易将你找回来，娘也不想阿婉再离开娘身边。只要爹娘不嫌弃，女儿便永远陪着爹娘。”苏玉婉靠在苏夫人怀里，难得发出一丝撒娇的语气。苏夫人心里甜得如蜜似的：“傻孩子，爹娘疼你还来不及，哪会嫌弃你？对了，宫里送来邀帖，皇后娘娘过2日在宫中设宴，邀了不少世家小姐一块进宫，你也在受邀之列。”苏玉婉微微蹙眉：“皇后娘娘设宴？”苏夫人点头：“太子已到及冠之年，却还未娶妻，皇后娘娘举办此次宴会，许是想从各世家贵女中为太子挑选一位太子妃。若是这样，皇后娘娘何必要邀她？如今全京城都知道她已经嫁过了人，再去出席这样的宴会，岂不尴尬？况且她也不喜欢参加宴会，每逢这样的宴会，必然是各大世家贵女们争奇斗艳的时刻，她的过往以及她的性格出现在宴会上，只会显得格格不入。”苏玉婉看向苏夫人：“娘，我不想去，能推掉吗？”苏夫人却有些无奈的摇头：“皇后娘娘身边的金嬷嬷说了，皇后娘娘让你务必要赴宴。”这话倒是让苏玉婉有些不解了，皇后娘娘为何让她务必要赴宴？一会儿娘让霓裳阁的芸娘来府上给你量尺寸，赶2套衣裳出来，到时宴会穿。苏夫人道。回过神，苏玉婉说：“娘，不用再做了，女儿的衣橱里还有许多新衣裳没穿过，那些衣裳都是前2个月做的。”苏夫人看着越发凹凸有致的女儿，笑道：“哪儿还能穿啊？”听到自家娘这样说，苏玉婉脸上不禁染上一抹红晕。刚回襄府那个月，她还瘦得跟竹竿似的，这才2个多月就被爹娘养得圆润了不少。那些衣裳确实穿着有些紧了。尚书府，江夫人同样收到了宫中送来的邀帖，送帖子的金嬷嬷笑着对江夫人道：“江夫人，皇后娘娘说了，让江小姐2日后务必要进宫赴宴。”“是，劳烦金嬷嬷跑一趟了，不如进来喝杯茶吧。”江夫人十分恭敬地对金嬷嬷道。金嬷嬷笑着：“不了，皇后娘娘还等着老奴回去回话。”说完便带着工人走了。江夫人拿着邀帖来到江园院子时，她正坐在窗前练习着刺绣，见她绣得专心致志，便悄声走到了她身后，没想到就看见女儿正在绣鸳鸯。江夫人眉头一皱：“媛儿，你在绣什么呢？”江源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江夫人吓了一跳，情急之下手里的针不小心扎到了手，顿时一滴鲜血滴落在绣绷上。她想藏已经来不及了。江夫人拿过她手里的绣绷子，又看了她一眼，见自家女儿脸上闪过一抹绯红，顿时猜出了女儿的心思，问她：“莫非你是有心上人了？”江源抿着唇没说话。“你这丫头连娘都不能说吗？难怪每次给她说亲事都推三阻四的，原来是已经有心上人了。”江夫人挑了挑眉，问道：“跟娘说说，是哪家的公子？”江源被问得脸通红：“娘，您就别问了，8字都没一撇的事，女儿可不想让人笑话。”江夫人露出惊讶：“这么说，你这还是单相思？娘您就别问了。”江源低眉垂眼，一脸的羞涩。江夫人见状，笑道：“好好好，娘不问了。对了，方才皇后娘娘身边的金嬷嬷送了邀帖来，说过2日皇后要在宫内举办宴会，邀请了不少世家小姐，让你也务必进宫赴宴。”江源皱眉：“可我不想去，她只想在家学刺绣。你不去不行，金嬷嬷说了，让你务必要赴宴，不去便是得罪皇后了。”江夫人说道。第67章才艺。江源本不想参加什么宫宴，但听说苏玉婉也在受邀之列，他想着有个伴儿，便同意了。2日后，各家贵女的马车陆续进了宫，皇后娘娘把宴会设在后御花园内，贵女们下了马车后，便由宫女带着去了御花园。苏玉婉下马车时，看到江源正站在不远处朝她挥手，她整理好裙摆后，便朝着江源走了过去。“苏小姐，还好你也来了，否则我一个人可要无聊了。”江源一见到苏玉婉，
便亲切地挽着他的手，双眼笑得弯弯。江源虽是尚书府千金，平日里却甚少与京城其他贵女们接触，向来独来独往惯了。与苏玉婉结识，才让他有了归有的感觉。二人结伴，被宫女带着往御花园的方向而去。苏玉婉还是第一次踏入这巍峨富丽的皇家宫城，面上虽不显，心里到底是有些紧张的。绕过重重宫殿后，终于来到了御花园。皇家御花园果然不负盛名，花园占地位置极为广阔，亭台楼阁之间处处可见绚丽多彩的花海。各家贵女们都已经到了御花园北侧的翠微亭里落座了。在宫女的带领下，江源和苏玉婉也来到了翠微亭。见到苏玉婉，不少贵女们都笑着打招呼行礼，面上恭敬十足。但有不少贵女心中暗讽苏玉婉，一个残花败柳也敢来参加皇后娘娘为挑选太子妃而设的宫宴，简直是可笑。苏小姐、江小姐，你们二位的位置在这儿。小宫女安排二人坐到了左上手的位置，这可把不少贵女气得不轻。江源也就罢了，苏玉婉一个弃妇竟然能坐在这么尊贵、离皇后娘娘主位这么近的位置，于是不少贵女朝这边投来了不善的目光。苏玉婉无视那些眼神，只静静坐在自己的位置。皇后娘娘道。随着太监的高声通报，雍容典雅的秦皇后缓缓走进了翠微亭。亭中众人立即起身跪拜，臣女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秦皇后在上手坐下后，抬手道：“都起来吧。”谢皇后娘娘。贵女们落座后，秦皇后的目光先是落到了江源身上。江源今日身穿一袭浅蓝色衣裙，头上簪着金丝八宝攒珠钗，整体装扮清爽而不失贵气。秦皇后眸中露出一丝满意的笑，随后目光又移到一旁的苏玉婉身上。苏玉婉今日穿着一袭淡黄色百褶素裙，发髻上只简单簪了一根梅花银簪，可谓是全场最素的装扮，与其他那些精心打扮满头钗环的贵女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婉今日这身打扮很衬你的肤色。秦皇后看着她赞许的笑道。苏玉婉拱手回道：“谢皇后娘娘夸赞。”这么多贵女，皇后娘娘独夸了苏玉婉，这不免让那些本就对苏玉婉有成见的贵女们觉得她就是故意穿得这么素好，引起皇后的注意。抬眸间再次感受到对面投来怨恨的目光，苏玉婉都有些无语了。今日皇后为太子选妃，她本无意与这些贵女们争辉，奈何有人将她视作了眼中钉。这时上头的皇后娘娘开口道：“今日本宫邀各位小姐到宫中一聚，一来是邀大伙儿一同欣赏御花园新开的花，二来听闻咱们京城的世家小姐们各怀才艺，本宫也想见识见识。”听到才艺二字，贵女们都昂首挺胸，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皇后娘娘既然提到了才艺，那必然是想让各家小姐来个才艺大比拼，也许夺冠之人便有机会成为太子妃，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展示自己的大好机会。于是忠永侯府的田小姐第一个起身，为皇后娘娘展示她新学的舞蹈。其他贵女们一边看一边准备自己要表演的才艺，只有苏玉婉和江源二人静静地看着表演，喝着茶，没有半点要加入的意思。苏玉婉琴棋书画舞一样不通，不想登台出丑，江源则是对选妃什么的没有兴趣，不想参加。秦皇后在看贵女们表演的同时，也观察着苏玉婉和江源二人的一举一动，见二人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态度，她心里很是满意。若论身份，苏玉婉身后有苏胜这一大势力，若她成为太子妃，有了苏家的扶持，轩儿的太子之位便能彻底稳固。只是苏玉婉毕竟嫁过了人，如此身份进入皇家，只怕要遭世人耻笑。江源身为礼部尚书嫡女，虽家中势力不及相府，但她的样貌气质都是上佳的，若为太子妃倒也是不错的。苏玉婉注意到了秦皇后对江源的注视，看起来皇后似乎对江小姐很是赞赏。江源也感受到了，他微微皱了皱眉，心里涌起一阵紧张。台中各家小姐都已经表演完毕，秦皇后的目光落在了苏玉婉和江源二人身上。你们二人准备展示什么才艺？苏玉婉起身回话：“还请皇后娘娘恕罪，臣女自小在农家长大，并不会什么才艺，就不献丑了。”闻言，秦皇后也不为难她：“坐下吧。”哼，不会才艺还来参加什么宴会，真是丢人。坐在苏玉婉身后的贵女小声嘲讽她道。另一旁的贵女接话：“哎呀，姐姐你何必为难人家？苏小姐从小干的是洗衣做饭挑水砍柴的活儿，不会才艺很正常的呀。”妹妹说的也是，哈哈哈。面对二人的冷嘲热讽，江源气得不行，回过头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苏玉婉朝江源微笑摇头，没事，她压根都没把二人的话放在心上。这时秦皇后又看向了江源，听闻江小姐琴艺绝佳，不知可否为在场众人演绎一曲。江源捏了捏帕子，回道：“那臣女就献丑了。”很快宫女们抬上了一架古琴，江源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开始了弹奏。苏玉婉才知道江源的琴艺这么好，他弹奏的曲子婉转悠扬，犹如灵籁泉韵，让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世家贵女们纷纷露出不安的神情来，
江源的曲子弹得太好了，几乎把他们的表演都压下去了。却在这时，婉转的曲音突然跑了一个调。第68章落水。庭中顿时传来贵女们的哄笑声。哎呀，还以为江小姐情义无双，原来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就是曲子跑调这么严重，这样的情技也敢拿到台面上来，也不怕丢人。贵女们一个个露出嘲笑的表情，同时也在心里松了一口气。江源出了这么大的糗，这下就没资格和他们争了。秦皇后微微蹙眉，眼神瞥向那些出言嘲讽的贵女们身上。贵女们见状，立刻闭上了嘴。江源这才站起身来，在秦皇后面前跪下：“皇后娘娘恕罪，臣女技艺不精，让大家见笑了。无妨，本就是闲来娱乐。你一时紧张弹错了调，也不是什么大事。”秦皇后说罢，让她回了座位。谢皇后娘娘。江源坐回坐席后，端起茶杯浅啜了一口，同时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一旁的苏玉婉看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地笑了笑。他看得真切，江源方才弹得好好的，却故意弹错了一个调，想必是怕皇后娘娘看中他，才会故意如此。看来江小姐心中确实已有了心上人。午时已过，秦皇后问身旁的金嬷嬷：“太子怎么还没来？”金嬷嬷回道：“娘娘，皇上今日召了武安侯父子进宫议事，太子也被皇上叫去了。”武安侯进宫了？莫非是为了边疆战事？近日南疆边界动荡不安，西起蠢蠢欲动，皇上为了此事忧心不已。这时候宣武安侯进宫，恐怕是要派兵南征。只是为何连太子也叫去了？莫非皇上有意让太子领兵？既然皇上召他有事，那便算了。说罢，秦皇后对众位贵女们道：“这御花园里的花开得甚好，大家可自由观赏，就不必在此居着了。”谢皇后娘娘。秦皇后发了话，大家便出了亭子，在御花园里闲逛观赏了起来。苏玉婉和江源一道出了翠微亭，往湖心亭的地方走去。路上，苏玉婉笑着问江源：“江小姐方才故意弹错调，可是怕皇后娘娘看中你？”江源弯唇一笑：“什么都瞒不过你。”苏玉婉又打趣他：“以你的条件，即便不同那些贵女争，也能入皇后的眼。你故意如此，想必是为了心中那人吧？”说到这个，江源耳根不禁泛红，连心跳都快了几拍。观察到他脸部变化，苏玉婉不禁挑眉笑道：“能让你如此，看来那人不简单啊。”江源脸更红了，活像一颗熟透的苹果。他攥着帕子，羞赧道：“苏小姐，其实我喜欢的那人，你也认识？”苏玉婉惊愣一瞬：“我也认识。”然后就在脑海中回想自己来京城后所认识的男子。两人站在石桥上，没注意到远处走过来的田玲。见到江源和苏玉婉，田玲就气不打一处来。方才宴会上，皇后娘娘看江源的眼神，分明是很满意于他。这场宴会本就是皇后娘娘为了给太子殿下选妃而举办的，她跳的倾城舞这么好，皇后没有一句赞赏，却对江源这个贱人多有维护。不行，她不能让这个贱人抢走她的太子妃之位。走到湖边时，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田玲眸中闪过一丝阴鸷。桥上的苏玉婉还在努力猜想江源所说之人，余光就瞥见田玲走上了桥来。田玲面上笑着朝二人打招呼，却在走到江源身旁时，假装没站稳，往江源身上挤去。江源站在石桥边缘，被田玲这样一挤，整个人重心不稳，往后倒去。扑通一声，有人掉进了湖中。啊！救命啊！湖边路过的宫女见状，忙跑去叫人。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落水了！宫女一边跑一边喊，没注意来人，撞了上去。抬起头，发现是太子殿下和萧小侯爷，宫女吓得连忙跪下：“太子殿下恕罪，小侯爷恕罪。”太子慕容轩冷峻的脸上眉头紧皱：“你刚才说有人落水了，在哪里？”宫女：“就在前边湖心亭，好像是苏家小姐。”具体他也没看清是谁，只是听到有人喊苏玉婉，应该就是苏小姐落水了。苏小姐。慕容轩身旁的萧灵叶一拧眉，当即朝湖心亭跑去。哎，萧灵叶、慕容轩见状也跟了过去。来到湖心亭时，远远便见到湖中有一女子在扑腾。萧灵叶见状，不假思索便要跳水救人，却瞥到湖边站着两位女子，其中穿淡黄色衣裙的正是苏玉婉。萧灵叶一愣，他身后慕容轩正好带着几名太监赶了过来，萧灵叶便让太监下水去救人。很快人辈就上来了，慕容轩认出那女子是田家小姐，并不是苏玉婉，于是挑眉望向萧灵叶：“萧灵叶，你好像很关心我那位小表妹啊。”萧灵叶脸上露出懒散随意的笑：“太子殿下想多了，我只是听说御花园的湖很深，怕落水之人有事罢了。”“哦，是吗？”慕容轩剑眉微挑，似信非信地看着他。一旁的苏玉婉和江源见到二人，便上前来恭敬行了一礼：“你便是玉婉表妹吧？”慕容轩看向苏玉婉，他虽没有见过这位表妹的面，但一眼就认出了，毕竟苏玉婉的容貌长相与萧夫人有7分相似。苏玉婉不卑不亢地回道：“回太子殿下，臣女便是苏玉婉。”慕容轩点点头，眼神不着痕迹地看了身旁的萧灵叶一眼。
被救上岸的田灵儿呛咳几声后恢复了意识，看到慕容轩，他立即上前挤出2滴眼泪来：“太子殿下，请太子殿下为臣女做主，方才我是被人推下水的。”听到这话，慕容轩与萧灵叶对视了一眼，随即问他：“谁推你下水？”田灵儿立即指向江源：“就是这位江小姐推我下水的，臣女不知江小姐为何如此狠毒，还请太子殿下为臣女做主啊！”听到这话，苏玉婉和江源都皱起了眉。刚才田灵儿在桥上站不稳，差点把江源推下水，幸好苏玉婉眼疾手快，及时拉住了江源，倒是田灵儿扑了空掉进了湖里。这会儿居然在太子面前倒打一耙。慕容轩看了苏玉婉身旁的江源一眼，眸光微微动了动，直接对田灵儿道：“田小姐，这其中恐怕是有什么误会。江小姐的为人本太子清楚，是绝不会做这样的事的。”第69章追杀。听到太子这样维护江源，田灵儿都傻眼了，心里更加记恨上了江源。她哭得更加大声了：“太子殿下，臣女没有说谎，臣女真的是被江小姐推下水的，殿下一定要好好惩治一下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苏玉婉问她：“田小姐口口声声说是江小姐把你推下湖里的，敢问田小姐，江小姐为何要这么做？”田灵儿假装抹了把眼泪，抽抽噎噎地道：“还能为什么？她自己在皇后娘娘面前丢了丑，肯定是嫉妒我舞跳的比她好，才会伺机报复。”这话一出，在场众人都一脸忍不住憋笑的神情，尤其是萧灵叶，那长睫下一双戏谑的眸子斜看向他。田小姐确定不是落了水，脑子糊涂了？田灵儿一噎，脸色涨得通红。太子和萧小侯爷竟然都帮着这个女人说话，这个江源果真是个狐妹子。这时候江源走上前来，冷冷看着田灵儿：“田小姐，方才在桥上分明是你故意往我身上挤，差点害我落湖，好在苏姑娘及时拉了我一把，你自己害人不成，还反过来倒打一耙，这难道就是忠勇侯府的教养吗？”你！田灵儿气得不轻，扬手就要朝江源脸上打去，却被慕容轩伸手扼住了手腕。“田小姐，这里是皇宫，容不得你放肆！”说罢狠狠将他甩到了一边。被慕容轩当着这么多人呵斥，田灵儿只觉羞愧难当，狠狠瞪了江源一眼便跑开了。田灵儿走后，慕容轩看向江源，声音柔和了下来：“江小姐，没事了。”江源朝慕容轩行了一礼，语气恭敬地道：“多谢太子殿下解围。”慕容轩面含笑意，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他脸上。感受到慕容轩的盯视，江源微微垂下了头。“太子殿下，皇后娘娘请您到凤仪宫去一趟。”这时一个小太监走了过来，收回视线，慕容轩对萧灵叶道：“小侯爷，今日恐怕无法与你对弈了，不如改日如何？”萧灵叶微微点头，正事要紧。慕容轩走后，苏玉婉和江源也打算出宫了，这些贵女们各怀心思，实在是不好惹。两人才迈出步子，就听到萧灵叶的声音自身后传来：“苏小姐，那位田小姐向来性子跋扈，往后你们可得小心了。”闻言，苏玉婉背对着他回了一句：“多谢小侯爷提醒。”便和江源一块走了。出宫门的时候已是下晌，想起临出宫前萧灵叶的话，苏玉婉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便让江源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先送他回尚书府。马车内，江源拉过苏玉婉的手，用感激的语气道：“苏小姐，今日真是多亏你了，要不是你眼疾手快拉了我一把，恐怕掉进湖里的就是我了。”苏玉婉拍拍他的手：“咱们都这么熟了，无需这么客气。”江源看着他，突然道：“我以后也叫你阿婉可好？”“当然可以了。”苏玉婉莞尔一笑。砰！两人正说着话，只听见外头传来一阵响动，紧接着马车剧烈颠簸了一下，两人差点被甩出了马车。怎么回事？苏玉婉一手扶着车厢内部，一手护着江源，待马车平稳停下来后，朝外头问道：“小姐，别出来，有刺客！”春眠的声音传来。刺客！苏玉婉和江源同时一愣，他伸手撩开半边帘子去看，只见马车被一群黑衣蒙面人逼进了一个胡同，这些黑衣人个个拿着刀，把马车围得水泄不通。春眠护在马车前，眉头皱得死死的。这些黑衣人少说也有10-20个，还个个带刀，他哪里对付得了啊？无奈在心里呐喊叶枫的名字。这个时候，要是叶枫在就好了。忽然，右边房顶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后一身侍卫装扮的叶枫从房顶跳下，落在春眠前头。春眠眼前一亮：“叶侍卫，真的是你？”叶枫紧紧盯着眼前的黑衣人，对春眠道：“带小姐先走，这些人交给我。”“知道了，你小心点。”春眠跳上马车，趁叶枫和黑衣人打斗在一起，他狠狠一挥鞭，将马车驱出了胡同。然而出了胡同，还没走多远，前头又冒出来一伙黑衣人。春眠无法只得绕路，在黑衣人的追逼下，驶进了百福巷。马车上，江源紧紧皱着眉，难道是田灵儿雇来的杀手？苏玉婉觉得也不无这个可能。萧灵叶说过，田灵儿嚣张跋扈，让他们要小心些。可谁也没料到田灵儿会如此狠毒，竟然雇了这么多杀手。眼看马车已经驶到了巷子尽头，可那些黑衣人依旧穷追不舍，
江源对苏玉婉道：“这些人是冲我来的，阿婉你和春眠先走吧。”苏玉婉当即拒绝：“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人？别急，也许叶枫很快就来了。”马车驶到尽头后停下，春眠跳下车，左右环顾了一下，从地上抄起一根棍子，与追上来的黑衣人打在了一起。奈何黑衣人人数太多，春眠又不会武功，只用一身蛮力与他们抗衡。一个黑衣人钻了空，跳上楼顶，腾空一跃，手中的长刀狠狠朝马车车厢劈了下来。砰的一声，车厢被破开，江源惊慌失措地与苏玉婉跳下车来。黑衣人只认准了要画花穿蓝色衣裙女子的脸，便扬刀朝江源挥去。苏玉婉见状，紧紧将江源护在身后，抬起脚一脚踢在黑衣人的裆部，黑衣人当即痛苦地捂着下身倒在地上。快走！苏玉婉拉着江源往一旁的小道跑去，谁知那里已经有2名黑衣人在等着了。身后春眠也被黑衣人打晕倒在地上，这会子几十个黑衣人都朝他们2人围了过来。江源见状，对那些黑衣人道：“别过来，田玲给你们多少佣金，我给10倍，不要伤害我们。”其中一个黑衣人笑道：“不好意思了，江小姐，我们并非雇佣杀手，而是死士。”死士？难怪身手如此凶猛。既然你们只是冲我来的，那就让苏小姐离开。江源一咬牙挡在苏玉婉前面，他不想因为自己连累了苏玉婉。苏玉婉却没有要抛下江源独自离开的意思，他死死盯着面前越来越逼近的黑衣人，眸光转了转，说道：“别动，此次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武安侯府的萧小侯爷，他很快就会来。”黑衣人一愣，那个在战场上让敌军闻风丧胆、死状凄惨的萧灵叶。他左右环顾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别挣扎了，今日你们俩谁也走不掉。”黑衣人猛地扬起手里的刀，朝2人冲了过去。千钧一发之际，一枚石子飞了过来，正中黑衣人手腕处。咣当一声，黑衣人手里的刀掉落在地上。谁？下一刻，一身冰蓝色锦袍的萧灵叶从屋顶上飞下，稳稳落在苏玉婉面前，长眉轻挑：“苏小姐，你换我。”第70章相救。苏玉婉微怔，她原本只是想借萧灵叶的名为叶枫多争取一些时间，没想到萧灵叶真的就在附近。黑衣人见状，怒骂了一声：“多管闲事，兄弟们上！”萧灵叶眸光一凛，以闪电般的速度偏身一躲，同时挥拳而出，夺过了黑衣人手里的刀，与其他黑衣人打斗在了一起。他出手迅捷，招式凌厉迅猛，招招直击黑衣人要害，片刻的功夫便将黑衣人都打趴在地。苏玉婉不禁在心里赞叹，不愧是15岁就成名的少将军，这身手除了武安侯夫妇，恐怕整个大景朝无人能敌。不好，他们要自尽！苏玉婉突然出声，指着前方一个趴在地上已经咬舌自尽了的黑衣人。萧灵叶迅速掐住身旁的黑衣人的下颌，迫使他张大嘴巴无法自尽。叶枫和春眠赶过来的时候，地上乌泱泱躺着一片黑衣人。“小姐，你们没事吧？”春眠跑到苏玉婉面前，担忧地问道。苏玉婉摇摇头：“没事，春眠你可有受伤？”“奴婢没事，只是被敲晕了而已。”“那就好。”叶枫在地上检查了一番后，走到萧灵叶面前，拱手道：“小侯爷，其余人全都自尽身亡了。”萧灵叶看了眼自己手上仅剩的一个活口，对叶枫道：“找根布条和绳子来，把他捆住，不要让他自尽了。”“是。”片刻后，叶枫在黑衣人嘴里塞了一大团布条，再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做完这一切，萧灵叶又对叶枫道：“你先把人押回去，交给相爷，我亲自送2位小姐回府。”叶枫犹豫了一下，随即拱手应：“是。”叶枫押着人离开后，苏玉婉走上前来，向萧灵叶行了一礼：“萧小侯爷，实在不好意思，先前那些黑衣人实在猖狂，为求自保，这才打着小侯爷的名狐假虎威了。”萧灵叶脸上的冷冽褪去，又换上平日里的肆意倦狂。“就这些？”苏玉婉一愣，又道：“还要多谢小侯爷的救命之恩。那你准备怎么献？”萧灵叶看着他，嘴角挑起一抹笑。这苏玉婉不答反问：“萧小侯爷想让我怎么献？”萧灵叶这样的人，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金尊玉贵的珠宝玉器什么的，想必他也不缺。苏玉婉还真不知道要送什么礼感谢他。这时，萧灵叶朝他靠近了一步，挑笑着道：“俗话都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苏小姐要报恩的话，不如就以身相许怎么样？”苏玉婉拧眉抬眸，萧灵叶完美无瑕的俊脸近在咫尺，薄唇斜斜勾起，凛冽桀骜的眼底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萧小侯爷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若是没有想好，那我们便先告辞了。苏玉婉面色不改，往后退了一步。见他像是生气了，萧灵叶立刻正色道：“这样好了，我听说苏小姐秀艺无双，不如给我做个香囊怎么样？”苏玉婉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要求，左右人家救了自己一命，只是一个香囊也不算过分，他便点头同意了。之后，萧灵叶亲自护送苏玉婉和江源各自回了府。苏玉婉才踏进襄府，担心了一天的苏夫人立刻上前拉着她上上下下查看，见她安然无恙，高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好好的，进宫一趟回来，怎么就遭遇了刺客？好在叶枫说萧小侯爷及时赶到，救下了阿婉和江家小姐，否则阿婉要是出了什么事，可让她怎么活？知道自家娘担心，苏玉婉拍拍她的手，笑着安慰道：“没事的，娘，别担心。”苏胜走过来，关心的看着自家女儿：“阿婉，你没事便好。叶枫回来便同爹说了今日的事，你放心，此事爹一定会为你做主，定不叫你受委屈。”他苏胜好不容易才找回来女儿，竟然有人如此胆大，敢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此事他必然要追问到底。父亲，您自己也要当心。苏玉婉知道钟永侯府一门都不是好对付的，尤其那位钟永侯田中，据说是个老奸巨猾的，仗着有功勋，如此纵女行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苏胜点点头，放心吧，爹会的。你今日受了惊吓，春眠快伺候小姐去休息一会儿吧。春眠应声道：“是，老爷。”回了松雪阁，紫渊和白露早早准备好了洗澡水和换洗衣服。苏玉婉舒舒服服泡了一个热水澡，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这才躺到了松软的雕花床上。早上起得太早，去了皇宫，又得小心应付着皇后和那些贵女，回来路上还被追杀，这一天过得真是胆战心惊，这会儿还真有些困意了。武安侯府，萧林烨回府后径直去了自己的隐月轩。他走进屋内后，脸上的神情立刻冷冽了下来。黑鹰，属下在。一抹黑影悄无声息出现在窗外。萧林烨眸光微凛，冷声开口：“一日之内搜集田中这些年来雇凶杀人的所有交易信息。”是。窗外之人应声后又悄无声息消失了。整理了情绪，萧林烨出了隐月轩，去了萧家祠堂。祠堂内供奉着大伯萧明峰、大伯母刘氏、堂哥萧安、堂嫂白氏的牌位。5年前敌国来犯，边境动荡，武安侯府大房二房齐齐上阵抵抗外敌。战争持续了3个多月，边疆战士死伤无数，因为援军迟迟没有赶到，驻守山海关的萧家大房一家3口均战死。二房萧明渊与夫人萧夫人以及年仅15岁的儿子萧林烨防守着黄崖关，也是险些送命。大战结束，边境防守成功，满城欢呼，萧家却陷入一片悲痛。堂嫂白氏得知公婆、丈夫战死的消息，悲痛欲绝，当晚便难产跟着去了。堂嫂去世前那悲戚震天的哭声，至今还让萧林烨难以释怀。这5年来才会逃避母亲安排的亲事。他很清楚，身为武将中有一日也会如堂哥那般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他不愿耽误好女子一生。第71章条件。萧夫人走进了祠堂，在牌位前上了3炷香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而后问萧林烨：“今日皇上召见，可是为了边疆战事？”萧林烨点头：“是，皇上有意让太子领兵前往，另命父亲担任主帅协助太子。皇上此举看来是想让太子立下功勋，日后好名正言顺继位。太子贤德表明，能力出众，被皇上器重也并不意外。”萧夫人点点头，看着供桌上的牌位，她道：“此次由娘跟随侯爷一块出征，叶儿就留在家中。”萧林烨不同意：“娘，上阵杀敌是男人的事，您不能去。”“怎么，叶儿是觉得娘不如男人吗？”“自然不是，在儿子心中，娘比男子还要英勇。”萧夫人一笑：“那便是了。女子不比男子弱，国家有难，身为女子也一样可以驰骋沙场，保家卫国。”萧林烨还是坚持道：“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这样的重任由儿子扛起便好，娘只需操持好家中事务就行。”“臭小子，长大了就连娘的话都不听了吗？”萧夫人又搬出了杀手锏：“不想让娘上前线也行，你早日成亲，给娘生个孙子或者孙女也行，反正娘不挑。”萧林烨：“怎么样？你要能做到，娘从此往后便不再上战场，安心在侯府做主母。”萧夫人挑了挑眉。萧林烨突然发现自家娘催婚催生子的手段可真是越来越高明了，他无奈撇嘴：“就不能换成别的条件吗？”萧夫人郑重道：“不能。”“好。”萧林烨亦郑重地道：“等平息了这次战争，凯旋之后，儿子便娶妻成家。”“真的？”萧夫人眸光一亮，眼角眉梢都带着不可思议的惊喜。只不过萧林烨话锋一转：“儿子想娶的女子，只怕他不一定愿意嫁。”萧夫人一愣，随即抓着萧林烨的手问他：“你这臭小子，已经有了心上人，怎么不早说？还害娘找媒婆，相看了这么多家姑娘，快告诉娘是哪家姑娘，只要你喜欢，娘定然想办法上门去说成这门亲事。”萧林烨眉梢微挑，嘴角蔓延起一抹笑意：“最近才认识的。”“最近才认识的？”萧夫人来了兴致：“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苏家姑娘。”萧林烨看着自家娘一贯桀骜不驯的脸上带了几分认真：“娘若是能让她同意，儿子便乖乖娶妻；若不能，往后娘可就不能再逼着我成家了。”“苏家姑娘。”萧夫人在脑海里仔细回想了一番后，猛然惊道：“莫非就是苏丞相家的那位苏小姐？”萧林烨只淡淡一笑，便起身走出了祠堂，留下萧夫人站在原地一脸的错愕。
丞相府，苏玉婉昨夜睡得很沉，今早起得晚些，这会儿见她起身了，春眠才把一早就备好的洗脸水端了进来，紫渊和白露则是端来厨房一直温着的早膳。洗漱过后，苏玉婉挪到桌前吃早膳，顺便让春眠把自己的针线篓子找出来。是，小姐。春眠去衣橱旁的箱子里把针线拿了出来。用完早膳后，苏玉婉便找出一块绸缎料子的布，开始剪裁。剪裁好之后，开始绘图，但这一步难住她了。她不知道萧林叶平时都喜欢什么，无法根据他的喜好绘图。仔细想了想，似乎每回见到萧林叶，他腰间的腰带上绣的都是祥云。苏玉婉便绘了几朵祥云，踏印在布料上后，用竹绷子箍起来，开始绣。这时，前院的丫鬟来禀：“小姐，礼部尚书夫人和江小姐来了。”闻言，苏玉婉面上带了笑：“知道了，我这边过去。”放下手中线，她换了身衣裳，让紫苑替她梳妆过后，去了前厅。才踏进前厅，苏玉婉就见江府的下人们捧着东西陆续进来。阿婉，正好你来了，快劝劝你江伯母吧，送了这么多东西来，都快把咱这前厅堆满了。苏夫人一脸无奈地看向他。上回江源回去后，同父母讲述了在出宫路上遇到刺杀的事，得知苏玉婉拼死护着江源，才没让那些黑衣人伤害到他。江大人和江夫人都十分感激。今儿一大早，江大人便等在襄府门口，与苏胜一块儿押着凶徒进宫，当面质问田中纵女行凶的事。江夫人则是为了表示对苏玉婉的谢意，从自家库房挑了不少名贵珍品带来了襄府。看着桌子上被堆得满满当当的礼品，苏玉婉对江夫人道：“江伯母，您这是做什么？快叫他们停下吧。若是为了昨日之事，您不用如此客气的。”江夫人笑着道：“怎么不用？我都听元儿说了，昨日要不是阿婉你死死护着他，恐怕就要遭难了。伯母给你送些东西，表示一下感谢是应该的。”这也太多了。苏玉婉让后头进来的人停下，又说道：“我与江小姐也算朋友，朋友之间本该互帮互助，江伯母实在不必如此。”江夫人拍拍她的手：“放心，差不多快完了。”苏玉婉蹙眉，无奈地看了江源一眼。江源冲她笑了笑：“阿婉你就坦然接受吧，若是这些礼你不收，我娘回去会睡不着觉的。”“那就多谢江伯母了。”苏玉婉只好对江夫人行礼道谢。江夫人连忙扶起她：“该是我和元儿要谢谢阿婉才是，伯母言重了。”下人们搬完礼品后退了出去，丫鬟们上了茶，江夫人这才想起问苏玉婉：“对了，阿婉，听元儿说昨日襄府侍卫捉到了一个活口。”苏玉婉点头：“是。说起来，昨日其实是那位萧小侯爷路见不平救了我和江小姐，那些追杀我们的死士都咬舌自尽，幸好萧小侯爷活捉了一个，让叶枫捆了回来。”江夫人听完仍觉得心有余悸，愤恨地道：“这个田灵儿在这天子脚下也敢做出故人行凶的事，简直是目无王法。我们老爷说了，这次一定要让那田灵儿认罪伏法。”第72章证据。苏夫人则是有些担忧，若能让田灵儿伏法认罪，自然是好，只是就怕那名死士死忠于田家，不肯供出幕后之人。说到这个，江夫人面上也泛上了一丝担忧之色，但还是安慰苏夫人道：“即便那死士不招供，田家也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皇上向来公正廉明，咱们就暂且放宽心吧。”与此同时，金銮殿上，明圣帝慕容林一身明黄龙袍，正襟危坐于龙椅之上，神情冷肃地看着台阶之下弓着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喘的田中。田中，苏香与江尚书皆指控你纵女行凶，意图杀害苏江两府小姐，你可认罪？明圣帝眸子半眯，语气里透着威严，压迫感十足。面对帝王的质问，田中心里不禁哆嗦了一下，但面上还是极力维持镇静。他低下头，诚惶诚恐道：“皇上，此事定是有什么误会。小女生性善良，平时连踩死一只蚂蚁都难过半天，又怎么可能会雇凶杀人？皇上明鉴，这事绝对不是小女所为。”苏胜冷哼了一声，随即对皇上道：“皇上，襄府侍卫在那些死士中抓到了一个活口，此刻就在殿外，是不是田小姐所为？撬开那死士的嘴一问便知。”江尚书附声道：“没错。”闻言，明圣帝对身旁的务公公道：“把人带进来。”“是，皇上。”接着，务公公朝门外喊了一声：“把人带进来。”两名侍卫便押着一个被捆绑着上半身的蒙面黑衣人走了进来。田中见状，眉头微微皱起，脸上闪过一抹慌张。苏胜看向明圣帝，拱手道：“皇上，这名黑衣人便是昨日那一群死士中唯一活捉到的。”黑衣人被押至大殿中央后，明圣帝又看向田中：“田中，朕再问你一遍，这名死士到底是不是你府上雇的？”田中依旧否认道：“不是，皇上明鉴，小女与苏江两府的小姐素来无仇无怨，怎么可能会雇死士去追杀他们？这未免也太冤枉小女了。”见他咬死不承认，江尚书与苏胜对视一眼，然后朝皇上拱手道：“皇上，田小姐雇凶杀人，田侯爷自然维护自家女儿。可小女说，昨日她亲耳听到那些死士亲口承认是田小姐雇的死士。”江尚书仅凭令千金一句话，
怎能证明这些死士就是小女姑的？田中微微抬头，斜眼看向江尚书，除非你能让这名死士开口亲口指认，否则江尚书便是在污蔑本侯的女儿。你……江尚书被田中这副嚣张的神情给气到，苏相给他递了个眼色，示意他稍安勿躁。田中此话目的就是故意激江尚书，若江尚书中计拔掉死士嘴里的布团，没准这名死士就会当场咬舌自尽。冷静过后，江尚书也反应过来田中这老狐狸的计谋，一甩袖站到了苏胜身后。田中得意一笑，一个江尚书他还不放在眼里。如此说来，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证明这些死士是田府所雇。明圣帝凝视着苏胜，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苏胜拱手道：皇上，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田小姐的嫌疑最大。他将昨日阿婉进宫后在湖心亭石桥上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在皇上面前说了出来。皇上，由此可见，田小姐是因为太子替小女说了几句公道话，才会怀恨在心做出此事的。江尚书语气愤然地道。听到这事儿还牵扯到了太子，明圣帝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了。他看向务公公，去请太子过来。是，皇上。务公公亲自去请，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太子便走进了金銮殿。儿臣参见父皇。太子走到大殿中央，跪下行礼道。明圣帝抬了抬眼皮，起来吧，把你叫来是要问你点事。慕容轩面色恭敬，父皇请说。昨日在湖心亭发生的事，你可知情？慕容轩如实回道，此事臣知道。当时田家小姐意图推江家小姐下水不成，自己失足落入湖中，却反过来冤枉江小姐，推她落了湖。听到太子的话，明圣帝冷眸望向田中，如此便和苏家小姐说的对得上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田中浑浊的眼珠子转了一转，笑道：皇上，前几日才下过一场大雨，许是那湖心亭的石桥路滑，小女一时没踩稳，才不小心撞到了江小姐，并不能因此就能断定小女对江小姐伺机报复，这太片面了。一旁的江尚书恨得咬牙切齿，田中这老狐狸果然难对付。明圣帝见此情形，微微叹了口气，还以为他二人有足够证据能扳倒中永侯府，却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正当田中得意之际，殿外传来一道清冽的声音：皇上，臣有证据。众人朝殿门口看去，只见一袭蓝色锦袍的萧灵叶信步走了进来。参见皇上。走到殿中央，萧灵叶一撩袍子，跪下参拜道：平身。明圣帝凝视着他，你说你有证据，是何证据？萧灵叶从怀里掏出几封信件，交由务公公，务公公又呈到明圣帝面前。皇上，这些都是这几年来中永侯府雇佣死士时签下的协议，其中不仅有前任工部侍郎的命案，还有这一次刺杀江家小姐的交易，请皇上过目。萧灵叶的话让田中一愣，他抬头往前看去，发现皇上手上的信件正是自己书房里那些。他额头上不禁冒出汗来，同时指着萧灵叶怒道：萧灵叶，你竟敢派人潜入中永侯府，你简直是……砰！看过信件后的明圣帝狠狠拍在案桌上，茶盏砚台被震落，稀里哗啦摔了一地。田中吓得浑身一抖，连忙跪在了地上。皇上息怒！皇上！明圣帝怒视着他，这一桩桩一件件雇凶杀人的交易，上头盖的可都是你中永侯府的印章，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皇上，微臣……田中急得满头大汗，他还想说些什么，就听萧灵叶冷声道：田侯爷，这次您该不会还想狡辩那些信件上的印章是假的，不是你中永侯府的吧？萧小侯爷，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田中死死瞪着萧灵叶，眼神满是凶狠怨恨。萧灵叶眉梢微挑，说道：身为臣子，我只是为皇上肃清奸佞罢了。你……够了！明圣帝将手里的书信狠狠甩在田中面前，冷声道：中永侯屡次犯下买凶杀人的大罪，且纵女行凶，差点伤了苏江两府小姐，罪不容诛。田中一听，吓得肝胆俱裂，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皇上恕罪，微臣知错了，皇上恕罪啊！然念其曾护国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则褫夺爵位封号，贬为庶人，一家流放幽州，永不得回京。皇上，皇上！田大人，请吧。务公公朝门口侍卫使了个眼神，立刻便上来2名侍卫按着田中扒去了他身上的朝服。第73章，不愧是我儿，有眼光。田家受到了处罚，苏胜与江尚书对视一眼，二人脸上都露出松快的神情。从金銮殿出来后，苏胜叫住了萧灵叶：萧小侯爷，今日之事多亏了你提供的证据，否则那田中没那么快认罪。江尚书也冲萧灵叶拱了拱手：今日之事多谢小侯爷了。萧灵叶朝他二人微微躬身：二位大人无需客气。随之又看向苏胜，笑着问了一句：苏姑娘可还好？苏胜被他问得一愣：好，挺好的。随后又反应过来似乎哪里不对劲，抬眼间
只见萧灵叶已经走远了。江大人看着萧灵叶的背影，笑道：“这位萧小侯爷平日里看着没个正形，没想到手段如此厉害，连你我都对那田中束手无策，他却能在短短10日内搜集到罪证，将其连根拔除。”苏胜眸子微眯，这就叫深藏不露。这位萧小侯爷可不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3日后，太子率兵出城，萧明渊、萧灵叶父子俩一身戎装跟随左右。萧夫人留在了侯府，鉴于先前儿子对她说的那番话，萧夫人决定怎么着也得帮儿子把这门亲事搞定。在去襄府之前，萧夫人让人叫来了阿贵。阿贵站在萧夫人面前，面对萧夫人的盯视，心里不禁犯怵。半晌，萧夫人开口问他：“阿贵，你常跟在叶儿身边，想必对叶儿的事较为清楚。我问你，叶儿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那位丞相府的苏小姐的？”阿贵一愣，被萧夫人这话问得有些发懵。他家小侯爷喜欢丞相府苏小姐，这啥时候的事？他怎么不知道？见他发愣，萧夫人再次出声：“本夫人问你话呢。”阿贵回神，战战兢兢回道：“回夫人，这事阿贵真的不清楚。”“你不清楚？”萧夫人狐疑地看着他：“你整日跟在叶儿身边，怎会连他喜欢的姑娘是谁都不清楚？”阿贵吓得连忙跪下：“夫人，阿贵真的不知道。阿贵只是听到小侯爷曾夸赞过苏姑娘一句什么与众不同，有胆识，其余的阿贵就不知道了。他确实不知道自家主子啥时候喜欢上了那位苏姑娘。”听到阿贵的回答，萧夫人思索了一下，想起自己上回在尚书府见过那位苏姑娘一面，倒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他又接着问了阿贵关于萧灵叶和苏玉婉如何认识、如何接触到的事，阿贵便如同倒豆子般将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听到最后，萧夫人整个人都惊愣住了。休夫？你是说苏家小姐不仅已经嫁过了人，还写下休夫书，一脚踹了前头那个夫婿？阿贵皱着眉点头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听说苏小姐前头那位夫婿就是前些日子刚和吏部侍郎千金成亲的沈大状元。沈状元就是那个出身寒门，一朝高中为了攀附吏部侍郎而抛弃糟糠之妻的沈旭。”萧夫人早已有耳闻，真是没想到啊。萧夫人脸上竟露出了欣赏的笑意。这苏家小姐面对丈夫的休弃，竟不哭不闹，列举出丈夫的罪状，反过来休夫，当真是有胆量的女子。阿贵有些无法理解，这京城各大名门望族家的夫人可都对苏小姐休夫之事嗤之以鼻，自家夫人怎么还好像很赞同苏姑娘一般？她不知道的是，萧夫人可不同于一般名门望族的主母，她是将军府嫡女，从小看的是兵书，随父上阵时对战的可是敌国女将。她向往男女同等的思想，认为女子并不比男子逊色，男人能做的女人同样也能做。尤其是在婚姻里，凭什么这世间的规矩就只能男人休妻？男人犯了错，女人为何不能休夫？苏玉婉此举算是在大景朝开了这个先例。萧夫人欣赏她的魄力，原来大景朝的女子也不全是只能依靠男人的弱小之辈，不愧是我儿，有眼光啊！阿贵又一次愣住，别愣着了，快去准备马车，本夫人要去襄府一趟。是，夫人。阿贵这才爬起来，忙不迭地出了前厅。萧夫人又看向身旁的秦嬷嬷：“你说这样的姑娘得送些什么东西给她，才不显得庸俗？”秦嬷嬷笑道：“这还不简单，夫人只要投其所好便行了。”投其所好？萧夫人微微蹙眉，只是不知这苏家姑娘有什么特别喜好。秦嬷嬷，老奴听说苏小姐最近在京城开了一家绣坊，里头的成衣绣品都是实心款，很受京中小姐们的喜欢。萧夫人疑问道：“莫非你的意思是让我送一间铺子给她？夫人想哪里去了？”秦嬷嬷笑着解释：“老奴觉得夫人不妨送一些上好的布匹。”布匹？萧夫人顿时眼前一亮，对秦嬷嬷道：“这个好，快去库房里把之前皇上赏赐的好料子都找出来。”秦嬷嬷应声：“是，老奴这就去。”半个时辰后，萧府的马车来到了襄府门前。下人通报过后，金嬷嬷出门来把人迎了进去。苏夫人才喝了药，正准备午歇，听到萧夫人来了，便又从昭华堂来到了前厅。苏夫人，这个时辰上门没有唐突到你吧？萧夫人进前厅前，特地调整了一下嗓音和走路姿势，尽量压下身上的戾气，让自己显得亲和一些。苏夫人笑道：“怎么会呢？萧夫人快请坐。”好，好。萧夫人坐下后，左右看了一下，苏小姐这个时辰可是已经午歇了。苏夫人一怔，说道：“阿婉才服侍我喝完药回了院子，这会儿许是还没歇息。”随后她又看向萧夫人，萧夫人可是找阿婉有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给苏小姐带了些东西。萧夫人说罢，朝秦嬷嬷递了个眼色。秦嬷嬷随即让外头候着的下人们把东西抬了进来，整整20匹布料。苏夫人被萧夫人这阵势惊到，忙让宁嬷嬷去请苏玉婉。第74章，愿她平安。苏玉婉来的路上便听宁嬷嬷说了此事，进去前厅，先是向萧夫人行了一个礼。
看到那些布匹，苏玉婉不禁被震到。萧夫人，您这是？萧夫人眉开眼笑地道：听说苏小姐开了家绣坊，我家里正好有些布匹，便想着给你送过来。苏玉婉微怔，这些布匹中不仅有上好的丝绸、云锦和蜀锦，还有极其难得的金丝软烟罗。这些料子平常有钱都很难买到，大多都是进贡到宫中的。萧夫人带来的这些，想必是皇上赏赐的。萧夫人，无功不受禄，这些太昂贵了，玉婉不能收。闻言，萧夫人对她道：收着吧，我啊，自从上一次在尚书府见到你就觉得十分有眼缘，我那家里就一个混小子，这些布匹也不大用得上，给你正好。虽然萧夫人这么说了，可苏玉婉还是不肯要，一匹便罢了，这足足20匹，以京城的物价来换算，这么些布匹起码价值1000金。见她始终不肯收，萧夫人只好说：苏小姐若是觉得受之有愧，不如这样吧，我听说苏小姐的绣工十分精湛，你就帮我做身衣裳，可好？苏玉婉抿了抿唇，只要萧夫人不嫌弃，玉婉自然愿意效劳，做衣裳1匹布也就足够了，其余的萧夫人还是带回去吧。你替我做衣裳，其余的布匹就当是我送你的谢礼，可不许再推辞了。萧夫人强硬地道。无奈，苏玉婉只好道：那我便挑些适合夫人的颜色，每样都给您做一套，否则这么多布匹，玉婉拿着不安。萧夫人想了想，笑道：也成，不用做许多，女儿家做多了针线活伤眼睛。苏玉婉唇角带笑，多谢萧夫人关心，玉婉会注意的。之后，萧夫人和苏夫人闲聊了一会儿，才离开了厢府。送完客，苏夫人便让下人把这些布匹入了苏玉婉的私库，同时她有些犯疑惑，阿婉也不过才与萧夫人见过一面，今日怎么会突然送了这么多上好布匹给阿婉？苏玉婉也纳闷，上回萧灵业救了她，答应给她的谢礼都还没做好，今日萧夫人又送了这么多珍贵的布匹来，这么重的人情，她可怎么还？回了松雪阁，苏玉婉便拿起还未绣完的香囊继续绣，收完最后一针，她又在香囊内层绣了一个小小的安字。听说萧小侯爷跟随太子去了边境平定战乱，愿他能平安吧。神符。梁雨柔已经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为了养好胎，她花了不少嫁妆银子购买补品补身子。不仅如此，这一大家子都得靠她的嫁妆和娘家的贴补过日子，长此以往，她的嫁妆也不剩多少了。这日，梁雨柔发现送来的燕窝十分的稀，没有往日那般浓稠，味道也像掺了水一般。她便让佩儿把厨房的人叫来。半晌后，负责厨房的于婆子来了雨兰院。小姐，听佩儿姑娘说您找我。于婆子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恭敬地站在梁雨柔跟前。梁雨柔瞥了她一眼，怒声质问道：我问你，今日的燕窝怎么回事？不仅分量少了，还像是掺了水一般，莫非是你们偷吃了？于婆子被她这一声厉喝吓得连忙跪下：小姐，不是奴婢们偷吃了，是什么？还想狡辩吗？今儿你若不老实交代，本夫人便要让你们尝尝偷吃的下场。我说，小姐，这燕窝确实只有往日1半的量，里头也掺了水。哼，还说不是你们偷吃了。梁雨柔瞬间变了脸色，正准备让佩儿加法伺候，就听于婆子说：小姐，真的不是我们偷吃的，是沈老夫人，是她让我们减少燕窝的分量，往里头掺水的，奴婢没有骗您。梁雨柔一愣，婆母让你这么做的？于婆子连连点头，是，奴婢不敢欺瞒。佩儿，去把老夫人请过来。是。佩儿出了屋门，很快沈婆子和沈宁便一块儿过来了。沈宁见气氛有些不对劲，笑着问梁雨柔：大嫂这是怎么了？你如今胎刚坐稳，可不能动气啊。梁雨柔看都没看沈宁一眼，直接问沈婆子：娘，厨房的人说是您让他们把我的燕窝减半掺水的是吗？沈婆子如今成了梁雨柔的婆母，沾了梁雨柔的光，下人们都尊称她为老夫人，身上的衣裳也从原来的粗布麻衣变成了绸缎。她看了看地上跪着的于婆子，对梁雨柔道：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梁雨柔顿时来了火：娘，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婆子让于婆子先退下去，这才对梁雨柔解释道：雨柔，你别生气，娘这么做也是为了给家里省点钱。你看你这胎如今也有3个月了，算是坐稳了，这些燕窝人参什么的少吃一些也不打紧，否则天天这么吃，那银子烧得慌。他看过府上采买的账单，光梁雨柔每天的燕窝就要20两银子，更别提隔3差5还有人参这样的名贵补品。都成亲的人了，还如此不知道节省，这样吃迟早得把家里吃空了。梁雨柔听到这话，气道：娘，我花的可都是我的陪嫁银子，您凭什么做这个主？这时一旁的沈宁插话道：大嫂，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你如今嫁给了我大哥，你的陪嫁也算是夫妻共同财物，我娘只是为了你们的将来考虑，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你怎么能如此质问她？梁雨柔本就气得不行，又听到沈宁这样说，当时就怒了，她拧过头看向沈宁，这府上这么多人，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花的我的陪嫁银子？若说要省钱，您姐儿早些嫁出去，不就能省下一大笔钱了吗？大嫂，你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沈宁被他说的脸色涨红，十分委屈。梁雨柔可不惯着他，我为什么不能说你？你在这府上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过着小姐般的待遇，竟还敢反过来说教我？你莫不是觉得我和你曾经的那位大嫂一样软弱好欺吧？第75章整治。得知沈旭以前的妻子就是苏玉婉后，梁雨柔便让人去云溪村调查了一番。不查不知道，原来苏玉婉流落在清水镇云溪村的那10多年，不仅做了沈旭的童养媳，还凭一己之力养活了整个沈家。不仅如此，打探的人还说，苏玉婉以前在沈家当牛做马的伺候着他们一家人，还经常被沈宁各种找茬挑刺。总之那日子过得十分的苦。她梁雨柔可不是苏玉婉，在这个家里，她才是名正言顺的女主人。看在沈旭的面子上，她才养着婆母和这个被夫家抛弃的小姑子，他们安分守己便罢了，胆敢在她面前挑事，她便要让他们看看清楚这个家到底谁做主。沈宁被他呛了一句后，脸上如同吃了苍蝇般难受。以前沈宁不知道苏玉婉的真实身份，便各种看不起她，想方设法欺压她。因为这事后来挨了板子，到现在沈宁走路都还一瘸一拐的，彻底成了个脖子。这事已经成了沈宁内心不可磨灭的阴影。梁雨柔这般在他面前提起来，这不是诚心让他难受吗？沈宁心口涌起一股子怒气，怨恨地盯着梁雨柔。沈婆子见状，连忙扯了扯她的胳膊，扭头陪着笑脸对梁雨柔道：“雨柔，你千万别动气，宁姐儿也没有恶意的。”哼，我不管她有没有恶意，总之她让我不高兴了。梁雨柔冷眼看着沈宁，一副事儿还没完的模样。沈婆子只好给沈宁递了个眼色，让她给梁雨柔道歉。沈宁内心憋屈，才不愿意跟她道歉。这时，梁雨柔捂着肚子，面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来。“夫人，您怎么了？”佩儿连忙过去搀扶她，同时拧着眉看向沈宁：“姑小姐，您怎么能如此顶撞夫人？夫人本就体虚不能动气，若是肚中孩子有什么闪失，您如何向姑爷交代？”“我何时顶撞她了？你凭把锅扣我头上！”沈宁气不过，佩儿不过一个丫鬟，竟然也敢斥责她。“宁姐儿！”沈婆子担心梁雨柔肚中孩子，怒斥了沈宁一句：“你怎么说话呢？还不快给你大嫂道歉！”沈宁被自家娘怒瞪着，悻悻缩了缩头，只好对梁雨柔道：“对不起大嫂。”“什么？我没听清。”梁雨柔挑了挑眉，凝视着他。沈宁暗暗捏了捏拳，又道：“我说大嫂对不起。”这时一旁的佩儿出声道：“姑小姐，大户人家的规矩，给主母道歉，您得跪下。”“什么？”沈宁瞪大了双眼，一脸的不情愿。梁雨柔拿起茶盏，淡淡扫了他一眼，这么说，宁姐儿并非诚心向我道歉。闻言，沈婆子赶紧走到沈宁身边，朝他胳膊掐了一把：“你这孩子，就给你大嫂道个歉而已，快，可莫再让你大嫂动气了。”“娘！”沈宁委屈地看着沈婆子，她好歹是大哥的亲妹妹，梁雨柔怎么能如此对她？沈婆子见她如此倔，只好冲她厉声呵斥道：“跪下！”沈宁咬了咬牙，只好对着梁雨柔跪下了：“大嫂，对不起，今日是我错了，还请您别生气。”如此，梁雨柔才算是稍稍满意。她放下茶杯，看向沈宁：“这才对嘛，这人呢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说话做事前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大嫂教训的是。”沈宁低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梁雨柔瞥了他一眼，又接着道：“方才你也说了，这家里开支大的节省着些，那么打今儿起，你的月例银子便从2两银子缩减为2钱银子。”沈婆子皱了皱眉：“2钱银子比府上丫鬟的月例还要少，梁雨柔这么做，让下人怎么看宁姐儿？”他刚想开口向梁雨柔求情，就被梁雨柔先声夺人道：“再有，这府上洒扫的丫鬟缺了一个，正好宁姐儿平日里也闲着没事，就帮着一块洒扫吧。扣减月例银子就算了，竟然还让他帮着洒扫院子，这是完全拿他当下人使唤啊！”沈宁袖中双手攥得紧紧的，却敢怒不敢言：“是，我知道了，大嫂。”出了雨兰院后，沈宁就被佩儿指使去扫院子，他强忍屈辱，拿过笤帚便去了。沈婆子走过去，好言安慰道：“宁姐儿，你就忍忍吧，他如今怀着你大哥的骨肉，可不能惹他动气。待过些日子，娘再找机会向他求求情。”沈宁却反问他：“娘真的会吗？”沈婆子被他问得一愣：“宁姐儿，你这是什么话？你是娘的女儿，娘自然是心疼你的。我看娘您只心疼您的宝贝孙子吧。”沈宁话里话外还在为方才沈婆子让他跪下向梁雨柔道歉的事不高兴。沈婆子见他这样，叹了口气：“娘固然心疼孙子，可你也是娘亲生的，娘如何不心疼你？如今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他有个做官的爹，咱们不得不忍。”沈宁一边扫一边抱怨道：“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这娶的女人一个比一个讨厌。你小点声。”沈婆子连忙去捂他的嘴：“你大嫂的脾性，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让她听到这话，指不定又要怎么折磨你。”沈宁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了。这时佩儿走了过来，手上端着一大盆换洗衣物：“姑小姐，
一会儿洒扫完了，再把这些衣裳也洗了。洗衣裳是下人的事，为何要让我洗？沈宁瞪着佩儿，一脸的怒意。佩儿将盆子往地上一放，冷声道：“这是夫人的意思，姑小姐若是有什么意见，尽管去问夫人好了。”说完瞅了他一眼，便回了雨兰院。你！沈宁把笤帚往地上一扔，气得火冒三丈。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吆五喝六的？沈婆子劝他，算了吧，她是你大嫂身边的陪嫁丫头，不过是仗着你大嫂的事罢了。沈宁看着地上满满一盆子的衣裳，不禁咬牙道：“我好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他还真拿我当下人使唤了。哎，这往后你说话注意着点，可别再惹他生气了。”沈婆子无奈道：“第76章，你不妨大胆一些。”丞相府，上回萧夫人才送了布匹来，之后又隔三差五差人送东西来，送的还都是顶贵的玉器首饰。无论苏玉婉怎么拒绝，萧府的人都只说是萧夫人为感谢她帮忙做衣裳回谢的礼。可先前明明已经给了这么多昂贵布匹，现下又送这么多珠宝首饰来，这哪里是回谢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萧夫人这么做的目的，苏玉婉打算亲自到萧府去一趟。临出门前，却听下人说江源来了，他只好先把去萧府的事搁一搁，让春眠把江源请到了松雪阁。江源进来后，见他一脸郁闷的模样，笑着问他：“阿婉，可是有什么心事吗？很少见你露出这样的神情来。”苏玉婉便将这几日萧夫人频繁往萧府送东西的事跟他说了，并道：“我方才正想去一趟萧府，把那些东西退还回去。”江源一听，心中有了一些猜想：“阿婉，我怎么感觉有一种萧夫人在相看儿媳的感觉呢？”相看儿媳？苏玉婉不由瞪大了双眼：“不可能吧？这太荒唐了！”江源连忙道：“这也只是我的猜想罢了，阿婉你可别往心里去。”那日萧灵业在苏玉婉面前说了那样暧昧的话，还问他愿不愿意以身相许，江源才会往这方面猜想。不过江源看向苏玉婉，认真地道：“阿婉，你不觉得萧小侯爷看你的眼神很不一样吗？”苏玉婉一顿：“有什么不一样？”江源想了想：“我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与别人不太一样。”苏玉婉却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毕竟他与萧灵业总共也才见过几面，虽说有救命之恩，但他从未往那方面想过。阿婉，说真的，你觉得萧小侯爷这个人怎么样？江源看着他问道。苏玉婉思索了片刻后说：“英勇睿智，是个正直的人。”没了。苏玉婉狐疑地看着江源：“你怎么突然这么问？”江源笑了笑：“没什么，不过随口一问罢了。对了，上次你教我绣的荷包，我总觉得哪里绣的不好，你再指点我一下吧。”江源把绣了1半之多的半成品荷包拿了出来。苏玉婉仔细看了看，只在鸳鸯的眼睛处说道：“眼睛绣得太生硬，不够传神。不愧是阿婉，一眼便能发现问题所在。”江源笑着赞叹道：“若是你接触的多了，也能如此。”苏玉婉谦虚道。他正要拿出针线帮江源重新绣一下那荷包上的鸳鸯眼睛，就听门口传来苏景怀的声音：“阿婉。”只见苏景怀一身月白色锦袍，乌发用玉冠束起，手里提着一盒点心，眉眼含笑走了进来。见到江源也在，苏景怀面上带了几分歉色：“不知江小姐也在，没有唐突到你吧？”江源赶忙将手里的荷包藏于袖中，摇头笑道：“没有。”那就好。苏景怀将点心放在桌上，含笑看向江源：“我方才路过一品斋，顺道带了些点心，江小姐正好同阿婉一块尝尝。”那就多谢苏大公子了。江源说话间，耳根处不自觉染上了一抹红。苏景怀目光浅浅从他脸上掠过，而后微微笑了笑，便转身出了屋。他离开后，苏玉婉扭头看向江源，这才发现江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门外，而且他的脸红的似滴血一般。苏玉婉微怔，随即眸光一亮，惊讶地看向江源：“上次你说你心中那人我也认识，莫非就是我大哥？”这下江源的脸更红了，他抿着唇，娇羞地点了点头。苏玉婉连忙将他拉到桌前坐下，挑眉笑道：“真的？这么说我就要有嫂嫂了？”江源被他逗得脸像滚烫的火炉，连忙道：“阿婉，你可不能打趣我，不过是我单相思罢了。也许苏大公子根本看不上我，在他心里，苏大公子就是谪仙般的存在。他这般的芝兰玉树，温文尔雅，初见时的惊鸿一瞥便一直惊艳他到现在。这样的男子，不知是京中多少名门贵女的梦中人，而自己仅仅是这些人中最为平凡的一个。他便只能将这份心思深深藏在心中，希望他知道，又怕他知道。江小姐何以说这样的话？你可是京城有名的大美人儿，品行又好，没准大哥也喜欢你呢。”苏玉婉先前曾问过苏夫人大哥的婚事，大哥如今已经20岁，按理早该成亲了。苏夫人却说，早几年他身子弱残，常眠于病榻之上，便没有注重大哥的亲事，且大哥也说过，找到妹妹之前他绝不成亲的话，便一直拖到了现在。如今他也被找回来了，大哥的婚事总不能再耽搁了。于公来说，他希望大哥能娶一个心仪之人，白头偕老。于私的话，
他想撮合一下江源与大哥。江源是个很好的人，又暗恋着大哥，若是可以的话，他希望江源能做他的嫂嫂。说话间，他打开了桌上的点心，顿时一股浓郁的桂花蜜糖的香甜味便飘了出来。苏玉婉看着那点心，忽而一怔，他记得这桂花蜜糖馅的点心是江源最爱吃的。大哥方才说这点心是他路过一品斋顺道买的，可是这桂花蜜糖馅的点心太过甜腻，一般点心铺都很少做，除非提前预定。再者，江源来襄府是乘马车来的，大哥回来应该能看到襄府门口的马车，但他却说不知道江小姐也在。这么看来，这点心可不是顺道买给他的，而是特意买给江源的。苏玉婉脸上不禁露出欣喜之色，就是有一种心想事成的喜悦之感。他拿起一块糕点递给江源，江小姐，你尝尝。江源接过尝了一口，甜滋滋的，是他喜欢的味道，很好吃。苏玉婉看着他，唇边绽出笑容，江小姐，你不妨大胆一些，也许你并不是单相思呢。什么？江源拿着点心的手一顿，只见苏玉婉指了指桌上那些点心，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来。第77章，终究来晚了一步。经过苏玉婉的一番鼓励后，江源似乎有了一些信心。在苏玉婉的指导下，将荷包绣好后，他握着荷包，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朝前迈出这一步。小姐，这时候江源的贴身丫鬟却进来道：“邹管事来了，说夫人让您快些回去，宫里的金嬷嬷来了。”江源微微蹙眉，只好把荷包交给苏玉婉：“阿婉，有劳你帮我把这个给他，我先回去了。”苏玉婉点头：“好，路上小心些。”江源离开后，苏玉婉看了眼手里的荷包，嘴角露出一抹浅笑。明兰轩，苏景怀坐在书房里提笔临摹字帖。苏玉婉进来时，特地把下人都打发了出去。他还是第一次来大哥的明兰轩，书房内干净整齐，一屋子的墨香。阿婉，苏景怀放下笔，有些诧异的看着他：“你怎么过来了？江小姐呢？”她回去了。闻言，苏景怀顿了一顿：“怎么就走了？不多和你说说话。”苏玉婉眉梢微微挑动：“大哥希望他多留一会儿吗？”这话问的苏景怀面上慌乱了一瞬，他连忙敛下情绪，笑道：“大哥只是觉得阿婉与江小姐很聊得来，希望她多陪陪你。”苏玉婉笑看着他，尽管苏景怀已经在极力掩饰，但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情愫还是被他捕捉到了。宫里的金嬷嬷去了江府，临走前，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罢，苏玉婉拿出那枚绣有鸳鸯的荷包来。苏景怀先是一愣，在听到苏玉婉说这荷包是江源为了他特地学习刺绣，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话后，眼底更是露出不可思议。大哥，你也是喜欢江小姐的吧？苏玉婉试探着问道。苏景怀紧紧看着手里的荷包，嘴角扬起一丝浅笑：“不瞒阿婉，我心悦她已久。”真的？苏玉婉脸上透着惊喜，随即又问他：“大哥既然也喜欢江小姐，为何从未表露过？”哎，不对，也许大哥表露过，只是他们没有发现罢了。就比如今日的桂花蜜糖糕，已经表露得够明显了。只听苏景怀说道：“当年宫宴上惊鸿一瞥，便将他藏在心中数年，虽也想过表明，却又怕他拒绝。他害怕，若是江源心中之人不是他，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以后，恐连见面说话的机会都没了，故才不敢表明。但现在他知道了，知道江源心中之人正是他。”苏景怀看着手里的荷包，眉宇间尽是欢喜之色。苏玉婉无奈失笑，合着这两人心中都有彼此，却谁都不敢表明。得亏今日把这事儿挑明了，若两人一直这样各自藏在心底，岂不是要错过了这大好姻缘？他看向自家大哥：“大哥，人家姑娘都勇敢迈出第一步了，接下来可得看你了。这么好的姑娘，可别让她再等了。”苏景怀看着他，温润笑道：“阿婉说的有理，我这就向父亲母亲说明此事，去尚书府提亲。”尚书府，江源一回府，就见院中跪了一地的人。金嬷嬷见到他，连忙笑着上前说了声：“恭喜江小姐了。”金嬷嬷何出此言？江源一脸茫然地看着金嬷嬷。只听江尚书对江源说道：“源儿，还不快过来跪下接旨。”接旨。视线落在金嬷嬷身后宣旨太监手上的圣旨上，江源整个人都绷紧了身子。源儿，还愣着干啥？快跪下呀！江夫人又提醒了他一句。江源回过神，缓缓在金嬷嬷面前跪下。金嬷嬷这才示意宣旨太监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礼部尚书之嫡次女江源，品貌出众，端庄淑瑞，克贤内则。皇后与朕公闻之甚悦。太子慕容轩正值婚娶之年，朕特将江源许配太子为正妃。待太子凯旋，便由礼部则良臣操办完婚。钦此。听到宣读的内容后，江源直接愣在了原地。江小姐，快接旨谢恩吧。见他半晌没动，金嬷嬷小声提醒他道：“源儿，快接旨谢恩啊！”江凡也在身后小声提醒他。江源咬了咬唇，仰头对金嬷嬷道：“金嬷嬷，我……”他刚要开口说什么，就感觉身后有人在扯他的衣袖。江源微微偏头，就见江夫人给他递了个眼色，让他不要乱说话。
抗旨不遵可是要降罪的。这时金嬷嬷的催促声又传来：江小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快接旨吧。江源强忍住眼眶里的泪，缓缓伸出手接下了圣旨：谢皇上隆恩。江小姐，太子率领的军队在边疆打了胜仗，不日便要回京，您可要早些做准备啊。金嬷嬷好意提点了他一句，便领着一众宫女太监离开了尚书府。江源被册封太子妃，整个尚书府的下人们都透着喜悦，江尚书和江夫人也十分高兴，唯独江源一人失魂落魄的回了自己的院子。一进屋内，他便将下人都赶了出去，关上门，扑到床上低声哭泣。为什么偏偏是他？丞相府这头，苏景怀听了苏玉婉的话后，第二日便跟苏夫人提了这事。苏夫人听说自家儿子说已经有了心上人，自然是高兴万分，当即便让宁嬷嬷备上聘礼去了江家提亲。然而苏夫人的马车才到了江家门口，便听到江府下人在议论皇上给太子和江小姐赐婚的事。苏夫人一愣，连忙让宁嬷嬷上前去问问是怎么回事。片刻后，宁嬷嬷走到马车前，对苏夫人道：夫人，听江府的下人说，江小姐已经被皇上下旨赐给太子为妃了，昨日才下的圣旨。什么？苏夫人一脸的错愕，景怀好不容易有了想娶的姑娘，竟还是来晚了一步吗？罢了，回府吧。第78章受伤。苏玉婉乍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震惊不已。老天真是爱捉弄人，明明就差一步，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听说大哥得知江源被赐婚给太子后，在书房呆坐了一天一夜。晚间的时候，苏玉婉让厨房做了些东西，亲自端到了明兰轩。苏景怀依旧坐在书案前，手里攥着江源绣的荷包，眼中一片颓然，脸上也没有了昨日的神采奕奕。苏玉婉叹了口气，将托盘放在桌上：大哥，吃点东西吧。见是苏玉婉，他脸上才稍稍有了一丝神情。阿婉，大哥没胃口，还在为江小姐被赐婚的事难受吧？苏玉婉走到他身侧，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只怪天意弄人，若是你们俩能早些知道彼此的心意就好了。苏景怀摩挲着手中的荷包，唇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是啊，若是我能早些知道他的心意，早些去提了亲便好了，如今这样的结果，他定很难过吧？苏玉婉微微叹气，若是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只怕才是真正的难过。江源小心翼翼喜欢了大哥这么多年，却不知大哥也同样小心翼翼喜欢着他。明明他们只要有一人先说出口就能在一起的，偏偏两人都不敢去开这个口，最终导致错过。苏景怀看向苏玉婉：阿婉，皇命难违，既然她成为太子妃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还请你不要告诉她我对她的心意，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是大哥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你难道就不难过吗？苏玉婉心疼地看着他。难过。苏景怀深深吸了一口气，难过又能如何？我始终晚了一步。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大哥，似乎一夜之间就多了几分沧桑。苏玉婉看着心里难受极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苏景怀摇了摇头，抗旨可是要杀头的，除非皇上皇后或是太子改变主意，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圣旨已下，基本就成定局了，任谁也改变不了。离开明兰轩时，碰到了同样给大哥送吃食而来的苏夫人。阿婉，你大哥他怎么样了？听说苏景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苏夫人也是满面担忧。苏玉婉走过去搀扶着他，大哥他难过是在所难免的。哎，苏夫人无奈叹了口气，你大哥他还是第一次有喜欢的姑娘，真是造化弄人。得知苏玉婉已经进去安慰过了，苏夫人便没有再进去，只是让下人把东西送进去。母女俩往松雪阁的方向走去。回了松雪阁，苏玉婉问苏夫人：娘，大哥和江小姐是真心相爱的，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挽回了吗？苏夫人看着他满脸遗憾的表情，思忖了片刻后，视线落在他手腕的镯子上。办法倒是有，只是什么办法？娘您快说说。苏玉婉平退了下人，赶紧拉着苏夫人坐下。苏夫人拉起他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了他手腕上的镯子，说道：这镯子原是皇后娘娘在我与你父亲成亲那日赠予我的，当时她曾承诺，日后无论遇到了任何事，都可以拿着镯子去找她。听到这话，苏玉婉眸光微亮，仿佛又看到了希望。我明日便进宫去找皇后娘娘。阿婉，苏夫人却看着他，有些欲言又止。娘，怎么？太子不仅是皇后娘娘的儿子，也是你的表哥。苏夫人没有说得太明白，皇后娘娘就这么个儿子，或许她会因为镯子的承诺放弃江源，但或许也会因为此事对苏家起疑心。苏玉婉真是一时冲动了，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冷静下来后，她对苏夫人道：娘，您放心，我不会冲动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几日后，她去了尚书府看望江源。江源的情况比大哥还糟糕，他因这突如其来的赐婚，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没出房门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江小姐，苏玉婉来到床前，看着躺在床上恹恹的江源，心里十分不好受。苏小姐，你来了。见到他，江源脸上才展现一丝笑意。苏玉婉叹了口气，
想安慰她，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皇上赐婚，若是放在其他想成为太子妃的贵女身上，是极为荣宠。可他知道江源并无心太子妃之位，这门亲事于他而言并不称心。苏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江源忽然道。2日后，太子率领的兵队凯旋回京，满城百姓夹道欢呼。太子进宫面圣上交了兵符后，便匆匆赶去了萧府。打听到这一消息的苏玉婉，便立刻让春眠备车，带上之前给萧夫人做好的衣裳，先去了一趟江府。片刻后，马车又向着武安侯府而去。苏玉婉先是让春眠把马车停在离萧府门口一段距离的巷子口，与江源坐在车上等。然而等了将近1个时辰，还不见太子出来。春眠隔着车帘子问苏玉婉：“小姐，还要继续等下去吗？”苏玉婉与江源对视了一眼，随后2人撩开车帘走了下去。把这些带上，咱们直接进去吧。是。春眠抱着锦匣，跟着他2人走去萧府大门。门房小厮见过苏玉婉，知道这是襄府千金，便笑着上来招呼，并将人请了进去。另一名小厮则是跑进府去通报：“苏小姐，江小姐快请坐。秦嬷嬷，快去库房里把那盒上好的雨前龙井拿出来，沏一壶给2位小姐品尝品尝。”难得苏玉婉主动来府上，萧夫人很是高兴。是，老奴这就去。2人齐齐给萧夫人行了一礼，这才在一旁坐下。萧夫人视线落到江源身上，听说他最近被皇上赐了婚，今日与苏玉婉一块上门，莫不是知道太子今日来了萧府？苏玉婉有些过意不去，连忙说道：“萧夫人如此客气，我2人实在受宠若惊。”萧夫人朝他一笑：“你难得来府上，总该好好招待一下的。”那就多谢萧夫人了。苏玉婉笑着：“对了，上回给萧夫人裁制的衣裳都做好了，请夫人看看，可还有哪里需要修改的？”春眠将锦匣递给秦嬷嬷，秦嬷嬷放到萧夫人身旁的桌子上，萧夫人打开看了一下，赞叹着道：“苏小姐果然手艺了得，这衣裳做工十分精致，我很满意，没有什么要修改的。”苏玉婉淡淡含笑：“夫人喜欢便好。”随后，秦嬷嬷带着丫鬟上了茶，江源端起茶盏，浅浅喝了一口后，不经意地问道：“听说今日太子殿下也来了府上？”萧夫人点头，随即淡淡叹了口气：“太子殿下是来探望叶儿的，顺便带来了太医院的林太医为叶儿医治。萧小侯爷可是病了？”“不是病了，而是伤了。这次敌军来势汹汹，为保护太子殿下安全，叶儿肩部中了一箭。”萧夫人说着，面上泛起一丝心疼。虽说上战场受伤乃是常事，但他毕竟就这么一个儿子，得知他受伤，做娘的心里也十分不好受。苏玉婉若有所思，难怪太子回宫面圣完便匆匆赶来了萧府，原来萧小侯爷是为了他而受伤的。第79章，我头有些晕，缓一缓就好。江源握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太子就在萧灵叶那儿，可是该用什么理由去见他一面？苏玉婉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对萧夫人道：“萧夫人，小侯爷与我也算有救命之恩，我能否去探望一下他？”萧夫人眸中染上一抹亮光，自然是能的。你去看他，他指定很高兴。苏玉婉微愣，只听萧夫人对秦嬷嬷道：“秦嬷嬷，你带苏小姐去吧。”秦嬷嬷含笑着对苏玉婉道：“苏小姐，请随老奴来吧。”江源便随苏玉婉便起身跟着秦嬷嬷出了前厅。萧府院落规模很大，听说武安侯征战多年，皇上赏赐了不少金银，然而府内装潢却并不奢华张扬，反而种植绿植较多，自成一派低调优雅的风格。萧灵叶所居住的院子在东院隐月轩。秦嬷嬷领着苏玉婉进去院子时，太子慕容轩正好从萧灵叶的屋内出来。太子殿下，2人刚要行礼，就被慕容轩摆手示意免礼。看到苏玉婉与江源，他有些惊讶：“表妹，江小姐，你们怎么来了？”苏玉婉正不知该如何说，秦嬷嬷就笑着回太子：“太子殿下，苏姑娘是来探望小侯爷的。”慕容轩闻言，眸底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哦，原来如此。这会儿林太医正在里面为他换药，你一会儿再进去吧。”苏玉婉微微点头。这时江源紧张地抬起头看向慕容轩：“太子殿下，可否借一步说话？”慕容轩神情微动，随后笑着看向秦嬷嬷：“本宫听说府上的幽兰水榭极为雅静。”秦嬷嬷立刻会意，笑说道：“太子殿下，江小姐请跟老奴来。”将2人领至幽兰水榭后，秦嬷嬷和一众下人们便识趣地退了下去。“江小姐有何事，说吧。”慕容轩提起桌上的茶壶，给他倒了一杯茶。江源犹豫了片刻，直接在他面前跪了下来：“太子殿下，臣女今日其实是为了赐婚一事而来。”“哦，先起来再说吧。”慕容轩起身去扶他：“不，还请太子殿下先听臣女把话说完。”“那好，你说吧。”江源深吸了一口气，而后说道：“臣女资质愚钝，实在配不上太子殿下，斗胆请太子殿下求皇上取消赐婚。”“取消赐婚？”慕容轩一愣，随即问他：“江小姐不愿做本宫的太子妃？”“回太子殿下，其实在被皇上赐婚之前，臣女便已经有了心上人。”江源鼓起勇气，
勇敢了一回。听到这话，慕容轩握着杯子的手微微收紧，脸上的笑意也瞬间僵住。江源今日是抱着豁出去的想法来见他，所以也想将自己的想法说出。他看向慕容轩，又道：“其实臣女也知太子殿下无意于我，只是娶了我，江家能为太子提供些助力罢了。”放肆！江源被慕容轩这一声震怒，震得心头微惊，依旧面不改色地道：“太子殿下恕罪，若殿下愿意退婚，臣女愿说服父亲拥护于太子殿下。”闻言，慕容轩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似在思考。他虽然被册立为太子，但根基不稳，地位并不牢固。其他皇子明里暗里拉拢朝中大臣，争储之心尚未停歇。眼下他最需要的就是能得到众臣的支持。这些年来，苏丞相与江尚书在各皇子夺嫡之争中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二人手握重权，又十分得父皇的信任器重。他和母后早就想拉拢二人了，奈何苏丞相这些年忙着找女儿，对此并不表态。母后只好将主意打到了江家。赐婚一事便是母后向父皇提出的，只要得到江尚书的支持，那他继位便势在必得。江源静静低着头，他看得出皇后娘娘看重自己，不过是想借此拉拢父亲，为太子铺路。当日皇后宴请各家贵女进宫，便已然做了一番权衡利弊。他知道太子并不喜欢自己，所以才斗胆以此为条件恳求太子退婚。慕容轩良久没说话，江源内心有些焦灼。太子殿下，人家姑娘都如此求你了，何不就成全有情人呢？萧林叶与苏玉婉不知何时来了水泄，看到江源跪在地上，苏玉婉便知他已经将退婚的请求与太子说了。只是太子的神色看起来似乎不太好。太医不是让你躺着好好休养吗？怎么起来了？慕容轩见萧林叶脸白的像纸，连忙过去搀扶。萧林叶却朝他摇头一笑，这点伤还不至于要人扶，倒是人家姑娘跪了这么久，想必腿都麻了，殿下怎么也不懂得怜香惜玉。慕容轩无奈失笑，连忙让江源起身回话。江源起来后并未落座，而是恭敬地站着，似在等着慕容轩的抉择。萧林叶朝苏玉婉看了一眼，他今日穿着蓝色锦袍，俊逸的脸上十分苍白，嘴角依旧挂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虽然他是为了江源的事才主动找上了他，但他心里高兴。萧林叶便走到慕容轩身旁，说道：“殿下，江家小姐方才所说的条件与您目前的处境十分有益，殿下不妨考虑考虑。”原本慕容轩还有些犹豫，听他这样一说，当下心中便有了决定。他扭头看向江源：“你方才说的话，我会考虑。”又叮嘱萧林叶好好养伤，便抬步离开了侯府。慕容轩走后，江源才堪堪松了一口气。这位太子殿下平时看起来平易近民，可刚才他明显能感觉到他眸底散发出的杀气。他先是冲着苏玉婉感激一笑，而后走到萧林叶面前，微微行了一礼：“方才多谢小侯爷出言相助。”虽然不知道萧林叶同太子说了什么，但太子似乎是听了他的话，才决定考虑考虑。萧林叶笑得漫不经心：“不必谢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他说的谦虚，但江源知道在太子面前萧林叶的话举足轻重，还是很感谢他。他也知道萧林叶顶着伤来此并非偶然，应该是苏玉婉的缘故，他在心中默默记下了这份恩情。总之多谢二位，此事我还得回去与父母相商一番，就先告辞了。江源冲二人行了一礼，也离开了。苏玉婉本想说与他一块离开，可想到自己求了萧林叶帮忙没有道谢便离开，实有不妥，便扭头看向萧林叶，浅笑着道：“方才的事多谢小侯爷了。”萧林叶站着没说话，眉头微微拧起，脸色似乎比刚才还要苍白。苏玉婉这才注意到他的肩部渗出了不少血。“你流血了，我去叫下人吧。”苏玉婉才要出去叫人，就见萧林叶两眼一闭，朝他倒了过来。萧林叶出于情急，苏玉婉伸手去扶他，奈何萧林叶身子太重，整个人直接倒在了苏玉婉身上，身子紧贴着苏玉婉。苏玉婉几乎支撑不住，就要朝后倒去。这时萧林叶伸出一只手揽住了他的腰，头贴在他耳边，声音微弱地道：“不好意思苏小姐，我头有些晕，缓一缓就好。”第80章，娘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两人现在的姿势说不出的旖旎暧昧，苏玉婉也不好叫下人过来，怕被人看见误会，便只能挪步将他扶到桌前坐下。转过身时却被他再度拉住了手：“小侯爷，你肩上一直在渗血，得赶紧找太医来止血。”苏玉婉试图将手抽回，却反被他握得紧紧的。秦嬷嬷说：“你今日是特地来探望我的，是真的吗？”他丝毫不顾肩头传来的疼痛，双眸紧盯着他，那张绝美的脸上苍白中带着一种病态的美，极具诱惑。苏玉婉被他盯得有些不自然，他来府上其实是为了江源能见太子一面，若实话实说，他定觉得自己在利用他。我就当是了。萧林叶看着他，苍白的唇角微微勾起：“你别说话了，我去给你叫太医来。”苏玉婉用力抽回手，走出了水线。不多会儿，便带着林太医过来了。林太医给他查看了一下伤口，疑惑地道：“小侯爷，
伤口怎么又裂开了？萧灵叶看向外头廊台上苏玉婉的背影，浅笑，不小心牵扯到了。林太医擦了把汗，这也太不小心了吧！太子殿下可是下了令，让他务必在3个月内让萧小侯爷剑伤痊愈。要知道，萧小侯爷的剑伤贯穿了整个肩膀，差一点就伤到了心脉。若老这么牵扯伤口，别说3个月了，3年也不会好啊！给他重新上了药包扎好。林太医刚想嘱咐他万万不能再牵扯到伤口，就被萧灵叶挥手示退。林太医只好提着药箱退出了水榭。见林太医出来，苏玉婉开口问他：“林太医，小侯爷的伤怎么样？”“苏小姐，小侯爷的剑伤到了筋骨，须得静养，万万不能再牵扯到伤口，否则难以痊愈。”林太医如实说道。竟然伤得这么重！林太医走后，苏玉婉走了进去。太医说：“你伤得很重，不能再随意走动，我这边告辞了，好好养伤。”等等，已经准备走的苏玉婉又回过身来：“怎么了？”萧灵叶望向他：“上回你答应给我绣的香囊还没给我，倒是把这事儿忘了。”苏玉婉从袖中掏出已经绣好的香囊递给他，继而又说道：“还是要再次感谢小侯爷2次相帮，也希望你早日痊愈。”说完，他就转身出了水榭。萧灵叶握着香囊，左右翻看，在看到那层绣着的安字后，嘴角的笑容不禁扩大了一些。从萧府出来后，苏玉婉便回了相府。回到松雪阁，丫鬟紫渊发现她衣裳上沾了些血迹，吓得脸色都变了。“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哪儿受伤了吗？”经他这么一说，苏玉婉才注意到自己的肩上沾染了一些萧灵叶的血迹。“没事，这不是我的血，去备水吧，我要沐浴。”“是。”紫渊听到不是自家小姐的血，更加疑惑了，但也没多问，默默转身出去准备热水去了。泡在铺满玫瑰花瓣的浴桶里，苏玉婉满脑子都是今日与萧灵叶紧贴在一起的画面，挥之不去，如何也静不下心来。她使劲摇了摇头，整个人进入到水中，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晚膳过后，她去了父亲的书房。“阿婉，这么晚了还没歇歇？”见他来，苏胜将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放，脸上露出笑容来。苏玉婉将从厨房带过来的参汤递给他：“父亲，今日我去见了太子一面。”苏胜接过参汤，浅浅尝了一口，而后看向自家女儿，语气柔和：“是为了你大哥的事吧？我都听你母亲说了，这是圣旨以下，恐怕没有回旋的余地。”这几日苏景怀精神不大好，苏胜看在眼里，但这事他也无能为力。苏玉婉看着自家父亲，坦然说道：“或许有转机呢。其实今日是江小姐请求我帮忙带她去见了太子。”苏胜微微皱眉：“江小姐？”苏玉婉点头：“江小姐恳求太子殿下退婚，以说服江尚书拥立太子为条件。那太子殿下的意思呢？”“太子殿下说会考虑考虑。”闻言，苏胜看着自家女儿，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来。他当真如此说？苏玉婉点头，确实不假。苏胜眉宇舒展，语气略显激动地道：“好，好，若是太子愿意割爱，那为父便也站他这一头吧。”父亲苏玉婉微微讶异，父亲在朝堂上保持中立这么多年，为何如今却突然决定站太子殿下？苏胜看着他，笑道：“其实爹爹原先便想过以此为条件与太子谈此事，只是江小姐没有明确表态，为父不好贸然提及。如今她既已表明不愿嫁太子，并且为了退婚一事挺身而出，苏家自然也不会让她一个弱女子独自面对。”顿了顿，他又道：“况且除了被废黜的前太子，如今这几位皇子之中，也就只有太子具备帝王之资，拥立他也不过是民心所向罢了。”苏玉婉没想到父亲竟有这样的打算，诧异的同时也露出了崇敬的目光。他笑道：“若爹爹也出面，此事便大概率能成了。”见他为了怀儿的事这般忙活，苏胜轻轻拍了拍苏玉婉的肩膀，轻笑：“阿婉如此为你大哥的婚事着想，可也想过自己？”闻言，苏玉婉身子一顿，随即微微垂下了头：“父亲，女儿没想过再嫁。老天能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收拾前世仇人，又让她找到了父母，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她并没有想过再嫁的事。”苏胜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爹爹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因为受过伤就将自己封固起来，回到父母身边，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有爹娘在，你大可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曾经如何，娘家永远都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第81章取消婚约。几日后，皇上果然取消了素景怀与江源的婚约。得知这一消息的苏玉婉迫不及待便来了昭华堂，让苏夫人赶紧准备聘礼去江家提亲。苏夫人先还纳闷呢，皇上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看到自家女儿急匆匆让她去江家提亲，细问之下才知原来是女儿与江小姐一块去求了太子殿下，并且苏胜也私下与太子殿下谈过，才会这么顺利的退了婚。苏夫人看着他，假嗔道：“你大哥都没有动静呢，你倒好，猴急似的。”苏玉婉嘿嘿一笑：“江小姐这么好，若是提亲动作不快些，万一又被人抢先，大哥岂不又要伤心？你呀？”苏夫人摇头失笑：“娘这就带着聘礼去江家提亲。”
很快，苏夫人便又带上了聘礼去了江家。回到松雪阁，苏玉婉看到了一身官服站在院外的大哥。大哥，苏玉婉走上前，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进去？哦，我刚从翰林院回来。苏景怀踌躇了片刻后，问他：我听说皇上取消了太子和江小姐的婚事。苏玉婉看着他，不禁笑道：不仅如此，娘已经带着聘礼上江家提亲去了。大哥这几日明明都病了，还强撑着去翰林院，看他这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不养好了可怎么迎娶新娘子？阿婉，苏景怀紧紧看着他，谢谢你。他都听父亲说了，此事乃是江源自己求到太子面前与条件交换来的，阿婉也从中帮了忙，感动之余也让他愧责难当。苏玉婉却还反过来安慰他：大哥，咱们是兄妹，何须说谢？做妹妹的自然是希望你好。苏景怀脸上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他抬手摸了摸苏玉婉的头：阿婉为大哥做的，大哥牢记于心。尚书府，江源自从与太子提出退婚的事后，回来便整日惶惶不安，他怕太子不同意，也怕自己做这一切只是一厢情愿。江尚书和江夫人得知自家女儿亲自找上太子提出退婚的事，都吓坏了，原以为自家女儿被皇上赐给太子为妃，乃是荣耀满门的大喜事，没成想女儿压根就不愿做太子妃。难怪前些日子闹情绪，不吃不喝。自家闺女的倔脾气他们也是知道的，越是逼她越是反抗，老两口生怕女儿一时冲动之下做了傻事，所以在得知她提出退婚的事后，也并没有斥责，而是尊重女儿的意愿。好在今日一大早，宫里就来了人，宣布皇上已经取消了两人的婚约。虽说如此一来，女儿家的名声多少有些受损，但只要江源好好的，老两口也别无他求了。没想到的是，宣旨太监才刚走，苏夫人便上门提亲来了。江源听说皇上取消了他与太子的婚事，阴郁的脸上才终于得见情，又听说苏夫人竟然亲自上门来提亲，他惊讶又激动，好半晌才缓过神来。玉儿，快帮我梳妆。不，先更衣。不，先备水沐浴。小姐，您别激动，奴婢这就去。见自家小姐终于恢复了往常的模样，小丫鬟欢欢喜喜的去准备热水了。江源走到梳妆台前，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才短短几日，他竟瘦了这么多，脸颊都凹陷了。星儿，让厨房准备些吃的，再炖碗燕窝。是，小姐。丫鬟们才刚出门，江夫人和苏夫人就来了他的院子。哟，这会儿终于肯吃饭了。江夫人进来后，挑笑着看向自家女儿。江源见苏夫人也在，当即面上一红，屈膝行了一礼。苏夫人。苏夫人见她这副模样，就知道这丫头这几日也受了不少苦，连忙上前将她扶起来，握住她的手：傻孩子，还叫夫人？闻言，江源羞涩地喊了一声伯母。好孩子，伯母带了一支千年山参，补气血最好了。这些日子你就好好把身子养好，安心等着环儿来娶你就是。江源微红着脸点头：好，元儿都听伯母的。哎呀，你瞧瞧，要不都说女大不中留，这些个日子我这做娘的好说歹说，劝她吃饭喝汤都不管用，这未来婆母一开口就都应了。江夫人站在一旁，看着女儿在苏夫人面前那副乖巧的模样，不由打趣道：娘。江源原本苍白的脸上这会儿红得不行。苏夫人笑着道：女孩子家脸皮儿薄，你可别再打趣她了。好，我不说了，淑荣今日留在府上用饭吧，我让下人多备些菜。江夫人笑着看向苏夫人，如今二人结为亲家，关系更比闺中时亲近了。苏夫人原想推辞的，江夫人连忙朝江源递了个眼色，江源也开口留他，未来儿媳都开了口，他也不好再推拒，便留在江府用了午膳。大哥与江源的婚事总算定了下来，苏玉婉说不出的开心。正好自己在京城开的绣房最近时间盈利不错，他带着春眠准备去绣楼看看，顺便要了大哥和江源的尺寸，准备亲自给他们俩准备新婚喜服。云绣楼，苏玉婉在京城新开的绣房，店铺一共有3层，一楼专门摆放货柜供绣品展示，2楼是成衣展示，3楼是绣娘们刺绣的楼层。苏玉婉进去铺子，掌柜分娘立刻上前恭敬招呼：苏小姐，您今日怎么亲自前来了？可是有什么吩咐吗？还是要亲自挑选些衣裳？分娘是苏夫人陪嫁庄子上的管事，因为办事能力不错，被苏夫人调给苏玉婉帮忙掌管铺子。苏玉婉笑着道：我今日来是为大哥大嫂设计婚服，你不必陪着，我让绣娘们打下手就行。是，苏小姐。随后苏玉婉和春眠上了3楼，云娘赶紧让伙计准备茶水点心送上楼去。掌柜的，听说你们这儿的衣裳做得很漂亮，我能不能去看看？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蒙着面走路一瘸一拐的女子。第82章偷窃。云娘如今被苏夫人器重，做了这云绣楼的掌柜，原本管教下人的暴力脾气收敛了不少，事事以夫人小姐为重。小姐说过，这云绣楼不光做京城名门闺秀的生意，也做普通百姓的生意，不得区别对待。因此云娘并没有因进来的姑娘衣着寒酸就冷眼相待，倒是很客气地招呼道：
姑娘是想定做还是看成衣？成衣的话在2楼。沈宁想了想，说道：“我想看看成衣。”好，姑娘2楼请。芸娘连忙叫来店里的伙计小翠儿，带这位姑娘去2楼看看成衣。是。在小翠的带领下，沈宁上了2楼。2楼全是很时兴的各类衣裙，所用的缎料以及刺绣都是顶好的。沈宁一时看迷了眼，她都来京城这么久了，还一直没有一套像样的衣裳，身上穿着的还是原来在老家时的旧衣裳。沈府的奴婢们不仅穿得比她好，还暗地里笑话她是个土包子。她咽不下这口气，便把攒了许久的月例银子都带了出来，准备买一套好衣裳。小翠很耐心地给她介绍每一套衣裙的缎料、做工以及价格。什么？这一套就要20两？沈宁看中了一套银纹绣百蝶花罗裙，却听小翠说要20两银子，惊得她顿时瞪大了双眼。小翠解释道：“咱们这儿的衣裙都是用的上好的料子，款式也是当下最时兴的，衣裳确实好看，但是20两未免也太贵了。她手里一共就5两银子，那个能不能便宜点？”沈宁小声地问小翠。小翠一听就知道这姑娘是个买不起的，当时就没了耐心，但苏小姐吩咐过不得区别对待，她便忍着不耐烦对沈宁道：“姑娘，便宜不了的，咱们这儿的衣裙漂亮，做工好，投入的成本自然也高，若是卖的便宜了，也赚不了多少钱。”沈宁抚摸着那柔软闪着细光的缎料，喜欢的不行，奈何自己买不起。他犹豫了好久，又问小翠：“我能不能穿上试一试？”小翠早看出他买不起，却还耐着性子在这招呼着，这会儿听到他问能不能穿上试试，当即就拒绝道：“姑娘，这套衣裙的料子特殊，试穿的话衣裳容易变形变皱，您若是不打算买的话，我们是不建议试穿的。”沈宁一听顿时怒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怕我买不起吗？”姑娘见谅，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您是穿了不买的话，这裙子若是变形了褶皱了便卖不出去了，还请您不要为难我一个做伙计的。小翠连忙解释道。沈宁气得咬牙，正要说他2句，就听楼下芸娘在叫小翠：“姑娘您先看着，我下去一趟。”说完小翠就跑下了楼。沈宁哼了一声，扭头看着那套衣裙，眸光微微收紧。小翠听完芸娘的吩咐后赶紧上了楼，见沈宁正往楼下走：“姑娘，你不看了吗？”“不看了，没有喜欢的。”沈宁昂首挺胸，淡淡丢下一句话就下了楼。小翠没多想，便上楼去整理衣裳，却发现方才那件银纹绣百蝶花罗裙不见了。她仔细找了一圈都没看见，想起刚才突然离开的沈宁，她连忙追下楼去：“姑娘，请你等一下。”沈宁才跨出铺门的脚一顿，眉头微微皱了起来，眼底闪过一抹惊慌。转过身后，他佯装淡定地问道：“怎么了？”芸娘见状也问小翠：“小翠儿，这是怎么了？”小翠指着沈宁：“掌柜的，方才这位姑娘在2楼看裙子，我下来一趟再上去，便少了一件裙子，肯定是她偷了。”“你别在这乱冤枉人，凭什么说是我偷的？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沈宁怒然地瞪着小翠：“我方才下楼的时候裙子还在，2楼也只有你一个人，才不到1刻钟的时间，裙子就不见了，不是你还能是谁？你少信口雌黄，这楼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你凭什么就断定是我？你……”小翠气急了，指着他直言道：“咱这楼里来往的可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名门闺秀，你看看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明显是买不起就起了偷的心思。”小翠，芸娘斥了他一声：“事情没弄清楚，不可胡乱捏造。”小翠红着眼道：“掌柜的，我真的没有胡乱冤枉他。”芸娘见小翠不像是撒谎的样子，便问她少了哪件衣裳，小翠便照实说了。芸娘便让沈宁先在楼下坐一会儿，又让人上去查看。半晌后，另一名伙计下来了，回话道：“掌柜的，楼上那件银纹绣百蝶花罗裙确实不见了。”芸娘皱了皱眉，又翻看了账本，今日之内并没有这件衣裙卖出的记录。她只好对沈宁道：“姑娘，我已经翻看过了店内的账本，那件裙子是昨日刚摆上的，今日并没有售出记录。小翠说方才她下楼时就你一人在2楼，为了弄清此事，还请姑娘配合我们一下。”沈宁藏在袖中的双手微微捏紧，手心出了不少汗，面上却依旧维持镇定：“怎么配合？”“搜身。”一听搜身2字，沈宁面上当即闪过慌张：“不行！”芸娘见他不肯让搜身，也不禁产生了一丝怀疑，但还是好声好气道：“可是姑娘，如今唯有搜身能证明您的清白。”沈宁冷哼一声：“我为什么要证明？你们的伙计自己没看好，把衣裳弄丢了，却要诬陷我。你们这云秀楼怕不是家黑店吧？姑娘，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若姑娘执意不肯配合，那我只好动粗了。”芸娘说罢，朝外头喊了一声，立刻便有2名身穿便衣的侍卫冲了进来。沈宁见状有些慌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芸娘冷笑一声：“姑娘既然不愿意配合，那我只好让人按着你搜了。”“你们敢！”沈宁横眉怒目瞪着芸娘：“我大嫂可是吏部侍郎千金，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梁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说你大嫂是吏部侍郎的千金？是啊，怎么样，怕了吧？怕了就赶紧让开，否则要你们好看。芸娘盯着他看了半晌，最后眼中露出狠厉的神色来。你们两个给我按住他！哎，我警告你们！沈宁挣扎间，藏在身上的衣裙便哗啦掉到了地上。芸娘见状，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小蹄子，果然是你！你敢打我？沈宁死死瞪着他。芸娘冷笑一声：老娘打的就是你！一说吏部侍郎千金是他大嫂，芸娘就明白她是那位负心汉沈大状元的妹妹。那负心汉抛弃他们家小姐去做了倒插门，妹妹又是个窃贼，她倒要看看梁大人会如何给这小蹄子撑腰。去，给梁大人报个信。第83章，久违的面孔。听到芸娘说要给梁大人报信，沈宁当即就慌了。娘一再交代过，不能惹是生非，惹怒梁家人。若是这事让梁大人和大嫂知道了，他肯定又要被罚了。等等，掌柜的，你能不能不要去报信？我大不了赔你些银子罢了。沈宁放低姿态，试图和解。芸娘却冷冷瞥了他一眼，斥道：方才不是还趾高气扬的吗？这会儿怎么不继续了？沈宁被两名侍卫扼住胳膊，无法动作，只能低声下气对芸娘道：掌柜的，我求求你不要去梁府报信，我身上有银子，我全都给你当是我为此事赔礼道歉了，你看这样成不成？芸娘却没有搭理他，而是拿起地上的裙子仔细检查。方才在拉扯中，裙子受到了撕扯，破了一个口子。她冷冷看着沈宁：这裙子已经被你损坏了，眼下可不仅仅是你赔礼道歉这么简单，我不光要报信给梁家人，你也必须要照价赔偿。什么？照价赔偿？那就是要赔20多两银子。沈宁哪里有这么多银子？说完，芸娘让小翠搜她的身，结果搜遍全身也只搜出5两银子来。芸娘掂了掂手里的银子，啧啧道：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吏部侍郎千金是你的大嫂吗？怎么你这小姑子出门身上就这么点银子？还是说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沈宁紧咬着牙，目光怨恨地瞪着芸娘。哎，也是啊，你大哥为了攀权做了倒插门，一家子都住在人家的宅子里，又能有多少体面呢？芸娘继续戳他的痛处。你住嘴！沈宁实在听不下去了，挣扎着想冲上前撕烂这贱妇的嘴。老实点！侍卫们立刻加重了手上力道，将他按得死死的。这是出什么事了？这时苏玉婉听到楼下的吵闹声，走了下来。沈宁一抬头，顿时如同见了鬼一般，眸中露出惊恐又憎恶的神色。苏玉婉！苏玉婉也一眼就认出了沈宁，她还是一如既往蒙着面纱，那双眼神苏玉婉却是熟悉无比。小姐！芸娘立马恭敬地上前去同苏玉婉讲述了今日所发生的事。听完芸娘的话，苏玉婉眸光落在了沈宁身上，嘴角露出一抹讽笑，偷窃衣裳。沈宁对苏玉婉恨之入骨，这会儿面对她的嘲讽更是咬牙切齿。苏玉婉，你得意什么？谁料话才刚落，就又挨了芸娘重重的一巴掌。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直呼我们小姐名讳？这一巴掌力道极重，沈宁脸上的面纱被扇落在地，她那张巴巴赖赖的脸暴露在众人面前。众人见了她的脸，都被吓了一跳，原来是个丑八怪，怪不得要蒙着面纱呢。都说相由心生，这般手脚不干净，怪不得长得这么丑。面对众人的议论，沈宁倍感羞辱，他看向苏玉婉的目光愈发怨毒。苏小姐，你先前就已经报复过我了，如今还不肯放过我吗？苏玉婉走到他面前，冷冷直视着他。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今日是你偷窃并损坏了我绣楼里的衣裳，是你惹出事在先，怎么会是我要报复你？你……沈宁一噎，无语作答。宁儿！沈旭匆忙从外头走了进来，见沈宁被人死死按着，他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刚要问他又惹出了什么事，一扭头就看到了那张久违的面孔。沈旭眸光倏地收紧，落在苏玉婉身上的视线里透着不可思议。一别半年，如今的苏玉婉无论是相貌气质，都与原来那个苏玉婉有着天壤之别。她一身锦缎华服，只薄施脂粉却明艳动人，只是那双眼睛里多了几分淡漠。沈旭不由恍惚了起来，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他也是这般神情淡漠，充满戒备之心。后来在沈家的日子，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且温婉了起来。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看他的眼神又变回了原来的冷漠？大抵是从成婚开始。哟，这位就是沈大状元吧？你妹妹在绣楼里偷窃不成，还损坏了衣裳，正好你来了，赔钱吧。芸娘走上前，冷眼看着沈旭。沈旭这才回过神来，忙将视线从苏玉婉身上收回。他瞥了眼沈宁，问芸娘多少钱。芸娘微不可察地看了苏玉婉一眼，见苏玉婉似乎不打算插手此事，她便说道：50两银子。被钳制住双臂的沈宁一听，怒了：方才不是说只赔20两银子吗？怎么这会儿又变成50两了？你分明是在讹钱。芸娘笑了笑：哎呦，我说这位姑娘，
你在这楼里做出了这等丑事，又不肯承认，导致我们兴师动众的搜身。这样一来，你不仅耽误了我们这铺子的生意，还浪费了我们不少时间，这些可不得赔偿吗？那你也不能这么狮子大开口啊！5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宁儿！沈旭朝他怒斥了一声，不要再生事了。沈宁知道自家大哥如今在京城举步艰难，便只好闭上了嘴。只是沈旭身上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如今空有状元的名头，却连一份普通差事都找不到。他这些时日已经自降身份去书局书院找差事，但都不肯要他。时至今日，他仍旧没有赚到一分钱。今日他本是去梁府拜访梁大人，谁知才到梁府门口，就听到有人找上门说，有个自称是吏部侍郎千金的小姑子在城西绣楼里惹了事，要找梁大人。沈旭一听，就连忙赶过来了。梁大人如今对自己本就失望至极，若是再让他知道沈宁打着他的旗号在外惹是生非，这事恐怕会闹得更加严重。怎么样，沈大状元可带钱来了？赔了钱，你便可以带你妹妹走。如若不然，我就只能将她交由官府处置了。芸娘见他半晌没说话，开口催促道。沈旭抿了抿唇，无奈看向苏玉婉，苏小姐，能否宽限几日？几日后我一定将银子送来。苏玉婉淡淡端起下人奉上的茶盏，并未开口说话。沈旭嘴角露出一抹自嘲，也是，他如此对他，他又怎么可能念及旧情网开一面？夫君。这时梁雨柔挺着4个月大的肚子，由丫鬟搀扶着走了进来。第84章教训。沈宁见到梁雨柔，怯怯地低下了头，不敢看她。沈旭没想到梁雨柔会来这儿，他连忙走过去搀扶她。你怎么来了？我听下人们说宁姐儿在外惹了事，身为她的大嫂，我怎么能不来呢？梁雨柔面上笑着，看向沈宁时的目光却似刀子般锋利。贱蹄子，惹谁不好，偏偏惹到了苏玉婉的绣楼里。对上他的目光，沈宁没来由的哆嗦了一下身子，半句都不敢吱声。雨柔，宁儿她，夫君，他们要多少钱才肯放人？梁雨柔直接问道。沈旭不着痕迹的看了苏玉婉一眼，对梁雨柔道：50两银子。佩儿，是夫人。梁雨柔使了个眼色，佩儿便立即掏出了50两银子赔给了芸娘。芸娘拿了钱，让那2名侍卫松开了沈宁。沈宁走到了沈旭和梁雨柔跟前，揉了揉酸痛的胳膊后，朝苏玉婉狠狠瞪了一眼，一副底气十足的模样。没成想，却遭到了梁雨柔狠狠甩过来的一巴掌。沈旭见状拧起了眉，却没有说什么。大嫂，你为什么要打我？沈宁捂着本就被芸娘打痛的脸，委屈又不甘地看着梁雨柔。梁雨柔冷冷凝视着他，这一巴掌是要让你记住今日的教训，往后不要再犯这样的事，丢沈梁2家的脸。沈宁眼里噙着泪，见自家大哥也没有维护他半句，只能点头应道：我知道了，大嫂。梁雨柔又扭头看向苏玉婉，露出一副陪笑的面容。苏小姐，今日宁姐儿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不会再让她出来丢人现眼了。有沈夫人这句话，我相信她日后定不敢再犯了。苏玉婉回以淡淡一笑。梁雨柔没有因为爱屋及乌维护沈宁这一点，让苏玉婉对她多少有些另眼相看。听到沈夫人3个字，梁雨柔唇角不自觉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动作自然地挽上了沈旭的手。沈旭指尖微僵，余光微微看向苏玉婉，却见苏玉婉已经转身上了楼。夫君，走吧。梁雨柔扭头挡住了他的视线。哦，好。沈旭收回目光，搀着他出了云秀楼。沈宅回了沈府后，沈宁怕被责罚，便主动跪在梁雨柔面前认错。大嫂，今日的事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梁雨柔冷冷看着他，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在院中跪上3日吧，往后也不必在前院洒扫了，去刷洗公桶吧。沈宁不敢有怨言，梁雨柔的手段他已经见识过了，若是不从的话，定会罚得更狠。沈婆子却是心疼自家女儿，不得已走到梁雨柔面前求情道：雨柔，宁姐儿她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小姑子，你让她去刷洗公桶，这传出去别人该怎么看待她？你要罚她娘没什么话说，但是能不能不要让她去刷公桶？慢悠悠喝了一口茶，梁雨柔漫不经心地看向沈婆子，不想刷公桶，行啊，那就驱逐出府吧。雨柔，沈婆子没想到梁雨柔如此决绝，根本就没有把沈宁当小姑子对待，就连她这个做婆母的话，梁雨柔也丝毫不放在心上。她做出了偷窃的丑事，让人抓住，赔了我50两银子，我继续留她在府上，不仅会坏了我的声誉，还会连累整个梁家。梁雨柔抬眸看向沈婆子，这是京城，可不是你们乡下，我的眼皮底下可容不下小人作祟。你怎么能这么说宁儿呢？沈婆子气得差点吐血，原以为旭哥娶了梁雨柔，日子会比原来过得好。梁雨柔婚前怀上旭哥的孩子，非她不嫁，本以为能就此拿捏住她，谁料这梁雨柔竟是个狠角色。沈婆子暗暗咬牙，不敢再为沈宁求情了。刷公桶就刷公桶吧，总好过被赶出府。出了雨兰院，
沈宁就被下人带着去了后院刷公桶，他的行李也被换到了下人所住的屋子。喂，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刷吧！下人们将所有待刷的公桶都放到了他面前，又朝他扔来一把臭烘烘的刷子，大声呵斥道。沈宁强忍着想吐的冲动，弯下腰捡起刷子，坐在石凳上开始刷洗公桶。沈婆子看着这一切，心疼的直抹泪。这梁雨柔也忒没良心了，那时候要不是你偷偷给他报信，没准他还做不了旭根的妻子，如今怎么一点旧情也不念，如此作践你？沈宁已经麻木了，在沈府寄人篱下的这些日子里，梁雨柔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般，因为她是沈旭的妹妹就轻待于他，不管他怎么讨好，梁雨柔都是一副看不起他的模样。刷完了一会儿后，沈宁再也忍不住这臭气熏天的气味，跑到一旁呕吐了起来。没事吧，宁姐儿？沈婆子连忙去下人屋里倒了一杯水出来给她。沈宁一口气喝完了杯子里的水，再也绷不住情绪，扑在沈婆子怀里大哭了起来。娘，我想家了，我想回家。以前在云溪村，顶多只是受人指点非议，可现在他不仅要做下人的脏活累活，还时不时就会被梁雨柔当众羞辱，他实在是受不了了。沈婆子无奈叹了口气：宁姐儿，娘也不想看着你受苦，可是如今咱们哪还有家啊？那云溪村的老宅子都卖出去了。沈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甚至有些怀念当初在云溪村的日子了。那时候日子虽然苦了些，但他被娘和大哥捧着宠着，从未受过这样的罪。唉，沈婆子又何尝不怀念从前苏玉婉在沈家为媳的时候，虽说性子硬了些，但对她这个婆母还是很尊重的，从不会和她对着来。若是旭根中状元后没有负她，说不定如今他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美满，他们娘俩又何至于要处处看梁雨柔脸色过日子。第85章学刺绣。苏景怀和江源成亲的日子定在下个月初6，待假期间江源不好再往襄府跑，但自从得知他与苏大公子的婚事是苏玉婉亲自找太子殿下求来的，江源便一直想要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苏玉婉。这天苏玉婉前脚才去了云秀楼，江源后脚就跟着来了。江小姐，阿婉，二人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一见面两人面上都含着笑。快进来，正好来看看你的嫁衣。苏玉婉亲切地去拉他的手。好。江源也不扭捏，任由他挽着手一同上了3楼。3楼有10多个绣娘正在做绣活，其中一半的绣娘专门负责苏景怀和江源的嫁衣。江源见到嫁衣的那一刻，眼眶有些微热。在苏夫人上门提亲的第2日，他就收到了苏景怀差人送到尚书府的信，他在信上表明了对他的感情。他当时高兴得无以言表，原以为这么多年都只是他在一厢情愿，没想到他喜欢的苏大公子也正好喜欢着他。最重要的是，若非苏玉婉在中间撮合，他和苏大公子也许就会因那一纸赐婚彻底斩断了缘分。想到这些，江源看向苏玉婉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阿婉，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苏玉婉冲他莞尔一笑，咱们就快是一家人了，就别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他还记得刚来京城那会儿，因为他嫁过人的事，遭到这京中不少名门闺秀明里暗里的白眼与嘲讽，但江源没有。宴会上，江源主动敬酒与他说话的举动让他铭记于心。他帮大哥与江源，不仅是想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因为活了2世，第一次有那么一个女孩子对他真心以待。江源握着他的手，笑眼弯弯，好，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我会和你大哥一样疼你爱你的。武安侯府，林太医为萧灵叶换过药后，萧夫人来了饮月轩。怎么样，叶儿今日可感觉好些了？萧夫人让丫鬟把熬好的药端了过来。萧灵叶靠在软榻上，朝自家娘弯唇一笑，娘不必担心，有林太医为儿子医治，伤口已经在逐渐愈合了。说话间，他将握在手里看了一早上的香囊揣进了怀里。萧夫人余光瞥到了这一幕，忍不住笑道：看来林太医的药果然有效，瞧我儿今日这气色看着好多了。萧灵叶，快把药喝了吧。萧夫人把药碗端到他面前。萧灵叶闻着那苦兮兮的药，就一脸的抗拒：娘先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再喝。萧夫人可不信他这话，非要看着他喝下。就你那点小心思，娘还不知道啊？等娘一走，你定又是把药给倒了。他这个儿子上阵杀敌都从未怕过，却唯独害怕喝药。从小到大，每回一生病，让他喝药都如同要了他的命一般。萧灵叶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娘，一会儿我肯定喝。萧夫人挑了挑眉：行，那你一会儿喝吧，我得先去见客了。见客？是啊，今日娘邀了苏家小姐来府上做客，这会儿人家姑娘怕是已经到了。听到这话，萧灵叶眸光微闪，立即端过碗来将药汁一饮而尽。见状，萧夫人忍俊不禁：哎呀，看来还是这招管用啊。萧灵叶愣眼了，顿时反应过来：娘您怎么也学会使诈了？我要不这样说，你能乖乖喝药？见他眼底明显浮现出失落，萧夫人摇头失笑，出了饮月轩便对身旁的秦嬷嬷道：
嬷嬷，你差人去给苏小姐送个帖子，就说我想请她来府上教我刺绣。”秦嬷嬷顿时明白他的意思，是夫人，老奴这就去。苏玉婉听到这话的时候，脸上透着难以置信。你是说萧夫人想学刺绣？萧府的小丫鬟点了点头，回苏小姐：“是的。”苏玉婉微微拧眉，上回去萧府，萧夫人不是还说她对刺绣不感兴趣吗？怎么突然又说想学刺绣了？春眠问她：“小姐，那咱们去吗？”苏玉婉合上腰帖，点头道：“既然萧夫人都亲自下帖子了，岂有不去的道理？那奴婢去备马车。”春眠说完，便出了松雪阁，换了一身衣裳后，苏玉婉出了襄府，坐上马车去了武安侯府。苏小姐，突然把你叫来，没有唐突到你吧？萧夫人亲自来门口迎接，一见到苏玉婉就露出满脸笑意。苏玉婉浅浅一笑：“怎么会？上回萧夫人送了我这么多好布匹，正愁找不到机会感谢萧夫人。听说萧夫人想学刺绣，玉婉总算是可以回报一二了。好好，快进来吧。”萧夫人十分亲切地拉过她的手，与她有说有笑地往幽兰水榭方向走去。进了水榭，苏玉婉便想起那日的情形，耳间不禁染上一抹淡淡的红潮，很快又被拂过的微风吹散。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瓜果点心，萧夫人拉着她在桌前坐下，笑着道：“苏小姐，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便各种口味的点心都备了一些，你尝尝。”萧夫人客气了。苏玉婉拿了一块不太甜的芙蓉酥，小小尝了一口，萧夫人便暗暗记下她喜欢不太甜的点心。那咱们开始吧。啊，萧夫人不是想学刺绣吗？哦，对，秦嬷嬷，快去找些布料和针线来。是，夫人。苏玉婉面上淡淡含笑，心中却暗忖：萧夫人真是想学刺绣吗？很快，秦嬷嬷拿来了不少针线和布料。考虑到萧夫人是零基础，苏玉婉便从穿针开始教她。萧夫人自信满满，左手拿针，右手拿线，然而对了老半天也没把线穿进去。秦嬷嬷见她穿得这么费劲，想帮忙，却被萧夫人拒绝了。她就不信了，刀剑棍棒她都能耍，会怕了这小小一颗针？用了半炷香的时间，总算是成功将丝线穿进了针孔里。此时的萧夫人已经冒出了一额头的汗。第86章完美的误会。苏玉婉很耐心的教，尽管萧夫人在刺绣上没什么天赋，学得十分费劲，却依旧咬牙坚持，这份精神让苏玉婉很是敬佩。尹月轩、萧林业听说苏玉婉真的来了府上，登时从软榻上站了起来，先是去铜镜前照了照，又跑去衣橱挑选衣裳。阿贵跟在他身后，担心极了：“小侯爷，林太医说了，让您尽量不要走动，怕再次牵扯到伤口，您还是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萧林业站在衣橱前翻来翻去，半晌都没有挑出一套满意的来。阿贵撇了撇嘴：“小侯爷，这些衣裳都是前不久才做的，您可都只穿过一次。”犹豫片刻后，萧林业拿出那套穿过一次的蓝色锦袍。阿贵服侍他换上后，又问他要用什么小冠，就用那顶白玉的。是。拾得妥当后，萧林业又吩咐阿贵再去把先前皇上赏赐的金瓜贡茶拿出来，沏上一壶。是，小侯爷。阿贵应声后，便立即去了半刻，都不敢耽误。萧林业又站到镜前，上下左右看了看，直到把状态调整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这才走了出去。水榭里，萧夫人还在专心致志的学习，只是这刺绣终究是不适合她。这才半个时辰不到，她的一双手就已经肿得不行了。萧夫人，不如休息一下吧。苏玉婉看出萧夫人学得很吃力，不忍心看她太辛苦。萧夫人掏出帕子擦了擦汗，叹气道：“确实是有些累了，真是没想到这刺绣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可比舞枪弄棍难多了。”苏玉婉笑道：“刺绣是门细致活，须得平下心静下气来，才能慢慢领悟。萧夫人已经学得很好了，往后只要多加练习，便会越来越好。”听到这话，萧夫人顿时就有些懊悔了，早知道就换个别的理由了。她原以为刺绣很简单，没想到才这么一会儿功夫，竟比她上阵杀敌还要累。但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再累她也忍了。除了刺绣，也再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把苏玉婉邀到府上来。娘。这时，萧林业走进了水榭，他目光先是在苏玉婉脸上停留了片刻，随即才移到萧夫人身上。听说您今日邀了苏小姐来教您刺绣。萧夫人看向他，一副臭小子明知故问的表情。是啊，上回苏小姐给我做的那些衣裳上头的刺绣甚是好看，娘便厚着脸皮请苏小姐来府上教我刺绣。臭小子，老娘为了你手指头都扎肿了，你可得给我争点气。萧林业坐下后，目光掠过萧夫人那包裹得如粽子般的手指头，眼底浮现一抹诧异，随即看向苏玉婉：“苏小姐，真是辛苦你了。”说罢，他朝阿贵使了个眼色，阿贵便端上了刚沏好的茶。苏玉婉端起茶盏，浅啜了一口，赞道：“好香的茶。苏小姐若是喜欢的话，我那儿还有很多，一会儿你带些回去品尝。”不等苏玉婉拒绝，萧林业就让阿贵去拿了。苏玉婉只好道：“那就多谢小侯爷了。”萧夫人见两人十分的拘束，便借口说自己去如厕，
把下人全都带走了。水榭里只剩下苏玉婉和萧灵叶，气氛顿时冷凝了下来。苏玉婉拘谨地捏着帕子，就听萧灵叶问道：“我听说皇上已经取消了太子殿下和江小姐的婚约。”苏玉婉点点头，大哥与江小姐定在下月初6成亲，届时小侯爷若是伤好了，还请来喝杯喜酒。一定。萧灵叶说话时，视线不经意落在他那不盈一握的细腰上，想起那日晕倒在他身上，那娇软身躯传来的温热，让他每次想起来都不禁心神激荡。苏玉婉喝完了一盏茶，还不见萧夫人过来，不好与萧灵叶孤男寡女单处太久，便起身对萧灵叶道：“小侯爷，天色也不早了，我便先告辞了，还请您同萧夫人说一声，我送你。”萧灵叶也跟着站了起来。“不用了。”萧灵叶正色道：“最近城内不太平，听说有敌国细作混入了皇城，还是小心为妙。”听他这样说，苏玉婉也没再拒绝了，毕竟他也不希望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出了武安侯府，萧灵叶坐上了苏玉婉的马车，春眠驾着马车缓缓驶动。车厢内，苏玉婉本就略显尴尬的僵直身子坐着，奈何萧灵叶的视线还一直落在他脸上，他不得已背靠车壁，闭上了双眼。萧灵叶见状，薄唇微扬，更加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的脸蛋。突然间，马车来了一个急刹，剧烈的颠簸下，苏玉婉毫无防备，一个趔趄往前，差点撞在车棱上。萧灵叶眼疾手快，伸出手扶了他一把。然而惯性太大，苏玉婉整个人贴在了萧灵叶身上，双唇碰巧附上了他的侧脸。一瞬间，车厢内的温度急剧升高。苏玉婉连忙坐了回来，一张脸涨得通红。萧灵叶更是脖颈处染上一片潮红，他修长的手指缩回袖中，紧紧掐在掌心处，才把身体里那股隐隐升腾起的燥热压制了下去。为了缓解尴尬，苏玉婉撩开车帘子问春眠：“刚才怎么回事？”春眠回道：“小姐，刚才路上突然窜出一只猫来。”闻言，苏玉婉皱了皱眉，又放下了车帘子。回过身，他发现萧灵叶还在盯着他看，他只好解释道：“方才我没坐稳，多谢小侯爷。”“苏小姐，原来你……啊！”萧灵叶轻咳了一声，挑眉说道：“先前我还不确定苏小姐在香囊内绣字是否因为心中有我，直到今日我才真正明白。”“不是，你明白什么了就明白。刚才那事……”“小姐，到了。”苏玉婉还没解释完，马车便到了襄府门前。萧灵叶先行撩开车帘子下了马车，而后欲伸手扶他下车。苏玉婉想起刚才被他误会，这会儿更不敢与他牵扯上，直接从另一旁下了车。之后更是头也没回的进了襄府。“小姐，您等等我呀！”春眠连忙追了上去，看着他匆忙逃走的背影，萧灵叶嘴角不禁勾起一抹弧度。第87章，放肆！哪个女人？小侯爷，人都进去许久了，咱们也回去吧。阿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萧灵叶这才将目光从襄府大门收回。走吧。转身时，阿贵发现他肩头处隐隐又渗出了些许血迹，吓得脸都白了。“小侯爷，您的伤口又渗血了。”萧灵叶低头看去，应是方才在马车上。他伸手抚了抚脸上那仍留有他唇脂香味的位置，嘴角含笑道：“无碍。”阿贵小声嘟囔：“什么无碍啊？小侯爷，您这都是第二次因为那个女人牵扯到伤口了。林太医一再叮嘱不能牵扯到伤口，您怎么就……放肆！哪个女人？”萧灵叶看向阿贵，那眸底的冷冽吓得阿贵浑身一个哆嗦，他连忙扇了自己一嘴巴子：“小侯爷恕罪，是阿贵失言了。”松雪阁，苏玉婉一回到自己院子，就让紫渊去备热水沐浴。白露给他倒了一杯茶水，退到门口小声问春眠：“春眠，小姐这是怎么了？脸这么红？”春眠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啊。”“小姐，沐浴的水都准备好了。”紫渊进来道。苏玉婉点点头，随即放下茶杯去了浴堂。泡在浴桶里，苏玉婉脑海里不断浮现今日马车内的情形，思绪异常烦乱。“小姐，可要奴婢进来侍候？”紫渊的声音在房外响起。“不用。”深吸了口气，苏玉婉将整个人进入到水中，强烈的窒息感瞬间让她又清醒了过来。沐浴完毕后，她换了一套衣裳，靠到软榻上，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阿婉。”苏景怀拿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大哥。”苏玉婉坐了起来，疑惑地看着他：“大哥手里拿的是什么？”“我听你院里的丫鬟说，你近日睡得不太安稳，恰好我认识一个香料商人，他的铺子里售卖的安神香颇有助眠功效，我便买了一些来给你试试。有劳大哥费心了，我这几日确实睡得不太安稳。”苏玉婉笑着让春眠把东西收下了。苏景怀看着他：“阿婉，可是心里有事吗？”苏玉婉摇摇头：“没有，大哥别多想了，或许只是天气炎热的缘故才睡不安稳。”“那好，你先歇着，我还有些事务要忙，这安神香你记得点上。”“知道了，大哥。”苏景怀离开后，苏玉婉便让春眠把那安神香点上了。果然如大哥说的那般，这香十分清幽好闻，安神效果十分显著，才点上没多会儿，他便来了睡意。一夜好眠，
第二日醒来的苏玉婉感觉浑身都舒畅了不少，才用过早膳，武安侯府就又来人了。答应了要教萧夫人学会刺绣为止，苏玉婉没法推脱，梳洗一番后便又带着春眠出门了。这次萧夫人亲自派了马车来接苏玉婉。坐上车后，随着马车晃动，脑海里又不自觉回忆起昨日的场景。她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撩开车窗帘子，看着外头熙熙攘攘的街市，试图让风吹散那一丝无谓妄想。不远处的一家书肆门口，沈旭拿着自己誊抄的书帖，满怀失落地走下了阶梯。呸！既做了倒插门，攀上了良家，还出来找什么活计？靠女人养着不就行了？就是有现成的软饭吃，还用得着出来丢人现眼吗？书肆里传来掌柜和小厮们的嘲讽声，在这里头的多是文人墨客，最是看不上像沈旭这种靠女人攀权上位的男人。他们这些人里不乏才华横溢的学子，但因为没有好的家世，或者说没有攀上这样一门好亲事，才无缘参加殿试。沈旭来这里头找活计，自然不受待见。听着身后不断传来的嘲笑声，沈旭捏着书帖的手紧紧攥住，指节微微泛白。他脸色颓然地往前走去，差点撞上了前方驶来的马车。沈旭连忙行了个礼，退到了路旁。与马车擦肩而过的瞬间，他不经意间瞥到了马车里坐着的苏玉婉的侧脸，步子微顿，沈旭不受控制地转过了身。马车已经驶远，他却看着马车离去的方向呆愣了许久。方才那辆马车似乎是武安侯府的，苏玉婉怎么会乘坐武安侯府的马车？喂，让让，你挡住我的位置了！一只黑黢黢的脏手一把推开了沈旭，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瞥了他一眼，将手里豁口的陶碗往地上一放，顺势躺在了地上。沈旭拧眉，抬手拍了拍小乞丐碰过的位置，继续往前走去。却在拐过一处巷口时，偶然听到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传来对话声。他本不是个喜欢听墙角的人，抬脚便要走，却在听到名胜地3个字时顿住了脚步。月底的秋猎活动是个刺杀的绝佳机会，这一次绝不能再失手。苏玉婉来到武安侯府时，萧夫人照常站在门口等她。玉婉，你可算来了。经过这些时间的相处，萧夫人对苏玉婉是打心眼里喜欢，也不见外地直呼她名字。苏玉婉规矩朝她行了一礼，萧夫人。好好，快进来吧。这次萧夫人将她带到了自己院里。武安侯萧明渊恰好从房内出来，有些疑惑地看着萧夫人身旁的生面孔。见过侯爷。苏玉婉不卑不亢地对着萧明渊行了一礼。萧夫人赶忙解释道：老爷，这位是襄府的苏小姐，原来是苏相家的千金。萧明渊冷峻肃然的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笑意。老爷这是要进宫？萧夫人见他穿上了官服。萧明渊点点头，皇上让我进宫商谈些事。好好，那你去吧。武安侯走后，萧夫人拉着苏玉婉去了他的屋内。如昨日一般，萧夫人早早让人在桌上摆放了苏玉婉爱吃的芙蓉酥、金瓜贡茶和各种冰镇瓜果。玉婉，快来坐，天气炎热，你先吃些冰镇瓜果消消暑气。萧夫人亲自给她拿了一块冰镇西瓜。多谢萧夫人。苏玉婉坦然接受。这些天的相处，她发现萧夫人虽说外表看着冷厉，但其实是个平易近人、很好相处的人，因此她也少了几分拘谨。第88章，表妹。尹月轩因昨日伤口又一次裂开渗血，林太医唯恐萧灵叶又不听劝，再次出门牵扯到伤口，于是今日在给他上完药后，就直接守在了屋内。萧灵叶靠在软榻上，看着双眼瞪得溜圆的林太医，不禁泛起了愁。林太医，您看这药也上完了，您有别的事就先去忙吧，不用特地陪着我的。小侯爷，微臣的要紧事就是看住你，避免伤口再次复发。我一介武将，受伤乃家常便饭，林太医不必太紧张。如今不是已经在见好了吗？林太医哼了一声，还是没有要起身离开的意思。小侯爷，这是太子殿下的吩咐，您就好生养着吧。萧灵叶无语以答，只得无奈叹气。他又看向阿贵，阿贵连忙垂下头，一副我也没办法的表情。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道甜软的声音：叶哥哥。紧接着门被推开，一个身穿鹅黄烟罗软纱裙的少女走了进来。少女约莫16、17岁的年纪，脸蛋微圆，柳眉杏眼，雪白肤色秀丽绝俗。见到来人，萧灵叶眉头微微拧起。宁霜，你怎么来了？我自然是来看叶哥哥你啊，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可好些了吗？少女名叫方宁霜，乃是平阳侯嫡出小姐，她娘平阳侯夫人是武安侯萧明渊的嫡亲妹妹。方宁霜与萧灵叶是表兄妹的关系。林太医见状，悠悠站起身来，拱手道：方小姐，小侯爷的伤。哦，林太医说了，我这伤还是很严重，得静养不能下地，你要是没什么事就早些回去吧。萧灵叶抢先说道。方宁霜一听，顿时露出一脸担忧来。什么？叶哥哥，你到底伤哪儿了这么严重？这都多久了还不能下地？又扭头看向林太医，你这太医是怎么当的？叶哥哥经你的手医治，为何这么久了还不见好？
林太医微弓着身子，微微擦了把汗，回方小姐，小侯爷的伤迟迟不见好，是因为……行了行了，你们这些做大夫的总有一堆理由，你先下去吧，我和叶哥哥有话要说。这怎么了？不行吗？当然不是。林太医皱着眉头，打开门走了出去。方凝霜这才看向萧林烨，正准备和他说话，却见萧林烨迅速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袖，然后朝门口走去。叶哥哥，你去哪儿？方凝霜见状，连忙跟了上去。碧辉堂，苏玉婉正在和萧夫人讲解针法技巧以及注意事项，忽听有脚步声传来，二人抬头看去，就见萧林烨大步跨了进来。方凝霜跟在他身后，进来后见到萧夫人，便一脸笑盈盈地喊道：“舅娘！”注意到萧夫人身旁站着的苏玉婉，方凝霜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原来府上有客啊，不知这位如何称呼？”苏玉婉还未说话，萧夫人便笑着介绍道：“这位是襄府的千金苏小姐。”说罢又看向苏玉婉，这是平阳侯府的方小姐，也是叶儿的表妹。方小姐安好。苏玉婉朝她微微行了一礼。方凝霜盯着她看了半晌，回过神，也笑着朝她回了一礼：“苏小姐好。”萧夫人有些惊讶，她怎么会和萧林烨一块过来？双儿，你今日怎么有空来了？又背着你爹娘偷跑出来的吧？果然瞒不过舅母，我听说叶哥哥受了伤，便想着过来看看他。方凝霜说话时，一张脸红扑扑的，尽显娇羞，似是怕苏玉婉误会什么。萧夫人连忙转移了话题，正好也快到饭点了，今日就留下来一块用饭吧。好啊好啊。方凝霜一双杏眼含着笑，亲昵的过来挽萧夫人的手，我可太想念舅娘府上的芦花鸡了。好好，今日正好有芦花鸡，你就敞开吃吧。出门前，萧夫人给萧林烨使了个眼色，便和方凝霜先行去了膳厅。萧林烨看向苏玉婉，只见她静静站着，面色淡然。她是我姑母家的女儿，从小便经常来府上玩，你别误会。苏玉婉淡淡一笑，小侯爷说笑了，我并没有误会什么。她虽是这样说，可萧林烨分明感觉到苏玉婉今日对他的态度似乎疏离了几分。小侯爷，苏小姐，夫人让你们快去膳厅用饭。秦嬷嬷折返回来，对两人道：“有劳嬷嬷。”苏玉婉出了屋，随着秦嬷嬷去了膳厅。萧林烨垂眸沉思，半晌后才跟了上去。膳厅里，萧夫人一早便按照苏玉婉的口味让厨房在准备了，因此这一桌子的菜基本都是苏玉婉爱吃的。苏玉婉进来后，萧夫人贴心的让她坐自己身旁。方凝霜见到萧林烨进来，便挪到了他身边。怎么回事？叶哥哥，你换口味了吗？萧林烨不着痕迹的往旁边挪了挪，隔出了一人的位置来。双儿，叶儿她伤还未愈，怕是无法照顾到你，你便坐到舅母身边来吧。萧夫人淡笑着看向方凝霜：“没关系，舅母，双儿能照顾叶哥哥的。”方凝霜说完这句时，发现萧夫人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她扭过头，见萧林烨更是不悦的皱起眉头。好，正好我也好久没见舅母了，有好些话想和舅母说呢。方凝霜笑了笑，又挪步坐到了萧夫人另一侧。来，玉婉，这是清蒸桂鱼。萧夫人当先夹了一块桂鱼背脊上最好的肉给苏玉婉。苏玉婉有些受宠若惊，多谢萧夫人。一旁的方凝霜见状，一副吃醋的口吻：“哎呀，舅母也太偏心了吧！以往那鱼背上的肉，您可都是留给我的。”闻言，苏玉婉拿着筷子的手一顿，微微看了眼坐在对面的萧林烨，对上他的视线，萧林烨心头一紧，扭头看向方凝霜，语气带着些不快：“桌上这么多菜，还不够你吃？”方凝霜注意到苏玉婉微微垂下的眼睫，挑眉笑着道：“叶哥哥，你以前可是最疼我的。”他这话一出，气氛顿时陷入了一阵沉默。萧夫人微微睨了方凝霜一眼：“凝霜啊，你不是喜欢吃芦花鸡吗？来，舅母给你夹。”谢谢舅母。方凝霜说话间，视线在苏玉婉和萧林烨之间来回扫视了一圈。用完饭后，萧夫人又拉着苏玉婉回了院子，萧林烨则是将方凝霜堵在了膳厅门口，目光冷厉地凝视着她。方凝霜，我一直拿你当妹妹，别总拿小时候的事说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话。方凝霜盯着他半晌，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萧林烨，你少臭美了，我不过是见那位苏小姐似乎也对你有意，却不敢表露，决定帮你一把而已。”闻言，萧林烨眸中的冷色褪去：“你说他对我有意？”方凝霜抱着手点头：“绝对有。”听了这话，先前笼罩在他脸上的玉色一扫而光，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扬起。看你这样子，喜欢人家姑娘许久了吧？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忙？方凝霜忍不住笑道：“不用，还有，你往后少说少做那些会让他误会的话语事。”第89章秋猎。在碧辉堂教了萧夫人1个多时辰，苏玉婉便准备告辞了。萧夫人本想再留她在府上用晚饭，但见苏玉婉陪了自己一天，也有些乏累了，便不好再挽留，又让萧林烨亲自送她回去。苏玉婉说不用，萧林烨却道：“既是娘邀请苏小姐来，苏小姐的安全府上自然得负责。”出了萧夫人的院子，
苏玉婉一路都沉默不语。出府门的时候，方凝霜正好上了马车，准备离开。见到他俩出来，他笑着对苏玉婉挥手道：“苏小姐，今日很高兴认识你，下次咱们在一块玩啊。”苏玉婉莞尔一笑：“好。”方凝霜的马车驶远后，阿贵牵来了武安侯府的马车，春眠搀着他上了马车。萧林叶撩起衣袍跟了上去。马车内，苏玉婉面色平静地坐着，萧林叶偶尔说话，他也只是淡淡回应：“你生气了吗？”半晌后，萧林叶小心翼翼地开口。苏玉婉微微抬眸：“小侯爷何以如此问？”萧林叶蹙起眉头：“今日方凝霜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上去，我和他只是表兄妹的关系。小侯爷多虑了，我并没有多想。方小姐她挺可爱的。”苏玉婉淡淡笑着，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可萧林叶就是觉得今日的苏玉婉浑身透着一股子疏离，他在心中酝酿了许久，正欲开口说什么，却见马车已然停了下来。“小姐，相府到了。”苏玉婉便撩开车帘子下了马车。萧林叶掀开车窗帘子，直到看着他进了府门，才让阿贵调转马车回府。晚间，一家人用膳时，苏胜看着苏玉婉与苏景怀说道：“过几日便是1年1度的秋狩，皇上已经命吏部礼部安排秋猎事宜，此次秋猎活动，朝中大臣以及家眷都能参加，你们俩提前准备准备。”苏玉婉看向苏夫人：“娘不去吗？”一旁的苏景怀向他解释道：“娘素来喜静，狩猎这样哄闹的场合，她从不参加的。”苏夫人点点头：“华儿说的不错，娘就不参加了。你们兄妹俩随你们父亲一块去玩玩就好。既然娘不去，那不如阿婉留在家中陪您吧。”苏玉婉其实也并不是很想参加，听说狩猎场上十分血腥。苏夫人却道：“你年纪轻轻的，就该多出去走动走动，不用特地留家里陪娘。”苏胜也看向女儿：“你娘说的对，阿婉出来京城，这样的活动多参加几次，也能多结识些朋友。”在爹娘的一番劝说下，苏玉婉最终妥协了。几日后，皇家狩猎正式开始。一大早，受邀在猎的大臣们便带着家眷乘马车赶往皇家狩猎场。皇家狩猎场位于京郊西南处，占地约3-4个山头之大，周围群山环绕，场内多为平地树木丛林，林中飞鸟走兽无数。每年这个时候，明圣帝都会到此举行一场狩猎活动，因此在大半个月前，吏部就已经着手准备。上至皇上皇后以及各位皇子，下至朝中大臣及其家眷、侍卫工人，约有上千号人参加这场狩猎，场面可谓浩大。苏玉婉一大早便被丫鬟叫起来洗漱梳妆，因此上马车后便一直闭着眼补觉。马车停下的时候，她刚好醒了过来。春眠扶着她下了马车。场内划分出来的安全区域搭建了很多顶帐篷，以供众人歇息换装。苏胜须得伴驾在明圣帝身边，吩咐苏景怀照看好苏玉婉。下车后，苏景怀便带着苏玉婉进了场，先去挑选帐篷。挑选好后，苏景怀让他先休息一下，狩猎活动大概在半个时辰后开始，要是有什么事就到隔壁来找我。说完，他便回了自己帐篷。苏玉婉先前在马车上靠着睡，靠的脖子都酸了，好不容易到了场地，春眠猜到他会脖子酸痛，将东西收拾规整后，就过来给他捏肩。春眠看着他：“小姐，怎么看你一副兴致不高的模样？”进场前，他见别家小姐一个个都眉开眼笑的，打扮得甚是隆重，恨不得把这儿当成选美赛场。反观自家小姐，脸上一直是风轻云淡的，并没有一点兴奋之色。苏玉婉轻轻呼了口气，拿起一旁的扇子轻轻扇了扇，一是太热，二呢，相比较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京中经营自己的铺子。重生之后，他唯一的兴致爱好就是数钱，似乎只有挣钱才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安全感。春眠有时候挺不明白的，明明丞相府这么有钱，他家小姐回府后不仅吃穿不愁，还每个月都有不少银子支配，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开铺子挣钱？苏玉婉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咱们做女子的，有娘家依靠固然是好，但也不能太过依赖，有一门技艺在身，无论到了哪里，自己能挣钱才是最大的底气。”春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时，帐篷外传来阿贵的声音：“苏小姐，我家主子让我给您送了东西来。”苏玉婉示意春眠停下，撩开帘子让阿贵进来。这是什么东西啊？从未见过。春眠见阿贵怀里抱着个稀奇物件，好奇得很。阿贵笑着说道：“这叫风轮，转动起来比一般的手摇扇还要凉快。我家主子怕苏小姐在帐篷里闷热，特地让我送来给苏小姐的。”哇！春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神奇的东西，这东西不便宜吧？阿贵挠了挠头，嘿嘿一笑：“这东西出自天下第一匠人之手，一共也就3个，皇上皇后各一个，另一个皇上赏赐给了小侯爷。喏，就是这个了。除了皇上皇后，就小侯爷一人有，自不必说有多珍贵了。”春眠不禁看了自家小姐一眼，心想这位小侯爷对他家小姐也太好了，知道他家小姐怕热，就送了这东西来。苏玉婉抿了抿唇，却道：“既是皇上赏赐的东西，我又岂能平白而收？还是拿回去吧。”这话
让阿贵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来。苏小姐您就收下吧，否则我家主子又得罚我了。第90章狩猎比赛。苏玉婉瞧阿贵这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真是哭笑不得，便让春眠收下了。阿贵，回去后替我谢谢你家小侯爷。阿贵这才笑嘻嘻的离开了。春眠将东西放在简单搭建的桌子上，用手转动手柄，金属制的扇叶便缓缓转动起来，空气被搅动，产生了一股凉风。哇，真的很凉快呢。春眠只是站着，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凉风。苏玉婉放下了手里的团扇，感受着风轮带来的清凉感，先前的闷热之感瞬间消散了。半个时辰后，狩猎活动正式开始，所有人都出了帐篷，往西南处搭建好的台子走去。台子上整齐摆放着桌椅，皇上皇后上了高台落座后，众人齐齐行了跪拜之礼后才依次落座。明圣帝一身明黄长服，气质威严，目光巡视一圈后，落在左侧坐着的萧灵叶身上，带着关切的语气开口问道：“萧小侯爷，伤可好些了？”萧灵叶站起身来，拱手回道：“多谢皇上关心，林太医妙手回春，如今已经无大碍了。”听到这话，明圣帝微微露出笑意，痊愈初期还是得好好调养。务权，把朕面前这终身汤端去给萧小侯爷吧。务公公躬身道：“是，皇上。”萧灵叶站直身子，再次拱手谢恩，多谢皇上赏赐。落座后，台上不少大臣朝他投来了艳羡的目光。要知道，皇上轻易不赏赐朝臣吃食，萧灵叶能有此殊荣，想必皇上对他极为看重。如此一个战功赫赫又精彩丰溢的完美男儿，若非他身上流传着断袖之癖这样的传闻，不知多少大臣想把自家女儿嫁给他。同样，这场上的世家贵女们也深感遗憾。京城顶尖的2位美男子，一位已经有了婚约，一位又不喜欢女人，他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萧灵叶端起茶盏，浅啜了一口，偏过头，视线落在远处坐着的苏玉婉身上。她今日穿着一件浅珊瑚色轻纱罗裙，头上简单簪着2朵海棠珠花，这一袭低调简单的装扮，在这炎炎夏日显得格外清爽优雅。场中不乏容貌倾城的贵女，但萧灵叶的目光始终只停留在她的身上。与此同时，她敏锐地察觉到有另一道目光也朝苏玉婉这边看了过来。顺着视线看去，只见靠后排的人群中，那位沈状元的目光紧锁在苏玉婉身上。萧灵叶眸光微眯了起来。沈旭，他不是已经如愿娶了吏部侍郎家的千金了吗？怎么？一声号角声响起，务公公在台上宣读了今年狩猎的规则以及最终奖品。今年的奖品为一只血玉手镯，还是按老规矩，猎得最多猎物者可获此奖品。务公公说完，便将托盘里的血玉手镯拿起来，向众人展示了一圈。真的是血玉啊！今年的奖品可真是下了手笔啊！听说这血玉手镯是波斯国进贡的，乃是千年的凤血石，极为罕见。没想到皇上竟然舍得拿出来作为头彩。头彩如此珍贵，看来今年的狩猎比赛必然会十分激烈。见众人都对那血玉叹为观止，苏玉婉怀着好奇的心思，也朝那血玉手镯看了过去。台上那只血玉手镯，一半为白玉，一半刺沁了血的血玉，品相极佳，实属罕见。苏玉婉多看了2眼，她在想，方才那些人说这血玉手镯乃是千年凤血石，那应该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明圣帝为何不自己收藏，而是拿出来做头彩呢？萧灵叶见他对那手镯多看了2眼，眸光微动，起身朝场中走去。同样走向场中的还有个世家公子，约莫20-30人。慕容轩和其他几位皇子也在列。见到萧灵叶，慕容轩有些担心地问：“你伤才刚好，能行吗？”萧灵叶笑笑：“多谢太子殿下关心，已经好多了。虽说如此，但你还是要量力而行，避免旧伤复发。”微臣明白。苏景怀本对狩猎比赛不感兴趣的，他见自家小妹似乎对那血玉手镯很感兴趣，便也想参赛试试，看能否赢得比赛，讨个彩头给他。除了饱读诗书，苏景怀平日里也喜欢骑马射箭。苏玉婉也是才知道，下场前他叮嘱他务必要以自身安全为重。除了苏景怀，参赛人群中还有几个熟悉面孔。太子殿下慕容轩，江源的大哥江凡也在，只不过江源这次没来。除了他，还有萧灵叶。苏玉婉眉头微蹙，下意识的就往他的肩头看去，不妨萧灵叶也正朝他看了上来。苏玉婉面色一紧，迅速收回了视线。务公公清点了人数后，轻咳一声，高声道：“此次参赛的一共30人，每5人为一组，分为6组。比赛一共分为3轮，以1炷香时间为限，每组获猎最多者方可进行下一轮。3轮过后，最终获猎最多的便可拔得头筹。”了解了比赛规则后，众人挑选了马匹，背上了箭囊，整装待发。随着工人吹响号角，务公公大喊：“比赛正式开始！”驾！马上众人立即挥动鞭子，很快消失在了树林间。苏玉婉端起茶杯，一口茶水入肚，才稍稍平复了些许心神。看着消失在树林中的那一抹蓝色身影，他不由恍神。毕竟前世已为人妇，他深知这种感觉代表什么。只是
每每隐藏在心底的情愫升腾时，闭上眼就会被前世那些惨痛的回忆狠狠拉回到了现实中。他不敢再赌，只能将这些莫名的情愫压下。号角声响起时，第一轮比赛结束，雾公公宣布第一轮的获胜者。第一轮6组的获胜者为太子殿下、六皇子、萧小侯爷、苏公子、江公子、赵公子。以上6人又分为2组，每组3人。接下来为第2轮，实现半炷香。号角声再次响起，场下几人又迅速驾着马进了林内。苏玉婉静静喝着茶，却总觉得身后好像有一双眼盯着他似的。他回过头看去，只见一个背影挤出了人群，这背影似曾相识。第91章猎场遇袭。沈旭，方才走出人群的那个背影是沈旭，他竟然也来了狩猎场。不过想想，皇上只是没有封授他官职，并没有限制他不能参加宴会活动，他来狩猎场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收回目光，苏玉婉视线落到了围场上。号角声再次响起，第2轮比赛结束。第2轮，萧小侯爷、六皇子获胜。场上虽有欢呼，却不及第一场结束那样热烈。只因太子殿下输在了这2位之下，萧小侯爷也就罢了，偏偏还有六皇子，为不得罪太子，也只敢在心中为他2人喝彩。要说六皇子身上战功也不少，却因其生母出身低贱，便十分不受皇上重视。听说他的生母原先是皇后身旁的贴身宫婢，一次宴会皇上醉酒，皇后命这名宫婢送皇上回宫，谁知这名宫婢却借此机会爬上了龙床，之后便怀上了六皇子。皇上得知此事后，龙颜震怒，要处死这名宫婢，还是太后念其肚中怀有龙嗣，才保下了这宫婢一命。那宫婢诞下六皇子后，便被终身关在了冷宫，这事也成了宫中禁忌，无人敢提。六皇子从小性情孤僻冷傲，是众皇子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如今却在赛场上胜了太子殿下，想必太子殿下心中也不爽利。紧接着第3轮比赛开始了，场上只剩下六皇子和萧小侯爷。号角声响起，2人一登马背，马匹便飞速驰入林中。这2位都是上过战场的，赛场上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六皇子慕容琦骑于马上，斜眉睥睨着萧灵叶，冷声道：“萧小侯爷，赛场如战场，刀剑无眼，你若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萧灵叶嘴角噙着一抹放荡不羁的笑，声音却如寒潭般冷冽。六皇子既说了赛场如战场，上了战场又岂有退场的道理？驾！说罢，他双腿一蹬，马儿便迅速朝前去了。慕容琦看着他离去的方向，眸底闪过一抹阴鸷。马蹄踏过，林中惊起一片飞鸟。萧灵叶立于马上，侧耳听着林中动静。他半眯着眸子，视线紧锁在不远处因受惊而四处逃窜的一只梅花鹿身上。手中弓箭扬起，他拉紧了弓弦，对准前方。咻！手中弓箭射出的一瞬间，在他身后不远处也直直飞过来一支箭矢。萧灵叶长眉一拧，以极快的速度偏身躲开了那朝他射过来的箭。调转马头后，六皇子慕容琦正一脸阴狠地盯着他。六皇子这是何意？萧灵叶直视着他，神色冷厉。慕容琦嘴角斜斜勾起，本皇子说过，战场上刀剑无眼。萧灵叶眉梢微挑，语气里带着一丝冷嘲。六皇子既然想要那雪域手镯，便使出真本事来，暗地里搞偷袭，怎么是没自信赢过我吗？不需要，本皇子想要的东西会不择手段拿到。话毕，慕容琦再度举起了弓箭，对准萧灵叶。他今日不仅要夺得第一，拿到头彩，还要除去萧灵叶这个太子的幕后军师。慕容轩生性怯懦，资质平平，只因他有一个好出身，有武安侯府的支持，便颇受父皇喜爱。而自己打过这么多场胜战，父皇却依旧忽视冷落，他无法对慕容轩动手，便先除去他的羽翼。萧灵叶见状，手缓缓摸上了藏于腰间的短柄。却在这时，围场那头传来了一阵骚动，有宫人大喊：“有刺客，护驾！”萧灵叶眉心一紧，收回手，猛踢马背，朝林子外疾驰而去。慕容琦也暂时放下除掉萧灵叶的意图，打马跟去。围场内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伙黑衣蒙面人，扬刀就朝高台上的明圣队冲去。护驾！护驾！侍卫们见状一拥而上，与黑衣人缠斗在一起，奈何对方势力太强，侍卫们抵御不住。雾公公便只好护着明圣帝和萧皇后逃离高台。台下众人早已乱成一团，事态紧急。苏胜让苏景怀护着苏玉婉先行离开，自己则是跑上前去护驾。父亲务必要小心。阿婉，咱们先走吧。苏景怀护着苏玉婉往出口处走去，奈何出口被堵住，他2人被围困在人群中，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倒地。苏景怀见状，捡起地上被打落的长刀，与围过来的黑衣人打斗在一起。小姐小心！一个黑衣人持刀朝苏玉婉这边冲了过来，春眠连忙推开苏玉婉，一脚踹在黑衣人胸前。他顺势夺过黑衣人手里的刀，护在苏玉婉面前。然而东西两边又窜出2拨黑衣人来，本就人慌马乱的场上更加暴乱不安。苏玉婉不会武功，
很快就被乱窜的人群挤到了一旁。大哥，春眠。他看不到苏景怀和春眠，心中十分不安，一边躲避黑衣人的攻击，一边寻找苏景怀。萧林业驾马赶过来后，被这番场景震惊不已。他心生紧张，四处寻找苏玉婉的身影，最后在左侧窜动的人群中看到了他。苏玉婉正往前跑着，突然前方冲出一个黑衣人，扬起手中长刀就朝他砍来。小心！惊慌之际，苏玉婉紧紧闭上了双眼，却感觉到一只大手环上了他的腰间，紧接着身子腾空旋了一圈，熟悉的松干香味沁入他的鼻腔。他猛地睁开眼，就见萧林业一手揽着他，一手持剑对抗黑衣人。萧林业，我在，别怕。萧林业眉目间透出上战杀敌时的杀伐狠厉，回应他的语气却十分温柔。不知为何，这一刻苏玉婉竟感到莫名的安心。很快，武安侯萧明渊便带着一队侍卫前来控制住了黑衣势力。萧林业将苏玉婉带到了一处安全位置，他见他身上沾了血，面上顿时露出担心，可是哪里受伤了？苏玉婉摇了摇头，我没事，这些是不小心沾染到的。随即他又仰头看向萧林业，耳尖微红，先松开我。萧林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还一直揽着他的腰，他连忙松开，欠声道，方才事出紧急，我知道。苏玉婉对他回以一笑。第92章惊吓过度。场中黑衣人已尽数被制服，苏玉婉正想掉头去找父亲大哥和春眠，就见苏景怀和春眠一块往这边找来了。阿婉，大哥，阿婉，你没事吧？苏景看着他怀担忧询问。大哥，我没事。苏玉婉看向萧林业，是萧小侯爷又一次救了我。闻言，苏景怀望向萧林业，多谢萧小侯爷多次搭救小妹。萧林业淡淡一笑，景怀兄何必同我客气？父亲呢？他可还安全？苏玉婉没见到父亲，心中担忧。苏景怀安慰他，放心，父亲没事，只不过什么？先前有人在暗中对皇上放箭，那位沈状元挺身而出，为护皇上挡了一箭。听到这话，萧林业淡淡看向苏玉婉，见他面上只是略微惊讶一瞬，便恢复正常，微拧着的眉才缓缓舒展开来。他死了？苏玉婉毫无情绪地问道。还不清楚，皇上已经传了太医，此刻正在为他救治。苏景怀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了自家妹妹一眼。沈旭今日不顾生死护驾之举，似乎已经打动了皇上，若他大难不死，日后皇上为了今日之恩，势必会重新重用于他。苏玉婉微微蹙眉，沈旭今日之举倒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因遇袭一事，场中不少人受惊，马匹和车辆也被损坏不少。明圣帝便让萧明渊先把抓获的黑衣团伙押送进京，送到衙门看押，其余人则是暂留围场帐篷歇息，待明日调动车马来再行回京。随后，苏玉婉同春眠回了自己的帐篷，换了身干净衣裳。夜晚躺在木床上歇息时，他回想起今日在台上转身看到沈旭离开席位的时候，恰好是那些黑衣人窜出来的前一刻。他辗转难眠，总觉得今日沈旭挺身而出替皇上挡箭一事太过蹊跷。以他对沈旭的了解，他虽不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却也不是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杰英雄。还是说，沈旭这是豁出了命要为自己谋取前程了？可即便如此，事发突然，当时场内人群混乱，沈旭又是如何精准地替皇上挡下这一箭的？第二日一早，吏部便安排好了马匹和马车，一行人收拾好后便启程回了京。沈旭在皇家猎院为救皇上而伤的事也传遍了整个京城，才回到沈宅，就收到了皇上派人送去的各种药材补品。梁雨柔因大着肚子没能参加今年的狩猎活动，当听说沈旭中箭昏迷的事后，她便因惊吓过度动了胎气，一度见红。此刻沈旭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沈婆子和沈宁闻讯急忙赶了过来，见到自家儿子这副模样，沈婆子差点就站不住，幸亏沈宁在背后扶了一把。我的儿啊，怎么会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去挡什么箭？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娘，可怎么活？沈宁看着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如纸的大哥，也是止不住的流泪。如今他们娘俩能依靠的就只有大哥，若是大哥挺不过来，可怎么办才好？老夫人，不好了，夫人她大出血了。什么？沈婆子眼下正伤心着，又听匆匆跑进来的丫鬟这样说，直接两眼一黑，当即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沈宁守在床边，她连忙问沈宁：“宁姐儿，你大嫂她如何了？”沈宁支支吾吾说道：“她情况不太好。”不行，我得去看看。沈婆子掀开被子，起身便去了雨兰院。哎，娘！雨兰院里，沈婆子焦急万分的来回踱步，暗暗祈祷她的大孙子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忽的，屋内传出梁雨柔的一声惨叫，沈婆子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大夫惊慌失措的走了出来。大夫，情况怎么样？他肚中孩子还好吗？沈婆子连忙上前问道。大夫摇摇头，叹气道：“哎，
沈夫人受惊过度，孩子怕是保不住了。什么？第93章，相约茶楼。沈婆子一下就瘫坐在了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孙子，我的宝贝孙子怎么会保不住了？哎呦喂，这可怎么是好？先前他问过大夫了，大夫说梁雨柔这胎准是个小子。沈家终于后继有人，沈婆子高兴的不行，生怕梁雨柔情绪不稳伤到她的宝贝孙子。沈婆子事事顺着他，没想到孩子说没就没了。看着丫鬟们端出来的一盆盆血水和沾满鲜血的衣裳，沈婆子更是心如刀绞。老天爷啊，你未免也太残忍了！沈家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你要如此对待我们？旭哥儿还昏迷不醒，孙子又没了。沈婆子一时难以承受这沉痛的打击，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娘！赶来雨兰院的沈宁见状，连忙跑过来。娘，您没事吧？来人，快来人！沈婆子气血上涌，一口气哽在喉咙不上不下，差点就撅了过去。沈宁连忙叫来下人，将他抬回屋，又跑去找大夫。1日之内，沈宅里几乎乱套，下人们忙得晕头转向。相府松雪阁，苏玉婉得知梁雨柔小产的消息后，正愣了一瞬。好好的怎么会小产？春眠回道，听说沈夫人是听说沈状元中箭昏迷的事，才动了胎气，引发小产的。苏玉婉握着茶杯的微微收紧。上回在云秀楼见到梁雨柔，身子像是已经有4个多月的样子，这个月份按理说她已经坐稳了，怎么会？她想起自己前世难产时，沈婆子和沈宁那副得意的嘴脸，信誓旦旦说只有吏部侍郎千金怀的孩子才配做他们沈家的骨肉。如今看来，当真是讽刺。春眠见他脸上挂着伤怀，不知为何事，只好小声意道：“小姐，还有一件事。”什么？江小姐差人来传了个口信，说要您到聚仙楼品茶。苏玉婉也没多想，让紫渊白露为她梳妆更衣后，去了昭华堂与苏夫人说了一声，便带着春眠坐上马车去了聚仙楼。聚仙楼，全京城最大最高的茶楼，里头有上好的名茶，内设清幽雅间。茶楼位于城中央，且楼身呈圆塔状设计，在每一间雅间内都能将整个京城的美景尽收眼底。消费高不说，还极难预定，因此来往的也大多都是些京城权贵。马车来到茶楼门口停下，苏玉婉提着裙子下了马车。阿婉，江源站在茶楼门口，见到他便笑着走上前来。袁姐姐等许久了吗？苏玉婉见到他笑，便觉得心情愉悦。不久不久，我也才来没多久，咱们上去吧。苏玉婉还想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府上找自己邀约在茶楼，就被江源带到了3楼一间名叫雅沁的雅间内。雅间内整体装潢得很是雅致惬意，墙上挂着几幅名画，四角各放置着一盆造型独特的盆景，茶桌凳椅采用原木风，古朴中透着些禅意的味道。桌上的香炉里散发出一股十分好闻的独特清香，闻入鼻腔，让人感觉十分舒畅。怎么样，阿婉，你喜欢这里吗？江源笑盈盈地看着他问道。苏玉婉点点头，喜欢，只是袁姐姐今日怎么突然约我到这儿来喝茶？虽说京中贵女们也经常会有相邀来此品茶的习惯，但苏玉婉觉得来这地方消费太高了，毕竟预定这样一间雅间，据说就要花费50两银子，里头的名茶点心更是贵得离谱。可能是自己前半生在云溪村那样的小地方穷惯了，即便来了京城，也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江源只是笑着对他说：“阿婉，你先坐一下，我想起有东西忘在马车上了，去就来。”他说完就带着丫鬟出去了。苏玉婉只觉莫名，有东西忘拿，让丫鬟去拿不就好了，何须他亲自下楼一趟？正想着，便听门外有脚步声传来，他抬眼看去，隔着帘子入目是熟悉的身影，视线往上，男人棱角分明的脸上含着淡淡的笑。萧小侯爷，你怎么会在这儿？苏玉婉眸中露出讶异。萧林业进来便朝春眠递了个眼色，春眠抿抿唇，微微行了一礼，便走出去将门带上了。走至苏玉婉面前，萧林业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为什么又叫我小侯爷了？上回在皇家狩猎场，他分明听到他唤他的全名，如今又喊回小侯爷，让他觉得莫名生出了几分疏离。苏玉婉解释道：“上回在围场，是我唐突了，还请小侯爷。”阿婉，萧林业突然用亲昵的口吻唤他：“我喜欢你的唐突。”听到他的话，苏玉婉一下愣住，有些不知所措。萧林业朝他靠近了些，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放在他手里：“这个送给你，打开看看。”苏玉婉打开发现里头放着的竟然是那日狩猎活动的头彩血玉手镯。昨日场上遇袭，最后一轮虽并未揭晓获胜者，但属我猎到的猎物最多，今日皇上便派人将此物送到了武安侯府。苏玉婉还到了他手中，既是你获得的头彩，你便收着，送给我做什么？谁知萧林业说道：“那日我并不打算参加狩猎比赛的，但见你对这镯子似乎喜欢，我便想着下场迎来送你。”你……苏玉婉微怔，他那日只是多看了那镯子2眼，他便误会成他喜欢，这可有些说不清了。阿婉，萧林业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
对他说道：“我有话想对你说。”什么？我心悦你已久。萧林烨漆黑深邃的眸子紧紧看着他，眸底盛满深情。若是你愿意，我……小侯爷。苏玉婉打断了他的话：“今日的话我就当没听见，小侯爷往后还是莫要再说了。”萧林烨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转变了态度，又朝他靠近了一步：“阿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这些日子我不信你感觉不出来。”苏玉婉又不是未出阁的大姑娘，当然能感觉得出来。她双手紧紧攥着帕子，抬眸直视着萧林烨：“小侯爷，若你只是一时兴起的话，我并非一时兴起。”萧林烨说话间又朝他靠近了一步，这一步只把苏玉婉逼到了墙边。见他后脑勺碰到了墙，他立刻伸出一只手挡在他脑后。或许第一次见面时对你是一时兴起，但随着之后的认识与相处，发现自己对你并不仅仅是一时兴起这么简单，更多的是想朝你靠近，想参与到你的世界里，想与你在一起。第94章表明心意。他知在这京城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不好的流言，他不信自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阿婉，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给你幸福。这句话他说的认真且郑重，全没了往日里的放荡不羁。对上他那炙热的双眼，苏玉婉脸上倏然绯红，但仅片刻后就又恢复如常。他看着萧林烨，也郑重地道：“你说对我并非一时兴起，那你可真正了解我？你可知我？”“我知。”萧林烨目光坚定地看着他：“我知你回京前已经嫁了人，却因所托非人，又与他恩断义绝了。我知你受过伤，不敢再轻易相信誓言，所以不愿敞开心扉。”苏玉婉心间微颤，努力克制着心中情绪。小侯爷既然知道，就更不该再说那样的话。婚姻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小侯爷金尊玉贵，武安侯和萧夫人又怎会允许你娶一个二婚之人为妻？听到他说这样的话，萧林烨心间莫名的涌上心疼。阿婉，我的父母都是武将，他们向来不会只透过一个人的外表和经历去看本质。尽管萧林烨如此说了，但苏玉婉还是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最主要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面前这个男人。上一世的经历告诉他，所有美好的事物最终都是会变的。誓言再美好，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或许他今日喜欢他，可明日呢？婚后呢？他是否又能做到始终如一？萧林烨看出了他的犹豫，知道他还是不敢相信他，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他收回手，将镯子放在他手里，对他一笑：“我知道你心中犹豫，我可以等。若哪日你愿意了，便戴上这镯子。”他说完，深深看了他一眼，便离开了雅间。看着手里的镯子，苏玉婉许久才平复了心绪。雅间门再次被打开，江源走了进来。“阿婉，方才萧林烨来过了吧？”苏玉婉整理了情绪，看向江源嗔怪道：“我说今日怎么邀我来这儿？袁姐姐原来是串通了萧小侯爷。”江源走上前来挽住他的手，弯眼笑道：“好阿婉，别生气了。我见那萧小侯爷对你也是一片真心，这才答应帮他的。”两人在桌前坐下，江源为他倒了一杯茶，又问他说：“真的，阿婉，你对那萧小侯爷真的没有一点心动吗？”苏玉婉看了眼一旁的锦和，没有说话。江源却道：“我觉得阿婉你心里应该是有他的。有句话叫旁观者清，你虽从未表露过，但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他与苏玉婉认识已有半年之余，虽对他算不上真正了解，但有一点他还算清楚：苏玉婉从不喜欢依靠别人。那日出宫遇袭之时，他为了给叶枫拖延时间，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萧林烨。从那时，江源便看出苏玉婉对萧林烨是不同于别人的。眼神。苏玉婉略有惊讶，他对萧林烨或许有过心动，但应该不至于这么明显吧？江源点头：“你看他的眼神与别人是不同的，竟有这么明显吗？”苏玉婉脸上顿时绯红一片。见他如此，江源便知道他也是喜欢萧林烨的，便又问道：“萧小侯爷今日来定是向你表明心意的吧？怎么样，你答应他了吗？”苏玉婉摇摇头：“没有。”啊？江源有些纳闷了：“阿婉，若说当初我和你大哥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没有互相表白，但你和萧小侯爷既然都对彼此有意，又为何不答应他呢？”“我只是还没想好。若没有前世的经历，苏玉婉可能会直接答应他，正是有了前车之鉴，他才不能再冲动。方才萧林烨说的话其实已经让他动容，他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回到襄府已是傍晚时分，一家人吃过晚饭，苏玉婉回了自己屋里后，便懒懒地躺在贵妃榻上。他拿出萧林烨给的那只镯子，放在手上端详，回想起今日他的一番话，心中思绪万千。他现在已经拥有了2家铺子，挣的钱也足够养活自己的，即便不依靠苏家，也能过得很滋润。本打算挣够钱独自过完下半生的，但如今他的生活似乎被那个人打乱了。苏玉婉摩挲着手中镯子，喃喃道：“我还能再赌一次吗？”桌上点着上回大哥给他带来的安神香，他想着事，不知不觉便睡着了。只是今夜他睡得不是很安稳，梦里总是出现白天萧林烨对他表白时的场景。一直到第2日天光大亮，
他才缓缓醒来。伸手掀被子时，苏玉婉发现那血玉手镯竟戴在了他手腕上，他不由颦眉，只记得昨日拿着镯子在手中观看，但这镯子为什么会跑到了他手上？春眠，春眠，来了来了，小姐何事？苏玉婉问他。我记得昨晚我靠在软榻上睡着了，之后是你扶我到床上的吧？春眠点头，是的，小姐。那我问你，这血玉手镯是怎么到我手上的？春眠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如实回道：小姐，您不记得了吗？这镯子您是自己戴上的。苏玉婉愣住，我自己戴上的？是啊。春眠点头，不可能，昨晚我明明只是放在手里观看，之后便睡着了，怎么可能是我自己戴的？春眠抿了抿唇，说道：小姐，您昨晚睡着之后，我见您手里一直握着这只镯子，便想拿出来放进锦盒里放好，但您一直紧紧握着不肯松手，我只好将它一块放到了床上。那后来呢？后来，小姐您夜里喃喃说了些梦话，一边说一边将这镯子戴到了手上。苏玉婉，竟真是她自己戴上的。第95章拨云见日。想到萧林叶那句你若是愿意就戴上这镯子，苏玉婉脸上便不自觉地灼热起来。她拍了拍脸颊，将镯子取下来，起身走到妆帘前放好。春眠见她又取了下来，疑惑道：小姐为何又取下来了？奴婢觉得您戴着十分好看。苏玉婉自不好同她说这镯子所代表的含义，只是淡笑，这镯子贵重，平日里不便佩戴。梳洗过后吃了早饭，苏玉婉便帮着苏夫人打理布置事务。再有3日便是大哥和江源成亲的日子，这几日府中渐渐忙碌了起来。阿婉，你帮娘看看，到时候婚房里是放这套青釉刻花瓷具，还是放这套琉璃金镶玉的？苏夫人手里拿着册子，一一核对着婚房内要添置的用具，让苏玉婉帮着看看。苏玉婉想了想，道：青釉的吧。苏夫人微笑点头，随即吩咐下人那青釉的留下，另一套便放回库房去吧。是，夫人。还有，让小厮们注意，别把红绸挂歪了。知道了，夫人。下人们忙碌地穿梭在全府上下，看着府上被布置的一派喜气，苏玉婉脸上也不禁露出笑意。苏夫人拉起苏玉婉的手，笑着道：等你大嫂过了门，再诞下1儿半女，咱们家也算是圆满了。苏玉婉看向自家娘，原来娘这就想着抱孙子了呀。你大哥也不小了，婚后若能早些生下孩子，娘自然是高兴的。苏夫人想到以后能有几个孩子在这院子里跑跑跳跳，欢声笑语，心中便无甚欣喜。苏玉婉和苏景怀小的时候，院子里每天都很热闹，自从苏玉婉被掳走之后，这院子就越发冷清了。因着苏夫人日日以泪洗面，下人们说话做事都十分谨慎小心，就连一向顽皮爱笑的苏景怀也渐渐变得内敛了起来。如今府中终于迎来一件大喜事，总算能一改往日的压抑气氛。对了，玉婉，你大哥大嫂的婚服准备的怎么样了？娘放心，前2日便已经绣制完成了。苏夫人点头，伸手抚了抚她额间的碎发。这些日子忙着婚服的事，没少往绣楼跑，累着了吧？苏玉婉笑着摇摇头，不累。比起前世，她回到府中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清闲，有下人伺候着，她都快闲得发霉了。午膳后，苏玉婉回到自己院中，准备小憩一会儿，白露便挑开帘子进来了，手里还抱着个匣子和一封信。小姐，萧小侯爷命人送来了这些。闻言，苏玉婉又从床上坐了起来，接过白露手中的信，打开一看，上写着：阿婉，或许昨日我的表白太过仓促，令你不安，请原谅我的冲动。那些话我藏在心中很久，不愿再藏下去。萧林叶。苏玉婉捏着信看了许久，嘴角微微上扬。她又打开匣子，只见里头放着一整套赤金镶红宝石头面。哇，好漂亮！几个小丫鬟围了过来，都被匣子里这富贵精致的首饰晃了眼。苏玉婉蹙眉，这萧林叶是个败家子吧，动不动就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她让白露将东西放到妆帘上，才又躺回了床上。神府得知女儿小产，梁成立马赶来沈宅。雨兰院内，下人们都跪成了一排，个个一脸的惶然。梁成见状，问守在门外的佩儿：“这是怎么回事？”佩儿无奈道：“梁大人，夫人因小产伤心过度，心情不佳，这才……简直胡闹！让他们都起来，该干嘛干嘛去。”梁成说完，推开门走了进去。梁雨柔得知自己小产之后，歇斯底里大哭了一场，双眼都哭肿了。她一向就骄横跋扈，这下府中更是人人惶恐不安，送汤送药的丫鬟稍有不慎，便被她责骂罚跪。柔儿，爹来看你了。梁成坐到床边，轻轻拍了拍梁雨柔的肩膀，别太难过了，你还年轻，往后还会再有孩子的。听到这话的梁雨柔身子微涩了一下，她红肿着一双眼扑到梁成怀里，哭得声嘶力竭：“爹，不会有了，大夫说我这次小产伤了根本，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梁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柔儿，你先别哭，也许是那大夫医术不精，待明日爹去请太医来为你医治。”
梁成的话并没有安慰到梁雨柔。那日来的大夫是京城同仁堂里最有名的坐诊大夫，医术并不比宫里的太医差，连他都这样说了，想必是没可能了。他好不容易才用孩子拴住了沈旭的心，如今孩子没了，他也无法再生育，往后他该怎么办？梁成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原本沈旭在狩猎场以身犯险为皇上挡箭一事传开后，皇上为了相救之恩，正准备给他授职。经此一遭，沈旭总算是拨云见日，踏上了仕途之路，却不料因此害得柔儿惊吓小产。他闭上眼，深深叹了一口气：“柔儿别哭，有爹在，即便没有孩子，你也能荣华富贵过一生。”梁雨柔抽抽搭搭，双眼肿成了一条缝。比起荣华富贵，她更在乎沈旭。若是因此失了沈旭的心，有再多的荣华富贵又有何用？好了，你刚小产，不能总是哭，好好养着，爹改日再来看你。出了雨兰院，梁成又去看了沈旭。经过救治，沈旭已经醒了，只是伤口太深，还无法下地。岳父大人见到梁成，他扯着嘴角喊了一声。见他伤得这么重，梁成一时也不好责怪他，未与自己商量，便以身犯险，导致梁雨柔小产。沈旭见他脸色不太好，问道：“雨柔她还好吗？”先前在昏迷中，他隐隐听到下人说梁雨柔听说她中箭的是动了胎气，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沈旭才刚醒来，梁成怕他得知孩子没了的事承受不住，便只说：“你先把身子养好，如今皇上已经对你转变了态度，等你伤好之后便能封官了。”听到这话，沈旭眸中难掩激动。岳父大人此话当真？自然不会有假，你救了皇上，论理是该论功行赏的。第96章，遵从内心，好好活一次。3日后，终于迎来了苏景怀的大婚日。苏景怀一早便随着迎亲队去了尚书府接亲，襄府内摆满了席面，邀请了不少朝中同僚和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喜宴。萧林业和萧夫人来得早，送了贺礼后便被安排到了靠前的席位上。苏家喜宴，前来祝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萧夫人少不得要与他们打交道。萧林业左右看了看，没见到苏玉婉，他兴致缺缺地喝着茶水。叶哥哥，方宁霜今日随他娘亲前来赴宴，早在人群外就看到了萧林业，喜笑着跑上前来：“宁霜，你也来了？嘿嘿，我好不容易才求得娘同意带我一块儿来的。”说话间，方宁霜注意到他腰间挂着一个绣得十分精致的香囊，挑眉笑道：“有，这香囊从前可没见你佩戴过，是不是苏小姐绣的？”萧林业扬唇，伸手抚了抚腰间香囊，不置可否。怎么样，我猜中了吧？苏家小姐果然也喜欢你。方宁霜笑得比他还要开心。两人说话间，苏玉婉来到了苏夫人跟前，见方宁霜与萧林业不知在聊什么，笑得花枝乱颤。她微微侧过了身子。萧林业见他朝这边看了一眼，便别过了头，似乎有些不高兴了。他心里却莫名的开心，他这是吃醋了吗？虽然心中开心，但他不想制造任何误会让他难受，于是便起身离开了席面。苏玉婉再回头时，只看见方宁霜笑嘻嘻的朝他挥手，不见萧林业的踪影。快看啊，新娘子来了！随着一阵鞭炮声炸响，接亲队来到了襄府门口。苏胜和苏夫人早已在前厅候着，苏玉婉则是默默转身，准备到后院避一避。毕竟自己嫁过人，如此身份在前厅，怕给大哥大嫂惹晦气。阿婉，过来！注意到他准备走，苏夫人温声叫了一句。苏玉婉只好走了过去。娘，阿婉，你是咱们府上的二小姐，又是你大哥大嫂的媒人，今日的婚礼你可必须得在场。苏胜也点头道：“你娘说的对，无需回避，坐下吧。”爹娘都发话了，苏玉婉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便坐在了下手位置。哎呦喂，苏家这喜宴办的可真有排场，江家小姐可真是有福。可不是，这丞相府没有妾室，江家小姐进门便是嫡长媳，未来的当家主母要多尊贵有多尊贵。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苏景怀拉过江源的手走进了襄府，二人身上穿着苏玉婉亲自设计的大红婚服，惊艳又般配。来到前厅后便是拜堂，随着礼官的高呼声，两人拜了天地拜了父母，最后送入洞房。宴席也正式开始。苏景怀将江源送到新房后，并没有急着出去敬酒，而是先给他掀开了盖头。江源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一身大红嫁衣将他衬得娇艳动人，还未敬酒，你怎么就掀盖头了？我怕你顶着他不舒服，这头冠许是沉重，不如也一并取了吧。苏景怀看着他，语气温润如春风。江源脸色微红，点了点头，好。苏景怀伸手帮他取下头冠，又把桌上的点心端过来，对他道：“累了一天应该饿了吧？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一会儿我让下人煮碗面过来。”多谢夫君。终于嫁给喜欢的人，江源心中难掩喜悦，尤其面对他的温柔体贴，更是心跳加速，面红不已。苏景怀拿起一块点心凑到他唇边，柔声笑道：“咱们已经是夫妻，往后就不必说谢谢这么见外的话了，这都是身为夫君应该做的。”好。江源娇笑着轻轻咬了一口他喂的点心，内心甜蜜不已。
他伸手替他擦去嘴角的渣子，顺势抚了抚他的脸。你先吃着，我去前院敬酒，晚些时候再过来。江源双手紧攥衣袖，扬起滚烫的小脸，叮嘱了一句：夫君切莫贪杯。好。前院，苏玉婉帮着招呼客人，苏景怀过来后走到他身边：阿婉，辛苦你了，先去休息吃点东西吧。好。苏玉婉点点头，便离开了席面。他想着大嫂今日应该还没有吃过东西，便让春眠去厨房让下人准备点吃的，端去新房。今日府上客人众多，紫渊和白露也被苏玉婉派去席间帮忙了。他许久没有这样忙活过，还真有些腰酸背痛，想回院子休息一下。走到抄手游廊处时，见萧灵叶正靠着柱子含笑看着他。小侯爷不在前院吃酒，跑这儿来做什么？我想见你，便在这儿等着了。苏玉婉见他如此不避讳地说这样的话，赶紧道：现在见着了，小侯爷快些回席吧，免得让人看见了不好。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声誉，而是担心萧灵叶。萧灵叶挡在了他面前：阿婉，别赶我走，否则下一次见你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他语气突然软了下来，眼里带着恳求。自从在聚仙楼向他表白过后，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到他了，好不容易今日找着机会来见他，他私心的希望能与他待久一些。苏玉婉抿唇，瞥眼见到他腰间挂着的香囊，心中微微一热。对了，这个给你。萧灵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这是什么？活络散，涂在肌肤酸痛之处，能很好的缓解。方才在席间见他一直走来走去招呼宾客，他料想晚上他可能会腿酸脚胀，便等在此处，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活络散给他。苏玉婉没有推辞，伸手接下了。他握着手里的瓷瓶，深深看了他一眼，含笑道：谢谢。这一次他没有逃避，而是直面看着他的双眼：我接受了。闻言，萧灵叶眸光瞬亮：阿婉，你说什么？苏玉婉举起手里的瓷瓶，婉然一笑：我说我接受了，接受了他的药，也接受了他。这些时日他也想明白了，既然已经告别了过去，重新开始，那就遵从内心，好好活一次。第97章，等我备好聘礼来娶你。萧灵叶眸光熠熠地看着他，他原以为自己那日冲动了，苏玉婉没有当下答应，是想考验他一段时间。阿婉，他手心附上一层薄汗，在衣袍上擦拭了一下后，才小心翼翼伸到他身侧，轻轻拉起他的手：阿婉，你当真答应了吗？这个场景他幻想过无数次，但真到了这一刻，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想听他亲口说，以证实这一切不是在做梦。苏玉婉面颊染上一抹薄薄的红，冲他微微点头：从回到京城，在马车上与他对视的那一眼开始，他与他似乎在冥冥之中就已经有了羁绊。这个男人总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总能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直到他的出现，才让他知道原来被人惦记着是这样美好的感觉。他鼓足了勇气才下了这个决定，希望这一次他不会再赌输。亲眼见他点头，萧灵叶内心狂喜，面上难掩激动。知道他先前因为被辜负过，所以内心敏感，有所顾虑，答应他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他握着他的手紧了紧，眼里的深情浓到化不开，嗓音低沉温柔：阿婉，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这只手我绝不轻易放开。等我带我回去备好聘礼，便来相府提亲。苏玉婉没想到在大哥大嫂的婚礼上把自己的婚事也说成了，当真是沾了大哥大嫂的喜气。他面上带着温柔笑意：好，我等你。那如水般温润柔和的嗓音听得萧灵叶浑身一热，他不由控制地朝他迈进了一步，灼热的视线落在他嫣红的唇瓣上，喉结微微滑动。苏玉婉面上滚烫不已，连忙别开了头。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怕他觉得自己轻佻，他微微后退了半步，而后执起他的手轻轻吻在手背上。温热的触感搅动内心，他嘴角微动，眸中染上笑意。这时春眠端着面朝这边走了过来，苏玉婉难免羞涩，连忙抽回了手。萧灵叶凝视着他，从喉咙里溢出一声极为轻柔的笑：好好休息，等我来娶你。说完不舍得看了他一眼，才转身走了。小侯爷见萧灵叶也在，春眠微微俯身行礼，他微微点头，阔步去了前院。小姐，大公子早前便吩咐厨房煮了面，少夫人那份已经送去了，这份是给您的。苏玉婉敛去脸上神色，淡笑道：送去我屋里吧，今日一大早就起来忙活，这会儿还真是有些饿了。回到席间的萧灵叶面上一直挂着笑意，方凝霜见状又忍不住凑了过来：瞧你这一脸遮不住的笑，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了？快说来听听。萧灵叶凝眉，从前怎么没发现这丫头这么喜欢凑热闹？他轻咳了一声，义正言辞道：以后说事就说事，保持点距离，别靠这么近。方凝霜一愣，连忙后退了2步的距离，切了一声：谁稀罕你似的？萧灵叶不理会他暗戳戳的白眼，伸手摸了摸腰间的香囊，嘴角微扬：太子殿下驾到。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太监的通报声，众宾客们齐齐一愣，没想到太子殿下会来，遂纷纷起身行礼，
参见太子殿下。免礼。慕容轩一身绛紫色暗纹长服，面含笑意走了进来。方凝霜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室中人，架不住心中好奇，便偏身向前去看，谁料一个没站稳，往前扑了出去。小姐当心！慕容轩正巧走到她身旁，见状急忙伸出手扶住了她。方凝霜吓得花容失色，仰起头便对上一张俊美绝伦的脸，她顿时睁圆了双眼，暗道：这就是太子殿下吗？好帅啊！小姐你没事吧？见他一直盯着自己，慕容轩出声询问道。回过神，方凝霜连忙站直了身子，笑眯眯的摆手：没事没事，多谢太子殿下。慕容轩淡淡一笑，抬眸间见萧灵叶也在宴席之上，便走到他面前，笑问道：萧小侯爷，伤可好些了？萧灵叶微微颔首，多谢殿下关怀，已经痊愈了。正在敬酒的苏胜和苏景怀见状，连忙迎上前来。苏胜躬身道：太子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殿下恕罪。苏相无需多礼，本宫今日来是给表弟送贺礼来了。慕容轩说罢，从随行侍卫手中拿过锦盒，递给苏景怀。苏景怀神色一滞，他没想到太子殿下今日竟会亲自前来送贺礼，接过后恭敬行了一礼，多谢太子殿下。席上众人见状，也纷纷赞扬太子殿下恢阔大度，不仅成全了苏江两府的亲事，还亲自前来赠送贺礼。苏胜忙端起酒杯，冲慕容轩笑道：太子殿下亲临，实乃苏府荣幸，微臣敬您一杯。小厮为慕容轩斟满酒，慕容轩接过，怅然笑道：苏相，恭喜了，多谢太子殿下，还请殿下上座。慕容轩摆摆手，贺礼已送到，本宫还有事就不做了。说罢，他便转身拂袖而去。恭送太子殿下。走到门口时，慕容轩忽然又回过头，见方才那位姑娘瞪圆着一双杏眼看着自己。方凝霜见他回头看自己，笑嘻嘻地朝他挥了挥手。慕容轩微微拧眉，收回视线，走出了府门。你这丫头真是胆大包天啊，竟敢对太子挥手！萧灵叶看着方凝霜那一脸花痴的模样，啧舌道。回过神，方凝霜一脸的茫然：啊，我挥手了吗？何止，你那两只眼珠子都快掉到太子殿下身上去了。他扭头见四周不少世家贵女们都用一副诧异的神色看着他，顿感羞涩，捂着脸跑一边去了。萧灵叶讶然，这小丫头该不会是盯上太子了吧？第98章命定之人。沈宅，沈旭在床上僵养了近10日有余，才堪堪能下地。因先前梁成吩咐过下人，所以他还不知道梁雨柔小产了的事。今日他觉得伤口处没那么痛了，才想起下床去看看梁雨柔。才出了屋，迎面端着药而来的沈婆子见状，一脸紧张地道：哎呦喂，旭哥，你怎地下床了？大夫说了，让你躺着好好养伤。说完，他连忙让下人们去搀扶沈旭。沈旭摆摆手：娘，我已经好多了，整日躺着实在难受，我便想着起来走走。对了，雨柔呢？她可还好？孩子可还好？这一连串的问得沈婆子不知该怎么回他。他将手中托盘递给下人，伸手扶着沈旭，转移话题：对了，你昏迷的这些日子，皇上派人送来了不少好东西，还派了雾公公前来探望。听说这雾公公可是皇上的御前太监，他能亲自前来探望，想必皇上也关心着旭哥。旭哥这又是替皇上挡的箭，说不定正应了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家旭哥许是要迎来转机了。沈旭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尤其是这府上冷清的可怕，听不到半句下人们的说话声，丫鬟们连走路都异常小心谨慎。他皱眉看向沈婆子：娘，您说实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沈婆子自知这事也瞒不了多久，深深叹了口气：雨柔她小产了。什么小产？沈旭踉跄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满是震惊：怎么会这样？那日听到你在狩猎场中箭昏迷的消息后，雨柔受了惊吓动了胎气，这才……每每想起这事，沈婆子就心痛难忍。那可是她千盼万盼的第一个大孙子就这么没了，比剜了她的心还难受。沈旭身子微颤了一下，眸中闪过一抹沉痛之色。他的孩子没了，动了胎气，确切的来说，是他间接导致了梁雨柔小产，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沈旭犹受打击，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哎呀，怎么回事？来人啊，快扶姑爷进屋。下人们将他扶进了屋里，躺到床上。沈婆子又差人赶紧去请太医来。你这孩子，早说了让你好好躺着养伤，娘知道孩子没了你难受，娘又何尝不难受？只能怪那孩子与咱们无缘，你好好把身子养好，以后还能再有孩子的。沈婆子只能如此安慰他。沈旭却是木讷的睁着眼，内心陷入挣扎，他走这一步究竟是对是错？旭哥儿，你别吓娘啊，孩子没了还能再有，可你千万不能再有什么事儿，否则娘可怎么活？沈婆子还在絮絮叨叨，沈旭只觉心绪烦闷，索性闭上了眼。娘，您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旭哥儿，好，娘这就走，你一会儿记得把药喝了。
替他掖了掖被子，沈婆子便起身出去了。雨兰院，梁雨柔面无血色的躺在床上。佩儿进来送药时，她问道：“姑爷怎么样了？”佩儿将药搁在桌上，回禀道：“小姐，姑爷已经醒了。”闻言，梁雨柔搁在床沿边的手紧紧攥了起来。已经醒了却没有过来看她，她是还不知道她小产的事，还是知道了才不愿来？她婚后还一直留着那条袖子的帕子，每每喝醉都会握在怀里。她知道她心里定是还念着那个女人，即便如此，她都依旧装作不知道，以为只要自己做好妻子的本分，且等孩子生下来，她便会将心收回来。可现在想来，是她太天真了。如今孩子没了，都不见她过来安慰自己一句。大抵这些日子，她对自己的温柔软语，也都是因为孩子。想到这里，梁雨柔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初自己那么坚持要嫁他，真的做对了吗？从襄府宴席回来后，萧灵业就问萧夫人要府上的库房钥匙。萧夫人一愣：“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要库房钥匙？”萧灵业道：“我看看库房里的东西够不够。”这话让萧夫人更加纳闷了：“够什么？叶儿你要做什么？”“提亲。”“提亲？”萧夫人顿时睁大了双眼。可是那苏小姐？萧灵业点头：“自然是。”一旁正在喝茶的萧明渊差点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同样瞪圆了双眼看向他：“你要向苏家小姐提亲？”“是，父亲。”萧明渊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儿子，半晌一拍桌子，欣喜地道：“好好，只要你娶的是个女人，别说要库房钥匙了，就是要我这侯爷的爵位，我也给你。”萧灵业这些年自家儿子一直不肯娶妻，还常常与那宁家小儿厮混在一起，京中流传的闲言碎语，他不是没有听到过。萧明渊就这么个儿子，自然不希望他真的有那什么断袖之癖，这不仅丢他萧明渊的老脸，更会丢了祖上18代的脸。然而多少次的打骂禁闭都没能让他收敛，反而与那宁氏子越走越近，丝毫不顾京中流言。为此萧明渊可没少动气，若不是看在他上阵杀敌还有些男儿血色的份上，早打死了。这会儿听到他说要提亲娶妻，证明儿子没有龙阳之好，萧明渊心中大喜，看向萧夫人：“夫人，快把钥匙给他。”又看向萧灵业：“库房中大多都是皇上赏赐的珍稀之物，你看看，若是不够，咱再添。”萧灵业接过钥匙，恭敬的颔首：“多谢父亲。”萧明渊又是一愣，待萧灵业出了正厅后，惊讶的看向自家夫人：“我没听错吧？这混小子谢我，他都多少年没对我这么恭敬过了，今儿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萧夫人笑着嗔了他一句：“瞧你这话说的，叶儿变好，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这自然是的，魏夫只是惊讶他为何突然间转变得这么快，这你就不懂了吧？”萧夫人挑了挑眉，脸上洋溢着笑意：“咱家叶儿这是遇到命定之人了。”萧明渊愣眼：“夫人说的是那位苏家小姐？”萧夫人点头：“正是，咱家叶儿自从恋上苏小姐后，整个人都性情大变了，越变越好了，不是吗？”经他这样一说，萧明渊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确实，这半年里臭小子似乎规矩了许多，也鲜少见他与那宁家小儿厮混了。甚好！萧明渊拍了拍萧夫人的手，一向不苟言笑的冷面将军，此时却笑得合不拢嘴。第99章提亲。苏景怀与江源婚后第2日，小两口早早的就起来去了前厅给公婆敬茶。苏玉婉坐在右下手位置，见大哥大嫂进来，笑着看了他2人一眼。江源冲他微微回笑，走到厅中后，丫鬟递上茶水，他端起走到苏胜面前，双手奉上：“儿媳给父亲请安，父亲请喝茶。”“好好。”苏胜笑着接过茶，轻轻抿了一口，从一旁桌上拿过早就准备好的红枫，递到江源手里。儿子成家，他这个做父亲的高兴，脸上一派和笑：“多谢父亲，儿媳给母亲请安，母亲请喝茶。”江源又给苏夫人敬茶。苏夫人满意的看了他一眼，接过茶，轻啜了一口，也拿过准备好的红枫，并一只水头品相街上家的和田白玉手镯递到他手里：“难为你这么早就过来请安敬茶，快坐吧。”江源接过，微微笑着行礼：“多谢母亲。”苏景怀上前扶起他，2人在左下手的位置坐下。看着小两口如此恩爱和睦，不仅苏父苏母高兴，苏玉婉也难掩开心。他站起身来，走到江源面前，俯身行了一礼，笑着喊了声：“嫂嫂。”随后将自己准备好的礼物递上前：“嫂嫂，这是阿婉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祝愿大哥大嫂执子之手，恩爱一生。”江源打开锦匣，见里头是一对翡翠鸳鸯摆件，他不由面上一热，眉眼弯笑望向苏玉婉：“多谢阿婉，嫂嫂不必客气。”见他们姑嫂相处得如此融洽，苏胜与苏夫人面露欣慰，对这个儿媳妇更加满意。苏夫人看向江源，笑道：“好孩子，如今你既已入了苏家门，便是苏家媳，不必拘谨。院里若是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跟娘说。多谢母亲关怀，明兰轩暂时不缺什么。”江源言语间尽显恭敬谦和，面对苏夫人的温柔关怀，他心里的紧张也消散不少。苏夫人满意点头，又看向自家儿子，叮嘱道：“
怀儿，如今你已成家，需谨记丈夫职责，好好对育儿。苏锦怀淡笑点头，母亲教诲，儿子记住了。好了，你们小两口才刚成亲，也不必在此居着了，回院去吧。是，母亲。江源为了给公爹婆母留下好印象，很早就起来了。苏夫人看得出他是个孝顺孩子，昨夜大婚，今儿又早起，势必身子乏累，这才寻个由头让他回去睡个回笼觉。小两口出了正厅后，苏胜也回书房处理事务去了。苏玉婉陪着苏夫人说了一会儿话，也回了松雪阁。才刚在软榻上坐下，宁嬷嬷就匆匆来了，挂着一脸的笑意。小姐，夫人请您到前厅去。苏玉婉有些疑惑，怎么了宁嬷嬷？可是有什么事吗？小姐，大喜事，吴安侯府夫人携小侯爷上门来提亲来了。屋里几个小丫鬟听后都一脸的欣喜，这些日子他们可都看出来了，那位萧小侯爷变招法的给他们家小姐送东西，定是心目他们家小姐。苏玉婉更是惊讶，他竟这么快就来提亲了。知道了，我这就来。哎，好。宁嬷嬷走后，苏玉婉挪步到梳妆台前，看着铜镜中的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气。小姐，可是要重新梳妆吗？苏玉婉淡淡摇头，而是将那只血玉手镯戴到了手腕上。来到前院时，萧家下人正捧着大大小小的锦盒，有序不稳地走进前厅。苏玉婉进去后，先是向萧夫人和萧灵叶行了一礼。萧夫人，小侯爷。萧夫人笑着亲自走上前来扶他，然后握上了他的手。好孩子，昨日宴会见你忙着没能说上话，可让我惦记着。苏玉婉扬唇轻笑，多谢萧夫人惦念。她白皙的手腕上隐隐露出那只血玉镯子。对面端坐着的萧灵叶看到后，唇角勾起一抹弧度。上手的苏夫人见萧夫人对阿婉言行亲切，而阿婉对她的亲近似乎也不排斥，心中便也有猜想，但还是想亲自询问自家女儿的意思。她笑着看向苏玉婉，阿婉，想必宁嬷嬷已经同你说了，今日萧夫人与小侯爷上门是为提亲而来，你一向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婚姻大事娘得征求你的意愿。轻轻抚上手腕上的镯子，苏玉婉微微抬眸朝萧灵叶看了一眼，侧头时脸上染上淡淡红晕，但凭娘亲做主。苏夫人难得见到自家女儿脸上露出害羞的神情，看这样子她对那萧小侯爷也是有意的。苏夫人心中欣喜，面上依旧淡然柔静，看向萧夫人与萧灵叶，既如此，我便应了这门亲事。闻言，萧灵叶立即起身走到苏玉婉身侧，撩袍跪下，恭恭敬敬对苏夫人拱手道：感谢伯母成全，待择良日下聘后，灵叶自当以3书6礼到县衙登造户册，再到祠堂上香立誓，迎娶阿婉。这是明媒正娶的规制，可见萧灵叶对阿婉极为重视。苏夫人满意点头，小侯爷之言诚心可见，我别无他求，只希望你能始终如一的对阿婉好。阿婉前半生受过太多苦，苏夫人只希望后半生能有个人始终如一，不离不弃的待她。萧灵叶抬头看了苏玉婉一眼，郑重道：还请伯母放心，今求娶阿婉，婚后定当尊重爱护，相守一生。好好，快起来吧。苏夫人笑着，眼角不觉溢出点点泪光。先前女儿无意婚事，她这做娘的还颇为操心，如今真到了谈婚论嫁这一刻，她竟又不舍起来。苏玉婉见状，走到苏夫人身旁，伸手轻轻抚了抚她的背：娘没事，娘是高兴。苏夫人努力憋回眼泪，笑道。这时萧夫人笑着出声：阿婉回府不过半年时间，如今谈婚论嫁的苏夫人定是不舍，待婚后一儿常带阿婉回相府探亲，或是阿婉想家了便随时回来小住，如此苏夫人也能安心。这话倒是说到苏夫人心坎上了，找回女儿也才半年的时间，如今便要送她出嫁，实在不舍。萧夫人一句话既顾全了苏夫人的心情，又在明面表示苏玉婉嫁入武安侯府，还是可以经常回娘家，让他们不必忧心。第100章10倍奉还。同日，皇上下了圣旨到沈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沈旭于此前皇家狩猎场遇袭事件中护驾有功，朕敏感五内，折授沈状元翰林院修撰一职，另赏赐白银1000两，待伤愈后便入宫任职。钦此。沈旭忍着伤痛跪在地上，听完圣旨，心中不胜欣喜，连忙磕头谢恩。他身后的沈婆子和沈宁俱是一脸的兴奋激动，终于封官了，这下他们娘俩再也不用看梁雨柔的脸色过日子了。传旨公公走后，娘俩将沈旭扶了起来，沈婆子长长舒了一口气，可算是等到今日了。如今皇上亲自下旨授予旭哥官职，往后看谁还敢说他是倒插门吃软饭？这回旭哥可是真正光耀门楣了。旭哥，如今重得皇上恩赐，实属不易，你可得仔细养好身子，切莫再乱动心神，知道吗？沈婆子语重心长地叮嘱他。沈旭淡笑着点头，放心吧，我知道了，娘。沈宁则是被那一箱子白花花的银锭子勾住了眼。大哥，娘，我不是在做梦吧？1000两白银，就是做梦他也没梦到过这么多银子。沈婆子瞥了他一眼，嗔笑道：你这丫头，你大哥封了官，还没听你说声恭喜呢，
就惦记上银子了。闻言，沈宁才收回视线，笑着看向沈旭：“大哥，恭喜你了。”沈旭浅笑，看着他一双手因为每日刷工桶而粗糙红肿，心疼地道：“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以后就搬回原来的屋子，也不用再干那些粗活了。”说完，他从红木箱子里拿了几锭银子给沈宁：“这些钱你拿去，想买什么便买。”又抓出几锭给沈婆子：“这些日子劳娘照顾操劳，这些请娘收下。”沈宁见大哥一下给了他50两银子，一双眼都冒着光：“谢谢大哥。”沈婆子则是不愿接，又退回给他：“你如今才刚封官，官场上想必还需打点应付，这些你自个儿留着吧。娘，您就拿着吧。”沈旭看着他二人说道：“往后儿子定当出力奋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自从婚后，梁雨柔仗着娘家的关系，肆意欺辱他娘和妹妹，这些他都知道。因自己身无分文，一家全靠他养活，所以即便心有不满，也只能忍在心中。如今他已踏上了仕途之路，往后便也能直起腰杆做人了。自家大哥发了话，沈宁终于不用再回后院刷工桶，想着这些日子下人们对他的欺凌和嘲讽，他总算能有机会出一出这口恶气。回到后院，沈宁到下人房里收拾好东西走了出来，然后看向那几个正在干杂活的丫鬟婆子：“你们几个给我过来！”先前欺负过他的几个婆子丫鬟得知沈旭封官后，面对沈宁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连忙跑到他面前跪下，讪讪道：“姑小姐，先前的事是我们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们吧。”哼！沈宁冷冷睨着面前的几人，视线落在为首的婆子身上：“我说过，你们凡是欺辱过我的，他日我一定会10倍奉还给你们。你陈婆子，先前故意用刷工桶的水泼在我身上，今日我也要让你尝尝我当日之辱。”说罢，他指着另一个瑟瑟发抖的小丫鬟，厉声道：“你过来。”小丫鬟哆嗦着身子走到前头来，沈宁冷笑着吩咐了她一句，小丫鬟不敢多言，连忙去照做了。半晌后，端着一瓢臭烘烘的粪水过来了。众人见状都十分不安，不知道沈宁究竟要做什么。只见沈宁拿过粪瓢，让小丫鬟扼住陈婆子的下巴，然后面色阴鸷的扬手将粪水往她嘴里灌。陈婆子吓得大惊失色，手脚挥舞挣扎着，连忙闭上了嘴巴。沈宁却不让她有这个机会，直接捏住陈婆子的鼻子，迫使她张开嘴，把粪水全都灌了进去。其余人都被沈宁这疯狂的举动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求饶。陈婆子被灌完了一瓢粪水，直接吐得死去活来，后晕死了过去。沈宁又看向其余那几个经常对他冷嘲热讽、喊他丑八怪的人，嘴角露出一抹邪笑：“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惹我的下场。姑小姐饶命，姑小姐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们。”几人怎么都没想到沈宁手段如此狠辣，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沈宁癫狂的仰头大笑，脸上尽是得意：“想让我饶了你们，可以，每人自扇28掌。”几人闻言，面上苦涩犹豫。沈宁指着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的陈婆子，冷笑道：“不扇的话，就和他一样。”话音才落，就见众人纷纷扬起手掌，啪啪扇在自己脸上。比起被灌大粪水，他们还是宁愿选择自扇巴掌。听着那清脆响亮的巴掌声，沈宁大笑着，发自内心的开心，让他们加重力道，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消减些许他曾受的屈辱。玉兰院这边，梁雨柔得知沈宁用灌大粪的手段处罚陈婆子时，气得从床上坐了起来。陈婆子可是梁府跟过来的老人，沈宁这个小贱蹄子竟敢如此对待他的人，当真是当他不存在了吗？佩儿，去把沈宁给我拎过来。是。很快，沈宁一脸不屑地跟着佩儿来了雨兰院。梁雨柔换了一身衣裳，坐在软榻上，斜眼看着沈宁，怒声道：“宁姐儿，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处罚我的人，是还嫌刷工桶刷得不够吗？”沈宁如今可不怕他，冷哼一声：“大嫂，大哥说了，往后我不用再刷工桶，你做不了我的主。”你……梁雨柔知道沈宁是仗着沈旭封了官，才敢如此对他不敬，他指着沈宁：“那又如何？你动了我的人，我依然有权利处罚你，即便我不能，我父亲也能。大嫂在处罚我之前，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吧。”沈宁昂起下巴，挑了挑眉：“若是我大哥知道了你再也不能生育的事，你说他会有何反应？”沈宁，你……梁雨柔浑身颤抖了起来，她没想到沈宁竟也知道了这件事。沈宁凝视着他，巴赖的脸上露出嘲讽之色：“毕竟我大哥连那相府千金都敢休，大嫂你不过是3品侍郎之女，如今又无法生育，你觉得我大哥还会要你吗？”第101章后悔。8月16这日，萧灵业正式到襄府下聘。据说那聘礼足足有3车之多，从武安侯府到襄府的路上，惹得不少围观人群啧啧赞叹。萧家真是大手笔，连下聘之礼都用3辆马车拉。听说武安侯和小侯爷这些年胜仗无数，皇上赏赐了不少好东西，想必这车上拉的都是些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吧？哎，
之前不是还流传萧小侯爷有那啥之癖不近女色吗？咋突然间就求娶苏家千金了？嗨，谁知道呢？一身暗红官服的沈旭站立于人群中，听着人群议论之声，面色冷沉地看向往丞相府而去的3辆马车。萧灵叶竟然向苏玉婉提亲了，他拢在袖中的手指微微收紧，转身之时，昔日情形尽数涌上心头。那时他刚来沈家，浑身脏兮兮的，身上还发着高热，但那张小脸精致漂亮，与村里其他女孩子都不一样。父亲说把他留下给他做童养媳，之后的日子他便住在了沈家。他在书院的时日较多，偶尔回家时，他总会倒好茶水，端来洗脚水，将他伺候得十分舒坦。父亲去世后，他做上了小买卖，每日天不亮就扛着包袱出门，天黑才回来，总能在他为银钱发愁的时候拿出银子来，让他安心，一切都有他。他很感激他为自己为沈家付出许多，但随着自己接连考中案首，解元后，与他小商贩的出身便明显拉开了距离。他开始向往官场与权势，同时也希望陪在自己身边的妻子能与自己势均力敌。殿试高中状元后，苏玉婉的身份更加成为他心头的难言之隐。现在想想，他竟是因为一时的虚荣弄丢了他。走在街上，他的步子越发沉重，每一步都像拖着千斤重的石头。夫君，你回来了，今日出去翰林院点卯，可还顺利吗？累了吧？我让下人炖了参汤。梁雨柔等候在院中，见到沈旭回来，便笑着上前去挽他的手。回过神，沈旭淡淡说了句好，便抽身去了书房。梁雨柔站在原地，感受到沈旭对他的冷淡态度，心里莫名的有了一丝危机感。稍后，他亲自端着参汤去了他的书房，推开门，却见他正握着那条帕子，一脸摇曳的模样。夫君，他强忍着不悦走上前，将参汤递到他面前。参汤已经好了，你喝些吧。沈旭将帕子揣进怀里，随后朝他说了声辛苦你了，我一会儿再喝。梁雨柔注意到他对那帕子的重视程度，藏在宽袖中的手微微捏紧，终于忍无可忍质问道：你还想着苏玉婉是吗？闻言，沈旭微微拧起眉来：你在胡说什么？我胡说？梁雨柔气笑了，冲上前去，从他胸前掏出那块帕子，问他：那这是什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沈旭脸色顿时不悦起来，不过是一条帕子，我要向你解释什么？这帕子上的字是他绣的吧？所以你才会经常带在身上。梁雨柔攥着帕子的手微微颤抖，语气含怒：大婚那日，你握着这条帕子喝得宿醉，沈旭，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怀着你的孩子时，你便想着那个女人，如今孩子没了，你至今都未曾对我关心过一句，竟还对着这么一条破帕子伤感。沈旭眉心紧锁，看着他的目光越发的冰冷。梁雨柔被他的目光刺痛，红着眼嗤笑道：怎么，我说中你的心思了？听说他与萧灵叶定了亲，你难受了？沈旭，你别忘了，当初若不是梁家，你连殿试的机会都没有，更何来如今官至翰林？你借着梁家才爬到了如今的位置，怎么利用完就想翻脸无情？沈旭闭了闭眼道：你想多了。梁雨柔冷笑：究竟是我想多了，还是被我戳中了你的心思？他这般不依不饶，沈旭已经彻底失了耐心，语气加重：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梁雨柔歇斯底里地道：这句话应该问你，沈旭，你究竟想要干什么？这些日子他的冷漠态度已经让他备受折磨，此刻更是心中怒气升腾，一把将手中帕子扯破，狠狠扔在地上。你！沈旭见状，连忙走上前去阻止，却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参汤，手背上顿时被烫得红肿一片。梁雨柔见他受伤，怒然的脸上堆上愧疚：夫君，你的手。他终究是不忍心，上前拉起他的手，轻轻吹在被烫红的手背上：对不起，我。沈旭淡漠的抽回手，不予理他往外走。梁雨柔转身朝背后抱住了他：夫君，你当真对我如此狠心吗？我才是你的妻子啊，为何你要对我如此冷漠？对这个男人，他是既爱又恨。明明知道他娶她是为了借梁家的事往上爬，明明知道他心里还惦记着苏玉婉，可他就是对她的爱深入骨髓，所以才会如此不安敏感，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夫君，你不要生我的气，我就是太爱你了，我怕哪一日你会不要我了。他甚至爱他甘愿放低姿态，卑微到尘埃里。沈旭伸手掰开他紧紧环在他腰上的双手，转过身来看着他，语气淡淡道：这些日子你刚失去孩子，情绪有所波动，我不怪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他看向他的眼神中只剩下冷淡，再无半点情意。梁雨柔心痛至极，且满怀不甘，抬起一双眼泪汪汪的杏眼，双手勾在他脖颈间，踮起脚尖附上了他的薄唇。他吻得很深，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试图用温情挽回他的心，却被沈旭伸手将他推开：我今日有些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说罢，他转身坐回了书案前，不再看他。梁雨柔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含着泪走出了屋。他走后，沈旭又站起身来，将地上那被撕碎的帕子捡起来放在手中，
只见府上裂痕，顿时一股后悔之意涌上心头。第102章下聘。萧灵业将聘礼送到府上的时候，府上人都惊呆了。光聘礼礼单册子都有2本，前厅中苏胜、苏夫人、苏景怀、江源以及苏玉婉几人面上无不是震惊，就连乡府下人们也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阵势。厅中几乎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木箱子。知道武安侯府富贵，却没想到如此富贵。宁嬷嬷向苏夫人递上礼单册子后，苏夫人只是淡淡看了一眼，便满目惊讶。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绸缎100匹，玉器20件。除此之外，还有珠宝首饰、古玩字画、摆设等，皆是价值不菲之物。就连当年皇上独独赏赐给武安侯的夜明珠也在其列。他将礼单递给苏胜，苏胜看后亦是震惊无比，心想这小子莫不是把武安侯府整个库房都搬过来了？伯父伯母，聘礼备的匆忙，若是还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二老指出，我再补上。萧灵业身姿挺直，坐在客椅上，含笑看着苏胜与苏夫人，生怕有什么没做到位。只听苏胜哈哈一笑，并无不妥，而是萧小侯爷这聘礼实在太厚重，令老夫惶恐。萧灵业抬眸看了苏玉婉一眼，笑着对苏胜道：“不多，只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苏胜满意点头。先前在金銮殿上，萧灵业拿出证据，助他一举铲除了那作恶多端的田家，那时他便对这位小侯爷颇为赞赏。如今成了自己女婿，心中更为欣喜。苏景怀与江源对视一眼，两人也是满脸笑意。先前在狩猎场，萧灵业看阿婉的眼神炙热深情，那时苏景怀还并未往这处想，如今想来，这小侯爷竟是早就盯上自家小妹了。江源则是打心眼里为苏玉婉高兴，他看得出小侯爷对阿婉用情至深，阿婉嫁给他定不会错的。至此，苏玉婉与萧灵业便正式定下亲事。苏夫人笑着留萧灵业在府上用膳，萧灵业便也没推辞，应道：“那就叨扰了。小侯爷说的哪里话，如今咱们也算一家人了，不必如此客气。一会儿咱们翁婿可得好好喝2杯。”女儿的婚事有了着落，苏胜心中甚是欣喜，今日定要与萧灵业喝上2杯。听到翁婿2字，萧灵业嘴角笑意更深，那小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将视线落在苏玉婉身上。苏夫人见状不禁失笑，顺势对苏玉婉道：“离用膳还有些时辰，阿婉你便带着小侯爷先在府上逛一逛吧。”苏玉婉微微点头：“是娘。”从正厅出来后，萧灵业终于迎来与苏玉婉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人缓步走在抄手游廊上，丫鬟们识趣的没有跟上去，给两人留了独处的空间。行至花园时，萧灵业伸出手握上了苏玉婉的手，侧头看着她，轻柔的唤了一句：“婉儿。”苏玉婉被他握着的手心微微发烫，仰起头看向他：“婉儿。”萧灵业再次唤他：“你这是怎么了？”苏玉婉好笑的看着他：“我只是太想你了。”萧灵业毫不掩饰对他的思念之情，对上他那灼热的目光，苏玉婉便知他此话不假，他心中欢喜，喜欢他在他面前不加掩饰的真情实感。婉儿，那你呢？这几日可有一点想我？萧灵业十分认真且期盼地看着他，尽管已经与他定了亲，可他还从未从他口中听过一句温情的话，心里始终觉得不安，怕他只是因为救命之恩以身相许，怕他对自己只是感激而非爱。明明都已经定亲了，他却更加患得患失了。苏玉婉停下步子，再次看向他，然后点头婉然一笑：“我也想你。”这话一出，瞬间便消除了萧灵业心中的不安。他惊喜又激动地看着苏玉婉，而后伸出双手将她揽在了怀里。“婉儿，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心里有我。”萧灵业宽厚的臂膀抱着她一点一点收紧，似要将她揉进心里，又怕弄疼她，微微松开了些。苏玉婉双手一环上他的腰，靠在他怀里，熟悉的松甘熏香沁入鼻腔，令他莫名的安心。感受到他双手环抱自己腰身的那一刻，萧灵业浑身燥热酥麻，似醉酒般如醉如迷。他抬起头，眼神迷离地看着他，对上他那双温婉美眸，心跳更加快速跳动起来。他伸手抚了抚他的脸，克制地滑动了一下喉结，最后在他额间深深落下一吻。温热的薄唇触到苏玉婉额头的那一刻，他心跳忽地加快，面上倏然绯红。这是独属于面对他时的面红心跳，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爱上这个男人了。他低头在他耳边喃喃道：“婉儿，等这次胜仗归来，就能将你迎娶回家了。”苏玉婉面色微滞，抬头望向他，可是边疆那边又有战乱。萧灵业轻轻松开了他，说道：“上回狩猎场那些刺客冲着皇上而来，事后皇上特命人调查，查出那些刺客乃是前几年收复的南越小国遗留皇室之人所派出的。此次这些刺客刺杀皇上，是意图复国。”南越国，苏玉婉似乎听父亲说起过，南越国出了位恶名昭著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南越国的百姓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听说这位暴君不仅性情暴力残忍，还十分好色，数年间从民间强抢了上千名貌美女子进宫，完了之后又残忍虐死。
这些女子的父母亲人求助无门，反被皇室派人暗杀。百姓们对南越皇帝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逃到了大景朝。明圣帝早就对南越皇帝深恶痛绝，便联合西岐一块攻打了南越，铲除了暴君，后将其收复，改名为南滩。没想到那原来的南越皇室中，竟还有人不死心，妄图刺杀明圣帝，意图复国。那此次皇上是让你去铲除原南越遗留的皇室中人吗？苏玉婉问。萧林业点头，皇上已经下旨，我不得不去，但是我向你保证，大婚之前我一定会平安赶回来。第103章回信。萧林业出征后，苏玉婉才真正体会到了牵肠挂肚的感觉，行走坐卧间，脑海中皆是他的影子。虽说萧林业年少成名，立下无数战功，但这次苏玉婉还是十分为他担心。平日里除了看书刺绣打发时间，他也时常会去佛堂潜心祈祷，祈祷他能平安归来。这日苏玉婉才从佛堂出来，回到松雪阁，春眠就喜笑着跟进屋，递给他一封信：“小姐，小侯爷来信了，快拿过来。”苏玉婉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开心。信上写着：“婉儿，你还好吗？我已安全抵达南园，不必担心。还有，我想你了，婉儿可有想我？我随身带着你绣的香囊，尚且能解相思之苦。婉儿若是想我，便给我回封信吧。”信上虽然只有简短2句话，却足以抵消苏玉婉这几日的忐忑不安。他指腹轻抚信纸上那刚健又不失柔美的字迹，嘴角泛起笑意。让春眠拿来纸笔后，苏玉婉沉思了片刻，提笔在信纸上写下：“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是他最近在书上看到的诗句，他的字写的不是很好看，但一字一句都用足了劲。写完晾干后，装了信封，让春眠拿去寄出。春眠拿着信出去后，苏夫人和江源一块来了松雪阁。阿婉，什么事这么高兴啊？苏玉婉脸上笑意未消，苏夫人笑着问道：“娘，嫂嫂。”苏玉婉脸回思绪，笑着看向他二人：“你们怎会这个时辰过来了？平日里这个时辰娘喝了药都要午些的。”在榻上坐下后，苏夫人拉过他的手，然后对宁嬷嬷递了个眼色。宁嬷嬷随即上前将手中册子递上。苏夫人接过册子，放到苏玉婉手里：“这是你的嫁妆礼单，看看可还有什么要添的？”两人的婚事定在8月16，距此还有10天。自萧林业下聘之后，苏夫人就在为苏玉婉准备嫁妆。接过厚厚的礼单册子，翻看过后，苏玉婉愣了一瞬，抬眸看向苏夫人：“怎么这么多？竟有240台。”苏夫人笑着看向江源，说道：“爹娘给你准备了180台，另外60台是你大哥大嫂给你准备的。”这苏玉婉望向江源：“大哥和嫂嫂心疼阿婉，可也不必准备这么多啊，这叫阿婉如何能承受？你既叫我一声嫂嫂，小姑子出嫁，我做嫂嫂的给你添些嫁妆也是应该的。”江源能如愿嫁给素锦怀，全靠了苏玉婉，这份情他一直记在心中。如今苏玉婉即将出嫁，他能做的就是给她添些嫁妆。苏玉婉感激地对江源笑道：“多谢嫂嫂，阿婉不必见外。原先我还想着嫁过来有你作伴，却是没想到阿婉这么快就要嫁人了。”江源打心里不舍，却也替他找到如意郎君而真心高兴。说起来，苏玉婉也没想到，回府才不到1年的时间，竟又要离开家了。原本与沈旭恩断义绝后，他只想守着铺子过完下半生，能找到父母已是一大幸事。不曾想回到京城，遇到了一个满眼是他的男子。前世他从未被人爱过，重生后他很珍惜身边爱他之人，尤其是萧林业这般3番2次舍命相救。他看向江源，轻笑：“我也没想到姻缘会这么快降临到我身上，往后不能在爹娘身旁尽孝，还得劳烦大嫂替我多多陪在娘身边。”江源拍拍他的手，点头道：“放心吧，阿婉，我既嫁了过来，往后定会好好孝顺爹娘的。”话音才落，江源便突感不适，捂着嘴干呕了起来。苏夫人见状，连忙起身走过来替他拍背顺气，并关切地问他：“源儿，你可是哪里不舒服吗？”江源一连干呕了几下，稍微缓解一些后，颇为不好意思地说：“我近日有些贪嘴，许是吃的多了，胃有些不舒服，没事的娘。”听他这样说，苏玉婉则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眸光闪烁着，急忙问他：“嫂嫂这干呕的症状有几日了？”“大概有2、3日了吧。”江源有些疑惑：“可是有什么不妥吗？”闻言，苏夫人顿时面露惊喜，看向江源：“源儿，你莫不是有喜了吧？贪嘴、干呕的症状，可不就是怀孕初期的症状吗？”苏玉婉也想到了这层，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丫鬟去请大夫。最终结果还是得以大夫诊断过后才可确定。有喜？江源睁大双眼，脸上满是惊讶与羞涩。他与夫君成婚不过1月，应当不会这么快吧？苏夫人又问他：“你这个月是可来了？”江源想了想，忽而惊道：“似乎推迟了好几日了。”不一会儿，丫鬟带着大夫来了松雪阁。在给江源把脉过后，大夫对苏夫人如实回复道：“夫人，少夫人确实有喜了。”一听确实是有喜了，
苏夫人高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连忙让宁嬷嬷给大夫拿赏钱，又扶着江源在榻上坐下。太好了，鱼儿真是有喜了。大嫂，恭喜你了。苏玉婉也高兴得紧，没想到大哥大嫂这么快就有孩子了，自己也升级做姑姑了。这喜事都堆在一块儿，苏夫人心情大好，给下人们都打赏了银钱。得知少夫人有孕，府上也热闹了起来。晚上回府，得知此事的苏景怀更是忙不迭地来到明兰轩。江源正在做刺绣，这次他想尝试着给自己肚中的孩子做小鞋子、小帽子。夫君，你回来了。见到苏景怀进来，他连忙站起来，想与他分享这份喜悦。苏景怀大步走过去，怀着激动将他揽在了怀里。源儿，真的吗？咱们真的有孩子了吗？江源笑着点头，是真的。今日太医已经给我诊过脉了，你就要做爹爹了。孩子，我要做爹爹了。苏景怀激动到语无伦次。江源见状忍不住笑他，瞧你都要做爹爹了，怎么倒反而像个孩子似的？我是太高兴了。苏景怀将他扶到软榻上坐下，满目深情地看着他。源儿，谢谢你。第104章，没有吃回头草的癖好。8月15中秋这日，皇上在宫中设宴，邀请朝中4品以上官员携家眷参加。江源有孕，不宜受马车颠簸，苏景怀便留在府上照顾他，只有苏胜苏夫人带着苏玉婉一块前往宫中。明日就是苏玉婉与萧林业的大婚之日，但至今都还没收到他回京的消息。苏玉婉心中不免忧心起来。马车前往皇宫的路上，她抚着腕上的血玉镯子，愁眉不展。苏夫人与她同乘一辆马车，见女儿这2日总是握着手上的镯子，一脸愁容，知道她是在担心萧林业，便拉过她的手安慰道：“阿婉，萧小侯爷14岁便上战场，一身高强武艺，一定会没事的，你别太担心。”苏玉婉不想让娘也跟着担心，便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但这么久都没有萧林业的消息，实在令他难安。马车在城门口停下，苏玉婉下了马车，跟随父母一块进了皇宫。途中见到萧夫人，苏夫人便带着苏玉婉走过去打招呼，并询问萧林业可有消息。明日便是2个孩子的大婚之日，萧夫人知道这些日子苏玉婉定是担心坏了，她握住苏玉婉的手宽慰道：“婉儿你别担心，叶儿与他父亲驰骋沙场多年，早已身经百战，此番也定会平安归来的。”这话他不仅是在安慰苏玉婉，也是在安慰自己。有了萧夫人的安慰之语，苏玉婉内心安定不少，点头道：“我相信他，无论他能不能在婚期赶回来，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今日的宴席设在宣德殿，各大臣及家眷都已陆续进殿入座，苏玉婉也跟随父母在宫人的带领下坐到了席位上。今日宫宴，参宴者皆盛装华服，簪金戴玉，每张桌子上摆满了珍馐佳肴，金樽玉盏，富贵至极。苏玉婉才刚坐下，就感受到一道敌意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抬头顺着目光望去，梁雨柔正一脸怨恨地看着他。梁雨柔身旁，沈旭一身浅灰锦缎长衫端坐着，见苏玉婉朝这边看过来，他抬头回望了过去。苏玉婉今日穿着一袭樱粉色叶地水绣百褶流纱裙，头上簪着红宝石钗环，衬得她肤色更加白皙，明艳动人。沈旭眸光微滞，一时望了一眼，苏玉婉却是淡淡别开了目光，与一旁同他打招呼的贵女闲聊了起来。梁雨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暗暗切齿，袖中双手攥得紧紧的。皇上皇后驾到。殿外响起太监的高声通报，紧接着明圣帝协同皇后走了进来。众人连忙起身跪下行礼，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谢皇上。明圣帝在龙椅上坐下后，视线当先落在沈旭身上，面上一派关切的询问：“沈爱卿，你身子可好些了？”沈旭拱手恭敬回道：“多谢皇上关心，臣的箭伤已经痊愈。”明圣帝微微点头。梁雨柔因为沈旭中渐动了胎气，导致小产的事，他也有所耳闻。此事也都因沈旭护驾而起，明圣帝势必要加以安慰，便让务公公去库房挑了一只千年人参以及一套赤金香宝石头面来赐给了梁雨柔。臣女多谢皇上赏赐。梁雨柔起身屈膝行礼，坐下吧。明圣帝扫过席上众人，冷肃的脸上透着一丝笑意。今日邀请众位爱卿参加宫宴，共庆中秋，大家不必拘束，开怀畅饮。之后便上了一支舞乐队，身姿婀娜的舞姬们穿着绚丽飘逸的衣裳，在殿中热舞，悠扬的乐声环绕整个大殿，令人沉醉其中。苏玉婉觉得烦闷，无心欣赏，她与苏夫人打了声招呼，便起身出了宣德殿。春眠连忙跟了出来：“小姐，您是要如厕吗？”她摇摇头：“不是，殿中人多冗杂，我觉得有些闷，你陪着我走一走吧。”是。两人沿着鹅卵石一路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御花园。苏小姐，身后传来一道娇柔的声音。苏玉婉回头望去，竟是梁雨柔跟了上来。苏玉婉蹙眉：“沈夫人，有何贵干？”梁雨柔走上前来，盯着她上下打量了一圈，似笑非笑地道：“苏小姐还真是好本事啊，不仅俘获了京城第一美男萧林业的心，还让沈旭这个前夫也对你念念不忘。”春眠一听这话，气得不行，
一双手紧紧握成了拳。苏玉婉朝他淡淡使了个眼色，而后笑着看向梁雨柔：“梁小姐此言何意？”“何意？”梁雨柔朝他迈进了一步，冷哼：“自然是夸赞苏小姐，你手段高明啊！且不知苏小姐是用了什么手段，不仅能让从不近女色的萧灵叶对你死心塌地，还让沈旭这个已有家室的男人也对你梦寐不忘。沈夫人莫不是吃醉了酒，怎地在这皇宫内就开始大放厥词？”苏玉婉面不改色地看着他，梁雨柔嗤笑一声，看向他的眼神里含着怨恨：“苏玉婉，你少装了！方才在大殿之上，别以为我没看到你与沈旭暗中眉目传情。当初你毅然写下休书与他恩断义绝，我还对你心生敬佩，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一个无耻的人，已经有了未婚夫婿，还暗中勾引沈旭。”春眠忍无可忍了，扬起拳头怒声道：“沈夫人，请你慎言！怎么，我不过是实话实说，这就受不了了？你……春眠，你先退下。”苏玉婉看着梁雨柔，不禁失笑。方才大殿之上这么多人，难不成视线落在你那桌的都是要勾引你丈夫之人？你少强词夺理。苏玉婉，你如今很得意吧？我得意什么？梁雨柔面色阴沉，当初他为了娶我抛弃了你，如今他却又对你念念不忘。听到这话，苏玉婉不由冷笑，而后直视着他说道：“你记住了，沈旭是我不要了的男人，你抓不住他的心，只能怪你无能，并不是我使了什么手段。再说，我也没有吃回头草的癖好。”一句话对得梁雨柔脸涨成猪肝色，他眯眸看了苏玉婉一眼，轻哼一声，转身便走了。第105章，沈大人请自重。梁雨柔走后，春眠一脸怒然地道：“这梁小姐未免也太嚣张了。小姐您如今可是丞相府千金，她竟敢如此口出妄言。”罢了，苏玉婉压根也没把梁雨柔那些话放在心上，毕竟难受的是她而非自己。小姐，咱们回去吧。苏玉婉微微摇头：“我还想在外头透透气。外头风大，那奴婢去给您拿件披风来。”苏玉婉在御花园里闲逛着，不经意回眸间见沈旭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此刻正一瞬不瞬地看着他。不欲停留，苏玉婉便往一旁走去，不料沈旭2步走到了他面前：“沈大人，您挡着路了，还请让一让。”苏玉婉神色淡漠，语气尽显疏离。“玉婉。”他习惯性的便喊出了他的名字。“方才雨柔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他许是喝醉了才会如此出言无状，待他向你赔个不是。”苏玉婉微微侧过身子，淡声道：“沈夫人既喝醉了，沈大人就该好好照顾左右，若是再冲撞了宫中贵人，沈大人如何担得起罪责？”沈旭看着他，并未听进去他的话，而是惊讶他如今的变化之大。待回过神，苏玉婉已经往前走去了。在内心片刻的挣扎过后，他不受控制的追了上去，再次拦在苏玉婉面前。苏玉婉不禁蹙眉，后退了一步：“沈大人这是做什么？”玉婉，沈旭深深吸了一口气，将这些日子藏在内心折磨了他许久的想法说了出来：“我后悔了。”事实上，从他得知苏玉婉是相府千金的那一刻，他便后悔了。只是那时他后悔的是因自己负了他而葬送了前途，但在昨日梁雨柔的质问之下，他才恍然明白，也同时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后悔失去了他。听完他的话，苏玉婉只觉得可笑，冷笑了一声：“沈大人莫不是也喝醉了吗？前世今生他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如今却跟他说他后悔了。”沈旭双目灼灼地盯着他，朝他迈进了一步：“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弃一切，我们……沈大人请自重。”这时，一抹蓝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来，萧灵叶挺拔的身躯挡在了苏玉婉面前，也挡住了沈旭那流露情意的双目。萧灵叶冷峻的脸上带着一丝冷笑：“世上没有后悔药，沈大人还是别再痴心妄想了。”他的突然出现让苏玉婉又惊又喜，这几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沈旭也没想到萧灵叶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还未说出口的话都硬生生被堵在了喉咙里，脸色复杂难看，便准备抬脚离开。对了，萧灵叶微微侧身，轻轻拉起苏玉婉的手，满眼爱意地看了他一眼，而后笑着对沈旭道：“明日便是我和婉儿的大婚，沈大人若无事，还请赏脸来喝杯喜酒啊。”这话听得沈旭心烦气躁，憋闷不已，一甩袖便走了。见此，萧灵叶嘴角毫不掩饰地露出一抹得意之色。苏玉婉这才看向萧灵叶，语气略有些激动：“萧灵叶，你终于回来了。”萧灵叶脸回眸中那对沈旭的敌视换了一副温柔面孔，执起他的手放在唇边轻轻一吻，嗓音低柔道：“因为收到了婉儿的信，知道婉儿心里时刻想着我，处理完皇上交代的任务后，便快马加鞭赶回来了。同时他也庆幸自己赶回来的及时，否则还不知道他的婉儿竟被人盯上了。”他伸手抚了抚他的脸蛋，发现他似乎瘦了一圈，顿时眉间透着忧色：“婉儿，这些日子你还好吗？”苏玉婉微笑点头：“我很好。”又仰头望着他，反问：“那你呢？你可好？”萧灵叶眸光闪烁着，语气温润低迷：“我亦安好，
尤其是收到婉儿的信后，归心似箭。这人三句不离信，说的苏玉婉脸都不禁红了。他觉得这男人今日怪怪的，好像刻意在强调什么似的。小姐，春眠拿着披风在御花园转了一圈，才找到了苏玉婉。见萧灵叶也在，春眠先是诧异，后笑着屈身行了一礼：“小侯爷。”他见小姐与小侯爷的手紧握着，心里开心的不行。萧灵叶接过披风，亲自为苏玉婉披上。走吧，回席上去。二人一道回了宣德殿，一进殿门便引来不少注目。其中沈旭见他二人亲密无间，心中尤为难受，握着杯子的手紧紧收拢。虽说他二人已定亲的事早已传遍了整个上京城，但还是有不少世家贵女心中不甘，因此看向苏玉婉的目光带着嫉恨与鄙夷。更甚者有女子小声咕哝：“萧小侯爷莫不是眼瞎了，竟看上苏玉婉一个弃妇？”另有女子叹气道：“哎，弃妇又如何？架不住人家有个丞相爹啊，又有个做皇后的姨母，如此背景，就算是弃妇也照样一堆人上赶着想娶。”坐席上的萧夫人隐隐听到身后之人的对话，她猛地回过头，眼中的凌厉吓得两名女子连忙闭嘴低下了头，再不敢多言。苏玉婉回席后，萧灵叶走至殿中跪下：“臣萧灵叶参见皇上。”他匆忙赶进宫后，听下人说苏玉婉去了御花园，便前往御花园去了，还未拜见明圣帝。爱卿快请起。早在萧灵叶进宫之前，明圣帝就收到了武安侯父子成功除去了刺杀事件幕后之人的消息，此时心情大好，见到萧灵叶进来，更是和颜悦色地对武安侯道：“萧爱卿此次又立下大功，朕甚是欣慰。说吧，你想要朕赏赐什么？”萧明渊起身走到殿中央跪下，拱手回道：“回皇上，其实此次能一举剿灭居心不轨的前南越皇室之人，全靠了犬子，微臣不敢居功。”闻言，明圣帝眸光微动，看向了萧灵叶：“不错，萧小侯爷年少有为，又屡屡立下战功，是该好好赏。”萧灵叶顶着一个四品金吾卫中郎将的官职，屡立奇功，本该早就升官，但鉴于武安侯萧明渊已经是正一品大将军，手上已经掌握了一定实权，为免萧家功高盖主，皇上不可能再升萧灵叶的官，所以每次都是赏赐些金银财宝。这次萧明渊将功劳全都推到萧灵叶身上，明圣帝不免怀疑萧明渊此举是否想让自己升萧灵叶的官，从而令萧家掌握更多实权。明圣帝面上依旧含笑，可眼底却是已经有了猜忌。萧灵叶将明圣帝的眼神变化尽收眼底，他沉着走到殿中跪下道：“皇上，明日便是臣与苏家小姐的大婚，若皇上要赏，不如就赏臣一些金银，好让臣婚后能娇养夫人。”听到这话，明圣帝哈哈大笑起来：“好，你既这般宠爱你那未来夫人，那朕便依你。”第106章出嫁。宫宴结束后，苏玉婉不禁为刚才之事捏了把汗，方才皇上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不悦之色，得亏萧灵叶反应及时，否则真不知这位猜忌多疑的明圣帝会因武安侯那句话生出多大的猜忌来。出了宫门后，萧灵叶找机会走到了苏玉婉这边，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盒子给她。这次去南园掏到了一个好物件，婉儿看看可喜欢。苏玉婉打开盒子一看，里头是一把做工十分精致的缠枝牡丹和田白玉梳。她含笑看向他：“很漂亮，我很喜欢。婉儿喜欢就好。”萧灵叶说话时，苏玉婉注意到他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忙问：“你没事吧？我瞧你脸色似乎有些苍白。”“没事。”萧灵叶用笑掩饰眼底的慌乱，许是回来时赶路太急，身子有些疲惫，不必担心。苏玉婉却还是有些不放心，上回见他脸上如此苍白，还是他为保护太子中箭受伤的时候，他觉得他定是有事瞒着他。“真的没事吗？不许骗我。”“真的没事。”萧灵叶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快回家吧，乖乖等我明日来娶你。”苏玉婉还想问个清楚，却见他朝自己笑了笑，便转身上了马车，便也没多想，转身上了自己的马车。8月16这日，苏府又再度热闹了起来。苏玉婉早早便被苏夫人叫起来梳妆打扮，这会儿她穿着云绣楼绣制的精美嫁衣，坐在绣凳上，任由紫渊为她描绘精致妆容。小姐今日可真美。春眠站在一旁，看着苏玉婉穿上大红嫁衣的模样，忍不住赞叹道。白露笑着嗔他一眼：“咱们小姐哪日不美？”春眠嘿嘿挠头：“我的意思是，小姐今日格外的美。”紫渊笑着看了他二人一眼：“你们俩就别光顾着斗嘴了，快些帮小姐打扮好，一会儿新姑爷就要来接亲了。”听到这话，二人忍不住乐了起来。苏玉婉脸上浮起一抹微红，虽说上一世已经嫁过人，但此刻还是止不住的紧张，尤其是在下一刻宁嬷嬷将一本小册子递给她的时候，更是让她彻底羞红了脸。宁嬷嬷笑着道：“小姐，按照新婚流程，上花轿前你先看一遍这个，方便洞房花烛夜。”考虑到房中还有3个未经人事的小丫鬟，宁嬷嬷未把话说太透，但想必小姐一看图册便知何意了。春眠大咧咧地凑上前，想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却被宁嬷嬷给揪了回来：“傻丫头，你凑什么热闹？嬷嬷我就是好奇，那书册里画的啥啊？”
他还眨巴着双眼问宁嬷嬷。宁嬷嬷哭笑不得：“春眠丫头，你想知道的话，就赶紧找个如意郎君吧，等你嫁人了就能看了。”紫渊和白露一听，便顿时羞红了脸，只有春眠还一知半解，不太明白。苏玉婉只简单看了1、2页，便合上了册子，耳根红得像在滴血。宁嬷嬷见状，接过了册子，笑着道：“小姐今日之后便为人妇，学会这些，便可牢牢抓住小侯爷的心，恩爱不衰。”好了，嬷嬷，我知道了，你快把它拿走吧。苏玉婉实在是骚得慌，且她觉得夫妻恩爱不一定要通过这些来维持。小姐，吉时快到了。紫渊在一旁提醒道：“替我戴上头冠吧。”府门外，萧林业一身大红喜袍从马上跳下，身后的接亲队齐溜的在门口站着，锣鼓唢呐喜乐声奏响，引得不少街坊邻居都来凑热闹。萧林业整理了一下衣袍，大步走至台阶之上。因苏玉婉唯一大哥已经成婚，今日并没有堵门环节，他很轻易便进了门。苏玉婉盖上了红盖头，被丫鬟们搀扶着来了前厅。萧林业见到她一身大红嫁衣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刻，不禁微愣，甚至有些不敢置信，婉儿真的穿上嫁衣嫁他了。他难掩脸上喜色，嘴角欣然扬起。二人齐齐在苏胜与苏夫人面前跪下，聆听训言。苏胜看着眼前极为登对的小两口，满面欣喜，虽心中也有万般不舍，但女儿总归是找到了意中人，他心中甚是高兴。看向萧林业：“阿婉回京前受了不少苦，如今我将她交与你，希望你不会再让她受一点苦。”萧林业拱手对苏胜保证道：“岳父大人请放心，婉儿愿嫁与小婿为妻，乃是小婿三生有幸，婚后定疼她爱她，绝不让她受一点苦。”苏胜点点头，强忍住眼中的点点泪光：“好，阿婉便交给你了。”苏夫人则是早就哭成了泪人，是欢喜也是不舍。为了不让女儿担心，她强忍住哭声，哽咽着对苏玉婉道：“阿婉，从今日起你便为人妇了，婚后需记住要与丈夫互敬互爱，携手并进。”女儿知道了。苏玉婉轻声应道。苏夫人又对萧林业叮嘱道：“小侯爷，我还是同相爷那句话，阿婉前半生已经受了不少苦，为人父母的只希望她后半生能在幸福中度过。小婿明白，请岳母大人放心。”萧林业郑重应道：“去吧。”两人起身后，又对苏景怀和江源行礼。苏景怀对萧林业的为人还算清楚，妹妹嫁给他倒也是不错的选择，便对二人送上祝福，愿妹妹妹夫永结同心，琴瑟和鸣。第107章10里红妆。吉时到，新娘子出门喽！随着媒婆一声高呼，府门外立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拉着苏玉婉的手出了前厅后，萧林业直接一把将她打横抱起。苏玉婉被他这一举动惊到，忙道：“这么多人呢，你快放我下来。”他英气的眉宇间透着宠溺，方才已经答应了岳父岳母，不能让你受一点苦，所以这段路就让为父抱着你走吧。苏玉婉盖头下的脸更加羞红，明知他耍赖，却挑不出他话里的毛病，任由他抱着出了门，上了花轿。春眠、紫渊和白露3个小丫鬟跟在后头偷着乐，他们仨都是苏玉婉的陪嫁丫鬟，今日要跟着一道去武安侯府的。起轿！在喜乐声以及人群喧闹声中，接亲队浩浩荡荡出了巷子，后头整齐跟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约莫400-500人，都是抬嫁妆的。苏玉婉与萧林业这场婚礼可谓隆重至极，厚礼延聘，10里红妆，排场之大不输皇室娶妻规格。萧林业挺直脊背骑于马上，面对沿街百姓们的道贺，他脸上漾起饱含幸福的笑意。花轿里，苏玉婉双手交叠端坐着，嘴角同样扬着喜悦的笑意。迎亲队绕成一圈，途径城南的时候，沈旭立于人群中，视线落在被一众婆子丫鬟簇拥着的花轿之上。今日的她穿上大红嫁衣，应当十分娇艳动人吧？沈旭身侧双手微微捏紧，看着花轿逐渐走远，他内心隐隐升起不甘。当初他若是没有写下那封休书，现在风光迎娶他的应该是自己。她都嫁人了，你还不死心吗？梁雨柔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侧，冷声嗤笑道。沈旭冷冷瞥了他一眼，没说话。梁雨柔看了他一眼，又道：“但即便你不死心又能如何？你能同萧林业比吗？人家是3品官，又承袭侯爵，并且对苏玉婉是重金聘娶，你能做到他如此吗？”闻言，沈旭一双手攥得更紧，看向梁雨柔的双眸不加掩饰地迸发出寒意与厌恶。可梁雨柔却装作没看到，继续冷笑着说：“沈旭啊沈旭，当初嫌贫爱富的是你，如今后悔的又是你，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昨日中秋宫宴，他从御花园离开后，发现沈旭也去了御花园，便又偷偷跟了上去。躲在假山后的他，清楚听到了他对苏玉婉说的每一个字。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输得有多彻底。为了苏玉婉，他甚至说出愿意抛弃一切的话。而自己呢？当初父亲要把他们一家赶出梁府，是自己不顾一切替他求情，才让他们一家不至于流落街头。更何况自己才为他失去了一个孩子。可他至今都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关怀的话，他甚至都没有为失去的孩子伤心过，却为了一个已经嫁为人妇的女人愁眉不展。
当真是寒他的心。直到迎亲队彻底消失在街道深处，沈旭紧攥的双手才缓缓松开了来。他看向梁雨柔，冷冷丢下一句：“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后悔了。”便甩袖回了沈宅。听到他亲口承认，梁雨柔顿时只觉心如针扎般难受。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他紧紧咬牙，眸光阴冷，喃喃地道：“后悔是吗？我也会让你后悔的。”花轿在武安侯府门前停下，萧林业长腿一跨下了马，踢轿后掀开轿帘，将苏玉婉接下了轿。他刚又要准备抱着她进去，却被苏玉婉抢先道：“相府便罢了，这里万不能再如此，否则旁人该说我没规矩了。”知道他守规矩，萧林业便收回了手，笑道：“好，都听夫人的。”在宾客们的注目下，二人缓步走进了侯府前厅。武安侯夫妇早就对着侯府大门望眼欲穿了，这会儿可算是把儿子儿媳盼来了。一向冷肃持重的萧明渊，此刻脸上满是挂着笑意，倒让人觉得亲和了几分。萧夫人更是眼角眉梢都挂着兴奋无比的笑意。这几年为了儿子的亲事，她操心的人都老了，这如今可好了，儿子总算娶到了心仪的姑娘，她也总算盼到媳妇进门了。小两口进到厅内后，武安侯夫妇端正了身子，随后在礼官的主持下，苏玉婉与萧林业正式举行了拜堂仪式。礼成，送入洞房。举行完拜堂仪式，萧林业紧握着他的手，将他送到了婚房内。春眠、紫渊和白露3个小丫鬟便守在门外。婚房内装点的煞是喜庆，添置了不少新的家具和摆件。萧林业扶着苏玉婉在婚床上坐下后，当先替她掀了盖头，取了头冠。顶着这么沉的头冠，婉儿辛苦了。当看到她露出的精致面容后，萧林业目光微滞，眼底闪过惊艳之色。怎么了，夫君？为何这样看着我？被他那灼热的目光看得面颊泛红，苏玉婉微微垂下了头。夫君2字喊得他浑身一热，他在他身侧坐了下来，视线落在他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上，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愫，双手环上他的双肩，缓缓靠近，欲要亲吻。苏玉婉及时出声：“夫君，现在还不行，一会儿你还得出去敬酒，若是唇上染了口脂，岂不惹人笑话？”两人已近在咫尺，听到这话，萧林业只得及时克制住身体里的躁动，转而吻在了他的额头上。还是婉儿考虑周到。而后又看着他笑道：“那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厨房会给你送些吃的来，要是累了就躺会儿，没必要一直坐着。”“我知道了。”苏玉婉含笑点头。萧林业再次执起他的手，在手背上亲吻了一下，才心满意足推开门走了出去。之后3个小丫鬟走了进来。春眠笑嘻嘻地说：“小姐，小侯爷说让我们进来陪着您解解闷儿。”苏玉婉正有此意，虽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武安侯府，但始终不比自己家里自在，有他们陪着也能消除些不安。小姐，累了一天，奴婢们给您捶捶腿，捏捏肩吧。好。身上这身喜服还有头冠实在是太重了，压得他脖子酸疼。第108章洞房花烛。直到戌时，萧林业才敬完酒回了隐月轩。丫鬟们见他进来，便都自动退了出去，顺带将门关上。今日来道贺的宾客众多，萧林业不免多喝了几杯，这会儿脸上带了几分薄红，让原本硬朗俊逸的五官稍显得柔和了些。他走到桌前倒了2杯酒，来到床边，一杯递到苏玉婉手中，歉意地冲他笑道：“婉儿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喝了合卺酒，苏玉婉轻轻摇头：“没关系，只是你今日喝了这么多酒，身子可受得了？要不要让厨房煮碗醒酒汤来？”“我没事，婉儿不知我酒量大着呢。”他接过他手里的杯子放到一旁，而后目光柔情地看着他，因喝了酒的缘故，他双眸泛着迷离，对上他那柔情婉转的水眸，他再也控制不住，直接揽过他的腰，低下头吻上了他的双唇。苏玉婉浑身一颤，紧接着他双手搂紧，他整个身子跌进了他宽厚结实的怀里。起初他还一动不动，随着他由浅到深的辗转细吻，逐渐将他心中那紧紧压抑着的情愫一点点勾了起来。他微微闭上了眼，双手缓缓攀上了他的脖颈，小心而又笨拙地回应着。感受到他的回应，萧林业吻得更深了。他一手抱着他，一手拉上了帐帘。情到深处，他将他搂得更紧，温润的双唇缓缓移到他额间、鼻头，直至雪白脖颈。然而苏玉婉却在他温热的吐息间嗅到了除酒味、熏香之外的一股味道，似乎是被掩盖的药味。他顿时清醒过来，从深吻中抽离出来，愕然地看着他：“你受伤了？”萧林业一愣，他明明已经喝了很多酒，里衣也经过熏香烘烤，却还是让他闻出来了。见他这样，苏玉婉便更加确定了，难怪昨日出宫时便见他脸上出现苍白，他竟一直瞒着他。伤到哪儿了？他看着他，面上一副担心神色。萧林业嘴角含笑：“婉儿别担心，只是小伤而已，并无大碍的。”苏玉婉却觉得没有这么简单，若只是小伤，昨日他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面色。见他不肯说实话，便故作生气地道：“夫君说过不会欺我瞒我，如今却不愿告诉我你的伤情，这是拿我当外人不成？”“不是。”萧林业见他似乎生气，急得连忙解释：“
我只是不愿让你担心，并不是有心瞒你。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伤哪儿了。萧林烨拗不过他，只得妥协了。只见他缓缓褪去上身衣物，露出健硕胸膛上那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痕来。这么大一条伤口，苏玉婉被狠狠镇住，眼眶倏地泛红。怎么会这样？明明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仅没告诉他，还强忍着抱他上花轿，又喝了这么多酒，真是不要命了。婉儿，你别哭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瞒你。他一掉泪，萧林烨便着急了，懊恼自己不该瞒着，平白惹得他掉泪。苏玉婉颤抖着手抚上那触目伤痕，问他怎么伤的。萧林烨不敢再惹他难受，只好实话实说了。这次组织刺杀皇上的幕后之人，培养了不少善用暗器和毒的厉害杀手。我在追剿途中不慎被投毒，这才被暗器所伤。好在我及时反应过来中了毒，便立即割破手指放血，毒并未侵入全身。婉儿放心，大夫已经看过了，也替我解了毒，真的没事了。这伤养养便会好的。这点伤其实早在南园的时候便愈合的差不多了，只是因为他答应了苏玉婉会在大婚前赶回来，便在解决完事情后马不停歇的赶路回京。长时间的颠簸之下，才使得伤口二次崩裂。他说的风轻云淡，苏玉婉却是心疼的一个劲儿流泪，又是中毒，又是被暗器所伤，他竟还在他面前装的没事人似的，同时又气他不与自己说，顶着一身伤还喝了这么多烈酒。在萧林烨看来，今日是他人生中顶重要的大日子，无论如何他也得将流程走完。苏玉婉真是被气到了，扭过身子道：早知你如此不爱惜自己身子，我便不嫁与你了。闻言，萧林烨彻底慌乱了，他太怕他生气，只得搂着他柔声哄道：好婉儿，为夫知错了，下次再不瞒你了，我向你保证。他其实是心疼他，又怎会真的与他生气？明知他是武将，上战场受伤是经常会有的事，但他还是希望他每一次出征都能平安无事归来。疼吗？他轻抚着他身上的伤痕，语气间满是透着心疼。萧林烨摇头，脸上挂着满足的笑，有婉儿牵挂着，心疼着便不觉得疼。苏玉婉假睨了他一眼，随后凑近他，温润的唇瓣吻在他胸前的伤痕之处。他不知道他这些年具体受了多少次伤，但这一次，身为他的妻子，他打心底里心疼他。那酥麻的触感使得萧林烨浑身瞬间绷紧，他轻柔的吻似在一点点治愈他的伤口，一点点治愈着他心底的欲火，顷刻间被撩拨起来。他环过他的腰身，栖身上前。婉儿，他低头看着身下的人儿，眼中情意翻腾，却被苏玉婉伸手挡住了他即将落下来的吻。你身子受了这么重的伤，就别乱动了，快些躺下休息。被拒绝的萧林烨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看着他。婉儿，我可以的。不行，等你伤好。苏玉婉态度坚决。没办法，萧林烨只好克制着身体涌上来的燥热，只能抱着他躺到了床上。好不容易才哄好的，他可不想再惹媳妇哭了。见他这次老实了，苏玉婉露出满意的笑，方才靠在他怀中闭眼睡去。许是白日累了，这一夜苏玉婉睡得还算安稳。他醒来时天色还未亮透，离给公婆敬茶的时辰还尚早。他转过身子，发现萧林烨竟然睁着一双眼正看着他，以为他也刚睡醒，苏玉婉便准备起身替他宽衣，谁知就听见萧林烨咳嗽了2声。夫君，你可是哪里不舒服吗？可要请大夫来瞧瞧。苏玉婉回过头来，见他脸色不大好，眉间挂着忧色。萧林烨摇摇头说道：没有不舒服。天知道他昨夜搂着媳妇儿不得碰，半夜起来浇了多少次凉水，才熄灭了心中欲火。第109章新婚日常。见他眼底浮着2抹青黑，苏玉婉才反应过来，他应是昨晚没睡好。至于为何没睡好，从他那隐忍克制的目光中，苏玉婉大概明白了什么。他垂下眼，面上有些愧意：夫君，我……然而话还没说完，他便被一双大手揽过腰身，抱进了怀里。萧林烨下颌抵在他泛着清香的头顶处，柔声笑道：我知道婉儿是担心我的伤，你不必自责。听到他的话，苏玉婉目光柔软地看着他，许是昨晚相拥深吻的亲近，又许是他的柔情体贴，让他彻底打开了心扉。他仰起头，主动凑上前，在他唇上落了一吻，算是补偿了。萧林烨本就忍得难受，这会儿他这主动一吻，更是令他难以把持。他俯下身子，想多索要些补偿，却被苏玉婉机智地躲开了。他火速下了床，一会儿还得去给父亲母亲请安敬茶，我得先梳洗上妆了。说完便换了衣裳，坐到梳妆台前，丝毫不管床上那一脸委屈的男人。婉儿，萧林烨下了床，从身后抱住他，将头窝在他脖颈间，低着嗓音喊了一句：怎么了？苏玉婉一边梳头，一边挑选今日要搭配的首饰。时辰尚早呢，不如再睡会儿吧。男人滚烫的体温让苏玉婉意识到自己那一吻似乎又点起了他的欲火，连忙正色着对他道：今日的敬茶环节可不能误时辰，你也快些洗漱吧。看着铜镜中素面也精致绝俗的媳妇儿，萧林烨朝他脸上嘬了一口，才满足地道：好吧。中秋一过，
天气便微微有些转凉了。苏玉婉今日穿了件藕褐色暗花细丝褶缎裙，外罩一件缎织掐花对襟外长，萧灵叶则是穿着一身立领月牙白直坠。两人从屋里出来后，院中一众奴仆齐声行礼：“小侯爷，少夫人。”萧灵叶拉过苏玉婉的手，与她并肩往正厅走去。吴安侯夫妇正在厅内谈笑着，见小两口这么早就过来请安，萧夫人还略有惊讶，细看之下，发现自家儿子眼底顶着黑青。萧夫人不禁掩笑，心道：“臭小子，真是仗着年轻，一点也不知道节制。”玉婉给父亲母亲请安。走至厅中后，萧灵叶陪他一块给座上二老行礼。丫鬟端过茶来，苏玉婉端起一杯，走到萧明渊面前，恭敬行礼：“父亲请喝茶。”萧明渊面上含着笑意，接过茶喝过后，拿过红封递到他手里：“玉婉，咱们叶儿能娶到你，是他三生修来的福气。这臭小子平日里顽劣惯了，往后爹就把他交给你管教。”苏玉婉抿唇微笑：“是，父亲。”他又看向萧灵叶，严肃叮嘱：“如今娶了妻，便要收敛起性子来，将心思放在家事，可明白？”萧灵叶挺直脊背站着，听着自家父亲的训话，躬声应道：“是，父亲。”见他不再像以往那般一笑置之，倒还真有了几分成家后的稳重，萧明渊颇为诧异，同时也露出欣慰，暗道：“这儿媳妇算是娶对了。”母亲请喝茶。苏玉婉又端着茶走到了萧夫人面前。萧夫人笑着接过茶，浅啜一口后，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封以及一只翠绿镯子放到他手里。苏玉婉见那镯子贵重，有些受宠，若惊不敢收。萧夫人亲切地拍了拍他的手：“拿着吧，这是萧家祖传下来的，只给儿媳妇。”苏玉婉浅浅一笑，俯身道：“多谢母亲。”早在以借口邀请苏玉婉来府上教授刺绣的时候，萧夫人就对苏玉婉谦和懂礼、知进退的性子十分满意。如今成了儿媳，更是越看越欢喜。好孩子，快坐吧。小两口在一旁椅子坐下，萧夫人看向他，关切询问：“玉婉，在隐月轩住的可还习惯吗？”苏玉婉笑着答道：“多谢母亲关心，隐月轩宽敞舒适，并无不习惯的。”“那便好，若是有什么缺的、不习惯的，可尽管跟娘说，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可千万别拘礼。”“多谢母亲，儿媳知晓了。”萧夫人满意点头，又看向萧灵叶：“叶儿，玉婉可是你好不容易娶进门的，往后可得好好对她，知道吗？”萧灵叶点头，语气郑重：“儿子知道，知道就好。往后你们小夫妻好好过日子，争取早日让爹娘抱上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话一出，萧灵叶竟顺势点头，表示赞同地看向了苏玉婉。苏玉婉被他看得脸发热，微微别开了脸。“好了，如今也请过安静过茶了，便回去吧。”萧夫人本还想留下小两口说说话，但想着他二人早上起得早，昨夜定没有睡好，便不开口留了。从前厅出来后，苏玉婉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怎么了？方才可是紧张了？”萧灵叶握起他的手，笑问。苏玉婉点头，先前确实十分紧张，但一早上下来，我发现爹娘其实都是很和善的人。这点等你与他们相处久了便知道了。两人回到隐月轩也才不过辰时，丫鬟们摆好了早膳，萧灵叶亲自给他盛了一碗粥，又将那碟他爱吃的鱼羹放到他面前。见他如此体贴，苏玉婉心头暖暖的，也执起筷子替他夹了一些菜。平日里珍馐美味吃了个遍，但唯有这一餐让萧灵叶吃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用晚膳后，阿贵端来了大夫开的外涂间内服的汤药。苏玉婉将托盘接过，说要亲自为萧灵叶上药，阿贵便退下关上了房门。萧灵叶先是端起药丸，忍着苦一口气喝完了药汁，又褪去上衣。苏玉婉用湿帕子替他擦拭干净了伤口处，才将药膏一点一点涂抹在伤口处。这伤口看着挺深的，夫君当时一定流了不少血吧？苏玉婉一边涂抹药膏，一边心疼地看向他。婉儿放心，我身子健壮，伤口很快便会愈合的。这样的小伤对他而言其实不算什么，但他不敢在苏玉婉面前这样说，免得他又觉得自己不爱惜身子。第110章看宅子。神府自从梁雨柔小产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点不顺心便动辄打骂下人，沈府上下都战战兢兢的，唯恐出错被罚。沈旭也听沈宁抱怨过不少，但他无可奈何，在这沈宅一日，便是梁雨柔当家做主，轮不到他说话。他如今要做的，便是在翰林院站稳脚跟，然后努力往上爬，等自己足够强大了，才能改变现状。沈大人，沈旭身边的下人文中进来回禀道：“您让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正巧沈婆子送汤进来，听到文中这话，他当即眼眸一亮，问：“可是宅子相看好了？”文中点头，回老夫人：“是的，小的打探到城西有一处2进的空宅子正在售卖，各方面都符合大人的要求。”2进宅院，沈婆子面上难掩激动，连忙放下手上托盘，又问：“可这么大的宅院，价钱不便宜吧？”这也正是沈旭想问的。只听文中说道：“听管理宅子的小厮说，他们东家原先是预备5000两卖给一商户的，但那商户因别的原因暂时不买了，才空了出来。
若是沈大人想买的话，他们东家可以便宜一些。沈旭皱眉，便宜多少？文中答，能便宜300两银子。这要5000两这么多啊！沈婆子没想到京城的宅院这么贵，虽说能一下子便宜300两，但总体上却没有便宜多少。旭哥才进翰林院不久，除了皇上赏赐的那1000两银子，哪有多余的钱？他看向沈旭，叹气道：“旭哥，要不算了吧，买宅子的事往后再说，咱们在这儿住着不也挺好的吗？”虽说梁雨柔性子骄横了些，但好歹不用他们花钱就有大宅子住，还有下人伺候着。自个儿买宅子、置办家具、下人啥的，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哪烧得起这个钱？这点沈旭自然也知道，他原先只是让文中打探一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宅子，但在这寸土寸金的上京城，就是最破旧便宜的宅子也要3000多两。他铁了心要搬出沈府，将自己的尊严傲骨找回来，待在这里1日，他和娘亲以及宁儿便要看梁雨柔脸色1日。这样的日子，他实在是受够了。这时，文中又说道：“对了，那看守宅子的小厮说，他们东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若是沈大人诚心要买那宅子的话，不妨与他们东家商量商量，兴许还能再便宜一些。”闻言，沈旭问他：“可知他们东家姓什么？”文中挠了挠头：“哦，好像是姓萧。”萧？不会是武安侯府的宅子吧？沈旭眸中泛起疑虑，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应当不会这妖巧就是武安侯府萧家的，这京城姓萧的也大有人在。听到这话，沈旭内心安定不少，同时也暗暗有了决定。他走到书桌前，写了一封拜帖，交给文中：“你替我把这个送到看守宅子的小厮手里，事成前先别让夫人知道。”文中点头：“是，大人，小的明白。”他退下后，沈婆子走到沈旭身旁，皱着眉问：“旭哥儿，你当真要买那宅子吗？”沈旭不答，反问：“娘，难道您不想住在属于儿子的宅子里，做一个真正体面尊贵的老夫人吗？”沈婆子一噎，她当然想了。在这里，下人们虽说表面称呼她一声老夫人，可真正当家做主的是梁雨柔，下人们只听梁雨柔的。尤其这些日子，梁雨柔性情大变，看谁都不顺眼，把她这个婆母也当下人使唤，下人们时常在背地里笑话她。还有宁姐儿，上回被梁雨柔罚去洗公桶，受了那么大的羞辱。想起这些，沈婆子对梁雨柔的不满便多了几分，同时也对沈旭当初为了她被苏玉婉休了的事感到后悔。早知梁雨柔是这样一个狠辣的人，他当初就该将儿子寄回去的休书一把撕了。若是玉婉没有离开沈家，想必如今他们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的，凭着玉婉如今的身份，也能帮衬旭哥平步青云，哪至于在这里受如此多的屈辱？只是如今后悔也晚了，听说苏玉婉已经嫁人了。沈婆子叹了一口气，对沈旭道：“娘当然想，娘也希望旭哥你有自己的宅子，这样在人前也能挺起腰杆。可4000多两的宅子，咱们如何承担得起啊？”明白他的担忧，沈旭安慰道：“娘不必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旭哥你有什么办法？沈婆子困惑地看着他，沈旭却让他不要管，说他一定会想办法筹到钱，让他和宁姐儿住进属于沈家的宅子里。沈婆子拗不过他，便没再问了，只叮嘱他记得把汤喝了，便出了屋。坐回案前，沈旭从怀里掏出那条被撕破了一条裂口的帕子，盯看了半晌，心底的不甘越发浓烈。大哥，这时沈宁走了进来，他连忙将帕子收回袖中。怎么了？脸下思绪，沈旭抬头望着他。沈宁依旧蒙着面纱，但身上终于不再穿的是粗布麻衣了。大哥给的银子，他为自己置办了好些衣裳首饰。大哥，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钱？沈宁走到案桌前，还像小时候那般语气撒娇着道。沈旭皱眉，上回不是才给了你50两银子，这么快就用完了吗？他绞着手指，声音弱弱地道：“我都买衣裳和首饰用光了，要多少？”沈旭虽心中生气，他如此大手大脚花钱，面上却也没有责怪。上回沈宁被梁雨柔责罚洗公桶，他这个做大哥的没能力保护他，如今也只能给些钱，尽可能的安慰他。见大哥并没有生气之意，沈宁笑着伸出5根手指，50两。沈旭从随身携带的荷包中掏出了一张50两的银票递给他，并叮嘱道：“省着点花。”知道了。拿了钱，沈宁欢快地跑出了屋子。沈宅外的一侧巷子里，沈宁将银票递给早已等候在巷子里的一个身量高挑、眉清目秀的男子手里，并道：“赵大哥，这是我向大哥苦苦求来的，日后你金榜题名，可不能辜负我呀。”赵从将银子揣进怀里后，伸手搂过他，隔着面纱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并保证道：“宁儿，你放心，我赵从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今日受了你的恩惠，他日考取功名，必当风光迎娶你为妻。”第111章圆房。沈宁深情款款地看着俊美儒雅的赵从，面纱下的脸上浮起一抹娇羞。他从未想过他这一生还能遇到这么一个男人，不嫌弃他的脸，还真心爱他。那日他在银楼买首饰出来后，被个小毛贼偷了装钱的荷包，是路过的赵从见义勇为，替他追回了钱袋。
便是那时的初遇让他对这个男人一见钟情。没想到的是，第二次两人又在银楼附近相遇了。沈宁为了感谢赵从上一次的相助，便请他去饭馆吃了一顿饭。交谈中得知赵从是个读书人，3年前考中了秀才，但由于家境贫寒，便没再接着考。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银楼附近，是因那附近有一家书店，赵从买不起书，便每日去书店打零工，顺便看书。沈宁看中他有一颗肯吃苦的心，同时也因为喜欢他，便觉得资助于他。赵从十分感动，当即便立下了日后非他不娶的承诺。即便是在看到了沈宁的真实面容后，他依旧道：“宁儿，你的心美足以掩盖掉脸上的不完美，在我心里，你便是最美的。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爱你。”他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深深打动了沈宁，就算为他付出一切，他也愿意。那赵大哥，我就先回去了，你回去好好读书，我等着你来娶我。沈宁语气娇羞，一张脸红扑扑的。赵从对着他温柔的笑了一下，点头道：“好，为了你，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沈宁这才一步3回头的回了沈府。看着他进去后，赵从脸上的笑瞬间消失，甚至厌恶的朝地上啐了一口，抬起袖子使劲擦了擦刚才亲过他的嘴角，才离开了巷子。尹月轩，萧林业大婚，明圣帝特意给他放了3日假，除了一些不可推脱的公事，他都几乎没出门，一直在府上陪着苏玉婉。先前陪嫁进来的240台嫁妆，萧夫人说了不入宫库，让下人都抬到了尹月轩入小夫妻的私库。这会儿下人们正在往尹月轩搬东西，萧林业躺在摇椅上看兵书，苏玉婉则是坐在临窗软榻上整理着出嫁前父母给她的地契田契。这些他刚回京城的时候，苏夫人就拿出来过，只是那时候看起来并没有这么多，想必是父亲母亲又往里添了些。苏玉婉不禁鼻子泛酸，这么多的铺子和良田，父母当真是给足了他牌面和底气。这时阿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小侯爷，城西别院的黄三送来了一张拜帖。”萧林业起身走到门口，接过信封，拆开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后，眼底闪过一丝遐笑：“你先下去吧。”是。他走到苏玉婉面前坐下，将手中帖子递到她面前：“婉儿，你看看这个。”苏玉婉接过信，看完上头的内容后，面色微讶：“沈旭要买宅子，可是这信又为什么会到了你手里？”萧林业轻声笑道：“城西别院是萧家空置中的其中一处宅院，因位置偏远，萧家又人丁稀少，那处别院便闲置了20多年。娘的性子你也知道，让他管家本就已经是件头疼的事了，更何况这么多宅院铺子要管理着，更是让他应接不暇，因此才让我将那处别院挂出去，或租或卖，也好为他减少些负担。”原来如此。苏玉婉了然地点点头，随即又问他：“沈旭说想要拜见你聊聊宅子的事，你准备如何做？”这个也是萧林业想问他的。他看向苏玉婉：“婉儿，此事我想交给你来决定。”那日中秋宫宴，沈旭在他面前说的那番话，其实让他心里生出一丝丝不安。虽说婉儿已经与他恩断义绝，但毕竟他从小在沈家长大，与沈旭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不确定婉儿是否真的已经完全放下了他，也不确定在沈旭说出后悔2字之后，婉儿内心是否会动摇。若此事由他处理的话，他准是不愿将宅子卖给沈旭的。他想听听婉儿的意见，也想知道他的想法。那便卖吧。半晌后，苏玉婉才轻悠悠吐出一句话来。闻言，萧林业眼底略闪过一丝暗淡之色，却又听苏玉婉说：“但并不是直接卖给他，婉儿有别的打算。”萧林业眸底暗淡褪去，轻挑起眉头看着他。苏玉婉笑道：“上京城的房价瞬息万变，但看他能不能拿得出这个钱了。”听到自家媳妇儿的话，萧林业心底那丝不安彻底被抚平，原先的担忧也尽都消失殆尽，脸上露出松快的笑：“好，只要婉儿想做的，我都支持你。”晚间用过膳后，苏玉婉舒服地泡了个玫瑰花浴，回到屋里时，浑身都散发着玫瑰香味。她只穿着轻薄的里衣，那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萧林业正坐在桌前写着什么，看到这一幕，他提着笔的手一顿，笔墨顺着笔尖滴到了纸上。他索性放下笔，走上前来，从他手里拿过帕子，又将他拉到软榻上坐下。苏玉婉就这么坐着，任由他为自己擦拭湿发。他修长的手指挽过他耳边发丝时，露出了白皙光滑的脖颈，幽香气味袭来。萧林业握着帕子的手一紧，待头发擦干后，他放下帕子，让他先睡，便准备往外走。苏玉婉无声地拉住了他的手。他猛然回过头，就听苏玉婉声音轻柔地说：“夫君，天凉别再浇冷水了，会风寒的。”萧林业眸中闪烁着不可置信的亮光，他反过来紧握住他的手，颤抖着嗓音：“婉儿，可以吗？”苏玉婉眸光婉转地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不忍再让他用浇凉水的方法来克制，他身上还有伤，若是因此染上了风寒，他于心不安。听到他的允许，萧林业压抑不住内心的狂热，一把将他抱起进了帐内。第112章3朝回门。婚后3日是回门日，苏玉婉本该早起，奈何因他昨夜答应了萧林业，便被他缠着一整夜，
此时全身骨头如同散架了一般，酸痛的不行，实在不想起床。萧林叶则是将他紧紧搂在怀里，食饱咽足的同时又深感惊讶，他的碗竟还是初次。碗儿，苏玉婉似梦似醒，略带慵懒的嗓音传到萧林叶耳中，魅惑至极。见他如此疲累，他既心疼又自责，涌到喉咙的话又咽了回去，轻轻吻上他的额头，笑道：“睡吧。”苏玉婉实在是累，不知不觉便又睡着了。待醒来时，方才惊觉天都已经大亮了。他侧过身，却发现萧林叶不知何时已经起床了。春眠，一把掀开被子，他急急忙忙叫来春眠替他梳洗打扮。今日回门这样大的日子，他竟睡过头了。看这样子，已经快辰时了。他一边换衣，一边暗怪萧林叶竟也任由他赖床不叫他。若是误了回门的时辰，可怎么办好？看出了他脸上的着急之色，春眠笑着道：“小姐您不必着急，回门的马车和回门礼都已经准备好了。小侯爷说等您醒来梳洗好便可以出发。”都备好了？是，小侯爷早在半个时辰前便起来张罗好了。苏玉婉这才稍稍平静下来，还算他有良心。10多好后，紫渊和白露已经摆好了早膳，他匆匆吃了些，便走出了屋门。萧林叶正好从碧辉堂那边请安回来，见他都收拾好了，便笑着拉过他的手：“走吧。”可我起晚了，还没有去给娘请安。苏玉婉一边说，一边幽怨地瞪了他一眼。若不是他夜里折腾多次，也不至于害他起得这么晚。萧林叶被瞪，立马露出求饶的眼神来，握起他的手，在手背亲吻了一下：“放心，我已经和娘说过了，咱们直接回门就行。”听到这话，苏玉婉才稍微松了口气。出了府门后，见门口停了2辆马车，他皱眉问：“怎么准备了2辆马车？”负责赶马的阿贵抢答道：“回少夫人，后边那辆里头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小侯爷准备的回门礼。”苏玉婉惊讶，萧林叶竟准备了一马车这么多。萧林叶却道：“按礼数，这些不算多的。”他暗暗惊叹，果然大户人家的礼数烧钱。扶着他上了马车后，萧林叶将他搂在怀里，柔声道：“再睡会儿吧，一会儿到了，我叫你。”苏玉婉靠在他肩头，却是被马车颠得没了睡意。他仰头看着一脸神采奕奕的萧林叶，心叹这男人不愧是武将，昨夜几乎没睡，这会儿竟还如此有精神。萧林叶则是搂着身娇体软的媳妇儿，想起昨夜圆房时的美好，嘴角不禁微扬。没一会儿，马车便来到了襄府门前。苏夫人思念女儿，早早便在门口等着了。江源陪在他身侧，见到萧府的马车来，二人皆是面露兴奋。萧林叶扶着苏玉婉下了马车后，对着苏夫人和江源行了一礼。见娘和大嫂在这冷天里站在门口等，他面上十分过意不去，赶忙屈膝赔礼道：“娘嫂嫂，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久了。”哪里的话。苏夫人拉过他的手，笑看着眼前登对的小夫妻：“回来就好，我已经让厨房准备了你们爱吃的菜，快进来吧。”进府后，萧林叶先去拜见了苏胜，而后一家人用了午膳。饭后，苏夫人拉着苏玉婉和江源回了自己院子说话，萧林叶则是陪同苏胜去了暖阁下棋。“哎呀，可算把阿给盼回来了，快跟娘说说，婚后可都还好吗？你公公婆婆对你可好？小侯爷对你可好？”才坐下，苏夫人便一个劲儿地问自家闺女婚后的状况，唯恐女儿受委屈。苏玉婉不禁失笑：“娘，您放心，女儿一切都好，公公婆婆对女儿极好，小侯爷他对我也更是没得说。”听到他这样说，苏夫人才算是彻底放心了。且见女儿面色红润，一脸的红气，想必小侯爷待她不差。苏玉婉看向一旁清瘦不少的江源，面上含忧：“几日不见，嫂嫂似乎瘦了。”江源伸手抚了抚肚子，无奈叹息道：“自从有孕后，我整日害喜，这些日子娘让厨房做了不少补品给我补身子，吃下去又竟都吐了出来，着实浪费了。”“说什么浪费不浪费的？你怀着孩子害喜遭罪，娘看着也心疼。”苏夫人看着他，眉间尽是笑意：“我听说一般3个月后便能缓解，到那时嫂嫂再好好补补身子。”苏玉婉也笑着安慰他。江源点点头，心中涌起无限暖意。这时苏夫人又将话头转到了苏玉婉身上，她拍了拍苏玉婉的手问：“那阿婉呢？”“娘，什么？”苏夫人笑着问他：“可与小侯爷圆房了？”江源也朝他看了过来，这让苏玉婉倍感羞赧，垂下眼含笑点了点头：“好，好，想来要不了多久，阿婉也能有孕了，届时娘做了祖母和外祖母，便可含饴弄孙了。”苏夫人一脸的悦色，如今儿子女儿都已成家，她心中甚感欣慰，连带着气色都好了许多。前些日子大夫给她看过，说是她如今已经药到病除，无需再服药了。得知这个消息，苏玉婉也十分高兴，家人身体健康才是她最大的心愿。至于孩子，她暂时还想过，一切皆看缘分吧。在襄府直至用了晚膳，才和萧林叶坐上马车回侯府。途经街市，苏玉婉不经意从马车窗外看到了沈宁的身影。她如今打扮得甚是贵气，锦衣华服，满头珠翠，身边似乎还跟了个男子，布带束发，一身长衫，像是个读书人。
可是见到熟人了。见他一直看着外边，萧林业不禁问道。回过神，苏玉婉笑着摇摇头，没有。赵大哥，你不是进了清河书院念书吗？怎么还有时间来找我？沈宁既享受赵从主动来找他的喜悦，又担心误了他的课业。宁儿，我今日找你，其实是有事相求。赵从表现得十分为难。沈宁问他，怎么了赵大哥，出什么事了吗？赵从犹豫了半晌才道，其实是我娘病了，需要一笔昂贵的药费，我实在没办法才向你开这个口。赵大哥你先别急，伯母病得很厉害吗？需要多少钱啊？沈宁信以为真，还安慰他。赵从眸底闪过一丝算计的光，很快敛去，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说道，需要30两银子。第113章有事相求。大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钱？回到沈宅后，沈宁又再次向沈旭开口要钱。上次让文忠送出去的拜帖有了回信，沈旭正准备出门到相约地点与那位姓萧的东家谈谈买宅子的事，陡然听到沈宁又张口要钱，他不禁生起了怀疑。宁儿，你怎么又要钱了？前2日不是才给了你50两银子？你老实告诉我，那些钱你都用到哪儿去了？沈宁支支吾吾，我见他这样，沈旭更加怀疑，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怎么，如今你连大哥也要瞒着吗？不是的，大哥。沈宁连忙摇头，想必大哥也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幸福，便一咬牙将他资助赵从的事说了出来。听完了沈宁的话，沈旭脸色变得冷沉了起来，当即便怒斥他道，你怎么能如此犯傻，轻易相信一个仅有几面之缘的人？你把钱都给了他，怎知他是不是骗你的？沈宁连忙解释，不会的大哥，我很了解赵大哥的为人，他同你一样是读书人，心地善良，才华横溢，只是因为家境贫寒才……家境贫寒是他的事，他母亲病了也该是他去想办法，如何能找你要钱？总之这钱不能给。大哥，赵大哥是我的心上人，他承诺了将来考取功名就会娶我，也相当于你半个妹夫，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听到这话的沈旭更是恼怒不已，看向沈宁的眼神带着劝告，他空口白牙承诺说会娶你，你便相信了。若日后他考取了功名却不认账，你当如何？话落，沈旭抿着唇角，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正是因为赵从与昔日的自己十分相似，他才不相信赵从对沈宁的承诺。当初苏玉婉起早贪黑供他进考场，饶是夫妻一场，他也因他小商贩的出身生了嫌弃。更何况沈宁毁了容又嫁过了人，那赵从若日后真有了出息，势必会受到不少京中贵女的青睐。荣华富贵面前，他又怎么可能会真的信守承诺娶沈宁为妻？沈宁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大哥，赵大哥从未嫌弃过我，他对我是真心的，况且我也相信他不会。他小心翼翼瞄了自家大哥一眼，声音怯弱道，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这句话让沈旭的心狠狠抽了一下，他站在原地好半晌没有说话。沈宁又补充了一句，我会向大哥证明的，便跑出去了。良久之后，沈旭才将思绪拉了回来，理了理衣裳出了门。那位东家约他在天福乡茶馆相谈，沈旭乘坐马车来到茶馆门口，左右环视了一圈后走了进去。黄三将沈旭带上2楼雅间后就退了出去。沈旭环顾四周，视线落在端坐于帘子后的身影之上，他朝着那身影行了一礼，敢问可是东家？正是。帘子后的男子发出苍劲浑厚的声音，听着像是个老头。对方既不愿露面，沈旭也不好多问。沈大人请坐。在一旁的客椅上坐下，沈旭对着帘子之后的人道，东家，想必您已经听下人说过了，在下沈旭想要购买您城西那套宅子，您看价格这方面还能不能再便宜些？来之前，沈旭特地让文忠去打探了一下这位东家的背景，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打探出来。想来此人身份并不简单。只听那帘子之后的人叹了口气，沈大人，真是不巧，最近又有一户人家也看中了我那套宅子，愿意以高价购买，恐怕无法卖给你了。听到此话，沈旭微微拧起眉来，又听那人说道，真是不好意思沈大人，咱们做生意的自然是谁给的价钱何时卖给谁，但你毕竟先给我递了拜帖，我也不是不通情之人，不如这样吧，我在那位客人开的价格上给你便宜500两，沈大人若能付下剩余的8000两银子，这宅子我便卖给你了。8000两，竟比原来贵了整整3000两银子。沈旭眉头紧锁着，半晌没接话。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本就是打算讲价来着，哪知突然冒出了另外的买家，把价格给抬上去了。怎么样，沈大人，你可考虑好了？实不相瞒，我手头暂时并没有这么多钱。沈旭脸上露出羞惭之色，看来想要在这上京城立住脚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想再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却又苦于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家人置办一套像样的宅子。出了茶馆，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郁色，耳边回想起方才那东家的话，若是沈大人能在短时间内筹到银子，宅子我可以为你保留着。他自嘲地笑了笑，8000两，以他如今1年60两的俸禄，只怕是这一辈子也无法筹到这么多钱。回到沈宅的时候，文忠说家里来了位客人。
沈旭敛了敛神色，去了前厅。只见厅内站着位40出头、身穿墨色衣袍的男子。男子见到沈旭，一脸笑着行礼道：“下官朱燕见过沈大人。”朱燕。沈旭微微颔首，同时投以警惕打量的目光看向对方。官场中似乎没听过说这号人物。就听朱燕自行介绍道：“下官乃是狩猎场的猎官，沈大人许是不记得下官了。”经他这样一说，沈旭好像有些印象了。那日他替皇上挡了一剑后，似乎便是眼前这位朱燕将他扛回帐篷里的。原来是朱大人。不敢不敢，下官不过是替皇上管着狩猎场，如何能担您这一声大人？朱燕姿态放得极低，面上一派恭敬。沈旭笑道：“上回在狩猎场多亏朱大人相助，我还一直未能有机会答谢，正好朱大人今日登门，我也能好好答谢当日之恩。”不，沈大人言重了。说起来，下官今日冒昧拜访，乃是有事相求。朱燕说着，将一旁桌上的木匣子拿过来，递到沈旭面前，堆笑道：“这是下官的一点敬意，还望大人笑纳。”沈旭蹙眉，将匣子接过打开一看，里头竟是厚厚一沓银票。第114章分院别住。沈旭离开茶馆后不久，萧林叶便从帘子后头走了出来，看方才沈旭的样子，似乎很想买那套宅子，倒是让婉儿猜中了。沈旭虽对突然暴涨的价格望而却步，但他眼中隐隐透着执着与不甘，再加上萧林叶说宅子可以为他保留一段时间，沈旭便有些犹豫了。听说他如今住的宅子是梁大人花钱给置办的，没封关前，他们一家子都依靠着梁家过日子，自然而然成了外人眼中的倒插门。像沈旭这样的读书人，重面子，想必是受不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才会如此急着购置宅子。萧林叶唇角一勾，正准备下楼离开，不料黄三进来了。小侯爷，方才沈大人身边的文忠又来了。萧林叶一怔，又坐回了帘子后。文忠进来后，与萧林叶交谈了几句，最后拿出一个匣子，里头正好是8000两银票。我家大人说钱已经筹到，还请东家将地契准备好。闻言，萧林叶眉梢微挑，方才沈旭还说暂时没有这么多钱，怎么才半个时辰不到的功夫就筹到了？虽满腹疑虑，他还是朝黄三示意，让他清点了银票后，拿出了城西别院的地契。文忠拿着地契离开后，萧林叶看着那匣子里的银票，陷入了沉思。不久后，他回了侯府，进到书房后，将隐匿在暗中的探子黑鹰召了出来，吩咐道：“你暗中查一查沈旭今日都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是，主子。出了书房后，他去了隐月轩，苏玉婉这会儿正在午歇。他进屋后，丫鬟们便退了出去。轻步走至床前，萧林叶于床沿坐下，看着熟睡中的苏玉婉，他俯下身子，爱怜地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孩子。熟睡中的苏玉婉呢喃着喊了一句，萧林叶一怔，难道婉儿是想要孩子了？睡梦中的苏玉婉梦到了前世自己难产而死的场景，眉头紧紧皱着，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婉儿，婉儿。见他似乎梦魇，萧林叶轻声唤他，苏玉婉猛地惊醒过来，眼角似乎还挂着淡淡泪痕。萧林叶见状，将他搂进怀里，柔声问：“婉儿，你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吗？”苏玉婉靠在他怀里，贴着胸膛，感受着他的温暖体温，才缓缓平复了心绪。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说：“确实是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噩梦。别怕。”萧林叶握着他的手，笑道：“有我在。”他微微点头，眼角却带着丝丝忧伤。得老天垂怜他重生，寻到了自己的父母，也再次成了家。可他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孩子，也不知道入了轮回没有。想起这些，他便觉心脏如被撕扯般的疼。婉儿，沈旭把那宅子买下了，怎会如此快？苏玉婉直起身子来，面露诧异。沈旭既然想要脱离寄人篱下的日子，此事势必是瞒着梁雨柔进行的。那他哪来的这么多钱？萧林叶将那个装钱的匣子拿过来，让苏玉婉看：“你看看这匣子有什么不同？”苏玉婉拿过仔细看了看，除了盖子上刻着的文案有些特殊，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问：“莫非你看出什么来了吗？”萧林叶伸手指了指盖子上的文案，说道：“这文案与皇家狩猎所插场旗帜上的文案相同。”那日在狩猎场，苏玉婉并没有注意到旗帜上的图案，但经萧林叶这一提醒，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莫非沈旭与狩猎场的人有什么来往？萧林叶也正是怀疑这一点，才会派暗探去调查。你放心，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了。他若真是收受贿赂，只怕也保不住他那升官符了。什么？你买了一套宅院？梁雨柔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饭桌上，沈婆子和沈宁都无比开心。沈旭终于有了自己的宅子，往后他们住进自己的宅子里，就再也不用处处看梁雨柔脸色过日子了。沈旭面上也稍显愉悦，他对梁雨柔说道：“这几日我和宁儿便会搬过去，你若是想去便一块搬，若不想去便随便你。”梁雨柔满脸的惊讶和怒然：“沈旭，你什么意思？你要和我分院别住是吗？还有你哪来的钱买2进的宅院？大嫂，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我大哥如今可是有俸禄有封赏的翰林院修撰，怎么就买不起一套宅子了？”
沈宁看着他，怒气回怼：“我和我夫君说话呢，轮得到你插什么嘴？”梁雨柔也毫不示弱地冲他道：“够了！”沈旭一声厉喝，看向梁雨柔的眼神带着不加掩饰的厌弃：“她是我妹妹，你说话能不能放尊重点？”梁雨柔冷哼：“她是你妹妹，又不是我妹妹，我凭什么要对她尊重？她什么身份也配？”这话对沈宁来说无疑又是一顿羞辱。沈婆子也听不下去了，她冷着脸看向梁雨柔：“雨柔，你身份尊贵是没错，可你也犯不着如此羞辱宁儿啊！她好歹是旭根的妹妹，你身为她的大嫂，怎么能如此对她说话？”大嫂，梁雨柔嗤笑一声，只怕我这个大嫂她喊的并不心服口服吧。沈婆子一愣：“你这话什么意思？”梁雨柔冷冷瞥了他们母女一眼：“什么意思？你们娘俩不是常在背地里说后悔沈旭娶了我吗？怎么这就忘了？”听到这话，沈婆子和沈宁齐齐变了脸色，没再吱声。按道这些私话怎么都让他知道了。梁雨柔冷笑，想当初他们一家人想尽了办法促成这桩婚姻攀上梁家，过上了主子般的日子，如今倒好，沈旭才封官，一个个就都露出了真面目。还有沈旭，若不是当初他父亲冒着被皇上问责的风险带他去了狩猎场，他哪来的机会替皇上挡箭？如今被皇上弃用，便忘了是谁帮他走到了今天。这一家子果然都是些忘恩负义之徒。第115章，染了瘟疫。沈旭铁了心要搬走，梁雨柔心痛的同时也彻底恨上了这个绝情无义的男人。哼，沈旭啊沈旭，我早该想到的，当初你能为了我抛弃发妻，如今也能为了他再次抛弃我，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负心汉。这话让沈婆子和沈宁又是一愣，梁雨柔这话是什么意思？旭根为了谁要抛弃他？苏玉婉。沈婆子看向沈旭，眉头拧得紧紧的：“旭根，这是怎么回事？当初他因为休书的事惹得皇上大怒，几乎断送了仕途，如今好不容易重得皇上弃用，若是因为一个已经嫁了人的苏玉婉再次负了梁雨柔，别说皇上，只怕梁大人也不会放过他的。”沈旭抿着唇，半晌后他对梁雨柔道：“我并没有要与你和离的意思，你别如此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沈旭，你如今这样，难道不是在逼着我主动提和离吗？从我小产后到现在，你一直宿在书房里，若不是想要和离，那你告诉我，你如此对我是什么意思？”梁雨柔赤红着眼，怒然质问。既然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她也不想再维持那仅剩的一丝丝可笑的夫妻之情了。自从中秋宫宴，她对苏玉婉说出后悔了的话后，虽然没有明面上对她提出和离，但她对她的视若无睹、冷漠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这1个多月来，她每日都在折磨中度过，尽管她都已经放低姿态去讨好她了，可她还是无动于衷。她自知，若是她主动提出和离，仕途必定会再次受影响，父亲那里她也不好交代，才会用冷落来逼她提出。好一个沈旭，他竟不知他的心思手段如此阴狠。沈婆子急得不行，一个劲儿劝说沈旭，让他给梁雨柔道个歉，好好过日子。他父亲毕竟是吏部侍郎，若是真的惹怒了梁雨柔，他们一家子未必有好日子过。一旁的沈宁面纱下却是藏着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大哥若真休了梁雨柔这个毒妇也好，省得他一天到晚仗着他爹的身份耀武扬威的。沈旭却是沉默着没说话，他心中确实厌烦梁雨柔，但如今还不是最合适的时机。气氛僵持之间，佩儿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着眼对梁雨柔说：“不好了，小姐，老爷他染上瘟疫了。”什么？梁雨柔脸上的怨恨之色顷刻间变为震惊。怎么回事？父亲他不是去了衙门陪审吗？怎么会染上了瘟疫？你快说。上回皇上在狩猎场遇刺一案，幕后之人被捉拿归案后，今日正式提审，因当日的狩猎行程是吏部负责的，梁成便被叫去了衙门陪审。佩儿被梁雨柔的厉声追问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回小姐，具体奴婢也不知道，只是听老爷身边的御仆说，会审途中有一刺客突然口吐白沫，老爷上前查看，反被那人咬了一口，之后没过多久便出现高热晕倒了。太医看过说是染上了瘟疫。听完佩儿的话，梁雨柔心中大骇，也顾不得沈旭要搬走的事，急急忙忙便让佩儿备马车去梁府。他才走出屋子，沈旭便追了上来：“别急，我同你一块回去看看。”梁雨柔红着眼，狠狠瞪着他：“不用你在这假惺惺。”沈旭坚持跟着他上了马车：“咱们的事先放一放，眼下梁大人的事要紧。”来到梁府后，梁雨柔急忙跑到了父亲的院子，却被府中嬷嬷和太医拦下了：“小姐，您不能进去，瘟疫会传染的。”“不要拦我，我要进去看看父亲。我父亲怎么样了？”梁雨柔拼命挣扎，眼中满含泪水。明明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染了瘟疫？太医只好对他说了实话：“梁小姐，梁大人的情况很不乐观，太医院暂时还没研配出这类疫症的解药，您万万不可贸然进去。”听到太医的话，梁雨柔更加担心了。父亲这把年纪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里一团乱麻。沈旭走到他身边，以安慰的口吻说了句：“你先别担心，梁大人身子一向硬朗，应该不会有事的。”
梁雨柔再也绷不住情绪，无助地趴在他肩上放声哭了出来，感受着他的伤心难过。沈旭本想抬手拍拍他以示安抚，伸出手时却犹豫了一瞬，最终还是将手放了下去。因担心梁成病情，梁雨柔在梁府住了下来。虽说暂时不能见到父亲，但他每日都守在院子外，关注着父亲的情况。沈旭也在梁府厢房住下，如今他还是梁成的女婿，于情于理都应该侍奉左右。一连几日，梁成的院子被隔离了起来，除了太医和1-2个侍奉的下人，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梁雨柔因寝食不安，瘦了一大圈，在府中嬷嬷的劝说下，今日才回了房去休息。之后，沈旭来到梁成的院子外，准备向太医询问一下情况，却无意间听到2个下人躲懒时的对话。梁大人这都高热了几日，还迟迟降不下来，我瞧着怕是不行了。可不是，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可见这瘟疫有多严重。若是梁大人就此一病不起，还不知咱们这些做下人的该奔去哪里。嗨，这有何可担心的？我听说梁大人身边的御夫说，梁大人许是自知时日无多，撑不过去，在昨儿晚上爬起来书写了一份举荐信，大约是举荐沈大人接替他的位置。这沈大人是梁大人的女婿，届时咱们投奔沈大人，想必他也会通个人情。举荐信？听到这里，沈旭眸光微动，眸底闪过一抹异色。驻足片刻后，他微微咳嗽了一声，靠于墙角的2个小厮连忙上前来行礼。沈大人，太医吩咐过不能进去，您有什么事交代我们就成。沈旭想了想，对2人道：那就劳烦你们2位对梁大人说，请他务必保重身子，不用担心小姐，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是。还有，沈旭藏在袖中的手微微捏紧，笑着吩咐2人：小姐，近日因梁大人的事身心俱疲，万万不能再受任何刺激。若是他来询问梁大人的情况，你们大人放心，小的们明白。第116章转变态度。沈旭离开后，想了想，又转身去了厨房。听佩儿说，梁雨柔这几日都没有吃东西，心里惦记着梁成手里的举荐信。沈旭让厨房煮了一碗面，亲自端着去了梁雨柔的院里。梁雨柔恰好醒来，正要下床，见他亲自端来了面，颇为诧异。醒了，快过来吃点东西吧。沈旭一改常态，看向他的目光中带着柔和的笑。他突然转变的态度，让梁雨柔不禁怀疑，今日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见他愣着不动，沈旭直接端着碗走到床边坐下，用筷子挑起面，亲自喂到他嘴边。梁雨柔盯着他，却是没张口，将头歪到了一边，语气很淡：我用不着你可怜。雨柔，或许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抛开那些不谈，你是我的妻子，我所做事关心于你，并非可怜。他语气轻柔，没了以往的淡漠。关心我，心里却装着另一个女人。沈旭，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话来的？梁雨柔冷冷看着他，我梁雨柔还不至于低贱到因为你的一点施舍就能忘记你对我的伤害。你不是心里还惦记着苏玉婉吗？一会儿我会禀明父亲写下和离书，放过你也放过我。说罢，他推开沈旭手里的面碗，顾自下了床，准备去向梁成说明此事。不能和离。情急之下，沈旭脱口出这么一句。闻言，梁雨柔步子一顿，转过身来冷眼看着他，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沈旭眼底闪过一抹慌乱，放下手中面碗，他走上前，一把抱住梁雨柔，连声道：对不起雨柔，是我错了，这些日子不该冷待你，以后不会了。梁雨柔一把推开他，目光带着怨恨：沈旭，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今又是闹哪出？雨柔，沈旭拉起他的手，保证地说道：这些日子是我犯浑，我向你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梁成就梁雨柔一个独女，他自知时日无多，才写下举荐信，希望在自己死后，沈旭接替了他的位置，能好好对他女儿。若是此时梁雨柔提出和离的事，那举荐信的事兴许就无望了。但梁雨柔态度坚决，她不想在同一个心里没有她的男人纠缠下去了。她好好的吏部侍郎千金，被折磨得如同市井泼妇，把尊严和傲骨都丢在地上踩。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得到沈旭的爱。与其一直这样痛苦下去，还不如早早断了，对2个人都好。否则她不知道会做出什么癫狂的事来。梁雨柔没有搭理他的话，转身去开门，却被他从身后抱住。他用力挣脱开，转过身来，狠狠扇了他一巴掌。他实在受不了沈旭不爱他，又要招惹他的行为。沈旭被他扇了一巴掌，并没有恼怒，而是一把抱住他俯下，深吻上了他略显苍白的唇。梁雨柔浑身颤了一下，愣了一瞬后，想要挣扎，却被他双手箍得紧紧的。他气急了，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唇，迫使他停下。沈旭，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把我当什么了？沈旭没说话，舔了舔唇瓣上渗出的鲜血，又低头含住了他的双唇。他吻得热烈，甚至不留给他喘息的机会。在感受到他没有挣扎之后，趁机撬开他的唇齿，更深的探索攫取。这是第一次，他主动这样深吻他。梁雨柔原本紧绷的身子变得绵软，脑子一片空白，忘记了周围所有，逐渐沉浸在他的热吻中，缓缓闭上了双眼。他眼底隐隐露出一丝得逞，顺势将他抱起，缓缓走向了床边。一夜已拟，梁雨柔目光柔情地
趴在沈旭怀里，脸上还有些不敢置信。沈旭，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沈旭扭头看向他，前些日子怪我不好，但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和离，尤其是这个时候，我身为你的夫君，更应该陪在你身边。梁雨柔将信将疑，你当真是这样想的吗？还是又把我当成了他？除了第一次沈旭喝醉酒，他主动与他亲近，婚后他压根就没碰过他。中秋那晚，他喝醉了，他给他送行酒汤，却被他当成苏玉婉抱在了怀里。那是他第一次主动亲近他，喊的却是苏玉婉的名字。天知道他受了怎样的委屈。昨夜发生的一切，既让他沉醉其中，又让他觉得如梦如幻。他怕只是自己春梦一场。你是我的妻子，我并没有把你当成谁。沈旭淡淡说着。听到这话，梁雨柔心下一喜。沈旭趁机握住他的手，恳请道：雨柔，往后咱们好好过日子，我会弥补这些日子以来对你的亏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梁雨柔内心挣扎了一瞬，还是点头了。她始终无法真的放下他。饿了没有？我去让厨房给你做些吃的。沈旭一边说，一边起身穿上了衣裳。这样的温柔体贴是梁雨柔做梦都想有的。她完全沉浸其中，笑着点头：饿了。想吃什么？吃面吧，昨晚的面没有吃浪费了。好。他穿戴好后，正要推门出去，只见佩儿欣喜若狂地走了进来，见地上一片狼藉，当即明白昨夜发生了什么。佩儿红着脸正要退出去，却被梁雨柔喊住了：佩儿，什么事？佩儿别开眼，回道：小姐大人，太医说治疗梁大人所染瘟疫的解药已经研制出来了，这会儿正在试药，若没有问题的话，梁大人便有救了。真的吗？太好了。梁雨柔听后，声音里透着激动与欣喜，当即便让佩儿进去为她宽衣梳妆。沈旭则是愣在原地半晌才回过神来，他回头看了一眼激动无比的梁雨柔，转身出了门。路上遇到了张太医，他手上端着一碗药。沈旭见状，特地走上前去，笑问：张太医，听说你已经研制出治疗梁大人瘟疫的解药，真是太好了。张太医点点头，说道：沈大人，我手上的便是已经试过没问题的药正药送去给梁大人。为了防止感染，张太医口鼻处蒙着纱布，因连日的研究解药，累得憔悴不已。看着那碗药汁，沈旭脑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犹豫片刻后，他笑着对张太医道：这些日子张太医连日劳累，沈某实在过意不去，这药就让我送去给岳父大人吧。张太医有些犹豫。沈旭又道：梁大人病了这么久，沈某身为女婿却只能干着急，若不为岳父做些什么，心中实在难安，还请张太医成全。第117章舞剑。尹月轩、萧林业伤愈后便去了军营上职，苏玉婉闲来无事，便去了碧辉堂向萧夫人请安，也顺便做些刺绣打发时间。他记得此前萧夫人邀他来府上教他刺绣来着，上回的牡丹图才绣了一半不到。然而这一次，苏玉婉却发现萧夫人拿起绣花针，还不到1刻的功夫，就有些坐不住了。娘，您可是累了吗？苏玉婉见萧夫人今日似乎兴致不高，问道。萧夫人笑了笑：不累不累，咱们继续吧。哪怕捏着绣针的手十分酸痛了，萧夫人也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来。苏玉婉看得出萧夫人笑得十分勉强，且绣工也生疏也许多，想来是不常刺绣。可先前她让自己来教她的时候，明明挺有兴致的。往深处细想，苏玉婉忽儿就明白了什么，难怪那时候萧夫人又是送布匹，又是邀她到府上教刺绣，还特地准备她爱吃的菜。想必那时候起，萧夫人便在她与萧灵业中间搭线牵桥了。为了撮合苏玉婉与萧灵业，可真是为她一双握剑的手来握如此细小的绣针，每次绣上小半个时辰，她的眼睛和手便要疼上1-2天。让苏玉婉感触的是，如今她与萧灵业已经成婚，萧夫人即便不喜欢，还是愿意耐着性子陪着她一块做刺绣。身为武安侯府的当家主母，苏玉婉却并未在萧夫人身上看到一点架子，对待下人刚柔并济，对她更是和蔼宽厚。哪怕知道她从前嫁过人，也从未对她有过嫌弃。在萧夫人身上，苏玉婉感受到了不同于一般世家夫人的开明与豁达。娘，咱们歇会儿吧，恰好我有些饿了。看得出萧夫人是不想扫她的心，苏玉婉便主动提出休息。婉儿饿了，秦嬷嬷快去让厨房准备些点心来，不要太甜的。萧夫人连忙吩咐秦嬷嬷道：是夫人，老奴这就去。苏玉婉心头感到一阵暖意，萧夫人竟还记得她不喜欢吃太甜的点心。她忽而抬起头来，问萧夫人：娘，除了刺绣，您平日里还喜欢做什么？说起这个，萧夫人便来劲了：娘呀，平日里喜欢舞剑。提到舞剑，萧夫人一双眼都泛着亮光，却又很快暗淡下去。只可惜身为这侯府的当家主母，身上监管的事务繁多，上一次舞剑似乎已经是好久之前了。娘，您教我舞剑吧。苏玉婉突然说道。萧夫人十分诧异地看着她：婉儿，你……她万万没想到苏玉婉会突然提出这样的请求。在她看来，苏玉婉应该对刺绣品茶这些娴雅之事更为喜爱才是。
苏玉婉弯唇笑了笑，我也想陪娘做些您喜欢的事，可是你这身子骨如此娇弱，能行吗？她能说出这话，萧夫人是高兴的，可也担心她的身子。娘不必担心，我身子骨好着呢。好。萧夫人随即让丫鬟去取了2柄木剑来，二人来到了院子里。萧夫人十分耐心地教着苏玉婉握剑的姿势以及一些入门招式，这一方面是萧夫人的强项，她教得专注而耐心。苏玉婉也很认真地在学，她并不指望能学到精髓，只要学到些皮毛，能时常陪着萧夫人解闷便好。萧夫人倒是有些意外，苏玉婉看着娇弱，握着木剑的手却很稳，平衡力也不错，也能很快领略她所教的招式。若是练武的话，倒是个好苗子。苏玉婉学得很快，才一会儿的功夫便能记住萧夫人教的招式，并动作流畅地演示了出来。婉儿真聪明，才学了1遍就会了。萧夫人毫不吝啬地夸赞她道。苏玉婉谦虚一笑，都是娘教得好。婉儿莫谦虚，你是有些天赋在身上的，若是对此感兴趣的话，不妨多练练，学个一招半式，可强身也可防身。若是娘不嫌烦，婉儿愿意学的。好。萧夫人对苏玉婉又多了一分欣赏，看着她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身上那一股拼劲和韧性，非养在深闺的娇女可比拟的。刚下至回来的萧灵叶得知苏玉婉去了碧辉堂，换了一身衣裳后便来了碧辉堂，便看见苏玉婉正在院子里舞剑，他步子一顿，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苏玉婉穿着一身淡青色长裙，外罩薄纱，舞剑时衣袂翩飞，惊艳动人。许是练得专注，没注意到萧灵叶何时走到了他身后，只觉腰上被一只大手环住，背后贴上了一堵结实宽厚的肉墙，熟悉的松干香自身后传来。苏玉婉微微偏头，唇角弯笑，夫君。萧灵叶右手握上了他拿剑的手，头贴在他耳边，轻声道：我教你。随后他贴身教他舞了几个难度系数较低的招式。萧夫人退到一旁，看着小两口配合得十分默契，嘴角忍不住勾起笑意。一套招式下来，苏玉婉热出了一身汗，但感觉全身经脉都被疏通了一般舒服。她似是体会到了舞剑的妙趣，意犹未尽。萧灵叶掏出帕子为她擦汗，笑问：怎么样，累吗？苏玉婉摇头：不累，很好玩。听到她说好玩，萧灵叶忍不住笑了：那下次我再教你。好啊。苏玉婉笑着点头。萧夫人笑着走了过来：婉儿果然是个天生奇才，不仅会做生意会刺绣，就连舞剑也学得这么快，难怪咱们叶儿非你不娶。非他不娶？苏玉婉看向萧灵叶，眸中含着讶异之色，竟还有这样的事吗？从碧辉堂出来后，萧灵叶对他说，上回调查的事有结果了，沈旭与我茶楼约谈回去后，狩猎场的猎官朱燕曾去沈宅找过他。猎官？苏玉婉泛起疑惑来，这么说那些银子出自那位猎官之手，沈旭与他之间定是达成了什么交易？不排除这个可能。萧灵叶又道，还有今日早朝皇上提升了沈旭为新一任吏部侍郎。闻言，苏玉婉脚步一顿，新一任吏部侍郎？梁大人在昨天晚上于梁府没了，临死前写了一封举荐信，举荐沈旭接替他的职位。皇上念在沈旭才能出众，又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便应允了。待沈旭操办完梁大人的后事，便正式上任。第118章，别有用心。梁府上下挂满了丧幡，灵堂里赫然停放着一口黑漆棺材，下人们齐跪于堂内，低声哭泣着。梁雨柔身穿孝衣，跪在蒲团上，一脸的悲痛，眼角不断流下眼泪。沈旭跪在他身侧，低声安慰着他：雨柔，你别太难过了，往后你还有我。视线从棺材上收回来，梁雨柔看向沈旭，看着他那张俊逸儒雅的脸，满腹疑虑。昨日他才刚赶到父亲的院子，就听到父亲没了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可太医明明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瘟疫的解药，当时的药是沈旭端去给父亲的，据看守院子的下人说，是父亲没撑到，喝进药便咽气了。沈旭也是这样和他说的，可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么多天父亲都坚持过去了，为什么偏偏在解药研制出来后反而撑不住断气了？还有父亲的那封举荐信又是什么时候写的？沈旭此前知道吗？想起那日他突然转变的态度，梁雨柔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早是因为那封举荐信才突然对他好的。想到此，梁雨柔突然站了起来，走出了灵堂。他将父亲生前最信任的管家玉福叫到了自己院子里。福叔，我问你，父亲那封举荐信是什么时候写的？都有哪些人知道？玉福恭敬回道：回小姐，那封信是老爷在3天前的夜里写下的，此事只有我和另一个照顾老爷的下人知道。下人也知道。这么说，这封信并不是绝对保密的。他又问玉福，那日沈旭去给我爹送药的时候，你可在？玉福不敢欺瞒，实话说道：小姐，那日张太医需要用到一味特殊的药材，只有京郊的断崖上才有，小的便出城去采药了，当日的情形小的并不清楚。梁雨柔了然点头，这么说，清楚那日之事的除了沈旭，便只有看守院子的那2个下人了。他又让玉福将那2个下人带了过来。小的梁3，小的梁4，见过小姐。
被带来的2个男子躬身站在梁雨柔面前，恭敬行礼。这2人都是被赐了主姓的家生子，梁雨柔是认识的，他直视着2人道：“你们2人从小就在梁府长大，这么多年府上从没有亏待过你们。如今老爷走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若是还念及老爷之恩，便如实回答。”梁3、梁4对视了一眼，齐声道：“小姐请问。”我们哥俩一定知无不答，不敢欺瞒。我问你们，昨日姑爷是什么时辰去给老爷送的药？回小姐，约莫是酉时。酉时与沈旭所说无异，难道是他想多了吗？还有，当日老爷写下举荐信的事，你们可曾对外说过？没有没有，小姐放心，老爷特地将那封信交由御主管保管，并且吩咐过小的们绝不能外露消息，只有在老爷死后才能将信交给姑爷。这么说，沈旭事先并不知道有那封举荐信。他正思忖着，就见沈旭从外头走了进来。梁3和梁4暗暗对视了一眼后，便退了出去。雨柔，你还好吗？进来后，沈旭面上稍显担忧。梁雨柔看着他，心中止不住怀疑，他突然对他这么好，真的是因为他悔过了，而不是别有用心吗？雨柔，见他愣怔，沈旭又唤了一声。回过神，梁雨柔站起来，缓缓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了他，试探性地问道：“夫君，你说以后都会对我好，是真的吗？”沈旭勾了勾唇，伸手环住了他的腰身，自然是真的。处理完梁城的后事，沈旭带着梁雨柔回了沈宅。梁雨柔心情不好，回府便回了雨兰院去歇息了。大哥，沈宁从正厅跑了出来，一脸欢笑地对沈旭道：“恭喜大哥高升吏部侍郎。”沈旭表现得极为风轻云淡：“你这丫头消息还挺灵通。嘿嘿，对了大哥，赵大哥来向我提亲了。”沈宁眉眼间透着娇羞：“我都跟你说过了，赵大哥对我是真心的。”闻言，沈旭拧起眉来：“什么时候的事？”“今儿一大早，赵大哥就带着聘礼来了。”“那娘怎么说？”“赵大哥一表人才，又真心待我，娘自然是同意的。”说罢，他又看向沈旭：“大哥，这下你不会再怀疑他对我别有用心了吧？”沈旭抿着唇没说话。今天早上皇上才下旨升他为新任吏部侍郎，赵从紧接着就来提亲了。若非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何不早些来提亲？恐怕他还真是别有用心。只是沈宁如今完全沉浸在他的甜言蜜语中，听不进去劝告。想了想，他扭头去了沈婆子的院子。旭哥，你总算回来了。哎呀，我的儿你总算是熬出头了，咱们沈家总算是光耀门楣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一见到沈旭，沈婆子就满脸的激动。他儿子如今当了3品大官，这可是沈家的无上荣耀，改日可一定要去寺庙烧香还愿。沈旭却打断他的话，说道：“娘，您不能答应宁儿嫁给那个赵从。”回过神，沈婆子一愣：“怎么了，旭哥？赵从那小子，我今儿见了，人长得挺周正，对宁姐儿也很是体贴。难得有一个不嫌弃宁儿容貌的男子上门求娶，你难道不为宁姐儿高兴吗？”“娘，那赵从什么底细？您都打探清楚了吗？就答应这门亲事？”沈旭语气里明显是不同意这门亲事。沈婆子不禁问道：“旭哥，你是不是对赵从有什么误会？那小伙子人其实蛮好的，他家里的情况也同娘说清楚了，说是家里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母亲和一个妹妹。可宁儿才与他相识多久，真的了解他的本性吗？况且他既然长得一表人才，又怎么会看上宁儿？您不觉得这里头大有问题吗？”沈婆子一时语塞，她只看到赵从对宁姐儿百般体贴，觉得他人很不错，倒是没往这处深想。这时沈宁突然走了进来，红着眼怒视着沈旭：“够了，大哥，你话里话外无非是觉得我如今这个模样，不可能有人真心爱我。哼，您如今升了大官，竟连自家妹妹也瞧不起了。不是的，宁儿，大哥并非是瞧不起你，大哥只是……你不用再说了，我心意已决，赵从我是嫁定了。”沈宁说完便跑出了屋子。宁儿，沈婆子叹了口气，看向沈旭：“旭哥，宁姐儿她这些年来受了不少苦，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对她好又不嫌弃她相貌之人，你就碎了她的意吧。”沈旭暗暗叹气，终是没再说什么。第119章请帖。武安侯只有萧夫人一位正妻，后院并无姬妾，便也没有后院相争的糟心事。苏玉婉嫁过来后，除了每日到碧辉堂晨昏定省，就是待在隐月轩内研究新花样。云秀楼的生意越做越大，至今为止，他又扩展了3家商铺，爹娘给的那些空铺子皆是临街旺铺，做生意十分顺当，赚的也不少。上京城的贵女们对漂亮且时兴的衣裳可谓趋之若鹜。苏玉婉的几家绣楼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满足了贵女们对衣裳和绣品的所有要求。世家贵女们在穿戴上从不吝啬银子，当然对衣裳的要求也很高，既要实心华丽，又要轻盈，还要独一无二。苏玉婉的绣楼里便做到了这一点，每隔一段时间变出新款，用的是顶好的料子，并且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她的愿望很俗气，开更多的铺子，赚更多的钱。紫渊挑开香妃竹帘走了进来：“小姐，平阳侯府送来了请帖。”
平阳侯府。苏玉婉接过帖子一看，便明白了，原来明日是方凝霜的吉吉礼，此帖便是方凝霜让人送来的，邀请苏玉婉和萧灵叶明日前去参加她的吉吉宴。他记得先前与方小姐见过2次，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女孩子，但喜欢粘着萧灵叶也是真的。摇摇头，苏玉婉懊恼地笑了，自己都已经嫁给萧灵叶了，竟还同一个小姑娘吃醋，不去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左右萧灵叶对方凝霜没那个心思，他也无需顾虑了，便收下了帖子。小姐明日准备送什么礼？奴婢先去准备着。紫苏又问道。苏玉婉想了想，道：去绣楼给她挑件衣裳吧。女孩子这个年纪最是喜欢打扮了，送漂亮衣裳准没错，正好她也许久没去绣楼看看了。那奴婢这就去准备马车。从软榻上起来，苏玉婉去了碧辉堂向萧夫人请示出门的事。萧夫人不仅没有限制她出门，还安排了2个侍卫随行，并叮嘱她要小心。娘放心，婉儿知晓了。从碧辉堂出来，春眠为她添了件软毛织锦披风，才出了府上了马车。年关将至，街上比以往热闹了许多，鳞次栉比的商铺门前挤满了购买年货的行人。苏玉婉坐在马车内闭目假寐，很快马车来到了云秀楼门口。下了马车，云娘很是热情的出来招呼着：哎呦，这大冷的天，小姐怎么还亲自来了？若是需要什么传话，让奴婢送去便是了。苏玉婉淡笑：云娘不必紧张，我只是想亲自过来挑选一套衣裳。好好好，小姐先进去暖暖身子吧。云娘将人迎了进去，连忙让小翠端来了热茶，在火盆边烤了一下手，又喝了热茶暖了身子。苏玉婉才跟着云娘上了2楼。小姐，这个月绣娘们按照您给的图纸绣制出了不少实心货，您看看，都在这里了。苏玉婉仔细挑选着，最后从一众衣裙中挑了一套鹅黄色的云绣月锦袄裙。小姐是挑了送人吧？云娘笑着问。她鲜少见小姐穿鹅黄色的衣裳，猜想小姐是选了送人。没错，是送人。苏玉婉点点头。方小姐15岁的年纪，且肤色白皙，穿鹅黄色很是相称。挑好了衣裳，苏玉婉让紫渊拿去包好，又对云娘道：对了，云娘你让绣娘们做几套宽松的衣裳，布料要柔软。云娘先是一愣，后笑着点头应道：是，小姐放心。上回去襄府看望过江源，她如今已有了5个多月的身孕，许是肚中怀有双胞胎，肚子十分大。苏玉婉想着给她做几套宽松些的衣裳，穿着活动也方便些。要不了多久她便做姑姑了，想想还真是期待呢。挑选好了衣裳，苏玉婉刚要下楼，便看见堂中来了一位熟面孔。她索性走至楼梯旁，注视着楼下动静。沈宁与赵从即将大婚，她特地来了云秀楼定制婚服，顺便让上回扇过她巴掌的云娘看看，她如今是吏部侍郎的妹妹了，看谁还敢看不起她。沈旭升任吏部侍郎的消息早就传遍了京城，云娘自然也知道沈宁如今身份不一般，便小心招待着。沈小姐，这次来是想挑选衣裳还是定制？本小姐这次来是定制婚服的，本小姐不差钱，只有一个条件，婚服必须要顶奢华贵气，若是有半点儿让我不满意，我可不会付钱。沈宁昂首挺胸，虽戴着面纱，但眉眼间透着十分自信。云娘淡笑着道：是，沈小姐，咱们云秀楼的规矩定制的话，需要先交1半定金。定金多少？60两。什么？60两？沈宁微微皱眉，随即瞪着云娘：定金60两？难不成你是用金丝线绣的？哟，沈小姐还真说对了，您既然想要定制顶奢华贵气的婚服，咱们就选用上等布料和珍贵金丝线来缝制，这2种材料造价可不便宜，所以定制的价钱也比一般婚服的贵得多。沈宁没想到这绣楼里定制婚服竟然这么贵，一套便要100多两，可他毕竟都开了这个口，若是这时候嫌贵，岂不是让这些人又再次看他笑话？怎么样，沈小姐如今可是吏部侍郎的妹妹，这点钱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云娘暗暗冷笑，这蹄子如此盛气凌人的，不就是想找回上一次丢在这儿的尊严吗？他便要让这蹄子知道，这云秀楼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被云娘这么一激，沈宁更是自尊心作祟，一咬牙掏出了钱。此前大哥为了哄他，给了他500两银子做嫁妆，好在他出来前带够了钱。好嘞，收您60两定金，沈小姐这边请，我给您量量尺寸。沈宁跟着云娘到了里间量尺寸，出来后看到了从楼上下来的苏玉婉，他轻嗤一声，目光中带着嫉妒，也不知道这苏玉婉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二婚还能嫁到武安侯府做少夫人。宁儿，这时赵从走了进来，本是想询问沈宁定制婚服的事谈得怎么样了，却被一旁的苏玉婉吸引了视线。第120章醉意。沈宁见到这一幕，顿时眼冒怒火，连忙走过来挽住赵从的手，并挡住他看苏玉婉的视线。赵大哥，是不是让你等久了？我们走吧。赵从笑笑，随即被沈宁拉着出了门，临走时还不忘朝苏玉婉这边瞄了一眼。见人走了，云娘朝着门口呸了一声，真是把驴配破袋，烂货配一块了。
苏玉婉挑眉，走到柜台边，芸娘此话何意？你认识沈宁身边的男子吗？对上苏玉婉，芸娘收敛了语气，小姐有所不知，那男的叫赵从，是个不要脸的，专门诱骗有钱人家的小姐，之前便带着不少女子来咱们楼里消费，因为来的次数多，我便记住了他。哎，那些个女子一个个的不知着了他什么道，竟心甘情愿为他花钱。最重要的是，这赵从还喜欢逛花楼，时常与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苏玉婉听得目瞪口呆，方才只是偶然瞥到赵从的模样，长得人模人样的，竟然是这么个浪荡之徒。看方才沈宁护他如护宝一般的模样，芸娘就觉得想笑，这沈家女捡了个破烂货还当个宝呢。苏玉婉恍惚记得上回在马车上看到沈宁与赵从一块逛街，那时候的赵从一副温柔体贴的模样，原还以为沈宁时来运转了，倒不想是又掉进了另一个火坑。出了绣楼，沈宁还为刚才赵从直勾勾盯着苏玉婉看的是生气。赵大哥，你说过不会嫌弃我，不会是骗我的吧？赵从还在想刚才那个仙姿玉貌的美人，被沈宁这一问拉回了思绪，连忙摇头道：怎么会呢？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沈宁还是不满，那你刚才为何一直盯着苏玉婉看？苏玉婉，那个美人叫苏玉婉，名字真好听。赵从又陷入了遐想，沈宁见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直接伸手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哎呦喂，疼疼疼！还说没有，从绣楼出来，你的魂都快被那贱人勾走了。沈宁怒瞪着他，赵从只好揽过他，笑着解释：宁儿你别生气啊，我只是觉得他身上那套衣裳好看，你身段比他好，若是你穿着定是比他好看。沈宁狐疑地看着他，当真吗？我怎么会骗你？在我心里你是最美最善良的，我只爱你一人，别的女子都入不了我的眼。说起这些情话，赵从几乎是信手拈来。沈宁果然3两下就被他哄好了。这时赵从试探着问他：不过宁儿，你当真决定嫁我了吗？我家境贫寒，你跟着我可能要吃苦了。赵大哥，你把我沈宁当什么人了？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家贫不要紧，只要咱们同心，我相信赵大哥迟早会考取功名，让我过上好日子的。沈宁窝在他怀里，憧憬着婚后的美好未来。赵从叹息一声：可我就怕我做不到，会让你一直跟着我受苦。沈宁笑着安慰他：赵大哥，你忘了，我大哥如今是新任吏部侍郎，就算你考不上，我也会让大哥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的。闻言，赵从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为了靠上沈旭这棵大树，他日日忍着想吐的冲动，在沈宁面前扮演深情，如今总算达到了目的。翌日，苏玉婉带着吉吉里乘坐马车去了平阳侯府。萧林业原本答应了同行的，但听说皇宫内似乎出现了刺客，如今全城戒备，他身为金吾卫中郎将，这个时候更是不能擅离职守，便派了府中侍卫护送苏玉婉。来到平阳侯府时，大部分宾客已经到齐了。平阳侯夫妇宠爱女儿，吉吉宴办得十分隆重热闹。苏玉婉被平阳侯府的丫鬟带去了方凝霜特地给她留的席位上坐下，同席的都是平日与方凝霜交好的世家小姐们。这些小姐们倒是挺有涵养，苏玉婉坐下后便很热情地朝她打招呼，席间也并未对苏玉婉有任何不敬。宴席开始后，平阳侯举杯向所有来参加他女儿吉吉宴的宾客们表示了感谢，并发表了一段致辞。之后便是盛装打扮的方凝霜款款走到台上，落落大方地冲台下宾客行了一礼后，走到家族长辈们面前一一行礼跪拜。在接受了家族长辈们的祝福后与簪礼后，又对着平阳侯夫妇跪下，进行一系列的仪式。苏玉婉没办过吉吉礼，觉得挺有意思，便一直看着台上。待方凝霜的吉吉仪式完成，她方才收回了视线。少夫人，我敬您一杯。席上的王家小姐笑着冲苏玉婉举起了酒杯。苏玉婉淡淡笑着举起杯来与她喝了一杯，但她没想到这酒度数不低，一杯下去竟让她有了些晕感。此时宴席才刚开始，她不好贸然离去，便推辞去如厕，离开了席位，去了府上的园子。他坐在幽静的抄手游廊内，春眠焦急地陪在一旁。小姐，是不是醉了？不如咱们现在就回府吧。苏玉婉感觉不太对劲，好像不是醉酒的感觉，她感觉全身绵软使不上劲，但又一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便让春眠去问问府上的管事，看府上是否有大夫，请来为她看看。春眠走后，苏玉婉靠在雕花柱子上，解下披风，让冷风驱散身上的热气。你还好吗？一道温润低柔的声音传进他耳里，苏玉婉立即警惕起来，回过头就见沈旭正站在离他不到3尺的距离。是你？沈旭竟然也来了今日之宴。他倒是想起来了，梁雨柔的父亲生前与平阳侯有些交情，梁雨柔与方凝霜从前也是玩在一块的，沈旭定是陪同梁雨柔来的。这儿避开了前院，苏玉婉怕被人看到有不好影响，便又披上披风准备离开，但身子绵软，走一步便脚步虚软，随时要倒的模样。小心！沈旭连忙上前欲要伸手扶他，却被苏玉婉避开了。他扶着柱子，眼神里满是警惕。不用，我的丫鬟很快便来。玉婉，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说话间，沈旭朝他靠近了一步，苏玉婉随之往后退了一步。沈大人，请止步。你我如今都是有家室之人，还请你保持些距离。可沈旭没听进去，他看着他的脸，脑海里想的都是在云溪村时的日子。他又朝他靠近一步，玉婉，咱们10多年相伴的情谊，你当真忘了吗？第121章，纵然你百般后悔，我也不会回头。苏玉婉猛然反应过来，怒视着他，你做了什么？这要巧他身子不舒服，他便跟着过来了，此事必定与他脱不了干系。沈旭见状，连忙解释道，你放心，只是让下人换了浓度稍烈一点的酒，我只是想找机会与你说说话。只是酒吗？可为何他隐隐感觉到腹痛？沈大人枉读圣贤书，竟也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我说过了，我们之间早在你寄回休书的那一刻便已经恩断义绝，没什么好说的，请你自重。苏玉婉一手握拳，用长甲死死掐住手心，才让自己勉强保持清醒。他说完便往一旁走去，擦肩而过之时，沈旭不甘心地转过身来，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苏玉婉大惊，就听沈旭满含歉意地道，玉婉，是我错了，我不该一时迷了心窍写下休书，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刻忘记过你，尤其是知道你嫁人后，我才知道当初我的行为有多愚蠢。玉婉，你从小便做了我的妻子，在云溪村曾经的沈家老宅里，我们一块度过了这么多个日夜，我不信你这么快就忘了我。你住嘴！苏玉婉想起萧灵叶教他舞剑时的招式，反手狠狠一拧，挣脱开了沈旭的手。他冷眼看着沈旭，对他如今这般纠缠不休的行径感到恶心。或许他是应该与他说清楚，沈旭，我今日便与你说明白，纵然你如今百般后悔，我也不会回头。我有夫君，我爱的人是萧灵叶。不，你是故意气我的，对不对？玉婉，我们10多年的感情，岂是一个与你认识才不过半年的萧灵叶可比拟的？沈旭语气十分激动，全然没了平日里的儒雅与矜持。从前的事，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我如今后悔了。只要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悔过的机会，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苏玉婉却冷笑，沈旭，你对不起我的岂只是抛弃发妻这一件事？你欠我的永远还不清，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这话让沈旭愣了一愣。苏玉婉小腹疼得厉害，先前还泛着酡红的脸，此刻一片苍白，身子摇摇欲坠。察觉到他的不对劲，沈旭想上前扶他一把，却被飞奔而来的身穿金甲的萧灵叶一拳打倒在地。他将苏玉婉打横抱起护在怀里，扭头看向沈旭，凌厉的眸子里带着警告，沈大人，离我夫人远点，若再有下次，我可不确定我的拳头会落在哪里。说完，他斜睨了沈旭一眼，抱着苏玉婉大步离开了游廊，往前院而去。春眠方才出去找府医，却被一个丫鬟带着在府上绕了一圈，最后才得知府医今日不在。他连忙跑回来，就看到这一幕。小姐，您怎么样了？萧灵叶步子没停，吩咐他快去把马车牵到门口。是。春眠连忙去了。方才那一拳，萧灵叶用了3成内功，沈旭脸上被打得红肿一片，后槽牙隐隐松动，嘴角流出了一丝血迹。他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萧灵叶的背影，眸底迸发出强烈的不甘与愤怒。前院，方宁霜收到苏玉婉送的衣裳，十分开心，正准备感谢一番，却不见苏玉婉的身影。这会儿见萧灵叶抱着他从月洞门那儿过来，他连忙跑上前去，还未开口，就听萧灵叶道：“宁霜，婉儿不舒服，我先带她回去。”方宁霜大惊，随即连忙点头：“好好，那你照顾好小嫂嫂，我改日再去看她。”宾客们见萧灵叶急匆匆冲进来，又抱着苏玉婉匆匆离去，众人都不解发生了何事。坐在东南角席位上的梁雨柔却注意到萧灵叶抱着苏玉婉出了平阳侯府后不久，沈旭也从月洞门那儿走了出来，只不过他半边脸上多了一片红肿，联想到方才萧灵叶出来时那怒气凛然的模样，梁雨柔似乎猜到了什么。他拢在袖中的双手微微攥紧，暗暗咬紧了后槽牙。沈旭啊沈旭，你果然还是在骗我。萧灵叶将苏玉婉抱上马车后，依旧搂着她没松手。苏玉婉早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睡梦中的她微微拧着眉，似是因为痛苦额间渗出了一层薄汗。婉儿别怕，咱们回家了。看着她脸上的痛苦神情，萧灵叶一颗心揪着疼。今日若不是隐在暗处的黑鹰来禀告苏玉婉的情况，他还不知道沈旭这厮竟还对婉儿存有觊觎之心。想到此，他眼底浮起一抹冷寒的光芒。很快，马车到了武安侯府停下，萧灵叶抱着苏玉婉下了马车，大步往隐月轩走去，并让阿贵去请大夫来。他才把苏玉婉抱到床上躺下，大夫就来了。萧灵叶连忙让他给苏玉婉看诊。大夫在床边坐下，取脉诊，隔着面巾给苏玉婉仔细把脉，过后又给她扎了一针。春眠、紫渊和白露3个小丫鬟焦急地站在一旁，一脸的担忧。萧灵叶更是心急如焚，小声问大夫：“大夫，我夫人她怎么样了？”大夫收了脉诊，笑着对萧灵叶道：“回小侯爷，少夫人并无大碍，只是因为孕初期喝了烈酒导致的身子不适，好在喝的不多，并未伤及胎儿，往后可不能再沾酒了。稍后老夫开几副安胎药，稳固一下便可。”
有孕了！萧林烨一听，紧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惊喜的同时又有些手忙脚乱，连忙让阿贵拿了赏钱送大夫出去。3个小丫鬟更是喜笑颜开，原来小姐是有孕了，真是太好了！萧林烨内心涌动着激动与自责，婉儿都有身孕了，他竟还让她一个人出门，好在他赶到的及时，若是婉儿和孩子出了什么事，他无法原谅自己。看着闭目沉睡的苏玉婉，他这才想起来，吩咐3个小丫鬟：“你们3人快去打盆热水来，再让厨房炖碗燕窝，还有把安胎药给煎上。”是，奴婢们这就去。丫鬟们才出去，萧夫人就匆匆赶来了。儿啊，婉儿这是怎么了？方才听府上下人说，萧林烨抱着苏玉婉匆匆回了隐月轩，还请了大夫，可把他给急坏了。萧林烨笑着对萧夫人道：“娘，婉儿没事，方才大夫看过，说婉儿已经有了身孕。在平阳侯府发生的事他没说，不想惹娘担心。”真的吗？萧夫人一双眼瞪得老圆，婉儿真的有孕了？真的。萧林烨微笑点头。萧夫人高兴得满脸笑容，一连念了几个阿弥陀佛，声音有些哽咽：“太好了，我萧家终于有后了。”第122章，那一拳打得轻了。萧家到萧明渊这一辈，只有兄弟2人，萧明峰和妻儿早年战死，萧安唯一的血脉也未能保住。这些年，萧夫人这么着急萧林烨的婚事，便是希望他能早日成家，为萧家延续香火。这样，即便以后他与侯爷战死沙场，萧林烨也不至于太伤心。秦嬷嬷，快去库房里挑些补品送来隐月轩，让婉儿好好补补身子。萧夫人声音激动着对秦嬷嬷道。秦嬷嬷连连点头：“是，老奴这就去。叶儿你照顾好婉儿，娘得去祠堂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列祖列宗，还有你大伯大伯母。”说完，萧夫人便出了隐月轩。春眠端着热水进来，萧林烨让她放下，随后将身上盔甲卸去，挽起袖子，亲自洗了帕子，为苏玉婉擦拭额头和手腕。他动作很轻，生怕弄疼她，也怕吵醒她。擦完之后，他握起她的手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安静地坐在床边看着她，一直睡到深夜，苏玉婉才渐渐醒过来。她睁开眼，入目便是萧林烨握着她的手，满目柔情地看着她。婉儿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睡了这么久，应该饿了吧？他一边说，一边让紫渊去厨房把炖着的燕窝端来。一连串的关怀让苏玉婉彻底清醒了过来，看着萧林烨，不知为何鼻子酸酸的，他如猫一般钻进他的怀里，将头贴在他的胸膛，什么话也不想说。萧林烨顺势环过双臂，将他搂在怀里，怕他冷，又拿了软毛毯子为他盖上。婉儿，他将手伸到他小腹的位置，声音很是轻柔地道：“大夫说你已经有了身孕，孩子很好，你也需要静养。”听到此话，苏玉婉先是一愣，惊讶过后，眼眶微微泛起红来。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对，是我们的孩子。萧林烨眸底迎着柔情，想起今日婉儿那痛苦的模样，很是懊悔今日那一拳打得轻了。苏玉婉想起今日那一阵突然的腹痛，则是有些自责，怪他一时疏忽，喝了那杯酒，差点害了孩子。好在萧林烨及时出现，这一世他的孩子有父亲护着。他压下眼角，泪光又往他怀里凑了凑。紫渊端来了燕窝，萧林烨接过亲自为他吃完，又把安胎药给他喝了，才彻底放下心来。沈府，因沈旭升了吏部侍郎，府邸由原来的沈宅变成了沈府。沈旭与梁雨柔乘坐马车回来，一路上2人相对无言。梁雨柔猜到沈旭今日许是又去纠缠苏玉婉，他没问也没闹，全当不知道这回事。如今父亲已死，他没了依靠，再不能像从前那般任性撒泼。沈旭绝情的样子他见过，一旦沈旭恼了，他定会翻脸无情。进了府，梁雨柔便回了自己院子，沈旭则是去了书房。他在书案前坐下，掏出怀里的帕子，眸光跳动了一下，想起今日苏玉婉的那句“我爱的人是萧林烨”，他攥着帕子的手捏得咯咯作响，眸底的光逐渐变得阴沉幽暗。萧林烨。这时，沈婆子端着一碗参汤走了进来，沈旭连忙收起帕子，神色恢复了正常。娘，您怎么来了？沈婆子走到书案前，将炖了2个时辰的参汤端到他面前，笑着道：“看你前些日子忙着梁大人的后事，身子都瘦了一圈，娘便让厨房炖了一碗参汤给你补补身子。”多谢娘。他端起碗喝了几口。沈婆子见他脸上有些红肿，顿时皱起眉来：“旭哥儿，你这脸上是怎么弄的？怎么肿了这么一大片？该不会是梁雨柔又找你吵闹了吧？”沈旭淡笑摇头：“不是，只是不小心撞到的。”他不说，沈婆子却自动认为又是梁雨柔无理取闹弄的。上回就把旭哥的手烫红了，这回又把脸挠成这样，这个疯妇真是半点都没有为人妻的贤德。他叹了口气，对沈旭道：“旭哥，你如今已经是吏部侍郎了，梁雨柔无法生育，又死了爹，他再也翻不起浪来，不如娘给你那一房妾室吧，也好为咱们沈家开枝散叶。”沈旭却没有这个心思：“娘，这事往后再说吧。”沈婆子闻言不悦问他：“难不成你还真要守着一个不会下蛋的梁雨柔过一辈子？”
娘不是让你休了他，他可以占着正妻的位置，但是你必须得纳妾，否则娘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沈旭被他叨叨的有些烦，将参汤喝完后便说要处理事务，让他先回去。见他不搭话，沈婆子深深叹了口气，又道：“好好好，纳妾的事娘就先不提，但有一件事你得听娘一言。”“什么事？”沈旭捏了捏眉心，眼神稍显疲惫。沈婆子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啥，您姐儿这不是就要大婚了吗？可那赵从家平一家子住在京郊外的破棚子里，实在是寒酸。你先前不是买了一套宅院吗？左右现在你不打算搬去新宅，不如就先借给你妹妹妹夫暂住，等那赵从将来有出息了，买了宅子再搬出去，你看如何？”沈旭一顿，皱起眉来，此事是娘自己的想法，还是赵从的意思？这不管是谁的意思，总归都是为了您姐儿嫁过去不用受苦嘛。你想想，你如今都是大官了，亲妹妹嫁人却还要住破屋，这传出去对你的影响也不好，不是吗？沈婆子说话时眼神有些闪躲，她就知道又是那个赵从的意思，眉间隐隐透着怒意。看出她有些生气，沈婆子又打起了亲情牌。旭哥儿，小时候家里为了供你念书，吃穿用度都先紧着你，家里的鸡蛋你隔三差五便能吃上一个，可你妹妹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为了你她也从未抱怨过什么，你如今有出息了，也该帮衬帮衬她才是。沈旭知道沈婆子既然都已经提出来了，必然是已经答应了沈宁，她若是不同意，只怕又要说她不孝顺了。左右只是借住，沈旭便同意了，也算是他给沈宁的嫁妆的一部分。第123章暂掌正事。前些日子宫中传出有刺客踪迹，紧接着明圣帝便病了，已经多日没有上朝。这些日子明圣帝的寝宫外驻守着一队羽林卫，除了皇上身边的务公公和太医院的林太医，谁也不能进入，就连皇后和众皇子也都无法探视，大臣们人心惶惶，也不知道里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今日上朝，务公公传明圣帝口谕，让六皇子协助太子暂掌朝政。口谕一出，大臣们都愣了一下，暗自猜测明圣帝的用意。太子乃皇后所出，皇上若有意在此时让他历练，也无可厚非。可六皇子，一个宫女所出的皇子，出身低便罢了，性情还阴质，皇上一向不喜欢他，这次却又为何让他与太子一块掌政？就在大臣们还在众说纷纭的时候，六皇子慕容琪已经先太子一步跪下谢恩了。儿臣定不会辜负父皇的期望。太子随即也跪下谢恩。之后，务公公便准备回明圣帝寝宫伺候，六皇子叫住了他，面含担忧地问了句：“务公公，父皇可还好？”闻言，众大臣也都齐刷刷地看向务公公。然而务公公却始终不肯透露一个字，只说明圣帝吩咐了，让他协助太子管理好朝中政务就行。言外之意就是让他少打听。六皇子嘴角微微抽动，连忙拱手道：“还请公公勿怪，吾只不过是担忧父皇龙体。”务公公没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离开了金銮殿。苏胜站立于文官之首，双手握着护板，微微拧眉，似在思忖。上回宫中惊现刺客之后，皇上便对外称病，还不让人探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萧林业透露，那刺客身手极为矫健，并且善用毒，极有可能与他上一次在南园遇到的杀手是同一伙人。当时刺客被抓到后，由明圣帝亲自审问，之后刺客自尽，明圣帝也离奇的病了。审问当日，殿中只有皇上和金甲侍卫，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微微抬眸，朝萧林业看了一眼，只见萧林业面色平静，并没有表露任何情绪，想必他也不清楚当日之事。这时，太子慕容轩走到百官面前，说道：“众位大臣，父皇既让本宫代为掌政，那么大家有本便奏，无事便退朝。”朝中大臣皆是鸦雀无声。这时，慕容琪站了出来：“皇兄，臣弟听闻西北总督上了3道折子，近来驻扎外境外的敌军蠢蠢欲动，此事皇兄可有决策？”此事慕容轩也听说了，父皇抱病在床没上朝，对此事也未有决断，因此西北总督连上了3道折子。事关军情，慕容轩不好妄下决断，可父皇不见人，如此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想了想，看向了萧明渊：“萧大将军，依你看此事该如何？”萧明渊出列，拱手回道：“回太子殿下，依臣看，敌军既蠢蠢欲动，我军势必也要防范起来，除了添派防守士兵，另外还要预备好粮草，以备随时应战。西北境地偏远苦寒，若是粮草不到位，仗很难打。”慕容轩点点头：“萧大将军说的有理。萧大将军不愧是3军将领，如此快便想到了应对之法，有你实乃大景之福啊！”慕容琪也在一旁笑着附和。萧明渊一脸素色，冲慕容琪拱手：“六皇子言重，为皇上排忧解难是老臣的职责所在。”一旁的萧林业注视着慕容琪，在看到他嘴角露出的丝丝笑意后，眸光微微收紧。之后便听慕容琪对慕容轩道：“如此，便由萧大将军领兵前往西北加增防守，皇兄觉得如何？”此话一出，
慕容轩明显愣了一下，众大臣更是露出了诧异的目光。要知道，萧明渊作为3军将领，除了皇上的旨意，其他皇子无权让他出兵。六皇子并无皇上圣旨口谕，便只派萧明渊出兵，无疑有僭越之嫌。慕容轩也深深皱起了眉头。平日里六弟闷不吭声，还以为他是个心思单纯之人，没想到在政事上却如此冒头。看来此人并不简单。见众人反应异常，慕容奇笑问众臣：“怎么，诸位大臣可是觉得有何不妥？”回六皇子并非是有不妥，只是微臣需要皇上下旨才能领兵前往西北，这乃是军中规矩。萧明渊不疾不徐说道。慕容奇却道：“父皇既然把执掌政事之权暂交给皇兄，皇兄自然是有这个权利先斩后奏的。如今父皇还不知是什么情况，若是固守成规，只怕敌军就要攻进来了。”六皇子说的不错，臣附议。臣也附议。殿中有几名官员站出来支持六皇子的决断。萧林业却站出来道：“六皇子，父亲乃3军将领，无旨不得出兵，不如让臣前去西北。”且不说六皇子僭越之举引人猜忌，单凭上回在狩猎场他对自己起了杀心这一点，就让萧林业觉得这里头似乎大有问题。尤其是方才雾公公传完口谕，最后看向六皇子的那一眼，总觉得雾公公那个眼神似乎隐藏了什么信息。听到萧林业主动请缨去西北，苏胜当即看向他，眼神里似乎在说：“你不能去。”阿婉如今刚怀有身孕，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可想到敌军蠢蠢欲动，西北战事迫在眉睫，这话苏胜又硬生生咽了下去。文官之列中的沈旭静静站在人群中，默不作声，心中却是赞同萧林业去西北。只是他面上还是不敢得罪萧家，因此不敢站出来附议。叶儿，你退下，你的职责是守卫皇城，此事你莫掺和。萧明渊语气肃然地对萧林业道。萧林业刚要说什么，被慕容奇先声夺人道：“大将军说得对，小侯爷的职责是守卫皇城，如今父皇抱病在床，小侯爷更是不能离开皇城。”六皇子的意思很明显了，去西北的只能是萧明渊。大臣们无法反驳他的话，皇上龙体有恙，西北战事愈发，两边都得兼顾，眼下就只有如此。于是萧明渊应了此事，即日便领兵去往西北增援。下了朝后，众大臣还在为今日之事诸多议论。沈旭最后一个出殿门，出宫前被身后一个毛毛躁躁小太监撞了一下，他微微皱眉，伸手去整理衣裳，却发现怀中多了一个纸团。第124章，求而不得。出了皇宫，上了马车，沈旭才掏出怀中纸团展开来看。待看清信上内容后，他面上微微露出惊讶，随后对车夫说：“去明香楼。”马车轱辘转动，车夫赶着马车朝明香楼的方向而去。几刻钟后，马车在明香楼门口停下，沈旭下了马车，左右环顾了一圈后才走进了茶楼。按照纸条上说的，他来到了3楼一间雅间，里头并没有人，但桌上上了茶点。他思量了片刻，走到桌前坐下，为自己倒了一杯茶，一边细品一边等待。大约半个时辰后，雅间门才被推开，沈旭偏过头，一抹玄色衣角映入眼帘。沈大人，久等了。待看清来人模样，沈旭站起身来行礼道：“六皇子。”沈大人不必客气，请坐。慕容奇笑着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沈旭面上无波，心中却有些惴惴不安，不知六皇子邀他到此处是为何事。看出他的不安，慕容奇笑着道：“沈大人不必紧张，今日本皇子邀你来此，除了品茶便是闲谈。”闲谈？沈旭可不这么觉得。这位六皇子面上看着沉静，可其实城府极深。今日在大殿上，他便见识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会突然邀他闲谈？果然，就听慕容奇笑着问他：“听闻沈大人头一个妻子，便是如今的武安侯府少夫人？”沈旭一愣，不明白六皇子为何突然问他此事，小心翼翼答道：“是。”闻言，慕容奇挑眉，曾在狩猎场见过那位少夫人一面，果真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儿，难怪能让一向不近女色的萧林业为了他亲自下场比赛，只为夺得头彩博美人一笑。沈旭眸光微闪，原来那日在狩猎场，萧林业参加比赛是为了他，怪不得那日在平阳侯府，他的手腕上戴着那枚血玉手镯，原来从那时候起，他们二人便在一起了吗？想到这些，沈旭心头颇为烦闷，握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对面的慕容奇嘴角含笑，将他这一细微的动作尽收眼底，淡淡喝了一口茶，说道：“其实若论起来，沈大人与少夫人算是青梅竹马，看着她嫁给别人，沈大人心里不好受吧？”沈旭心里自然是不好受，只是他不明白六皇子为何要问他的这些私事。沈大人心中定是有疑虑，为何本皇子会问你这些？其实本皇子与沈大人一样，皆是求而不得之人。他稍稍压低声音，只不过沈大人求而不得的是女人，而本皇子求而不得的是皇位。此话一出，沈旭瞬间变了脸色，手中杯子差点没握稳掉落在地。请恕微臣愚钝，不知六皇子何意。自从皇上称病，六皇子野心渐露，他莫不是想拉拢自己？慕容奇端起茶盏又喝了一口，才道：“
沈大人与本皇子都是同样的可怜人，这样的两个人何不互相协作，达成所愿呢？果真被他猜中了。沈旭微微拧眉，一时间陷入了惶恐。太子的拥护者不仅有萧家，还有苏家，这两家都是百年大族，在朝中的势力不可小觑。他若是站到六皇子的阵营中，便是要与萧苏两家为敌，如此冒险之事，他实是不愿。可若是拒绝六皇子的拉拢，以六皇子的性格，势必不会让他好过。正在他左右为难间，又听慕容琦说：“沈大人无需为难，本皇子向你承诺，只要你助本皇子登上皇位，届时本皇子会给你所想要的。”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沈旭的神情。在听到慕容琦最后那句话时，沈旭眼底明显露出了亮色。六皇子此言当真？沈旭很快敛下神色，抬眸看向六皇子。慕容琦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自然。脑海里浮现苏玉婉的脸，思量片刻后，沈旭点头，好。回到侯府，萧灵叶便被萧明渊叫去了书房。萧灵叶看着萧明渊，父亲，您明知六皇子其心不轨，为何还要答应前去西北？萧明渊抚了抚挂在架子上的金色盔甲，对萧灵叶道：“不答应又能如何？如今皇上还不知是个什么情况，外敌又虎视眈眈，身为将领，总不能坐以待毙。”这些萧灵叶何尝不知，可他更知六皇子对萧家积恨已久。今日他不顾大臣反对，执意让父亲前往西北，想必是想借此机会铲除太子党羽。叶儿，我儿肚中怀的可是咱们萧家骨肉，你得保护好他，也要保护好你娘。萧明渊一改往日严肃，笑着对萧灵叶叮嘱。萧灵叶看着自家父亲，喉头微涩，父亲，去吧，好好陪着婉儿和孩子。萧明渊拍拍他的肩，转身坐到了书案前，拿出一本兵书来看。萧灵叶抿了抿唇，走出了书房。在回隐月轩的路上，黑鹰从房顶一跃而下，落在他面前。怎么样？可探到永寿殿的情况？黑鹰拱手回主子，永寿殿外被羽林军层层包围，属下探不到里头的情况。萧灵叶皱眉，都已经这么多天了，还是无法探到，莫非皇上真的病危了？不对，若是病危，为何连皇后和众皇子都不能见？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他吩咐黑鹰，探不到便算了，你盯着六皇子，另外想办法将林太医为皇上开药的单子弄到手。是。黑鹰应声，随后一跃上了屋顶。萧灵叶整理了一下情绪，才往隐月轩走去。苏玉婉自从怀孕后，整日都待在院子里不出门，为了保护好孩子，她几乎推掉了一切宴请。这会儿正靠在软榻上吃橘子，萧灵叶进来后，他特地为她剥了一个，这橘子挺甜，夫君尝尝。萧灵叶笑着接过，往嘴里放了一半，被酸得直皱眉，还对着他说：“是挺甜。”苏玉婉无奈失笑：“瞧你，眉头都拧成这样了，还说甜。”他在他身旁坐下，将他搂在怀里，轻笑：“橘子虽酸，可因是婉儿亲自剥的，我便觉得甜。”第125章梦境。朝堂上的事，他本不打算说给苏玉婉听，倒是苏玉婉主动问起来了：“夫君，我听说父亲明日便要带兵去西北，怎会如此突然？”萧灵叶便将昨日在朝上之事告诉了他。苏玉婉听得瞳孔微震：“你的意思是说，皇上如今不理朝政，朝堂之事全由太子和六皇子做决定？”萧灵叶微微点头。那日皇上在御书房遇刺，刺客被抓到后，由皇上亲自审问，之后刺客自尽，当晚宫内便传出皇上病了的消息。那日萧灵叶赶到御书房时，明圣帝除了轻微惊吓，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那刺客也因他的及时赶到而行刺失败被抓获，只是之后殿内的事他就不得而知了。苏玉婉抓住了重点，皇宫内外层层侍卫把守，那刺客是如何溜进宫的？萧灵叶说道：“那刺客身穿太监服饰，想来是以此身份混进宫接近皇上的。至于他是怎么混进来的，此事萧灵叶已经让黑鹰暗中去调查了，暂时还没有结果。”苏玉婉又问：“可知皇上究竟是什么病？”无从得知。萧灵叶摇头叹息：“皇上寝宫被重兵把守，除了雾公公和太医，谁也不得进入。雾公公和林太医也始终不肯透露一丝皇上的情况。这就奇怪了，若只是龙体抱恙，何至于如此阵仗？难不成是病危？”萧灵叶不是没想过这个可能，但这似乎说不通。皇上身子一向硬朗，不可能突然就病危。即便真的病危，可为何连皇后和太子都不能探视？这其中一定大有问题。怕苏玉婉忧思多虑影响心情，他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问他肚子饿不饿。他最近让阿贵搜集到了一本千金方，上头说女子怀孕前期会经常嗜睡、饥饿等等，他无法分担她怀孕之苦，便只能学习书本上的内容，尽量将她照顾好。经他这么一说，苏玉婉还真感觉到有些饿了，他便点了点头。萧灵叶立即让丫鬟们去厨房将炖着的燕窝和刚做好的点心端了一些来。这些东西从她怀孕后，萧灵叶便让厨房时常备着，只要苏玉婉饿了就能立即吃到。紫渊将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便退了下去。萧灵叶端过燕窝亲自喂她：“夫君，我自己来吧。”自从得知她怀有身孕，
就被萧灵叶事无巨细的照顾着，连吃东西他也要亲自喂。苏玉婉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的四肢都要退化了。萧灵叶却坚持喂他。夫人忘了，我答应过岳父岳母大人，不能让你受一点苦。苏玉婉哭笑不得，可也不用到亲自喂吃的程度吧？我只是怀孕而已，哪就这么娇贵了？书上说了，女子怀孕不易，到后期还会遇到各种腰酸腿胀的情况，这些苦我无法替你承受，自然要对你更好些。他说的很是风轻云淡，听在苏玉婉耳中却是感动无比。前世的自己如蒲草，受了苦受了伤都是自己扛，哪知这一世遇到萧灵叶，被他宠成了孩子。喝完了燕窝，他便钻进他怀里靠着，不知是否怀孕的缘故，他似乎越来越依赖萧灵叶了。萧灵叶拉过毯子来替他盖上，双手紧紧环过来抱着，怕弄疼他，又稍微放松了些。他身上的松香味令他安心，窝在他怀里没一会儿便睡着了。萧灵叶将他抱起，动作很轻的把他放到床上，又替他盖好了被子，最后习惯性的握起他的手，在手背亲吻了一下。刚准备将手放回被子里，他却发现苏玉婉手腕上的血玉手镯似乎比以往更红润了一些，或许是镯子认主了的缘故。他没有多想，为他盖好被子便去了书房。这一觉，苏玉婉睡得不太踏实，梦里出现了好多奇怪诡异的画面，其中一个梦境是在一处陡峭惊险的峡谷内，箭雨齐发，哀鸣遍地，地上满是尸体。他从恐惧中惊醒过来，头上渗出了一层汗，大口喘着气。小姐，您做噩梦了吗？春眠正端着热水进来，见他惊魂不定的模样，连忙倒了杯温水过来给他喝。苏玉婉揉了揉脑袋，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荒漠、峡谷、血流成河，尸首遍地，梦里的场景是那么真实，就如同已经或即将要发生的事一般。荒漠、峡谷、西北。苏玉婉面色惊变，抬眸看了一眼天色，问春眠：小侯爷呢？春眠：小侯爷一早便进宫了。进宫了。他又问：那侯爷呢？侯爷一早便去了军营，这会儿估计已经领兵往西北去了。春眠回道。见苏玉婉神色异常，春眠不安地问：小姐，怎么了吗？那夫人呢？夫人此刻在哪儿？苏玉婉又问，面上明显布着焦急。春眠被他感染了情绪，也跟着紧张起来，回道：小姐，夫人清早送走了侯爷，便去了城南的九华寺，说是为侯爷祈福。苏玉婉秀眉蹙起，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都不在？梦里的场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不行，他必须亲自向侯爷说明此事。春眠，快去备马车，我要出去一趟。春眠见他似乎真是有急事，不敢多问，连忙就去了。苏玉婉连忙从床上下来，快速梳洗好后上了马车，让阿贵以最快的速度出城，赶上西征大军。小姐，可是阿贵有些犹豫，少夫人如今怀着身孕，如何能受颠簸？若是出了什么事，她如何向小侯爷交代？听我的，要快。苏玉婉心急如焚，说话的语气带着命令。是。春眠见状，急忙问他：小姐，究竟是什么事？您不如告诉奴婢，让奴婢去办，您可万万不能受颠簸呀。苏玉婉没说话，此事至关重要，他必须得亲自和侯爷说。见他执意，春眠没再说话了，而是挪到了他身边，伸出粗壮有力的双臂护着他不受碰撞。所幸萧明渊的军队还未走远，出城后赶了几里路便追上了。听到马车疾驰而来的声音，萧明渊勒紧了缰绳，一个手势让军队停了下来。阿贵，你怎么来了？萧明渊调转马头上前来，疑惑地看着从马车上跳下来的阿贵。苏玉婉掏出帕子将脸蒙上，只留一双眼睛，由春眠搀扶着下了马车。婉儿见苏玉婉也来了，萧明渊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怒目望向阿贵。阿贵，少夫人有孕在身，你怎可还让她出门？阿贵撇撇嘴，垂下头没说话。苏玉婉环视了一圈身披战甲整装待发的将士们，特地拔高了些许音量，对萧明渊道：父亲，不怪阿贵，是母亲为您求的平安符，您忘了拿走，儿媳特地送来给您。平安符？萧明渊眯了眯眸子，立即明白苏玉婉这是有事对他说，便道：哦，是，瞧我早上忙着去教场点兵，竟把这事忘了。为了不让人怀疑，苏玉婉朝阿贵使了个眼色，阿贵一愣，随即从怀里掏出自己的香囊递到苏玉婉手上。苏玉婉又将香囊递给萧明渊，借着递香囊的间隙，他压低声音道：父亲，此去西北，切记莫走峡谷。第126章抓到现行。明香茶楼3楼雅间内，慕容琦与沈旭正对坐下棋，房门突然被推开，从外走进来一个穿黑色劲装蒙面的男子。怎么样，西征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吗？慕容琦指尖落下一子，头也没抬地问道。那名男子拱手回道：回六皇子，已经出发了，只是大军出城不久后，少夫人乘坐马车追出了城门。听到少夫人3字，沈旭捏着棋子的手微微顿了一下。慕容琦抬眸看了他一眼，扭头问男子：哦，可知为何事？少夫人是替萧夫人送平安符去给萧将军的。男子如实回道。
平安符。慕容琪把玩着手中黑旗，目光落在棋盘上那被黑旗团团包围的白棋，嗤笑：上了战场，生死由天定，又岂是一张平安符能逆转的？下去吧。是。蒙面男子出去后，沈旭皱眉看向慕容琪，六皇子要对萧将军动手。慕容琪慢悠悠落下一子，轻笑：萧家是太子最坚实的党羽，萧家不除，太子之位便无法撼动。可萧将军乃是三军将领，若是他出事，皇上那儿只怕不好交代。沈旭看似漫不经心地问，实则带着试探。只见慕容琪笑了一声，眸光阴沉地道：那个老家伙吗？哼，他如今只怕喝水都困难，哪里还管得了这些？闻言，沈旭微垂的眸光动了动，心中隐隐有了答案。沈旭离开茶楼的时候，苏玉婉所乘的马车恰巧从他面前路过，他怔怔看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越发怀念从前与他在云溪村的日子。直至马车消失在街市，他才收回了目光，转身之际，余光却瞥见了赵从的身影。婚后的赵从一身锦缎长袍，打扮得甚是贵气俊俏。只是这个时间段，他不是应该在书院吗？为何在此闲逛？沈旭不动声色地跟在他身后不远处，打算看看他想干什么。不料一路尾随着，来到了南巷一家青楼门外。赵从一到门口，老鸨便满脸堆笑着迎接：哎呦喂，赵公子，您可有一阵没来了？咱们烟儿想你想的都快得相思病了，怎么样？今晚可要留下陪陪烟儿？诺，这是50两，今晚烟儿只许陪我。赵从大手一挥，从怀中掏出了50两的银票，端得一副有钱人的姿态。老鸨看到钱，眼睛都直了，喜笑着就要去接，谁料被怒目上前的沈旭一把夺走，并扭头狠狠一拳捶在了赵从脸上。好你个赵从，把我妹妹骗到手就跑出来逛青楼，你这个畜生！老鸨见状，正想对突然出现抢了他钱还打他顾客的人破口大骂，就听赵从哆哆嗦嗦喊了声沈大人饶命。意识到来人身份不简单，未免受牵连，老鸨转身便跑进了楼里，门口站着揽客的女子也都纷纷跑进了进去。赵从从地上爬起来，眼珠子一转，狡辩道：沈大人，你听我解释，我不是逛青楼，我只是路过。沈旭满目怒火，又给了他重重一拳：路过你给老鸨钱？赵从啊赵从，我早该阻止宁儿嫁你的，你这个道貌岸然的畜生，这么做对得起宁儿吗？沈大人，我错了，你饶我这一次吧，我真的再也不敢了。赵从连忙跪下求饶，全然没了先前的儒雅端正模样。哼，这话你留着去衙门说吧。沈旭冷眼看着他，态度决绝。赵从立即慌了，他好不容易搭上沈宁，过上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可不想到再过从前的日子，便接一个接一个的磕头，一边磕一边保证：沈大人，求你放过我这一次，我保证真的再也不敢了，如有违背，就让我天打雷劈。沈旭却不信他的鬼话：你与宁儿大婚那日我说过，若是婚后胆敢对她不好，我不会放过你。如今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求饶？沈大人，我真的知道错了，今夜是我一时糊涂，你放心，往后我一定好好对宁儿，不会再犯。赵从额头磕得砰砰作响，见沈旭还是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想了想，他又道：沈大人，今夜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是求你别抓我去衙门，宁儿还在等我回家，若是知道了此事，他定是又要哭了。听到这话的沈旭火气更是蹭蹭往头顶冒，他一把拎起赵从的衣襟，扬起手又想捶他一拳，最终还是忍下了。他一把甩开手，怒瞪着赵从：滚回去，再让我发现一次，你这双手就别想要了。是，多谢沈大人，我一定不会再犯了。赵从说完，屁滚尿流的扭头跑了。拐过一条街后，赵从才直起身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朝地上呸了一句，愤恨地道：什么东西，自己都是个弃旧怜新的忘恩负义之徒，还教训起你爷爷我来了，我呸！第127章谋划。当日赵从喝了许多酒，回到家时醉得连门在哪儿都找不到。沈宁担心他，便一直站在门口等。这会儿见到他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连忙上前来将他扶进去。相公，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还喝了这么多酒？你的脸是怎么回事？怎么肿了？赵从一身的酒气，打了个嗝儿，然后指着沈宁道：老子的事你少管。沈宁一愣，怒道：赵从，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你个丑八怪！哥，老子能娶你那是你的福气，别以为你哥哥是吏部侍郎就了不起，我可不怕他。赵从，你说什么？赵从醉醺醺地往房间走去，沈宁怒气冲冲追上去，想问个清楚。他娶她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会儿居然指着他说他丑八怪。赵从，你站住！今日你必须给我说清楚，方才那些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进了屋，沈宁堵到他面前，怒声质问道。成婚后，沈宁在家不戴面纱，每每看到他这张巴巴赖赖的脸，赵从就恶心得吃不下饭，每日都以去书院念书为由，早早出门，到很晚才回来。尤其是今日，沈旭不仅打了他几拳，还捏住了他的把柄，更是让赵从对沈宁厌恶至极。他喝了许多酒，眼下困得很，只想到床上躺着。
奈何沈宁喋喋不休地拦着他，非要问个清楚。赵从一时来了火，正想借着酒劲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赵婆子适时地走了进来。怎么了这是？你们小两口才成婚没多久，怎么就吵架了？沈宁早就被气哭了。他原以为赵从与别人不同，他是真心喜欢他，不嫌弃他才求娶他的，谁料他今日的话明里暗里都在嫌弃他。赵婆子状似关心的走到沈宁身旁，安慰道：“宁儿快别哭了，娘会好好教训一下这臭小子的。”他说完就将赵从拉到一边，扬起手狠狠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臭小子，宁儿能嫁给你那是你的福气，你怎么能惹他生气，还不去给宁儿道个歉？”被他娘这一拍，赵从清醒了不少，但他今日在沈旭那受了气，实在不想再在沈宁面前扮演深情。见他无动于衷，赵婆子暗暗掐了他胳膊一把，低声道：“臭小子，你赶紧给宁儿道个歉，要是惹他生气了，咱们还能住这么好的宅子吗？别忘了，你妹妹可还没有嫁妆呢。”赵从撇了撇嘴，这才站起来走到沈宁面前，换上了平日里的面孔，笑着对他道：“宁儿，刚才是我醉酒犯浑了，你别往心里去。”沈宁不理会他的道歉，都说酒后吐真言，说明赵从打心底里嫌弃他，那为什么还要娶她？难道这些日子他对她的好都是装的吗？宁儿，从而他也知道错了，你就不要生气了。赵婆子也拉起他的手劝道：“咱们赵家娶了你那是祖上冒青烟，我这个做婆母的也会把你当亲女儿对待的。你放心，这混小子我已经教训过了，他以后绝不会再惹你生气了。”可沈宁心里还是膈应，他爱赵从，却也怕赵从是怀有目的才娶她。赵婆子见状，走到桌前，端起事先准备好给他二人增进感情的酒倒了2杯，递到两人面前，笑着道：“好了好了，小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喝了这杯酒就当什么事没有。你们俩好好过日子，争取早日给赵家生个大胖金孙。”有了赵婆子的劝和，两人也不僵持了，接过酒杯把酒给饮了。这才对嘛，你们俩好好休息，娘就先走了。出了两人的屋子，躲在门外偷听的赵莹连忙走上前来，问赵婆子：“娘，大哥大嫂怎么吵架了？”赵婆子哼笑了一句：“管他们为什么吵架，喝了那杯酒，小两口就是想吵也吵不起来了。”赵莹却是有些不理解地道：“娘，大哥明显就不喜欢沈宁，您为什么还非要巴巴送那壶酒去给他俩增进什么感情？你懂什么？如今咱们家虽说住进了这样的大宅子，但毕竟不是咱们的，只有等沈宁怀上了赵家的孩子，到那时候才能凭着孩子将这宅子牢牢攥在手里。”听了他的话，赵莹才恍然大悟，顿时明白了自家娘的用心，笑道：“还是娘想的周到。”赵婆子笑了笑，看着自家如花似玉的闺女：“你放心，等房子到手，娘还要再为你谋一份嫁妆，到时候给你挑个好人家，风光大嫁。”赵莹脸上微红，女儿都听娘的。皇上已经有大半个月没露面了，众臣们都猜测纷纷。今日下朝之后，皇后娘娘派人将苏胜请到了凤仪宫，微臣参见娘娘。苏胜进殿后，恭敬朝凤座上的秦皇后行礼。秦皇后摆手，苏丞相免礼，赐座。娘娘召微臣来此，可是为了皇上的事？苏胜当先开口：“却是。”秦皇后叹了口气：“皇上已经病了大半个月，如今六皇子野心勃勃，朝中拥立他的大臣也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只怕轩儿的太子之位不保。”说到慕容琦，秦皇后一双手攥得死死的，这个小畜生平日里装的温顺恭谦，没想到竟是头恶狼，真是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朝中大半都是他的人。再这么下去，只怕皇上还没立遗诏，大臣们就先把他给推到了皇位。苏胜当即明白秦皇后召他前来的用意，苏家既已站到了太子这边，如今这样的情况，苏家定然是要拿出忠心来的。拱了拱手，他对秦皇后道：“还请娘娘放心，苏家定当誓死拥护太子殿下。”有了这句话，秦皇后才稍稍心定，只要苏家是站在轩儿这边，六皇子就无法只手执天。随即苏胜又问他：“对了，皇后娘娘，您可有什么法子能见到皇上一面？”秦皇后摇了摇头，这正是问题所在，永寿殿不允许任何人探视，就连本宫也无法进去。那此前皇上可曾有过身子不适的症状？想了想，秦皇后还是摇头，并没有。皇上身子一向健朗，只是御赐那日审问完刺客回寝宫时，脸色有些难看，紧接着第二日便对外称病了。第128章识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雅间内，慕容琦发了好大一通火，沈旭跪在地上，被他的震怒吓得身子微涩。六皇子息怒，息怒！慕容琦眉间跳动着不可抑制的怒火，切齿道：“原定的埋伏计划，结果萧明渊这个老狐狸竟然绕开深渊峡谷，从高山翻越，还一举端了埋伏的杀手，这让我如何息怒？”早朝时传来捷报说，萧明渊已经抵达西北，并且在关城驻扎军营。如此一来，便彻底打乱了慕容琦原定的计划。萧明渊不死，他就无法培养自己的心腹大将。慕容琦越想越不对劲，他的计划十分周密，萧明渊不可能会有所察觉，只有一种可能，有人泄露了他的计划。他微微眯起眸子，
看向沈旭的目光中附上了一层寒意。是你？沈旭连忙摇头。六皇子明鉴，微臣从未向外透露过一个字。难不成萧明渊还有未卜先知的神能，事先知道深渊峡谷有埋伏而绕道吗？慕容琦捏起拳头，狠狠捶在茶桌上，桌上的茶盏被震落在地，发出清脆的摔裂声。沈旭将头垂得更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六皇子的计划天衣无缝，埋伏在深渊峡谷两侧的上千名杀手也都是经过秘密培训的，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识破？恍惚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眉心跳了一跳。他记得萧明渊领兵出城那日，苏玉婉曾亲自出城去给他送平安符。现在想想，这其中似乎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萧夫人是将门嫡女，擅长骑马，为何不是萧夫人亲自前去，而是苏玉婉替她去送平安符？况且苏玉婉那时候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不过是一枚平安符而已，又何须她亲自跑一趟？还是说她那日其实是借着送平安符传递消息？可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计划的？沈大人，你可是想到了什么？慕容奇森冷压迫的嗓音自头顶传来。沈旭不禁打了个哆嗦，回六皇子，微臣只是觉得，会不会是您安排在军队中的人被萧明渊策反了，才会出卖了您的计划？绝不可能，他们的妻儿可都在本皇子手上，一旦敢背叛本皇子，妻儿就只有死路一条。慕容奇冷哼了一声，眼底透着阴狠。六皇子英明。慕容奇的狠厉手段远远超出了沈旭的想象，他不禁暗暗捏了把汗。倘若这是真是苏玉婉传递的消息，只怕他会连苏玉婉也不会放过。慕容奇坐回木椅上，看着地上被摔碎的茶盏，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如今萧明渊已在西北扎营，待战事结束就会回京。慕容奇折损了上千名杀手，短时间内无法再对萧明渊下手，看来只能赶在萧明渊班师回京前启动另一个计划了。虚时萧林业才回到侯府，才进书房，黑鹰便从暗中走了出来。主子，这是侯爷寄回来的信。萧林业接过，打开后上头是一片空白，他用毛笔蘸了水在信纸上涂抹，才渐渐显现出字迹来。父亲在信中提到，这次军队之所以能躲避深渊峡谷的埋伏，多亏了婉儿的提醒，还有这次埋伏在峡谷处的上千余名杀手，大概率都是六皇子的人。他让萧林业在宫中务必要提防六皇子。看完信后，萧林业周身散发出一股摄人的寒意，握着信的手紧紧捏成拳。慕容奇果真想对萧家下手。沉吟片刻后，他将信放在蜡烛上点燃，丢进了一旁的火盆里。这时黑鹰又道：“您让属下调查的事有些许眉目了。”说。黑鹰拱手道：“沈大人最近与六皇子联系颇多，常在明香茶楼会面。还有此前沈大人还是休传时，皇家狩猎场的猎官朱燕曾上门找过他，似乎是求沈大人帮忙把他的一远房亲戚弄进宫当差。”闻言，萧林业被在身后的手抹撒了一下，可查到朱燕那个远房亲戚的信息，还有进宫是当什么差？查不到。黑鹰如实道：“属下调查到，朱燕此人从小就是个孤儿，偶然的机会谋到了狩猎场猎官的职位，并无妻室和子嗣，也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不过属下查到，2个多月前宫中新进了一批太监，其中有一个名叫朱三的档案中记录着他与朱燕为亲戚关系。”听到这里，萧林业面色一变，脑海里便浮现出那日刺杀皇上的那名太监来。据当时务公公所说，那名太监是新来的，名字便叫朱三，因做事麻利才被调到御书房外伺候。如此说来，那朱三算是沈旭引荐入宫的，刺杀之事沈旭也逃不了干系。只是太子和皇后娘娘派去调查的人似乎都没有查到什么，也或许不是没有查到，而是有另一股势力不让其查出真相。顿了顿，萧林业又问黑鹰：“之前让你想办法弄到太医给皇上开的方子，可弄到了？如今的太医院也和永寿殿一般有众多侍卫把守着，属下弄不到药方。不过黑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不过属下弄到了一些太医院每日为皇上熬制汤药所剩的药渣。”萧林业接过打开后，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传来，他又包好交给黑鹰：“你暗中找个可靠的大夫验一验。”是。出了书房后，萧林业先是去了一趟萧夫人的避灰堂，与他说了父亲已经平安到达西北的事，让萧夫人放下心来，这才去了隐月轩。苏玉婉用过晚膳后就在做刺绣，春眠后在一旁时不时往火盆里添柴，见萧林业进来，春眠便放下火钳退了出去，顺便将门给带上了。这几日夜里都在飘雪，萧林业从避灰堂走过来，头发和肩头上落了一层薄雪。苏玉婉见状，放下了手中的活，起身掏出帕子为他拂去身上雪粒。萧林业顺势拥住了他，只有在他面前，他才能彻底放松下来。夫君，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可用过饭了？苏玉婉一伸手环住了他的后背，柔声问道。已经吃过了。他直起头，在他额间亲吻了一下，含笑看着他：“婉儿，父亲来信了。”想起那日梦里的场景，苏玉婉略显担心地问：“父亲说了什么？西北之行可还顺利吗？”萧林业将他拉到软榻上坐下，说道：“父亲很好，还说多亏了婉儿的提醒，才避免了深渊大峡谷的埋伏。不过婉儿，
你是怎么知道峡谷之上有埋伏的？第129章病危。说起这个，苏玉婉也十分奇怪，他摸了摸手腕上的血玉手镯，看向萧灵叶。父亲去西北的前一日，我曾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支军队经过陡峭险峻的大峡谷时，遭遇了一场惨烈的围杀。我听说深渊大峡谷是通往西北关城的必经之路，以防万一，便在父亲出征当日赶去提醒了一下他。如今看来，那日的梦还真是个预警。苏玉婉顿时神情变得紧张了起来。可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埋伏杀手在峡谷处？萧灵叶眸光动了动，道：“是六皇子的人。”六皇子？苏玉婉只在今年的狩猎场上见过六皇子一面，印象不是很深，但对于他的身世倒是听过不少。听说六皇子慕容琦的生母原先只是皇后身边的一名宫婢，因为一次皇上醉酒，趁机爬上了龙床，才怀上了六皇子。皇上事后得知此事，十分震怒，将其打入了冷宫。也许明圣帝觉得被一个低贱的宫婢爬床是件极为耻辱的事。六皇子从出生后，他从未去看过。从小，六皇子便是宫中最不受宠的皇子，连宫女太监都可以随意欺辱他，这才导致了他冷傲孤僻的性格。苏玉婉恍然，皇上病了这么久，外界传言不断，百姓们都在猜测皇上是否得了重病。倘若皇上真的病危，太子殿下便能顺应民心，名正言顺登基。六皇子此举是想与太子争夺这天下之主的位置。萧灵叶含笑，婉儿猜得不错，不过皇上似乎并不仅仅是病重这么简单。夫君的意思是？苏玉婉整日窝在家里养胎，竟不知宫中已经变了天。若是病重，没道理任何人都不让探视。我在想，皇上是否被挟持了？闻言，苏玉婉面露惊讶，夫君是说六皇子？萧灵叶微微抿唇，而后道：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但自从皇上移居寝宫，并不让人探视后，六皇子的行为举止确实很令人怀疑。尤其那日早朝，务公公传了皇上口谕之后，慕容琦向他问起皇上的情况时，务公公对慕容琦的态度似乎很不好。务公公一向以笑脸示人，即便从前慕容琦极为不受皇上重视，他也从未对慕容琦有过冷脸。便是那日务公公对慕容琦的态度，以及那个隐隐含着愤意的眼神，才让萧灵叶心生怀疑。倘若皇上真是被六皇子挟持了，那这六皇子蛰伏的也太深了。听到这些，苏玉婉伸手握住了萧灵叶的手。既然六皇子生了异心，夫君可一定得要当心。萧灵叶起初是太子近身侍卫，随着夺嫡之战后，萧家也逐渐偏向太子这边，六皇子势必已经将萧家视作了眼中钉。这次峡谷埋伏便已经说明了一切。婉儿放心，他将她搂在怀里，伸手抚上了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这场战役不会持续太久的。除夕前一天，西北传来好消息，萧大将军击退了外敌，不日便要启程回京。可却在同日，永寿殿传出了皇上病危的消息。得知此消息，宫中各嫔妃、皇子以及皇后纷纷跪到了永寿殿外，嫔妃们小声低泣着，都在为自己担忧着未来。秦皇后想进去看看皇上，却被守在殿外的侍卫拦了下来。秦皇后气得不轻：你们这些狗奴才，可睁开狗眼看清楚了，本宫乃是东宫皇后，皇上如今病危，本宫难道还不能进去看一眼吗？为首的侍卫依旧态度不变，请皇后娘娘恕罪，皇上吩咐过任何人不得进入，若是有事会让务公公代为通传的。你守门的侍卫个个精壮无比，秦皇后即便想硬闯也闯不了，只好道：好，那你让务公公出来，本宫有话问他。还不等侍卫进去通传，务公公便打开殿门走了出来，侍卫们立刻关紧了殿门，任谁也窥探不到半点殿内的情况。见到务公公，秦皇后脸上的怒意才消减不少，连忙问他：务公公，皇上怎么会突然病危了？务公公只是叹了一口气，随后道：回皇后娘娘，这老奴也不太清楚，皇上如今尚在昏迷中，太医还在里头把脉，未免惊扰了皇上，皇后娘娘还是请回吧。听到皇上还在昏迷，嫔妃们哭得更大声了。秦皇后扭头狠狠瞪了他们一眼，怒斥道：哭什么，都回各自宫去。嫔妃们只好站起来行礼后，哭天抹泪的回宫了。剩下太子和六皇子还跪在地上。秦皇后眯起眼眸，看了眼同样面含忧色的六皇子慕容琦，转而问务公公：皇上既然让六皇子协助太子殿下一同代掌政事，想必是十分信任六皇子的，六皇子是否能进呢？闻言，慕容琦抬眸看向了务公公，秦皇后和太子也齐齐注视着他。务公公朝慕容琦看了一眼，很快移开视线，对秦皇后道：回皇后娘娘，皇上吩咐了，谁也不见，六皇子亦不例外。务公公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想必不会说谎。秦皇后眼见试探不出什么，这才歇了心思，但对六皇子还是抱有怀疑。慕容轩十分担心明圣帝的状况，可看这情况，今日还是见不到父皇。他从怀中掏出在普安寺抄了749天佛经才求来的由高僧开过光的平安符，对务公公道：还请公公代为转达，儿臣无法侍奉父皇左右，便为父皇求了这道平安符，希望父皇早日好起来。一旁的侍卫接过平安符，仔细检查了一番，才递交到务公公手里。
务公公对慕容轩道：“太子有心，老奴定会转告给皇上的。”那就多谢公公了。慕容轩道完谢，便转身离开了。这时，慕容琦也起身告退。转身时，他向为首的侍卫交换了一个眼神。待所有人都走完后，务公公才转身准备进殿，却被侍卫拦住，夺走了他手中的平安符，并掏出火折子点燃，扔在了地上。见状，务公公冷哼了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殿门。龙榻前，林太医正战战兢兢地为皇上把着脉，他的脖子上正架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持剑之人见他把了许久，不耐烦地问他：“林太医，您可把清楚了？”林太医心头一颤，看了眼昏睡中面色苍白、唇色发紫的明圣帝，哆哆嗦嗦收回了手，回道：“把清楚了。皇上乃是操劳过度，积患成疾，这才导致病重。”持剑之人冷冷一笑：“那就抄录药方和脉案吧。”是。第130章惊动。六皇子离开后不久，萧林烨身披金甲，带着一队侍卫来到了永寿殿外。守殿的侍卫们见状，纷纷做出了防御姿势。为首的侍卫冷眼看着萧林烨：“萧大人，请止步，此处乃皇上寝宫，除了御前侍卫金无畏不得靠近，还请速速离去。”萧林烨看了为首侍卫一眼，笑道：“金大人见谅，方才本将军在夜巡皇宫时，发现了一道可疑踪迹，朝这边来了，为保皇上安全，这才追了过来。”金侍卫却道：“这儿有我们守着，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萧大人还是快些离去吧，莫要为难小的。可本将军确实看到那人朝这边跑过来了，为了确保刺客没有溜进皇上寝宫，还请金大人不要阻拦，让我等进去搜查一番。”“不可！”金侍卫态度坚决，没有皇上口谕，谁也不能踏进寝宫一步，况且皇上病危，更是受不得惊扰。萧大人请回吧。萧林烨眸光微动，朝紧闭的殿门看了一眼，语气略带质问地道：“金大人这般阻拦，莫不是有意在包庇那刺客？”金侍卫面无波澜的回道：“小的并无此意，只是小的们坚守在此处，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踪影，许是萧大人看错了。怎么，金大人是在质疑本将军的眼神吗？”萧林烨做出一副不悦的神情。金侍卫连忙拱手：“小的不敢。既然不敢，那就让开，还请萧大人莫要为难小的。”金侍卫仍然堵在他面前，不肯让步。萧林烨盯着他，语气带有几分挑衅：“若本将军今日非要进去搜查呢，那就请恕小的不客气了。”话落，他朝着上空吹了一声口哨，随即数百名侍卫从高处跳下，抽出锋利的长刀，将萧林烨的军队团团围了起来。萧林烨眉头微微皱起，难怪黑鹰无法探到永寿宫的情况，这里竟然暗藏着这么多侍卫。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右手搭在了挂在左侧腰上的剑柄之上。“给我上！”金侍卫一声令下，上百名侍卫挥着长刀朝萧林烨一拥而上。萧林烨与身后的侍卫们迅速拔出长刀，与之打斗在了一起。打斗声惊动了殿内的务公公，他趁着殿内黑衣侍卫趴在窗边查看外头情况的间隙，悄声走到了殿门处，打开了一条缝儿，查看外头的情况。关上！黑衣侍卫却不知不觉走到了务公公身后，并用剑抵着他的后背，低声道：“务公公吓了一哆嗦，正准备关门，只见眼前窜过来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很快门被关上，身后抵着他的剑也被闪进来的黑衣人一脚踢落，并夺到了手里。两个同样蒙面的黑色身影在殿内缠斗在了一起。务公公吓得肝胆俱裂，却还是走到了龙榻前，以防御的姿势护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明圣帝。殿外，萧林烨看到黑鹰已经成功溜进了殿内，刚准备停手，这时太子和六皇子急匆匆往这边走了过来。“住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慕容轩厉声制止了永寿殿外的打斗，并看向萧林烨：“萧小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会和御前侍卫打了起来？”萧林烨连忙收剑入鞘，拱手对太子回道：“回太子，方才卑职巡查时看到有可疑踪影朝这边来，这才追了过来。本着尽忠职守的职责，想进永寿殿搜查，但金大人不让，故才发生了争执。”闻言，慕容轩又看向金侍卫，怒问：“萧大人既是秉公办事，金大人又为何要阻拦？若是让那刺客溜进了殿内，你们可担得责？”慕容琦不动声色地看了金侍卫一眼，只见金侍卫抱拳对慕容轩道：“回太子殿下，卑职们守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踪迹。”听到这话，慕容轩朝紧闭的殿门看了一眼，正想说什么，萧林烨便先开了口：“既然金大人都如此说了，想必是卑职真的看错了，惊扰了太子殿下和六皇子，卑职这就下去领罚。”慕容轩道：“哎，萧大人也是为了宫内安全着想，罚就免了，下去吧。”“是，多谢太子殿下。”萧林烨便带着侍卫队离开了。看着离开的萧林烨，慕容琦眸光微微收紧。萧林烨今夜此举，当真是为搜查可疑踪迹而来吗？之后，慕容轩走到了殿门口，金侍卫见状，连忙伸出手去阻拦：“太子殿下，皇上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句话，慕容轩都快听吐了。他很是不耐烦地瞥了金侍卫一眼，后退了一步，问他：“那父皇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才能进去？”金侍卫为难地道：“皇上并没有说。”
慕容轩冷哼了一声，而后扭头看向六皇子，颇为落寞地道：“六弟，既然金侍卫说谁都无法探视父皇，你也早些回去吧。”回过神，慕容奇扯起嘴角笑了一笑，拱手道：“是，皇兄。”离开皇宫后，慕容奇照出了隐在暗处的暗卫，冷声询问道：“今夜永寿殿外发生的一切，你可都看仔细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黑衣人拱手道：“回六皇子，属下一直在暗处盯着。今夜萧灵叶似乎是想借追查可疑踪迹，欲知由禁殿搜查，见御前侍卫阻拦，便想硬闯。”闻言，慕容奇被在身后的双手微微捏紧，看来萧灵叶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今日未能得逞，他势必还会找机会探查永寿殿的情况。想了想，他吩咐暗卫让吃力盯紧点，另外让他想办法让那老家伙尽快写下遗诏，此事不能再拖了。第131章遗诏。除夕夜的上京城，夜幕中绚丽烟花朵朵绽放，爆竹声日夜不绝。这是苏玉婉嫁进侯府后的第一个新年。虽说武安侯没能来得及赶回来吃团圆饭，但萧夫人还是吩咐厨房做了好多菜。比起以往偌大的侯府里只有3位主子吃年夜饭的场景，今年显然热闹了许多。今年侯府的年夜饭不仅多了苏玉婉这个少夫人，还多了未出世的小主子。下人们忙碌的同时又暗中欣喜，等少夫人生下小主子，这府上就更热闹了。萧家到了萧老太爷这一脉，子嗣单薄，只有萧明峰和萧明渊2个儿子。大房萧明峰和妻儿战死后，二房已经很多年没过一个热闹年了。吃完了年夜饭，萧灵叶安排了马车，准备带苏玉婉去街上逛逛，看看夜景。萧夫人则在厅中守岁，顺便让秦嬷嬷拿了绣绷子来，用刺绣打发时间。谁知二人才走到门口，宫中便来了人，急召萧灵叶进宫。萧灵叶脸上的兴致顿时被扫光，微微拧起眉来，问那传话的公公：“深夜急召，公公可知是为何事？”传旨公公摇了摇头：“这洒家就不知了，还得去下一处通传别的大人，洒家就先告退了。”萧灵叶回过头，略为遗憾地看着苏玉婉：“不好意思，婉儿，今夜答应陪你去看上京城的夜景，可能要食言了。”苏玉婉摇头一笑：“没关系，夫君，夜景可以改日再看。皇上深夜急召许是有重要的事，你快去吧。”婉儿总是这么善解人意。萧灵叶不舍地抱了一下她，温热的薄唇在她额头落了一吻：“你怀着孕辛苦，就不用跟娘一块守岁了，早些睡。”“天气寒冷，夫君也要小心身体。”苏玉婉也对他叮嘱了一句。萧灵叶含笑点头：“夫人的话，魏夫一定谨记。”说罢，便让春眠和紫渊将苏玉婉扶进府中。他转身上了马车，往皇宫方向去了。在宫门口下了马车后，遇到了朝中各位大臣。进宫路上，大臣们都猜测纷纷，莫非是宫中又出了什么事，才会这么急着在除夕夜召众臣入宫？萧灵叶在路上碰到了沈旭，沈旭一看到了他，二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对视片刻。如今的沈旭早已经褪去了当初那副涉世未深的青涩面孔，更多了一份沉稳内敛以及春风得意。从以前人人喊打的负心汉，到如今的朝中重臣，沈旭可以算得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可就不知这其中他究竟凭了多少自身实力。沈旭看着萧灵叶，眼底却是划过一抹嫉恨。如今他的官职不在萧灵叶之下，当初若不是他一时昏了头，萧灵叶根本没机会娶到玉婉。早晚有一天，他会让苏玉婉回到自己身边。金銮殿内，满朝文武窃窃私语，惶惑不安。江大人站在苏胜身后，悄悄往前挪了一步，小声问他：“苏相，你可知今夜太子召咱们入宫是为了什么？”苏胜摇摇头，随之叹了口气：“老夫也不知。”他虽不知今夜急召所为何事，但内心隐隐感到不安，总觉得有大事发生。沈旭静静站在人群中，暗暗观察着朝中众人的一举一动。众大臣都还不知道今夜被召进宫所为何事，猜测议论声不断。但唯有一人，萧灵叶似乎表现得十分淡定。他静静看着站立于百官之前的六皇子慕容奇。今夜的六皇子神采奕奕，脸上透着运筹帷幄的自信。想来今夜确实有大事要发生。正当百官们满心疑虑的时刻，门外响起太监的通报声：“太子殿下驾到。”大臣们纷纷拂袖跪下行礼：“微臣参见太子殿下。”众爱卿平身。太子神情凝重地走到百官之前，抬了抬手。六皇子起身后，满脸忧心地看向慕容轩：“太子殿下如此着急召我等进宫，可是父皇他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吗？”这话也是百官们想问的。先前就传出了皇上病危的消息，今夜又将大臣们匆匆召进宫，莫不是皇上他？大臣们没敢往深处想，只好将目光落在太子身上。太子道：“本宫也不知具体为何事，今夜务公公突然去了东宫，说父皇有事要宣布，让本宫将诸位召进宫里。”听到这话，百官们都在暗自猜测，许是皇上大限已到，要公布遗诏。毕竟朝代更迭这样的事，年迈的大臣们已经经历过不少，皇上深夜召大臣进宫，只可能是为了新帝即位的事。这时，务公公走进了殿中，给太子和六皇子行过礼后，站到了台阶之上，扫了一圈殿中众人后，高声说道：“
诸位大人想必也听说了皇上病危的事，今夜召大家前来，乃是为了遗诏的事。”此话一出，殿中众人顿时聚精会神了起来。太子慕容轩也十分紧张且激动地看向了务公公。虽然自己已经是储君，父皇病危，自己便能顺其自然即位，但到底心里还有些紧张。一旁的六皇子则是面容平静地站着，他用余光瞥了一眼太子那副激动兴奋的面孔，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随即又看向了人群中的沈旭，暗暗朝他递了个眼色。接收到六皇子的眼神，沈旭微微点了点头。一会儿，务公公会公布遗诏，宣立六皇子为新帝。他要做的就是煽动朝臣拥立六皇子，直至登位。紧接着，务公公当着众人宣读起了手中的遗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病中10日无法亲政，西北境外敌军虎视眈眈，幸得六子当机立断，派兵前往平定了叛乱。虽先斩后奏，但念在六子为护卫西北做出了贡献，朕深感欣慰，不追其责。多年来，朕忽略了六子太多，心中甚是愧责。既召诸皇子与大臣入宫，面谕新帝一事，并亲书谕旨，太子身效连公，天意所属，必能继承大统。待朕归去，由太子助继朕登基，钦此。待听完遗诏后，太子连忙跪下谢恩，六皇子则是愣在了原地。怎么回事？遗诏上明明写的是让他即位登基，怎么会变成太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第132章，皇上驾到。沈旭也深深皱起了眉，脸上满是诧异。昨天夜里，六皇子传了书信给他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只等除夕夜公布遗诏，他就可名正言顺登上皇位。怎么会变成这样？正当大臣们都跪地高呼新帝万岁之时，六皇子冲上台阶，抢过务公公手里的遗诏，嘴里喃喃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一面说，一面瞪着务公公，眼神里的狠厉与威胁显露无遗，让众大臣都倒吸了口气。有大臣站出来道：“六皇子这是做什么？难不成是对皇上的遗诏有所怀疑和不满吗？这六皇子怎么回事？难不成还妄想皇上会立他为新帝不成？”大臣们都对六皇子的反应感到不解和疑惑。慕容琦却不管大臣如何看他，只是拿着遗诏仔仔细细观看。终于，他发现手上的遗诏与昨日吃力给他看的不太一样。难不成这道遗诏是那老东西后来写的？不可能，老东西已经中了断魂散，神志不清，无法动弹，又怎么可能写下另一份遗诏？想到这里，六皇子眼神凶狠地看向务公公，周身散发出的杀意，连台下百官都感觉到了。永寿殿中有吃力守着，绝不可能出纰漏。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务公公在这上头做了手脚，定是他篡改了遗诏。若是此诏一经公布天下，他便无法逆转了。当着文武百官，六皇子不好直接质问，便用眼神逼迫务公公向百官解释，这道遗诏是假的，皇上要立的新帝是他，只能是他。然而这一次，务公公并没有因为六皇子的威胁而妥协，他直视着六皇子，一字一句道：“六皇子，遗诏却是皇上亲笔，不会有错。”不，这绝不可能。气愤之下，慕容琦直接脱口出这么一句。台下大臣见六皇子殿前如此失仪，都在私下议论六皇子是不是失心疯了。别说太子即位是天意所归，民心所向，即便没有太子，皇上也不可能立他一个宫婢所出的皇子为新帝。太子冷眼看着六皇子的一举一动，忍不住冷笑：“怎么了，六弟？父皇让本宫继位，你好像很是不高兴啊。”六皇子嘴角抽了一抽，压下眼底的杀意，对着太子道：“怎么会？六弟自然为皇兄高兴。”慕容轩挑了挑眉：“哦，是吗？那接下来还有让六弟更高兴的事。”闻言，六皇子一怔，随后只听外头太监又通报了一声：“皇上驾到！”皇上？怎么会？还没等六皇子反应过来，只见宫人们抬着轿辇走进了殿内。明圣帝面色虚白地坐在上头，微眯着双眸，虽脸上已经受到脱相，但帝王威严依旧。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殿中大臣终于见到皇上，连忙跪下行礼。平身。在宫人和务公公的搀扶下，明圣帝佝偻着身子挪坐到了龙椅之上。昔日高大健硕的明圣帝，仅1个月的时间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大臣们都忍不住唏嘘，同时也都在好奇明圣帝究竟是得了什么病。见到明圣帝的那一刻，六皇子就呆住了，连行礼都忘了。孽子，还不跪下！明圣帝看向他，虚弱的语气里依旧威慑力十足。慕容琦回神，在满是震惊与慌乱的神情中，连忙跪下：“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明圣帝看着趴在地上的慕容琦，冷哼了一声：“孽子，你可知错？”此话一出，慕容琦心里当即咯噔一下，但还是保持表面的镇静。父皇在说什么？儿臣听不懂。他低垂着头，心中万般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东西怎么醒了还出了永寿殿？吃力呢？守在殿外的侍卫呢？为什么没人拦着？听不懂是吗？来人！明圣帝一声令下，立即有人将黑衣蒙面的吃力押了上来，还有被关在延庆殿不得与外界联系的林太医也被带到了大殿之上。见到这二人，
六皇子脸上顿时慌了起来。吃力可是他培养了10多年的心腹，武功高强，身形如魅，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擒获？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是谁？究竟是谁坏了他的好事？慕容启眼眸赤红着，看向台下众臣，最后视线落在了萧灵叶身上。是他。沈旭也望向了萧灵叶，眼底是止不住的慌乱。看这样子，是萧灵叶已经著名圣的识破了六皇子的计划，这可怎么办？一旦六皇子被定罪，他也要跟着遭殃了。握着护板的双手攥紧，沈旭顿时汗流浃背，脑子在快速运转着，他必须要尽快想到办法与六皇子撇清关系。这时，明圣帝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雾公公见状，连忙上前去给他拍背顺气。太子则是端起桌上的热茶，递到了明圣的唇边。明圣帝稍显慈和地看了太子一眼，低头喝了一口茶，才缓过气来。放下茶盏后，太子转身面对众人，说道：“我来替父皇说吧，诸位大人，其实这些日子父皇并不是病了，而是身中剧毒。”什么？身中剧毒？怎么会这样？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对皇上下毒？太子殿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臣们满脸惊愕地看着形容憔悴的明圣帝。前不久，雾公公传口谕说让六皇子协助太子掌政时，大臣们便觉得有些不对劲。他亦是如此。但既是由皇上的贴身大太监亲传口谕，大臣们即便有所怀疑，也没法说什么。可今夜颁布遗诏的时候，六皇子对皇上册立太子为新帝的不满与怨恨，又再次引起了大臣们的怀疑。这会儿经太子这么一说，他们不由怀疑皇上中毒一事是否与六皇子有关。太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林太医。林太医，这些日子都是你在为父皇把脉，你说吧。林太医感受到六皇子那充满杀意的眼神正死死盯着他，让他不禁浑身一颤。但见如今的情形，六皇子已然大势已去，萧灵叶也帮他救出了妻儿，便又定了定心神，不再害怕。回太子和诸位大人，皇上这些日子确实不是简单的病了，而是中了西域剧毒断魂散。第133章指控。什么？中毒？怎么会这样？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对皇上下毒？听到林太医这话，群臣们顿时惊愕失色，难怪皇上这么久不露面，原来竟是中毒了。大臣们义愤填膺，连忙向太子追问下毒者。太子冷冷看了地上的六皇子一眼，对大臣们道：“下毒者便是六皇子。”此话一出，大臣们更是震惊无比，目光齐刷刷落在了跪于明圣帝面前的六皇子慕容奇身上。竟然是六皇子，他竟敢对自己的父皇下毒！慕容奇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面对太子的指控，他整个人都慌乱了。他的计划明明进行的天衣无缝，太子是怎么知道的？他又知道多少？1个月前，父皇遇刺，在审问刺客的时候中了毒。第2日，六皇子便趁机软禁了父皇，并以父皇之名拒绝任何人的探视，更是以林太医妻儿之命威胁他为父皇做假药方子，还派了杀手日夜监视在父皇床边。六皇子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逼父皇写下遗诏，立他为新帝。太子气势十足，将六皇子谋划的事全都揭露了出来。之后又看向萧灵叶，本宫之所以能识破六皇子的计划，还要多亏了萧小将军。若不是他察觉每日送进永寿宫的汤药有问题，顺藤摸瓜查到了父皇中毒的事，本宫也不知道六皇子竟藏有此等谋逆之心。被点名的萧灵叶拱手对着太子和明圣帝道：“守卫皇城，保护皇上，乃是臣的职责。”大臣们听完皆是唏嘘不已，没想到六皇子心思如此歹毒，不仅下毒毒害皇上将其软禁，还妄图逼皇上立他为新帝，简直罪大恶极。若太子此言属实，六皇子此举形同谋逆，皇上可一定不能姑息。说这话的是苏胜，以他为首的拥护太子的大臣们也都纷纷站出来谴责六皇子，并请求皇上对其严加处置。也有些大臣们站出来替六皇子说话：“皇上，这些日子六皇子为西北战事劳心劳力，并自掏腰包为西北难民搭设粥棚，送去物资。六皇子人品珍重，勤政爱民，我等都看在眼里，又怎么可能对皇上下毒？皇上明察啊！”“是啊，皇上，六皇子不可能对您下毒，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明圣帝看着殿中站出来为六皇子说话的大臣们，面上怒意更甚。从前他竟看不出六皇子的狼子野心，不仅暗中控制住了御前侍卫，还将朝中一半的重臣都拉入到了他的阵营里。好个孽子，放肆！这孽子连朕都敢暗害，尔等竟还敢为他说话！明圣帝龙颜大怒，右手握拳重重拍在龙椅上，一双浑浊的老眼因暴怒而突出，震得大臣们纷纷跪地。皇上息怒，来人！明圣帝怒视着台下为六皇子说话的大臣们，沙哑浑厚的嗓音略显中气不足，将这些为孽子说话的大臣都给朕打入天牢，好好的审。是。很快，驻守在门外的金吾卫便进来，将替六皇子求情的大臣们都压了下去。看到这一幕，沈旭长袍下的双腿隐隐发软，脊背上已是渗出了一层汗。他没注意到萧灵叶的视线正朝他看了过来，
见沈旭这副模样，嘴角不禁勾起一抹冷笑。皇上，萧林业适时站了出来。原先坚守在永寿殿外的上千名侍卫已被金无畏控制，只等皇上发落。明圣帝怒然地看着跪于面前的六皇子，想起他那个其貌不扬的生母，心底便涌起一阵恶寒。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他闭了闭眼，沉声说道：“六子心思歹毒，存谋逆之心，意图弑父，其心当诛，连同其母一起赐死。六子的党羽一律收押入天牢交由刑部问审，一经核实，参与谋逆之人皆判斩首。”此话一出，沈旭顿时脑中一片空白，还没等他回过神，就被2个金甲侍卫押着出了大殿。慕容琦则是面如死灰，他仰起头怔怔地看着明圣帝，忽而大笑起来，那笑声癫狂，听得人心里发毛。父皇啊父皇，都说虎毒不食子，儿臣虽有谋逆之心，可从没想过真的要伤害父皇。只要你肯写下遗诏让位于我，我便会给你解药，让你舒舒服服做太上皇。可您呢，不仅要杀我，还要杀我的母亲，他有何错？明圣帝怒目看着他，他错就错在生下了你这个孽子。慕容琦冷笑连连，他是不该生下我，因为他宫女的身份让我从小受尽欺凌苦楚，让我在黑暗中度过了1年又1年。可这一切难道不是父皇您造成的吗？若不是您，他能怀上我吗？若不是您将他打入冷宫，不闻不问数十载，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我身为皇子，身上同样流着父皇的血，可父皇为何总是不看我？为何总是讨厌我？我也是您的儿子啊！慕容琦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从小到大，他被欺负、被打骂都没有哭过，可这一刻，他打心底里觉得难受。他终其一生，没有得到母爱，也没有得到父爱，整个皇宫里无一人真心对他，兄弟姐妹排挤他，就连洒扫的宫女太监也看不起他。宫里的皇子公主，那个不是金尊玉贵，从小养尊处优，可他从生出来就被丢给乳母带。宫殿在最偏最远的西南角，乳母病死后，小小的他就得自己洗衣挑水劈柴，过年过节吃着连下人都不愿吃的馊饭剩菜。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15年。16岁带兵出征，打了胜仗，得到了父皇的一些赏赐，才勉强改善了一下伙食。从那之后，他每日努力练剑，学习剑术，只为正功勋，让自己变得和其他皇兄皇帝一样，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父皇的儿子。别的皇子很轻易就能得到父皇的宠爱，可他呢？他领兵出征，在战场上拼命厮杀，哪怕立下了赫赫战功，父皇也只是赏些金银。不管他怎么努力，始终得不到父皇一个夸赞的眼神。可出身不是他能选择的，如果可以，他也不想来到这个世上。第134章，不死也得流放3000里。从宫中出来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萧林业回想起大殿之上六皇子说的话，心情不由有些沉闷。记得那是10年前的一个冬天，也和今夜这般下着鹅毛大雪。他和父亲进宫面圣完出了金銮殿，在一棵大树后看到了衣衫单薄、瘦得皮包骨的六皇子。那时才10岁的六皇子，眼睛里还透着清澈和懵懂。小小的他为了见到皇上一面，便偷偷跑到金銮殿门口的树后躲着，即便冻得浑身发抖，也没有离开，因为他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皇上。原以为皇上知道六皇子在外头冻着，会让他进殿去，谁知皇上只是让人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宫殿。正是应了那句话，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从小的遭遇造就了六皇子如今的作为。回到侯府的时候已是深夜，怕将寒气带进隐月轩，他特地去净房泡了个热水澡后，才轻手轻脚进了屋子。守夜的春眠见萧林业回来，便退了出去。他坐到床边，褪去外袍，躺在了床上，伸手从背后轻轻抱住了苏玉婉。许是他吵醒了他，苏玉婉转过身子来，睡眼惺忪地喊了一声：“夫君，你回来了。”可是我吵醒你了。萧林业伸出一只手，让他枕靠在自己胳膊上，另一只手则抚上了他微隆的小腹。苏玉婉摇摇头，顺势靠近他怀里，轻声地问：“今晚进宫是因为什么事？”为了揭穿六皇子的阴谋。闻言，他微微睁开眸子，这么说，皇上中毒之事真是六皇子一手所为？萧林业点点头，皇上龙颜大怒，已经赐了六皇子死刑，其余参与谋逆之人也一律判处死刑。那沈旭呢？苏玉婉记得萧林业和他提起过沈旭这些时日与六皇子走得很近，六皇子谋逆之事被揭开，他定也无法独善其身。他如今暂时被收押在天牢，等刑部审问，一旦核实参与了谋逆，便是死刑。萧林业不动声色地说着，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只不过当初他凭借着对皇上的救命之恩，彻底让皇上对他改观，并凭着这张底牌迅速升官。不知这次皇上会不会又念在他的救命之恩上放过他一次？即便皇上念着救命之恩不赐死他，活罪也难逃吧？”苏玉婉道。萧林业点头，按照律法，参与皇子谋逆者，不死也得流放3000里。第二日，沈府门外来了一批官兵，硬闯进沈府，将府中值钱的东西都抄了个遍。你们是谁？怎么敢硬闯沈府？这儿可是当朝吏部侍郎的家。沈婆子见状，拼命地去护着儿子好不容易挣来的金银财宝，
却被官兵一脚踢开了好远。老太太，您还不知道吧？您儿子伙同六皇子谋逆，已经被押入天牢，咱们是奉旨来抄家的。什么谋逆？你们休要胡说八道，我儿不会是那样的人。官兵们可不愿意与他废话，直截了当地道：老太太，皇上都已经下旨了，凡是参与六皇子谋逆的党羽，通通判处斩首。您有时间在这儿护着钱财，还不如赶紧收拾收拾，去见见您儿子最后一面吧。沈婆子乍一听到沈旭被收押监牢，即将斩首的消息，差点就晕了过去。儿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终于扬眉吐气，怎么好端端的被抓进了监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眼睁睁看着官兵把家里抄了个底朝天后，沈婆子心急如焚，随后跑去了雨兰院。雨柔，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旭根啊！沈婆子哭得泣不成声，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梁雨柔的院子也被官兵搜了个遍，这会儿正呆坐在桌前，被沈旭参与谋逆这个消息震得半晌回不过神来。雨柔，雨柔，你发什么呆啊？你快想想办法，旭根怎么办啊？他怎么可能会谋逆？皇上是不是弄错了？沈婆子急得直拍大腿，脑子里一团浆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行了，您冷静些，若他没有参与谋逆，刑部自然会放了他。可若是他真是参与了谋逆，您就是喊破天也没用了。谋逆可是死罪，说不定咱们都得跟着死。梁雨柔被沈婆子吵得心烦气躁，冷声说道。沈婆子听完他的话，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来。不可能，旭根不可能谋逆的，他一向是个遵纪懂礼的好孩子，为官更是清正廉明，又怎么可能会谋逆？梁雨柔却是冷笑了一声，是否清正廉明，只有他自己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是旭根的妻子，出了这样的事，不替他想办法就算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风凉话？不然还能怎么说？他若是没有秘密同六皇子见面，若是没有参与谋逆，朝廷会无缘无故冤枉他吗？你，沈婆子被他气了个半死。沈家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会娶到你这个丧门星？定是你克得旭根进了监牢。梁雨柔气笑了，他自己野心勃勃，妄图攀上六皇子，登上更高位，结果反倒害了自己。这关我什么事？难道是我叫他去谋反的吗？沈婆子脸都气变形了，浑身抖动着，伸出手指指着梁雨柔怒骂：你个毒妇，旭根都身陷囹圄了，你非但没有半点关心，反而还如此数落他，我呸！你个丧门星克死了，你爹又克得我进了监牢，早知道沈家娶了你会倒大霉，当初就不该让旭根娶你。哼，早知你儿子是如此狼子野心的畜生，我也不会嫁给他。想起之前在沈旭书房无意间看到的苏玉婉的画像，梁雨柔就一肚子的恨，她恨自己又再一次受了他的哄骗。沈旭根本没有忘记苏玉婉，父亲染上瘟疫那时，他之所以求他不要和离，只是为了父亲手里的举荐信。亏他还天真的以为沈旭真的是诚心悔过，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便又开始了对他的冷待，整日抱着那幅破画如同魔怔了一般。别以为他不知道，沈旭之所以会与六皇子勾结在一起，无非是想要借助六皇子爬得更高，获得更多权势，好将苏玉婉再抢回来。第135章送行。除夕那夜，明圣帝虽然服下了萧灵叶让黑鹰秘密带进去的解药，强撑着上殿揭穿六皇子的阴谋，但他毕竟中毒太深，即便解了毒，身体也受了很重的损伤。大景朝景元34年初6，明圣帝于永寿殿病逝，太子慕容轩顺应天意继位，成为新帝。六皇子的罪行揭露后，便连同谋反的党羽一同被关入了监牢。对谋反之事，慕容琦供认不讳。行刑前，慕容轩特地带了酒菜来为他送行。阴暗潮湿的牢房内，慕容琦闭着眼盘腿而坐，脸上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狱卒将牢房门打开，慕容轩进来后，将食盒放在桌上，看着一夜之间两鬓生出几丝白发的慕容琦，他半晌没说话。皇兄来了，为何不说话？倒是慕容琦先开了口。他缓缓睁开眼，看着面前意气风发、穿着一身明黄龙袍的慕容轩，嘴角微微扯出一丝笑来。我倒是忘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可是大景朝的新帝。慕容轩静静看着他，默默将食盒打开，端出了几盘菜，都是他记忆中六弟喜欢吃的。六弟，朕带了你喜欢的红烧狮子头和酒，吃点吧。听到六弟二字，慕容琦眼睫微颤了一下，他抬头看了慕容轩一眼，起身走到了桌边坐下。慕容轩也顺势在他对面坐下，拿出酒盅倒了2杯酒，一杯递给了他。看着桌上那冒着腾腾热气的红烧狮子头，慕容琦垂着头嗤笑了一声。皇上可知，身为皇子，我却到了11岁才尝到这红烧狮子头的滋味。慕容轩看着他，仿佛看到了10年前那个瘦瘦小小的被父皇厌弃丢在偏远宫殿的六弟。那是一个寒冬，他刚和父皇切磋完棋艺回宫的路上，遇到了因跑到御膳房偷东西被太监们殴打的慕容琦。那时候他才知道，眼前这个瘦的没有一点肉，眼神怯怯的小男孩也是父皇的儿子，他的六弟。出面驱走了工人后，他扶起衣衫破烂的慕容琦，并问他：你也是皇子吗？他们为什么打你？慕容琦胆怯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只是趴在雪地上，把被工人打翻在地的一碟子红烧狮子头混着雪粒捡起来，放在碟子中，对他说了声谢谢，就匆匆忙忙跑了。那时的慕容轩知道他不受父皇喜爱，可却不知道不被父皇喜爱的皇子竟会过得这么惨。那之后，他偶尔会去慕容岐的宫殿给他送吃的，也会托人给他送去新的衣裳。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些东西全都被工人们私下扣下了。在工人眼里，六皇子这样低贱的身份是不配用好东西的。慕容岐笑了笑，拿起筷子夹起一个红烧狮子头，凑到唇边咬了一口。6岁的时候，他去冷宫探望了一次，母亲告诉他，红烧狮子头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他记下了。那年除夕，皇城一片热闹，父皇和众嫔妃、皇子公主们都在宴厅吃团圆饭。想起母亲孤零零一人在冷宫，他便偷溜进厨房，偷了一碟子香喷喷的红烧狮子头，想带去给娘亲尝尝。可惜半道被工人发现，将食物抢了去。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求工人把食物给他，让他做什么都可以。工人说让他学狗从他们胯下爬过去，就把食物给他。他忍着所有人的谩骂与嘲笑，趴在地上强忍耻辱钻了过去。可工人并没有将食物给他，而是丢在地上让他趴在地上吃。他怒了，怒的是他们将东西扔在雪地里，弄脏弄凉了，母亲没法吃。小小的他攥起小拳头，拼命似的朝他们挥了过去。可他太瘦太小了，丝毫没有伤到他们，反倒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他将地上没有踩坏的捡起来，放进盘子里，端去了冷宫。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陪着母亲一块过年。虽说那碟子红烧狮子头已经冷了碎了，可能和母亲在一起过年，他的心是热的。那之后，父皇得知他跑去冷宫的事，狠狠罚了母亲30大板，他也被禁足在自己宫殿，无法再见到母亲。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变强，努力正功勋，让父皇看得到自己。可他发现，仅仅是正功勋并不足以让父皇欣赏他、认可他。他便开始谋划，只有登上至尊之位，才能证明自己；只有登上至尊之位，才能把母亲从冷宫接出来。可惜啊，他没有做到，就差一点了，就差一点，母亲就能离开那幽暗凄凉的冷宫了。他咀嚼着口中的肉，如诗的眼眶内悄然滑落一滴眼泪。慕容轩一直安静地注视着他，或许是出于手足之情，也或许是出于内心的悲悯。他说：“若是你想，朕可以赦免你娘。”慕容岐放下筷子，却是摇了摇头：“不用了，这样的结局也好，总归这皇宫里容不下我和母亲，不如就一块走，下辈子到一个能容得下我们的地方去。”说完，他端起酒杯，一口饮了下去，脸上是慕容轩从未见过的淡然处之。出了牢房，慕容轩脸上说不出的沉闷。明明他胜了，至尊之位他坐上了，可为什么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喜悦？皇上，萧大将军和小将军都已经在殿中候着了。这时，雾公公上前来道：“走吧。”脸下神色，慕容轩转身离开。萧明渊与儿子萧林业恭敬站立在金銮殿内。慕容轩进来后，父子二人齐齐跪下行礼。臣萧明渊反斜杠萧林业参见皇上。萧大将军、小将军免礼。慕容轩坐于龙椅上，看向萧家父子的神色透着和悦，说起来，这次能揭开六皇子谋逆的阴谋，并一举拔除参与谋逆的党羽，萧小将军可谓立了大功。另外，萧大将军平定西北叛乱，其功劳也不小，朕得好好封赏你们父子一番。闻言，萧明渊拱手说道：“皇上，这些都是臣父子二人身为武将该尽的职责，不敢邀功讨赏。”萧林业也道：“父亲说的是，皇上若要赏，便赏赐3军，抚慰军心，才能顾其国本。”见父子二人清正不贪封赏，慕容轩彻底放心，也颇感欣慰，但还是道：“朕会犒赏3军，但萧家为大景朝贡献颇多，也得重赏。”第136章流放。翌日，封赏的圣旨便下到了萧家。萧明渊平定西北叛乱有功，赏赐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萧林业揭露六皇子谋逆计划有功，加授骠骑将军一职，掌3万兵权，另赐白银1万两。这是萧林业没想到的，历朝皇帝都忌惮一门二将，未免新帝忌惮。他与父亲一致口径，不邀功讨赏，却没想到新帝会直接封他为2品骠骑将军，还授了兵权。苏玉婉也没想到新帝会封萧林业为大将，如此一来，便意味着他以后要经常出去打仗。萧明渊接了圣旨后，亲自送传旨公公出门，萧夫人则是一脸笑意，命下人将东西抬进库房，并让秦嬷嬷吩咐厨房准备一桌酒席，为侯爷和小侯爷庆祝。回了隐月轩后，萧林业有些歉意地看着苏玉婉，欲言又止。婉儿，他先前想好了，等孩子出生，便向皇上讨个闲散的官职，远离战场，一家子过安稳日子。可现在皇上升了他的官，想远离战场便不太可能了。苏玉婉却笑着拉起了他的手：“夫君一身的本领，若不能在战场上大展拳脚，建立功勋，实在屈才。婉儿支持你。”虽然私心里他希望在孩子出生后，一家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但他知道萧林业身为武将，定有自己的抱负，只是因为先帝生性多疑，未免萧家功高盖主，
他隐蔽了自身锋芒。如今既得新帝信任，他也该支持他施展抱负。萧林烨没想到他的婉儿能如此理解他，内心深为感动。他将他拥在怀里，如拥住了这世间的最美好。沈旭被关了10多天，终于被金兆尹提审。公堂上，他承认了参与六皇子谋逆事件，并在金兆尹拿出当初他购买宅子的票据后，招供了当初收受了列官朱彦的贿赂。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初卖给他宅子的人竟是萧林烨，也没想到朱彦求他帮忙将远房亲戚安排进宫内当差，那人竟会是行刺先帝的刺客，还是六皇子的人。至此，他才后知后觉，原来从一开始，他便掉进了六皇子所设的陷阱里。不管六皇子谋逆成功与否，他都担上了一个帮凶的罪名。至于六皇子承诺他的那些，现在想来，也只不过是六皇子为了拉他入阵营而抛出的诱饵而已。他的贪欲与执念，导致他一步步走进了泥潭，越陷越深。数罪并罚，本该诛九族，但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沈氏一族被判了流放崖州，除了嫁出去的沈宁、沈婆子和梁雨柔，以及沈府所有的下人，通通都要被流放。官兵上门抓人前，梁雨柔留下一封书信，便悬梁自尽了。得知这个消息的沈旭才如梦初醒，深感亏欠。他打开梁雨柔留给他的信，信上的内容更是让他崩溃至极。梁雨柔在信上说：“沈旭，你可知我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即便对当初我仍对父亲的死有所怀疑，但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我选择了原谅。当初大夫都说我无法再生育，可偏偏我又怀了。我认为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他值得让我放下一切与你开始。可是我没想到你又一次骗了我，我无法原谅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妄语权力，害得我的孩子在肚中就要跟着去流放。他不该承受这些，所以我带着孩子去了。我要让你知道，是你又一次害死了孩子，为了你心中那可笑的执念，害死了你唯一的孩子。”捏着信的手颤抖到无法控制，沈旭双眸猩红，难以承受地喷出了一口鲜血，而后彻底地歇斯底里地放声哭了出来。是他害死了他，也害死了孩子。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一生究竟有多荒唐，一步错步步错，他注定要为自己犯下的错付出代价。之后，沈府上下所有人都被套上手镣脚铐，踏上了流放的路。得知此事的沈宁不顾已经2月的身孕，坐着马车赶到了皇城外。他朝差役塞了不少银子，才换得与沈婆子和沈旭说话的机会。宁姐儿，你怎么来了？你还怀着身孕，可要仔细身子。见到沈宁，沈婆子才哭肿的双眼又忍不住含满了泪水，沙哑着嗓音道。沈宁赶忙拿过水袋给她喝了些水，抹了把泪说道：“娘，女儿不孝，无法救您和大哥，只好赶来送你们。”沈婆子看着她微隆的肚子，嘴角就忍不住颤抖起来。梁雨柔这个毒妇，自己要死便死了，竟还带着她的孙子一块儿去了。沈家如今被流放，旭哥再也没可能娶妻生子，他这不是存心要断沈家的后吗？沈婆子无声的悲鸣，沈家上辈子究竟是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要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老天爷，你怎么能如此狠心看沈家遭难？想想他们一家人来京城不过1年的时间，怎么就落得了个抄家流放的下场？早知道会变成这样，当初就该在云溪村好好过日子，哪怕旭哥没考取功名，至少一家人安安稳稳。沈婆子越哭越伤心，几近晕厥。沈宁亦是哭红了眼，事到如今，他也没法去怪大哥参与谋逆，害得沈家遭此劫难，只好拿出事先为他们准备好的干粮和银票。好在他如今住的宅院并没有被查抄，当初大哥给他压箱底的钱被赵从拿走不少，仅剩了几10两，他全都带来了，只希望能帮着娘和大哥度过一些难关。安抚好沈婆子，沈宁又走到沈旭跟前，看着他一脸沧桑的模样，忍不住叹了口气：“大哥，一路上你照顾好娘，虽说流放之地艰苦，但好在保住了一条命。”沈旭毫无反应，好似失了魂魄般，眼神涣散地看着前方没说话。沈宁见他如此，忍不住又抹了抹眼角的泪。大哥和娘何曾如此狼狈过，都是苏玉婉那个贱人，若不是因为他，沈家又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第137章暗藏麝香。苏玉婉是从春眠嘴里得知沈旭一家流放的事，这个结果他并不意外，比起死刑一了百了，流放的折磨更能让沈家人感受到痛苦。唯一让他感到讶异的是梁雨柔，她竟然如此决绝地带着孩子去了，若不是遇到沈旭，以梁雨柔的家世，应该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苏玉婉正在窗檐下给萧林烨特地为他寻来的海棠盆栽修剪枝叶，已有5个月身孕的她行动稍有不便，萧林烨特地吩咐过，让春眠寸步不离地伺候着。他整日待在府上过于闲闷，萧林烨便时常购置一些新鲜玩意来给他解闷。这屋檐下的一排盆栽，便是他让人从各个地方寻来的。上回在平阳侯府发生的事，可让春眠自责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认为是自己太笨太大意了，才没有保护好小姐。如今苏玉婉走哪儿，他跟哪儿半分也不敢疏忽。见他已经修剪了半个多时辰的花枝，便问他累不累，要不要坐下休息休息。不累，这几日下雪，外头冷，
苏玉婉整日都在屋里躺着坐着，今日好不容易出了日头，她难得出来活动一下。少夫人。这时阿贵又抱着一个木匣子进了院门，跑过来笑嘻嘻地对苏玉婉道：“这些都是少将军让小的四处搜罗来的。”苏玉婉放下手里的剪刀，好奇地看向那匣子，笑着问阿贵：“少将军这次又让你买了什么好东西来？”阿贵笑了笑，将匣子放在一旁的椅子上，打开后从里头拿出了木质的拨浪鼓，雕刻成小兔子、小鸟形状的木雕等各种精致小巧的小玩意儿。哇，这些东西好可爱啊，定是少将军为咱们未出世的小主子准备的。春眠伸手拿起拨浪鼓拨弄了一下，好奇又欣喜。看着阿贵从匣子里拿出许多孩童玩具，苏玉婉也忍不住笑了。她伸手抚了抚肚子，恰巧肚中孩子踢了她一脚，小家伙劲儿还挺大，疼得她捂着肚子直皱眉。小姐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春眠见状，吓得赶紧放下手中的拨浪鼓，伸手来搀扶她。少夫人您没事吧？我这就去请大夫。阿贵说完，转身便准备跑去请大夫，被苏玉婉叫住了。阿贵，我没事。阿贵转过身，茫然地挠了挠头。可是少将军吩咐过，只要少夫人有任何不适，就要立刻请大夫。苏玉婉轻轻将手搭在腹部拍了拍，小家伙许是感受到了娘亲的抚摸，立马变得乖巧不闹腾了。他脸上也恢复了神色，笑着对阿贵道：“真的没事，只是小家伙踢了我一下。”闻言，阿贵和春眠才松了一口气。阿贵嘿嘿一笑，说：“小主子劲儿这么大，肯定是位小少爷。”春眠却说：“我倒觉得应该是位小小姐，别人怀孕前3个月都孕吐的厉害，咱们小姐却没有。小姐肚中肯定是位乖巧不磨人的小小姐。”阿贵不服气地扬起下巴道：“我觉得是小少爷。”“我觉得是小小姐。”春眠瞥了他一眼，反驳道：“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如同两个孩子拌嘴般，吵得不可开交。”苏玉婉无奈失笑，余光瞥到匣子里有一个香囊，她怔了一下，伸手将香囊拿了出来，放在手里端看。这香囊绣制的倒是挺精致，里头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香味很浓。她一向不喜欢味道这么浓烈的香囊，闻起来有些刺鼻，便将香囊又放回到了匣子里。正要转身回屋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将匣子里那香囊拿了出来。她将香囊凑近鼻尖，再次闻了闻，除了很刺鼻的香味之外，里头似乎还夹杂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阿贵。还在与春眠争论个不休的阿贵听到少夫人的呼唤，这才扭过头来笑问：“怎么了，少夫人？”苏玉婉将手中香囊展开，问他：“这个也是少将军让你买的吗？”阿贵看了看他手里的香囊，挠了挠头，奇怪，我明明没有买香囊啊。听到他说这话，苏玉婉立即警觉了起来，连忙叫春眠去请大夫来，又将手里的香囊放到了匣子里，离得远远的。不一会儿，春眠便带着方大夫来了。方大夫是萧林业特聘来府上专门为苏玉婉号脉的大夫，就住在西院的厢房里，以随时听候差遣。少夫人，可是身子有哪里不舒服？方大夫见春眠急急忙忙去请他，以为苏玉婉又身子不适了。苏玉婉摇摇头，让阿贵把那香囊拿给方大夫。方大夫，还请您看看这香囊中的成分。方大夫也不墨迹，连忙从药箱中掏出剪刀，将香囊破开，将里头的一个小药包放在鼻尖仔细闻了闻，随后恍然失色地道：“这里头有大量的麝香。”麝香！苏玉婉听后，整个身子都颤了一下，双手不安地抚在肚子上。阿贵与春眠对视了一眼，两人都十分不解地问：“麝香是什么东西？”方大夫解释道：“麝香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活血药材，孕妇万万碰不得，容易导致小产落胎。尤其是这香囊里的麝香成分十分猛烈，若是配在身上待上几日，只怕少夫人可万万不能碰这东西。”听完方大夫的解释，阿贵和春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春眠当即指着阿贵，怒问：“阿贵，你竟然买这种危险的东西来给小姐，你是何居心？”“不是我，不是我。”阿贵连忙摇头摆手：“少将军只是让我去搜罗一些奇趣玩意儿给少夫人解闷，我并没有买这香囊，我也不知道这匣子里怎么会多了这个香囊。”他又跪倒在苏玉婉面前，极力解释道：“少夫人，阿贵真的没有买这个东西，阿贵不可能害少夫人的。”苏玉婉缓了缓心神后，让他站了起来：“我相信你。”阿贵这才起来站到一旁，难怪他方才闻着这香囊的味道有些怪异，他一向只用自己绣的香囊，便对此物留了个心眼，没想到竟有人会用这种恶毒的手段来害他。第138章打算。为免惊动萧夫人，苏玉婉让方大夫不要声张，方大夫应下后便退了下去。随后苏玉婉叫上阿贵和春眠进了屋。阿贵还在绞尽脑汁地想这香囊是何时被放在匣子里的，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愧疚地低垂着头，暗骂自己该死，差点就害了少夫人和小主子。看着桌上那被拆开了的香囊，苏玉婉眸子微微半眯起，随即倏然收紧。他在京城并没有与人树敌，要说此刻会恨他害他之人，便只可能是沈宁。沈家上下被流放，唯有沈宁逃过一劫，沈宁势必是将这账算在了他头上，才会使出这样的手段。春眠站在一旁有些担心地说：“小姐，
要不将此事告诉少将军吧？既然有人敢用这么恶毒的手段想暗害小姐和小主子，就该告诉少将军，将那人揪出来，丢去官府用刑。苏玉婉摇了摇头，夫君他最近军务繁忙，每日都忙到很晚才回来，这事就先不告诉他吧。春眠皱了皱眉，终是没再说话。小姐如此说，想必是心中已经有了打算。苏玉婉确实有自己的打算，她看向春眠，说道：“你先将那个装有麝香的药包拿下去放好，日后我有用。”是，小姐。春眠掏出帕子，将那东西包好拿了出去。他又看向阿贵，问他：“阿贵，咱们府上可有会武功的丫鬟？”阿贵双眼一亮：“少夫人，春眠不就会武吗？”“不，我是说身手敏捷，平时又鲜少露面的。”身手敏捷又鲜少露面，阿贵喃喃着，突然想起来一人。他说：“有，浣衣坊有个小丫鬟，名叫绿梅，身手不错，人也机灵，平时都在后院洗衣裳，很少露面。”苏玉婉听着不错，便让阿贵去将人带来。不一会儿，阿贵便将人带来了。奴婢绿梅见过少夫人。一个约莫17、18岁的穿绿衫的姑娘对着苏玉婉恭恭敬敬行了一礼。苏玉婉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绿梅，人长得很清秀，面相老实，看着是个可靠的。她点点头，说道：“不错，眼下我有些事要让你去办，可能要离开侯府一段时间，你可愿意？”绿梅躬身道：“少夫人有事尽管吩咐，奴婢一定万死不辞。”倒也没那么夸张。苏玉婉招了招手，将她叫至身旁，吩咐了她一些事。赵宅先前沈旭因参与谋逆获罪被关押在监牢时，赵家提心吊胆的过了一阵，生怕被波及。好在沈家之事并未牵连到赵家，这宅子也并没有被查抄。只是沈家一朝倾倒，没了沈家这层关系，赵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从前的赵从整日里花天酒地，流连青楼，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念书上。如今没了沈宁娘家的补贴，又顶着个罪臣妹婿的身份，连青楼也不待见他只好跑去赌坊寻乐子。没想到手气不好，把身上的钱都输光了。赵婆子原先还想通过沈宁为自家女儿谋一份嫁妆，如今别说嫁妆了，连家里的开销都快供不上了。一大早，沈宁还睡在床上，赵婆子便推开门走了进来，卸下了慈眉善目的面孔，露出狠厉的神情瞪着她：“沈宁，你自己看看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来做早饭？”沈宁揉着惺忪的睡眼，恳求地道：“娘，我怀着身孕，实在是疲乏得很，不是有下人吗？让下人做吧。”沈婆子冷哼了一声：“如今没有下人了，家里的下人都被我遣散出府了，往后这家里的活就你来做。”“什么？”沈宁登时清醒了过来，正然地看着赵婆子：“娘，您为何将下人都遣散出府？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赵婆子看向他的眼神彼时充满了厌恶。和从儿成婚时，你说会让你大哥帮从儿某个好差事，结果呢？你娘家大哥谋逆获罪，沈府被查抄，答应帮从儿的事也没办到，如今家里的银子都快用空了，不遣散下人，哪来的银子发月钱？沈宁从床上坐起来，一脸的难以置信。先前赵从才把我压箱底的300两银子都拿走了，怎么就没钱了？他把钱用哪儿去了？沈婆子含糊其辞地道：“从儿拿走自有他的用处，你身为他的妻子，如今家中养不起下人，你就该主动包揽家里的活计，赶紧起来，做完早饭还得洗衣裳呢。”没了沈旭的庇佑，赵婆子对他的态度直接来了个大转变。沈宁双手紧紧攥着床褥，委屈至极。她如今怀着身孕，就是多站会儿都腰酸腿疼，哪还能洗衣做饭？见他依旧坐在床上不动，赵婆子怒了，直接上前来一把将他拽起来：“嘿，你个小蹄子，老娘还使唤不动你了是吧？还当你是吏部侍郎的妹妹呢？你大哥都被流放了，他犯的可是谋逆的大罪，你如今是罪臣之妹，要不是看在你肚中怀有赵家骨血，我早让从儿休了你了，还敢忤逆老娘！”沈宁红着眼，迅速将衣裳穿好，无奈地说：“我这就去做。”出了房门，果然见府上一个下人都没有了。沈宁只好咬牙亲自去到厨房做饭。好不容易做好了一桌子饭菜，却被赵莹嫌弃：“大嫂，你好歹是农村出来的，怎么做的饭如此难吃？你自己看看这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面对小姑子的挑剔，沈宁无法忍受，她怒然地看向赵莹说道：“我怀着身孕做饭已经很辛苦了，你还如此挑剔，嫌不好吃你就自己去做。”赵莹冷嗤了一声：“怀着孕怎么了？你作为赵家媳妇，这些都是你该做的。从前你是吏部侍郎的妹妹，有人伺候，如今可不是了，所以你最好是将姿态放低些，要是惹得我不高兴，说不定大哥他随时会休了你。”“好啊，你让他休啊，他敢休我，你们一家子就得从我这儿搬出去，别忘了这宅院可是我大哥给我的陪嫁，不是你赵家的。”第139章赎身。隔天，赵从又不甘心地去了赌坊，想将昨日输的钱赢回来。谁料路过南巷时，被春红楼的花妈妈喊住了：“哎呦，赵大公子这是去哪儿啊？”赵从撇了撇嘴，语气不耐道：“去哪儿您管得着吗？”花妈妈冷哼了一声：“可别怪妈妈，我没提醒你啊。如烟她被一个富家老爷看上了，
这几日便要被赎走了。看你以往常来看如烟的份上，妈妈，我特许你见他最后一面。什么？嫣儿要被赎走了？一听这话，赵从面露急色，拔腿就往春红楼里跑去。嫣儿，3楼如烟阁，柳如烟正坐在妆镜前描绘妆容，听到赵从的呼喊声，她下意识地朝一旁站着的绿梅看了一眼，绿梅递给她一个眼色，随后打开门走了出去。赵公子，如烟姑娘在里头等您许久了。赵从闻言，大步跨进了柳如烟的房间，一进来便看到面容娇媚的柳如烟正掩着帕子低低哭泣。赵公子，你可来了。见到赵从，柳如烟哭得愈发大声，一双含情眸子盈满晶莹泪珠，粉面桃腮沾上泪痕，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分外惹人怜。赵从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嫣儿，我来了，别哭。柳如烟娇滴滴地趴在他怀里，委屈地诉苦着，赵大哥，如烟还以为你把我给忘记了，这几日都不见你来看人家。那带着哭腔又含带娇嗔的嗓音，听得赵从内心一阵激荡，将怀中娇美人儿搂得更紧了。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嫣儿，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呢？只是这些日子我是忙，没法来看你。在柳如烟面前，他自然无法说出手上拮据，没钱进春红楼这样掉面子的话。柳如烟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满眼含情地看着他，赵大哥，你带如烟走好不好？如烟不想做刘老爷的妾。那刘老爷都已经年过40，臭名昭著，且满脸横肉，浑身上下没有半分赵大哥的风采。如烟不想跟他走。柳如烟娇娇软软的话，简直将赵从捧到了云端，顿时让他找回了属于男人的尊严，同时也激起了他的保护欲。他当即握起他的手，一脸保证地道：嫣儿，你放心，我绝不让你跟别人走，就算要赎身，也只能是我赵从为你赎身。这话让柳如烟一阵感动，她仰起头，一双泪汪汪的美眸看着赵从：真的吗？赵公子，你真的愿意为如烟赎身吗？柳如烟不愧是春红楼的头牌花魁，姿容艳绝，一举一动之间尽显妩媚风姿，直接勾得赵从3魂6魄飞走了一半。美色之下，他完全失去了思考。真的，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赎你。只是柳如烟适时地表现出为难的神情来。明日一早，刘老爷就要来接如烟走了。言外之意，赵从要赎他的话，必须今日就得将银子准备好。赵从这才想起来问他：对了，嫣儿，赎你要多少银子？柳如烟咬了咬嫣红的唇瓣，说道：花妈妈说了，要3000两银子。3000两？听到这话，赵从顿时清醒了过来，隐隐露出为难的神情。他哪有3000两？先前从沈宁嫁妆里拿的300两银子都已经花光了，如今全身上下就剩几两碎银子。怎么了，赵公子？可是为难吗？柳如烟期盼的眼神朝他看了过来。赵从确实很为难，他拿不出这么多钱赎他，可他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懂他、体谅他与他如此契合的天仙似的美人儿，他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他被别人赎走。嫣儿，赵从略显无奈地道：我暂时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看出他的为难，柳如烟没说话，而是默默转身走到橱柜前，打开柜门，从里头拿出了一个小匣子来。他将匣子打开，露出里头的银锭子和银票，还有一些珠宝首饰。赵公子，这里头的钱和首饰都是如烟这些年攒下来的，若是将首饰当了凑凑，应该能多3000两。嫣儿，赵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感动的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柳如烟话锋一转，如烟已经将自己的所有身家都交给了赵公子，等同于将自己也交给了赵公子。赵公子是否也该拿出一点诚意来？否则如烟不知是否可以相信赵公子是真心对如烟。赵从一本正经地道：我对嫣儿绝对是真心的。你说，你想要我如何证明？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柳如烟冲着他盈盈一笑，公子也知道，如烟从小命苦，在这春红楼里身不由己，最想要的莫过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赵公子若是肯将家里的房契给如烟，如烟才能真正确定公子对奴家的真心。房契？赵从一听，又再一次陷入了为难。那宅子可不是他的，房契也在沈宁手里，他如何证明？见他紧皱眉头，柳如烟不禁又问：怎么了，赵大哥？难道你先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唬骗如烟的吗？他说着，故做出一副失望的表情来，眼眶红红的，要哭不哭的模样，看起来楚楚动人。赵从见不得美人伤心，连忙摇头：我没骗你，我对嫣儿绝对是真心的，只是那房契，你放心吧，我会向你证明的。从春红楼出来，赵从便返回了赵宅。趁着沈宁不在屋里，他悄悄溜进屋，四处翻找这宅子的房契。连沈宁陪嫁的那些个红木箱子他都翻遍了，就是没找到房契。沈宁到底放到哪里了？相公，你在找什么？沈宁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站在他身后，一脸怒气地问道。赵从吓了一大跳，随即用笑掩饰眼底的慌乱：没找什么。没找什么？那你乱翻我的箱子做什么？看着被翻得乱糟糟的箱子，沈宁显然不信他的话。第140章不再伪装。赵从知道
若是直接问他房契的事，沈宁肯定不会给，便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沈宁却在他身上闻到了一股十分刺鼻的脂粉香味，他顿时怒了，直接质问他今日去了哪里，又见了谁。以往因着沈旭的关系，他每回逛青楼回来都会先洗个澡才进屋，不敢留下把柄，因此沈宁并不知道他经常逛青楼幽会柳如烟的事。今日事出突然，他忘了掩盖身上的脂粉气味，叫他给发现了。好你个赵从，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是吗？沈宁的直觉告诉他，赵从今日定是与别的女人近距离接触过，才会染上一身的脂粉味。你当初娶我的时候可是发过誓说一生一世都只爱我一人，绝不会做背叛我的事。如今我怀着你的孩子，你却背着我在外找女人，你对得起我吗你？沈宁声嘶力竭，满脸的委屈。这些天她都被赵婆子和赵莹欺负得不成样了，作为她的丈夫，赵从不帮她出头就算了，还背着她出去鬼混，她如何忍得了？看着她的眼泪从眼角流出，在遍布疤痕的脸上拐了好几道弯才掉到地上，赵从内心就止不住的一阵恶寒。如今沈家倒了沈宁，毫无利用价值，他也不用再伪装，看向他的眼神里露出明显的厌恶与不耐。行了，你嚷嚷个什么？男人三妻四妾那是很正常的事，凭你大哥如今的处境，我就是休了你也不为过。要不是看在你肚中怀着我的种，就你这张脸，我一刻也不想看见。沈宁瞪大了眸子，虽然他早就发现了赵从娶她弟目的不单纯，但真正听他亲口说出来，还是无比惊讶难受。赵从，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一直以来你都在利用我是吗？不然呢？难不成你还真觉得我会对一个丑八怪一见钟情？赵从话里是毫不掩饰的讽刺，他的话就如同利刀，每一句在狠狠剜沈宁的心。我真是傻，当初竟然相信了你的鬼话。沈宁冷嗤，当初大哥就提醒过他，是他不肯听，毅然决然选择嫁给他。如今沈家倒台，赵家便露出了本来面目。你也无需抱怨，你不也得到了你想要的吗？至少除了我，没人愿意娶你。赵从还等着拿房契去数柳如烟，不想跟他多费口舌，便直接问他要房契。你要房契做什么？我自然是有用处，你赶紧拿出来。不拿。沈宁不肯，这宅子是大哥的，也是他唯一的保障，绝不能落入赵家手中。我再问你一遍，你拿不拿？赵从没了耐心，狠狠瞪着他。不拿。沈宁态度坚决。这次赵从彻底怒了，放出狠话来。沈宁，我劝你识相点，拿出房契，我还能留你在赵家好好过日子。若是不拿，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一纸休书休了你？你赵从，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禽兽！沈宁怒极了，指着他便破口大骂。啪！只见赵从扬起手，狠狠扇了他一巴掌。沈宁吃痛的捂着脸，死死瞪着赵从。畜生，我还怀着你的孩子，你竟敢打我！赵从冷笑，打你又如何？你大哥如今获罪流放，你还指望谁护着你？今日他被赵婆子立规矩，被小姑子各种刁难，本就心中堵着一口气，这会儿又被赵从打了一巴掌，更是怒上心头。他抱着拼命的想法，扬起手也狠狠甩了赵从一巴掌，却被赵从伸手狠狠掐住了脖子。死女人，你还敢还手？沈宁被他掐得满脸涨红，双手用力拍打着他的手臂。放开我，放开我！赵从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当初为了搭上沈旭这条大船，他忍着恶心，每日讨沈宁欢心，结果还没在沈旭头上捞到点好处，沈家就获罪流放了。如今看着沈宁这张脸，真是越看越让他恶心。放开我！沈宁真没想到赵从对他如此绝情，竟丝毫不顾他肚中还怀有他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疯子。赵从怒视着他，语气狠厉：放开你可以，先告诉我房契在哪儿？沈宁被他掐得快要窒息，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拼命的挣扎，用手指了指梳妆台的方向。如此，赵从才松开了手。他走到梳妆台前翻找了一番，最后终于在一个小匣子里找到了房契。沈宁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因为窒息太久，整个人变得瘫软无力。赵从拿了房契，便直接走出了房门，看都不看他一眼。他的冷漠绝情让他心如刀割般难受，趴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后悔当初没有听大哥的话，被赵从这个畜生骗得团团转。只可惜他如今后悔也晚了，沈家倒台了，大哥和娘都被流放了，再也没人给他撑腰了。哭过一阵，他又直起身子，双手垂地，目光透着怨毒。苏玉婉，若不是因为这个贱人，大哥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他也不会失去大哥的庇护，在这里受苦受气。苏玉婉，沈家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武安侯府，尹月轩。自从上次出现麝香这样的东西，苏玉婉对外头拿进来的东西都格外留心。如今但凡是送进尹月轩的吃的用的，他都必须要让下人们仔细查验过才用。他这会儿正吃着燕窝，春眠进来通报说绿梅来了。拿着勺子的手一顿，苏玉婉抬眼让他进来。绿梅随即从外头走了进来，先是恭恭敬敬冲他行了一个礼，
而后从袖中掏出让柳如烟从赵从那儿拿到的房契递给他：“小姐，房契拿到了。”苏玉婉接过看了一眼，交给春眠放好，又对绿梅说了下一步的事。绿梅将小姐吩咐的记下后，便退下去了。放下手里的碗，苏玉婉用帕子擦了擦嘴角，寻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软榻上。她抚了抚隆起的肚子，目光变得深沉起来。沈宁啊沈宁，上辈子加注在我身上的痛苦，这辈子也该还给你了。第141章平妻。赵从想着柳如烟想要房契，无非是想让自己证明对他是否真心，左右他和嫣儿是真心相爱，房契放在他那里也无妨。他将房契给了柳如烟后，又用柳如烟手里的银子和首饰将他赎了出来，并带回了赵宅。沈宁正在院子里洗一家子的衣裳，见到赵从带了一个美艳女子回来，他顿时急了，丢下手中的衣裳，站起来怒视着赵从。他是谁？赵从搂着娇弱妩媚的柳如烟，淡淡看了沈宁一眼。她叫嫣儿，是我赵从最心爱的女子。什么？沈宁愣住了。赵从在外面找女人就算了，如今竟还把人带了回来，真是太过分了。你把她带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沈宁双手微微攥紧，怒目凝视着赵从。嫣儿既然是我的女人，我自然是将她带回来住在家里。赵从一面说，一面在柳如烟的粉颊上啄了一口。柳如烟娇羞一笑，顺势缩在他怀里，两人恩爱的模样看在沈宁眼里，煞是刺目。沈宁咬紧牙关，努力克制着心中怒火。他昨日已经见识过赵从发起疯来的模样，不敢在正面惹怒他，便问：“你的意思要纳这个女人为妾吗？”赵从看了眼怀着的娇羞美人儿，眼里的爱意都快要溢出来。嫣儿可是我心尖上的人，怎么可能让她为妾？自然是要让她做我的平妻。什么平妻？沈宁仿若被雷劈中，愣在原地好半晌，回不过神来。待回过神来，沈宁眼中泛冷，看着赵从：“不行，你若只是纳她为妾，我可以应允。但是赵从，你休想娶她为平妻。这个女人一脸的狐媚样，一看就不简单。若是让她与自己平齐，这府中岂还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见此状况，柳如烟适时的以退为进，表现出一副不想赵从为难的模样，声音娇软的说：“赵郎，若是姐姐不愿，那便算了。如烟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就已经很知足了，不敢奢求别的。”柳如烟如此为他着想，这样的气度更加令赵从着迷，更加不愿让他委屈。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而后面色一沉，冷眼看向沈宁，说：“让嫣儿做平妻这事，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通知你，往后你就搬到西厢房去住，将东平院腾出来给嫣儿。”你，东平院可是他和赵从的居所，给这个女人算怎么回事？沈宁不肯。赵从，你将一个烟花巷的女子带回来，要娶她为平妻，我忍了。可我肚子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怎么能将我赶到厢房去住？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少给我！赵从话音未落，就听柳如烟轻声细语的劝道：“赵郎，这样不太好吧？如烟知道你疼爱我，可姐姐毕竟才是你的正妻，若是让她住到厢房里，旁人该说如烟不懂事了。”沈宁看不惯柳如烟这副装模作样的嘴脸，怒然地瞪着他：“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一个烟花巷出来的千人骑万人睡的婊子也配住我的院子？我告诉你，这宅子可是我的。赵从他做不了这个主，让正妻住偏房，他岂不是连妾室都不如？这个女人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响。姐姐，我处处为你着想，你怎么能如此说我呢？如烟在春红楼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姐姐这样说未免也太伤人了。”柳如烟眼眶瞬间泛红，一副委屈受伤的模样。赵从心疼的将她搂在怀里，扬手就狠狠甩了沈宁一巴掌：“贱人，你最好摆正你的位置，要是敢再对嫣儿出言不逊，我不会手下留情。”沈宁捂着被打肿的脸，心里涌动着愤意，却只能将委屈吞进肚子，不敢再发作。赵郎，柳如烟猫似的缩在赵从怀里，歉意地道：“千万不要为了我的事和姐姐闹不愉快，不然如烟会内心不安的。只要和赵郎在一起，如烟住在哪里都无所谓的。”嫣儿，你就是太善良了。赵从爱怜地看着怀里的美人儿，往东平院走去。这么好的你，自然配得上最好的院子。走，我带你去看看。二人绕开沈宁，直接去了东平院。看着二人走远的背影，沈宁气得一脚将地上的木盆子踢翻。这一幕却恰好被外出回来的赵婆子和赵莹看到。赵婆子怒目瞪着他，斥骂道：“死蹄子，让你洗衣裳，你还不满了是吧？”“不，娘，我不是，我没有。”沈宁解释着，正要弯腰去捡洒落在地的衣裳，不妨又挨了赵婆子一个耳光：“死蹄子，老娘都看见了，还敢狡辩？这么几件衣裳，一上午都没有洗好，我看你分明是在偷懒。中午别想吃饭了，去院子里罚跪吧。”“娘，我没有偷懒，我……哎呀，大嫂你还是赶紧去跪着吧，再惹娘生气，没准晚饭都没得吃。”呵呵。赵莹看了他一眼，满脸的鄙夷。沈宁只得忍着去跪了。武安侯府，尹月轩，绿梅正向苏玉婉汇报着赵宅发生的一切。她如今扮作柳如烟的女婢，跟着进了赵宅，
顺便监视着沈宁的一举一动，继续盯着柳如烟那里，让她不必手下留情。是，少夫人。绿梅退出去后，紫渊挑开门帘子走了进来。少夫人，平阳侯府的方小姐来了。方凝霜，快请进来。她话音才落，就见身穿鹅黄衣裙的明媚少女迈着轻快的步子进来了。小嫂嫂，进来可好啊？一进来，方凝霜便十分热络地对着苏玉婉喊了一句。苏玉婉如今身子重，便没有起身，笑着对她道：“方小姐快请坐。”方凝霜便走到她旁边软她坐下了，还让丫鬟将给苏玉婉准备的礼物都拿了进来，大大小小的锦盒，里头是各种名贵首饰。方小姐，你这是？苏玉婉有些不明所以，好端端的，方凝霜怎么给她送这么多礼物？第142章谈心。方凝霜含羞一笑，上回我及笄，小嫂嫂送我的礼物我很是喜欢，这些日子被爹娘关在家里上了一课，一直都没找到机会上门看你，我也不知道小嫂嫂喜欢什么东西，便挑了些首饰来，小嫂嫂不嫌弃就好，可也无需送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啊。你能上门来看我，我心里高兴，但这些就免了，拿回去吧。苏玉婉送她的及笄礼物不过是套100两价位的裙子，可方凝霜带来的这些首饰几乎价值1000金，见她不肯收，方凝霜只好对她说了实话。好吧好吧，我实话对小嫂嫂说，其实这些礼物是我精挑细选，为了感谢你的。苏玉婉颇为不解，感谢我？只见方凝霜粉颊上染上一抹绯红，羞赧地道：昨日皇上下旨封我为贵人了。前些日子她穿上苏玉婉送的这身鹅黄色衣裙，与父亲一道进宫给太后请安，她一时贪玩，跑去了御花园，不要在御花园与当今皇上偶遇。慕容轩认出了她，还夸她打扮的甚是与春日景色相称，隔日便下了圣旨，封她为贵人。闻言，苏玉婉面上露出惊讶来，笑着道：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了。说罢，让春眠过来扶她起身，准备向方凝霜行礼。方凝霜连忙又将她扶坐下了。小嫂嫂这是做什么？你身子重，快些坐着吧。苏玉婉道：方小姐如今是皇上亲封的贵人，我怎么也得向你行礼的。哎呀，小嫂嫂快坐下，我如今还没入宫，你不必如此。方凝霜又道：说起来，我能有机会进宫当贵人，还多亏了小嫂嫂，我得向你行礼，以示感谢才是。说完，他就站到苏玉婉面前，十分正式地行了一个礼。方小姐快别这样，你能被皇上封为贵人，那是你的福气，并非我的功劳。方凝霜却笑道：小嫂嫂送的衣裳让皇上注意到了我，才有了这样的好福气，这自然是小嫂嫂的功劳，所以这些东西小嫂嫂一定要收下。苏玉婉见他提起进宫之事，便十分开心，遂问他：方小姐似乎很向往进宫。提起这个，方凝霜双眼亮晶晶的。其实吧，以前我父母便请了各种教习嬷嬷，让我学习各种宫中礼仪，为的是日后新帝登基让我进宫为妃。但我那时候不愿意，整日与父母唱反调，不是上课打盹，就是逃课溜出去逛街。直到后来在你大哥的婚宴上遇到如今的皇上，我开始改变了想法。苏玉婉恍然，原来那时候你便心悦皇上了吗？方凝霜含笑点头，应该是吧。第一次见到皇上，我便觉得我要嫁的男子就该是他那样的。可苏玉婉与方凝霜也算相识一场，况且她又是萧林烨的表妹，苏玉婉有心提醒她一句，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他也许会有很多女人。方凝霜这样洒脱率性的女孩子，真的甘愿进宫与众多女人平分一个男人吗？但方凝霜并没有为此感到苦恼，而是笑道：这个我当然有想过了，皇上身为天下之主，后宫设有3宫6院，将来会有更多的女人进宫，但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如意呢？我能有机会嫁给心爱的男子，就已经很幸运了。在这上京城中，有多少名门闺秀身不由己，被家族安排联姻，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子，或是已经心有所属，却被棒打鸳鸯。像萧林烨和苏玉婉这样两全其美的婚姻并不占多数，所以方凝霜并不觉得自己进宫委屈，至少她是为了心爱的男子进宫。苏玉婉倒是没想到，她小小年纪却能有如此豁达的心境，也许进宫她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陪着苏玉婉聊了一下午，方凝霜才起身告辞。她才走，萧林烨便回来了。婉儿，方才是凝霜那丫头来过了吗？萧林烨一边问，一边将顺道给她买的桃花酥打开。苏玉婉点点头，送了好些礼物来，夫君可知她已经被皇上封为贵人的事？萧林烨净了手，拿起一块桃花酥递给她，这我倒不知，不过意料之中。夫君何出此言？苏玉婉很自然地接过，轻轻咬了一口。萧林烨笑了笑，即便他对皇上无意，我那姑父姑母也是一定要送他入宫的。苏玉婉不解，她不是平阳侯府的独女吗？平阳侯夫妇竟也舍得让她入宫？正因是独女，平阳侯才指望她入宫为妃，保方家荣耀。平阳侯已是方家承袭爵位的最后一代，平阳侯此人一无功名，二无功绩，靠着上一辈积累的财富度日，长此以往，终有坐吃山空的一日。将女儿送进宫是方家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听到这话，苏玉婉不免有些感慨，
这世间的女子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了。这一世，他何其幸运，遇到无限宠爱他的父母，并能与相爱之人相守。在想什么？见他似乎陷入了沉思，萧林叶悄悄凑到了他身边。苏玉婉浅笑，没什么，只是觉得我很幸运能遇见夫君你。萧林叶微微一愣，他很少听到苏玉婉对他说这样袒露心扉的话，很是珍重。婉儿，你真这么觉得吗？自然是真。苏玉婉含笑点头，回想起与他从相识到现在，从未有过争吵、误会，甚至连红脸都没有过。他总是能给他最好的情绪以及最体贴的安慰，在他身边，他真正感受到了被人爱着的滋味，也是他让他变得勇敢，相信爱，也敢去爱。婉儿，萧林叶伸出手将他搂进怀里，满心激动，谢谢你。谢我什么？苏玉婉抬起头，有些莫名。萧林叶认真地看着他，谢谢你觉得遇见我是件幸运的事。二人相视一笑，虽未缠绵床地，却在这样平淡的交谈中，将彼此的心更拉近了些。忽的，苏玉婉又感觉到肚皮被里头的小家伙踢了一脚，疼得她皱眉。萧林叶连忙伸手在她肚子上轻柔地抚摸着，并贴近小声地对着肚子说：“里头的小家伙，听着，给爹爹我一个面子，别让你娘太受苦了，好吗？”第143章，付出一些代价。得知赵从要娶柳如烟的事，赵婆子直接气病了，一个沈宁就够让她头疼的了，这会儿又来了个青楼出身的女子。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柳如烟进门，奈何赵从被那女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完全不听她的话，执意要娶。赵婆子一怒之下气晕了过去，大病了一场。沈宁趁机劝赵从放弃娶柳如烟为平妻的事，让他别再刺激赵婆子。谁知这话恰好被柳如烟听到，他当即便收拾包袱，闹着要走。嫣儿，你这是要去哪里？赵从得知柳如烟拿着包袱要走的事，连忙追了出来。柳如烟哭得伤心欲绝，赵郎，如烟终是无福，陪伴在你身边，就让如烟走吧。你别走，嫣儿你哪儿也别去，我不会让你走的。赵从一把抢过他的包袱，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沈宁追出来，正好看到这一幕，恨得牙直哆嗦。他眼珠子一转上前来，对赵从道：“夫君，不好了，娘又晕倒了，你快去看看吧。”听到这话，赵从连忙松开了柳如烟。他一边要挽留柳如烟，一边又心急赵婆子的情况，无奈之下，只好对柳如烟道：“嫣儿，你别走，我去看看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她成全我们的。”说罢，就急匆匆跑去了赵婆子的院子。沈宁趁机走上前去，冷眼看着柳如烟，说道：“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老太太已经被你气成了这个样子，若是你执意赖在府中，只会让事情更糟糕。”柳如烟站在大门口，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抬眸看向沈宁，笑了一声：“你也看到了，并非我执意要赖在府中，而是赵郎舍不得我走。”这话听得沈宁一阵恶寒，他眼中恨意更浓。“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离开这里？我看得出来，你并不喜欢赵从。”柳如烟这样的女人，他见多了，无非是为了钱财，便问他：“或者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赵从？”闻言，柳如烟勾唇一笑，想用钱赶我走，沈家都倒台了，你如今还拿得出这个钱吗？沈宁咬了咬牙：“你要多少钱？”5000两。柳如烟直截了当地道：“你若是拿得出5000两银子，我便离开他。”这个女人果然是别有企图，只是5000两银子，沈宁自然拿不出来，她陪嫁过来的银子都已经被赵家人花光了。我没有5000两。没有钱你还敢跟我谈条件？柳如烟嗤笑着看着他，如同在看一个笑话。不过嘛，话音一转，柳如烟凑到他面前，笑得诡异：“我可以离开他，但是你得付出一些东西。”“什么？”沈宁拧眉，心急追问。柳如烟却只是淡淡一笑：“这个你日后便会知道的。”说完便潇洒转身出了赵家大门。沈宁愣在原地，还在为他的话感到疑惑，就见赵从冷着脸急急忙忙往这边走了过来。“嫣儿呢？你把他赶走了？”见门口只剩沈宁一人，赵从顿时急了，赶忙追出府门去看，却哪还有什么人影。“嫣儿，嫣儿！”赵从失声大喊，再也得不到心上人的回应。他气冲冲地转头回来质问沈宁：“你对嫣儿说了什么？是你把她赶走的，是不是？你这个毒妇，为什么就容不下嫣儿？”“不是我。”沈宁平静地看着他：“是他自己要走的。”“你胡说！”赵从怒目瞪着他，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嫣儿明明都答应我不走了，我才离开一会儿，定是你对她说了什么，将她赶走了。你这个贱人，你以为赶走嫣儿我就会爱你了吗？你别痴心妄想了，就你这副鬼样子，我看着都嫌恶心。你这辈子都别想取代嫣儿在我心中的位置。”这样的话，这些天沈宁已经在他嘴里听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把尖刀在狠狠剜他的心。回想起当初他在他面前信誓旦旦说永远爱他一人那些话，沈宁只觉无比讽刺。明知他的甜言蜜语是一张危险的织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跳进了这张网里。赵从将柳如烟离开的原因归结到沈宁身上，
不仅又再一次动手打了他，还跑出府去追柳如烟去了，留下沈宁捂着被打红的脸，跌跌撞撞的回了东平院。柳如烟在他的房间里住了大半个月，屋里残存的柳如烟的气息让沈宁厌恶至极，他疯了似的将屋里沾染了柳如烟气息的所有东西都狠狠摔到地上，仿佛这样才能泄愤。还嫌不够彻底，他直接找来火盆，将东西都丢进去烧了，看着火舌吞噬掉柳如烟存在过的痕迹，他才觉得畅快。随后他将目光落在身后的床榻上，这张本属于他的床却被那个贱人睡过，想想就觉得恶心。他将床上的枕头、被褥通通扔在地上，准备一块烧了。余光瞥见从枕头下方掉落的一个红色绣着柳枝的香囊，他扶着桌子蹲下，将东西捡起来，认出这是那柳如烟整日挂在腰间的香囊，更觉恶心，便准备扬手丢进火盆一块烧了。却突然想起柳如烟进府第2日，自己无意间偷听到柳如烟与他的女婢之间的谈话。沈宁记得清楚，当时柳如烟说她之所以能这么快就俘获赵从的心，全靠了这东西。柳如烟说只要将这东西带在身上，不出3日，身边的男人必定会为她倾倒，这也是她能成为春红楼花魁的原因。沈宁蹙了蹙眉，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吗？他忽然停下了手中动作，将手中香囊凑到鼻尖闻了闻，香囊里是他从未闻过的香味，闻了确实有一种让人舒心的感觉。难道赵从就是因为这东西才对柳如烟如此痴迷的吗？他捏着香囊看了半晌，鬼使神差的将里头的药包拿出来，换到了自己随身佩戴的香囊袋里。若是这东西真如柳如烟说的那般神奇，他不介意使用这样的办法挽回赵从的心。第144章，龙凤胎凑成一个好字。转眼已是盛夏，苏玉婉肚中孩子已经足月，萧林叶本想告假几日在家陪着她待产，奈何北疆边境近日有突厥军进犯，皇上下旨让萧家父子领兵前往平乱，他只好领旨前去。苏玉婉一大早便起来梳洗，与萧夫人一同送萧明渊和萧林叶出门。出门前，萧林叶特地嘱咐下人务必照顾好苏玉婉。萧夫人拍拍他的手，笑道：“放心吧，叶儿，娘会替你照顾好婉儿的。”又看向萧明渊，细心叮嘱：“老爷，突厥骑兵凶猛无比，你和叶儿一定要小心。”萧明渊点点头：“夫人放心，为夫知晓。”走吧，叶儿。萧明渊先行上了马。萧林叶深深看了苏玉婉一眼，又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她高高隆起的肚子，轻声说了句：“孩儿，爹爹要出门打仗了，爹爹不在家的日子，你就替爹爹保护好娘亲好吗？”苏玉婉忍不住失声笑道：“好了，你快上马吧，我和孩子等着你和父亲平安归来。”好。萧林叶这才收回手，长腿一跃，翻身上了马。父子俩骑着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巷子里。婉儿今日起这么早，再回去睡一会儿吧。萧夫人见苏玉婉面露皮色，便知她没有睡好。苏玉婉也不推辞，她近日确实没怎么睡好，肚中的小家伙实在顽皮，夜里时常踢得她睡不好觉，因此白日里常常犯困。回到隐月轩后，她刚准备退去外场小憩一会儿，便感觉肚子传来一阵紧缩感，紧接着出现了阵痛。春眠见她脸色不对，便连忙扶她到床上躺下。紫渊见状，估摸着少夫人是要临盆了，就赶紧跑去碧辉堂告知了萧夫人此事。萧夫人早早就请了乳母和稳婆住在府中，以随时待命。这会儿听紫渊说苏玉婉似乎要临盆了，便急忙让秦嬷嬷叫上稳婆赶来了隐月轩。玉婉，娘将稳婆带来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进来，萧夫人便坐在床边，握着苏玉婉的手柔声问着她情况。苏玉婉躺在床上，面色有些虚白：“娘，我感觉肚子一阵阵收缩，许是要发动了。稳婆快给少夫人看看情况。”萧夫人当即吩咐道。稳婆掀开被子替苏玉婉看了一下，回话道：“回夫人，少夫人体下已经开了2指，得准备生产了。”一听这话，萧夫人紧张又激动，连忙吩咐房内几个丫鬟：“好，你们几个丫头赶紧去准备生产需要的东西，不得疏漏。”是，夫人。丫鬟们便各忙各的去了。生产之际，萧夫人本应到产房外等待，但如今萧林叶才刚出门，她怕苏玉婉害怕，便留在了产房内，一直陪在身边安慰着她。丫鬟们很快端来了热水、剪刀、帕子等生产需要之物，之后便退到了外间等候。阵痛之感越发明显，苏玉婉疼得满头大汗，四肢发软，仍极力配合着稳婆发力。萧夫人就坐在床边亲自为她擦汗。整个侯府的下人也都提着一颗心，关注着隐月轩的动向。一上午过去，期间偶有听到少夫人的痛喊声，可还迟迟没听到婴孩哭声。春眠、紫渊和白露3个小丫鬟也是紧张的直探头往里间看。少夫人再用力，已经能看到孩子的头了。稳婆正在引导苏玉婉发力，可苏玉婉已经疼了一上午了，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这会儿实在发不出力气。她甚至出现了昏昏欲睡的感觉。萧夫人急得满头大汗，一直在旁边呼喊着她的名字：“婉儿，婉儿，再加把劲，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是啊，她不能睡，她得快些把孩子生出来。”
苏玉婉死死抓住床单，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发力，她已经累得精疲力尽，身上的汗如流水般浸湿了整片床单。少夫人，再用力啊！稳婆有些着急，明明少夫人已经很用力了，可孩子还是没有要出来的迹象，再这样下去，恐怕耗尽少夫人的力气就更没法生了。萧夫人也万分着急，这都大半日过去了，还没生下来，眼看婉儿累得都快虚脱了，这可如何是好？为了不让自己焦急的情绪感染到苏玉婉，她还是一直握着苏玉婉的手，并轻声安慰着婉儿别怕，稍微休息一下再用力。苏玉婉紧紧咬着牙，双手攥紧床单，拼尽全身力气狠狠发力。与此同时，她左手腕上的血玉手镯在无人注视的被褥下微微亮了一下。哇呜哇呜！终于，一声响亮的婴孩啼哭声响起，让所有人提着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丫鬟们拍着胸脯，脸上揭露出欢喜的神情来。恭喜夫人，少夫人生的是个小公子，眉眼十分俊俏。稳婆看了一眼孩子，笑着对萧夫人道贺：“生了，终于生了。”萧夫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顾不得去看孩子，她先帮苏玉婉擦去满头的大汗。啊，还有一个，夫人，少夫人肚子里还有一个。稳婆才给刚生出来的孩子剪了脐带包好，就发现苏玉婉还在用力，一看才知原来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萧夫人激动又震惊，玉婉怀的竟然是双胞胎吗？少夫人在用力，第二个孩子很快出来了。稳婆继续引导着，苏玉婉也似乎有了些许经验，找到了发力的关键，很快便将第二个生了出来。哇哇呜！恭喜夫人，少夫人第二个生的是位小姐，龙凤胎凑了一个好字。太好了，快把孩子包好，别冻着。萧夫人又惊又喜，双手紧紧握着苏玉婉的手，激动到语音颤抖。婉儿是龙凤胎，你给萧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太好了，婉儿你辛苦了。刚生产完，苏玉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她想看一看孩子，可她太困了，生孩子好累，仿佛用尽了这一辈子所有的力气与精力，强烈的困意席卷而来，她沉沉的闭上了眼。第145章梦魇。当天夜里，流放途中露宿于破庙的沈旭陷入了梦魇。在梦中，他又回到了刚考上状元的那一日，身边人的欢呼与道贺声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昨日。沈公子，恭喜你一举高中状元！实不相瞒，小女雨柔已倾慕你许久，不知沈公子可有婚配？若是没有，不如我已有妻子。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梁城的绑下捉婿，这也是他无数个日夜中最想要重来一次的选择。画面一转，他乘坐着明圣帝赏赐的华丽马车，回到了云溪村，回到了沈家小院。这一次，他不会再负他，他会给他幸福，他会带他去京城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可推开东屋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却是苏玉婉躺在床上待产，满脸痛苦的模样。他顿时愣在了原地，不对，他明明没有和他圆房，这是怎么回事？他想走过去向他问个清楚，可是他似乎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时沈婆子走了进来，沈旭面上一喜，连忙叫他，可沈婆子也看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只径直走到了床边。沈旭才恍然，这是在梦中，他们自然听不到也看不见他，只是为何这梦如此真实，竟让他产生了一种真实发生过的感觉。他站在床边，看着床上疼得满头大汗的苏玉婉，心也跟着莫名抽痛。玉婉，真是不巧，今日村头的赵大娘去了别村接生，不在村上，你别着急，娘已经让宁姐去镇上去请别的稳婆去了，你再忍忍啊。沈婆子坐在床边安慰着苏玉婉，可沈旭分明看见自家娘说完这话时眼底闪过的一丝闪躲，他微怔，随后抬起头，便看见窗外沈宁将手里的一封信件揣进怀里，之后回了自己屋里，再没出来过。所以娘和宁儿根本没打算给苏玉婉请稳婆，这些话都是骗她的。为什么娘和宁儿要这么做？还有苏玉婉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怀着众多疑惑，沈旭一直站在屋内，想要弄清楚这一切。一晃到了夜幕升起时刻，苏玉婉已经疼得失去了力气，此刻虚弱无力地躺着。她撑着问娘：“宁姐儿回来了没？稳婆来了没有？”才问完，她身下便流淌出大量鲜红血液，瞬间染红整片床褥，看起来触目惊心。沈旭心头一紧，苏玉婉这是难产了吗？他很着急，想叫娘去请稳婆，可无论他如何大声说大声喊都无济于事，沈婆子根本听不到。更让他震惊的是，看到苏玉婉难产，自家娘脸上竟闪过一丝喜悦，并换了一副面孔对苏玉婉说：“玉婉，这辈子算是沈家欠你们母子的，你带着孩子好生投胎去吧。”沈旭正处于疑惑，就听苏玉婉难以置信地问沈婆子：“娘，您在说什么？”沈婆子说道：“实话告诉你吧，旭哥中了状元，并被京城的吏部侍郎大人绑下捉婿，已经和吏部侍郎家的小姐定下了婚约。”听到这话的苏玉婉更是惊愣住：“什么？相公他被绑下捉婿，与别的女人有了婚约？
不可能，不可能的！相公说过，中状元就会接我去京城的。他都还不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他又怎么可能娶别的女人？沈旭更是纳闷。1年前他寄回休书的时候，正是苏玉婉找回亲生父亲，写下休夫书的时候。可梦里为何是他在生孩子？而且他说这孩子是他和他的，这是他的孩子。明明他们没有圆房，怎么会有孩子？这时，沈宁走了进来，从怀里掏出一封写有休书2个大字的信封，丢在了床上，冷冷地对苏玉婉道：“这是我大哥的亲笔休书，这下你总该死心了吧？”苏玉婉强撑着拿起了信，待看到上面的内容后，整个人难以承受地喷出了一大口血。沈旭面上一紧，心脏也跟着痛了起来。他走过去看了眼信上的内容，与他1年前写的那封休妻书内容一致。不知是错觉还是幻想，这一刹那间，他竟觉得这是上辈子发生过的事。沈旭紧紧皱眉，他多想一把拿过那封休书撕碎，并告诉他他错了，他不想失去他。可是他伸出手，却什么也触碰不到。原来如此，你们要用我的命去成全沈旭，我无话可说。可我肚中怀的可是你们沈家的骨肉啊！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们怎么能如此狠心，连孩子也不放过？苏玉婉眸中含着泪水，绝望而又悲戚，看得沈旭内心一阵疼痛。他紧紧看着自家娘和妹妹，多么希望这个时候他们能幡然醒悟，不要伤害苏玉婉，也不要伤害他们的孩子。你如此低贱的出身，你生的孩子只会成为大哥的污点，只有新嫂嫂那样身份才配生下大哥的孩子。沈宁依旧说着恶毒的话，沈婆子也只是微微叹息，为了沈旭的仕途，她不得不舍弃这个孩子。身下鲜血越流越多，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苏玉婉紧紧攥着手里的休书，绝望的眸子里流下最后一滴眼泪后，便永远闭上了双眼。玉婉，沈旭扑到床边，看着已然没了气息的苏玉婉，心如同被剜开了般疼。他能感受到苏玉婉此刻内心该有多痛多绝望，一切的根源皆源于他。若不是他贪慕权势，娘和宁儿也不会变成这样，苏玉婉也不会难产而死，他的孩子也不会死。难怪半年前在平阳侯府，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他说他欠他的永远也还不清。原来这真的是上辈子发生过的事。他万般崩溃，浑身颤抖着，眼角流下了忏悔的眼泪，从地上爬到床上，躺在他身边，紧紧抱着已经冰冷的苏玉婉，一遍一遍地在他耳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玉婉，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贪恋权势，害了你和孩子，对不起。”第146章，扫地出门。柳如烟离开后的第3天，赵宅内来了一队侍卫。赵婆子听到动静，赶紧跑出来，只见前院里站着10多个高大威武的持刀男子，吓得他浑身哆嗦了一下。官爷，你们可是有事儿？赵婆子小声地问了句，目光落在几人腰间的佩刀上，忍不打了个战栗。领头的侍卫冷冷看了他一眼，冷漠地说道：“我们是来收回宅院的，请你们即刻搬走。”什么？收回宅院？赵婆子一脸的茫然，随后怒声说道：“这是我们家的宅院，你们凭什么收走？”闻声赶来的赵莹见到这阵势，也被吓了一跳。娘，发生什么事了？赵婆子连忙对她道：“莹儿，你快去把沈宁叫来。”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赵莹还是立马去叫了。沈宁从昨日起就发觉浑身不舒服，肚子时而疼痛，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赵莹一进来便催促她赶快起来到外头去。什么事啊？我肚子疼得紧。莹儿，你能不能帮我叫大夫来看看？赵莹白了他一眼，昨天你就为了不洗衣裳装肚子疼，今日还来这一招，家里哪来的闲钱给你请大夫？赶紧起来，前院来了一队侍卫，娘让你出去。侍卫？沈宁蹙眉，撑着身子爬起来，穿上外衣，忍着不适跟着赵莹来到了前院。她如今已经有了6个多月的身孕，走起路来十分吃力，走得慢了还被赵莹一顿臭骂。娘，发生什么事了？她忍着肚子传来的疼痛，开口问道。还不等赵婆子开口说话，领头侍卫便道：“我们是来收回宅院的。”什么？沈宁面上一震，随即想起那日柳如烟离开前说的那句：“我会离开赵从，但你得付出一些代价。”柳如烟说的代价就是这个吗？赵婆子急得不行，赶紧问他：“这宅子不是你大哥送你的陪嫁吗？他们为什么要收走？到底怎么回事？”沈宁咬了咬牙，才道：“宅子是我大哥送我的没错，可房契早在1月前就被相公拿走了。他拿去哪儿了？”赵婆子急忙追问。沈宁摇头：“我不知道。”听到这话，气得赵婆子差点又扬手朝他脸上呼过去。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又让赵莹去把赵从叫过来。赵莹不敢耽搁，便只能跑出去找赵从。这些日子，赵从因为失去柳如烟，伤心欲绝，整日在酒楼里买醉。找到他的时候，正喝得酩酊大醉。大哥，你还在喝？家里都出事了，你快跟我回去吧。赵莹被他一身酒气熏得直皱鼻子，伸手去拉他，却被赵从一把甩开：“走开，别烦我，我还要喝。大哥，快跟我回去，家里真出事了。”
赵莹急得满头大汗，却是拉他不动。小二，再来一壶。赵从桌上爬起来，对着一旁的柱子招手。见他这样，店掌柜直接过来劝沈宁：“姑娘，你认识这位客官是吧？还请您快些将他带走，免得又像昨日那般喝醉了，与别的客人起争执。”赵莹无奈拿起桌上的一杯茶水，对着赵从脸上狠狠泼去。这下赵从总算是清醒一些了。莹儿，你做什么？赵莹狠狠瞪着他，家里出事了，快跟我回去。酒意还未全消，赵从便跟着赵莹匆匆赶回了赵宅。一到家，发现门口站了好几个侍卫，沈宁和赵婆子已经被赶出了宅子，地上堆放着大大小小几个包袱。见此情景，赵从彻底清醒了过来，忙跑上前去：“娘，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赵婆子狠狠睨了他一眼：“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我问你，这宅子的房契你拿哪儿去了？”房契？赵从这才想起，当初为了证明自己对嫣儿的真心，将房契给他了。难道……他跑上台阶，问侍卫：“是嫣儿回来了吗？她在哪儿？”侍卫没有理他，只是给了他一个冷冷的眼神。赵婆子见他连家都没了，还惦记着那个女人，更加气不打一处来，直接上去捏着他的耳朵，将他给拽了下来。“你个孽子，我问你房契被你弄哪儿去了？咱们如今连家都没了，你还想着那个女人？”赵从疼得连连求饶：“疼，娘别拽了，房契我给嫣儿了。”什么？赵婆子气得差点两眼一翻晕过去，幸亏赵莹扶着才缓过来。他狠狠一巴掌拍在赵从背上：“孽子，怎么能将房契给他？如今咱们被赶出来怎么办？”“娘，嫣儿不会是这样的人，她说过要房契只是为了证实我对她的爱，我这就去找她说清楚。”赵从又再一次上了台阶，想要问侍卫关于柳如烟的下落，却直接被侍卫一掌打下了台阶，并厉声对几人道：“收拾好了东西就赶紧离开，再多言休怪我不客气。”这一掌直接将赵从给打懵了，五脏六腑都在疼。他不甘心，爬起来想找柳如烟问个清楚，可对上那侍卫森冷的表情，他又退去了。赵婆子深深叹了口气：“算了，走吧。那胡妹子分明就是为了这宅子才接近的赵从，如今房契落在了他手里，怎么可能还会理他？可是娘，咱们现在该去哪儿？”赵莹红着眼问沈婆子。赵婆子冷冷瞥了赵从一眼，哼了声：“还能去哪？只能回咱们从前的老房子了。”闻言，赵莹难过的哭了起来。她已经住惯了这么好的宅子，再回老宅子哪儿受得了那破房子？想起这些，她就恨恨地瞪了赵从一眼。要不是他被那个贱女人迷了心神，也不至于一家子沦落至此。赵从什么话也没敢说，垂头大耳地跟在赵婆子身后。他始终不敢相信他的嫣儿会如此对他，改日一定要找机会找他问个清楚。个人怀揣着心思往京郊走去。沈宁跟在最后，没人注意到他脸上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也不敢说自己肚子疼，否则赵婆子又要训他，便只好拖着步子跟着一块出了城。赵家老房子在京郊一处偏远的庄子上，由3间破旧矮小的茅屋组成的一个小院，屋里十分简陋，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沈宁勉强在东屋住下，他肚子疼了一天，还没坐下休息片刻，就被赵婆子叫去劈柴烧水做饭。忙活到大晚上，终于能回屋休息，他却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抽痛，紧接着身下涌出一股暖流，低头一看，竟是血啊！他吓得大叫起来，叫声惊动了赵婆子和赵莹，二人以为家里遭了贼，便抄起家伙跑了进来。“娘，我流血了，怎么办？我的孩子！”沈宁倒在地上，身下流了好多血，痛哭着无助地看着赵婆子。赵婆子也被这场景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你怎么会流这么多血？毕竟她肚子里怀的是赵从的骨肉。赵婆子虽厌恶他，但还是担心他肚中的孩子有闪失，便让赵莹搭把手将沈宁扶到了床上躺着。“娘，我的肚子好痛，求求你了，请个大夫来给我看看吧。”沈宁感觉身下的血正在不受控制地涌出，再这么下去，他害怕孩子会出事。赵婆子也不想自己的孙子有事，便叫赵莹赶紧去城中请大夫。赵莹不情愿地出了屋，回头看了眼沈宁的情况，她将赵婆子叫了出来：“娘，您还真打算请大夫来给他看啊？”赵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问赵婆子。赵婆子叹气：“不请还能怎么地？他那肚中怀的可是你大哥的骨肉。”赵莹撇撇嘴：“可是请大夫得花好多钱，咱们哪还有钱？再说了，他流了这么多血，没准孩子已经没了，还花那个钱做什么？”听到闺女的话，赵婆子有些犹豫了。是啊，都已经流了这么多血，沈宁肚中孩子许是保不住了，何必再浪费那个钱？赵家如今的境况，那点钱可一分也浪费不得。娘俩一合计，便各自回了屋，不再管沈宁。沈宁躺在床上疼痛了许久，可娘俩都当没听见。赵从也不在家，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轰隆，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雷声，沈宁受了不小的惊吓，不知为何，这道雷震的他心绪不宁了起来。“娘，银儿！”他张嘴喊了喊，却无人应答。“孩子，
救救我的孩子！娘，救救我的孩子！随着身下的血流得越来越多，他的意识也逐渐涣散了起来，抓着床单的双手也渐渐松开了来。第147章，醒来，婉儿，婉儿！睡梦中的苏玉婉掉进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梦境，在上一世的梦境中痛苦挣扎，耳旁的呼唤声像是一根绳索，将他从无法逃脱的梦境中拽了出来。而后缓缓睁开了眼，视线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萧灵叶那张俊美无愁的脸，只是此刻的这张脸上写满了沧桑，两道浓眉紧紧拧在一起，眉宇间布满了忧愁。婉儿，你终于醒了。苏玉婉正处于恍惚之际，便被眼前人伸手搂在了怀里，那两道结实有力的手臂将她拥得紧紧的，好似松开便会失去盘。夫君，你不是去北疆了吗？苏玉婉感觉头有些疼，怔怔地看着萧灵叶。她记得昨日萧灵叶才出发去了北疆，之后她便临盆由萧夫人陪着生产，怎么今日她便回来了？想起孩子，她笑着同萧灵叶分享：夫君，你知道吗？原来我肚中怀的是一对龙凤胎。说完，她便扭头看向四周，最后在床边的一个小摇床里看到了她的孩子，用精致襁褓包裹着的哥哥和妹妹。两个小家伙这会儿睡着了，安安静静的。左边蓝色襁褓里的是哥哥，浓眉高鼻梁，虽然脸部肉肉的，但看得出五官线条很像萧灵叶。右边粉色襁褓里的是妹妹，同样圆嘟嘟粉嫩嫩的小脸，肤色比哥哥白一些，睫毛微翘，精致的小翘鼻，粉雕玉琢的，煞是可爱。苏玉婉心里涌起一阵欢喜，看着看着，她忽地皱起了眉头，而后有些疑惑地望向萧灵叶，奇怪，我怎么觉得这两个孩子比昨日刚生出来的样子大了许多？没听到萧灵叶的回应，他转过头来，才发现萧灵叶一直紧紧看着他，眼眸红红的，眼睑也有些红肿。他一愣，随即伸手触了触了他的眼角。夫君，你哭了吗？萧灵叶握着他的手，再次将他拥在了怀里，嗓音低哑的像是针扎在喉咙里。婉儿，你已经昏睡了整整1个月。我昏睡了1个月之久。苏玉婉浑身一顿，怔愣了许久。怎么会这样？他记得生完孩子那日，他实在是太过疲累，便闭上眼睡着了，之后便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梦中。一觉醒来，竟过去了1月之久吗？难怪他看着两个孩子不像刚生出来时的模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疑惑之际，头顶传来萧灵叶沙哑中透着愧疚的声音：对不起婉儿，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他和父亲才到北疆，就收到了传信说婉儿生了一对龙凤胎的好消息。正是因为这个消息振奋了他，才用了2日时间便将敌军击退，胜战回京。然而回到侯府，萧夫人却告诉他婉儿因生孩子失血过多，昏迷了2天2夜还未转醒。他当即冲到了隐月轩，看到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苏玉婉时，跳动的心脏瞬间停滞。他疯了似的冲到床边，一声一声唤她的名字，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昏睡中的苏玉婉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听不到也感知不到外界的动静。那一刻，萧灵叶害怕极了，他害怕苏玉婉会就这样一直沉睡下去，他怕她就这样离开他，于是没日没夜地守在苏玉婉床边，一边和她说话，一边呼喊她的名字，试图叫醒她。就这样坚持了整整1个月，他的婉儿终于醒了。夫君，难怪苏玉婉看他一脸憔悴沧桑的模样，原来这1个月里他一直守在这儿。那沙哑的嗓音是因为每日和他说话呼唤他的名字才变成这样的。来，先喝点水。萧灵叶倒了一杯热水，为他喝了些，又让丫鬟去请大夫准备膳食以及热水。在丫鬟的服侍下洗漱完，换了身衣裳，靠在软枕上，苏玉婉只觉又重活了一次般。婉儿，你可还有哪儿不舒服吗？待他换好衣裳，萧灵叶从外间走了进来。昏睡这1个月的时间，苏玉婉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大圈，他看他的眼神里满是心疼。苏玉婉笑着摇摇头，没有不舒服。不仅没有不舒服，他还惊奇地发现身体恢复得特别好。这倒是奇怪了，昏睡了1个月，不吃不喝却还能恢复身体，当真匪夷所思。不一会儿，方大夫来了。萧灵叶腾出位置，让方大夫坐下为苏玉婉号脉。外间3个小丫鬟则是一边喜极而泣，一边将厨房送来的食物摆在桌上。方大夫替他把了许久的脉，神色时而凝重起来。一旁的萧灵叶心急问道：方大夫，可是有什么问题吗？顿了顿，方大夫对萧灵叶和苏玉婉说道：少将军、少夫人身子已无大碍，只消调养一些时日便好。闻言，萧灵叶悬着的心才终于安定了下来，多谢方大夫。收了脉诊，方大夫提着药箱出了屋，脸上却呈现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背上也早就被冷汗浸湿。少夫人的身子倒是已经恢复如常，可方才她却没有摸到脉搏。方大夫做了几十年的大夫，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怪异。之后，萧夫人与武安侯一起走了进来，紧随其后的还有苏胜和苏夫人、苏景怀和江源。父亲，大哥大嫂，你们怎么都来了？苏玉婉惊讶地看着齐齐到来的娘家人，脸上闪过雀跃。
苏夫人坐到床边，心疼地拉着她上下打量。阿婉，娘的女儿，你总算是醒了，这1个月来可把爹娘吓坏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垂泪。见女儿平安醒来，苏胜也偷偷掩袖抹了把泪。爹娘，女儿让你们担心了。苏玉婉很是内疚。她刚生完孩子的第2天，苏夫人就带着江源上门来探望，谁知竟得知了她产后陷入昏迷的消息，可把苏家人吓坏了。这些日子，苏胜和苏景怀不知找了不少太医和大夫来看过，但都束手无策。为此，苏夫人和苏胜求神拜佛，整日跪在佛堂祈祷佛祖保佑他们的女儿早日醒来。萧夫人和武安侯知道亲家母担心受怕了1个月，2人面上都十分愧疚。好在苏玉婉苏醒了过来，萧夫人长长舒了一口气，柔声对她道：“老天保佑，婉儿你总算是醒过来了。哎，是萧家对不起你，为了生孩子，婉儿你遭了如此大的罪。”苏玉婉摇头：“母亲言重了，婉儿如今不是好好的吗？”她的宽慰让萧夫人稍稍心安了不少。如今你醒了，叶儿也总算能放心了。你昏迷的这些日子，她整日在床前守着，吃不下也睡不着，娘如何劝她也没用。听到萧夫人说的这些，苏玉婉看向了萧灵叶，眸中顿时泛起心疼。见她安然无恙，众人也都彻底放下心来，怕扰到她休息，便只留了一会儿就又都离开了。众人离去后，苏玉婉才对萧灵叶道：“夫君，这些日子你都没休息好，快吃些东西去休息吧。”他话音才落，便被他微凉的双唇附上，他轻柔的辗转，无声的倾诉着这1个月来对他的思念。第148章失而复得。之后，萧灵叶亲自为他吃了一碗厨房刚炖好的燕窝粥，又在他背后颠了个软靠枕，让他靠着舒服些。苏玉婉已经睡了1个多月，这会儿夜里她一点睡意也没有。乳娘将刚喂饱的2个孩子抱了进来，她正好趴在摇床边逗弄2个小家伙。萧灵叶洗漱完进来，见他和2个孩子玩得正开心，笑着问：“婉儿，2个孩子的名字你可想好了吗？”经他一提醒，苏玉婉才想起来还没给2个小家伙取名字。他想了想说道：“此前我便想好了，咱们儿子便叫萧景安，女儿就叫萧景和，夫君觉得如何？”景安、景和，很好听的名字。萧灵叶说着，往摇床里看了一眼。萧景安性格有些小高冷，吃饱了就静静躺着，时不时睁开眼打量一下四周。萧景和就比较活泼好动，时而伸伸小手，时而蹬蹬小腿，一双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巴着四处张望，对周围一切充满了好奇。在对上萧灵叶的目光时，小何宝糯糯地笑了2声，嘴里咕噜咕噜吐着泡泡。他伸出手捏了捏闺女的小脸，宠溺地笑道：“原来在肚子里猛替你们娘亲的是你这小家伙啊！原先他还以为整日踢婉儿肚子的是旁边那小子呢，没想到是这软糯的小闺女。”苏玉婉也发现了，景安性格十分安静，不好动，反倒是景和时常张着小嘴咿咿呀呀的，不时还挥动小拳头。一旁的男宝被他吵得直皱小眉头。看着2个小宝贝如此可爱，苏玉婉一颗心都被融化了。哪怕产后昏迷了1个月，但在这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值了。婉儿，你尚在恢复期，不能趴太久，躺下来歇着吧。萧灵叶温声提醒着，并将她从摇床围栏上扶起，让她躺到了床上。苏玉婉觉得2个小家伙怎么看都看不够，她到现在都还觉得不可思议，自己竟然生了一对龙凤胎。在她之前，大嫂江源也是生的龙凤胎，当时苏玉婉还很羡慕，说要是自己怀的也是龙凤胎就好了，这样便能一举凑个好字。没想到一语成谶，真的生了龙凤胎。萧灵叶在苏玉婉身侧躺下，让她枕在自己臂膀上，感受着她温热的气息，这1个月来的担心和不安才一扫而光。他轻轻在她额间亲吻了一下，眼底依旧含着愧疚：“婉儿，辛苦你了。”苏玉婉却笑道：“不辛苦，婉儿觉得很幸福，夫君也不必愧疚。”萧灵叶却始终觉得后怕，他不敢想，若是婉儿一直这样沉睡下去不醒来，他该怎么办？从前只听说女人生孩子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如今才明白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他差点就失去他的婉儿了。此刻抱着他，莫名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呵护着，生怕再次失去。因苏玉婉产后昏迷了1个月，孩子的满月宴推迟了，如今他醒来，萧夫人才着重为2个孩子举办了满月宴。除了朝中大臣和京中权贵，连皇上和皇后都亲自来武安侯府道贺。当今皇后便是前不久才刚册立的方贵妃方凝霜。苏玉婉听说方凝霜进宫后，才几个月时间不到，便从贵人坐上了皇后的位置，成为了大景朝史上年纪最小的一位皇后。最主要的是，后宫这么多嫔妃，皇上独独宠爱方凝霜一人，甚至得知她要来参加苏玉婉和萧灵叶孩子的满月宴，皇上更是亲自陪同前往，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小嫂嫂，方凝霜在一众宫女的簇拥下来到了隐月轩，一身大红织金风袍的她尽显雍容贵气。虽已经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但在面对苏玉婉时，她没有半分皇后的威严与架子，依然保留着当初的天真与热情。苏玉婉受宠若惊，连忙跪下行礼：“臣妇参见皇后娘娘。”小嫂嫂快起来，不用多礼。方凝霜将宫女们都平退出去，亲自将苏玉婉扶了起来。
皇后娘娘，还是称呼臣妇齐名吧。您如今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臣妇不敢乱了规矩。小嫂嫂，这是哪里话？没有你也没有今日的方皇后。小嫂嫂与本宫有大恩在身，如何担不起本宫叫一声嫂嫂？方宁霜一向是这样率性的人，苏玉婉也没办法，只好随他。呀，这就是小景安和小景和吧？长得可真漂亮，完全继承了小嫂嫂和叶表哥的美貌呢。方宁霜看着摇床里的2个小奶团子，稀罕的不得了，当即就让宫女将自己准备给2个孩子的贺礼拿了进来，是一对上好的和田玉料雕刻而成的玉佩，且由皇家寺庙里最德高望重的方丈亲自开光，有辟邪保平安的力量。苏玉婉接下贺礼，又再次行礼，臣妇替2个孩子谢过皇后娘娘。方宁霜笑着摆摆手，小嫂嫂不必这么客气，便又趴在摇床边逗弄2个小家伙。见他如此喜欢孩子，苏玉婉笑着道：皇后娘娘这么喜欢孩子，待将来产下一子半女，在宫中也算多了份乐趣了。提到这个，方宁霜面颊不自觉染上一抹绯红。自从他进宫后，皇上几乎每日都宿在他殿中，可这么久过去，他的肚子却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若不是太医每日都会把平安卖，他都要怀疑是不是自己身子出了什么问题。见他没说话，苏玉婉又道：不过皇后娘娘还年轻，此事也无需着急，缘分到了自然便会有了。小嫂嫂说的是，此事急不来，须得看机缘。方宁霜笑着应了句，缓解了脸上的尴尬。第149章下江南。转眼5年过去，大景朝在新帝的统治下日新月异，一跃成为新州大陆上最强的国家。大景朝有萧明渊和萧灵业2位大将镇守，敌国不敢再进犯，真正实现了国富兵强，海晏河清。是以萧灵业也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儿。婉儿，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吗？或者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一个盛夏的夜晚，景安和景和吃饱了，在各自屋内呼呼大睡。萧灵业拥着苏玉婉坐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夜空中的星星。苏玉婉靠在他的肩头，听到他如此问，便认真的想了想。从前他最想做的事是挣钱，挣很多的钱，这个愿望他已经算是达成了。如今他最想做的必然是当好一个母亲，将景安、景和抚养长大。若说他最想去的地方，他仰起头看着萧灵业，眼里闪过一丝向往。听说江南的风景如诗如画，我很想去看看。不只是江南，还有塞外草原、漠北戈壁，他都想去看一看。一辈子这么长，若是只能囿于后宅这一寸方地，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事物。萧灵业弯唇一笑，声音轻柔：好，那咱们就去江南，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咱们都去看看。苏玉婉欣喜点头，随即又蹙起眉头。那景安和景和呢？2个小家伙还只有5岁，若是一块带去，只怕受不住马车的长途颠簸，可若是不带去，以景和的性子，只怕要闹翻天的。他还记得上回萧灵业带他去温泉山庄泡温泉，没带他们兄妹，结果小景和知道后，差点把家都拆了。只见萧灵业眸底闪过一丝角色，靠近他耳边轻声说：明日一早，咱们早早启程，趁2个小家伙不知道。苏玉婉看着自家夫君，竟有一种狼狈为奸、做贼心虚的感觉。2人不知道的是，睡到一半醒来的萧景和正趴在门口竖着小耳朵听爹娘的对话。萧景和从小就耳力过人，此刻即便与爹娘隔着1丈远，他也将爹爹的话听到了耳朵里，顿时瞪圆了一双乌黑大眼，转过身吭哧吭哧的跑到萧景安的房间，伸出手摇晃睡得正香的萧景安：哥哥，哥哥，快醒醒，不得了了。萧景安微微睁开双眼，瞥了他一眼：干嘛？你又尿床了？萧景和一脸严肃的看着哥哥：爹爹娘亲明天要偷偷去江南，不带咱俩。不带就不带呗。萧景安半点不受影响，翻了个身继续睡。哥哥。萧景和气呼呼的瞪着哥哥的背影：难道你就不想跟着爹爹和娘亲一块去江南吗？我可听说祖母说过，江南有好多好吃的。萧景和一边说一边瞄了眼萧景安，见他仍不为所动，眼珠子转了一圈，又道：我还听说江南那边的糖葫芦又大又甜，比上京城的糖葫芦好吃多了。糖葫芦又大又甜，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萧景安立刻转过了身来，一双眼瞪得圆溜。萧景安身为男孩子，却从小就爱吃糖葫芦，因为怕他吃多了会坏牙，苏玉婉和萧灵业严格控制着，每个月只允许他吃1串糖葫芦。萧景和的话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他坐起身来，咳嗽了一声，傲娇的扬起小下巴：既然阿和想要跟去，我身为大哥就勉强帮帮你吧。好爷。萧景和高兴地蹦了起来，又怕被爹娘发现，赶紧捂住了小嘴巴。没多会儿，苏玉婉进来了屋中，兄妹俩赶紧装睡，闭上了双眼。这2个小家伙怎么又跑一块来了？苏玉婉摇头失笑，伸手拉过薄被给俩孩子搁上，静坐在床边看着俩兄妹良久，他才轻手轻脚出去回了自己屋。萧灵业已经事先同萧夫人说过此事，所以隔天一大早，下人们就早早准备好了包袱和马车。谁知2人才跨出府门，
就看见萧景安和萧景和一人挎着个小包袱，抱着双手堵在门口。萧景和抬起小脑袋，一本正经地道：“爹爹娘亲，我和哥哥也要随你们去江南。”苏玉婉和萧灵叶对视了一眼，齐齐露出惊讶的神情来。府上都已经打点过了，他二人要外出去江南的事，两个小家伙是怎么知道的？萧景和双手叉腰，一脸小得意地看着他俩。幸亏昨夜被尿憋醒，才偷听到了爹娘的话，否则这会儿估计爹娘都已经出城去了。哎呦喂，两个小祖宗，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快随嬷嬷进去，将军和夫人要外出办事，你们俩可不许捣蛋。秦嬷嬷寻他们兄妹没寻到，听下人说才知道他俩扛着包袱往门口去了。哼，嬷嬷您骗人，爹娘是要去江南游玩。萧景和气呼呼地瞪着秦嬷嬷。秦嬷嬷一愣，随即看向苏玉婉和萧灵叶，瞧他二人一脸无奈的神情，便知小姐和小少爷已经知道了。看这俩小家伙早有准备的模样，苏玉婉忍俊不禁，只好对萧灵叶道：“没办法，只能带上他们了。”萧灵叶妥协了，兄妹俩正要为此欢呼，他又厉声交代萧景和道：“你们俩要去也可以，但是得乖乖听话，还有不能顽皮捣蛋。”他口中的顽皮捣蛋可不是一般孩子那样简单淘气。萧景和这小家伙从生出来就天生神力，挥拳间伤人于无形，他怕他出门伤到别人。得到爹娘的同意，萧景和点头如捣蒜：“我们知道，放心吧，爹爹。”于是，一家四口坐上了马车，踏上了去江南的路。第150章人间烟火气。历时半个月，一家四口终于到了姑苏城。不同于上京城的拥挤繁华，姑苏城内的黛瓦白墙显得古朴清幽。才下过一场细雨，姑苏城被笼罩在一片细腻薄雾中，小巷中吆喝的小贩，河边欢喜的妇人，以及河中传来船桨擂奶声，人间烟火气在这儿体现得淋漓尽致。萧灵叶去定客栈，苏玉婉带着两个孩子在街道上闲逛着。哇，娘亲，那儿有桂花糕！萧景和指着小巷中一个卖桂花糕的货摊，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苏玉婉笑着看向萧景和：“咱们和儿想吃桂花糕吗？”“想吃。”萧景和点着小脑袋，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转着。“好，咱们去买桂花糕。”苏玉婉拉着两个孩子走到了卖桂花糕的摊子处，向老板买了一些现蒸的热气腾腾的桂花糕。桂花糕一到手，萧景和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露出赞叹的神色。哇，江南的桂花糕真的好好吃。苏玉婉伸手替他擦去嘴角的渣子，宠溺地笑道：“桂花糕好吃也不能多吃，小心胀肚子。”萧景和拍拍肚子，笑嘻嘻地道：“娘亲放心，我的肚子可以容下许多好吃的，才没那么容易胀呢。”“你呀，真是个小贪吃蛋。”苏玉婉忍不住嗔笑：“二，你怎么不吃啊？”萧景安手里握着桂花糕，却是没动。苏玉婉不禁问他，只见萧景安的目光跟随一个扛着糖葫芦的大爷飘出去好远，连苏玉婉的话也没听见。见状，苏玉婉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笑道：“既然难道出来，就破例给你买一次糖葫芦吧。”听到娘亲的话，萧景安猛地回神，嘴角咧出一个大大的笑：“真的吗？娘亲最好了。”苏玉婉便上前去向那大爷买了一串糖葫芦过来递给萧景安。拿到糖葫芦的萧景安还不忘先给苏玉婉吃第一口。苏玉婉摇摇头：“儿吃吧，娘亲不喜欢吃这么甜的东西。”“我知道娘亲喜欢吃什么。”萧景和又指着一旁挂着桃花酥的点心铺子道：“娘亲喜欢吃桃花酥，和儿给娘亲买。”他将手里的一块桂花糕吃完，然后哒哒哒地跑到了点心铺子前，指着其中的桃花酥对掌柜道：“掌柜，我要买桃花酥。”“好嘞，小妹妹，你要买多少？”掌柜笑着问他。萧景和对多少没什么概念，他想了想，从自己随身的小挎包里掏出了一张银票给掌柜：“买这么多钱的？”掌柜一看惊呆了，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张50两银票。“小妹妹，你确定要买50两银子的桃花酥吗？50两银子可以买我这店里所有的点心了。”一看这小姑娘就是娇养在大户人家的小姐，对钱没什么概念，掌柜再次提醒她道。萧景和一听顿时愣住了，这儿的点心居然这么便宜的吗？在上京城的一品斋50两银子只能买到2盒桃花酥的。那头苏玉婉带着萧景安走了过来，他连忙对掌柜道：“不好意思，掌柜的，我们不要这么多，买1盒就够了。”最终花了1两银子买了1盒桃花酥。萧景和更加震惊，这么说他手里的50两银子就能在这儿买50盒桃花酥。萧景安看了眼仍在发愣的萧景和，轻笑：“傻眼了吧？平时让你多念书，南北差异可不仅仅体现在吃住与习俗，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差距。”闻言，萧景和撇了撇嘴：“我才不喜欢念书，我将来要像爹爹那样做个女将军上战杀敌，多威武啊！”萧景安争论道：“女孩子整日打打杀杀的有什么好？还是念书修身养性适合你。”“才不要！”萧景和冲着萧景安做了个鬼脸。“婉儿。”萧灵叶订好了客栈，找来了这边。萧景和见到自家爹爹，便伸出双手要抱抱，还不忘将刚买的桂花糕拿了一块递给他：“爹爹吃桂花糕。”萧灵叶一把抱起小闺女，宠溺地笑了笑：“
闺女吃吧，爹爹不爱吃桂花糕。这下换萧景安抢声说道：“我知道，爹爹也喜欢吃桃花酥。”萧林叶看了眼苏玉婉，眼里迎着柔情：“儿说的对，爹爹和你们娘亲一样，喜欢吃桃花酥。”苏玉婉轻声笑了笑，问他：“客栈可订好了吗？”“就在前方不远处的蓬莱客栈，走吧。”萧林叶一手抱着闺女，一手牵着儿子，与苏玉婉漫步在这细雨浸润过的烟雨江南里。这一刻，脱离了身份与尘世的喧嚣，置身于平淡之中。蓬莱客栈是整个姑苏城内最大的客栈，生意十分红火。2楼设有戏台子，入住的客人每日都能在2楼听书听曲儿，以作消遣。晚间吃完饭，2个小家伙嚷嚷着想去2楼听书，萧林叶与苏玉婉便只好带着他俩下到2楼。客栈内住户很多，此刻2楼厅内已是满座。2人好不容易找了个空位坐下，台上说书先生就一拍惊堂木，开启了今日的说书。今日要给大家说的，乃是近几年发生在崖州的一件奇事。话说几年前，一名被流放到崖州的男子在流放途中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一夜白发，人也变得疯疯癫癫，嘴里整日喊着一个苏姓女子的名字。到那崖州后，该男子白日被押着去采石场干活，晚上便跑到旷野处跪着，嘴里说着忏悔的话，哪怕睡着了也还保持跪地的姿势，无论谁人劝谁人说他也不起来，就这样跪了整整5年，可谓撼天动地。台下有人小声议论：“哎，这个事儿我听说过，据说那白发男子每日都跪在地上睡觉，睡着了嘴里还不停说着对不起，我错了这样忏悔的话。哎，听着也是个可怜人儿，也不知他曾经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事，竟要如此惩罚自己。可怜什么？流放到崖州的人可都不是什么好人，只能说像他那样自我惩罚、潜心忏悔的人少见罢了。”听到周围人的讨论声，萧林叶神色微凝，侧头看向了苏玉婉，只见苏玉婉也蹙起了眉头：“娘亲，您怎么了？”萧景和发现自家娘亲听完说书先生的故事后，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萧林叶伸出手握住了他有些微凉的手：“没事吧？”“我没事。”苏玉婉摇摇头，很快又恢复了神色：“天色不早了，咱们回客房吧。”“好。”将萧景和交给萧景安，萧林叶扶着苏玉婉回了3楼客房。第151章，寻找神医。江南的雨总是下个不停，清晨刚降了一场小雨，薄薄的雾气笼罩在整个姑苏城上方，柔暖细碎的阳光透过薄雾洒进窗内，将一家4口熟睡中温馨的画面刻进了这幅江南画卷中。娘亲，娘亲，婉儿。苏玉婉睁开沉重的眼皮，发现萧林叶和萧景安、萧景和都站在床前面，露担忧地看着他。怎么了？你们怎么都这副表情？苏玉婉打了个哈欠，伸手捏了捏萧景和肉嘟嘟的包子脸：“娘亲不过是赖了会儿床，你们表情怎么都如此严肃？”萧景和猛地扑到苏玉婉怀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娘亲，方才我们一直叫你，怎么都叫不醒，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娘亲。萧景安也趴在床边，泪眼汪汪地看着他，眼睛里满是担忧。苏玉婉抱着闺女，伸手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失笑道：“好了，娘亲这不是醒来了吗？瞧把你俩吓的。”他抬眼发现站在床边的萧林叶神色凝重，一言不发，不禁问：“夫君怎么了？”萧林叶敛下思绪，看向他，嘴角扯出一丝笑来：“没事，快起来洗漱吧，早饭已经送上来了。”“好。”安抚好2个孩子，先上桌去吃早饭。苏玉婉才从床上下来，萧林叶将一早就准备好的热水端到床边。待洗漱完后，他坐到了梳妆镜前，伸手拿起梳子准备梳头，却发现手腕酸软无力，梳子直接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他指尖颤了一下，怔怔地看着掉在地上的梳子：“为夫替你梳吧。”萧林叶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梳子，站到了他身后，动作生疏而又轻柔地为他梳着长发。苏玉婉握了一下自己的双手，只觉绵软无力。他透过面前的铜镜看向萧林叶，声音微颤：“夫君，我这是怎么了？”萧林叶握着梳子的手一顿，明明是7月的天气，他却感觉苏玉婉周身透着一股寒气。5年前，苏玉婉在产后昏睡1个月醒来，方大夫虽说她的身子并无大碍，已全然恢复，可他身为枕边人，如何察觉不出她的异样？每次他握着她的手，都感受不到她的脉搏，并且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常会陷入梦魇，难以醒来。这些年里，他寻了不少名医为他号脉，可大夫们除了震惊，皆无人能解释婉儿身上的这一现象。这次来江南，一则是为了完成他心里的愿望，二则是他让黑鹰打探到姑苏城内有一位100岁神医，医术十分高明，或许寻到他便能弄明白婉儿身上的症状。他放下梳子，俯下身子，从身后抱住了他。可能只是太累了，毕竟这些年抚育2个孩子，伤筋废神在所难免。往后孩子的事交给为夫，婉儿只负责快乐就行。听得出萧林叶这是安慰的话，苏玉婉顺势笑着点头，也许是吧。但他感觉得到自己的身子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好像越来越爱犯困了，睡着了就不想醒来。爹爹，娘亲，楼下有杂耍表演，和儿想下去看。
萧景和吃饱趴在窗前，惊奇地发现楼下街道上有表演杂耍的班子，顿时勾起了他的兴趣。扭头看向苏玉婉和萧灵叶，满眼含着恳求的目光。苏玉婉收起脸上的情绪，回头对萧景安说：“好，等爹爹和娘吃完早饭，咱们一起下去。”萧景和两眼放光，便乖乖坐在一旁等着爹娘。与萧景和不同，萧景安吃完拿就起随身带的画本子看，5岁的他已经将所有字都认全了，4书5经更是早就耳熟能详。相比较萧景和外放的性子，他就显得文静许多。为了满足小家伙，苏玉婉和萧灵叶快速吃完早饭，就带着他俩下了楼。杂耍班的台子就架设在蓬莱客栈对面的街道上，此刻已经围了不少人在台子周围观看。为了让萧景和更清楚地看到，萧灵叶将他一把抱起，让他骑在他肩背上。哇！台中正在表演的是杂技人员喷火的节目，看得路人一阵拍手叫好。萧景安兴致缺缺地跟在苏玉婉身边，他对这些杂耍节目不是很感兴趣。最后一个节目表演完毕，迎来了今日的重头戏——同台竞技。只见杂耍班子的班主拿出了一个木匣子，打开后里头是一只上好的千年人参。各位看官，今日的同台竞技彩头便是这一只千年老参，还是老规矩，诚邀各位勇士踊跃参加。谁能将这500斤的石墩子托举起来，并坚持到1炷香的时间，就算未赢，便可拿走此奖品。班主话音才刚落，台下便有不少身材健壮的男子报名上台参加。萧景和看了眼台上那沉重的石墩子，笑嘻嘻地对萧灵叶道：“爹爹，我也想上台参加比赛。”萧灵叶直接摇头：“危险，不能去。爹爹您放心，我不会伤到别人的，和儿只是想上台玩玩。”萧灵叶不同意，萧景和便开启了撒娇模式。小闺女一撒娇，萧灵叶便无可奈何，行吧。于是乎，他抱着闺女挤到了台前。班主还以为是他要参加，正准备问他叫啥名，不料就看到一个小女娃上了台，昂首挺胸，气势十足地说：“我萧景和也参加比赛。”班主哈哈一笑，提醒道：“小姑娘，咱们这儿仅限成人参赛，快些下台去吧。”萧景和双手叉腰：“可班主你刚才说了，有能力者皆可参加啊。”“是我说的没错，可你个小娃娃有这个能力吗？”“我当然有。”萧景和自信十足地昂起小下巴。噗，这谁家娃跑上台来捣蛋，快下去吧，小心一会儿误伤到你。台上男子纷纷被这小女娃逗乐了。萧景和不屑地看着众人，轻哼了一声：“你们可别小看我。”这下众人笑得更大声了。他们比试的项目是托举500斤的石墩子，这个小女娃莫不是上台来搞笑的吧？萧景和知道他们不相信，于是直接走到面前一个石墩子前，搓了搓手，然后伸出2只手，轻而易举地将石墩子给抬了起来。第152章同台竞技。什么？啊，这怎么可能？原先还认为萧景和在捣蛋的男人和台下看官都纷纷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这怎么可能？班主也惊得瞪大了双眼。要知道，台上的每一个石墩子都有足足500斤重，这个小女娃却将面前的石墩子给举起来了，并且动作行云流水，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连班主自己都怀疑被小女娃举起来的石墩子是不是假道具，但很快就证实了他的怀疑是错的。这怎么可能？这石墩一定是假道具！你一个小娃娃怎么可能会举得起500斤的石墩子？有男子对萧景和手上的石墩子发出了质疑。见状，萧景和直接将石墩子放到此男子面前，并对他说：“你试试看。”男子岂会怕一个小娃娃，便撸起袖子，伸手去提石墩子。然而不论他如何用力，都提不起来一点儿。怎么样？这下不用怀疑了吧？萧景和笑嘻嘻地看着男子与众人。这男子在尝试了几次仍然举不起石墩子后，倏地涨红了脸，默默走下了台子。台上其余男子也收起了先前的玩笑声，再不敢嘲笑小姑娘。班主，现在可以开始比赛了吗？萧景和拍了拍手，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班主还处在震惊中没回过神来，听到萧景和的话，他机械地点了点头：“可以了。”随着一声比赛开始，台上众人纷纷开始了比赛。首先淘汰的是举不起石墩子的人，然后是举起来坚持不到半刻的人，最后留在台上的人只有2个，一个萧景和和另一个名叫乌童的少年男子。乌童能将石墩子举起来，已经耗费了全身的劲，可当看到萧景和一个小女娃轻松举起石墩，并且面不改色地坚持了半炷香之久，他彻底愣住了。这小女娃是妖怪变的吧？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举得起这么重的石墩子来，还能轻轻松松坚持这么久？台下的萧灵叶和苏玉婉却都俨然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萧景和的神力是自娘胎里就带出来的，从小他便能轻松举起各种重物，破坏力也是十分惊人，家里的花盆、桌椅时常遭殃，因此苏玉婉才会在孕期经常被这小家伙踢得肚子疼。一炷香眼看就要到，乌童最终还是坚持不住，手中石墩子重重掉落在地。他挫败地看着一脸轻松自如的萧景和，叹了口气，
师傅说的没错，果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日遇上这小神童，他甘愿认输。我宣布，此次比赛这位小姑娘获胜。一炷香的时间到，班主公布了最后的获胜者，并将那装有千年山参的匣子递到了萧景和手里。拿着胜利品，萧景和开开心心走下了台子。你这小丫头，如今胆子越来越大了，这么危险的比赛也敢参加？台下看客散去后，苏玉婉走上前来，看着萧景和，嗔怪道。萧景和却是笑嘻嘻的，将手中匣子在苏玉婉面前晃了一下。娘亲别生气，和儿把赢来的胜利品送给您。小家伙一副讨好的模样，苏玉婉就是想生气也生不起来了，只是故作严厉的说了句，下次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娘亲。萧景和一脸保证地道。人群中正准备离开的巫童，视线落在了萧景和手中的匣子上，他抿了抿唇，走了过来。请问小友手中这山参能否转让于我？闻言，苏玉婉与萧灵叶齐齐看向了面前的男子。萧景和将匣子紧紧抱在怀里，不行，这可是我第一次比赛赢得的奖品，怎么能给你？萧景安则是睁着一双乌黑大眼打量着面前男子，视线落在他衣上对襟和袖口那绣着太阳的图案之上，若有所思。随后脱口而出，巫族人。巫童一愣，随即低头看向了萧景安，露出赞许的目光。好聪明的小公子，这一家人一看就是外地人，这位小公子却能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份，真是不简单。听到此话的萧灵叶眸光一动，紧紧盯着巫童，问他：敢问阁下可认识城内的巫祝神医？那是我师父。巫童如实道。巫童乃是神医巫祝的亲传弟子，他师父不仅医术高超，还会卜算。今日正是师父算到城西这处的戏班子会以1颗千年山参为奖品竞赛，师父炼制丹药正需要此餐为引，故才让他来这参加比赛。只是可惜输给了面前这位小姑娘，如此师父交代的任务便不能完成了。他脸上略显遗憾。萧灵叶看出他很想要景和手里的餐，便说道：不如这样，这位小兄弟若是能为我们引荐你的师父，这餐便赠予你。此言当真？巫童眸中闪过喜色。萧灵叶蹲下身子对萧景和道：和儿，以这颗山参换取为娘亲看病的机会，你愿意吗？萧景安眨巴了一下大眼睛，随后点头，和儿愿意，便将手中匣子给了巫童。巫童还以为无缘此餐了，没想到又以这样的方式拿到手里，他轻声笑了笑，多谢公子，请随我来吧。萧灵叶与苏玉婉对视了一眼，朝他递了个安心的眼神，一家人便跟着巫童走进了一条清幽小巷，一连拐过了几条巷子，才来到一间宅院门口。巫童先是进去向他师父通报，之后才出来将人迎了进去。堂内挂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符幡，堂中一个衣着怪异、仙风道骨的白发老头盘腿坐于蒲团之上，正闭目养神。这位便是巫童的师父巫祝。萧景和和景安安静地跟在爹娘身后，在这怪异又陌生的环境里，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感受到生人的气息后，巫祝缓缓睁开了眼，在看到苏玉婉后，他瞳孔不禁微缩了一下。前世债，今生还，债了圆了，一场梦幻。第153章，一切皆是命。巫祝的话听得苏玉婉与萧灵叶云里雾里。萧灵叶轻轻拍了拍苏玉婉的肩，而后看向巫祝，拱手道：巫神医，今日唐突登门多有打扰，晚辈先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巫神医料事如神，想必已经知道我与我家娘子来此的目的，能否请神医为我家娘子看诊？他话音才落，就只见巫祝摆了摆手，摇头叹息道：无解，无解，重生之缘已尽，不可强求，二位请回吧。巫祝嘴里依旧说着奇怪的话，说完就闭上了双眼，继续打坐，不再理会二人。萧灵叶脸色微僵，巫祝的话让他心中一沉。无解是说婉儿身上的症状无法医治吗？不知为何，苏玉婉总觉得巫神医看他的眼神似乎能洞穿一切，他仿佛知道他是重生之人。他口中的重生之缘已尽，不可强求，似乎是在预示着什么，会与他身上的症状有关吗？萧灵叶还想问些什么，可巫祝已然进入了神游状态，他只好压下心里的疑惑，带着苏玉婉和2个孩子出了厅堂。巫童送他们出了院子，临走前，巫童再次谢过萧灵叶送出的千年山参。萧灵叶微微颔首，随即又趁机问巫童：对了，小师父，你可知巫神医方才口中说的话是何意？我不太清楚，师父他老人家高深莫测，若非他自己解释，旁人很难猜出来。巫童答道。萧灵叶也不勉强，再次道谢后，一家人便离开了此地。路上，二人沉默寡言，心里都在想着方才巫神医的那句话：重生之缘已尽，是指他这一世的缘分尽了吗？也是，他本就是已死之人，是老天垂怜才给了重生的机会，能多活这么些年已是老天恩赐，债了缘了。这一世他本就是为讨上一世惨死的债而活着，如今债已讨完，是否也预示着他该离开了？思及此，他鼻尖微酸，视线落在跑在前头的2个孩子身上。这一刻，他贪心的想要向老天多借些时光，
他多希望陪着两个孩子长大，也想陪着心爱之人到老。别担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萧林烨伸过手揽住了他的肩，柔声安慰。抬起头，他已是泪流满面。饶是他深谙有得必有失的道理，可若结局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爱人和孩子，这未免太残忍。回到蓬莱客栈已是傍晚，用过晚饭后，苏玉婉又开始犯困了，两只眼皮沉重的像有千斤重，脸上也毫无精神。萧林烨将床铺好，让他早些休息。躺到床上后，苏玉婉看着他说了句：“夫君，我怕明日起得晚，又吓到两个孩子，到了辰时便叫我起床吧。”萧林烨摸了摸他的头，点头道：“放心吧，我会的。”他微微笑了笑，闭上眼，很快便睡着了。看着他睡梦中恬静的睡颜，他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来江南后，他越发犯困的厉害，清醒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些年在战场上几经生死，他都未曾怕过，可这一刻他是真的怕了。他怕他再一次出现5年前昏睡不醒的情况。想起今日巫神医的话，萧林烨抿了抿唇，将萧景和和萧景安叫到了床边。爹爹，怎么了？萧景和正拉着萧景安和他玩翻花绳，听到爹爹的叫唤，二人便立刻跑到了床边。萧林烨蹲下身子，看着面前两个小人儿，交代道：“一会儿爹爹要出门办些事，和儿和儿就留在客栈保护娘亲好吗？”好。萧景和点点头，保证地道：“爹爹放心，和儿会保护好娘亲的。”萧景安也点头：“爹爹放心，我会保护好娘亲和妹妹的。”乖。萧林烨摸了摸两个小家伙的脑袋，笑道：“若是困了，就到床上去睡，千万不能离开娘亲乱跑出门。爹爹办完事就回来。”知道了，爹爹。萧景安、萧景和齐齐点头应道。出了房门，萧林烨照出隐在暗处的黑鹰，吩咐道：“我出去一趟，你守在这儿。”是，主子。之后，凭着白天的记忆，萧林烨又再次来到了巫神医的宅院。他正准备叩门，门便被打开了来。巫童出现在门后，微笑道：“萧公子，师傅已经算到你这个时辰还会来，请进吧。”萧林烨微怔片刻，随即迈步走了进去。巫神医来到厅堂内，他再次向巫主行礼。既然巫神医料到晚辈会再次登门，那么能否为晚辈解惑？他微弓着身子，态度恭敬，语气诚恳。巫主微微睁开眼，看了他一眼，而后叹息：“想必公子已经发现了，你家娘子早已无脉搏跳动。”萧林烨面色一紧，巫神医果不负盛名，不用把脉便知婉儿的情况。他点头，随后问：“神医可知这是什么病吗？”巫主道：“非病，你这位娘子早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什么？萧林烨瞳孔微震，满脸写着难以置信。怎么会？不可能，这5年他明明好好的，神医可是弄错了。陡然听到这样的话，萧林烨实难接受，连呼吸都随着烦乱的心绪变得紊乱起来。巫主又道：“无脉不成活，是他手腕上的凤血玉镯在为他续命。”凤血玉镯续命？萧林烨再次震惊。此镯子乃是集千年天地精华而成的灵玉，认主后可保其平安，延续寿命。你娘子在5年前生下孩子后变了这一世的缘，本该入轮回，是这镯子勉强让她多活了5年。如今此镯灵气耗尽，你娘子也摆脱不了香消玉殒的命运。听完巫祝的话，萧林烨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只觉天塌了一般，眼前昏聩了一瞬。怎么会这样？他难以相信，他的婉儿竟然在5年前就已经……为何会这样？那时的他明明一切健康，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疾病与不适，为何会？一切都是命。如今公子既已解了心中疑惑，便请回吧。第154章祈愿。窗外鸟儿的叽喳声传到屋中，苏玉婉缓缓睁开了眼。她侧过头，萧景和萧景安正趴在床前，一瞬不瞬地盯着她，二人都是眼眶红红的，看样子就知道哭过了。见她终于醒来，两个小家伙直接扑到她怀里，忍不住哭出声来。苏玉婉心头一紧，赶紧往窗外看了一眼，艳阳高照，许是已经午时了。她又睡了很久，两个小家伙担心了吧？他只能笑着安慰道：“阿儿和儿，乖孩子别哭了，娘亲只是太累了，便多睡了会儿，别担心。”可是娘亲这次睡了2天。萧景和盯着哭得红肿的双眼，仰头看向他。苏玉婉紧蹙起眉来：“我睡了2天。”这时门被打开，萧林烨提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他看向他，嗔怪道：“夫君怎么忘了叫我起床？”当着孩子面，萧林烨笑道：“看你睡得香，想让你多休息一下。”但其实昨日早上辰时，他便在床边唤他起床。可是怎么也叫不醒，他迷迷糊糊中睁开了一下眼，看起来真的很困的样子。苏玉婉藏在被子里的手微微一颤，面上仍含笑对俩孩子道：“好了，别哭鼻子了，娘亲真的只是太累了，你们别担心。”萧景和心思单纯，见到娘亲醒来，便也就安心了，脸上很快露出笑容。萧景安却发现娘亲最近很不对劲，虽然爹爹只说找神医是为了给娘亲调理身子，
可是娘亲近来似乎常常陷入昏睡。你们先到外间去玩，让娘亲起来洗漱。萧林业将两个孩子哄到外间去，这才拿过外衫，亲自替苏玉婉穿上，又端来早就准备好的热水为她洁面，之后又为她梳头描眉。苏玉婉几乎没动一下手，她坐在梳妆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似在思索，似又陷入了恍惚。好了，去吃早饭吧。萧林业为她挽了个简单温婉的发髻，簪上了她最爱的白玉兰发簪。苏玉婉起身移步到桌前，许是睡了2天的缘故，看着桌上几碟精致可口的小菜，食欲大开，将一碗粥都吃完了。夫君你怎么不吃啊？苏玉婉发现萧林业一直在为她夹菜，自己面前的粥一口没动。萧林业垂下眼睑道：我早上吃过了，不饿。苏玉婉却感觉他装着心事，与他夫妻这么多年，他从不会避开他的目光说话。夫君怎么了？婉儿。苏玉婉话到嘴边，还是又咽了回去。若昨日那位神医的话真的预示着他的结局，此时说与他知道定会伤心，不如就这样，在仅剩的日子里好好享受与他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吧。昨夜躺在床上，他也想明白了，总归他这一世已经拥有过了前世从未有过的幸福，就算离开也无憾了。没事，就是想喊你。他忽然对着他笑。萧林业眸色颤动，也对他回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劲抑制着，才没有在他面前露出难过的神情来。今日咱们去哪里？苏玉婉一边吃一边问他。萧林业道：听客栈掌柜说，今日是七夕节，晚上河上有画舫游船，待晚上咱们便去坐游船。游船？儿和儿应该喜欢。他说着，看向了一旁正在玩闹的景和和坐在书案前认真写字的景安，眼角溢着爱意。晚上的姑苏城，游人如织，熙熙攘攘，比以往都热闹。因是七夕节，街上手挽手的小夫妻比较多，街道两旁多了许多卖小玩意的小贩，河边围栏上更是挂上了许多漂亮的花灯。他们上了一艘画舫，内设木椅小鸡，还有烹茶的工具和各种点心。画舫上挂着一盏兔子形状的灯笼，船只缓缓行驶，青色纱帐在微风中飘扬，更添唯美雅致。萧景和从未坐过画舫，感觉十分新奇，一上船便趴在船沿看外头的景色。萧景安则是被旁边一艘画舫上文人吟诗作对的声音吸引了目光。苏玉婉坐在木椅上，仰头看着高挂在半空的皎白圆月，眉间隐隐藏着忧愁。萧林业在小炉子上烹了一壶热茶，为他倒了一杯，这是茉莉花茶，婉儿尝尝。他回过神，端起他递过来的茶杯，好清香的味道，浅啜了一口，满齿留香。他正品着茶，就见萧林业又从袖中掏出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这你什么时候买的？他惊讶地看着他手里的花。萧林业浅笑，方才在河岸上买的，今日是七夕节，这儿的习俗男子都会为心爱的女子簪花。他边说边将花簪到了他的发髻上。苏玉婉面色微红，问他好看吗？很美。他看着他，目光紧紧，像是要将他的模样刻在眼中一般。哇，快看，有天灯！萧景和抬头看到夜空中飘着好多孔明灯，小脸上满是惊喜。此时恰好画舫绕着姑苏城游玩了一圈，停靠到了岸边。爹爹娘亲，咱们也去放孔明灯吧。萧景和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卖孔明灯的摊子，期盼地看向他二人。好，那便去吧。今夜卖孔明灯的商贩忙得不可开交，萧林业排了许久的队才买到了2个。客官，这儿有笔，可在灯上写下心中祈愿。多谢。拿了灯和笔，萧林业走到了河边，他将其中一个给2个小的来写愿望，另一个则是和苏玉婉一块写。萧景和还是第一次做这么有意思的事，他提起笔便在灯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好吃的食物名字。他的愿望便是吃遍天下美食。萧景安瞥了他一眼，这么多吃的也不怕胖成猪？才不会。萧景和白了他一眼，顺便将头伸到他那边，让我看看你写的啥。萧景安也没藏着，直接给他看，只见上头写着希望娘亲健康快乐。萧景和顿觉后悔，自己那一面全都写满了食物，都忘了给爹娘也写一条祈愿了。不过他在心里为娘亲和爹爹祈愿了。苏玉婉想了一下，在纸面上写下祈愿安儿和儿一生顺遂，平安长大，夫君身体常健。萧林业这边则只写了简单一句，婉儿永远陪在我身边。第155章求见。师傅，那位萧公子又来了，正跪在门外呢。巫童端着刚沏好的热茶走到了正在药房里研制药材的巫祝跟前，说道：一连7日，萧林业每日都来此跪于院外求见巫祝，然而巫祝都选择不见。师傅，那位萧公子已经跪了1个多时辰了，这会儿日头正烈，不如让他进来喝杯茶吧。巫童小声的试探说道，念着那日萧林业赠山参之情，不忍心看他在这烈日下跪着，让他进来吧。巫祝端起茶盏，淡淡说了句哎。巫童笑着转身出来，将萧林业请了进去。来到厅中，萧林业一撩袍子，又跪到了巫祝面前。
他才要开口，巫祝便对他摆了摆手：“我知道萧公子要问什么，此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无解。”萧林烨却目光坚定地道：“晚辈知道巫族有一种以命换命的秘术，我愿意用我之命换我家娘子一命，还请神医帮我。”闻言，巫祝眉头一皱，朝一旁的巫童斜了一眼，感受到来自师傅眼神的压迫，巫童赶忙摇头摆手，眨巴着一双无辜眼：“师傅不是徒儿说的。”巫祝冷哼了一声：“神医勿怪，此事并非小师傅透露，而是在下托人打听到的。”萧林烨解释道：“你倒不凡，竟连这都打听到了。”巫祝指了指一旁的客椅，示意他起来坐。萧林烨眼底露出一丝希冀的光，这么说神医肯帮忙了。巫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叹了口气，才慢悠悠地说：“老夫知你就妻心切，但你可知以命换命乃逆天而行之法，先不论此法能否成功，即便以你之命救了你家娘子，他知道真相怕也不会独活。”萧林烨眉头紧蹙起来，思忖片刻后说道：“那就不让他知道真相。”听到这话的巫祝深邃浑浊的眸子半眯了起来，明知不能相守，也执意如此，值得吗？值得。他回答的没有半分犹豫。他3书6礼将他娶进门，承诺过会一生护他，又怎么会让他走在自己前头？巫祝目光变得悠远起来，透过萧林烨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嘴里喃喃道：“这世间之人终究是逃不过情这一劫，还请神医帮忙。”萧林烨恳切地看着巫祝，已然下定了决心。罢了罢了。巫祝再次叹了口气，此法需要用到天山冰蚕，在这之前，你得先去天山之顶拿到天山冰蚕。看样子，巫神医这是答应帮忙了。萧林烨当即站起身来，行礼谢道：“多谢神医，晚辈一定会将天山冰蚕带回来。还有，老夫得提醒你一下，那天山冰蚕生长在昆仑雪山之巅，极难得到，普通人根本到达不了雪山之顶，更甚者会死在那极寒之地。我一定将其带回。”萧林烨信心十足道。回到蓬莱客栈的时候，苏玉婉还在昏睡中，从前日到现在，他已经睡了整整3天了。期间，萧景和和萧景安一直守在床边。门吱呀一声被打开，萧林烨走了进来。“爹爹，怎么办？娘亲还没有醒来。”萧景和红着眼跑到萧林烨跟前，抽泣了起来。萧林烨摸了摸他的脑袋，蹲下身子，掏出帕子替他擦去眼角眼泪，哄道：“和儿别担心，娘亲只是累了，等睡够了便会醒来的。”“真的吗？”萧景和哭的嗓子都沙哑了，脸上笼罩着不安。“真的，爹爹何时骗过和儿？”萧景和听了，才勉强止住了哭声，但小脸上还是挂着担忧。他让萧景安将萧景和带到外面去玩，而后走到了床边。苏玉婉还没有要醒来的迹象，他握起他的手，发现手腕上的血玉镯子光泽大不如从前，玉上的血色也慢慢褪成了白色。他喉头哽咽了一下，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忧伤。“夫君。”这时苏玉婉渐渐醒来，看他一脸黯然神伤的模样，心里抽痛了一瞬。“婉儿醒了，饿了吗？”他立即敛去脸上神色，不叫他看出端倪来。苏玉婉笑了笑，顺势坐了起来。“不饿。”抬头看了眼窗外的天色，他脸上的笑容又淡了下去。“我又睡了很久吗？”萧林烨嘴角浮起一抹笑意，眼底一如既往的迎着宠溺。不久，夏日炎热贪睡也属正常。苏玉婉没说话，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安儿和儿呢？怎么不见他俩？”“他们在楼下院子里玩。”萧林烨伸手抚了抚他的脸颊，忽而正色道：“婉儿，明日我让黑鹰护送你和孩子先回京城。”苏玉婉一怔：“怎么这么突然？夫君不一起吗？”萧林烨道：“边境驻扎营新增了一批边防兵，皇上让我前去操练一下新兵。军务要紧，那我这便起来收拾东西，明日便启程回京。”苏玉婉并没有怀疑他的话。“不急。”萧林烨冲他笑了一下，阴郁了许久的脸上总算放晴。“你先起床吃饭，东西一会儿我来收拾。”“好。”有他在，苏玉婉几乎用不着操心什么。第二日，黑鹰已将马车备好，按照萧林烨的吩咐，他在车马行买了一辆宽约8尺、内设一张小榻的宽敞马车。若是途中婉儿和孩子困了，便可在榻上歇息。还特地买了许多瓜果点心，让2个孩子在路上吃，给苏玉婉则买了2盒桃花酥。苏玉婉牵着2个孩子走出客栈，上马车前，他对着萧林烨叮嘱了一番：“夫君此去边境，可要一路小心。”“婉儿放心。”萧林烨点点头，随后上前，不顾街上行人的注视，在他额间深深落下一吻：“婉儿也要保重。”“我会的。”苏玉婉含笑看着他，他的模样还一如初见时那般清丽绝尘。他不舍得看着，想要将他的模样深深刻在心里，永不忘记。“爹爹。”萧景和不舍得揪着萧林烨的衣角，一双大眼泛着泪光。萧林烨蹲下身子，将他抱在怀里，柔声笑道：“和儿乖，你和哥哥先同娘亲回家，爹爹忙完了事便回京。”第156章前往昆仑山。看着马车走远后，萧林烨才转身上了黑鹰另给他准备好的千里驹，往昆仑山方向而去。
根据巫神医所说，婉儿手腕上的镯子只能支撑她不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她必须在3个月之内拿到天山冰蚕。思及此，他狠狠踢了一脚马肚子，以疾风之速出了姑苏城。马车出了姑苏城后，便驶上了官道。苏玉婉靠在车壁上，看着面前的2个孩子，竟然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还剩多少时间呢？他还能陪伴2个孩子多久？娘亲，您怎么哭了？萧景和回过头，发现娘亲在流泪，赶紧从自己的小挎包里掏出帕子替她擦泪。娘亲，萧景安发现这些日子娘亲脸上总是挂着忧伤，一向聪慧的他隐隐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即将发生。苏玉婉意识到自己让孩子们担心了，便借口说是被外头吹进来的风沙迷了眼。他努力让自己展露笑颜，不让孩子们跟着不安。马车行驶途中，为了不让自己感到困倦，他喝了许多茶，又与孩子们游戏玩闹，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就这样坚持了1天。晚上，萧景安和萧景和在小榻上睡着了，他拿过一条薄毯子为2人盖上，自己则坐在榻边，用身子抵靠在榻沿，防止马车颠簸将2人抖落下来。在马车的摇晃下，苏玉婉也渐渐闭上眼睡着了。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了榻上，毯子也盖在了自己身上，而萧景安和萧景和则是趴在床边静静地守着他。见他醒来，2个小家伙脸上才露出笑意。娘亲，你终于醒了。苏玉婉猛地坐起来，他撩开车窗帘子看了一眼，顿时瞪大了双眼。马车已经驶入了京城，他这是睡了多久？快半个月了吗？一瞬间，恐惧与不安纷纷涌上心头。半个月，这一次他竟然昏睡了半个月之久，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他陷入昏睡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直至尽头？娘亲，您怎么了？萧景安见他神色不对，心也跟着提了起来。苏玉婉拧着眉，却是笑道：“没什么。”少夫人，侯府到了。马车缓慢停下，传来黑音低沉的声音。苏玉婉恍然回神，整理好情绪，这才带着2个孩子下了马车。听到苏玉婉和2个孩子回来的消息，萧夫人连忙从碧辉堂来到隐月轩。婉儿、阿和儿，你们总算回来了。萧夫人想念2个小孙孙想念的紧，这会儿早已热泪盈眶，将2个孩子拥入了怀中。儿媳刚下马车，本想着洗漱一番再去给娘请安，没想到您就过来了，还请娘见谅。苏玉婉将包袱递给丫鬟，朝萧夫人行了一礼。萧夫人连忙摆手：“无妨，一家子讲什么虚礼？娘听说阿和儿回来了，心里高兴，便急着过来了。”见他脸色不太好，萧夫人有些担忧：“婉儿可是哪里不舒服？脸色怎地这般差？”“没事娘，我休息一会儿便好。”苏玉婉浅浅一笑，掩去了眼底悲色。许是舟车劳顿没休息好，萧夫人便也没多想。对了，叶儿呢？怎么不见他人？萧夫人这才注意到没瞧见儿子的影子。苏玉婉如实说：“夫君受皇上之意去边关操练新兵去了。”原来如此。萧夫人点点头，随即又看向2个孩子，笑着问：“阿和儿，去江南这么些日子，有没有想祖母啊？”萧景和点点头，想：“我们还给祖母带了很多江南点心呢。”“是吗？哎呀，祖母的2个小心肝长大了，都知道疼祖母了。”萧夫人笑得连眼角皱纹都洋溢着幸福：“祖母也给你们准备了好东西，去祖母那儿玩，让你们娘亲休息一会。”好，2个小家伙异口同声，便跟着萧夫人去了碧辉堂。少夫人，热水已经备好了。春眠这才走进来，紫渊和白露也跟在身后。2个月不见苏玉婉，3个小丫鬟都十分想念，也很担心她。尤其是春眠，她在清水镇便与苏玉婉相识，抛开身份，2人情同姐妹。如今看着苏玉婉的身子每况愈下，她打心里心疼。我知道了。苏玉婉去了净房，褪去衣裳后泡进了浴桶里。这一刻，她终于卸下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坚强外壳，无声地小心翼翼地低泣起来。不怪老天残忍，是她太贪心了。重生一世的美好让她产生了贪欲，竟想将这份美好延长到一辈子。历时1个多月，萧灵叶终于来到了昆仑山脚下。昆仑山脉高耸入云，层峦叠嶂，那被白雪覆盖的顶端便是萧灵叶要攀上去的地方。山脉险峻，马上不去，他只能将马拴在山脚草木旺盛的地方，然后徒步往山上走去。昆仑山脉广阔，且林中隐藏着不少野兽，他一边走一边得提防随时窜出来的凶兽。白日还好，到了夜间视线不清，若是遇到豺狼虎豹，便不太好应付。越接近山顶，气温越低，他感觉到身子逐渐变得僵硬，呼出来的气也瞬间凝成了霜。嗷呜！林子里突然传来一声狼叫，萧灵叶顿时戒备起来，抽出了佩在腰间的长剑，冷厉的眸子扫视着四周。嗷呜！就在这时，一头灰毛狼猛地从他身后的林中窜出来，张开利爪朝他扑了过来。萧灵叶眸光一凛，迅速偏闪到一旁，随即扬起剑朝那狼劈了过去。灰毛狼脖颈被劈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哀嚎了几声便倒在了地上。
萧林叶正要收剑，不料周围窜出了更多的狼，狼群将他团团围住，发出尖锐悲凄的嚎叫声。他握紧了手中剑，在狼群群起而攻之时，挥动长剑奋力抵抗。几招过后，狼群皆倒在了他的剑下，浓烈的血腥味吸引了更多的狼群，刹那间他便被围困在上百头狼之间。第157章，留个念想。在极寒的环境下与群狼对抗了几个时辰之久，萧林叶已现精疲力尽之色。待将最后一只恶狼斩杀殆尽之后，他才发现左手臂上被狼爪抓破了几道深口。他提起利剑，在袍角处割下一条布条，胡乱绑在了伤口之处，又取下腰间早已空瘪的水囊，走到一只还在血泊中挣扎的灰毛狼面前，一挥剑割开了那狼的颈动脉，用水囊接取了满满一壶狼血，挂回腰间，又继续往上攀登。越往上，空气越发寒冷，随之而来的是他身上的体温骤然下降，直到降到冰点。裸露在外的手与脸颊很快被冻伤，双腿也僵硬麻木，无法行走。他艰难地取下腰间水囊，拔下木塞，往嘴里灌了一大口温热的狼血。狼血入肚，瞬间让他全身血液沸腾起来，身上体温也有所回暖。就这样靠着狼血坚持着再往上行了一段路。在接近山顶的路段堆积着厚厚的白雪，每踩一步双足都陷进去很深。快了，就快到山顶了。萧林叶脸上已经被冻得满是淤青，双目却依旧坚定地看着前方。越往上，脚下的雪逐渐变成了冰，极寒天气令行走越发艰难。水囊里的狼血已经喝空，手中剑成了唯一支撑他前行的柱杖。与此同时，尹月轩、苏玉婉用过饭后，又坐在榻上做起了针线活。从姑苏城回来，他便让春眠从库房找了些好料子出来，照着萧景安和萧景和的尺寸裁剪了好几套衣裳裁片。春眠看出他是在给小公子和小小姐做衣裳，只是不明白为何要裁剪这么多裁片，有些尺寸甚至是8岁、9岁、10岁的。自从开了绣楼，苏玉婉已经很少自己做衣裳了。如今他想着给2个孩子多做些衣裳，以后他若是不在了，也好给孩子们留个念想。苏玉婉心里想着是，手指不小心被针尖刺破了一个口。小姐您没事吧？紫渊见状，准备去拿纱布来帮他包扎。没事，做刺绣扎道乃是常事。他掏出帕子擦去指尖上的血，不知怎的，心里总觉得不安。他想起了萧林叶，他如今应该也已经到达边境了吧？扭头看向一旁桌上为他缝制的新鞋，他眉间透着淡淡的担忧，也不知他在边境如何了。上回在姑苏城分别的匆忙，来不及为他多准备些衣裳。操练新兵应该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在他离开前还能不能再见上他一面。独自坐在榻上想了许多事，困倦感又如洪水猛兽般袭来。苏玉婉端起泡的浓茶喝了一口，吩咐春眠去准备马车，他要回苏家一趟。以后的每一次昏睡还不知会到何时醒来，他得趁着清醒的时间回去再看看爹娘。阿婉，今日怎地有空回家来？快坐到娘身边来，让娘好好看看你。得知他回来，苏夫人高兴得不行，女儿想爹娘了，所以便回来看看。娘您身子最近如何了？父亲可还好吗？苏玉婉依偎在苏夫人肩头，闻着娘亲身上的檀木香味，鼻尖忍不住泛酸。好，爹娘都好。前几日你爹爹还念叨着你，说你去了江南这么些日子，想你了。对了，怎么不带阿和一块儿来与诺儿玉儿玩？苏玉婉淡淡一笑，此去江南，他们2人课业停滞了许久，这会儿正在府上上课，便没带来。也是，课业要紧。苏夫人点点头，只是许久没见那2个小家伙，倒还蛮想念的。那下次女儿便带回来给娘看看。苏玉婉笑道。正说着话，门口跑进来2个小炮弹。苏子诺和苏子玉热情地喊着姑母，一头扎进了苏玉婉的怀里。诺儿玉儿，2个月不见，你们兄弟俩都长这么高了。苏玉婉笑着摸了摸2个小家伙的头。苏子诺和苏子玉是双胞胎，现年6岁，兄弟俩的模样极为相似，苏玉婉常常分不清他俩。好在喊名字时尚能区分开。姑母，和儿表妹怎么没来啊？上回她答应了教我们打拳的。上回苏玉婉带着一双儿女回来，得知萧景和手劲大又会打拳，苏子诺、苏子玉兄弟俩羡慕的不行，嚷嚷着要跟他学打拳，变得像他一样厉害。苏玉婉笑道：今日和儿表妹得上课，没法来，下回带来同你们玩好吗？那说好了，姑母可不能骗人。诺儿玉儿。江源走进来，先是给苏夫人行了礼，见2个小家伙缠着苏玉婉，担心他俩冲撞了他，嗔斥道：不可没规矩，到一旁玩去吧，姑母身子若经不起你们如此闹腾的。苏玉婉浅浅而笑，没关系，诺儿玉儿很乖。自家娘亲发了话，苏子诺、苏子玉不敢违抗，便笑嘻嘻地跑出去玩了。阿婉，你身子可好些了吗？江源在锦凳上坐下，关切地看向苏玉婉。苏夫人也道：是了，听侯府下人说阿婉你近来嗜睡得厉害，可是身子还未调理好吗？苏玉婉眼神机不可察地闪躲了一下，
只是天气炎热嗜睡而已，娘亲和嫂嫂不必担心。真是这样吗？阿婉，若是身子不舒服，可一定要请大夫诊治。苏夫人握着她的手，想起5年前她产后昏迷1个月的事，还有些后怕。她寻了大半辈子，才好不容易将女儿寻回来，可再也经不起任何意外与别离。苏玉婉又如何不知这一点？所以她才不敢与父母说实情，怕他们知道后伤心。至于以后的事，就留到以后再说。至少目前，她不能让父母也跟着担惊受怕。在苏夫人的昭华堂坐了一下午，苏玉婉实在困得不行，用了晚饭便匆匆回侯府了。回到隐月轩，她将春眠叫到身边：“少夫人，您找我。”春眠恭敬站在她面前。苏玉婉看着她，问道：“春眠，你跟着我来京城这么久，想家吗？”春眠摇头：“不想，有小姐在的地方才是奴婢的家。”苏玉婉并不意外他会如此回答，便道：“好，既然如此，那有几件事我要交代给你。少夫人请说，奴婢一定办好。”出屋子的时候，春眠便忍不住红了眼睛。紫渊、白露见状，连忙上前来问他出了何事。可春眠只是死死咬着唇，一句话也没说。紫渊、白露虽跟在苏玉婉身边的时间短，与她的主仆之情却也不比春眠少。二人早也发现了少夫人的不对劲，即便春眠不说，二人也隐隐猜到了什么。第158章，别睡，醒来吧。夜里，苏玉婉忍着没睡，一连写了几封信交给春眠放好，又偷偷去看了熟睡中的萧景安和萧景和最后一眼，在他们各自的房间里坐了好一会儿，才忍着不舍回了隐月轩。在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刻，坐上了侯府门外早已安排好的马车，以早前便同萧夫人说过的祈福为由，往九华寺的方向而去。知道苏玉婉今日要去九华寺，紫渊和白露一早便跪在隐月轩院中，恳求带上他们二人一同去，但被苏玉婉拒了。此行只带了春眠一人，若是隐月轩一下子空了，势必会引起安和儿的怀疑。紫渊和白露必须留在隐月轩稳住2个小家伙。春眠一边驾车一边流泪，想起昨夜少夫人说的那句“我命不久矣”，不想让安和儿小年纪就承受母亲离世的痛，所以明日一早便以去寺庙祈福为由前往九华寺。你要做的就是守好这个秘密，以及在合适的时机将那几封信交给少将军。春眠怎么也没想到，少夫人交代他的竟是身后事。怎么会这样？少夫人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会命不久矣？她前半生这么苦，如今不是才迎来好日子吗？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马车在林间穿梭，马蹄踏过之处扬起了一地尘土。苏玉婉靠在车厢内壁，看着手腕上已经全部变白的血玉手镯，深深叹了口气。马车来到九华寺后，春眠背着苏玉婉跟随住持去到了寺庙后院一间极为静谧的房间里。此时的苏玉婉已经昏昏欲睡，春眠将她放到床上后，替她隔好被子，哽咽着道：“少夫人睡吧，奴婢会一直守在您身边的。”苏玉婉微微笑了笑，缓缓闭上眼睡着了。阿弥陀佛。住持双手合十，嘴里念了一句经文，转身走出了房间。昨天晚上，苏玉婉便让人送了封信到九华寺住持手里，只说想要来九华寺常住。今日一早，住持便让小僧将此处打扫了出来。只是见到苏玉婉的那一刻，住持便看出他阳寿已尽，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一路上都在默念着经文。萧林业终于登上了山顶，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山顶之上，他连笑都没有力气。此刻全身已经冻得毫无知觉，双腿麻木的丝毫动弹不得。他拔起插于冰面上的剑，在腿肚子上又划了一刀，疼痛感让他稍微恢复了些许知觉，趁着间隙又往前走去。山顶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密林，雪深至膝盖，他每走一步，身后的雪便被染成了红色。他一边走一边寻找，最后在一棵挂满冰林子的树上发现了天山冰蚕，通体如水晶般的冰蚕与皑皑白雪融为一体，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他心中暗喜，从怀里取出一只小盒子，将天山冰蚕引了进去，隔好后又揣回了怀中。这下玩有救了。正要掉头下山，腰间香囊却突然滑落，掉在雪地上。萧林业心头一颤，伸手将香囊捡了起来，刹那间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将香囊揣进怀里，沿着来时路往山下而去。婉儿，等我，等我！娘亲，和儿长大后要像爹爹那样做个威震四方的大将军，守卫边疆，保护娘亲。嘻嘻，娘亲，儿新学了一篇文章，儿读给娘亲听好不好？阿婉，你爹爹前几日还念叨着你，说想你了，今日既回家来，便留在家里住一晚吧。等你父亲回来见到你，肯定高兴。娘也想你了，今晚你和娘睡，咱们娘俩说说提起话。阿婉，这是大哥送你的见面礼，你瞧瞧喜不喜欢？别怕，回了家，往后爹娘和大哥都会护着你。阿婉，好妹妹，你觅得良人，大哥为你高兴，祝愿妹妹妹夫婚后琴瑟和鸣，白头共老。乖女儿，老实告诉爹爹，嫁到武安侯府，萧林业那小子对你好不好？
若是他敢对你不好，一定要告诉爹爹，爹爹帮你大耳刮子抽他。乖女儿，别睡了，快起来。婉儿，你说想去塞外，想去漠北，我陪你去。万千世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我都陪你。不要睡，醒来吧。婉儿不要睡，你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吗？前世债，今生还，债了圆了，一场梦幻。重生之缘已尽，不可强求，不可强求。咚！九华寺上空传来一声钟响。住持站在院中，抬头看了眼灰蒙蒙的天，捻动手中佛珠，低低念了句阿弥陀佛。少夫人，少夫人。春眠在彻底听不到苏玉婉的呼吸声后，砰地跪在了地上，嘶声哭着，喊着：老天爷，我们家少夫人这么好，您怎么忍心让她就此香消玉殒？春眠一边哭一边砰砰磕头：老天爷，您睁睁眼吧，春眠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少夫人陪着小公子小小姐长大，求求您睁睁眼吧。婉儿，等我，等我，我很快变回来了。萧林叶已经记不清自己如何下的山，他的马儿还在山脚下等候，飞身上马后，他便急速往京城赶去。乌祝卜算到萧林叶已经拿到了天山冰蚕，在收拾好行囊后，便带着乌童也一块赶去了京城。第159章，如此足矣。又是一年春，隐月轩窗棂下的海棠花开得极为艳丽。嚯哈！萧景和穿着娘亲为他做的新衣裳，正在院子里练剑。已经6岁的他，如今懂事不少，不再像以往那般只知玩闹，每日清早一起来就跑来院子里练剑。小姐，歇会儿吧，您都已经练了一上午了。紫渊端着一盘茶点走过来，劝道。萧景和拧着眉头，手上动作依旧未停。我不累。娘亲去九华寺之前留给他的信上写着，等他学会了爹爹的一身本领，娘亲就回来了，所以他不能偷懒。等他变得像爹爹一样厉害，娘亲见了一定会很高兴。唉，紫渊叹了口气，眼底闪过一抹心疼。同样的，萧景安每日下了学就在自己的书房里认真练习着字帖，娘亲也给他留了信说希望他用功念书，将来出人头地。娘亲还让他功课不可懈怠，他乖乖听了，每日都在很用功的学习。白露在一旁为他研墨，少夫人在离开前把他和紫渊二人分别指派到2位小主子跟前伺候。这1年多来，少爷和小姐都十分用功，也很想念少夫人。院子里的海棠花又开了，也不知道少夫人何时回来。秦嬷嬷，派去的人可打探到消息了吗？佛堂内，萧夫人闭目跪于蒲团之上，手里拨弄着佛珠。秦嬷嬷回道：少将军的贴身侍卫只说有神医在九华寺为少夫人医治，让夫人您不必担心。萧夫人叹了口气，这都快1年的时间过去了，究竟是什么病不能在家里治，就连过年也不能回。起初苏玉婉去九华寺时与萧夫人说的是去寺里祈福，但一去便去了半年，此后连个消息都没传回来。她怎能不担心？阿和儿常常在梦中喊着爹娘。苏玉婉才到九华寺后不久，萧林业就回京了，只是连家都没回一趟，就紧跟着去了九华寺，并派人回来传了个口信说请到一位神医为婉调理身子，可能要在寺中待上一段时日，让她不必担心。秦嬷嬷出言安慰道：夫人不必担心，少将军既然也在九华寺，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萧夫人叹息，虽是这样说，可我这心里总觉得不安。要是夫人实在不放心，那过几日老奴亲自去九华寺探探情况。秦嬷嬷道：也好。九华寺后院禅房，萧林业在拿到天山冰蚕后，便日夜不眠地往京城赶，期间换了6匹马，用了7日时间，终于赶到了京城。得知苏玉婉来了九华寺，他便来了这儿。与他同一日赶到京城的还有乌柱和乌童，只是当萧林业找到苏玉婉的时候，他已经气绝。连日的奔波，再加上这样的打击，让他难以承受，差点崩溃。他撑着一口气跪在乌柱面前，苦苦哀求乌柱救他。乌柱答应尽量一试。他满身狼藉地躺到了苏玉婉身旁，等待着乌柱运用巫术用他的命将他救活。为了拿到天山冰蚕赶回京城，1个月以来不眠不休，这下他终于可以安心闭上眼睡一觉。可没想到，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梦境之后，他又再次睁开了眼。怎么回事？我为何还好好的？萧林业有些许茫然，连忙转身看过去，苏玉婉依旧躺在他身侧。萧公子，你醒了。这时巫童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萧林业急忙翻身下床，上前问他怎么会这样，巫神医不是答应了就玩吗？一瞬间他心里慌乱如麻。巫神医说过，想要救活婉儿须得以命换命，如今自己还活着，是不是说明婉儿没被救回来？萧公子勿急，您先去探探你家娘子的脉搏。巫童放下手中药碗，笑着说道。萧林业一愣，扭头走至床边，伸手搭在苏玉婉的手腕上，颓然的眸子刹那间泛起光亮，他眸光闪烁着激动的泪光，脉搏在跳动。虽然脉象很是微弱，却足以表明婉儿被救过来了。萧林业深深松了口气，将苏玉婉的手贴在脸上，
感受到他手背传来的温度，他克制不住的流下泪来。他的婉儿得救了。随后他又陷入了疑惑：巫神医既说了以命换命，可为何自己还活着？小师傅，巫神医何在？将苏玉婉的手放回被子里，他整理了情绪后，转过身来问巫童：无论如何，他得找到巫神医，弄清楚这事。巫童说道：以命换命乃是巫族的禁忌之术，运用此法极为耗损巫力。师傅他老人家为你二人施展此术后，身体受损极大，已经闭关修炼去了。听后，萧林烨既震撼又深感愧疚，说道：巫神医对婉儿的救命之恩，萧某铭记于心，他日定当重报。萧公子言重了。对了，萧某还有一个疑问。我知道公子想问什么。巫童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了他，这是师傅闭关前让我转交给你的，公子看了就会明白。萧林烨接过信拆开，待看完上头内容，他才明白了一切。巫神医确实用以命换命之法救了婉儿，只不过只用了他半条命。简单点来说，就是巫神医使用巫术将他一半的寿命转换到了婉儿身上，如此他二人都能活，只是阳寿皆不长。萧林烨再一次被巫族此秘术所震惊，同时也不甚感激巫神医用此法成全了他二人。虽无法相守到老，但如此足矣。第160章番外1，相符。距离苏玉婉上次回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之久。这半年来，苏家毫无苏玉婉的消息。虽然武安侯府差人来说过苏玉婉去了九华寺祈福的事，但一去便是半年多。苏夫人与苏胜都感觉到了不对劲，尤其这半年来，苏夫人时常睡不好，总是做噩梦。她甚至还梦到女儿突然离开他们的场景，可把她吓得不轻。无缘无故做这样的梦，将苏夫人的心绪扰得一团糟，整日胡思乱想。趁苏胜今日得空，他提出想去九华寺看看女儿，顺便也去拜拜佛。苏胜欣然答应，他也好久没见到女儿了。二老收拾了一番，便坐上马车往九华寺的方向而去。萧林烨刚从九华寺后山回来，手里捧着一束刚摘的野花，老远便看到相府的马车正往寺庙而来。他顿时皱紧眉头，连忙将花递给春眠，让他拿到苏玉婉所住禅房去插瓶，自己则是整理了一下仪容，恭敬站在寺庙门口，可不能让岳父岳母看到婉儿还未苏醒的模样。马车在寺庙口停下，苏胜搀扶着苏夫人下了马车。萧林烨笑着上前拱手行礼：岳父岳母大人。苏胜左右张望了一下，问他：女婿阿婉呢？苏夫人也紧紧看着他：少将军，听说阿婉来九华寺祈福，顺便调理身子，怎么样？阿婉如今可好些了？婉儿很好，已无大碍了。萧林烨如实答道。听到此话，苏胜和苏夫人面上一喜，随即又问他：那太好了，阿婉在哪？我们去看看她。萧林烨正愁不知该找什么理由与他们说明婉儿现今的情况，便听身后传来一道清丽柔婉的声音：爹娘，女儿不孝，让你们担忧了。他浑身一顿，猛地转过身来，只见苏玉婉一身淡蓝长裙，浅浅含笑站在寺庙门口。苏胜和苏夫人总算见到女儿，欣喜不已，连忙上前拉着她一个劲儿打量，见她精气神比以往好，才堪堪将提着许久的心放下。乖女儿，你来这么久都瘦了。苏夫人看着她消瘦的模样，眼里都是心疼。苏玉婉却笑道：娘，佛门之地以清简斋食为主，女儿瘦了也属正常。你娘啊，就是太过思念你了。苏胜哈哈笑道：前些日子总在梦中喊你的名字，担心你在寺里吃不好穿不暖，整日在家里坐立难安。苏夫人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哪有那么夸张？苏玉婉心里升起一股暖意，含笑看着爹娘：爹娘不必担心，夫君将女儿照顾得很好。他说着，视线往萧林烨这边看了过来，他的笑如春水般温柔，那双眸子亦如初见时那般清澈无瑕。能再次安然无恙站在这里，他知道是因为他。气绝之后，他的魂魄不愿离开，仍在肉身周围徘徊。他看到了他的夫君满身伤痕冲进屋，抱着他痛哭时的无助模样，也看到了他为了救他不惜以命换命，跪求巫神医帮忙时的坚决。他为他做的一切，他都知道。夫君，谢谢你。他走到了他面前，真挚地发自肺腑地说道。听到他喊夫君，萧林烨才确定这不是梦境，他喜极而泣，红了眼眶。他的婉儿总算活生生地站在了他面前。看出小两口有话要说，苏夫人与苏胜识趣地走进了寺庙。萧林烨拉过他的手，忍不住滴下了一颗心酸泪。没事了，一切都好起来了，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过。曾经那个玩世不恭、傲气凌云的少年将军，此刻也如世俗男子，眼里只有爱人的影子。他眼眶发热，含笑点头：好。第161章番外2。岁月无声无息地流淌，一晃过去10年。隐月轩窗棂下的海棠花依旧，从前在院子里追逐玩闹的萧景和萧景安，也从孩童稚嫩模样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和清俊儒雅的少年。二人在各自的领域奋发有为，
萧景和如愿成为了萧家继萧夫人之后的又一位女将军，上阵杀敌，战无不胜。而萧景安文采斐然，在科考中接连取得好成绩，年仅16岁便考中状元，入了翰林院任职讲学。在世人眼里，这两个孩子是萧家的传奇与荣耀。刚打了胜仗，从战场归来的萧景和从马背上跳下，一身银甲，红色披风在风中飞扬，英姿飒爽。祖母，大哥，和儿回来了。萧夫人拄着杖与萧景安一块在侯府门口迎接，见到出征半年多的小孙女，萧夫人欣喜落泪，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祖母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半年未见，我的和儿都瘦了。嘿嘿，祖母最疼和儿了，知道和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大餐一顿。褪去在战场上的冷酷肃杀之色，萧景和喜笑嫣然地挽着萧夫人的手。他扭头看向一旁颀长身姿、温文尔雅的萧景安，笑道：“听说大哥考中了状元，恭喜大哥了。”萧景安宠溺一笑，摸了摸他的头：“大哥也要恭喜你，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飞骑将军。从前那个嚷嚷着要成为父亲那样威武将军的小姑娘，她真的做到了。对了，爹爹和娘亲呢？没见到爹娘在门口迎他。”萧景和有些小失落。萧夫人笑道：“你爹爹和娘亲得知你打了胜仗，赶早去了九华寺还愿，还没回来呢。”九华寺佛殿内，苏玉婉和萧灵叶二人各手执3炷香，跪在蒲团上虔诚跪拜后，起身将香插进了面前供桌上的香炉里。出了寺庙，苏玉婉抬头看了看天，这个时辰，和儿应该回来了吧？萧灵叶点头：“那咱们下山吧。”看着眼前崎岖不平的路，苏玉婉有些担忧地蹙了蹙眉：“早说让阿贵把马车牵上来，你偏不肯。这下山路如此坎坷，你的腿能行吗？”10年前在昆仑雪山之巅为巡天山冰残，他的双腿被冻伤，导致膝盖受损，走多了路便会发疼。萧灵叶嘴角却依旧挂着满不在乎的笑，他拉过他的手，语气轻柔：“最坎坷的路已经走完了，剩下的路，我想和你慢慢走。”在往后有限的日子里，他想把脚步放慢下来，陪着他慢慢走完人生。苏玉婉心头一颤，眼眶寒热地笑道：“好，那咱们慢慢走。”二人挽着手，踏着暮色，慢慢往山下走去。落日余晖洒在两人身上，相依相伴的影子被渐渐拉长。全文完。